就在秦晨击杀红发和黄发之后，3个石碑中人榜上秦的名字突然消失，随后出现了地榜石碑之上，开始不停的上升，最后来到了50名，停了下来。这2人，黄发是59，而红发则是53，而我杀了他们，却直接来到了第50。秦晨看着自己的排名，不算意外。虚拟天道给出的排名是根据很多因素综合的。突然，一个无形的光幕落下，紧接着他的手中出现了3枚能晶，另外还有1枚特殊的紫色令牌，同时还有一道信息给他吸收。3枚能晶全部是5级能晶，2枚精系，1枚雷系，而信息是一门武学信息，而且是龙族风系武学，等级是19级武学，也就是9级超凡的武学。疾风龙吟。当他了解这门武学的内容后，有些惊讶，同时也有一些惊喜。虽然这是龙族的武学，但是其他种族同样可以修行。其实这很好理解，除了一些特殊类关乎到生命基因的武学，异族不能修炼之外，一般武学万族是共通的。而疾风龙吟就是共通的武学，只要掌握了风元素就行。而他的一门风系攻击类的武学，一旦用出，会形成一条风龙。风龙具有可怕的攻击性，并且还会发出龙吟之声，带着音波攻击。对于武学奖励，秦晨还是觉得满意。以前他武者之路刚起步的时候，系统会经常给武学奖励，可是随着他修为的上涨，系统给的越来越少，所以导致他如今的武学并不多。原本他可以从银河学院获得，但是他进入银河学院的时间太短了。最重要是，银河学院好的武学其实也并不多，不一定就有特别适合他的。别看银河学院是银河帝国中最高学院，但是整个银河帝国也就3名不朽强者，高等的超凡也并不多，能创造出好的武学的就更少。所以这个虚拟战场也是获得武学的最好途径。这里不仅仅有人族武学，还会获得异族的武学，可以说应有尽有了。最后就是紫色令牌，这枚令牌就是战场穿梭令，上面有9个数字，要穿梭到哪个战场，只需要将自己的精神力融入进去，让对应的数字亮起就行。3枚能晶，要不了多久时间便可以消化。至于武学，可以接下来慢慢的去修行。很快，他找了一个地方，将3枚能晶吞下。叮，你的精系第6条星纹达到圆满。叮，你的雷系第6条星纹达到 73%。仅仅1个小时后，系统声音响起，精系突破到了6级。他微微一笑，看向自己的战力已经达到了20万星，这是精系的突破后的加成，非常可观。稍微适应了一下新增的力量，他走了出去。很快，他就随意的走在一个破旧的街道上。街道虽然破旧，但是两边废墟的大楼仍然是非常的密集。这种环境下，只要对手小心，是不容易被看到的。走了一段路后，他没有看到任何的人影，甚至没有听到声响。这个时候，他干脆将自己的精神力猛地散发出去。精神力一铺开，顿时无论是大楼中还是一些看不到的拐角处，一切画面在他的脑海清楚地呈现出来。他看到了一些打斗过的痕迹，不过这些都是之前留下的。他突然转头看向3个石碑，此时地榜随时都在变化，人榜同样在变，只有天榜比较稳定，不过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只是变化的慢。但这也证明了，想要撼动天榜上的人还是比较难。就在秦晨的精神力散开后不久，随着他的移动，突然精神力扫到了一个快要倒塌的房屋中。此时房屋内正有3个魔族人，其中1人正在消化自己获得的奖励，而另外2人竟然在给此人护法一般，一直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神色紧张。突然，那名正在修炼的男子猛然睁开眼睛，脸色微微变化。迪巴斯，怎么？2人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脸色一变，一道精神力从他们身上扫了过去。迪巴斯猛然站了起来，然后直接冲了出去。护法的2人相互看了一眼，眼中都露出了惊讶，竟然有人直接用精神力扫视，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没有任何的耽搁，2人瞬间就跟着迪巴斯冲了出去。紧接着，3人来到了房屋之外，站在街道，看到了不远处的秦晨。他是之前击杀红黄2人的人族新星秦晨。其中1人眉头一皱：“人族，你竟然用精神力扫视，你是太过愚蠢，还是很有信心？”另1人冷笑：“秦晨虽然不错，可是他们小队可不是红发和黄发2人能够相比的。那2人要是面对他们，同样会被轻易的镇杀。”魔族3人。秦晨看着2人，很快就猜出了他们的身份：地榜29迪巴斯，地榜48劳布，地榜85德费。这里面让秦晨来兴趣的就是迪巴斯，此人竟然是一个武系天才，这可以列入宇宙顶级天才行列。不过对方的修为要差些，其中攻击性的精系是7级，还有一个风系是6级，其他3系2个5级，最后一个只有1级。动手！迪巴斯见秦晨没有反应，低喝一声。随着他的话落下，另外2人瞬间出手，一个一刀斩来，一道冰刃飞向秦晨，另一个风系用出，身影不停的闪动，快速逼近秦晨，同时火焰出现在拳头上，一拳轰来。而迪巴斯则是一杆长枪在手，接近秦晨后不停的挥动，让周围的空间出现了无数的金光，每一道金光都带着可怕的切割之力，将秦晨的身体给包围起来，并且不停的缩小，要将其绞杀。轰！突然，秦晨的周身一道火焰冲天而起，将所有的攻击给冲得粉碎，这让3人脸色一变。然而还未等他们做出反应，秦晨手中的刀带着雷光从空中划过，随着长刀的移动，空间出现了一阵涟漪，仿佛这一刀要将空间给破开一般。噗噗！
劳布和德费两人身体被雷光切割，让他们顿时瞪大眼睛，露出了惊恐。砰！雷光炸开，两人的身体缓缓倒下。迪巴斯在后方挥动长枪的手突然停了下来，整个人头皮发麻，没有任何的犹豫，转身就跑。迪巴斯转身的瞬间就用出了风系武学，只见他的脚下被一股风给环绕，让他的逃走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一步之下就极远的距离。太强了，太强了！这是一个新人吗？难道他是来自人族顶级星系中的天才？这一刻，迪巴斯的思维飞速的运转，在猜测秦晨的同时，也在计算着最佳路线。这些路线全是有可能前往别的强者的地方，希望以此来阻止秦晨。嗡！突然，一股可怕的精神力瞬间冲入了他的脑海，让他的意志一阵恍惚。啊！迪巴斯突然抱着头，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下来，身体不由自主的停下。你……他一脸惊恐的看着秦晨。精神攻击，秦晨竟然会精神攻击的武学。这一刻，仅剩一点的侥幸之心也彻底的消失。此时他的大脑被刚刚秦晨的精神力冲击的一片混乱，仿佛要爆炸一般。他强行镇定了一下，开口道：“人族朋友，你别杀我。”他也知道没有点价值，秦晨不会放过他。不等秦晨有反应，连忙道：“我有关于战场的信息，以你的实力，战场上少有对手。若是了解了这些信息，对你接下来的战斗和猎杀非常有用。而且不仅仅是这里，还有关于另外8个战场的基本信息。如今他觉得唯一能够让秦晨动心的就是这个了。毕竟秦晨肯定是想要在战场上多猎杀人的，而这些信息就非常有用。而他之前去过第8战场，并且在虚拟世界已经不少时间，虽然另外的战场还没有去过，但多少也了解一些。”秦晨一笑，说：“来听听。”他刚来中心区域不久，所以对这里的了解确实不多。虽然之前有方言给了他不少的信息，可是如今的中心区域千变万化，那些信息完全不适应用这里。而且另外几个战场就连方言也是不清楚的。见秦晨愿意听，迪巴斯内心一喜，暗道有希望，连忙道：“其实9个分战场虽然都有天地人3榜，但是榜上的人同样的排名，实力还是有差距的。第1分战场整体实力最强，第2分战场次之，越往后越弱。当然，第9分战场比第8分战场弱的有限，第8分战场相比第7分战场也弱的不多。但是第1分战场和第9分战场比，弱的就有些明显了。为什么？”秦晨有些奇怪。宇宙各族天才进入虚拟战场时，都是随机被分配到9个不同战场，没有道理第1分战场最强，最后一个分战场最弱。迪巴斯见秦晨问话，内心再次松了口气。这样的天才，他相信既然对方答应了，就不会反悔。他连忙道：“其实也很好理解，第1战场在现实中除了主战场本来就是最古老的战场，而第9战场是时间最短的，虚拟战场也存在了无数年。随着长时间的发展，强者也喜欢到第1战场去。毕竟9个战场都有天地人3榜，不好区分强弱，天才都是骄傲的，所以有绝对自信的人都要往前面的战场去上榜，越往上证明自己越强，能在第1分战场上天榜的，那都是天才中的天才。”闻言后，秦晨点了点头，对于天才的想法，他还是有所了解的。这可是万族一起竞争，自然是希望自己能够在万族中脱颖而出。最好的方法就是上天榜，而9个天榜自然就分出了一个好高低。第1分战场的天榜含金量最高。至于现在的第9战场，目前天榜上还在这里的有8人，另外2人去了别的战场。而这8人中，排名前3的人想要去主战场了，所以他们发起了一场屠杀，这才引起连锁反应，让整个第9战场乱了起来。迪巴斯开口道：“主战场的凶险程度是分战场无法相比的，所以每次天榜上的人想要去主战场时，都会发生大混乱。毕竟天榜上的人杀起来谁都怕。而现在前3名同时准备去主战场，这个时候的猎杀就是惨烈的，也注定了是一场大乱。你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吗？”迪巴斯问道。他该说的信息也已经说了。不能。秦晨摇头道。你……迪巴斯脸色一变，他没有想到秦晨这样的强者竟然会不讲信用。秦晨一笑：“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了你的？”迪巴斯一愣，仔细回想，确实秦晨没有说过，只要讲出信息就会放过他。可是这不是本该有的道理吗？不然秦晨为什么会认真听他的介绍？信息对我有些用，我会让你死得没有痛苦。话落，秦晨突然抬手，刹那间对着迪巴斯的额头点出一指，一道凛冽的火焰瞬间飙射而出。噗！火焰直接洞穿了他的脑袋。如此单纯的天才不多了，别说我没有答应，即便是答应了，不可以反悔吗？人族和魔族之间信用是什么玩意儿？秦晨摇了摇头。虚拟战场的存在，就是因为在真实战场做不到相互的信用，所以才联手打造的。现在异族给他讲信用，不得不说还是太年轻了。秦晨一击杀迪巴斯，地榜上他的名字又开始了上升。地榜，姓名秦晨，人族，排名23。这一幕当即引起了战场上不少强者的注意。不过影响并不大，毕竟越到这个混乱的时候，榜上的排名变化就越大，可以说几乎随时都在变化。就在这时，3道天地元气涌入他的体内，他没有任何的耽搁，当即就开始吞噬起来。同时他的精神力也同样散发出去，顺便开始钓鱼。可惜直到他将天地元气完全消化，也没有别的人来到这里。不过这次击杀的3人让他收获不小，
其中火系的第8条星纹直接提升到了10%，雷系的第7条星纹也提升到了80%，而最后木系的第6条星纹达到了65%。希望接下来有能够逼我出全力的天才，天榜上的别让我失望啊！秦晨看准了一个方向后，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原地。不久后，他停下的地方就爆发出了强烈的战斗波动，但是仅仅是片刻后就恢复了平静。接下来的时间，秦晨出现在中心区域的各处，每一次出现都发生战斗波动，每一次都没有持续多久就恢复平静。总的来说，他寻找对手的时间比战斗的时间还要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晨在地榜上的排名在不断的提升。中心区域某个偏僻的街道上，卫青抬头望着地榜上秦晨的名字，眼中露出了的深深的绝望。地榜第一，他已经到了地榜第一，而我才刚刚人榜，这还是人榜上的人大量被猎杀后我才上来的，我还有机会追上他吗？卫青这次进入虚拟战场，雄心勃勃，哪怕一开始他知道不是秦晨的对手，但他也没有放弃。所以进来之后，他直接来到了死亡区域。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要在这里快速提升自己，追上秦晨。然而现在看到秦晨那恐怖的提升速度，他懵了。同样在天断山脉的一处，之前和秦晨一起来第9战场的方言和皮尔，这段时间一直处在懵逼的状态。我之前猜测到秦兄弟他厉害，可是没有想到这么厉害，短短3个多月时间竟然就上了地榜第一，他已经创造了第9战场的历史了。方言内心无法平静，皮尔也是一脸的骇然。我查了一下银河星系，那个星系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可是秦兄弟他的天赋简直可以吊打那些顶级星系的天才了。就他这个实力，我怀疑他完全可以上天榜，只是可能还没有找到天榜的人来杀。两人这段时间小心翼翼，也总算躲过了一次次的危机，自身也有所进步。但是和秦晨比起来，他们看不到双方到底差了多少，犹如天堑望不到头。秦晨进入第9战场的第120天，一个地下室中，他猛然睁开眼睛。雷系突破，木系突破，如今唯一还有一个5级超凡的就是土系。这120天来，秦晨不停的猎杀，可以说整个中心区域除了那些一直在天榜上的人，其他人听到他的名字便闻风丧胆。而提升的速度也没有让他失望，直接让2系突破，其他虽然没有突破，但是也都有提升。另外他还获得了3次奇物，2次武学，一次是土系武学，一次是金系的武学。不过土系武学是防御，金系是攻击，也是19级超凡武学，这和他之前系统给的武学效果有些重合。不过无论如何，他也算是多了2个手段。姓名秦晨，火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星纹进度18%，风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15%，冰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12%，土系境界5级超凡，第6条星纹进度60%，木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5%，金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10%，雷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5%，战力30万星。星辰细胞。就在秦晨所在的地下室不远，一名寸头魔族青年脸色发白，带着愤怒的表情。马德，龙太极，等我恢复了，一定得找到我魔族强者雷锤，联手将你击杀。青年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前进，同时在观察着地形。突然他看到了前方不远处一个地下室的入口，入口很隐蔽，但还是被他捕捉到。没有耽搁，他当即就朝着入口走去。现在想要短时间完全恢复，只能想办法猎杀别人，获得天地元气。可是天榜上的人，我现在根本没法。青年想到这里就一肚子的火气。他也是天榜第7，并且猎杀了一个天榜第9。可是在他刚猎杀对方，还没有来得及离开，天榜第3的龙太极就突然到来。他虽然逃走，但还是受了不小的伤。天地元气不仅仅可以提升修为，还能快速恢复伤势。可是如今的他想要猎杀天榜人根本不现实，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猎杀地榜上的人，还要猎杀不少才行。对了，突然他灵光一闪，秦晨，听说此人是人族的顶级天才，几个月时间就登上地榜第1，杀他应该可以让我快速恢复。我得赶紧休息一下，然后找到此人。想到这里，他连忙钻进了入口中。他必须要抓紧时间恢复一下，否则被人找到会特别麻烦。如果是天榜上的人找到他，那就必死无疑了。就在青年钻进地下室入口后，在对面的一栋大楼中，卫青正好看到天榜第7魔族的天才加加特。卫青内心一动，加加特明显是受伤了，这让他有一丝冲动，如果能够杀了对方，他觉得奖励可能直接让自己的其中一系突破1级。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他思考了一下，一咬牙，然后缓缓的前进，准备先观测一下。与此同时，加加特进入了地下室。刚一进来，他眉头一皱，这里的空间还有一股未消散的元素之力。随后他看向了地下室的一处角落。你是秦晨？这一刻他突然愣住了。刚刚他还想要找到秦晨，没想到进来就遇到。我听你刚刚自言自语说要找我。秦晨平静道。加加特神色一凝，他准备恢复一些再找秦晨的，不过他还是道，对，虽然自己受伤了，但是他还是觉得以自己的实力还是可以拼一把，杀不了秦晨，自己也可以退走。现在机会就在你的面前。秦晨一笑，加加特也没有任何的废话，身形瞬间快速的闪动，朝着秦晨逼去。
同时他的手中一把战刀带着淡淡的精细光芒，对着秦尘猛然斩来。秦尘双手一握，顿时无数的风元素凝聚，刹那间一条龙影在空中出现。去！嗷！风龙在空中对着冲来的加加特发出恐怖的龙吟之声，顿时空中肉眼可见的一圈圈音波出现。砰！加加特的身体在距离秦尘还有100米时被第一道音波冲击，顿时停了下来。砰！紧接着第二道音波冲来，让他倒飞出去。龙族音波武学！加加特脸色大变，音波攻击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很难完全防御，而且一波又一波，速度太快了。他原本就受伤的身体在不停的音波攻击之下，伤势越来越重。停！停！停！你不能杀我！加加特惊恐的吼道。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不，我魔族的雷锤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轰！在最后一道音波之后，整个地下室彻底的爆碎，风龙直接冲向加加特的身体，将他的身体冲飞上天。我魔族的雷锤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一声凄厉的大吼从地下室传来。刚到地下室入口的卫青一愣，紧接着轰的一声，整个地下室突然爆开，然后一条风龙冲天起，而那加加特的身体在风龙的冲击下肉眼可见的被摧毁。这一幕让卫青内心狠狠的跳动，身体本能的不停的疯狂倒退。良久之后，他才在一栋大楼上停了下来，他的目光死死的盯着前方。加加特竟然死了！他才刚进入地下室，里面的是谁？他的脑袋嗡嗡作响。加加特虽然受了伤，但是能够如此快速的将其击杀，他们想到的唯有天榜上排名前3的人物，是人族的龙太极还是龙族的敖元？他忍不住开始分析起来。天榜上排名前3的就是这2位，加一个魔族雷锤，显然雷锤不可能。而刚刚的风龙更像是龙族的武学，可是不排除龙太极也学了龙族的武学，敖元的概率更大一。他正要做出自己的判断，突然间看到远处的3个巨大石碑上，那地榜石碑第1名秦尘的名字陡然消失，紧接着出现在天榜上。天榜上只有10个排名，很好发现，下一秒他就看到秦尘直接停在了第9名。卧槽！他差点叫出声。轰！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那废弃的地下室冲了出来。当他看清面容后，吞了吞口水，果然是他。他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这一刻，他的内心不由自主地嘶吼起来。越是去关注秦尘，他发现自己越是绝望。秦尘的实力简直深不见底，再这样下去，他有点害怕自己的道心会被彻底冲碎。魏学长也在这里。秦尘看向远处大楼上的魏青，正一脸懵逼的魏青反应过来，我不叫魏青，我叫石天，秦学弟也在这里，好巧。秦尘一笑，魏青也学他用了假名，在认识的人面前也不承认，也是个人才。魏学长进来的收获可好？秦尘开口道。进入这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熟人，他不介意多说2句。还好，还好。魏青连忙点头。他犹豫了一下，开口问道：秦学弟是想要上天榜第1吧？秦尘进入天榜可以去别的战场，也可以进入主战场了，可是他很明显的看出秦尘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这也很正常。进入天榜的人自然想要再分战场猎杀更多的天才，让自己的实力更大的提升之后再去主战场。天榜第1就是最好的，因为在没有上天榜第1前，都有人排在自己前面，只要杀了就有不错的奖励。秦尘点头，有这个想法。他是不仅仅要上第9战场的天榜第1，另外8个也得第1，这样才能造成系统任务。果然，魏青内心一震，深吸口气，缓缓道：秦学弟要上天榜第1，恐怕有些难。哦？秦尘一愣。魏青解释道：学弟应该知道，这里的排名是以击杀天才的数量和质量来判定的，你即便杀了现在排名第1的敖元，也不一定能够取代他登上第1名。秦尘点头，敖元登上第1，肯定杀了不少人，同样的，雷锤第2也杀了不少。他击杀敖元，也许虚拟天道会将雷锤排在第1，而他的排名会上升，但到底能排在多少就不一定了。所以学弟想要登上第1，恐怕不仅仅要杀了敖元，还要杀了雷锤或者龙太极才得行。这样你杀的2个人的质量才能保证虚拟天道将你排到第1，而这3人都很强。魏青最后的很强2字说得很重，他不等秦尘询问就继续道：我不知道学弟的具体实力，你让我觉得深不可测，但是天榜前3的同样让我觉得深不可测，一个比一个强。这次他们3人想要进入主战场了，所以发起了一场屠杀，导致战场混乱。秦尘一笑，魏学长知道的还挺多。魏青见秦尘没有在意，内心暗叹，知道秦尘很有自信。不过他还是提醒了一句：学弟，这3人真的强，另外2人我不知道，但是就那雷锤，我还是打听到了一些，此人不仅仅是第9战场的天榜第2，还是第8战场的天榜第3。他这段时间都在中心区域小心翼翼，所以也听到了不少的消息。哦，这个秦尘还真不清楚。魏青一笑，这是我偶然听到的，但是应该没错。另外，龙太极你倒是不用担心，大家都是人族，此人虽然杀了很多人，但是我了解到的，他并没有杀过人族。秦尘点了点头，也不奇怪，他这段时间的杀戮其实也没有击杀过人族。虽然虚拟战场没有规定不能杀同族，同样也有不少人杀过同族，但是那都是偶尔杀，并且榜上的人几乎不会干这种事情。因为你杀几个可以，但是你大量的杀，而且又杀榜上的同族，出去后
不被同族强者找上门才怪。在外面就不说了，这里可是虚拟战场，虚拟战场的目的就是培养种族中的天才，结果你进去大量猎杀同族天才，这样的人肯定会被怀疑有异心，要么你就是一个变态，没有种族意识，这样的人高层也没有必要培养你，甚至没必要留你。魏学长在这中心区域可要时刻小心。秦晨说了一句，身影一闪就消失在了原地。魏青看着秦晨离开的方向，摇了摇头。他知道秦晨还是会去寻找雷锤和敖远，希望你刚刚听进去了我的话，不要轻敌。他和秦晨算不上熟悉，但是同样来自人族，还同样来自银河帝国，他自然希望秦晨能够获胜，而不是被杀。此时的秦晨身形几个闪动，来到了一个大楼顶端。他站在这里，目光投向了远处的一个街道上，那里正有两人在战斗，两人的身影在空中不停的闪现碰撞。街道两边的废弃建筑则是一个个的爆开倒塌，空间像是平静的透明水面被破坏，出现一阵阵的涟漪。雷锤、龙太极，天榜第2和第3竟然在厮杀，这让他有些意外。他以为天榜前3都会形成默契，王不见王，结果想错了。他干脆直接盘坐下来，然后一边吞噬刚刚击杀加加特获得的一大团天地元气，一边观看两人的战斗。龙太极要输了。秦晨发现龙太极不是雷锤的对手，很快就开始处于下风。随着他的话落，雷锤手中的雷霆大锤砰的一声砸在龙太极的身上，将其砸飞出去。人族秦晨，你是想要和龙太极联手？可惜你来晚了。雷锤突然抬头看向了大楼顶上的秦晨，声音平淡：联手？不，我只是来杀你。秦晨停止吞噬天地元气，缓缓地站了起来，先是看了一眼受伤的龙太极，随后一步步地踏空走了过去。因为战场的混乱，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已经躲了起来，要么已经离开了废墟之城，甚至地榜上的人，有的更是直接去了别的战场。加上这段时间秦晨的疯狂杀戮，如今还敢真正在这里大摇大摆、毫无顾虑地暴露位置的人，就只有极少数。最典型的就是天榜上的前3名。可是现在第3名的人族天才龙太极也被雷锤重伤。可以说，现在第9战场真正可怕的就是雷锤和敖元。而如今秦晨出现，表明自己要击杀雷锤，这让已经重伤的龙太极眼中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秦晨是提升的快，还上了天榜，肯定杀了天榜人，可是不代表就可以挑战雷锤。看着走来秦晨，他开口道：雷锤，魔族5系天才，其中最强雷系已是7级，另外4系有3系6级，1系5级，并且即将突破6级。他的话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可是却是在提醒秦晨。秦晨当然已经看出了雷锤的修为，确实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个修为确实可怕。要知道对方也是50岁不到而已，然而在他的眼中也就那样了。轰！雷锤猛地踏出一步，震得地面不停的皲裂，他手中的巨锤朝着秦晨猛地砸来，所过之处雷霆弥漫，将周围的空间震得扭曲。你能在短短几个月内进入天榜，让人意外。你不出现，我也会去找你。既然你出现了，那就让你明白，天才和天才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嗡！雷霆巨锤快速的落下，这一刻，整个街道以及街道两边无数的雷霆之力，周围的一切瞬间被抹去。巨大的力量波随着巨锤的落下，疯狂地向着地面压缩。一旁重伤的龙太极此刻脸色陡变，他想要上前和秦晨联手，然而本已受伤的他，在这强大的压迫之下，竟然无法上前嘶吼。秦晨抬头，那在外人眼里急速落下的巨锤，在他的眼里却变得慢了起来。他的拳头上火焰升腾，在巨锤落下的瞬间猛地打了出去。咚！一道惊天巨响让空间震荡。手持巨锤的雷锤瞳孔一缩，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的手臂给震得发麻，雷锤直接被反弹了回来，让他的身体不得不倒退，良久后才缓缓地稳定下来。他震惊地看着秦晨，好强的肉身，你这是用了多少奇物？人族的资源比其他几族都要多，这是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人族的顶级势力里面的天才享受资源无数。而眼前的秦晨肉身之强让他骇然，这肯定是一位用了不少奇物来提升肉身的人族顶级星系中的天才。秦晨没有开口，直接上前逼近。雷锤见状冷笑一声，肉身强又如何？我就将你的肉身锤爆。他的巨大雷霆之锤疯狂地挥舞，每一锤都将空间锤得巨响。而秦晨则是神色平静，一双火焰之拳看似平平无奇，然而每一次都将那雷霆之锤给挡住。两人的身影在空中不停地闪动，随着战斗的进行，一旁的龙太极却是眉头一皱。一开始他觉得秦晨不是雷锤的对手，可是他越来越觉得秦晨不输雷锤，而现在他突然发现秦晨似乎在放水一般。他在干什么？这一刻他有些懵。秦晨显得太淡定了，出手之间游刃有余，仿佛是在戏弄对方。怎么可能？他觉得自己看错了，也许这就是他的攻击方式。而此时的雷锤也发现了秦晨的问题，原来你的攻击看似有力而已。雷锤冷声开口。秦晨的每一拳看似霸道，打出来后却软绵绵的，虽然挡住了他的雷锤，但是和那出拳时的气势完全无法相比。秦晨一笑，内心却是满意。我平时用火系最多的就是拳，我踏入的是无敌之道，出拳时有无敌气势，不过真要创出我的无敌拳法，
还有很长的距离，现在不过一些雏形而已。没错，刚刚他就是在尝试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拳法。他的无敌之道让他在出拳时有无敌的气势，可是真正打出去后却有些软绵绵的，就是因为他如今还没有真正的将自己的拳法领悟出来。不过有了雏形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如果你就这点实力，那我便送你出这虚拟战场。雷锤轻声道。随后他手中的雷霆之锤开始疯狂的暴涨，刹那间整个锤头在空中遮天蔽日。这一刻，废墟之城中无数的人抬头看着那巨锤，纷纷色变。是雷锤？和他战斗的是谁？难道是敖元？人们内心震动，这巨大的雷霆之锤隔着千里之外都让他们感觉到了窒息。轰隆隆，带着雷霆之力的巨锤从空中落下，将方圆百里之内完全的覆盖在内。巨锤还未完全落下，地面上无数的建筑便开始倒塌。一些被覆盖在内的人惊恐的抬头，他们疯狂的逃走，想要逃出巨锤的攻击范围。然而那巨大的压迫之力让他们的速度变得奇慢无比。此时正在战斗中心的龙太极看着雷霆之锤落下，也脸色猛变。雷锤竟然用出了他的最强一击。雷锤的最强一击，加强版的雷霆之锤。他清晰的记得，当初雷锤就是靠着这一锤，同时击杀3个天榜人，登上了天榜第2。可以说，整个第9战场，除了强大的敖元，无人敢正面抗下这一锤。秦晨，你我连。他当即不顾伤势，准备强行出手，和秦晨一起抵挡。然而就在这一刻，秦晨却是一步踏入空中，任由那巨大的压力压在他的身上，却丝毫不影响他的身形。在距离巨锤不远时，他手中的刀发出了淡淡的金光。一刀而已。秦晨轻声开口，却让地面上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只见他抬手轻轻的一斩，嗡！一道金色刀芒破刀而出，整个空间在这一刻仿佛被这一刀给分开，金光瞬间没入了巨大的雷霆之锤。噗！一声轻响，那巨锤如豆腐一般被一分为2，渐渐的化成了雷元素，消散在空中，强大的压力也随之消失。地面上所有人松了口气，当他们看着那道凌空而立的身影，惊呆了。一刀而已，那是谁？良久之后，有人开口问道。好像是秦晨。有人看着那个身影，身影周身火焰弥漫，让他们看不清，但是可以看到一个轮廓。之前秦晨在战场上杀戮，很多人都对他的印象极深，所以即便是轮廓，也有不少人将其认了出来。此时原本准备出手的龙太极，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他瞪大眼睛，简直难以置信。而秦晨对面，雷锤一脸的惊骇，他的最强一击竟然被秦晨轻描淡写的给破了。怎么可能？我这一击是准备留给敖元的，为什么他会破？这一刻他内心开始紊乱起来。噗！就在这时，一道金光从他的额头上穿过，直接洞穿了脑袋。他浑身一颤，这才反应过来，眼中露出了恐惧。轰！雷锤的身体从空中掉落，砸在地上，扬起了无数的烟尘。静！这一刻，整个废墟之城无比的安静，仿佛所有的战斗都在这一刻全部停止。无数双眼睛盯着秦晨的方向，内心不知在想些什么。天榜第2，秦晨！就在这时，有人看到秦晨的名字不停地跳动，最后停在了天榜第2。虽然不是击杀谁就是取代谁，但是虚拟天道仍然将其排在第2，这就说明雷锤比龙太极强不少，并且击杀的人也比龙太极多不少，所以秦晨将其击杀，直接超过了龙太极。第9战场要变天了，不知道接下来他会不会和敖元打起来？有人喃喃道。第9战场的前3名从3人上榜后就没有变动过，而现在人族秦晨改变了这里的格局，并且对第1的敖元造成了冲击。我听说敖元是想要冲击多个天榜第1，现在第9和第7战场他都是第1。对，我也知道这次前3之所以发起屠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敖元准备击杀天榜所有天才，以此提升实力，然后准备去别的战场冲击天榜第1，获得超级奖励，再去主战场。可是现在雷锤被秦晨抢了，恐怕敖元不会放过秦晨。战场各处的人们纷纷开始议论。此时的秦晨并不知道，他击杀雷锤相当于是间接抢了一名双天榜第1天才的奖励。现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道信息，又是一门武学。击杀雷锤获得是一门武学，不过这门武学比之前获得的疾风龙吟更强大，因为它是一门不朽武学。金之绞刑。武学介绍：不朽武学，仅现金元素掌握者使用。武学的信息快速的被秦晨吸收。这是一门本就属于人族的武学。武学的特点和武学的名字很像，使用之后会出现无数金之力，将对手给彻底绞杀，可单杀，可群攻。不朽武学也算是符合击杀雷锤的奖励了。秦晨还是比较满意。虽说眼前他更需要提升修为的东西，但是从长远看，武学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奖励。况且虚拟天道的奖励他也无法强求。接下来就是敖元了。秦晨！就在秦晨准备离开时，受伤的龙太极突然喊道。秦晨疑惑的转头，龙太极先是对着秦晨微微一拜，表示感谢。无论秦晨出于什么目的，都是让他躲过了一劫。随后他开口道：你是准备去杀了敖元才进入主战场吗？主战场？不急。秦晨随意道。龙太极一愣，顿时明白了秦晨的意思。
看来秦兄弟是准备上多个天榜第一，去获得超级奖励了。这样的话，敖元就一定要杀了。他还以为只是击杀敖元就会去主战场，所以他准备劝说一下秦晨，因为敖元的强大他非常清楚。但是现在秦晨要上多个天榜第一去获得超级奖励，那么杀敖元就是最好的。超级奖励？秦晨带着疑惑，你不知道？龙太极一愣，说来听听。秦晨来了兴趣，看来这上天榜的数量还有讲究，难怪系统要求要上9个天榜第一。龙太极有些无语，秦晨竟然真的不知道。9个分战场，目前有3个顶级天才强者，他们都想要上多个天榜第一，因为上3个天榜第一可以获得超级奖励，上6个天榜第一可以获得比3个天榜第一更好的奖励，而上9榜第一，那获得奖励我也无法猜测。总之，现在这3个顶级天才强者都在争取上更多的天榜第一，而敖元就是其中一个，他现在是第7和第9分战场的第一。这次他是准备击杀雷锤和我，然后提升一些，再去别的战场。然而现在你杀了雷锤，敖元也不会放过你。我是准备劝说你去主战场，这样敖元就暂时无法杀你了。敖元在这里排名第一，杀别的人奖励很少，只有杀雷锤和他奖励会好一些。而现在秦晨杀了雷锤，敖元只能杀秦晨，以此来获得奖励了。恐怕敖元知道秦晨能杀雷锤，还会更加高兴，毕竟秦晨越强，奖励越多。既然你知道敖元要杀你，你为何不去主战场，或者穿梭到别的战场？秦晨开口问道。他能够听出龙太极是很忌惮敖元的，这也能理解，毕竟对方是2个战场的天榜第一，其中一个还是第7战场。龙太极苦笑一声，现在不仅仅是第9战场乱，所有战场都乱，另外2名顶级天才强者也都在杀人，他们和敖元的想法一样。我这样的人穿梭到哪个战场都是别人重点猎杀对象，至于去主战场，他摇了摇头，会死得更快。他的语气带着无奈，虽然他算是顶级天才了，但是还是有更强的人在他上面，尤其是主战场的人，那些都是经过分战场残酷的杀戮之后剩下的强者，每一个都是将自己尽量的提升后再去的主战场。以他现在的实力，他觉得还没有在主战场活下来的把握，所以留在分战场起码还有希望不死，然后慢慢提升实力。你说的3人还有2人是谁？秦晨开口问道。3个顶级天才强者让他来了兴趣，除了敖元，还有一个神族的游云飞，一个妖族的莫比，其中莫比和敖元一样已经是2个天榜第一。最可怕的是游云飞，他是5个天榜第一，而他的目的是要冲击9个天榜第一。龙太极缓缓道，以游云飞的实力去主战场也可以轻松活下来，然而对方的野心太大了。9个天榜第一？秦晨一笑，这游云飞和他的目的竟然是一样的。对，他想要9个天榜第一。龙太极继续道，学弟应该知道，上天榜会被大势力看上，而9个分战场上的天榜越多，越会被大势力重视，9个天榜第一肯定会被超级势力看上的。自从有虚拟战场以来，上过9个天榜第一的总共有9人，其中2人死在了主战场，出了虚拟世界也一落千丈。然而还有7人，现在无不都是一方霸主。而我人族至今没人上过，但有1人上过8个天榜第一。即便如此，现在那人在星空联盟中也是地位极高。闻言，秦晨点头。宇宙人族有3个超级势力：天网集团、星际航信公司、星空联盟，能进入任何一个都前途无量。秦兄弟，你要想获得超级奖励，就最少上3个天榜第一。而现在天榜被他们3人占领，你最容易杀的就是敖元，但是这敖元也非常强。龙太极最后提醒道，敖元和莫比都是2个天榜第一，但是他去过所有战场，从他了解的情况看，敖元是不如莫比的。3个？不。秦晨摇头，我要上的是9个。什么？龙太极顿时一惊，9个天榜第一，如果真的上了，那就是人族第一个上的，那只要在主战场不死，就会被超级势力看上，但是这何其困难。他仔细地看着秦晨，发现对方并不是开玩笑，这才道，希望秦兄弟成功，也让我人族有一个上9个天榜第一的人。以前上过9个天榜第一的9人，妖族、神族各有2人，魔族3人，龙族1人，还有一个则是虫族。而作为4大巅峰种族的人族，却没有1人上过，这确实感觉矮人一等。你可知道敖元在哪里？秦晨问道。龙太极点头，知道。哦，秦晨有些诧异，他也只是随便问问，这些强者的老巢一般很隐蔽，大多数时候人们知道某个人的老巢都是偶然遇到的，打听是没法打听出来的，要么就是靠着强大的精神力，花时间挨着探查。龙太极认真道，敖元的老巢其实不少人都知道，敖元此人实力强大，就这第9战场，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知道自己在哪里，因为没人敢去，即便是雷锤之前也不敢丝毫挑衅。说到这里，他指着一个方向，看到那个钟楼了吗？那个建筑是废墟之城，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建筑，而敖元就住在那里。秦晨的目光望去，在目光的尽头，果然看到了一个高耸入云的钟楼轮廓。唰！秦晨二话不说，直接向着那个钟楼飞去，同时他再次开始吞噬体内之前剩余的天地元气。与此同时，第8分战场，一个废弃的广场之上，正有2名青年相对而立，在距离广场千里外，正有无数双眼睛盯着2人。蓦然开口，
这些人全部神色严肃，紧张地等待着什么。尤云飞，你我一直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是准备对我出手？其中一个青年看着对面那人，冷声开口：“你这不是废话吗？不然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要登上9榜第一，你和敖元就是我最后的阻碍。先杀你莫比，再去杀敖元，我便可以去主战场了。”神族天才分战场最强之人尤云飞傲然地开口。他现在已经是第1到第5分战场的天榜第一，还剩最后的4个。而莫比是第8战场和6战场的天榜第一，敖元是第7和第9。只要杀了这2人，他就可以直接提升上去。你就这么肯定可以杀了我？要是被我反杀，你的天榜第一都会落在我的手中。莫比神色凝重的道。哈，尤云飞大笑，我之前杀了3个天榜第一，如今登上了5榜榜首。你可知道，在杀他们之前，这3人和你说的话如出一辙。他说着，大步流星的走来，每走一步，周围的压迫感就强上1分。这一幕让正在观战的人纷纷色变。好强气势啊！这些都是天才，但是隔着如此远的距离，他们就对那尤云飞心生无力之感。尤云飞也让这些一向自视甚高的天才知道什么叫一山还比一山高。尤云飞，人人都说你是分战场不可战胜之人，即便到了主战场也能登上神榜。今日我就要战一战，打破这个谣言。轰！这一刻，莫比周身出现了5种元素之力环绕，一来就全力以赴。而尤云飞只是淡淡的笑了笑，武系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可惜了。话落，他的周围一道道的元素之力肉眼可见的浮现而出，金、木、水、火、土，重力。你是6系？莫比瞳孔猛缩，他的身体在这一刻猛然下沉，仿佛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了他的身上。而那些看热闹的人也是震惊无比。之前他们知道尤云飞很强，强到5榜榜首，然而他们从未想过还有人掌握了6种元素。出手吧！尤云飞负手而立，身上的元素之力弥漫，让人心生敬畏。第9战场，秦晨已经将体内的天地元气完全消化，火系第8条星纹已经达到了30%。此时他已经来到了钟楼的前方。就在他准备进入钟楼之时，当的一声，钟楼的声音响起。这一响，钟声回荡在整个废墟之城，甚至向着废墟之城外转开。这道钟声已经超越了普通音速太多，仅仅片刻后，第9战场的大部分地方都能听到这道钟声。好！紧接着，一道巨龙虚影从钟楼中冲出，虚影遮天蔽日，一双眼睛在高空中盯着秦晨。突然，巨龙张开大口，发出一声龙吟，恐怖的音波不停地向着下方的秦晨袭来。本体法相，秦晨抬头，淡淡一笑，随后对着上方推出一掌。嗡！他的手掌无限变大，冲破那重重的音波，轰的一声，将巨龙法相给拍得粉碎。有点实力。一个声音响起，紧接着穿着一身黑衣、头顶双角的敖元从钟楼中缓缓走出。杀了雷锤，我本想去找你，没想到你的野心和我一样大。敖元看着秦晨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族天才，让他非常有兴趣。龙族，天地的宠儿。虽然龙族不是巅峰种族，但是他们仍然排在万族前10，甚至和虫族争前5也不过分。虫族是靠数量取胜，而龙族却是靠质量。他们数量不多，但是天赋却极其变态。一来，他们肉身天生强大。神族自称肉身第一，但那是他们自称的，并且是靠着大能强行改变基因的结果，并不是每一个神族都能够继承优良基因。二来，他们对某些元素天生具有强大的亲和力，比如有的龙族人对水系有超强的亲和力，一生下来天赋等级就直接达到 SSS 级，有的是火系，还有的更是雷系。敖元就是龙族的一个顶级天才。秦晨用出火眼金睛，当即就看出了对方具体掌握的元素以及等级。5系，风火雷加上水和金，其中火系7级，其他4系全是6级。和雷锤相比，其中1系多了1级。看似不多，但是2人掌握的种类不一样，敖元掌握的明显比雷锤掌握的攻击要强大。毕竟敖元同时掌握雷、火、金3种攻击性元素，而且别忘了，龙族肉身天生强大，雷锤虽然是魔族，肉身也强，但是和龙族相比就要差了不少。可惜他遇到了我。秦晨暗自摇头，龙族肉身强，可是和他一比就差多了。星辰炼体诀已经让他超越了本身的肉身极限太多。秦晨，我很高兴你能杀雷锤。敖元突然笑着道，你应该知道9个分战场的一些情况，我本来打算杀了雷锤再去杀莫比，之后进入主战场，这样我也许在主战场可以快速的站稳。但是我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毕竟莫比没有那么好杀。如果杀不了，我就准备去主战场了。可是你的出现让我看到了希望，我相信只要杀了你，我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也许可以让我拥有杀莫比的实力。你的目标可真低。秦晨随意道，杀不了莫比就去主战场，杀了莫比也还是去主战场，就没有想过杀了尤云飞。这个目标确实很低。低？敖元一怒，还从来没有人像秦晨这样瞧不起他。要知道，能上2个天榜第一的人，近200年来也没有几个，而他却准备击杀莫比，那样他就可能上3个甚至4个天榜第一，这样的成绩近500年来也不超过10人。你就没有想过击杀尤云飞，上个9榜第一？秦晨淡淡的问道。
敖元闻言，脸色一变，他的眼中竟然在这一刻出现了很明显的忌惮之色。但是他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作为一个顶级天才，他不会去主动承认自己怕别人。少废话，今日斩了你！轰！刹那间，敖元身上无数的雷霆弥漫，同时他的手中一杆火枪出现，脚下踩着旋风，快速的逼近秦晨。火枪在空中舞动，打得空间啪啪作响。那就看看同样的火，谁的更厉害！嗡！秦晨手中出现了一把火系长刀，砰砰，一枪一刀很快就碰撞在了一起，空中爆出了无数的火星，向着四面八方坠落。顷刻间，两人就处在了一片火海的中心。秦晨不仅仅在出刀，他时不时的就会出一拳。火系法则第一重，不错。秦晨平静道，对方同样掌握了第一重的火系法则，成为天榜第一，果然是有些实力的。你也不错，同样掌握了第一重的法则，刀用的可以，可以，你的拳差了不少。敖元带着冷笑，秦晨的拳看着吓人，结果真正接触却根本没有多少的攻击力。秦晨并没有理会他的嘲讽，自己要不是用拳，早就打死你了。砰砰！随着战斗的进行，两人的攻击越来越强，强大的动静甚至让整个废墟之城都在动荡。无数人在远处看起了热闹，尤其是那些了解敖元的人，当他们看到秦晨竟然丝毫不落下风，内心被震得无以复加，简直摸不透他。算了，我10天，从今以后不再去和他比了。一个角落，卫青看着那道身影，最终彻底放下了。秦兄弟，一定要赢啊！另一个方向，方言和皮儿两人这段时间也来到了废墟之城，看着秦晨和敖元的战斗，方言忍不住开口：“秦晨他一定会赢的，一定。”皮尔严肃道。虽然他这样说，表情坚定，可是内心却还是很担心。毕竟之前方言给他讲过，在第9战场，敖元不可战胜。一栋大楼顶上，龙太极则是越来越惊讶，又是那种拳法，秦晨在干神。话还没有说完，他突然瞪大眼睛，难道他在尝试创造武学？这一刻，他觉得秦晨太疯狂了，和敖元这种强大的人战斗，竟然还在找机会创造武学，这简直无法想象。要知道，战斗中尝试创造武学是需要绝对比对手更强的实力，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对手抓住机会。他到底有多强？龙太极有些懵了。战斗中心，此刻的敖元越是打下去，越是觉得不对。他已经快要用出全力了，但是他仍然无法对秦晨造成伤害，这是他之前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最让他心惊的是，秦晨那之前看似霸道的拳头，渐渐的在变得真正的霸道，气势越来越强，力量越来越大，仿佛每一拳都提升了一个力量等级。此时，他手中的枪被一拳震得不停的颤抖，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让他差点脱手。你在创法？敖元突然瞪大眼睛，带着无法置信的语气道：“你终于明白了？”秦晨平淡道：“不可能，法则第一重，即便能创出自己的武学，也只是17级，不可能这么强。”敖元不敢相信的开口。他也是火系法则第一重圆满，也曾想过创造武学，可是后来放弃了，不是创造不出来，而是没有必要。一来，进入虚拟战场，最重要的还是杀人获得奖励，没有必要把时间花费在这上面。二来，创造出的武学只是17级，用处不大。像他这样的天才，早就获得了更高级的武学，还不如等掌握了更深的法则后再去创造。可是现在，秦晨的拳法越来越强，已经远远超过了17级武学该有的气势，给他一种一拳破万法的无敌之势。咚！突然，秦晨的拳势再次一变，让空间发出震荡之声。随着他拳头打出，所过之处，空间仿佛在退避，一切不可挡。感受到这一拳突然变得可怕，敖元神色严肃：“我龙族拥有最强大的肉身，你休想！”砰！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拳头打在了他的身上，让他瞬间脸色大变。一股霸道的可怕火焰之力，摧骨拉朽的在破坏他的身体。龙族强大的肉身，在这股霸道的力量面前，如同儿戏一般。敖元眼中露出惊恐，他拼命的要卸掉这力量，可是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不，最后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无法逆转的被摧毁，惊恐的大叫：“你这是什么拳？”最后，在死亡前1秒，他发出了自己最大的疑问：火系法则一重，创造如此强的武学，让他不理解。火拳无双，秦晨轻声道，像是在为自己这一拳命名。敖元败了，远处各地的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他们看到了敖元的身体被破坏倒下，然后被虚拟天道抽取元素之力，再到渐渐消失，这让他们不得不信，一直在第9战场号称不可敌的敖元败了，败在了一个几个月前才来到虚拟战场的人族星星手中。龙族损失了一个顶级天才，在虚拟战场没办法，但是秦晨出去后可能会遭到龙族的暗杀。有人小声开口，敖元的失败代价是巨大的，几乎就是一落千丈，而龙族的数量本来就少，敖元失败不仅仅本人的损失，也是整个龙族的损失。龙族一向霸道又傲慢，绝对不会忍下这口气。呵呵，龙族虽然强，人族可不怕。有人不以为然，龙族要暗杀秦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要秦晨不去危险区域，几乎不可能的。要知道，在人类疆域，异族很少敢来，当然也有人族被收买的叛徒，但是舍不舍得损失一个潜伏的叛徒就不一定了。而且，即便是那些人类的叛逃，也不会轻易出手的，毕竟一旦发现就是死路一条。他成功了。龙太极看着秦晨，想到刚刚秦晨击杀敖元的那拳，有些心颤。17级的武学怎么这么可怕？
他的三观彻底被刷新。秦晨的火系是法则第一重，这他可以清楚的看到。所以秦晨哪怕创造属于自己的拳，也就17级武学，不可能更高。然而这一拳完全超出了17级该有的气势，仿佛一拳出无敌于世。他的武道到底是什么？这一刻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秦晨还在武者之时确定的自己武道之路非常可怕。到了现在，真正踏入这条武道之路时开始展现出来。轰！就在这时，整个第9战场的中心3个石碑中，中间的那个天榜石碑突然发出一道金光，将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吸引过去。新人登顶，石碑异象！有人惊呼道：天榜石碑一旦有人登上第一，石碑将会出现异象，似在为新人登顶庆贺。很快人们就看到敖元的名字缓缓消失在石碑之上，取而代之的是秦晨。击杀敖元的奖励果然比击杀雷锤要好很多呀。秦晨来到了钟楼内，现在的他已经获得了虚拟天道给的奖励。奖励总共有4样，一个是天地元气，这团天地元气比之前击杀迪巴斯的要精纯很多。还有一个奇石，这个奇石同样比之前获得的那个更好。另外又是一门不朽级的武学被他获得，冰雪之玉。武学介绍：不朽武学，仅限冰元素掌握者使用。秦晨了解这门武学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领域类的武学，一旦用出，在自身的领域范围内会出现漫天冰雪。如果把自己的领域看作是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冰冻的世界，世界内的一切生命都会被冰冻而亡。最后一个奖励则是他最喜欢的能晶，3枚能晶全是5级的土系。他看了一眼系统，只要将其吸收，就完全可以将土系提升到6级。这样一来，他的7系其中6系就全部到了6级。没有再耽搁，他当即就开始吞噬能晶，同时也在吞噬体内的天地元气。这次的天地元气竟然还是被他的火元素星辰吸收。丁，你的火系第8条星纹达到了 50%。丁，你的土系第6条星纹达到圆满。当他将天地元气和能晶消化完后，没有任何的休息，又开始融合其时。随着一颗颗的细胞转为星辰细胞，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提升，肉身强度也在不停地加强。2天后，砰！当气势完全被他融合，强大的力量外溢让周身的空间发出巨响。他迫不及待地看向系统，星辰细胞达到了7万颗，而他的战力直接提升了8万星，达到了38万。这8万星，其中1半多都是气势提升，果然击杀顶级天才获得的奖励才是最可怕的。按照这种情况算，我只要击杀了莫比和游云飞，再加上9榜第1的奖励，恐怕去主战场之前，我可以将实力提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一刻，秦晨才真正的感受到进入虚拟战场的真正好处。之前他杀了不少的人，但是那些奖励虽然让他满意，却无法让他惊喜。秦兄！突然，一个声音在钟楼外响起：“进来。”秦晨平静道。很快，龙太极的身影出现在钟楼内，来到了秦晨身前。这2天，他一直在钟楼外等着，本以为要等很久，毕竟消化奖励需要时间。可是刚刚他感觉到秦晨停止了修炼，所以喊了秦晨。龙兄这是要？秦晨疑惑。现在敖元和雷锤已经死了，他对击杀龙太极也没有什么兴趣。可以说，现在的第9战场对龙太极来说十分安全了，该去猎杀天才才对。龙太极好像知道秦晨的想法，开口道：“秦兄，我可否跟着你？”仿佛怕秦晨拒绝，他继续道：“我可以给你讲战场的情况，9个战场我都去过。另外，在你消化奖励时，我还能你护法。”他觉得秦晨只是修炼2天就停止，可能是担心莫比或者游云飞突然到来。跟着我？为何？秦晨有些诧异。龙太极好歹也是天榜第3的天才，现在已经是第2，这样的人物不会轻易跟着别人。秦兄有所不知，主战场很复杂，而我也想要进入主战场了。跟着我进入主战场，你就不怕我在游云飞那里翻车？秦晨淡淡道。老实说，游云飞能够成为5榜第1，实力应该是比敖元强很多。在没有见到对方之前，秦晨也不敢说能够击杀对方。所以龙太极跟着他还是有风险的。龙太极认真道：“人生会遇到不少重大抉择的时候，而这次跟着你便是我人生最大的抉择。我已经想了2天。”他确实想了2天，现在他面对2个选择，一个是继续一个人再分战场猎杀天才，等自己觉得实力差不多了去主战场。他不确定去了之后会如何，但可以知道的是不会有太大的成就，成不了被超级势力重视的顶级天才。第2个选择便是跟着秦晨，这个选择当然存在着危险，失败了他将死在虚拟战场，出去后也会一落千丈，从此退出天才行列。但是一旦成功，他相信会一飞冲天，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赌一把，把自己的未来赌在秦晨的身上。所以他说这将是他人生最大的抉择，不成功便成仁。秦晨听了龙太极的话，点了点头。他自然不介意一个天才跟着他，毕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说对方会拖后腿之类的，那格局就小了，因为他不会因为被人拖后腿而将自己陷入危险。对方主动要跟着的，遇到危险死了就死了，他不会冒着风险去救。莫比你了解多少？秦晨问道。接下来就该是去解决另一个双天榜第1的人了。我了解的不多，只知道他是武系，实力比敖元强一些，但是强的有限。敖元一直想要击杀莫比，然后拿下3天榜第1，不然他早就去了主战场。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秦晨，以你的实力，
不用担心莫比，而是那游云飞。秦晨能够轻易杀敖元，证明实力绝对比莫比强，要杀莫比也不会太困难。游云飞的实力一直是一个谜，因为从他在分战场崛起后，他的所有对手都很快的败了，没人能够让他用全力。分战场人们称他为不可战胜的神族青年，也是最有希望拿下9榜榜首的人。要知道9榜榜首上一次还是在1000年前出现过。龙太极缓缓开口，随后他又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给秦晨讲了一遍，主要还是游云飞在各个战场做的事情。总之，现在的9个分战场，凡是上过地榜、穿梭过战场的人，无不对其忌惮，甚至闻之色变。秦晨闻言后并没有多少反应，只是道：“你知道莫比在哪个战场吗？”他现在首先要猎杀的就是莫比，然后再去找游云飞。莫比是第6战场和第8战场的天榜第一，应该就在这2个战场。龙太极开口道：“哦。”秦晨疑惑。龙太极一笑，首先他是不敢去游云飞所在的战场的，所以前5个战场他不会去。而他和敖元都想要击杀对方，但是又无法保证能够一定成功，所以肯定在自己所在的战场修行。闻言，秦晨明白过来，莫比是第6和第8战场的天榜第一，在这2个战场，只要游云飞不出现，无人能够对他造成威胁，所以修行起来比较安全，不受打扰。那就先去第8战场看看。秦晨拿出了之前获得的那枚战场穿梭令，他将自己的元力注入一丝到上面的8这个数字上，很快上面的8字就开始出现了反应，下一秒一道神奇的传送之力将其包裹起来，紧接着他就消失在了原地。而一旁的龙太极也没有犹豫，开启了第8战场穿梭。第8战场，此时的莫比身体被一杆金元素组成的金色长枪定在了空中，无数人看着莫比痛苦的挣扎，他们内心已经震得无以复加。仅仅是交手片刻，强大的莫比就输了，毫无悬念可言。游云飞，即便你杀了我，你也成不了9榜第一。莫比的声音虚弱，眼中带着不甘和恨意。死亡的代价太大了，他要掉3级，近来这么多年的努力完全白费不说，也浪费这么多年的时间。游云飞听着莫比的话，只是轻蔑一笑，并没有开口。莫比的话只是死亡前的嘴炮而已。如今所有分战场已经没人可以阻挡他了，9榜第一，差的只是再杀1人而已。然而莫比见游云飞信心满满，缓缓道：“敖元死了。”第9战场出现了1人，人族。他轻松的击杀了敖元，甚至比你杀我还要轻松。如今他已经是第9和第7战场的第一，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哈哈，一定不是。说到最后，莫比竟然哈哈大笑起。游云飞闻言，眉头一皱，很快他就开始打开通信，联系了一个在第9战场的认识之人。当他掐断通信后，神色一凝，哈哈，你已经确认了。游云飞啊，游云飞，你的9榜之路注定无法走下去了。莫比再次大笑，他之前就派了一个跟随他的人去第9战场关注敖元的动向，现在那人主动给他发来信息，说敖元被杀。虽然惊讶，但是对于现在他来说却是好事，尤其是得知对方竟然轻松击杀敖元，让他看到了对方阻止游云飞的希望。他甚至希望对方能够击杀游云飞，虽然不太现实，但是他还是要忍不住这样想，因为他想要游云飞死。自己做不到，别人做了，那也不错，就相当于报仇了。游云飞冷哼一声，抬起手掌，隔空对着定住莫比的长枪猛然一握，轰！金色长枪炸裂，顿时莫比的身体被炸得粉碎。秦晨，有意思，每一次有人要上9榜第一，总是会出现强者阻拦，我以为我这一次不会有了，没想到还真出现了。不过你注定成为我的垫脚石。游云飞轻声喃喃。自从虚拟天道存在以来，有18个人一心想要登上9榜第一，这18人都是天才中的天才，而且他们两两相遇在同一个时期，最终有9人成功登了上去，另外9人都是各自对手的垫脚石。而这一次他和秦晨是第19人和第20人，也是第10批要上9榜第一的2人，他们2人注定只能有1人成功，另1人会成为垫脚石。那我便等你过来。游云飞随意找了一个地方，然后划定了一片区域，他在这边区域写下了一个禁字，代表这里禁止任何人踏入，随后便开始消化这次的天道奖励。唰！秦晨和龙太极同时出现了第8战场的一片草原上，2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战场中心的3个石碑。当目光注视在中间那个石碑时，龙太极瞳孔一缩，游云飞，莫比难道被他给杀了？天榜第一本来应该是莫比，而现在是游云飞，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莫比被游云飞给击杀了，登上了这里的天榜第一。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7榜第一了，就差你了。他突然看向秦晨，本来以为需要先击杀莫比，可是现在看来大决战马上就要来了。你去找人问问游云飞现在是否在这个战场。秦晨对着龙太极问道。龙太极面色严肃，认真的，要不再等等，等你将击杀敖元的奖励完全消化后再找他不迟。秦晨之前只修炼了2天，他觉得等到秦晨将奖励消化完，实力再提升一点更有把握一些。秦晨摇了摇头，已经消化完了，去吧。龙太极浑身一震，不可思议的看向秦晨，击杀敖元的奖励绝对不少，怎么可能2天消化完？不过他见秦晨的表情，还是转身，很快他就抓了一个路人过来。大哥，大哥，别杀我呀，我们炎族和人族是盟友啊！被龙太极抓来的路人哇哇大叫。炎族为岩石类生命，在万族中不算强大，所以这人虽然是炎族天才，但是在龙太极眼里就非常一般了。别叫！
龙太极冷哼一声，我炎族生命当即闭上了嘴，只是内心非常郁闷。他向来小心，同境界的人很难杀了他，而比他强大的多的根本看不上他，毕竟杀了他也没什么奖励。他不明白，怎么突然就被龙太极这样的人给盯上了，反抗之力都没有。而且看上去另一个青年更加可怕，龙太极仿佛都得听对方的。我问你答。秦晨看着炎族生命，缓缓开口。他确实对击杀对方没有兴趣。另外，炎族也确实是人族的盟友，说是盟友，其实就是人族的小弟种族而已。在宇宙中，各个种族都有联盟，而四大巅峰种族就是这些联盟的老大，其他弱小的种族都在四大巅峰种族的庇护之下。当然，也有一些野心大的种族不甘于成为别人小弟，比如龙族、虫族，他们自己当老大，成立联盟。大哥，你问，我一定知无不言。炎族生命见秦晨说话，连忙开口。你别怕，我问你，那游云飞是什么时候成为这里天榜第一的？秦晨平静开口。炎族生命一愣，你们是刚刚来这里的？叫你答。龙太极冷喝道。炎族生命吓了一跳，连忙道，就在之前，不超过5个时辰，之前游云飞机杀了莫比，登上了天榜第一。龙太极脸色微变，而秦晨则是平静道，游云飞现在在哪里？炎族生命内心一惊，但还是马上指着一个方向，就在那边，他自己画了一个区域，那里已经成为了禁区，没人敢靠近，但是可以看到他正在那里修炼。对了，莫比在死前说出现了一个人，可以阻止游云飞成为9榜第一，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人联系了第9战场那边的熟人打听，听说那人是一个人族天才，名叫秦晨。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完全忘了他的命还掌握在秦晨和龙太极手中，于是继续道，最可怕的是第9战场那边有人说，这秦晨竟然是一个刚进入虚拟战场几个月的天才，真牛逼啊！几个月竟然能杀敖元，甚至能够和游云飞比肩。不过要说能杀游云飞，估计还是很难，但不管如何，我希望是真的，人族也该出一个能够上9榜第一的天才了。他的话带着一些期待，作为人族的盟友，人族越强大当然越好。而且神族和人族原本是同族，从神族自成一族后，两族之间可以说仇恨是万族中最大的。神族不仅仅见了人族要杀，人族的盟友也绝不会放过。秦晨看了一眼那个方向，随后没有任何犹豫，化作一道流光飞了过去。炎族生命见状，脸色一变，他要干什么？他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里现在是禁区，任何人不得靠近。龙太极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说的那个牛逼的，能和游云飞比肩的，就是他。说完，他也没有任何的耽搁，向着那边飞去。什么？炎石生命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看着秦晨越来越远的身影，身体微微一抖。此时的秦晨目光已经可以看到，在前方有一个巨大光球，这个光球将方圆100里完全笼罩，在光球上有一个禁字，在光球中，游云飞盘坐在那里，平静无比。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个异族人靠近光球数十里，突然一个金光从光球之上射出，噗的一声将那靠近的异族身体射穿。那异族脸色大变，转身就走，明显受了重伤。仅仅是随意射下的禁止，竟然能够轻易重伤一人，这游云飞果然可怕。龙太极神色凝重，对方设置精细禁制，根本没有用任何的外物，完全靠的是自己掌握的精细之力形成的屏障。按理说，无论是防御和攻击都不强才对，也就相当于一个警告作用，让人不要靠近打扰。然而这个禁制的攻击力完全超过了他的预知，就凭这一点，他就知道自己和游云飞的差距是多么的巨大。而就在这时，秦晨抬起一指，在空中一点，嗡，身前的空间出现一阵波动，紧接着一道金光激射而去，砰！眨眼睛，金光撞击在那金色光球之上，咔嚓！光球出现一道裂纹，然后砰的一声炸开，漫天的金光浮现，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人们抬头，当他们看到一个身影正在不断的靠近游云飞所在之地，一个个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有人挑衅游云飞？一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强的战役，不会是那第9战场的秦晨吧？现在很多人都听说了秦晨的存在，他们看着那人直接打破了游云飞的禁制，正在一步步的靠近，那战役更是随着那人的前进越来越强。游云飞如今是7榜第一，都知道他不可战胜，敢主动去的恐怕也只有他了。有人喃喃道。这一刻，几乎所有第8战场的天才目光不约而同地望了过去，而此时正盘坐在那里的游云飞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当他看到秦晨走来，感受到其战意冲霄，却面不改色。来得这么快，看来你很有自信。游云飞缓缓地站了起来，身上的战意在这一刻也瞬间爆发，两股无形的战意刹那间碰撞在一起，掀起了一股强大的风暴。一些隔得近的人脸色纷纷变化，身体不由自主地暴退。竟然是6系！秦晨运转火眼金睛看着游云飞，内心诧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掌握6系的人，并且对方的金系和水系都已经达到了7级，另外4系其中有3系是6级，最后一个木系是4级，双7级超凡，这个实力难怪能够轻松杀莫比。老实说，如果他没有星辰炼体诀的加成，恐怕最多也就和对方5-5开。可惜他有，这就是挂笔的世界。杀你，自信还是有一些的。秦晨看向游云飞，他对于神族没什么好感，
不是因为两族向来有仇，而是因为神族本属人族，却偏偏要叛离出去，自称什么神。人就是人，哪怕成为真神强者，那也是人。而这些自称神族的，把根已经忘了，甚至瞧不起人族，这是他没有好感的原因。哈哈！游云飞听到秦晨的话，仿佛听到了极大的笑话一般。他缓缓开口：“我进入虚拟战场至今已有10年，前面9年我都小心翼翼地苟住，不断地提升自己，直到去年，我在第5分战场击杀了天榜第1，自己登顶。然后我用了接近1年时间，便达到了如今的7榜第1。这10年来，我杀过的人不知凡几，对我说过这种话的人也数不胜数，但是他们最终都被我击杀了。”游云飞的话带着傲然之色，他这10年确实可以说是一个传奇。进入虚拟战场的人很多都已经10年以上，但是能够达到他这种成就的少之又少。所以此刻不仅仅是他，听到他说话的所有人无不露出了一丝震撼。10年时间横扫分战场，这个战绩放在神族绝对的顶级天才。如果说对方是30岁进入虚拟战场的，10年过去，那么还有10年时间，这10年时间进入主战场，只要不死，等出去后，对方很有可能是巅峰超凡了。以他6系的天赋，一旦达到巅峰超凡，恐怕也只有不朽能够压制。无敌超凡！这一刻，所有人内心都想到了一个存在：超凡是最能看出武者潜力的阶段。在宇宙中有一些超级天才，他们在超凡时可以比坚准不朽，这种人被称为无敌超凡。这种人将会是各个敌对种族的重点关注对象，因为不朽难杀，所以需要在超凡时尽量将其击杀。我注定是要成为不朽的存在，也注定了让人胆寒的存在。这一刻，游云飞带着笑意，声音平淡，但却让人感受到滔天的傲气。没有办法，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他已经无法压制自己的骄傲之心，他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强大的未来，无人阻挡。即便进入主战场，他也绝对不惧。秦晨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像是看一个弱者在自己面前叫嚣，有一种儿戏的感觉。轰！突然，他的眼神一变，身上的气势陡升，一股无形的气场从他身上弥漫，向着正在自吹自擂的游云飞压迫而去。气势很足，不知你能否抗住我的第一击？游云飞神色一凝，随之整个人的气势也瞬间暴涨。轰！突然，他大手一挥，一道道的金色光芒向着秦晨击射而来。砰！砰！秦晨双手不停在拍出，每一次都将那些金色光芒给拍得粉碎。同时，他在不停的前进走动，逼近游云飞。见状，游云飞神色变得认真的了一些，有胆量来主动找我，果然有些本事。你比那莫比强不少，真是有意思啊！见到秦晨的实力，游云飞反而更是高兴，这样的对手才能让他兴奋起来。玄和！游云飞轻喝一声，他双手猛地抬起，紧接着两人的战斗中心，天空中无数的水元素开始凝聚，只是眨眼睛，仿佛出现了一条倒挂的河流。哗啦啦！河流声响起，河水流动，带着万马奔腾的气势，向着下方倾泻而来，每一滴都如有千钧之势。这一刻，在远处观战的众人露出骇然之色。游云飞的一个水系武学就带着如此的威势。秦晨抬头盯着落下的河流，神色仍然平静。只见他突然脚下一踏，顿时间一股冰寒的气息瞬间弥漫而出，他的周围仿佛变成了一个冰的世界。那河流靠近他后，瞬间被冰冻，一刹那，整个河流完全被冰冻，河水停止流动。这一刻，观战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虚空中悬着一个倒挂的冰河，让人震撼。好强！有人忍不住开口。游云飞强大，他们早已知道，虽然惊讶，但有心理准备。而秦晨竟然轻易将游云飞的攻击化解，让他们彻底惊了。砰！就在这时，那冰冻的河流突然炸裂，无数的冰块从天而降，将地面砸出无数的坑洞。此时的游云飞神色渐渐地变得凝重起来，看向秦晨，甚至瞳孔微微一缩。秦晨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他本以为自己会轻松解决对方，没想到竟然连续破了他的攻击。你确实让我意外，不过接下来你将没有任何的机会，我便是让你看看你与我的差距到底有多少。金！他的周身突然金光弥漫，这些金光带着切割之力，让空间都响起了刺耳之声。木！一道道的青色光芒出现，开始涌入他的体内，让他刚刚的消耗瞬间开始恢复。水！哗！凭空响起一阵水流之声，无数的水流环绕着他的身体流动。火！轰！他的手中一把火焰长刀出现，紧接着金元力涌入，让火焰长刀变得无比的锋利。土！一层土系铠甲开始覆盖他的全身，将其完全包裹在内。嗡！突然，一道无形的力量弥漫开来，让周围的建筑一个个开始倒塌。重力！这一刻，游云飞的6系全出，9个分战场都是我的地盘，我不离开，无人有资格登上天榜第1。你是我在分战场崛起后第一个让我用出全力之人，我会记住你的名字，秦晨。轰！突然，强大的重力在秦晨身上出现，让他的身体瞬间沉重100倍，他脚下的地面当即开始皲裂。秦晨脚下猛然一踏，将那重力给卸掉。而就在这时，游云飞已经逼近，手中的火焰长刀带着破空声瞬间斩来。秦晨轰出一拳打在刀上，当一声巨响，秦晨神色一凝，对方的火焰长刀给他一种无比厚重的感觉，仿佛斩来的不是刀，
而且一个带着火焰的大山一般，而这座大山竟然还无比锋利，将重力元素附着在刀上，让其变得无比沉重吗？秦晨顿时明白了游云飞对重力元素的运用。到了现在，他也不再准备留手，他淡淡道：“是什么让你觉得六系就有在我面前骄傲的资本的？”话落，他周身一道道的元素之力出现，金、木、冰、火、土、风、雷，7系元素环绕周身，周围的空间变得混乱无比。这一刻，所有人目瞪口呆。7系，他是7系！远处观战的人们，有人发出了惊呼之声。所有人在这一刻看着7系元素环绕的秦晨，简直无法相信，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7系，秦晨他竟然是7系！龙太极惊呆了。此时的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秦晨要想成为9榜第一，为什么他劝其在修炼，对方并没有理会。因为9榜第一本来就应该是秦晨的，也没有必要去修炼后再找游云飞。秦晨有足够的底气。这尼玛是什么人啊？他也是人族天才好不？可是同样的人族和秦晨一比，他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才了。而此时正一脸傲然面对秦晨的游云飞，整个人一僵，他看着秦晨周身7道元素之力，眼中满是惊骇。甚至在这一刻，他正斩来的火焰长刀也出现了卡顿。我用出7系，不过是要让你看一看，你的6系在我面前不过就那样而已。而要杀你，何须用出全力？秦晨瞬间收起了元素之力，长刀在手，猛然在身前挥动，无数的刀影出现，让人眼花缭乱。紧接着，无数的金色刀芒带着切割之力在空中乱舞。7系又如何？实力不如我，你一样的死。游云飞见自己在掌握的元素系不如秦晨后，拿出了自己的实力来说事。他的火焰长刀不停地对着金色刀芒斩去，砰砰！一时间，整个战斗中心爆发出了最为强大的波动。然而，随着他不停地斩出，脸色越来越凝重。那些金色刀芒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变得越来越多。他猛然发现，这些刀芒看似混乱，没有汇聚，可是渐渐的，竟然形成了一个牢笼一般，将他给彻底的围了起来。嗡！就在这时，那些围住他的金色刀芒突然开始收缩，切割之力变得更加的狂暴。处在中心的游云飞脸色一变，长刀爆发出滔天的火焰。破！他猛地低吼一声，面色变得凝重又狰狞，对着那些刀芒横扫而出。轰隆！金色刀芒形成的牢笼在这一刻瞬间爆开。游云飞刚松口气，然而就在这时，那些爆炸的刀芒疯狂地向着他绞杀，这让他脸色彻底大变。太多了，漫天的金之力，每一次绞杀都让空间变得极其的扭曲，根本没有丝毫的躲避空间。不朽武学，金之绞刑，这是一门极具杀伐的攻击性武学。秦晨如今获得的时间太短，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其真正的可怕之处。然而，即便这样，也让游云飞感觉到自己距离死亡不远。叹息之强，游云飞大吼：“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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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周身四面土系之墙贴着他的身体，瞬间冲天而起，将其牢牢地保护在其中。金之力不停地切割着四面土墙，到了最后，轰的一声，土墙和金之力同时爆开。游云飞内心一松，脸色苍白，无数的木元力涌入他的身体，恢复他的消耗。正当他抬头看向秦晨时，却瞳孔猛缩。只见秦晨已经逼近了他，一手握拳，在拳头出现火焰的瞬间，一股霸道至极的气息让他内心一颤。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而一退，他的气势瞬间一泻千里。此时，那些在远处观看这一场战斗的人已经完全呆住了。他们想过秦晨很强，毕竟敢于主动找游云飞，然而没想到的是，游云飞竟然落了下风。而且秦晨从一开始被动出手，但却没有丝毫的慌乱。游云飞的攻击被他一一轻松的化解，而当他一主动出手，强大的游云飞立马就有些招架不住的感觉。尤其是现在那一拳，他们隔着如此远的距离都感受到了可怕，仿佛这一拳可以灭杀一切。此时龙太极浑身一震，眼睛死死地盯着秦晨的拳头。又是一拳，每一次看到都让我心神不稳。这到底是什么武道才能创造出的拳法？哪怕见过一次，再次见到也不得不被震撼。相比于远处观战的众人，此时正面对秦晨这一拳的游云飞更是心惊肉跳。他盯着那轰击而来的拳头，整个人仿佛被那强大的气势给压得踹不过气来。他明明知道这一拳并非什么高级的武学，可是那压迫比那不朽武学还要可怕，仿佛任何的一切面对这一拳都会被镇压。不，我神族肉身强大，我游云飞6系天才，天赋绝顶，我才是这一次虚拟战场最耀眼的主角。游云飞内心嘶吼，6种元素在这一刻将他的周身围绕，想要以此来阻挡秦晨这一拳。砰！首先是金之力，秦晨轻松地将其破开，随后木、水、火、土4种元力一一崩碎。咚！最后拳头打在无形的重力元素上，秦晨感觉拳头变得无比的沉重，但是却仍然无法阻挡，仅仅是刹那间，重力元素便被轰散。不可能！游云飞眼睛瞪得滚圆。这一刻，他终于明白，秦晨不仅仅是元素掌握的比他多，实力更是比他强不知多少。轰！游云飞的身体被一拳砸在了地上，他口吐鲜血，眼中终于露出了恐惧。砰！秦晨再次一拳砸下。你要成为不朽！砰！
你要成为人族胆寒的存在。砰！神族6系天才。砰！你要成为9榜第一。砰！秦晨一拳又一拳的砸下，每一拳都控制着力道，没有将其当场击杀，而是一次次的将其重伤。远处围观的人看得头皮发麻，这一刻的秦晨完全就像是一个恶魔一般，不停的在折磨游云飞。轰！当最后一击砸下，游云飞的身体彻底被轰得粉碎，整个战斗中心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洞。所有人愣愣的看着坑洞中的秦晨，已经麻了。这一场战斗看似经历了不少，游云飞的强大他们也完全感受到了。然而回想起整个战斗过程，让他们心惊的是，秦晨至始至终都在碾压对方。强大的游云飞好像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声势浩大，却没有溅出一丝水花，被秦晨彻底压制了。这就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快看，上榜了！突然有人看向战场中心的石碑，原本3个石碑都没有秦晨的名字，可是这一刻人榜上秦晨的名字突然出现，一瞬间就跳到了人榜第一，然后又直接来到了榜第一，最后又闪现到了天榜第一。不得不说，游云飞还是很强的，杀了他直接就登上了天榜第一。有人看着秦晨的名字忍不住开口，要知道上天榜第一并不一定是杀了天榜第一就能上，可是秦晨杀了游云飞直接就上了，可见虚拟天道对其的认可。废话，7榜第一杀人如麻，可惜还是败了。如果秦晨进入主战场不死，这个时代注定属于他的。人们纷纷开始议论。轰！就在这时，天榜石碑发出一道金光，冲天起，石碑异象证明秦晨新人登顶。与此同时，不仅仅是第8战场，这一刻第1、第2、第3直到第7，所有战场上的石碑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前7个战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秦晨是谁，当他们看到秦晨的名字，有不解、疑惑、震惊。神族当初叛出人族后，灭了万族中的2个种族，这2个种族在万族中不算强，但也绝对不弱，而且这2个种族所在的疆域是挨在一起的。神族将他们灭后，就将这2个疆域占领，从此成为了自己的疆域，所以神族的疆域也并不算小。在神族疆域中的一个顶级星系中，有一颗巨大的红色星球，这颗星球是这个星系的中心，在整个神族也绝对有着它强大的地位。星球之主更是神族的高层。啊！该死，该死！红色星球上一座阵法中，游云飞退出虚拟战场后，愤怒的大叫，他的眼中充斥着滔天的仇恨。我不甘！秦晨，秦晨，闭嘴！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很快，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老者走来，看向游云飞，眉头紧皱。老师，我不甘心，我要杀了秦晨！游云飞仍然在吼道。你能杀吗？老者平静开口。游云飞浑身一震，他的眼中从不甘渐渐地出现了挣扎，然后向着迷茫在蔓延。你的道心不坚！老者的声音突然响在了游云飞的脑海中。游云飞刹那间脸色苍白。老师，我败了。最终他缓缓道，带着痛苦之色。这一次他败得很彻底，直到现在他也丝毫没有战胜秦晨的信心。我的修为倒退了3级，我进入虚拟战场10年，提升了4级，一切倒退回去了，我已经没有任何的优势，再也不是那个天才了。进入虚拟战场提升4级，现在倒退3级，看似还升了1级，可是这10年时间他浪费了。也许现在他还是不弱于很多同龄人，甚至仍然比他们好，可是那些曾经不弱于他多少的人已经超过了他，而且这10年他再也追不回来了。静心！老者低喝一声。良久之后，见游云飞渐渐的平静下来，他才道，你是6系天才，修炼天赋最差的系也是 B 级，最高的甚至达到了 SSS，10年算什么？谁说你就将这10年追不回来？10年而已，只要努力拼命，你还是我最好的学生。老者的话很平淡，他并没有说什么大道理。以游云飞的天赋和心性，如果能够度过这次的道心危机，这次的失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渡不过去，他也没必要讲什么长篇大论，道心的难关永远都只能靠自己。良久之后，游云飞缓缓道，老师，我……老者摆了摆手，接下来你的前方有一条深渊，是越过去走上更宽广更坦途的道路，还是掉下去一生陷入黑暗，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话落，他的身影缓缓地消失在原地，留下游云飞一个人愣愣地站在那里。当老者再次出现后，他已经来到了一座宫殿中，此时已经有几位神族的强者在这里等着。看到老者进来，几人都连忙起身。打听过了吗？老者率先开口。海老从我们潜伏在人族中的一人那里了解到，那人族秦晨是来自一个叫银河星系的天才，具体还需要时间。其中一人回道，时间太少了，即便是神族潜伏在人族中的强者，想要了解信息也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小心翼翼地传消息回来，太过着急会引起人族强者的怀疑。所以现在他们也只是知道秦晨的最基本信息。银河星系，老者眉头一皱，他以前也是人族，却从未听过这个星系的存在。回海老，银河星系是人族疆域中一个偏远星系，整个星系恐怕连不朽都没有几个，属于没有存在感的星系。一人连忙解释道，一个偏远星系竟然出了一个如此天才。海云南有些诧异，不过这种事情也并不是不可能。他想了想，开口道，通知在虚拟主战场的人，让他们找机会杀了秦晨，
如此人物一定不要让他顺利从虚拟战场中出来。好，我这就通知。其中一人连忙点头。就在这时，有一人开口道：“海老，要不要让人去人族银河星系看一看？”看什么？老者盯了他一眼，目光凛冽。那人连忙低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去人族疆域极其危险，哪怕不朽去了，也大概率有去无回。当然也可以让潜伏在人族中的神族去，可是同样有可能暴露。最关键是，秦晨现在在虚拟战场，就算去了，也破不开那里的阵法，灭不了秦晨的真身，还会白白丢掉性命。就在神族商议时，妖族、魔族等众多大族同样知道了在虚拟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每一个种族都有强者不约而同的在商议，而商议的内容都是让自己族中的天才在主战场找机会灭了秦晨，要让秦晨退出虚拟战场后掉修为，这样一来可以打击秦晨道心，也许让其一蹶不振。即便道心不崩，也可以延缓其成长速度。原始大陆作为人族的核心大陆，这里坐落着一座城市，名为原始城。此城的直径上万光年，城中矗立着9座巨大的雕像，雄伟壮丽，气吞山河。在城池中同样有9个雄伟的建筑。速来！突然，一道红音从第9座建筑中传出，响彻整个原始城。顿时，城中出现了3道身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现在了第9座建筑中。他们不约而同来到了一个会议室内。此时，会议室中已经有一个威严的中年男子坐在上方位。中年男子的模样和9座雕像的其中一座一模一样。3人看到中年男子后，都一一打招呼。第9城主这么着急让我们来，可有什么大事？众人纷纷落座后，其中一名女子开口道。另外2人也疑惑地看向中年男子。没有什么大事，对方是绝对不会让他们来这里的。要知道，他们3个虽然长期驻守在原始城，但也是人族的高层，来这里就代表着准备开一场人族的高层会议。这种会议至少万年没有开过了。中年男子没有开口，只是大手一挥，顿时会议室中出现了一个画面。画面中的场景正是虚拟战场中第8战场秦晨和游云飞开战前的画面。众人疑惑地看去，游云飞他要登上9榜第1了。3人看到画面中的游云飞正在一个光球中修炼。作为神族的一名顶级天才，人族的一些高层还是关注过的，并且他们中有人已经通知了在主战场的人族天才，一旦游云飞进入主战场，就要找机会击杀。若是让他登上9榜第1，再获得好的奖励，主战场又表现好，确实未来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趁早铲除好。那名女子认真道。不过第9城主，这事也还没有必要专门让我等过来商议吧？他疑惑道。游云飞虽然需要重视，但还不到他们需要专门开会商议的程度。你们继续看。第9城主平静道。3人眉头一皱，好奇地看去。就在这时，画面中一个身影走向了游云飞所在的光球。这是我人族的吧？好陌生。3人看到秦晨的模样，有些意外。更让他们疑惑的是，再分战场，竟然有人主动去挑衅游云飞。这小家伙的胆量倒是不错。一个人看着秦晨，赞赏了一句：能进入虚拟战场的，不会是傻子，肯定也知道游云飞，还敢去挑衅，不得不说是胆子大。不过，他虽然嘴里说着赞赏的话，头却是微微摇动。很明显，又是一个送菜的。对于这种行为，他们并不觉有什么，天才嘛，都是心高气傲，去挑战第1，很正常。而且秦晨就算败了，对人族来说也没什么损失，倒是勇气可嘉。第9城主，这是要让我们看看游云飞的具体实力。难道游云飞再次突飞猛进，需要我们更加的去重视？3人的内心同时升起了一个想法。至于秦晨，他们并没有太过多想，毕竟太陌生了。然而下一秒，几人脸色一变，只见秦晨抬起手指在身前一点，一道金光射出，砰的一声，那光球瞬间破碎。接下来他们看到秦晨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游云飞的攻击，轻松无比，犹如闲庭信步。这是谁？那名女子露出愕然的神色，转头看向第9城主。人族再分战场，竟然出现了一名这等天才，他们竟然不知道。看下去。第9城主淡淡道。很快，3人再次观看，这一次几人的目光都重点看向了秦晨。当看到秦晨用出一个个元素系后，那名女子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七系。其他2人也带着惊讶之色。七系天才，人族中不是没有出现过，但是并不多见。最关键的是，并不是掌握了7系，修炼天赋就一定好。而现在的秦晨能进入虚拟战场，证明不到50岁还能和游云飞战斗不落下风，那天赋绝对很好。这样的人那就太少了。这是……就在这时，一人盯着画面，忍不住开口。只见秦晨一拳砸向了游云飞，这一拳让他脸色微变。另外2人也是眼睛一瞪，自创的拳法，这一拳给人的感觉好霸道、好强的气势，有一股无敌的气势在里面。此子难道走的是无敌之道？3人纷纷都在猜测。无敌之道，那是一条极其困难的武道之路，因为你要一路同级无敌、同龄无敌、同辈无敌。宇宙很大，种族很多，武道之路很长。一旦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比自己强大的同级、同龄、同辈之人，武道之路就彻底断了。所以，即便是广阔的宇宙万族天才，也几乎没人敢去走这样的武道之路，因为没人能够确定自己不会遇到比自己强的天才。好大的野心！那名女子忍不住开口，这胆子简直大到天了。
要知道，以秦晨的天赋以及掌握的多系，如果不走无敌之道，成长下去也是一方霸主的。轰！就在这时，画面中秦晨开始一拳又一拳地砸着游云飞，最后生生将其砸死。紧接着，战场上石碑发出金光，9榜第一，我人族出现了9榜第一。第9城主，此子是谁？一个满脸胡须的男子看向第9城主。第9城主一笑，并没有回答，而是直接将秦晨的信息给展示了出来。当三人将信息消化后，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银河星系还是银河星系中一个吐着星球的人，至今不到23岁，开什么玩笑？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不信。然而当他们看向第9城主时，纷纷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第9城主是谁？这是人族9大巅峰强者之一，怎么可能和他们开玩笑？第9城主，此子我星际航行公司要了。那名女子第一个开口。要个屁，他是我星空联盟的人。那个满脸胡须的男子当即喝道。第9城主看着两人的争抢，微微一笑，然后看向最后一个高大的男子，你呢？男子摇了摇头，此子很优秀，还是第一个在虚拟战场中获得9榜第一的人族天才，但是还未经历过主战场的考验，我天网集团暂时还没有意向收他。刚刚知道秦晨的信息后，他也惊讶，但是还不足以让他现在就做出决定。也许秦晨接下来会在主战场失败。秦晨走的是无敌之道，虚拟战场都是50岁之下的天才，属于同辈人，败了无敌之道就断了，武道之路自然也就走不下去。成也无敌之道，败也无敌之道，成了他可以到时候再去招揽，败了天网集团不会要的。雷山，你天网集团还是如此？那名女子看向高大的男子，摇了摇头。每一次人族发现顶级的天才，3大势力其实都会主动邀请，但是区别还是很大。星际航行公司和星空联盟一般都会第一时间发出邀请，而天网集团却不同，他们更多的是要等天才从虚拟战场出来后再看情况。就算我们最后邀请，你们不也是争不过我天网集团吗？雷山笑了笑，语气带着调侃。哼！女子冷哼一声，但她也没有反驳。虽然星际航行公司、星空联盟和天网集团号称人族3大超级势力，不过还是有差别的。天网集团比另外2个要强一些，所以很多天才仍然愿意选择天网集团。哼，这次你要不抓紧，可能就会错过了。一旁满脸胡须的男子笑着道：“你们没有看到此子的信息吗？他在自己的祖星快上大学时去了一个学院，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被拒绝后，他反而去了最差的一个学院，结果现在那个最差的学院却成为蓝星上人人梦寐以求的学院。”第9城主给他们的信息非常详细，秦晨的底裤都快要被看穿了。这也很好理解，蓝星在接入天网后，蓝星上的人也都可以利用天网，所以很多人将秦晨的事迹都上传到了天网中，这些人族高层自然有权限查清楚。雷山闻言后却只是笑了笑，拿蓝星上的学院和天网公司比，那就是笑话而已。他相信只要天网公司发出邀请，很难有天才能够拒绝的。至于秦晨的个性，哪个天才没有自己的个性？个性在诱惑面前一文不值。好了，这次让你们来，主要就是让你们知道此子的情况，接下来你们要如何，就看你们自己了。第9城主开口道，这个纪元是他做镇元使臣，在无聊的时候就会观测虚拟战场，如果有好的天才，他也会顺便通知这3人。本来是直接通知，不用开会这种形式，不过秦晨能上9榜第一，属于顶级天才行列，开会通知也说得过去。城主，现在秦晨获得9榜第一，他现在也年轻，要不要让他出虚拟战场？女子突然开口道。秦晨现在这个年龄，就算放在外面好好培养，也绝对不差，完全没有必要在虚拟战场冒险。而且如果真的需要，只要50岁之前进去就行。现在肯定有很多种族已经关注到了，一定会通知在虚拟战场中的人，想办法对秦晨下手。这意味着秦晨在里面的风险大大的增加。没必要吧？雷山眉头一皱，继续道：天才需要的就是磨练，虽说出来更安全，但是进步速度会大打折扣，就是因为他年轻，更需要在里面。这样一来，他才有机会成为我人族纪元级的天才。闻言，一旁的大胡子也点头。雷山说的有道理，现在让他出来，虽说是保护，但却是对他成长的不负责。天才不是保护出来的，若是他能够成为纪元级的天才，对他，对我人族都是好事。所谓纪元级的天才，便是一个纪元才会出现一个顶级天才。秦晨能成为9榜第一，人族第一次出现，天赋、潜力自然没得说。但是，并不代表秦晨就是人族史上第一天才，甚至不一定就是纪元级的天才。毕竟不是每个人进入虚拟战场都要去获得9榜第一的。很多天才，他们进入天榜后，觉得自己实力够了，就直接去了主战场，并且有的时代同时出现几个超级天才，他们并没有再分战场争夺第一，而是直接去了主战场竞争。毕竟没有必要再分战场互相厮杀。9榜第一奖励虽然多，但是和主战场的经历比起来，他们更愿意在主战场中成长。可以说，主战场才是天才的聚集地，能在主战场上神榜的，才是真正的纪元级天才。别看秦晨年轻，其实也就比别人年轻10几20岁。对于天才来说，在超凡阶段，这10几20岁也许很多，但是在超凡巅峰到不朽这个瓶颈，也许一卡都远不止20年。所以秦晨去主战场才是最好的选择，风险虽高，但收获也大。不管如何，我现在就邀请他进入我星际航行公司。他要是愿意现在出来，
我就想办法强行打开虚拟战场的通道。如果他不愿意出来，等他正常出来后，同样可以进入我星际航行公司。女子说完，当即开始给秦晨发出邀请邮件。大胡子男子见状，笑了笑，可不能让你抢先了，我也发。说着，他也开始了操作。而雷山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任何的操作。如果秦晨真的现在就出来，都不敢去主战场，那他也没必要邀请了。虚拟战场，秦晨看向龙太极，我需要消化奖励后再去主战场，趁着这段时间，你可以去猎杀别人，争取在进入主战场前获得尽量多的奖励。现在9个分战场能够威胁龙太极的几乎没有了，所以不用怕被别人猎杀。我说过，为你护法。龙太极认真道。秦晨一笑，这龙太极是个老实人。他开口道，你觉得9分战场中现在有谁敢打我主意？其实他根本不用别人护法，就算有人在他修炼的时候对他不利也无所谓。要知道他修炼和别人不同，别人修炼都是陷入深度的状态，时间很长，一旦被打扰会造成极大影响，而他是吞噬能量，可以随时停下吞噬天赋技能，下次修炼时又继续吞噬，根本不存在影响的问题。好，龙太极也不墨迹，当即转身离开。秦晨扫视了一眼周围，找了一个还算完整的建筑，然后走了进去。丁，你完成了神级任务，任务奖励已发放。这次的奖励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秦晨一笑，不仅仅是系统的奖励，还有他击杀游云飞和登上9榜第1的天道奖励。此时的秦晨获得的奖励十分丰富，9团天地元气已经出现在了他的体内。这9团天地元气的精纯度都比之前击杀敖元的还要精纯。同时，他的手中出现了9枚能晶，而这9枚能晶其中有6枚都是他可以用到的，另外2枚暂时用不住，只能留在那里，等到时候回到基地星球后去交换需要的能晶。可惜没有重力系的能晶，不然还是可以提升一下的。他摇了摇头，能晶虽然需要对应的等级，但那是在超凡阶段，在武者阶段，能晶可以直接提升其修为的，只是这次种类不同，这一点让他有些失望。另外，这次的奖励还有9个奇物，其中有奇石、奇木、奇土之类的，每一样看起来都不比之前获得的那奇石差。最后还有9门武学，这9门武学有3门不朽武学，其他的全是19级的武学，真是秦始皇摸高压线，赢妈了。秦晨内心惊喜，这些奖励对他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其中天地元气和能晶对其他人可能一般，毕竟需要花时间，尤其是能晶有损耗，可是对他却是恰恰相反。天道奖励全部是9，秦晨若有所思。9为数之极，他当然清楚，不过这里的奖励全是9，自然是创造需要战场的万族强者共同设定的，不知这些人是故意为之，还是只是一个巧合。很快，他不再多想，看向了系统空间中的那枚元素敏感度加强丹，没有任何的犹豫，他直接将其拿出后吞了下去。丁，你的重力元素敏感度达到9。丁，你的重力元素天赋达到 SSS。 系统的声音响起，让秦晨满意的笑了起来。现在他就是掌握了8系的天才，其中修炼天赋除了雷系是 SS 级，其他7系都是最顶级。虽然雷系差了一点，但是拥有吞噬的他其实感觉并不明显，也许只有到了创造雷系武学的时候才会感觉出来。毕竟创造武学需要领悟，雷系差了一点，领悟起来就会吃力不少。姓名秦晨，火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 50%。 风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 15%。 冰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 12%。 土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0。木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 5%。 金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 10%。 雷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 5%。 重力系境界5，战力40万星。星辰细胞看了一眼系统数据，他开始将耐金一股脑的吞噬下去，同时也开始吞噬天地元气。拥有吞噬天赋技能的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别人在消化天地元气或者利用能晶修炼的时候，没法同时去进行别的修炼，而他在吞噬的同时，却可以去领悟武学之类的。此刻，他直接开始去接收9门武学的奖励。他重点将精力放在了3门不朽武学上。火焰加农炮武学介绍：极强的单体攻击，不朽巅峰武学，仅限掌握火元素者使用。风雷闪武学介绍：身法辅助，不朽巅峰武学，仅限同时掌握风雷双系者使用。天陨武学介绍：极强的群体攻击，不朽巅峰武学，仅限掌握重力元素者使用。3门武学全是不朽中的巅峰武学，这类武学一次性3门，可以说即便很多不朽强者也不一定掌握这么多。他仔细看了一下，每一门对他来说都是有极大意义的。火焰加农炮，极强的单体攻击，一旦用出，可以发出一道可怕火焰攻击，犹如炮弹一般，将对手给瞬间摧毁。这种攻击速度快，威力大，猝不及防之下，只要对手不是强太多，很难应对。想一想，大家都是普通人的情况下，我突然开枪，对手怎么躲？哪怕对方比自己强壮，速度比自己快，也得死。而风雷闪，听名字便可以理解，风本身最主要的就是速度，而雷除了攻击强大外，速度也是极快，风雷合在一起，自然不用说。最后一个简直就是为他刚刚获得的重力元素准备的。此武学一出，可以强行用重力将天上的陨石给拉下来，
还能精准的控制对对手进行毁灭性的破坏。重力元素掌握的越强，拉扯下来的陨石将会越多，说是极强的群体攻击，一点都不为过。另外6门武学，秦晨将6门19级武学给接收之后，暂时打消了学习的想法。3门不朽巅峰武学就够他领悟一段时间了，这6门武学以后有时间了再学不迟，也许都不用他学习，毕竟他的提升速度实在是有些快。等到时候这些武学相比于他的修为，恐怕已经不够看了。不管如何，这次的收获是巨大的。主人，有邮件。突然，小爱的声音响起。秦晨一愣，这个时候谁会给他发邮件？很快，他打开邮件，发现有2封是新邮件，邮件的标题竟然是邀请2字。星际航行公司和星空联盟这个时候发来邀请，那说明虚拟战场的事情他们应该知道了。只是天网集团好像没有发来。3大超级势力他早就了解过了，天网集团最强，虽然强的有限，但是终究还是强一些。他们在人类疆域中掌握的秘境名额是最多的，而这些秘境可是极大的资源，进入天网集团获得进入秘境的几率要大一些。听说天网集团非常的傲气，就和蓝星当初的九院很像。秦晨眉头一皱，老实说，当初的九院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当然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印象，所以导致他直到现在也不太喜欢这种傲气的组织。小爱回个邮件，就说我出了虚拟战场会给他们答复。秦晨轻声开口，现在对他来说还是去消化奖励，去主战场最重要。好的，主人。小爱当即开始了操作。接下来的时间，秦晨一边领悟着3门不朽武学，一边吞噬着体内的天地元气和能精的能量。天地元气竟然有7团，全部涌入了重力元素的修行。当他一开始吞噬天地元气，就发现竟然有7团元气根本没有去提升他的另外气息，而是直接推动他刚获得重力元素在提升。这个速度非常快，导致系统提示的声音响个不停。叮，你的重力元素第10条神纹达到圆满。到7团天地元气完全消化完后，他的重力元素境界直接突破准超凡，进入了超凡阶段，这让他又惊又喜。原本他还想着重力元素的提升需要他慢慢来的，能在出虚拟战场将其提升到超凡就不错了，没想到竟然天地元气集中提升他，这样一来他的战力加成是最多的。毕竟如果9团天地元气分别去提升不同的系，也只能将星纹各自提升一些百分点，想要直接突破根本不现实，所以战力提升肯定是不如重力元素直接连续提升来的多。1个月后，能精的能量也完全消化干净，稍微适应了一下后，他开始融合奇物。当奇物也融合造成后，时间悄然过去了2月。随后他迫不及待地看向自己的系统，姓名秦晨，火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星纹进度 70%， 风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60%， 冰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40%， 土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35%， 木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55%， 金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50%， 雷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45%， 重力系境界1级超凡，第1条星纹进度0，战力55万。星辰细胞虽然7系都没有直接突破，但是提升了不少。看着这些数据，秦晨还是很满意的。要知道，靠他自己的话，要提升这些，不知需要多少年。即便他是银河帝国殿下的身份，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资源，同样需要不少时间。毕竟在虚拟战场，很多来自大星系的天才，他们能够获得的资源不是他能够相比的。但是修行速度上，他却甩了别人几条街。接下来就是要去主战场了。他走出建筑，然后给龙太极发了信息。不多时，龙太极出现在了面前。这么快啊？龙太极有些懵逼的看向秦晨。他记得秦晨说过要消化完奖励后再去主战场，可是现在才过去2个月而已，怎么可能消化完？要知道秦晨这次获得的奖励绝对不少，按照他的估计，恐怕要2-3年时间才得行。2个月？开什么玩笑？快吗？不快了。秦晨摇头，2个月时间对他来说确实不快了。龙太极闻言极其无语，他开口道：“我才杀了3个人而已。这2个月他不停的寻找猎杀别人，杀了3个人，他觉得还不错。再有2-3年，他认为自己的实力将会有大的提升。可是现在秦晨突然说结束了，简直猝不及防。怎么？嫌时间少了？其实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等想离开的时候再去主战场就行，到时候你仍然可以来找我。”秦晨笑着道。龙太极这人还是不错的。闻言，龙太极连忙摇头：“算了，我说过跟着你，你走我肯定走。”他倒不是不想在这里继续留一段时间，但是他怕到时候去主战场找不到秦晨，或者秦晨不需要他，那就亏大了。虽然秦晨说到时候可以去找他，可是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行，走吧。秦晨当即转身走向了战场中心的3个石碑。主战场具体的位置就是在这片疆域的中心。如果是直接飞行过去，需要上百年时间，哪怕是最高级的飞船，也需要数年时间。而且因为现实中强者大战不断，很多空间都被打得崩塌，而虚拟战场又是完全还原出来，所以要飞行过去也是极其危险。虚拟战场存在至今，还没有哪个天才能够成功的飞行过去，所以只有通过石碑传送过去。
而石碑传送只传送天榜上的人，所以这也导致为什么要进入主战场必须是上了天榜的天才。不多时，两人就来到了战场中心。他们走到天榜石碑面前，然后将手抬起，按在了石碑上。顿时，石碑开始出现反应，仿佛在验证两人的身份一般。当验证结束后，一道光束打在了两人的身上，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主战场的传送开启。主战场是当初影族没有被灭之前，影族的中心。这里以前影族还没有被灭时，被称为影之大陆，整个球星被称为影星。影星和宇宙中那些超大星球相比并不算大，但是在影族却是最大的星球，9个分战场加起来也比不过这里。另外，主战场不像分战场那样混乱，在分战场，人们休息、修行时都需要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老巢，而在这里却是分为了不少的区域，其中有几个区域是被种族联盟占领的，所以休息的时候只要在自己的区域内就相对安全。人族联盟占领的区域在东面，虽然我们是人族，进入那边区域是可以，但是要在区域内有个好的休息或者修炼之地，并不是那么容易。龙太极开口说道。两人被传送到了一片公共的区域，所谓公共区域，也就是没有种族联盟占领之地。这种地方在主战场是最常见的，也是随时会发生战斗的区域。管理人族联盟区域的人是谁？秦晨开口问道。既然有联盟还占领一片区域作为老巢，那么自然有领头人才对。最主要的是像无双，他是那边区域所有人公认的最强者，也正是因为他，联盟的区域才没有遭受别的敌对破坏，在区域内的人才会觉得安全。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叫裘英的，他也是管理者，他和像无双都是神榜前10的人。龙太极开口道。秦晨点了点头，看向了主战场上唯一的一个石碑，那便是神榜，也是整个虚拟战场中最强的100人才能上的榜，而其中人族像无双排名第3，裘英排名第7。秦晨，我联系了我的一个好友，现在我们就去人族联盟区域吧，等了解更多的关于主战场的信息后再做打算。龙太极看向秦晨，淡淡道。秦晨点了点头，现在刚来这里，虽然知道大概，但是具体的还不了解，确实不适合现在就去猎杀敌人。很快两人就向着人族联盟的区域而去，一路上两人并没有遇到敌人，很顺利的来到了联盟区域处。联盟区域其实就是当初一座废弃的巨大城池，不过由于这里长期有人，而且人数不少，所以这座城池已经被重新整理过了，很多建筑也被重新修建起来。两人通过人族的身份验证之后，很顺利的进入了区域内。刚一进来不久，一个胖子就朝着这边跑来。哈哈，太极，你终于肯来主战场了。胖子看向龙太极，显得十分的兴奋。龙太极也笑了起来，上前一把抱住了胖子。随后龙太极开口道，秦晨，这是董博，当初我们是同一批进入虚拟战场的，后来我们在分战场一直一起，2年前他进入了主战场，而我选择留在了分战场。胖子，这是秦晨。龙太极又向董博介绍道。秦兄弟你好，久仰大名，果然一表人才啊。董博看向秦晨伸手。你知道秦兄弟？龙太极问道。不知道啊。董博愣了一下，然后道，打招呼不就是这样吗？闻言，龙太极一阵无语，不知道你说个屁的久仰大名。而秦晨则是若有所思，看来他在分战场获得9榜第1，主战场这边不一定知道，除非高层通知，所以就算知道他的人也是极少数。龙太极见秦晨没有要仔细介绍自己的意思，他也不敢主动去说。他岔开话题道，对了，当初你急着来主战场，现在如何？主战场是机会，但也十分危险。当然，你要怕危险，那就一直待在联盟区域内，这样一来很安全，但是你也不能获得机会。总之是2个极端。说到主战场，董博露出无奈的神色。早知道我当初也和你一起留在分战场，等实力足够才来了。他当初来主战场时实力还不如龙太极，可是他最终还是选择来主战场拼一把。你是不知道，我来主战场后根本没有什么作为，2年了，你知道我这2年怎么过的吗？董博有些激动，不等询问他就开口，我特么每次出去猎杀别人都变成了别人在猎杀我，太难了，2年时间我只杀了2个人，遇到的生死危险却有8次。要不是我学习了一门不朽级的逃跑类武学，我死了8次。主战场的那些天才要么精明的很，要么比我强很多，真是无奈啊。闻言后，龙太极并没有多少惊讶，只是笑着拍了拍胖子的肩膀。他当初没有选择上天榜就去主战场，就是因为知道这里没有一定的实力，很难混下去。说话间，几人已经来到了城池中的一处，董博就在这时停了下来。这里是给来到主战场的新人住的地方，你们可以随便选一个房间。他指着前方的一群房间。就这？龙太极眉头一皱。他进来这里时就仔细观测过，在这联盟的区域，好的建筑也不少，而眼前的这些却是非常的破旧。他好歹也是族的一个天才，而且在分战场可是天榜前3的存在，来这里竟然住这种地方，就好像在外面的城池中，他明明是有能力的，却住着贫民窟。有住的地方已经不错了，要知道只要在联盟区域，你就是安全的，新人也只能有资格住这里。董博开始为2人介绍人族联盟区域里的一些规则。原来联盟之中也是有等级制度的，人人都想要去好的地方住，但是你得有实力。在人族联盟中有平民区、普通区、精英区以及豪华区。新人进来
只能住平民区，想要去普通区、精英区，你得靠自己。而要住进豪华区，那就必须要登上神榜才得行。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3号平民区。了解了之后，龙太极看了一眼秦晨，他觉得以秦晨的实力，要去普通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可以去精英区。如果在这些破旧的地方住，太有失身份了，这可是9榜第1的人物。秦晨笑了笑，哪里都一样，就在这里吧。他对于住在哪里根本不感兴趣，况且他是要出去猎杀别人的，不会经常在联盟区域内。那个还有一个事情，董博突然道。两人一愣，董博开口，你们住在这里要有心理准备，要不了多久可能会有人来找你们要一些资源，你们要是不给的话，可能要受一些苦头。闻言，两人眉头一皱，竟然还有这种事情。董博一笑，你们是不是觉得大家都是一个联盟，所以很团结，一家人相亲相爱？那你们就想多了，在外面同一个势力中往往禁止相互厮杀，可是真的能完全禁止吗？何况这里是虚拟战场，有的人根本不会出去猎杀敌人，或者经常猎杀不到人，就会把注意打在联盟内部人的身上。当然每次要的不多，也就是一些能金或者奇物之类的，给他们也就没事了。这些人还是很有分寸，否则就会引起众怒。没人管。龙太极冷声道，我刚刚说了，有些事情没法完全禁止，而有些事情明知也不会管的。你要知道，制定规则的人就是既得利益者，下面的人有油水，自然他们的油水就多了。假如我可以去巴结神榜上的人，我当然要压榨下面的人，这样我获得的油水多，才有更多的油水去孝敬他们啊。可惜我连接近人家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做一个韭菜。董博摊了摊手，语气带着自嘲，显然他来这里2年，已经习惯了这些。龙太极已经听到这些话，气得不行，脸上的愤怒清晰可见。而秦晨则是没有多少感觉，像他这样本身从底层出来的人，对于这种事情太有体会了。他父亲当初被人欺负受伤，谁管了？只有自己管。另外最近神榜上的人都忙得很，所以更不会管这些小事，你们一定要低调点。董博再次提醒道，神色也变得更加的严肃。他们在忙什么？秦晨问道。在刚进入主战场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到人族联盟区域的一路上，他很少看到有人，这让他们很奇怪，仿佛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出联盟区域一般。现在听到董博说神榜上的人很忙，他就意识到可能两者之间有关系。你们应该知道当初影族和4大巅峰种族的事情。影族看似不强，但是他们却总是和4大巅峰种族不对付，更不愿意结盟，哪里来的底气？后来4大巅峰种族决定出手对付影族，才发现影族其实很强，虽然还是不如4大巅峰种族，但是和龙族、虫族这些比起来却丝毫不差。尤其是他们7级超凡和不朽强者特别优秀，元素法则掌握的比别的种族更高深。董博缓缓开口，秦晨和龙太极都微微点头，这一点他们都知道。影族人，尤其是影族的天才，更容易领悟元素法则，而原因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在影星上有一个秘境，被称为法则秘境。秘境中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叫法则之果。顾名思义，这种果实吃了后，可以帮助你快速的领悟该元素法则。所以这个秘境对于7级以上的超凡来说，非常的具有诱惑之力，甚至一些不朽都想要拥有。毕竟有些不朽都还没有领悟元素法则。但是这个秘境又在万族战场，大家都想要进去，而万族之间如何进一直没有达成协议，所以万族的高层也在虚拟战场还原了法则秘境。只要现实中法则秘境中的法则之果成熟，就会将其放入到虚拟战场中的法则秘境中，然后打开秘境，让主战场的天才自己去争夺。至于那些想要的不朽强者，没有资格，因为到了不朽，你还没有领悟元素法则，潜力也有限，远不如给这些进入主战场的天才。法则秘境10年一开，而下一次就是在1年之后。神榜上的人最近都在为进入秘境争夺法则之果做准备，他们现在要么在外面猎杀天才，要么在安心修炼，哪里管你这些小事。董博摇了摇头，平时都不会在意你这些平民区的人，更何况现在这个时期。法则秘境还有1年了吗？秦晨还真没有想到，法则秘境中每一次出现的法则之果有9种，到底是哪9种不好说，但是无论如何肯定会出现他需要的。虽然现在他的其他元素系还没有到7级，但是也快了，1年之内也许可以突破一些，而且就算没有突破，也可以将其留在那里，等突破了再用。法则之果和天道奖励的法则领悟可不一样，天道奖励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只是带你入门，而法则之果是完全帮助自身快速领悟，诠释自己的经验。最关键的是，天道奖励可不一定就是法则领悟的奖励，偶尔才出现一次，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获得。其实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神榜上的人明明可以随时离开虚拟战场，却并没有离开的原因。在神榜上的天才，尤其是排名靠前的，现在要获得天道奖励本来就很难，毕竟杀人奖励已经很少了，但是他们不离开，为的也就是进入法则秘境，获得法则之果。对了，明天我们就出去猎杀别人吧，3个人成功的几率大一些。另外我也带你们熟悉一下附近的一些危险之地。董博开口，关于秘境的事情他也只是随便提了一嘴，就算秘境开启后里面的东西也不是他这个实力的人能够争夺的，在主战场获得机缘还是得靠猎杀别族的天才才是正途。秦晨和龙太极点头，很快两人选择了自己住的地方，准备开始休息。
然而就在此时，远处出现了骚动。住在3号贫民区很多人都望向了一个方向，在那里正有一名穿着花色衣服的黄发青年正朝着这边走来。见到此人，董博眉头一皱，是毒蛇。不等秦晨和龙太极询问，他就继续道：此人就是我们3号贫民区的那个让人讨厌的人，他从来不去外面猎杀别族的人，而是专门靠着向这片贫民区的人要资源来修炼。你们两个才刚刚进入联盟，没想到他就来了，看来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等下你们要低调点，此人背后是毒牙，实力不容小觑。闻言，龙太极眉头一皱，而秦晨则是眼睛一眯，看来这人是来收保护费的了。欢迎2位新人到来，我人族联盟再次壮大一分。毒蛇远远地看向秦晨和龙太极，就大声说道。不等他们开口，他继续道：新人来联盟会受到联盟的保护，给你们一个安全的环境，直到你们能够独当一面。当然，为了让你们放心，让你们相信我们会尽全力保护你们这些刚进入主战场的弱者，我们会收取一些保护费。他的语气听起来大义凛然，也很有道理。毕竟免费的东西，要么让人不放心，要么免费才是最贵的。你们两个是新来的，只需要一人10枚4级以上的能金和5个奇物就行。毒蛇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说出了需要的东西和数量。龙太极脸色一变，而一旁的董博连忙开口：给他吧，这些东西还算合理。合理？龙太极眼睛一瞪，这些东西我再分战场也要杀好些人才能获得，你可知道？我知道，但是得罪他没有任何好处。董博当然知道这些东西要杀不少人才能获得，毕竟不是每次杀人都可以获得能金和奇物，尤其是奇物，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不给会如何？龙太极淡淡道：不给，他可能会将你们强行赶出联盟。不等龙太极开口，他解释道：曾经就有人不交，结果和毒蛇打了起来，然后被赶出了联盟区域。毒蛇的背后是毒牙，他们是来自同一个星系的2兄弟，毒牙的实力也是3号贫民区的最强者。你们又是新人，没人会为你们出头的。他太了解龙太极了，绝不是一个愿意服软的人。但是他也必须要劝说，因为能进入这里的人，哪个不是有自己的傲气？然而时间久了，也都有些麻木了。被赶出联盟，在联盟外，那是极其危险的。没上神榜，你又只能等50岁才能自动离开虚拟战场，所以没有办法。主战场其实就是一个挑选天才中的天才的地方，十分残酷，是吗？那我就要看看他如何把我赶出联盟区。龙太极丝毫不慌，直接看向了毒蛇，冷声道：没有。毒蛇脸色一冷，没有，那就滚出联盟。轰！一言不合，他一道冰手印直接拍了过来。看着毒蛇拍来的冰手印，龙太极眼神瞬间变得冰冷。你龙爷今天就要看看你是如何让我滚出联盟。他不退反进，顿时踏出一步，同时土元素组成了一个巨大爪子，在冰手印拍来的瞬间一把抓了上去。砰！冰手印被抓爆，龙太极身影一闪，刹那间就逼近了毒蛇。这一幕让附近的人都纷纷一惊，这新人很强啊。有人忍不住开口，龙太极的实力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本以为毒蛇会轻松拿下，却没有想到龙太极竟然破了对方的攻击，还主动出手了。这新人绝对是某个分战场天榜靠前的人，而且在分战场待了不少时间，将实力提升了到极强的地步才来主战场的。有人喃喃道，这些人都有些羡慕龙太极，觉得龙太极的格局比他们大。要是以前他们也是在分战场多待一段时间，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惨。轰！就在这时，两人的战斗达到了高潮，两个身影在空中不停地闪动，每一次碰撞都带着巨大的能量波动。此时的毒蛇眼中惊讶越来越多，他也没想到这次来收保护费竟然会遇到一个硬茬。这个新人，随着战斗的进行，他开始感觉自己越来越吃力。不行，我不能输在这里，否则威望会瞬间坍塌，以后再想要来收东西会遇到麻烦。他看了一眼周围的人，眉头紧皱。以前他来收保护费，那是因为他用绝对的实力强行让这些人交出的。别看这些人表面上没什么，内心肯定是不舒服的，只是一直没有一个带头人而已。这次要是输了，这些人绝对会以龙太极为首，然后反击他们。砰！他一拳和龙太极的攻击对碰在一起，借助反震之力，身体猛地后退。今日你的反抗会给明日的你带来更多的苦头。毒蛇冷哼一声，转身就走。龙太极脸色微变，他没有想到对方退得如此果断，想要追击已经来不及了。我等着。龙太极冷笑一声，而此时一旁的董博则是脸色彻底变了。完了！他缓缓开口。不等龙太极说话，他就道：毒蛇应该是回去找毒牙了。毒牙此人虽然在贫民区，但是他的实力可一点不弱，而且此人心狠手辣。当初一人得罪了他，虽然没有被杀，但也被废了，导致最后在虚拟战场没有任何的作为，白白浪费了机会。你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小了？看把你吓的！龙太极对着董胖子道。唉，董博叹了口气，我的棱角也是被磨平了。对了，刚刚那毒蛇说了，明日才会找毒牙来，估计毒牙现在也来不了。我们明日早些离开，去野外猎杀，也许下次回来，毒牙又在修炼。总之，拖一天是一天。说着，他看向附近那些看热闹的人，大声道：好了，都散了，都散了。附近的人也都开始散去，不过有一部分人看向龙太极，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离开了。秦晨也发现了这些人的犹豫，这些人很显然有些蠢蠢欲动，想要和龙太极站在一起，然后反抗毒蛇和毒牙，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做出最后一步的决定。所谓的天才被压迫久了，也变得麻木了。秦晨摇了摇头，
一旁的龙太极也发现了，他点头道：“天才也分等级，进入虚拟战场的人都是所谓的天才，但是能上天榜的再分战场是最强的一批。然而这最强的一批来到主战场，很多人又被比下去了，甚至被压得只能屈服。他也很感慨，虚拟战场像一个大型选拔现场，将普通天才、顶级天才完全的区分出来。刚刚那些看热闹的人，道心估计已经快死了；那些犹豫的人，道心尚在，但还不够坚定。”龙太极评价道：“虚拟战场换了一批又一批的天才，有的天才死在这里，出去后一落千丈；有的天才道心被打击的粉碎，出去后也是一蹶不振；而有的天才在虚拟战场如鱼得水，获得自己的机缘的同时，也让自己更加的自信，道心更加的坚定，出去后大部分一飞冲天，最终成为一方霸主。这其实就是虚拟战场最大的神奇之处，它为万族各大势力完美的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才。”次日一大早，董伯就来找到秦晨和龙太极，他的目光时不时的就望向远处，显然是在担心毒牙的到来。“走吧，我们出联盟去猎杀敌人。”他的语气还带着一些着急，生怕两人的速度就慢了。“走吧。”秦晨点头，他们本就准备今天出去，也不会因为毒蛇那边的事情就打乱自己的计划。三人没有耽搁，很快就出了联盟区域。这次我们去的是黑羽丛林，那里距离龙族、虫族的联盟比较近，不过我对那里最熟悉，所以有我的话，去那里比较安全。董伯这个时候仿佛自信又回来了，语气十分的坚定。“你就在那里差点死了8次的。”龙太极笑着道。董伯脸色一黑，怎么说话呢？能在那个地方8次死里逃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要知道，那个地方龙族和虫族以及一些他们的联盟种族，不少强者都会去。你知道有一次我是从谁的手中逃出来的吗？他突然变得认真起来，仿佛能够从那人的手中逃走，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从雪峰手中逃走，你就说我厉不厉害？对了，雪峰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们，此人是龙族联盟那边的一个强者，也是龙族人，虽然没有上神榜，但是他的实力如果放在人族这里来，却是可以进入精英区的。就之前和你战斗的毒蛇，3个也打不过，哪怕是毒见到了，也只有逃走的份。董伯认真道。闻言，龙太极内心一惊，他之前和毒蛇的战斗虽然占了上风，他也自信自己可以击杀对方，但是如果是3个毒蛇，他绝不是对手。至于毒牙，他虽然不清楚，但是也能从3号贫民区那些人的表情得知，对方比毒蛇要强很多，自己恐怕也不是对手。而这样的人物见到雪峰只有逃走的份，那么他可能连逃走都做不到。你小子的逃跑本领真是出神入化了。龙太极笑着道。当初在分战场时，他就知道董伯的逃跑本领是一流的。那是你也人族。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紧接着3人就看到一个身影朝着人族联盟的区域那边走去，最后停在了联盟区域外围。那是雪峰。看到那个身影，董伯浑身一震，他就是雪峰。龙太极仔细地看着那个身影，刚刚董伯还提起他，说对方多厉害，现在看到确实给他一种压迫之感。对，他就是雪峰，他怎么突然来到人族联盟这边了，还带着如此气势？董伯带着疑惑直接来人族联盟，即便是龙族那边的最强者，也只是送菜而已。看他这个样子，的确来者不善。就连龙太极也疑惑，这里可是人族联盟的老巢，对方疯了不成？人族联盟区域内，大哥，你终于出来了。3号贫民区，毒蛇看着一个青年走出房间，高兴道：“我就是感觉到你有事找我，说吧，什么事情？”毒牙眉头一皱，在3号贫民区内，他几乎都不用出现，一切都是毒蛇在办事，也从来没有让他操心过。这次毒蛇在房间外等了一夜，他就知道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大哥，就在昨天，3区来了2个新人，然后我就去。毒蛇将昨天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他没有任何的隐瞒，也没有夸大。虽然他平时很高调，但是在这些事情上从来都是1是1，2是2，这样才能让毒牙做出最好的判断。新人，你不是对手。毒牙听后有些惊讶。是的，此人应该进入主战场前再分战场，上了天榜前列，起码是前3。他的实力自己还是清楚的，能比他强，绝对再分战场也很强。另一个呢？毒牙淡淡问道。另一个没有出手，不过我离开时他仍然没有反应，应该是不强，不然也不会轻易让我离开。毒蛇分析道。他当时退走也发现了龙太极是想要留他的，但是没有留住。而秦晨如果也像龙太极那样的实力出手的话，他不会那么容易离开。既然对方没有出手，说明实力不强，不敢阻止他。毒牙点了点头，有道理。走吧，我也想去会一会这个有趣的新人，有这样的实力，再分战场获得奖励应该不少。说着，两人就准备去找秦晨和龙太极。人族。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滚滚来，让他们瞬间停了下来。两人转头看去，雪峰，他怎么来了？毒牙瞳孔一缩，脸色瞬间阴沉了下去。大哥。毒蛇也是脸色一变，有些担心地看着毒牙。他还记得以前他的大哥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去找贫民区的人交保护费，而是喜欢出联盟猎杀异族天才。然而有一次他碰到了雪峰，当时毒牙差点死在对方手中，就算最后逃了回来，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并且重伤，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之后毒牙再次出区域，可是又一次遇到了雪峰，然后被追杀。最让他绝望的是，他得知了雪峰竟然故意不杀他，就是追着他好玩。
当初雪峰还嘲笑说杀毒牙奖励太少，他看不上，所以就是伤而不杀。从此毒牙便对雪峰产生了心理阴影一般，而且很少再出联盟区域，就靠着让人交保护费来修炼。这样虽然不如出去猎杀一族获得奖励来得快，但是安全。毒牙盯着雪峰，深吸口气后摆了摆手，他还不敢进入联盟内，不用担心我。毒蛇闻言点了点头，内心松了口气。雪峰，你来我人族联盟是来找死的吗？突然，人族联盟精英区方向，一个人影冲天起，盯着远处的雪峰，冷声开口：“许杰兄何必如此暴躁？”雪峰看向人影，笑着开口：“雪峰，来，既然敢来，你就别走了。”突然，精英区又一个人族天才走出，冷声对着雪峰道：“在主战场，几个联盟之间本身就是敌对，现在敌人送上门，他们也没有放走对手的理由。”雪峰看到见两人的态度，仿佛早就料到了一般，丝毫不慌，只是淡淡道：“你们要留下我雪峰，自然不难，但是我敢来这里，也有我的底气。”不等别人反应，他就继续道：“我这次来，并不是我个人来，而是代表我龙族联盟而来。你们要是非要留我，引起两个联盟大战，可是便宜了别人。”闻言，许杰和另外一个人族天才眉头一皱，对方代表龙族联盟而来，就相当于一个使者一般，杀了对方，确实是会引起龙族联盟那边的不满，甚至会引起大战。当然，人族联盟自然不怕龙族联盟，但是双方大战确实会便宜另外几个联盟。而且现在法则秘境即将开启，神榜上的人都不希望这个时候互相厮杀。你来这里有什么事？许杰开口问道。龙族联盟这个时候派人来，让他疑惑。毕竟各个联盟之间平时除了在野外厮杀外，可没有什么交往，更不可能合作之类的，因为没有任何的信任基础。但是龙族联盟能够派雪峰来，证明肯定有什么大事情。这次我代表龙族联盟，是想要向人族联盟要一个人。雪峰也不拐弯抹角，继续道：“此人名叫秦晨，正是你们人族之人，他应该就在这段时间进入的主战场。要人？你来我联盟要人？”许杰和另一个天才听到后，瞬间被气笑了。联盟区域的成立本身就是为人族联盟各族的人提供一个庇护之地，现在龙族联盟来要人，他们要是给了，不是被打脸吗？以后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雪峰显然知道人族这边会有如此反应，他只是缓缓道：“若是你们能够交出此人，我龙族联盟那边可以承诺人族联盟之后的法则秘境中，若是我们双方同时遇到法则之果，绝不会和你们争夺。另外，出了秘境，我们还会送出一枚给你们。”闻言，人族这边凡是听到这话的人，脸色纷纷一变。龙族这是大出血了，就为了一个刚刚才从分战场来到主战场的新人，这让他们以为自己听错了。秦晨，这秦晨到底是谁？他和龙族多大的仇啊？有人不可思议的开口。我之前听到一个来主战场不久的人说，分战场中有一个龙族天才正在尝试冲击9个天榜第一，不会是那秦晨杀了那龙族天才吧？有人突然开口。众人闻言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很有可能。而此时毒蛇和毒牙两人也是震惊不已，这秦晨是谁？竟然能让龙族开出这样的条件？毒蛇忍不住开口。毒牙摇了摇头，不管是谁，此人倒是一个人物，看来我人族又出了一个让一族高层在意的天才。龙族人来这里显然是受到了高层的指示，让他们对付秦晨，而能够引起一族高层重视的往往都是顶级天才。走吧，去找那两个新人。毒牙突然道。不看了。毒蛇看向雪峰那边。毒牙摇了摇头，人肯定不会交出去的。龙族联盟那边也知道，之所以让雪峰来，无非就是想要试探一下，好获得关于那个秦晨的信息。根据许杰他们的表情来看，显然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秦晨是否已经进入了联盟，没有必要再看了。说着，他就朝着秦晨和龙太极他们所在的房间那边走去。毒蛇点了点头，也连忙跟了过去。这雪峰竟然是来找一个叫秦晨的，真是让人意外。看来这个秦晨肯定让龙族高层注意到了，说不定不仅仅是龙族高层，还有别族的高层。这么说来，这秦联盟区域外，董博盯着雪峰的身影，带着惊叹的语气开口。然而他说着说着，突然转头看向了秦晨。秦兄弟，我记得你叫秦晨的吧？他突然想了起来，昨天龙太极给他介绍过，此人就叫秦晨，而且雪峰找的也是新人，重名。巧合？他瞪大了眼睛，觉得不太可能这妖巧。对，我叫秦晨。秦晨一笑，他看向那雪峰，很明显，他杀了敖元，龙族那边已经让主战场的天才盯上他了，不然不会这妖巧。这个时候直接跑来人族联盟要人，就是不知道魔族、神族这些大种族是否也盯上他了。那他找的那个秦晨，不会就是你吧？董博再次问道。应该是。秦晨点头。我日！董博差点跳起来，他突然觉得和秦晨一起出联盟很危险啊。雪峰好像要无功而返了。龙太极看向远处，人族那边明显是不会交人的，哪怕并不知道秦晨是谁，也不会交出来，很正常。哪怕联盟内部不团结，也不会就这么交人出去。不过秦兄弟，你以后要小心了，这次是公开来要人，要是以后龙族那边私下和人族神榜上的人达成什么协议，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只要龙族那边给的够多，想要对付你很容易，他们不会公开交出你，但是会暗中针对你，让你在联盟待不下去，自然你就出联盟，到时候正中他们下怀。董博认真的提醒道。这就是人心，只要你给的够多，没什么不可能做的，只是需要讲究方法而已。龙族这次明显没有打算想过人族真的会交人，否则就是私下交易。
很显然，龙族那边是想要先自己尝试击杀秦晨，所以来试探一下消息。如果最后不行，就真的有可能和人族那些神榜上的人私下交易。听到这话，龙太极也面色凝重，他知道董伯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而秦晨却是一笑，看向了远处的雪峰。这个时候，雪峰已经准备离开了。他缓缓道：“龙族想要杀我，你们说我要不要先收一些利息？”龙太极内心一惊，而董伯则是一脸问号：“收利息？秦兄弟是想要这次去黑羽林专门猎杀龙族联盟的人？”秦晨没有开口，而是仍然看着雪峰。此时的雪峰转身离开，他的速度不快，可是对方离开的方向正是他们这边，虽然没有正对着，但距离却是和他们越来越近。不，我就拿着雪峰来当利息。秦晨突然开口。什么？董伯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可是下一秒他就看到秦晨身上风雷双元素瞬间出现，然后秦晨如一道闪电一般，刹那间就窜了出去，那速度让他的目光都快要反应不过来。龙太极瞪大眼睛，紧紧地盯着，内心出现了一丝激动。他要出手了，该有多强？之前秦晨在分战场获得的奖励绝对不少，哪怕他觉得没有消化完，也肯定有提升。只是他一直无法猜测秦晨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多少。这一刻，他带着期待，也许雪峰可以让秦晨认真，他也可以看出秦晨的大致实力。太极，快让他停下！此时的董伯终于反应过来，他连忙开口。他没有想到秦晨竟然要主动去猎杀雪峰。龙太极根本没有理会他，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生怕错过了一秒。而此时，雪峰已经离开了人族联盟区域一段时间，他带着笑意，看来那秦晨要么还没有到人族联盟这边来，要么十分低调，并没有暴露自己。人族高层那边也没有通知那些强者。如果他是低调的话，这倒有些麻烦。想到这里，他摇了摇头，不再多想。反正这次他只是代表龙族联盟来的，龙族那边的高层是让龙族那些神榜天才对付秦晨，和他没有关系。先猎杀一些人族，也不枉我跑这一趟。他突然一笑，随后他目光四处张望，突然一个闪电从他眼中划过，紧接着他脸色一变，看到一个人形闪电不断地朝着自己接近，速度快的让他头皮发麻。谁？他低喝一声。然而下一秒，他便看到那人形闪电突然抬起了手臂，紧接着那手臂瞬间变大，仿佛就像一个炮筒一般。轰！一声惊天巨响，火球从拳头中冲了出来，犹如一颗火焰炮弹打了出去。火系不朽武学，火焰加农炮！该死！雪峰脸色大变，惊恐地吼道。他的眼中那颗火焰炮弹实在太快了，快到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的反击，甚至连防御性动作都已经来不及了。我只能靠着龙族自身的肉身强度来抗住这一击。他眼中露出了血丝。砰！火焰炮弹瞬间打在他的身上，让他身体一僵。当他缓缓低下头，脸色彻底惨白，他胸口出现了一个洞。他感觉自己的气息渐渐地衰弱下去。当他再次抬头时，那道人形闪电突然停在了他的面前。你是谁？他强忍着自己的生命流逝，艰难地开口问道。你不是找我吗？秦晨平静地开口。雪峰瞳孔一缩，你是秦？秦晨一把抓住他的脑袋。对，我是秦晨。砰！手中一用力，瞬间将其脑袋抓爆。第一个利息收完了。秦晨笑了笑，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可是远处的两人却已经惊呆了。龙太极浑身都在微颤，这是激动的。果然，我当初的决定是对的。他太强了，太强了，连雪峰都毫无反抗之力。雪峰完全被秒杀了。虽然没有让他看出秦晨到底有多强，但是这也证明了秦晨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一旁的董伯呆呆地站在那里，脑袋一片混乱。良久之后，他才缓缓道：“秦兄弟他什么情况？刚刚他都看妈了，这特么是一个刚来主战场的新人能够拥有的实力。太极，快告诉我，秦兄弟他什么情况？”董伯有些着急了，身边一个如此强的人，他竟然一直不知道。秦晨他之前在分战场击杀了一个龙族天才，那个天才已经登上了7榜第一，而且是6系天才。杀了他后，秦兄弟登上了9榜第一。龙太极开口解释道。董伯一惊，9榜第一。随后他又反应过来，扯淡，9榜第一也没有这么强吧？9榜第一当然强，但是还不足以秒杀雪峰，甚至以雪峰的实力，要是回到分战场也可以拿下9榜第一。只是主战场上的人没法反向传送回去，只能自己飞行，所以没人那么干。他觉得秦晨绝对不是9榜第一那么简单，龙太极一定还有情况瞒着他。龙太极没好气道：“具体我知道个屁啊！”他也想知道秦晨的具体，但是那是人家的隐私底牌，没有人会把底牌讲出去的。当初我也是非要跟着他才来的主战场，不然我还会在分战场继续提升才回来。总之，你只要知道他很强，强到深不可测就行了。龙太极认真道。董伯也明白过来，点了点头，确实是我好奇心太重了。随后他又开口道：“你其实可以早点告诉我，以他的实力，还怕个屁的毒牙啊！以秦晨的实力，完全可以将毒蛇和毒牙两兄弟吊起来打，根本不用如此着急的离开联盟区域，整得像是逃亡一般。我倒是想跟你说，但是秦兄弟没有开口，我不敢啊。”龙太极缓缓道。也就是现在秦晨在两人面前出手了，所以他才将一些事情告诉董伯。要是这次秦晨没有出手，他仍然不会说的。两人在谈论着秦晨。
而此时的秦晨已经获得了天道奖励3枚能金，全是6级，其中有2枚是雷系，1枚风系。主战场的奖励是要比分战场要好一些。对于这个奖励，他还是比较满意。3枚能金都是6级，这在分战场是很少杀一个人就能获得的。没有犹豫，他将3枚能金一起吞了下去。不多时，能金的能量就被他给完全消化。丁，你的风系第7条新闻进度达到 80%。丁，你的雷系第7条新闻进度达到 75%。秦兄弟，就在这时，龙太极和董博走了过来。秦兄弟，我们现在是继续去黑羽林，还是回联盟区域？董博率先问道。去黑羽林。秦晨开口。3人很快朝着黑羽林而去。黑羽林常年下着一种黑色的雨，这种雨水具有腐蚀性，如果长期在这里，就会对肉身产生影响。而龙族的肉身强大，影响最小，所以导致这里别的种族人少，龙族的人最多。当然，有别的种族天才，为了锤炼肉身，反而喜欢这种地方。这种天才一般都是很自信之人。这次之所以我会带你们来黑羽林，其实就是为了杀龙族。董博笑着道，虽然黑羽有腐蚀性，但是短时间不会有影响，而龙族狂傲自大，在黑羽林往往更加的不将别人放在眼里，并且龙族有勇无谋，头脑简单，相当于一群莽夫，只要机会把握得好，我们就能猎杀到对方。而且龙族不弱于4大巅峰种族多少，猎杀后奖励也不错哦。此时的董博看起来相当于的放松，之前他还是紧张的，之所以决定带秦晨和龙太极来黑羽林，也是他对这里熟悉。另外，龙太极实力也不错，也许有机会猎杀一些龙族。而现在知道秦晨的实力后，简直不要太轻松，甚至有些兴奋。要知道，现在很多神榜上的人都在专心修炼，出来猎杀也会专门找那些出名的强者。秦晨现在不出名，不会引来神榜的强者。关键秦晨有实力，现在他觉得他们的危险程度直线下降。2天后，黑羽林出现在了他们前方。远远看去，黑羽林完全被一片乌云盖住，黑雨不停地落下，下方的丛林却是顽强地生长着。黑羽林很大，想要找到适合的猎杀对象也不是很容易，大家不要着急。当走入黑羽林后，董博缓缓开口，直接去黑羽林的中心吧。秦晨突然道。董博和龙太极都是一愣，疑惑地看向秦晨。黑羽林中心并不代表猎杀对象就一定多的。秦晨一笑，找人很麻烦，等会我就在黑羽林中心等着，你们则是去寻找对手，若是你们自己能杀的就杀了，不能杀的就给我引过来，我来杀，这样速度会快一些。他懒得去找对手了，让2人引过来，方便的同时还能在获得奖励之后马上进行修炼。这个方法倒是不错。董博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这样做看似秦晨占了便宜，毕竟他们引人过来都是秦晨在杀，他们也得不到天道奖励。但是他们出去找引人的同时，也可以猎杀自己能杀的对手，而且不用担心翻车，因为一旦不是对手，就将其引到秦晨这里来就是了。他有超强的逃跑本领，引到秦晨这里来之前，绝对有信心不被杀的，相当于秦晨给他提供了一个完全保障。龙太极也没有任何的意见，他实力本来就不弱，只要不遇到神榜上的那些变态，没那么容易死，逃到秦晨这里还是很有信心的。当3人来到黑羽林中心后，秦晨找了一个洞窟钻了进去，而龙太极和董博2人则是各自去寻找自己要猎杀的对象，打不过的就准备引到这个洞窟附近来。洞窟中，秦晨盘膝而坐，开始领悟他之前获得的不朽武学。之前他用出了火焰加农炮，虽然看似威力巨大，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将其威力发挥出来，否则雪峰一击之下必死，而不是重伤垂死。风雷闪虽然让他提升了速度，同样的还是没有完全将其熟练掌握，否则速度会更快。最后就是重力元素的不朽武学天陨，到现在他还没有入门，更加需要去领悟修炼，这也是他这次这么快出联盟的原因。毕竟武学的修炼在熟悉招式时动静会很大，而且最好是有对手来试验，联盟外的战场上显然才是最适合的修炼之地。重力元素讲究的就是利用重力，可以控制重力的方向，让对手瞬间弹出去，瞬间被拉过来，或者加大对手承受的重力，又或者让对手重力消失，直接漂浮起来。而天陨的运用就是让高空的陨石直接受到一股强大向下的重力，对对手做出精准的攻击。秦晨仍然在尝试着运用他的重力元素，因为重力元素才刚刚获得，而且一次性就提升到了超凡，所以在学习天陨之前，他得更熟练的去掌握重力元素。重力元素无影无形，做出攻击后也无法看到其形状，自然要将其熟练的控制，也比他掌握的另外几种元素要困难一些。时间一天天的过去，3天之后，秦晨所在的洞窟之外，那些花草树木有时候突然被一股力量给压趴在地上，有时候突然又仿佛要从地上飞起。5天之后，黑羽林的高空上，一些原本悬浮的陨石突然开始晃动起来，并且一次比一次剧烈。救命！救命！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个呼救声。秦晨神色一动，笑了笑，声音正是董博传来的，对方的演技不错，声音听起来非常的焦急。随后他的精神力瞬间释放出去，丛林中董博在疯狂的逃跑，速度非常快，显然是用了一些非常不错的速度类武学，而且他的逃跑看似混乱，没有任何的方向，但是整体看下来就是朝着他这里来的。而他的身后正有2人，一个是龙族人，另一个是地火族，是一个和龙族联盟的种族。这2人的实力比董博要强，但他们的速度始终和董博差一些。董博也很聪明，时不时就装一下，让后面的2人觉得自己能够追上。
就在几人距离洞窟越来越近时，秦晨的重力元素猛地冲天起，刹那间就将2颗陨石给拉得颤抖。紧接着，他猛然加大重力的拉扯之力，那2颗陨石直接被拉动，然后朝着下方落来。随后，他的拉扯之力越来越大，而陨石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片刻之后，陨石出现了火焰，带着可怕的破空声而来。同时，他的精神力一直关注着追击董博的2人，然后用重力调整着陨石落下的位置。哼，喊吧，你喊破喉咙，也无人会来救你。董博后方，那龙族人带着得意的神色说道。轰隆隆！就在这时，可怕的破空声在众人耳中炸响。3人不约而同的抬头，当看到2个带着火焰的陨石向着这个方向砸来，他们全部露出了惊恐之色。怎么会有陨石落下来？那龙族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旁的地火族人都快吓傻了。那陨石一路落下，将周围的那些黑雨完全蒸发。陨石带着长长的火焰和雾气，破开一切，那强大的压迫感差点让他窒息。最关键是，他发现这陨石的速度并不是像正常落下的速度，比正常速度快了无数倍。正在逃跑的董博也吓傻了，他脸色苍白无比。随着那陨石的落下，他感觉到自己的腿都开始软了。亲兄弟，救命啊！有陨石，特么的有陨石啊！董博顿时哇哇大叫，快逃！正在追击董博的龙族人根本不敢再追下去，他发现自己要继续追，在追上之前刚好会被陨石给砸中。而那地火族的人同样反应了过来，身体一个转向，直接朝着旁边跑去。可是下一秒，2人都露出了惊骇之色。不可能，怎么会跟着我跑？龙族人彻底慌了。2颗陨石，其中有1颗竟然是跟着他在上空移动的。无论他朝着哪个方向，陨石始终在他的头顶。而另一边逃跑的地火族同样发现了这种情况，他的眼中满是惊恐。有人暗中在。轰！他的话还没有喊完，陨石直接砸了下来，整个地面被震得一阵晃动，无数的火花爆开，强大的冲击力让周围的树丛瞬间被抹平。不，你是……龙族的人也大叫，他双手向上推出，想要将云给托起。然而以他的实力根本不够看，砰的一声，和那地火族一样，没有任何悬念的被砸下去，引起了周围强烈的震荡。当一切恢复平静后，远处的董博看着2个方向的2个巨坑，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我的运气这么好，他都懵了。2颗陨石刚好砸中追自己的2个人，这精准度让他头皮发麻。如果是砸向他，他也根本躲不开的。不对，黑雨林怎么可能突然天降陨石，而且像是被人控制一样的精准？他突然看向了前方的洞窟，很快他就看到秦晨从洞窟中缓缓走了出来。紧接着他看到秦晨手一挥，那2个坑中的陨石竟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轰的一声就飞了起来，然后越飞越高，最终消失在云层中。我日，重力元素！董博此时吞了吞口水，反应了过来，只是这攻击力实在太可怕了，让他现在还心有余悸。可以想象，秦晨要是杀他，死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谁杀的。董兄，继续！秦晨笑了笑，然后转身走进了洞窟中。刚刚击杀那2人，他获得了2团天地元素，可以继续去消化了。董博看着秦晨的背影，摇了摇头，将自己的震惊甩了出去，然后转身继续去寻找猎杀的对象。洞窟中，秦晨发现那2团天地元气一起冲向了重力元素形成的星辰，开始推动着他的重力系境界提升。而当2团天地元气完全消耗后，他的重力系境界也成功的提升到了超凡2级。接下来会越来越慢，就看能不能引来神榜上的人了。秦晨耐心的等待着，同时继续熟悉自己的武学。接下来的时间，每隔几天，董博就会引来异族人，有时候1个，有时候2个，最多的一次引来了5个。不得不说，此人的逃跑本领真的是一绝。龙太极还没有引来过人，看来现在强者确实很少出来了。他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董博引来的人并不是很强，获得的天道奖励很是一般。而龙太极一直没有引来人，也证明对方还没有遇到打不过的强者。一晃就是10个多月，这10个多月时间，秦晨的3门不朽巅峰武学总算完全的掌握。当然，这10个多月他并不是完全在领悟武学，他还通过董博给他引来人，击杀了数十人。虽然这些人的修为比不上一开始他击杀的雪峰，但是也让他获得了不少的奖励，尤其是天地元气。此时他正在吞噬体内最后2团天地元气。丁，你的重力系第4条星纹达到圆满。丁，你的火系第8条星纹达到圆满。当系统提示声响起之后，他露出了笑容。这一刻，他的重力系境界达到了4级超凡，而他的火系更是一举突破到了8级超凡。当即他就看向了系统数据，姓名秦晨，火系境界8级超凡，第9条星纹进度0，风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73%， 冰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50%， 土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48%， 木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76%， 金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68%， 雷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星纹进度 57%， 重力系境界4级超凡，第5条星纹进度0，战力70万星。星辰细胞看着数据，秦晨非常的满意。看似只有火系和重力系突破，但是其他6系也提升了不少，都向7级超凡
迈出了很大一步。而这一切仅仅不到1年而已。要知道，1年时间对于别人来说，哪怕杀的人获得的天道奖励和他一样多，也不可能提升的这么快。这就是他吞噬天赋技能的好处。而他现在的战力达到了70万星，他不知道神榜上排名最前的那几位到底什么实力，但是即便面对了，他也绝对不虚对方。还有1个月左右，法则秘境应该就会开启了，也该准备回去了。秦晨想了想，决定再杀最后一次后就准备回联盟。与此同时，黑羽林、董博面对几个异族根本不是对手，转身就跑。你们一群垃圾，有本事就来追我！你董大爷，我根本不怕你们！董博一边跑一边进行嘴炮攻击。然而那几个异族根本没有追他，任由他怎么说。马德，想要引人越来越难了。董博有些无奈。而此时那几个异族同样一脸铁青，这个狡猾的人族又想引我们去送死。哼，现在谁还上当，谁就是沙雕，随便他怎么说，坚决不能追杀他。一个异族冷笑道。这1年来，他们也知道了，这个人族是万万不能追的，因为凡是追他的人，没有一个再回来的，而且再也没有在黑羽林中出现过。1个2个不出现还说得过去，这么多人都消失了，那就证明很可能已经死了。而这个人族就是将人引到一个神秘的地方，不知用什么方法将追他的人给杀了。几个异族看着董博逃跑，干脆换了一个方向走。轰！不久后，一个打斗声响起，让他们脸色一变。很快，他们就看到又是一个人族正在逃跑，而一个龙族的强者正在追击，是金子轩。当他们看清楚追击人族的那个身影后，纷纷一惊。他不是在联盟区域内修行吗？怎么这个时候出来了？几人都是龙族联盟的人，对金子轩还是很了解的。这可是神榜上的人物，排名第99。虽然在神榜的末尾，可是能上神榜的人没有弱者。他们记得对方前段时间还在联盟中修炼，为法则秘境做准备的，应该是修炼的差不多了，然后出来猎杀人，争取再获得一些天道奖励。一人猜测着说道。那个逃跑的人族我见过，此人的实力不错。几人又看向了正在逃跑的龙太极。哼，再不错还不是被金子轩给追着杀。一人笑着道。然而其中一人眉头一皱，不对，那人族逃跑的方向和之前那人逃的方向一样的。之前董博逃走的方向就是现在龙太极逃的方向，这让他不得不怀疑。你想多了，此人之前没有听说他引过什么人去杀，而且金子轩可不会怕别人有什么阴谋。走，我们跟着去看看。有人的好奇心瞬间爆棚。金子轩出手可不是轻易能够看到的，他们也想要看一看这个人族到底能不能逃脱。于是几人很快就跟了过去。而此时正在逃跑的龙太极一脸苍白。龙族金子轩，我怎么会遇到他了？龙太极内心无比的郁闷。这差不多1年时间，他就没有遇到过比自己还要强的人。也许是因为强者都在准备法则秘境的原因，总之一直都是他在猎杀别人，这也导致了这段时间他自信爆棚，不再像一开始那么小心。结果就突然遇到了金子轩，要不是他反应快，就死在对方手中了。而现在他拼着受伤，对方的速度也比他要快上一些。金子轩，你追我，你会死的，我有一个强者同伙，只要我到了他那里，你就会被反杀。龙太极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喊道。后面神色冷漠的金子轩突然一个冷笑，强者同伙，我喜欢，也许这次他可以让我突破修为。这次他之所以在法则秘境快要开启时出来，就是因为还差一点就突破了，所以想要来碰碰运气，看能否猎杀一个强者，获得足够的天地元气。龙太极自然无法满足他，听到有同伙还是强者，反而让他更加的兴奋。见金子轩没有任何的停下，龙太极内心有些担忧。按照这个速度，我可以到秦晨那里，就看秦晨能不能杀他了。秦晨给他的感觉很强，但是排在神榜上的金子轩同样很强，他无法确定秦晨能否应付。不过现在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不多时，龙太极就看到了前方的洞窟。洞窟中，秦晨正准备给龙太极和董博发信息，让他们结束这次的猎杀，回人族联盟。突然他神色一动，紧接着精神力就发现龙太极朝着这边跑来。而龙太极的后方，一个龙族的强者追击而来，速度非常快，片刻后就会追上龙太极。气息不错，神榜上的人。感受到金子轩身上散发的气息，秦晨眼睛一眯，紧接着天空中云层之上有5颗陨石突然被一股强大的重力拉扯，猛地向大地冲来。轰轰！5颗陨石在秦晨强大的重力拉扯下进入大气层，整个云层被震荡。陨石通过大气层后开始燃烧起来，带着可怕的速度，肉眼可见的音爆云一圈又一圈。这一刻，巨大的声音也引起了黑羽林无数人注意，人们纷纷抬头，眼中露出了惊恐之色。天灾！天灾！快逃！有人大吼道。饶是这些人都是天才，在超凡也有不俗的实力，见到如此恐怖的场景，也彻底慌了。而此时正在追击龙太极的金子轩猛然抬头望去，看到那陨石落下的可怕威势，瞳孔猛缩。是谁在出手？他自然不会认为是什么天灾，没有这妖巧的事情。再联想到龙太极刚刚说过有强大的同伙，他便知道这是对方的那个神秘同伙在暗中出手。这一刻，他的精神力瞬间就释放了出去。当到达洞窟时，他脸色一变，不好！他内心狂跳，一个强大的精神力冲击瞬间让他脸色苍白下去。紧接着，头顶上那恐怖的陨石已经到来。
不管你是你谁，今日遇到我，你休想走出黑羽林！轰！他脚下一踏，一步跨入了空中，手中一把长剑出现，长剑金元力附着，瞬间变得无比的锋利。破！金子轩大喝一声，长剑对着虚空斩下，一道长长的金光划破天际，破开陨石周身的火焰，没入陨石之中。下一秒，巨大的陨石被切豆腐一般，一分为二，分别飞向了两边，没有任何的停止。他再次快速斩出3剑，另外3颗陨石也被他没有任何压力的轻松破开。在他即将斩出第4剑，准备斩破最后一颗陨石时，突然脸色一变，该死！他的身体突然一阵晃动，一股强大的重力将他的身体给疯狂的往下压。重力元素，你是裘英？金子轩脸色大变。人族裘英神榜排名第7，以恐怖的重力元素出名，让万族无比的忌惮。这一刻，他内心有些恐惧，如果真的是裘英，今日他恐怕要被留在这里。轰！最后一颗陨石速度再次加快，强大的压迫力让金子轩脸色骇然。他疯狂的想要攻击那陨石，可是自己的身体犹如被一座大山压顶，让他根本无法拿出自己的全力。砰！陨石最后还是砸在了他的身上，让他的身体快速的下坠，最终砸在了地面上，一个大坑顿时出现。龙太极吞了吞口水，他看向那个大坑，脸色不停的变化。就这样死了吗？他有些无法相信，神榜上的强者就这样死了，那死的也太不值得了，出手的人都没有见到。而此时跟在后面来看热闹的那几个龙族联盟之人，远远的看着，眼中的恐惧越来越深。之前那些追杀另一个人族的人都是死在这里的。其中一人心惊胆战的说道，此地有不少的巨坑，很明显这些巨坑都是陨石造成的。那些之前消失的人就很好解释了，都是被人引到这里，然后暗中有人出手给击杀了。金子轩死了吗？有人更关心金子轩的问题，这可是龙族联盟中的强者，要是死了，对于龙族联盟那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轰！就在这时，巨坑中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里面的那颗陨石瞬间爆开，无数的碎石冲天而起。很快，坑中一个身影缓缓地走出，他衣衫破烂，看起来浑身都是伤，但是他的神色却是无比的坚毅，仿佛这些伤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而最让众人诧异的是，随着他的走出，他的身上的伤势肉眼可见的恢复，刚一走出坑便已经完全恢复过来。木系，龙太极瞳孔一缩，但是很快他就暗自摇头，即便是木系也不可能恢复得如此快。此时的金子轩目光直接投向了前方的洞窟，出来！他低喝一声，一个火焰拳印猛地打了出去。轰！拳印冲进洞窟之中，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整个洞窟瞬间开始坍塌。一个人影缓缓地从洞窟中走出，不错，能恢复得这么快，你的天赋技能很特别。秦晨盯着金子轩平静道，他也是拥有木系的人，即便是自己受了那么重的伤，也不可能眨眼睛就彻底恢复，唯一的可能就是此人的天赋技能带来的效果。原来是天赋技能。听到秦晨的话，龙太极瞬间反应过来，同时内心惊讶，这是一种起死回生类的天赋技能，相当的罕见。你是谁？金子轩看到秦晨瞬间一愣，整个主战场能够威胁到他的，他可以说都认识，然而这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刚刚要不是他用出天赋技能，自己恐怕已经重伤垂死，现在也可能已经被杀。他的天赋技能就叫起死回生，是一种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瞬间恢复的逆天天赋技能。但是这个技能并不是随便使用的，用一次后需要隔不少时间才能再次使用，相当于有一个长时间的冷却。所以他现在面色凝重，想要知道秦晨到底是谁。你能上神榜，你们龙族的高层应该给你们提过我的名字。秦晨仔细地看着金子轩，语气平静。金子轩龙族天才，不过和敖元比还差了一些，差的不是实力，而是潜力。敖元是6系，而金子轩是5系，只是对方已经是3系7级，另外2系，一个4级，一个5级。你是秦晨？金子轩瞬间就反应过来，龙族高层给他们提过的人，只有在差不多1年前，人族的秦晨击杀了敖元，成为了9榜第1的天才。可是他的内心却在狂震。龙族的那些神榜上的人，在得到高层的指示之后，一直没有太过在意，准备法则秘境之后再对付秦晨。然而秦晨的强大却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根据高层前段时间给的信息，此子只有20多岁，却拥有如此实力，杀了他，天道奖励肯定无比丰厚，并且高层那边将会给予无法想要的好处。这一刻，金子轩的大脑飞速旋转。秦晨的实力强，连他都有些忌惮，但是想到击杀后的好处，这种诱惑让他不愿意就这样放弃。这是他一飞冲天的机会，也许可以一举成为龙族第1天才。拼了！很快，金子轩便下了决定。秦晨虽然强，但是他觉得刚刚只是对方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已，真正的厮杀起来，自己不见得就要输。如果错过了这次，他将再无机会。并且他想到了之前龙族高层给他们的话，秦晨杀了敖元，但同时也对秦晨的实力有一个大致的评估。看来你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秦晨看着金子轩笑了笑，果然越是天才野心越大，更愿意去赌。以前在分战场，一般人看到他只要觉得不是对手，都是毫不犹豫的逃跑，而这金子轩对自己很是自信，心里还是觉得自己可以赢。其实秦晨也理解，那些能够成长为强者的天才都是有一颗大心脏，
在成长的过程中做出过很多改变命运的决定，错了，生死道消，对了，那就一飞冲天。而现在金子轩也面临这个选择，对方很显然会错。杀！金子轩没有再有任何的犹豫，手中的金色长剑空中一挥，无数的元素之力朝着秦晨切割而来，同时他的身影不停地逼近秦晨，速度快到了极致。一旁的龙太极感受到金子轩那强大的攻击，身体在不停地退。而远处那几个龙族联盟的人也是露出了惊骇之色。之前他们见金子轩没有死就大吃一惊，而现在金子轩像是重生过来，那实力简直是强大到让他们心颤。值了，这一趟值了。金子轩不愧是神榜上的人，刚刚他也只是被那突如其来的陨石给砸中，而现在才是他反击的时刻。几人紧张地盯着金子轩的攻击，先是可怕的金元力铺天盖地地切向秦晨，然后身形跟在金元力之后，准备给秦晨最后的致命一击。只要秦晨来不及躲，这一连的攻击简直就是无解。此时的秦晨看着那密密麻麻飞来的金元力，却非常的平静。速度慢点了，他的身形一动，顿时化成了一道人形闪电，就这样瞬间冲进了无数的金元力之中。看到秦晨竟然自己进入金元力中，金子轩冷笑，然而下一秒他脸色一僵，攻击力弱点了。秦晨的声音再次响起，仿佛在对金子轩的攻击做出点评。金子轩脸色一变，就看到秦晨双手一撑，砰！无数的金元力在这一刻瞬间炸裂，在空中四处飞散之后缓缓的消失。金子轩脸色露出了骇然，他突然意识到秦晨的实力恐怕根本不是他能够抗衡的，甚至他的最强攻击都无法伤到秦晨分毫。一切都是他刚刚太过自信，低估了秦晨，高估了自己。当他明悟了这一点，他的身体瞬间停了下来。然而已经晚了，死吧！一个淡淡的声音响起，却犹如来自地狱的冰冷。秦晨的身形已经来到了金子轩的身前，他的手臂瞬间变得粗壮起来。看着对方眼中的恐惧，他没有任何的停顿。咚！一声巨响，紧接着他的拳头一道火焰如炮弹一样打出，瞬间轰击在金子轩的胸口上。这一年来，秦晨已经将3门不朽巅峰武学完全的掌握，可以说这一击几乎是秦晨的全力。金子轩身体哪里扛得住，顿时就被彻底的洞穿。不！他惊恐的大叫出声，眼中露出了恐惧以及浓郁的后悔之色。他赌错了，自己不仅仅没有击杀秦晨，反而被直接碾压秒杀。怎么可能？龙族高层给出的评估，他绝对没有这么强，差太远了，差太远。同时他的内心在嘶吼，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龙族高层当初通知他们，让他们想办法击杀秦晨时，就给出过对秦晨实力的评估。这个评估不会太准确，他之前也没有完全相信，所以出手前犹豫过。但是最终他决定出手，因为即便在评估的基础上再高估秦晨一些，他也有机会。然而根本不是他想的那种，秦晨的实力已经超出了龙族高层评估的结果太多。我恨啊！金子轩感受到自己的元素之力在被天道给抽取，内心愤怒无比。他恨秦晨杀了他，更恨龙族高层给出的评估完全错误，这也是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要知道，对一个人的实力情报出现如此错误，就是绝对致命的。然而一切无法改变，当他的元素之力被抽取之后，身体也缓缓地开始消失，虚拟战场之行以降修为的方式彻底结束。龙族疆域某个星球上的阵法中，金子轩脸色铁青，感受到自己的修为瞬间倒退3级，他内心无比的愤怒。我败了，那些强者给的情报完全错了，哼，我死，你们也别好过。他并没有将秦晨的实力上报上去，这次他的损失太大了，瞬间和在虚拟战场中神榜上的那些龙族天才拉开了一大段距离，甚至现在他不如一些没有上神榜的天才，所以他希望秦晨可以击杀那些人，只要不是自己一个人掉修为，他就还是顶级天才。原始大陆，原始城中，之前第9城主开完会后，3大势力的人，天网的那名男子已经回去了，而星际航行公司的那名女子和星空联盟的那名大胡子男人却留在了下来。他们通过第9城主用大神通，正关注着主战场中的画面。当他们看到秦晨击杀了金子轩后，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这秦晨还真是一次比一次让人意外。那名女子忍不住开口，他们之前认为秦晨是7系天才，可是看到秦晨竟然8系，让他们震惊了好长时间。而现在秦晨又直接杀了神榜的金子轩，更是让他们诧异不已。此子很会扮猪吃老虎，实力一直是个谜，刚刚这一击都不一定是他全部实力。大胡子男人摇了摇头，笑着道，这一年秦晨的出手一次比一次强，总之仿佛没有底一般。确实，此子很谨慎。女子点了点头，带着赞赏，谨慎才好，要是人人都能猜出你的实力，那就离死不远了。不知道雷山知道秦晨在主战场的表现，会不会现在就发出邀请？女子突然笑道，天网集团一般不会改变自己的一贯风格，但是如今的秦晨有神榜的实力，还是8系，这个潜力已经可以评为纪元级的天才了，而且不是几个纪元才出现的天才，即便现在失败退出虚拟战场，以他的年龄也才掉1级修为，仍然还是纪元级天才。死了，金子轩死了！黑雨林中，之前跟着金子轩来看热闹的几个龙族联盟之人内心狂跳，他们把整个过程都看在眼里，
在他们眼中，强大的金子轩被杀了，像是虐菜一样被杀的。快逃！其中一人反应过来，喊了一声，转身就跑。他们之所以来看热闹，是觉得金子轩一定可以杀了人族的那人。可是现在金子轩被杀，他们要是被发现了，同样会被杀的。另外几人也没有任何的犹豫，转身就跑，拿出了自己生平最快的速度。然而几人刚跑出几步，一声声恐怖的音爆声音从头顶上传来，一股强大的压力将他们的身体死死地按在了原地。几人艰难地稳住身影，惊恐地抬头看去，发现几颗陨石正急速而来。不！几人大叫。轰！很快，陨石无视他们的嘶吼，直接将他们完全砸了下去。这一刻，整个战场突然又变得安静下来，只剩下了黑雨落下的滴答之声。除了周围被强大的能量波动给破坏留下的痕迹，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秦兄弟，龙太极走向秦晨，你真是让人害怕啊！他突然鬼使神差的了一句，但是却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之前他还担心将金子轩引来，秦晨可能不是对手，可是现在他知道自己错得多么离谱。如果之前秦晨给他的感觉是深不可测，那么现在秦晨给他的感觉就是一座大山横在他的面前，无法跨越，甚至感觉到渺小。这种感觉很荒谬，因为秦晨毕竟还是超凡，但是却真实的让他感受到了。哈哈，太极，你果然在！就在这时，董伯从远处跑来，我刚刚老远就听到了这边的动静，一猜就是太极你引来了强者。果然如此。他看向了那个新出现的大坑。对了，刚刚击杀的是谁？他无比的好奇，刚刚这个动静比他之前引人的动静大多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好奇，他才迫不及待地跑回来，想要知道这次秦晨击杀的到底是谁。金子轩，龙太极开口道。什么？董伯差点跳起来。神榜上每一位都非常的出名，金子轩他自然也是知道的。随后他看向主战场那神榜石碑，很快他就看到了金子轩的名字缓缓的消失，然后秦晨的名字出现在了那里。秦兄弟，你太牛逼了！他已经找不到形容的语言了。而秦晨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直接出现在了99名。这神榜和天地人3榜似乎不同。秦晨疑惑，天地人3榜杀了榜上的不一定就会上榜。秦兄弟，神榜和分榜确实不同。董伯看秦晨疑惑，解释道，分榜是你杀了人，虚拟天道按照你杀的人的数量和质量来给你安排名次，神榜则是杀了谁你就会取代谁，而且你不用担心奖励会少，杀了谁虚拟天道会根据情况给出相应的奖励。比如你要是直接击杀神榜第一，奖励绝对是比你把第2名到100名所有人杀了加起来的奖励还多。其实之所以这样安排，也是万族的大能为天才考虑，毕竟能上主战场的天才再差也都很优秀，要是还像分战场那样，那死的天才就太多了，对于每一个种族都不是好事。闻言，秦晨点头，再分战场要上榜需要杀的人更多，主战场则是要少些，这样一来确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分战场就相当于残酷的杀戮场，经历了杀戮来到主战场的人也就有资格让万族大能变相保护了。当然这种保护也不是绝对的。秦兄弟，我们继续去引人。董伯兴奋道，秦晨的实力这么强，简直就是无往不利，该会联盟了。秦晨开口。董伯一愣，而龙太极则是道，你是猪吗？法则秘境要开启了，秦晨是要准备进入法则秘境的。董伯反应过来，一拍脑袋，我把这事忘了。以他的实力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进入法则秘境，进去也没有任何用处，根本没法和别人抢夺法则之果，所以他想着趁着这段时间强者都进入法则秘境，自己能够多猎杀一些人。很快3人便出了黑雨林，朝着人族联盟区域方向赶去。与此同时，金子轩的名字在神榜上消失，秦晨上榜也被各大联盟发现。他们这个时候才知道秦晨竟然拥有神榜的实力，同时也对秦晨更加的重视，毕竟他们都得到了高层的命令，需要击杀秦晨。不过他们也并没有马上行动，仍然是以法则秘境为主。相反，人族的那些神榜上人则是很平静，他们之前并没有得到过高层的任何通知，所以秦晨的突然崛起仅仅是引起了一些惊讶而已。但是也有例外，尤其是普通区的人，他们却是内心活跃起来。大哥，这个秦晨到底是谁？不到1年时间就上了神榜。毒蛇看向毒牙，认真的问道。此人刚刚上神榜，应该正在联盟之外猎杀异族天才，不过一定要查到他，这是我们的机会。毒牙无比的严肃。毒蛇笑着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也许我们以后会在主战场无往不利。他们的想法很简单，秦晨刚刚来主战场不到1年时间，还属于新人，这个时候去接近有很大的机会，只要成功接近，以后带着他们去主战场，那样一来他们就不用每次都靠着收保护费来修炼了。这段时间尽量的多收一些保护费，要有足够的诚意才能接近此人。毒牙认真道，他们其实一直想要接近人族豪华区的那些人，可是没有机会，而现在他们有机会接近秦晨，但也需要足够的诚意才行，总不能只靠一张嘴去巴结，这可不是普通社会靠马屁就行的，武者的世界马屁不受用，你得有实质性的东西去孝敬。放心吧大哥，这个我知道。毒蛇点了点头，对了大哥，之前那2个新人已经回来了。毒牙一愣，很快他就想了起来，差不多1年前2个新人来联盟，其
其中一个还将毒蛇给胜了。最后毒蛇来找到他们正准备去找那2个新人，结果正好遇到雪峰前来要人，他们看热闹，耽搁了一些时间。最后当2人去找时，2个新人已经离开了联盟区域。本以为那2个新人已经死在了联盟之外，没想到快1年时间竟然又回来了。大哥，这2个新人肯定是出去修炼了，现在回来估计都没什么东西在身上。毒蛇一脸的愤怒。2个新人当初刚来到主战场，肯定是有不少东西的，但是出去1年，必定是找了隐藏的地方消化那些东西。这个时候回来，身上几乎已经空了，他们就算用强硬的手段也榨不出来油水的。不管有没有，都得去一趟，否则以后人人效仿，我们还有何威望？另外，秦晨能够这么快登上神榜，必定是一个杀伐果断之人，所以我们也不能心慈手软，否则他如何会看上我们，又如何带我们去猎杀别人？毒牙认真开口。毒蛇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想要跟随别人，就要跟随别人的资本。你确定那2个新人已经回来？毒牙突然问道。毒蛇点头，放心吧大哥，我一直让人注意着，刚刚收到消息，2人已经回来，另外还有一个叫董博的也回来了。好，那就去一趟。毒牙想了想，又继续道，另外你通知整个3区的人，让他们看一看，想要躲避我们的下场，免得以后麻烦。毒蛇邪恶一笑，顿时叫人来通知下去。房间中，这次击杀金子轩获得的奖励倒是不错。秦晨一笑，最后一次他击杀了好几个人，只是另外几人只获得了几团天地元气，而且很是一般。在回来的路上，他就将其完全的消化。而击杀金子轩的奖励就非常不错，其中有4枚能金、2枚风系、2枚木系，都是6级。另外还有一门武学，生命之绕。武学介绍：不朽巅峰武学，仅限木元素掌握者使用。介绍依然简单，但是秦晨在彻底了解后，却对这门武学非常的满意。这门木系武学不仅仅可以恢复自身，而且还是一门罕见的带着攻击性的木系武学。使用之后，可以对敌人出现木系缠绕，并且拥有吸食别人生命力的效果。而这些吸食的生命力会转移到自己身体，来恢复自身的消耗或者伤势。这种霸道式的恢复方式，可以说更加的快。很快，他就将4枚能金给吞噬下去。4枚能金对他来说，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不到半天时间，所有能量被他完全吸收。丁，你的风系第7条新闻达到圆满。丁，你的木系第7条新闻达到圆满。听着系统的提示声，秦晨露出了笑意，连续2个系接连突破，实力在进入法则秘境前又是一个大提升。这样一来，他将毫无畏惧。姓名：秦晨，火系境界8级超凡，第9条新闻进度0；风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0；冰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50%；土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48%；木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0；金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68%；雷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57%；重力系境界4级超凡，第5条新闻进度70%。战力100万星，星辰细胞100万的战力，即便是武系天才，全系7级超凡也不会这么强。秦晨摇了摇头，武系在宇宙中算是很强的天才了，武系都是7级，在50岁以下，整个宇宙也是极少。然而现在在他面前都完全不够看。没办法，别看他现在只有2系7级，1系8级，其他系还没有到7级，可是他是8系，8系对战力的加成不少。另外，星辰细胞更是让他战力飙升，别说武系全7级天才，哪怕6系全7级也很难是他对手。不知神榜靠前的那几人如何？这次法则秘境中，能否让我的无敌之道受到一点阻碍呢？他突然有些好奇。董博。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大吼声从远处传来。正在房间中的董博一惊，毒蛇，这么久了，你还来？董博走出房间，看到毒蛇朝着这边走来，同时第3区的人也像是提前得到了消息，纷纷朝着这边看来。董博一瞬间就明白过来，毒蛇这是准备杀鸡儆猴，故意通知第3区的人们。你认识的那2个新人呢？毒蛇盯着董博。毒蛇，我劝你还是离开，那2人现在也不在新人，揪着不放，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董博提醒道。他倒不是同情对方，而且秦晨这样的强者，他觉得对付毒蛇他们简直就是掉价，所以他将自己放在秦晨的位置上想，根本就不屑去理会这2个垃圾。现在让他们离开，也免得麻烦秦晨。然而毒蛇闻言却感觉自己被威胁了，他正准备对董博动手。毒蛇！就在这时，龙太极走出房间，看着毒蛇轻蔑道：就你一个人来？毒蛇看到龙太极，先是脸色一变，随后冷漠起来。1年时间，我要看看是你的进步大，还是我的进步大。轰！话落，他的身形带着破空声，瞬间逼近龙太极。而龙太极神色没有任何的波动，在对方逼近的同时，他猛地踏出一步，以不可思议的幅度避开了对方的攻击，然后一拳轰击在其肩上。砰！毒蛇的身体倒飞出去，稳住身形之后，他无比惊讶地看向龙太极，自己一招败北，对方的进步比他大。要知道，1年前他和龙太极战斗已经是渐渐落入下风的，而不是败得这么快。果然，他果然把在分战场带来的好东西都给消化了。该死！
想到这里，他脸色铁青，还不滚！龙太极瞪着毒蛇，啪啪啪！突然，一个巴掌声从远处传来，很快，一个身影缓缓地踏空而来。进入主战场1年，能有这个实力，很厉害。身影看着龙太极，笑着说道：“你就是毒牙？”龙太极平静道：“对，我就是这3区的化石人，毒牙。”毒牙盯着龙太极，还有一个新人呢，一起出来吧。还有一个新人呢，一起出来吧。毒牙的神色平静，语气十分严肃，仿佛就是在下一道命令，让另外一人一起出来。董博和龙太极一愣，毒牙，你真要继续下去？董博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毒蛇和毒牙2人。这2人找新人要保护费也就算了，都1年了，还不忘来找他们。最关键的是找到了秦晨头上，这只能说明明有机会逃过一劫，却非要往枪口上撞。我既然来了，又这么多人看着，今天自然要把之前的账给算了。毒牙声音平淡，周围的人听到这话，神色古怪而无奈。明明是毒牙仗着自己实力强来欺压别人，而现在却说的好像来报仇一样，还算账。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毒蛇和毒牙向来的霸道。在联盟中，像这种事情其实经常都会发生，而新人除非那种一来就极其强大的，否则都逃不过去。这次毒牙也是要做给我们看，否则都1年了，还惦记着这几人，也太不可思议了。另外，我听说毒蛇正在四处打听秦晨，应该是想要找机会接近秦晨，所以他们也是在展示自己的狠辣，好让秦晨对他们有兴趣。正常，现在好些人都在寻找秦晨，准备跟随他。毒牙一直想要跟随一个神榜上的人，以前没有机会，现在秦晨就是一个机会。周围的人都在议论纷纷，也在为龙太极几人感到惋惜。这次毒牙来，恐怕不仅仅是要收保护费那么简单，而是要给他们一个极大的教训，也许会直接废了。怎么，还有一人不敢出来？毒牙冷声道：“出不出来，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不会因为不出来，他就会没有办法。不敢出来。”董博一声冷笑。而就在这时，秦晨所在的房间突然打开，毒牙的目光投去，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秦晨。可是，在他见到的第一时间，他的内心就莫名的一跳。他眉头一皱，自己分明就是第一次见到秦晨。你要找我？秦晨平静地问道。大哥，另一人就是他。毒蛇在一旁连忙道。当初他第一次来和龙太极战斗，直到他最后退走，此人都没有出手，所以他一直觉得秦晨的实力并不强，至少绝对不如龙太极。你叫什么名字？毒牙问了一句。这一问让一旁的毒蛇一愣，就连那些看热闹的人也是露出了诧异之色，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毒牙欺负人从不过问对方的名字，而现在却主动问起，一反常态。毒牙自己却并没有觉得什么，此时秦晨给他的那种心惊的感觉仍然存在，只要他盯着秦晨的眼睛，自己就要心惊一次，越久这种感觉越强烈。问对方的名字就好像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一般。秦晨。秦晨平静的开口。什么？一旁的毒蛇瞬间脸色大变，而毒牙也是瞳孔猛缩，他下意识的身体在后退。他一直想要接近的秦晨，竟然就是他现在要来对付的人。这一刻，他突然觉得上天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周围听到秦晨的声音，更是纷纷色变。秦晨，他是秦晨！有人忍不住惊呼了出来。是了，当初雪峰来要人的时候，他们就刚刚来到联盟没2天，时间完全对得上。有人想起了当初董博带着2人来到联盟的场景，并且很多细节也被想了起来，比如当初龙太极和毒蛇战斗的时候，秦晨自始至终无比的淡定，他没有动手，也许根本就不屑于动手，而不是怕动手。听说后来雪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好像是被某个神秘人给杀了。难道就是秦晨？有人突然小声道。当初雪峰气势汹汹的来要人，后来离开，1年时间没人再见过雪峰。要知道，雪峰此人并没有一直闭关修炼的，对方很喜欢到处猎杀天才，而且很多时候若他很多的也要动手追而不杀，是对方的一个癖好。这样一个人，1年时间没人见过，本身就有问题。一定是他。当初雪峰来时，我记得他们刚刚联盟，也肯定知道雪峰的到来。在雪峰离开后，秦晨就杀了对方。人们不回想还好，一回想，一连串的细节就被想了起来，然后推理下去，一切都非常合理。而此时的毒蛇和毒牙内心已经出现了惧，他们想过只是重名，只是巧合，然而内心深处却知道这是自欺欺人而已。毒牙要开口，然而下一秒，秦晨化成一道闪电，瞬间就来到了他的身前。毒牙脸色大变，本能的想要躲避，可是他的速度哪里快得过秦晨？只见秦晨伸手抓去，任由毒牙如何躲避，都始终躲不开。啪的一声，秦晨直接将毒牙给提了起来，仿佛就是拧一只弱鸡一般。毒牙面露惊恐，想要开口，可是就在这时，一旁的毒蛇却抢先一步。秦晨，你不能杀我大哥，联盟内禁止杀人。联盟中没有禁止有人欺负弱者，但是却是不能杀人，毕竟杀人和收保护费是2个概念。可是他的话一出，毒牙瞬间大惊失色，而秦晨也是一笑，禁止杀人，那我就杀一杀，看看到底谁要来对我出手。不！毒牙惊恐的大吼，他就知道毒蛇这话说出来，秦晨更会杀他。联盟确实是禁止杀人，但也不是绝对的，神榜上的人要杀人，自然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要知道，
整个联盟都是这些人来维持安全的，没有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联盟，制定者自然不会被自己制定的规则限制。这里又不是现实中世界，只是一个虚拟的临时联盟，怎么可能做到像外界法律那样森严？而现在，秦晨已经是神榜上的人了，杀了他，也不会有人为了他而去找秦晨的麻烦。咔嚓，秦晨手一扭，直接将毒牙的脖子给扭断。他平静道：“规矩是联盟中不能杀人，但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来挑衅神榜之人的？”毒蛇吓得脸色苍白。秦晨没有理会他，而是看向龙太极：“他还是你来。”说要他便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杀了毒牙，他也才获得一团非常一般的天地元气，所以对毒蛇他都提不起丝毫兴趣。众人看着秦晨的背影，神色全部变得敬畏起来。一直霸道习惯的毒牙就那样轻松的被杀了，和击杀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他们敬畏的是秦晨强大的实力，同样敬畏的还有秦晨杀了毒牙给他们带来的那一丝快感。毒牙和毒蛇没了，他们这些以前被收过保护费的当然觉得大快人心。当秦晨走入房间后，外面龙太极和毒蛇打斗的声音响起，不过很快又结束。很明显，毒蛇已经被龙太极击杀。第三区的人一个个都去感谢龙太极，他们想要感谢秦晨，但是却知道自己没有那个资格去当面感谢。龙太极并没有和这些人多说什么，让他们各自回去，以后第三区也不会再有人收什么保护费之类的。接下来的时间，秦晨击杀毒蛇和毒牙的事也在联盟内慢慢的传开。一开始精英区还有人想要管事，结果知道是秦晨杀的，瞬间就安静下来。哪怕是豪华区也没有任何动静，仿佛杀人这件事情根本没人在意。然而所有人心里都明白，杀人并不是没有人管，而是你得有那个让别人不想管的实力。秦晨回到房间，将天地元气消耗之后，重力元素第5条新闻提升到了 75%。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没有再出去，而是一直在自行修炼。时间悄然过去1个月，距离法则秘境开启只剩下几天。而就在这一天，人族联盟豪华区居住的人终于有了动静，他们一个个结束了修炼，随后朝着主战场其中一个方向飞去。不仅仅是人族联盟，魔族、神族、妖族、龙族、虫族的联盟中都有人纷纷前去。一时间，主战场终于变得热闹起来。秦晨，龙太极一早就来找到了秦晨。你要进去？秦晨看向龙太极。其实每次法则秘境的开启，除了神榜上的人，其他人一般选择不进去，而是趁着这段时间神榜上的人不在，在外面更容易猎杀天才，进去反而很可能无功而返。龙太极摇了摇头，我不进，不过我准备去秘境所在的地方看一看。这次神榜上几乎所有人会汇聚在一起，值得一睹这些人的风采。这次神榜上的人几乎都会前去。这1个月我仔细的看过神榜，也分析过他们，我等会给你讲一讲。龙太极又主动道。秦晨点了点头，龙太极是个合格的跟随者，这1个月估计都在做准备功夫，为的就是给他讲一讲这些人。两人也朝着法则秘境所在的位置飞去。神榜上总共100人，不过每一个联盟都有1-2个非常强的人，以你的实力就是需要注意这些人就行了。龙太极开口道。龙太极虽然觉得秦晨的实力深不可测，但还是有过大致的判断。他觉得神榜100人估计也就只有前面10人对其有威胁，其中每一个联盟领头的威胁最大。接下来龙太极开始一一介绍一些具有特点的人物，直到最后开始介绍每一个联盟中最强的人时，他神色变得郑重起来。神榜第5，黄金圣，此人是妖族中黄金狮子族中的天才，上榜已有5年时间。据说此人有木系，号称打不死的小强，生命力旺盛不说，其精细地攻伐之力也相当强悍。神榜第4，虫族和龙族共同联盟那边的公认第1，罗伯森，此人是虫族的人，2年前成为的神榜第4，之后便没有人将他拉下来，擅长火系，攻击力极其强大，曾经在战场上同时击杀过2名强者，而这2名强者都是神榜上排在前30的存在。神榜第3，项无双，人族，此人你应该听说过一些，他已经被人族的高层看上，据说大势力已经对他发出了邀请邮件，就等出去加入大势力了。他以前并不叫此名，是在3年前一次战斗中击杀了神榜第3，取而代之，而被击杀的那个神榜第3据说拥有神榜第1的实力，结果那一战他赢了，出乎所有人预料，于是人们便叫其无双。说到这里，龙太极眼中也露出了钦佩，能让人称其无双，可见其真的有实力，不然也不会通过一战就征服了人族这边的天才。神榜第2，魔族玉清，此人要说真正的战斗力不一定比项无双强，但是他的防御力堪称一绝。据说当初他和神榜第1的战斗过，虽然被压着打，但是最终并不算败，因为哪怕第1也没有完全破了他的防。龙太极笑了笑，此人又号称乌龟王八，神榜排名第1，神族叶子梅，此人占领神榜第1已经有10年之久，无人能够撼动。这次法则秘境之后估计也要出去了，他的最强系为冰系，又被称为最冷的女人。说到这里，龙太极叹了口气，一个女人霸占神榜10年之久，不得不说男同胞需要努力啊。他倒不是性别歧视，主要是男人的体质本身天生就要强上一些，而且天生对修炼更有优势一些，虽然优势不大，但是越到后面就越能体现。就说现在宇宙中的那些大能都是男性居多，并且神榜上的男女比例，男性本来就占多数，在以往神榜第1基本也都是男性，而这一次却是女性，他也是忍不住感慨一下。秦晨只是笑了笑，女性还是男性的问题，其实都一样，最重要的是对方是神族，不管男女都是敌人。
对了，此人据说是七系，以雷系出名，一手雷霆，让无数天才色变。龙太极重点提醒了一下，秦晨之前在分战场展现过七系，而前段时间又来了一个重力系，那就是八系，这一点秦晨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叶子梅终究还是在年龄上占了优势，所以实力上秦晨恐怕不如，尤其对方还是掌握有攻击力强大的雷系，这一点又不输秦晨。说话间，一个巨大的入口出现在了两人前方，这个入口如今还是关闭状态，并没有开启。在入口附近已经有不少人在那里等着，他们全是5大联盟的天才强者。秦晨的到来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只是没人和他打招呼，就连人族联盟那边似乎都没有人准备邀他加入其中。这一幕让龙太极眉头一皱，仿佛秦晨来就是第6方联盟一般，而且只是一个2人联盟，显得格格不入。他们在排斥你。龙太极在秦晨身边小声道，这是他来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异族排斥秦晨很正常，毕竟大家本就是敌人，没有丝毫合作的可能，因为没有信任的基础。而人族那边也排斥秦晨，就让龙太极有些不爽。大家都是人族，本应该就是联盟，却自己人排斥自己人。秦晨一笑，很正常，人族即便少了我，也不弱于另外几个联盟。龙太极一愣，旋即便明白过来，进入秘境之后，几大联盟之间肯定是要相互竞争的。人族这边少一个秦晨也不输别的联盟，多一个作用也有限，如此一来还不如将其排斥在外，至少内部竞争的时候要少一个呀。万一人族这边到时候获得几枚法则之果，需要分配的时候，秦晨在和秦晨不在是2个概念。这群人算盘打得可真是精啊。龙太极有些无语的道。当2人靠近秘境入口时，龙族联盟那边突然一人走了出来，看来人族并不团结。他先是看了一眼秦晨，然后又看向人族联盟那边。此子杀了我龙族的金子轩，雪峰好像也是他杀的，我现在要是杀了他，你们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他的语气带着调侃，但是任谁都听得出来，只要人族联盟那边不管，他会真的出手。此人是龙族的易阳天，神榜排在72，据说他平时很爱出风头，现在明显是要在你这里让自己出一次风头。龙太极在秦晨耳边小声道，至于说为金子轩和雪峰报仇之类的，那都是扯淡，这里的人可没有那么好心。人族联盟那边好像真的不准备插手。龙太极又看向人族联盟那边，那边以一身白衣的项无双为首，另外还有一名红衣女子，神榜第7的裘英，他们都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对于易阳天的话没有任何的反应。而其他人有人脸色出现异样，似乎想要出声，可就是没人第一个站出来。秦晨当然也不指望别人能够站出来，他看向易阳天，火眼金睛一开，顿时发现了其修为：5系、1系8级、2系7级、2系6系，神榜72的修为就这些。秦晨摇了摇头，他这一摇头让易阳天脸色一变，在他眼里这很明显，秦晨是有些瞧不起他的意思。哼，法则秘境不是谁都有资格进入的，我5大联盟之人也只是带一部分人进入，既然你不是5大联盟，那么要进入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了。易阳天这个时候突然大喝出声，不再继续耽搁下去，他的身形一闪，瞬间化作了一道风一般，当再次出现时，已然来到了秦晨的身前。在人们的注视下，带着火焰的拳头一拳轰向了秦晨的胸口，啪！然而当他的拳头轰击在秦晨胸口时，一个雷电的声音响起，拳头直接穿过雷电，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他的脸色一变，猛然回头，便看到一道闪电缓缓地化成了秦晨的身影。这一幕让其他人也都是微微一惊，这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可是说哪怕神榜上也很少有这种速度的人，有些意思。易阳天内心同样一惊，秦晨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料。不过就算如此，他也并没有任何的担心，速度快又如何？速度快只能躲避，一旦主动攻击，就会将自己陷入危险之地。唰！他的身体再次化作一道风，快速地逼近秦晨，而秦晨则是再次化作闪电。就这样，2个身影，一个青色的影子，一个人形闪电，在空中不停地闪动。好无聊！人们抬头看着，这2人完全就是一追一逃，根本就没有怎么交手。即便是龙太极也是一脸懵逼，他觉得秦晨完全不用和易阳天这样，想要杀就跟玩一样。此时的秦晨却是神色平静，我要是轻松杀了你，之后怕我的人就多了，我还怎么杀人？他暗自一笑。现在即将要进入法则秘境，进去后绝对会经常遇到战斗，在秘境中杀人同样会获得天道奖励，他当然不希望别人都怕他。砰！突然他像是找到了一个机会，一拳打出，将易阳天给轰飞出去。易阳天眉头一皱，刚刚他只是稍微一分心而已，时机抓得好准。此时正在看热闹的联盟强者纷纷一惊，在他们眼中，秦晨一边逃一边找机会出手，很是被动，但是对方抓的时机却是让他们有种心悸之感。战斗进行了这么久，可以说易阳天也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绽而已，却让对方抓住了，不得不说是真的厉害。此子的战斗意识很强，就是实力差了一些，要是他的实力和易阳天相当，现在易阳天已经成为了他的刀下亡魂，一个个天才在指点江山。就这样打下去，易阳天也很可能被杀。龙族那边的强者眉头一皱，随着时间的过去，易阳天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多，虽说秦晨有时候同样遭到了攻击，但是对方给人的感觉防御很强，易阳天受的伤比秦晨越来越重。出手吧！龙族那边有人神色一动，
他们不像人族联盟的实力本身就是几个中最差的，要是易烊天再出现意外，到了秘境中会更加被动。砰！然而就在这时，正在战斗的两人突然分开，而在分开之前，秦晨的精神力冲撞悄然发动，让易烊天身体一僵。而就这一僵，秦晨一掌拍在了对方的额头上。你敢！龙族那边有人脸色大变，可是秦晨根本没有任何的留手，火焰之力疯狂地涌入到易烊天的脑袋，轰隆隆！最后，易烊天的脑袋无数的火焰破体而出，一瞬间被烧麻了。而秦晨在那名龙族强者到来的瞬间，身体一闪，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整个现场鸦雀无声，他们看着秦晨，有些惊讶，没有想到秦晨竟然真的将易烊天给杀了。虽然战斗的不容易，但是最终还是胜了，这一点不得不说秦晨是有实力的。而龙族那边，所有人一脸铁青，秦晨杀了好几个龙族强者了。龙族的人死死地盯着秦晨，带着愤怒。秦晨在黑雨林那边杀了他们龙族不少人，如今当着几大联盟这么多强者，再杀易烊天，这让他们不得不愤怒。有的甚至想要直接上前出手，却被神榜第4的罗伯森给眼神制止了。很好，罗伯森靠着秦晨，只是平淡地说了一句，并没有再多开口。但是任谁都看得出来，罗伯森明显是生气了。有意思了。另外几个联盟的人都带着笑意。罗伯森生气了，不过杀秦晨这事可不能让龙族的人做了。等会进入之后，谁要率先碰到秦晨，谁就出手。另外，最好是立刻发出信息，让附近的人前来帮忙。神族这边，叶子梅认真的开口。杀秦晨可不是只有龙族才得到高层指示的，神族这边同样如此。而且如果能够杀了秦晨，获得的天道奖励加上高层承诺的奖励，价值肯定是超凡一枚法则之果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杀秦晨更有价值。神族的众人闻言各自点头，不过他们内心却各有打算。什么通知附近的人一起杀秦晨，这是不可能的，除非真的打不过。但是他们刚刚也看到了，秦晨击杀易烊天战斗的并不轻松，所以自认为比易烊天强的人，真遇到秦晨也只会独自击杀，奖励也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妖族、魔族那边也是一个个打着自己的算盘，唯有人族这边没什么内心波动，他们自然不会刻意的去击杀秦晨，毕竟人类高层可没有说让他们去杀，而且真杀了，说不定高层还会震怒，得不偿失。当然，如果到时候在秘境中发生了冲突，甚至因为法则之果而出现对立，也不是不可以杀。正当的竞争，人族高层也不会说什么。轰！就在这时，众人不远处突然一阵震动，人们纷纷转头看去，发现那巨大的入口正在缓缓变色。原本是红色的入口光门正在缓缓地朝着黄色转变，红色代表关闭状态，黄色代表正在开启，绿色则是可以进入。大家都准备好。有人大声喊道。众人都紧紧地盯着入口的变化，聚精会神，要在第一时间冲进去。要知道，这种秘境争夺，哪怕是1秒钟，也许也是巨大的优势。黄了，黄了！随着时间的过去，当光门变成黄色之后，人们更是集中精神。黄色转变绿色，时间最短，所以众人要在这个时候做好准备。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众人发现了不对，那黄色的光门原本应该只是很少一段时间，结果发现一直没有任何变化，甚至时间过去1个时辰后，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变，始终是黄色。怎么回事啊？有人终于忍不住开口。一直是黄色，难道这次的秘境出现什么变化了？有人眉头一皱，这里毕竟还是虚拟的，再怎么1比1还原，也是受万族强者控制的，所以有变化，甚至各种变化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上去试试。魔族这边，其中一个红脸男子不想再等，直接上前准备强行进入。没有人阻拦他，而是认真的看着，毕竟现在不知道情况，如果有什么危险，也相当于此人给他们是路了。如果能进，他们也会以最快速度进入。红脸男子走到黄色光门前，身体直接撞了上去，随后他的身体开始没入光门中。进了！众人一喜，一个个连忙冲了上去。然而还没等他们冲出几步，光门发出咚的一声，那红脸男子更是啊的惨叫一声，身体直接被弹了出来，最终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痛苦无比。所有人瞬间停下脚步，诧异的看去，怎么回事啊？有人彻底色变。红脸男子大家都是认识的，在魔族中绝对算是一位强者了，神榜排名91，这样的人进不了光门，让他们有些不敢相信。以前秘境开启不是没有出现过会阻止人进入的情况，但是不会阻止神榜上的人，毕竟上了神榜，那就是这一届全宇宙最优秀的100名天才，这样都没有资格进入，就太扯了。红脸，什么情况？魔族的最强者，神榜排名第2的玉清上前问道。我被弹出来了。红脸开口道，表情有些痛苦，显然刚刚被弹出的那一刻，他并不轻松。废话，我当然知道你是被弹出来的，我问你进入光门后发生了什么？玉清眉头一皱，怀疑此人脑子是不是被弹出问题了。红脸也意识到自己似乎说了废话，想了想道，我之前一接触光门就感受到了一股推力，但是并不大，所以我强行穿过，可是这道光门很厚，需要不断的穿过，而且越往后推力会越来越大，到了最后我用出全力也还是没能完全穿过光门，导致最终体力耗尽，被彻底弹出。不过说到这里，他的眼中露出了一丝希望的光芒，我当时在最后一刻已经可以看到光门之后了，那是秘境中的情况，所以我差一点就能彻底进去，就差一点。
他的语气到了最后突然有些激动起来，仿佛就那么一点让他不太担心，否则他将是第一个进入的人。而现在不但没有进，还受了些伤，之后还能不能进就是问题了。哪怕能进，等他伤势好了，里面什么情况也都不好说了。众人闻言后神色各异。我先去试试。突然，妖族那边一个头长一长角的男子走出。虽然听到红脸的话，大家觉得这个光门危险不大，就是需要更强点的实力才会彻底穿过去。可是大家都是谨慎之人，并没有一窝蜂的上去。长角男很干脆，他直接用自己的长角将光门被顶开，然后身体便钻了进去。众人也都开始耐心的等待着。这次的时间比当时红脸男进去的时间要长。长角已经在神榜上排名68，应该没有问题了。有人笑了笑，然后走上前准备过光门。砰！突然光门再次传来巨响，紧接着长角男的身体也被弹了出来，整个人都处于晕迷的状态。这一刻，所有人瞳孔猛缩。众人看着昏迷过去的长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长角的实力是绝对比红脸要高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虚拟天道对两人在神榜上排名的高下之分，而且还因为两人曾经在战场上相遇过，红脸确实最终败逃，这是有记录的。可是现在长角不但也被弹了出来，还直接晕迷过去，显然受伤是比红脸要重的。越强受伤越重，这一刻整的所有人都不自信了，甚至有种心惊胆战的感觉。到底怎么回事？难道现在还没有彻底开启，还需要等？有人忍不住开口道：不可能，现在距离正常开启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如果没有开启，没有理由变成黄色，直接红色就行了，没必要这么坑人的。有人进行了反驳。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天空中云层突然开始滚动，紧接着云层缓缓地幻化成一个巨大的人脸。人们抬头看去，纷纷大惊。人脸虽然是云层幻化，但是那强大的威压却让在场所有人感觉到一阵战栗。整个虚拟战场在这一刻都因为这张人脸的出现摇摇欲坠。第9城主，人族这边向无双和裘英突然对着人脸恭敬地喊道，而其他人也很快反应过来。这些人虽然没有见过第9城主，却是听过或者在天网中了解过，哪怕是异族的一些天才，此时也露出了异色。显然这些人也了解过人族的情况。整个人族疆域最核心的地带就是原始大陆，而在原始大陆永久地矗立着9个巨大雕像，代表人族最强的9位强者，他们都是原始城的城主。同时人族几个超级势力其实都是9位城主创立，只是他们并没有在这势力中占据任何职位。不过如果他们发话，几大超级势力同样会听他们的。听说这一纪元做镇元始城的就是人族的第9城主，这次他的法相突然出现在虚拟战场中，估计是和万族的高层开了虚拟的圆桌会议，然后来通知我们相关事情。有人小声开口。第9城主的出现让他们惊讶，但是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恐慌。毕竟这个虚拟战场是万族共同的，不可能任由任何一个强者随意进入杀人。而能够进来，显然是各族强者达到了什么协议，而这个协议影响到虚拟战场的所有人，所以一个代表来通知他们。而这次的代表就是人族的第9城主。此时的秦晨也盯着那法相人脸，整个人极度的震撼。仅仅是一个幻化进来的法相，威压已经达到了不朽。第9城主，秦晨轻声喃喃。他当然也通过天网了解过这些，天网上对于这种强者的信息并不多，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可公开的，但是通过只言片语便能知道这9位城主的强大。而第9城主号称光明城主，他掌握了强大的光明元素。同样，他实力在9位城主中可能不是最强，但是为人却被人称之为最正直的。秦晨仔细地盯着那张人脸，他想到的不仅仅是关于这位第9城主的情况，还有这虚拟战场的情况。之前他一直以为整个虚拟战场的虚拟天道是万族高层共同创造出来的，可是现在他改变了想法。第9城主的出现证明了万族的高层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法相进入这里的，而且如果不主动显现，他们这些所谓的天才是根本发现不了的。可以说现在整个战场随时都有各族强者的法相注视着。那么那些所谓的虚拟天道是不是就是这些强者的法相呢？在这里死亡之后抽取他们元素之力的是不是就是这些法相？到了不朽是有能力强行抽取别人的元素之力的，况且还是一个被击杀之人的元素之力更容易被抽取，而奖励他们的东西就是通过这些法相给他们的。至于奖励的天地元气，甚至有可能就是那些被抽取的元素之力经过这些强者的精炼，然后通过法相再作为奖励，然后悄无声息地融入到他们体。毕竟这里是虚拟的世界，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天地元气的。如果真是这样，也就说得通了。秦晨内心已经有了答案，这些法相可以随时显化出来，并且拥有不朽的力量，那么要击杀某个人很容易，所以每一个联盟种族都有一名强者随时关注，阻止有人出手，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平衡。就在他思考之时，第9城主的人脸法相缓缓开口，声音在所有人耳中响起。此次法则秘境，所有人在进入前需要通过一次光门，最后再由虚拟天道对你们的表现进行筛选，最终有81人能够进入。只有81人，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人数也太少，而且是明显是要最强的81人，这样一来进去后竞争压力巨大。想知道法则秘境中法则之果每次会有9种，每种9颗就是81颗，平均算下来1人1颗。进去后但凡遇到一个人，
你就会下意识地觉得对方身上有，然后两人发生冲突。而大家又都是最强的一批人，一旦发生冲突，战斗起来绝对不会那么轻松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高层怎么想的？有人发出了疑问。任何决定都应该有个目的，而现在万族高层这种决定让他们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主人，有邮件！小爱的声音突然响起，让秦晨一愣。很快，当他看完邮件之后，让他神色一凝。邮件内容很简单，让他时刻注意自己的安全。发件人没有具体的署名，但是却有星际航行公司的标志。显然，这封邮件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发来的。而这个时候发这种邮件，不由得让他内心出现了波动。之前他击杀易阳天，表面上杀得艰难，别人看不出来，但是那些万族大能的法相绝对可以看出来的。所以，这些人一定认为他有资格进入法则秘境，而让他注意安全。显然，法则秘境中可能有对他产生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才值得专门提醒他。进入法则秘境，对我有危险。秦晨扫视了一眼除人族联盟之外的其他人，既然星际航行公司专门通知他了，那么肯定是因为万族这次开圆桌会议的过程中，人族大能发现了一些端倪。总之，此刻的秦晨也警惕起来。不管如何，能让星际航行公司亲自提醒，肯定不简单。不过他也不至于紧张，以他的实力，就这些人想要杀他，还是很有难度的。此时，第9城主的法相人脸缓缓消失。丁，神级任务开启中。任务1，成功进入法则秘境，奖励不朽巅峰武学1门，普通模式。任务2，成功进入法则秘境，并获得3种法则之果，奖励3门不朽巅峰武学，困难模式。任务3，成功进入法则秘境，并获得6种法则之果，奖励3门不朽巅峰武学，奇物6件。任务4，成功进入法则秘境，获得9种法则之果，奖励新元素敏感加强丹1枚。突然的系统声音让秦晨一愣，神级任务这么快又来了，他有些意外。不过他很快就平静下来，直接接了任务4。这次的奖励没有说明是哪种元素敏感加强丹，他也见怪不怪了。系统本身就不是每次都会具体说明，但无论是哪种，对他来说他都是需要的，多一种，哪怕你就是不用，慢慢的去升级，对于实力的加成那也是非常之大的。此时的人们纷纷开始尝试进入黄色的光门。虽然每一个人都知道不可能真正的闯进去，但所有人都是拼尽全力。毕竟刚刚第9城主的人脸法相已经说了，需要筛选81人，如果不展现出全力，被淘汰的话，得不偿失。当然，如果你特别有自信，可以有所保留。毕竟像神榜排名靠前的，即便不用全力，也有把握进入前81。很快，一个个进入光门，然后纷纷又被弹了出来。大部分人被弹出来后，都是一脸痛苦，显然刚刚并不轻松。而秦晨自己此时并没有着急，而是一边观测这些人，一边在吞噬消化着之前击杀易阳天时获得的天道奖励。这次的奖励只有一种天地元气，虽然只是一团天地元气，但是感觉无比的精纯和庞大。他一开始就在吞噬，到现在都还没有吞噬完。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的重力系境界在不停的提升。丁，你的重力元素第6条新闻达到了 78%。听到系统的提示，秦晨满意一笑。一个神榜72的人，让他重力系整整提升一个等级，这效率非常可怕了。这次我进去，要是将这些人全给杀了，秦晨忍不住心动。如果真的全杀了，哪怕后面的奖励越来越少，他也会将修为提升很多，说不定能够全系8级，甚至有的系达到9级。如此一来，他恐怕就会成为无敌超凡了。不朽之下乱杀，单以他现在的实力，不是办不到。110万星的战力，这里面所有人单拎出来都是送菜，只是实施起来比较难。进入秘境之后，不一定就会碰到。就在此时，几个联盟的人相继已经被弹出了光门，只剩下神榜排名前5的人。他们并没有分先后，而是一起上前，然后几乎同时钻进了光门中。见状，所有人都露出了诧异。5个人一起进入，他们这是要一较高下，肯定各自都有这个意思。这几人一直谁都不服谁，这一次倒是一个机会，人们顿时来了兴趣。这几人都是各自联盟的第1人，在内部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几个联盟之间，这几人就是谁都不服谁。虽然虚拟天道对他们进行了排名，但是这个排名并不是就一定准确。如果你有实力，但不去杀人，虚拟天道是不会对你进行排名的。而现在不一样，这次万族高层布下这种设置，就可以看出他们高低谁高谁低。至于会暴露所有实力，这个时候也不会在乎了。他们本来就准备这次秘境之后就会出虚拟战场，根本就不怕接下来一组的针对。而且现在表现得越强，出去后就会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人族原始城中，第9城主所在的地方。哟，雷山你怎么又来了？星际航行公司的那名女子看到雷山出现，打趣地问道。雷山瞥了他一眼，淡淡道：向无双是我天网公司重点关注对象，他只要这次能够顺利出虚拟战场，我们就会邀请，当然要来观测一下。闻言，女子也不说什么，这就是天网公司的风格，最后时间才会来确定。众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主战场的投影画面上，画面中正是黄色光门中5个天才正在冲击光门的情况。这人的实力确实差得不多，短时间还不真容易看出来到底谁强谁弱。星空联盟的大胡子看着5人的身影，淡淡的说道：很正常，现在即便你看出来，也不一定就准确。航行公司的女子道：都是顶级天才，实力上即便有差距，那也是极小的，现在自然无法精准判断。
不过这几人也确实不错，以他们的实力，不仅仅是这几十年中虚拟战场最强，近千年他们也是最强一批。大胡子男人赞赏地说道。也许在这1000年，虚拟战场也出现过像这5人一样的天才，但是同时出现5人却是绝无仅有。同时5人，近千年确实没有，他们5人是敌人，但也相当于相互成就了。可惜秦晨在时间上差了20年，若是他多学20年，也不会比他们差，甚至更强。女子缓缓开口，她对秦晨是真的欣赏，不过秦晨要和这一批竞争，这次确实有些吃亏了。20年，给他10年，他便能超越这几人。此子是我见过一个纪元最有潜力之人。大胡子更是赞赏道。两人的话让雷山眉头一皱，秦晨虽然优秀，但乾坤未定，如此吹捧让他觉得太过了。几人开始用力了。就在这时，众人看到光门中5人都闯得越来越深，但是几人的速度也慢了起来，明显有些吃力了。而这个时候，也是他们开始拼全力的时候。咦？突然，又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光门中。众人看到此人的身影，都露出了惊讶。他正是刚刚他们在讨论之人，秦晨。这秦晨，众人看到秦晨这个时候进入光门，十分诧异。这个时候进去，哪怕没有别的心思，众人都会忍不住将他和另外5人进行比较一番。而这个道理，他们相信秦晨也是明白的。难道这小子原本就准备和这5人比较？大胡子男人喃喃道。不会吧？女子轻声道。他觉得从秦晨之前一直低调的表现来看，并不是像这种人。之前明明有实力，都知道低调，而现在和这5人比，本就差一些，还要去比较，不符合秦晨的做事风格。哼，此子心性还是差了一些。雷山眉头一皱，老实说，他也觉得秦晨非常优秀的，不出意外，他天网公司肯定会邀请。只是突然的心性暴露，让他有些不满。毕竟以秦晨的情况，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去和这几人比。等这几人离开虚拟战场后，秦晨会成长得更顺利，这才是最好的选择。一个顶级天才，不仅仅需要极致的修炼天赋，还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虚拟战场中，此时的秦晨进入光门后，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推力，这股推力将他的身体往光门之外推。他明白，只要自己一旦支撑不住，推力将会变成强大的弹力，瞬间将他给弹飞出去。不过就这种程度的话，倒是让人有些失望。他并没有感觉任何的困难，这些推力来自不同的元素之力，让他想到了当初刚进入银河学院分院时登的那座山。当初每登一个台阶就有一股推力，而现在是每前进一步，推力就会变大。砰！很快，推力再次加大，作用在他身上，甚至发出了闷响之声。然而，他的身体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仍然以正常的速度前进。光门中，其他5人的速度已经越来越慢，不过走的距离已经很远。另外，他们终于出现了差别。走在最前面的是神族的叶子梅，他在神榜上本身排名第1，现在在这里也是第1，可以看出他的实力确实要比另外4人强。而第2名并不是神榜第2的玉清，而是人族的项无双。第3名同样不是玉清，而是神榜排名第4的罗伯森。第4名才是玉清，第5名是黄金圣。从这里可以看出，和神榜上的排名还是有区别。哼，我虽然只是第4，不过我重在防御，攻击力比不过你们而已。神榜上的排名才是最准确的。此时，玉清看着自己前面有3人，内心虽然不甘，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确实追不上去。几人相隔得并不远，众人也听到了玉清的话。罗伯森哈哈大笑：“玉清啊，玉清，你还真是能为自己找安慰的借口。我们现在闯的光门，需要对抗的就是推力，又不需要我们出攻击力，你的防御反而更有优势。就这样，你也不如我们，也好意思说我们不如你。”罗伯森丝毫没有给对方面子。最后面的黄金圣闻言也笑了笑。罗伯森说的是实话，要抵抗这些推力，自身的攻击力是没用的，防御好反而可以卸掉一些，所以靠防御出名的玉清优势更大。可是现在玉清却走在倒数第2，说不定现在的真实实力连他都不如。我要有他那种防御，我的进度也不比他差。黄金圣自信地想到。5人中，他的神榜排名一直是第5名，虽然内心不服谁，但是一直没有证明的机会，而这一次就彻底证明了。此时走在前面第2的项无双根本没有去在意后面3人的话，他的眼中只有自己前面不远处的叶子梅。我和你的差距不过毫厘之间，你强只是因为你比我要大上1岁，给我1年时间，我完全可能凌驾于你之上。项无双看着前面红色长衣的角色背影，心中喃喃。而此时的叶子梅面色冷艳而平静，看不出他有什么的内心波动，哪怕是眼神也是毫无波澜。不过他随时都感应着后方的情况，项无双确实给了他一丝压力，也就一丝压力而已，当然有压力才对我更有进步，怕就怕你们太弱。他嘴角翘起，并没有因为项无双的逼近而有任何的紧张。5位顶级天才各有心思，心思也各不相同。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他们的后方正有一个身影正在快速的接近他们，身影的速度看起来不快，但是却无比的均匀，仿佛这光门中的推力并不是越来越强，反而越来越弱一般。原始城，这5人快到光门的尽头了，城主，他们几人不会直接穿过光门，提前进入秘境吧？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看向第9城主。这次光门的设置是几大联盟的大能共同设置的，人族这边就是第9城主的法相在参与。第9城主摇了摇头，不会，最后一层我们设置了一道屏障，除非基础战力达到100万，否则只能退出来。几人闻言都点了点头。基础战力达到100万，
这几人恐怕是达不到的。对了，不知道秦晨如何了？女子突然问道。她对于秦晨是这几人中最为有兴趣的人。之前秦晨突然进入光门，出现在了画面中，不过后来画面主要显示的还是这几人的竞争，太过靠后的便没有显示进来。城主，调一下秦晨的画面吧。女子开口道。不可！雷山连忙道，现在这5人马上分出胜负，我需要看看项无双到底到了什么地步。至于秦晨，现在了解也没有意义。女子看了雷山一眼，表情有些不爽，对方永远都是这样，只会满足自己，无比的自私。她正要反驳，突然旁边的大胡子啊了一声，你有病吧？女子看向大胡子，一脸的嫌弃。然而大胡子却没有生气，而是指着画面道，秦晨他进入画面了。女子一愣，随后转头看去，果然看到秦晨已经出现在了画面中。她顿时惊住了。不仅仅是他，就连一向高傲的雷山也是瞳孔一缩。他怎么会这么快？雷山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秦晨突然出现在本该属于5人的画面中，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秦晨现在距离这5人实际距离已经不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这5人同框的地步。可是秦晨是最后才进去的，比这5人晚了不少时间，哪怕前面的推力弱一些，也不可能这么快才对。以他的实力，不可能这么快。雷山眉头紧皱，这话一出，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脸色微变，她转头看向去，雷山，你为什么对他有心理抵触？大胡子也看了过来，露出了同样的疑惑。雷山的话明显对秦晨有心理抵触，莫名其妙。雷山一愣，他摇了摇头，我没有抵触，只是……女子摆了摆手，你对他有抵触？你说以他的实力，不可能这么快。那他是什么实力？女子问完，不再理会雷山，而是再次看向画面。此时他的目光则是全部集中在秦晨的身上。雷山脸色一变再变，感觉自己被这么一说，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他看向画面中的秦晨，眼中竟然再次多了一些不满。大胡子男人看了一眼雷山，暗自摇头。雷山之所以对秦晨有抵触情绪，估计就是之前他和女子2人对秦晨的吹捧，让雷山有些不爽。而现在秦晨突然出乎意料，直接导致雷山说出了那样的话。其实这种抵触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以雷山这种高傲的人来说，也不是不可能。之前雷山并不那么看好秦晨，现在秦晨突然冒头，相当于是无形了打了他的脸。当然，这也说明了雷山此人有些小肚鸡肠，根本不像一个强者的风格。城主，之前你让我给秦晨发邮件，是不是就发现了秦晨的真实实力，所以才会如此重视？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突然对着第9城主问道。之前城主让他发邮件给秦晨，让秦晨小心。他一直有些不解，秦晨虽然优秀，但是也不值得第9城主亲自去提醒。第9城主摇了摇头，秦晨的真实实力我们也无法得知具体，但绝对有隐藏，所以他的潜力已经让那几位非常重视。我只是感觉他们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行动。闻言，女子内心一惊。圆桌会议上可都是第9城主这样实力的各族大能，他们竟然都已经注意到了秦晨，那确实就太危险了。要知道，这几人都是可以法相直接进入虚拟战场的，要是他们的法相突然出手，那秦晨如何逃？城主，有这么夸张吗？秦晨再有天赋，也不至于让他们的法相直接出手吧？大胡子男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破坏各族当初约定的事情。要知道，你这次出手，那我下次也可以出手，干脆都别进去算了。第9城主点了点头，我也只是有一点感觉而已，并不一定就是。虚拟战场中，正在黄色光门中的几人正在不停地前进，他们已经看到前方不远处就是光门的最后，只要到了那里，跨过最后一道屏障，就彻底踏入了法则秘境。到了，叶子梅第一个到达屏障之前，她微微一笑，身上的推力一松。紧接着，项无双也到了，他看了一眼叶子梅，眉头一皱，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追上对方，就差一点。接下来，罗伯森也来到这里，他看向叶子梅和项无双，哎，我还是不如你们2个变态，不过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们的。说话时，他还露出了温和的笑容。项无双、叶子梅2人并没有理他，而是一直在观测屏障后面的秘境世界。不多时，玉清和黄金胜也先后到来，2人都是一言不发。到了现在，大家心里其实也明白，5人之间谁强谁弱，可以明确了，先来的自然是最强。不过他们很快就将这事压了下去，都在思考如何进入法则秘境。如果这个时候他们直接进入的话，就比别人提前获得法则之果的优势将是巨大的，毕竟只有5人，再怎么竞争也够他们分的。这道屏障应该就是阻止我们进入秘境的最后一层阻碍。黄金胜缓缓开口，之前的光门中的那些推力，老实说很强，对他们也产生了强大的阻力，可是还不足以完全阻止他们，所以这最后一道才是最关键的。万族高层要公平的话，最后这道屏障就一定可以阻止他们。再是阻碍，总会设置一个上限，也许这个上限会被我打破。黄金胜突然一笑，他非常的直接，没有任何的征兆，瞬间就上前，然后一拳打了出去。砰！屏障发出一声巨响，然而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任何反应，这让他脸色微变，没有停下，继续出拳，一拳又一拳，一拳比一拳用力。可是直到最后一拳，屏障也只是轻微震荡了一下，丝毫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破不开。这一刻，他的脸色彻底变了。一旁的玉清见状，也是脸色沉了下了。很显然，他知道黄金胜破不开，自己恐怕也破不开。哈哈！罗伯森突然哈哈大笑，你们的攻击力确实差一些。
说完，他手中出现了一杆黑色长枪，长枪之上火焰弥漫，咚，枪尖瞬间定在了屏障上，然后疯狂的旋转。此技能对付这种防御强大的东西最是拿手，不管是人还是物。罗伯森一笑，说话时还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玉清。玉清脸色铁青，他知道对方这是在说他。给我破！罗伯森大喝一声，砰！下一秒，他的手臂瞬间被弹了起来，长枪差点脱手而出。罗伯森脸色猛变，他不可思议地看向那道屏障，刚刚的那股反弹之力差点让他手臂脱臼。此时只剩下向无双以及叶子梅。向无双很简单，他拿出自己的刀，轻轻地在屏障上一划，结果屏障之上出现一条划痕，他正要准备再次出手，那条划痕突然消失，屏障恢复如初，他也停下了手，直接将长刀收了起来。我破不开，非常干脆，继续尝试都不愿意。而叶子梅一双玉手不停地拍出，当他拍出7掌后，整个屏障开始抖动。正当几人以为要破开时，叶子梅停了下来，他也摇了摇头，破不开。几人一愣，但也没有多问。叶子梅既然这样说，肯定是感受到了什么，让他觉得确实破不开。走吧，这道屏障是大能故意设置的，要真能破开，那才奇怪。黄金圣摇头，他们确实是顶级天才，但是顶级天才并不代表就可以无视这些设置，尤其还是大能专门的设置。几人想了想，也不再耽搁，毕竟现在出去，虚拟天道马上就可以进行筛选了。然而当几人转身之时，突然又停在了原地。谁？几人看向远处朝着这边走来的身影，都有些发懵。除了他们，谁还能到达这里？身影在太光门中看不清面容，但是那速度他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能够在光门的推力中有如此的速度，绝不亚于他们几人。是他，秦晨。当身影越来越近，终于看清后，几人浑身一震，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他怎么来了？他又怎么可能到达这里？看着秦晨走来，几人都无法再保持淡定。秦晨在他们眼里，也就是艰难战胜易阳天的人而已。这样的实力，进入光门很快就会被弹出去，绝不可能来到这个位置。我们一直就错了。你们看他的速度。黄金圣盯着秦晨，认真的说道。此时秦晨的速度看起来不快，可是每走一步都无比的稳健，身体没有丝毫的晃动。越往前走，推力越大，不出现任何的速度变化，唯有自身力量超越推力太多才能做到。他们想到了刚刚自己在前进的过程中能做到这种地步的，只有向无双和叶子梅。怎么可能？玉清有些无法接受。他神榜第2，在这里被向无双和罗伯森超过就算了，现在又被秦晨的表现给超了，这让他心中不爽。罗伯森和黄金圣同样有一样的心情，秦晨的突然冒头让他们一时间根本没有反应过来。至于向无双和叶子梅，两人眉头皱起，内心感受到了一丝压力。此时的秦晨距离几人越来越近，直到他一步来到几人旁边，身上的推力消失。这里好像不可以杀人啊！秦晨看了几人一眼，笑着说道。几人脸色一变，觉得这个话一点都不好笑。怎么，你们不进去，还是进不去？秦晨随意地问道。众人脸色一黑，秦晨太嚣张了，一来就以语言来羞辱他们。哪怕秦晨刚刚过来时表现得很好，但也不代表就一定比他们强。况且向无双和叶子梅表现同样不差。哼，听你的口气，你好像能进。明确告诉你，我们进不去，破不开这道屏障。你要有那个本事，也可以试试，只是别有那个口气，没那个本事。罗伯森实在是看不下去秦晨的嚣张，冷声开口。对，你要不就试试给我看，我们也想知道秦兄弟的风采。黄金圣突然道，他带着微笑，表情非常自然，不过语气却代表调侃，明显是想要看秦晨吃瘪。另外几人没有说话，但是也露出了同样的神色。他们几人都吃过瘪，自然愿意看到秦晨也吃瘪。秦晨看着他们的表情，只是笑了笑。他刚刚其实只是随意的问问这些人怎么没有进去，并不是在羞辱他们，毕竟自己也不能说就一定可以进入。没想到这些人竟然一瞬间就开始集体针对他，仿佛他们一下就从仇人变成了盟友。不过他也无所谓，这几人虽然相互之间是敌人，但是毕竟打了很久的交道，而他则是属于新来的，同样也是敌人，同时针对他，可以理解。摇了摇头，他直接上前，然后来到了屏障前面。袁始成，这秦晨果然不输这5人，哈哈，我没有看错。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看到秦晨走到屏障前，一脸的笑意。快看，他要尝试打破屏障了。大胡子也笑了，不知道他能不能打破屏障。女子突然开口，可能吗？雷山突然道，打破屏障，叶子梅和向无双也不行，而且差的不少。50岁之下的人能达到100万基础战力，怎么可能？他摇着头，根本不信。100万基础战力，如果以5系来算，至少2系得达到9级超凡，另外3系也得达到7级之上，这是最低标准，还不一定真能够达到，还得看人。而这样的修为，在50岁是几乎不可能的成就。想到这里，他继续道，若是他能打破屏障，我天网公司将提前对他发出邀请。你就这么肯定他不行？女子道，天网公司提前发出邀请，显然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雷山这话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邀请秦晨，而是笃定了秦晨打不破。不是不行，而是不。什么？他话还没有说完，整个人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只见画面中秦晨的拳头带着无敌的气势，无比的霸道的轰击在那屏障之上。紧接着屏障咚的一声发出一道惊天巨响，甚至让他们观看的画面都一阵震动。
紧接着咔嚓一声，那屏障直接裂开，然后砰的一声，像玻璃一样炸碎。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星空联盟的大胡子男人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惊讶地看着画面中缓缓收拳的秦晨。他们看到秦晨神色平静，仿佛刚刚只是平常一击，没有任何的波澜。就连坐在上方位一直没有任何反应的第9城主也露出了惊讶之色。他和另外几个联盟的人这次设置这个屏障并不是随意的设置，100万星的基础战力是一个坎，这是一个鉴定50岁之下的人是否是真正纪元级天才的坎。这5人明显没有达标，所以一开始他就说过他们打不破，所以这次没有人能够提前进入秘境，81人会一起进去。然而现在秦晨竟然打破了。纪元级天才，真正的纪元级天才，从掌握的元素数量、年龄、天赋、实力全方位的达到了纪元级天才。更难能可贵的是，秦晨年龄更小，并且差不多小了一半，成长潜力无比巨大，最终成为多纪元级天才并非不可能。呵呵，雷山，你天网公司会提前邀请吗？女子看向雷山，笑着问道。雷山脸色微变，秦晨的潜力让他心动。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发出邀请。见状，女子摇了摇头，雷山还是没有放下作为天网公司负责人的高傲，始终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自私的做法。女子摇了摇头，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个性，在他看来就是自私。秦晨这样的人早一点邀请，希望就越大，对天网公司来说绝对值得，但是对方为了自己的个性却还是坚持最后邀请。要是就因为这最后的邀请失去了一个顶级天才，对自己的公司造成损失，就是不负责。往大了说，如果这种人放到一个种族中的重要位置上，在选择盟友的时候还是如此，那就有可能放掉一个强大的盟友给一族，那样就会造成自己种族的危机，那就是种族罪人。所以这种人自私到极致，绝不能将其位置提得太高。虚拟战场后面的5人看着秦晨一拳将屏障轰开，全部惊呆了。他们站在那里愣愣地看着屏障那巨大的缺口，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对于这个屏障，他们每一个人都上前试过，真正的感受过其坚硬程度，打不破。其实他们也没有气馁，因为这是几个大能故意设置来专门阻拦他们的，破不开很正常，破开了才是不正常。而现在被人破开了，而且这个人是刚从分战场进入主战场不久的人，听说进入整个虚拟战场的时间也不长。这一刻5人都有种被打脸的感觉，之前他们瞧不起的人一巴掌甩了过来，火辣辣的痛。秦晨并没有理会5人的表情，他看到面前的屏障正在恢复，缺口正在减小，没有犹豫，一步跨了进去。当他踏入秘境中后，第一时间停在了缺口前方，开口道：你们进来吗？外面的5人浑身一震，他们看着对面的秘境，当然想要进去，尤其是看着那个缺口越来越小，内心更是越来越着急，想要马上冲进去，毕竟一旦进去就获得了时间优势。然而当他们看到缺口对面的秦晨后，整个人又瞬间冷静下来，丝毫不敢轻动。他们之间还是敌人，这里不能杀人，但是一旦跨过屏障后便可以杀人。他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在秦晨手中活下来，即便是向无双同为人族，他也不敢去冒这个险。这一刻5个神榜的顶级天才怕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到面前这道屏障又缓缓地恢复过来，最终彻底地将他们给阻挡在这里。快回去，让虚拟天道尽快进行筛选。向无双率先反应过来，转身就走。另外4人也没有丝毫的耽搁，当即以最快的速度开始离开光门，朝着外面跑去。迟1秒，秦晨就会在秘境中多他们1秒。此时的秦晨站在法则秘境中，认真地观测着这个黑白世界。在这个世界的右面是光明的世界，世界的左面则是黑暗的世界，中间是由一座大山隔断。这座大山无比的巨大，看不到山顶，似乎是将整片天地分开，所以才形成了黑白的世界。并且这座大山同样分为黑白2色，所以此山又被称为黑白之山。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光明的世界，前方不远就是那座黑白之山。根据以往的记载，法则之果大部分时候就是存在于山上的某个地方，光明和黑暗各自拥有一部分，就看能否将其找到，需要机缘，同样需要实力。秦晨开始回忆自己对法则秘境的了解。机缘自然不用说，有的机缘是注定的，你能碰到就是机缘，碰不到便没有这个机缘。当然机缘也可以创造，比如去抢夺别人的机缘，抢了自然就是自己的。实力更好理解，很多珍贵的东西并不是遇到就能得到，有的东西有强大的生命在守护，有的东西你获得了也会遇到同样抢劫你的，有实力才能保下。武道之路上，很多时候看似机缘其实是危机，看似危机其实也是机缘，就看你自身是否有化危机为机缘的能力。人生亦是如此。很快他找准了方向，身影闪动之间来到了山脚下的一处，抬头望去，他脚下猛地一踏，瞬间他的身体如炮弹一般冲天而起，最后轰的一声落在了山坡上，让山体发生一阵震动。巨大的动静也让周围的本土生命一阵慌乱。秦晨神色平静，身体化成一道人形闪电，一边观测周围，一边快速地前往山顶。他的前进肆无忌惮，一路上身上的雷电噼里啪啦作响，完全没有在意周围的本土生命。虽说秘境中至今为止发现过的本土生命最高为3级超凡，没有任何威胁，但这里毕竟是虚拟的，
那些大能要是发什么神经，偷偷放一些强大的生命进来，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不能完全相信自己所了解到的。秦晨暗自思考，他虽然肆无忌惮的跑动，但是时刻都在警惕，并没有丝毫的放松。与此同时，就在黑白山的某处，正有一个全身长满红色鳞片的生物，坐在一个山洞之中。大人！就在这时，山洞外一个只有超凡一级的本土生命急冲冲地跑了进来。大人，进来了，有人进来了！本土生命对着红色鳞片的生物大声说道：“进来了，终于进来了！”鳞片生物闻言后，突然变得有些激动。多少年了，我终于要自由了！杀了他，我就自由！鳞片生物想到这么多年的日子，他差点泪流满面。当面影族被万族所灭，他就被龙族给俘虏了，目的就是为了从他身上研究影族的生命特点。这些年，他被龙族折磨得不成样子，想死都不行。他一度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只能一直这样受折磨下去。然而就在之前，龙族的强者突然找到了他，给他说准备将他送进虚拟战场，在虚拟战场只需要杀一个人，成功了，他便可以获得自由。之后，他发现不仅仅龙族的大能，魔神妖三族的大能竟然同时运用大神通，偷偷将他送入了虚拟战场。能让几族大能联手送他进来，防止人族大能发现这一点来看，他便知道这次要对付的人是一个人族的可怕天才。所以他也明白，这次自己必须要成功。几个大能花费如此代价，为的就是让他来击杀那人。要是失败，他将毫无活路。所以之前一进来，他就控制了附近的一些本土生命，让他们随时注意着那些天才进入秘境后的动向。哗！他大手一挥，顿时空中的水元素形成了一个人脸。进来的人可有此人？鳞片生物缓缓开口。那本土生命看到人脸的模样，连忙开口：“大人，就是他，进来的第一个人就是他。”鳞片生物满意的一笑，开口道：“他现在在何处？”回大人，此人正在前往黑白山顶，位置大概是这里。本土生命直接拿出了一张地图，指着一个位置道。鳞片生物看了一眼，点了点，很好，此次成功，我定带你走出你们这方世界。多谢大人。本土生命大喜，他们一辈子只能在这秘境世界中，而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走出这里，进入真正的宇宙。鳞片生物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原地，快速地向着秦晨所在的方向而去。此时的秦晨已经来到了半山腰，他缓缓停下脚步，抬头看去，横在他前方的是无数的寒冰。整体看去，他的前方就如一片冰川，时不时就有巨大的冰块和冰锥往下掉。他稍微前进一步，便仿佛进入了这片平川的范围，温度骤降，并且每上升一步，温度就会变得更低。如此可怕的极寒温度，即便是我用出冰原力，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如此效果。秦晨看着前方的冰川，这个冰川看起来和别的冰川区别不大，但是那彻骨的寒意，哪怕是普通的超凡7级也根本承受不住。所以他在这冰川上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本土生命，显然这些本土生命是无法踏足这里的。秘境中没有强大的本土生命，那么能够将这里变成这样的，就只有一种可能。秦晨的目光在冰川上四处扫荡，即便是有掌握了冰元素的强大的生命，也几乎不可能用来将这里变成冰川，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这里存在着冰元素的法则之果。冰元素法则之果散发出的冰之法则，让此地变成了冰川。只是现在他还无法确定那冰元素法则之果具体在哪个地方。不过既然发现了这里，总能将你找出来。他的身上火元力开始涌动，抵挡着外界冰元力的侵蚀。随后他的精神力瞬间向着周围扩散而出。砰！就在他的精神力扩散的瞬间，前方的冰层突然爆开，紧接着那些冰块开始缓缓的变化，最后组成了一个冰雪巨人。冰雪巨人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就冲向了秦晨。秦晨的精神力杀那间冲击而去，然而那冰雪巨人没有任何的反应，身影都没有停顿一下，刹那间就来到了秦晨身前，巨大的冰雪拳头轰然而来，丝毫不受精神力冲击。这不是真正的生命。秦晨眉头一皱，只要是万族生命就会受到精神力冲击，除非强大自己太多，而眼前这个冰雪巨人论修为也就是7级超凡的样子，显然这只是一个像傀儡一样东西，守护法则之果的自然之物。秦晨一笑，既然这东西突然出现了，那么冰元素法则之果距离这里就不会远。他的拳头火焰升腾而起，随后轰了出去。砰！冰雪巨人应声而倒。随后他的目光看向冰雪巨人出现的方向，他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身体重重地落在冰层上，巨大的冲击让冰层开始塌陷。很快，一个洞窟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洞窟中极致的寒气不停地往外冒，而周围原本塌陷的冰层再次开始成型。秦晨微微一笑，这片平川恐怕就是从这里冒出的寒气造成的，那就说明在这个洞窟中可能就是法则之果生长的地方。砰砰砰！就在这时，冰川之上一个接一个的冰雪巨人开始出现，短短时间便有成千上百。他们在出现的瞬间就以最快的速度向着秦晨冲来，要阻止秦晨进入洞窟。秦晨神色没有任何的波动，直接就跨入了洞窟中。很快，来自四面八方无数的冰雪巨人也纷纷的涌入了洞窟中。疯狂！原始城中几人看到秦晨竟然毫不犹豫的进入洞窟，丝毫不去理会那些冰雪巨人。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也是忍不住开口，大胡子男人也露出了笑意。
不得不说，秦晨很疯狂。这些冰雪巨人也是达到了超凡7级的，甚至有的实力不亚于主战场上的一些天才。而且如此数量的冰雪巨人一起涌入洞窟中，到时候一定会被这些冰雪巨人给包围。洞窟并不大，厮杀起来也不一定施展得开。一般这种情况都会选择在进入洞窟前击杀冰雪巨人，然后再进去。然而秦晨竟然没有丝毫的犹豫，这得多么大的自信才敢如此？此子有股无敌的自信。女子再次开口，她是真的越来越欣赏秦晨了。作为星际航行公司的负责人，她选过不少的天才，但是像欣赏秦晨这样的却是极少。不是别人不够优秀，而是在她眼里秦晨太过优秀。城主，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之前会有感觉，觉得万族那些强者会暗中针对秦晨。现在我也在担心那些人是否会破坏规矩去针对他。女子看向第9城主，笑着说道。她的语气还是比较轻松的，虽然有这个担心，但是概率不大，毕竟这种事情破坏了影响太大。秦晨进入洞窟之后，发现这里是一个大的地下通道，准确的说，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山洞，只是之前这个山洞外面完全被冰层覆盖。山洞很深，秦晨的身形已经非常的快，一路上也没有任何的阻碍，可是他却仍然没有看到尽头。虽然这是虚拟世界，法则之果是万族大能他们一一放进来的，放置的地点也是他们安排的，不过他们的放置应该也是按照法则之果在现实中的成长地点来安排的，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现实，所以在这样的山洞中并不奇怪，法则之果生长的地方本就十分的奇特和隐蔽。秦晨一边在山洞中奔行，一边思考着，同时他身上的火元力也越来越强，抵挡着周围袭来的寒气。幸好我的火元素已经领悟了法则第1重，否则这种寒气还真可能影响我的速度。他感受了一下后方追来的冰雪巨人，突然一笑，以他现在的速度一直跑下去，这些冰雪巨人追不上他，但是只要慢上一些就会被完全追上，并且被围住。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不久后前方终于到了山洞的尽头。在这里温度已经来到极点，极致的寒意让整个山洞甚至周围的空间都发出了刺耳的声音。秦晨浑身被火元素弥漫，仔细地扫视着整个山洞。很快他就看到在一个角落正有一颗晶莹剔透的冰蓝色果子躺在那里，不停地散发出寒气。冰元素法则之果。秦晨没有见过真正的法则之果长什么样子，然而仅仅是这一眼，他便知道这就是法则之果，就是他让这里的周围变成一片冰川。他没有耽搁，手臂伸出，紧接着手掌开始变大，朝着冰蓝色的果实抓了过去。随着手掌对法则之果的越来越近，速度却变得越来越慢。越是靠近它，秦晨就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阻止。这股力量就是他散发出的冰之法则。这些法则之力不仅仅让周围的环境变成了冰川，还要冰冻一切靠近他的东西。同时，秦晨变化的巨大手掌开始出现寒霜，即便是他以自身的超凡之力，也根本抵挡不住。轰！手掌上火元力在这一刻瞬间出现，将周围的寒气逼退。秦晨在寒气被逼退的瞬间，猛地抓向了冰元素法则之果。抓住的瞬间，一股更为可怕的冰寒之意袭向他的全身。不过这一刻，这些冰寒之意对他来说根本不再有任何的危险，他瞬间就将其收入了系统空间之中。做完这一切，他才转身看着冲来的冰雪巨人。真以为我怕你们？秦晨平静开口。紧接着，他的身形瞬间冲了过来，很快他就被大量的冰雪巨人包裹在内。顿时间，洞窟中爆发出强烈的战斗。与此同时，从山脚下正有3名魔族天才正在不停地登山，他们的方向正是冰川这边。先说好，这次我们3人获得的一切都要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哪怕是只获得1枚法则之果，谁要是想要，那么就需要给出别的宝物给另外2人。其中一个头顶双脚的人认真道：当然，既然达成了约定，那一切都按约定来，谁要是不遵守，另外2人可追杀他一生一世。另一个穿着黄色铠甲的人点头，另外1人没有开口，但是却神色认真。这次进来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单独行动，这样获得法则之果就无需分配。可是他们却有自知之明，知道一个人很难获得，即便获得也很可能被抢，所以他们之间选择联手。他们3人本就是神榜上排名前81的人，单独1人可能对别人没什么威胁，但是3人联手，除了那几个超级变态，他们不怕任何人。所以现在3人对于获得法则之果信心非常足。对了，之前最后进入光门的有6人，最后出来了5人，你们发现了吗？突然，那头顶双脚的人开口道：你说的秦晨？对，就是他，最后进入光门，但是直到最后我们被虚拟天道传送进来，他也没有出现。你们说他会不会提前进来了？头顶双脚的人好奇道。之前叶子梅、向无双几人从光门中退出来，但是一直没有见到秦晨，所以很多人内心一直疑惑，只是叶子梅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他们也没法知道具体情况。提前进来？不可能，叶子梅都退出了，他怎么可能提前进去？黄色铠甲的人摇了摇头，估计是想要强行闯光门，被强大的弹力给弹死在光门中了。别管他了，安心寻找法则之果。一直没有开口的人突然道：秦晨如何？他根本不感兴趣，反正威胁不到他们就行。咦，前方出现了冰川。黄色铠甲的人突然看向前方的冰川，大吃一惊。另外2人抬头看去，一开始是震惊，可是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什么，渐渐地露出了激动。冰元素法则之果。几人同时反应过来，异口同声的道：哈哈，
这一定是冰元素法则之果造成的冰川，我们运气真好，只要认真找，一定可以找到它。头顶双脚的人忍不住快速跑上前去，另外2人也跟着上去，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冰川上。砰！就在这时，冰川上一个冰雪巨人快速的形成，紧接着1个、2个，到了最后出现了数十个，他们很快就将3人给围了起来。见状，3人脸色微变，这些冰雪巨人还不算强，数量也还好。黄色铠甲人看到冰雪巨人停止增长，松了口气。你们刚刚听到下方的动静了吗？也许冰元素法则之果就在地下，我们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冰雪巨人给杀了，然后下去看看，以免时间一长出现什么变故。头顶双脚的人看了一眼底下，他总觉得下方有动静。出手吧！3人不再耽搁，同时对着冰雪巨人出手。可是当他们真的和这些冰雪巨人战斗在一起后，脸色却越来越凝重。特么的，谁说这冰雪巨人不强的？头顶双脚的人顿时骂出声。有的冰雪巨人确实不强，可是有的却不比他弱多少。几十个一起，他一人也要对付20多个，一时间打得心惊胆战，一个不小心就会受伤。前面有个洞窟，我们过去，直接进去再说。突然，黄色铠甲人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洞窟露了出来。不可，这么多冰雪巨人，一旦他们跟着追进去，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必死无疑。哪怕叶子梅和向无双也不敢如此。那不爱说话的人直接拒绝了他的提议。黄色铠甲人和头顶双脚的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再开口，而是小心翼翼地和冰雪巨人战斗着。轰！就在这时，几人不远处的冰层突然炸开，一个影子从地面直接冲了出来。什么玩意？这一幕将正在战斗的3人吓了一跳。砰砰！紧接着不停地有影子冲出，3人脸色大骇。当他们看清楚那些飞出来的影子后，更是脸色猛变。都是冰雪巨人，好像没有任何反应。死的！头顶双脚的人突然感觉一阵寒意，似乎有什么意外要发生一般。轰隆隆！刚想到这里，冰层猛然爆炸，比之前的动静还有恐怖100倍。紧接着，无数的影子冲天而起，一时间密麻麻的冰雪巨人尸体铺天盖地。3人惊骇的抬头看着不停落下的尸体雨，惊呆了。有人在下面！黄色铠甲人惊恐的开口。轰！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带着滔天的杀意冲天而起。秦晨！当3人看清身影的面容后，头皮发麻。秦晨！看着那个凌空而立的身影以及那无数的冰雪巨人尸体，3人已经麻了，浑身都忍不住在发抖。一个人在洞窟中击杀数千冰雪巨人，这他特么不是人，是杀神吧？现在怎么办？3人一时间都有些不知所措。现在冰元素法则之果明显是在秦晨那里，可是他们3人联手就可以抢了吗？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有那个实力，可是要他们就这样放弃，非常不甘心。他们觉得自己进来这么快就遇到了冰元素法则之果，这是属于他们的机缘。也许秦晨比他们先来，可是他们也来了。如果秦晨走了还好，偏偏就被他们遇到，那么秦晨就是抢了他们的机缘，而并不是他们错过了机缘。要抢回来吗？黄色铠甲人给2人传音。头顶双脚的人闻言脸色一变，老实说他真的不想去抢，就这样走了最好。法则之果虽然好，但得有那个命拿才行。傻子都看得出来秦晨刚刚表现出的强大实力。黄色铠甲人看出了对方的担心，他缓缓道，我们哪怕转身就走，你觉得他会放我们走吗？这话一出，2人的脸色都是一变。确实，不说别的，魔族和人族本就是敌人，在虚拟战场本来就是互相猎杀，还有天道奖励，根本不存在放不放过的问题。我们并不是没有机会，刚刚他是如何击杀这些冰雪巨人的，我们并没有看到，也许他用了什么宝物之类。总之，要说他全靠自己的实力在洞窟中击杀这么多冰雪巨人，我不信。黄色铠甲人缓缓地传音道，刚刚他确实被震撼到了，但反应过来之后，意识到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做到如此。可以说，就算叶子梅和向无双加起来，也不可能做到。也许实力是够了，但是持久力呢？就算有木系，持久力也够了，可是身体强度呢？因为这么多冰雪巨人围攻，防守的再好也会被攻击到。身体强度要达到什么地步才能毫发无损？他无法想象。可是他提前进来了，会不会他本？头顶双脚的人正要开口，那不爱说话的人直接抬手将他给打断。不会，他提前进入一定有别的原因，不可能完全因为他的实力。他说话时眼神有些飘忽。其实他直接打断对方，这么坚定的开口，就是为了对方不要再说下去，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哪怕对方说的是对的，他们也必须要面对秦晨。这个时候去讲秦晨如何厉害，只会让他们的道心动摇。现在3人要的是信心，还有一往无前的决心，所以无论秦晨是否真的强大，他们都必须认为不强大。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现在这个安慰很重要。商量好了吗？就在这时，凌空而立的秦晨看向3人，平静地问道。这3人一直暗中商议，又怎么可能瞒得过他？秦晨，我们进来都是为了法则之果，这次你先得到，我们3人认栽。你只要给出一些东西对我们作为补偿，元素法则之果我们便不再争夺。黄色铠甲人盯着秦晨，认真的开口，可是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紧张，显然这话让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荒谬。而秦晨闻言也是被气笑了，这3人来晚一步没有抢到，自己要给补偿。他好笑的看着3人，手掌一摊，冰元素法则之果出现在手心中。
阵阵的寒气散发，环绕在那晶莹剔透的冰蓝色果子上，看上去美轮美奂，一时间让三人有些沉迷。想要就看你们三人谁有这个本事了。秦晨顿时将其收了起来。三人见状，瞬间冲了过来，都想要在第一时间将秦晨控制住。不知是我给了你们错觉，还是你们已经被本不该属于你们的机缘冲昏了头，竟然主动要来打劫我。秦晨的声音平淡，却犹如惊雷一般，响在了三人的耳中，仿佛就像是在他们耳边说的。还没有等三人冲出几步，他的身形突然出现在了黄色铠甲人的面前。你是神榜第几？秦晨随意的开口。那人内心大惊，但是当秦晨问出口的瞬间，他下意识的脱口而出：79，速度太慢了。秦晨摇了摇头，像是在点评一般。神榜79，这个水平也算可以，只是在他面前还是太差。砰！他一掌便拍在了对方的脑门上。黄色铠甲人的身体顿时一僵，整个人陷入了呆滞，随后缓缓的倒了下去。另外两人见状，脸色大变。太快了，刚刚他们只是感觉秦晨的身体一动，铠甲人就死了，一切都没有反应过来。怎么会这么强？头顶双脚的人内心惊恐，哪怕是面对魔族最强的玉清，他也从未有过这种感觉。逃，只有逃，什么联手有希望，都他妈扯淡。想到这里，他转身就跑，不再有任何的犹豫。另外那个不爱说话的人看到他逃走，脸色一变，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再想着对付秦晨，同样转身就跑，而他跑的是另一个方向。秦晨见他们逃跑，精神力瞬间冲向了两人。轰！第一道精神力直接冲入了头顶双脚的人。不，你能精神力攻击？他双手抱头，惊恐的大喊。可是仅仅几个呼吸后，他的意识在那强大的精神力冲击下开始崩溃，身体也缓缓软了下去。第二个，秦晨一笑，看向了最后一人。秦晨，别杀我，别杀我！最后一人感受到头顶双脚的人死后，惊恐的大吼。他实在不想死，现在只剩下最后了，出了秘境，他就会出虚拟战场。如果这个时候死了，进入虚拟战场这些年就完全白进来了。给个理由。秦晨声音淡淡的响起。那人拼命的想秦晨能不杀他的理由，可是下一秒，强大的精神力冲击，轰的一声，让他的身体猛地一震，他的意志在这一刻瞬间被瓦解。不，秦晨，魔族玉清不会放过你的！那人绝望的大吼。玉清？秦晨一笑，不知道他见了我，敢不敢不投？轰！恐怖的意志冲撞，彻底将对方的意志给碾碎，一个个天道奖励顿时出现在秦晨身上。这秦晨现在在秘境中就是虐菜。原始城中，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看着秦晨轻描淡写的击杀3个魔族天才，忍不住笑着道：从动手到击杀，秦晨可以说完全就是捏死蚂蚁一般捏死了3人。能够进入虚拟战场还能登上神榜的人，哪个不是顶级天才？可是秦晨倒好，这些天才和他一比，简直如儿戏一般。在他眼里没有所谓的天才，至少近3个纪元的顶级天才，在他面前也是黯然失色。大胡子男人认真道。想了想，他继续道：哪怕他这次死在秘境中，等出了虚拟战场，只要道心不崩，他还是最顶级的天才。第9城主笑了笑，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秦晨确实是优秀，人族这样的天才自然是越多越好。不过对于他这种强大的人来说，天才还未成长为不朽前，他都不会做出太多的评价。毕竟人族历史上出过的顶级天才太多了，也有秦晨这样的，但是最终真正成长起来的却少之又少。甚至以前还有过比秦晨更变态的天才，最后被异族花了大代价给杀了，最终也没有成长起来。其实越是优秀的越难成长，毕竟异族不允许看到一个威胁一直成长下去。天网公司的雷山则是一直没有开口，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虚拟战场中，这些奖励也还算可以。秦晨一笑，首先是体内出现的3团天地元气奖励，这3团天地元气很精纯。另外还有8枚能晶，其中3枚风系7级，2枚木系7级，其余3枚全是6级的土系。另外还有3个奇物以及2门武学，这里面除了武学他暂时用不住外，其他的都是能够增强他实力之物。他抬头看了一眼，此时的冰川失去了法则之果的作用，正在快速的消失。现在要尽快的将实力提升上去。秦晨目光一闪，想到之前星际航行公司给他发的信息，他便有一丝紧迫感。他总觉得万族那边有种阴谋正在暗中针对他。想到这里，他看向那山洞，直接钻了进去，找了一个位置后，开始吞噬天地元气以及能晶。3天后，丁，你的风系第8条新闻进度达到 45%。丁，你的木系第8条新闻进度达到 30%。丁，你的土系第7条新闻进度达到圆满。丁，你的重力系第6条新闻达到圆满。丁，你的重力系第7条新闻达到 10%。接下来是奇物，秦晨又用了1天时间将3个奇物给完全融合，星辰细胞达到了18万颗，战力150万星了。秦晨看着自己的系统数据，对这样的实力提升比较满意。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150万星，这里的任何一个天才他可以秒杀。但是万族如果真的在暗中针对他，绝不是让这些菜鸡天才对付他那么简单。走出山洞后，他直再次向着山顶而去。与此同时，此时的黑白山顶上有一个巨大的深坑，深坑中正有熊熊火焰正在燃烧。血雨，这个火元素法则之果是我先发现的，
你非要和我争夺？一个全身冒着寒气的妖族天才，神色冷冽地看着对面的青年，寒声开口：法则之果，有缘者得之，而我正好在这里，证明此果和我有缘。据我所知，你并没有掌握火元素，这个法则之果，你获得了又能如何？魔族天才血雨平静道：哼，法则之果，谁不想要？即便我拿来没用，我也可以将其换成我需要的资源。妖族天才脸色难看：呵呵，你神榜排名63，只怕你没有这个实力。血雨不以为然：实力才是根本，而他神榜排名51，正好有这个实力。说得对，有实力才有资格获得应有的机缘。一个声音响起，两人转头一看，一名女子正向着这边走来。不知我有没有这个资格获得这枚元素法则之果？随着他的话落，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从天空中袭来，一个巨大的陨石正划破长空，破开云层，燃烧着可怕的火焰，朝着两人落下。裘音，两人脸色大变。神榜排名第7，人族裘音掌握了恐怖的重力元素。对于神榜上的人来说，裘音相当难缠，因为重力元素不仅仅有恐怖的攻击力，还带着极强的控制。还要和我争夺吗？裘音声音平淡，他的话落，那陨石落下的速度再次加快。两人见状，身影不得不暴退。轰！在最后一刻，陨落变相，直接砸进了火焰巨坑之中。一枚火红色的果子被强大的冲击给冲了上来。妖族和魔族的那两人看着火元素法则之果，脸色阴沉不定。裘音见他们已然不敢再和他抢，淡淡一笑，随后控制着重力方向，让火元素法则之果朝着他这个方向飞来。轰隆隆！然而就在这时，天空中响起了巨大的音爆之声。几人抬头一看，又是一颗巨大的陨石朝着这边落下。魔族和妖族的那两人惊怒交加：裘音，我们不再和你争夺。你……然而他们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裘音的神色凝重。他们突然意识到，这颗陨石不是裘音的攻击。此时的裘音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随着那陨石的落下，他的身体仿佛有一座大山在不停地往下压，让他无法再保持放松，甚至无法再伸手去抓法则之果。谁？裘音暴喝一声。嗡！就在这时，无数的山石开始汇聚，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手掌瞬间就抓向了火元素法则之果。找死！裘音冷哼一声，一刀斩出，顿时金光弥漫，无数的刀气将巨手给搅得粉碎。然而还没有等他有下一步动作，一阵风突然吹过，那火元素法则之果顿时飞向了一个方向。当几人转头看去，便看到一个身影伸手就将法则之果抓在了手中。秦晨！裘音看到秦晨，一脸的铁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秦晨淡淡一笑：你找死！裘音冷声开口，一股强大的重力瞬间向着秦晨铺天盖地的卷了过去。两人同是人族，但是这一刻他丝毫没有留手。秦晨抬头，眼神一冷：既然你不想活，那我便送你出虚拟战场。咚！秦晨一步踏出，将袭来的无形重力震得粉碎。咚！他再次踏出一步，同样是重力元素，刹那间席卷而出。裘音脸色一变，他的身体猛然一沉。咚！就在这时，秦晨踏出第3步，脚下一层寒冰开始蔓延而出，速度快到了极致。远处那妖族和魔族的两人脸色骇然，一股寒气让他们浑身冰凉。而裘音内心狂震，这一刻他有种面对一头绝世凶兽的感觉。好强的威压！神族和魔族的那两人看着秦晨一步步的上前，身体竟在不由自主的倒退。那是一种气势，一股霸道又且无敌的气势，仿佛一切挡在其前面的东西都会被碾得粉碎。我们要逃吗？妖族天才忍不住道。这一刻，他们两人明明是对手，可是却因为同时感受到了强大的威胁，开始商量起来。血雨摇了摇头：逃，他的事早就锁定了我们，一旦我们逃，将会第一个被杀。血雨此时内心有些绝望，秦晨其实一出现时就将他们给锁定了，只是一直没有理会他们，仿佛在对方眼里，他们两个人已经是待宰的羔羊，根本就不怕他们跑了。而此时的裘音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看着一步步走来的秦晨，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刚刚他还想要杀了秦晨，然而现在随着秦晨的每一步踏下，他都感觉对方的气势上升一分，而他的气势被压下去一分。秦晨的每一步仿佛踏在了他的心头，他的道心上。你要怎么杀我呢？秦晨距离裘音越来越近，看着对方那张绝美的脸，秦晨没有丝毫的动容，声音平淡：秦晨，你我都是人族，不应该相互厮杀，这没法则之果，你既然拿到，那便是你的。说完，他转身就走，不敢再继续面对秦晨。秦晨见对方毫不犹豫的离开，也是一愣，差点把自己都整不会了。嗡！无形的重力瞬间蔓延而出，让裘音的身体一顿。秦晨，你要杀我？我们若是厮杀，无论谁输谁赢，对人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裘音转身，脸色难看的道：之前口口声声说我找死，现在又觉得不能相互厮杀，好像都是你说了算。秦晨冷声道。他懒得再和对方废话，身影瞬间逼近，同时他的手臂在这一刻开始变大，如同炮筒一般。裘音见状，脸色一变，他感觉到了秦晨身上强烈的杀意，不敢丝毫拖大，身上的重力元素弥漫，想要去控制秦晨。同时他双拳之上土元素覆盖，身影在风的作用下也变得十分的飘忽。轰！就在这时，秦晨的手臂中一个火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直接冲了出，
裘英双手抬起，无数的土元素在身前出现，以此来抵挡。同时，重力元素疯狂地拉扯火球，要让他的速度彻底慢下来。这一拳，即便是叶子没来，他也抗不住。秦晨摇了摇，不是他看不起对方，而是这记火焰加农炮虽然不算用出全力，但是就这些神榜上的天才，任何一个都挡不住。排名第7的裘英自然也挡不住。此时的裘英也终于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一记火球的可怕，越是靠近，越是让他心颤。不，在火球轰击在他身上时，他瞬间瞪大眼睛，眼中露出了不甘和疯狂。他拼命地用出自己掌握的各种元素之力，还想要凭着这些元素之力去保护自己的身体。可是那火球却摧骨拉朽，在他身上出现一种元素，便摧毁一种元素，根本不给他丝毫的机会。轰！最终，火球洞穿了他的胸口。裘英无法相信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上的洞，整个人短暂地陷入了迷茫，随后身体开始缓缓地倒下。在倒下的过程中，他凭借着最后一口气看了一眼秦晨，带着强烈的恨意。秦晨自然也发现了对方的眼神，他神色平静地道：“千万别恨，否则你会踏上一条最错误的道路。恨他当然可以，但是出去后因为恨他而再想出手，下次就不是虚拟的了，而是真正的死亡。”击杀了裘英，秦晨看向了另外2人。此时的血雨和那妖族的天才都站在那里不敢动。他们刚刚想要趁着秦晨和裘英交手时逃跑，这也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因为只有那个时候秦晨没有锁定他们。然而2人根本没有想到裘英死得那么快，那么容易，根本没有给秦晨造成丝毫的麻烦，导致秦晨锁定他们的那股势根本就没有消失过。所以他们不敢动，只能一直等着，明知道秦晨不会放过他们，也只能等着。此时他们看着秦晨朝他们走来，内心反而比之前淡定。也许是知道接下来的命运，所以他们没有再有任何的害怕。秦晨，你很强，可就是因为你太强了，接下来你在秘境中一定不会顺利。也许1个人不是你的对手，但是5个、10个呢？血雨看着秦晨，缓缓开口。秦晨笑了笑，你说的对，可是那得等他们联手再说。况且我觉得他们不会联手，就算联了，我也很想看看一群牛羊成群结队，是否就能反杀一只猛虎。闻言，2人脸色一变，秦晨把他们形容成了牛羊。很快，秦晨不和他们废话，仅仅用了片刻，2人就倒在了他面前。击杀了的2人之后，他又找了一个地方开始消化奖励。接下来的时间，秦晨就这样四处寻找元素法则之果。若是遇到人，那就直接杀了。当然，他也不是乱杀，人族的人如果没有招惹他，他并不会出手；但是招惹他，想要打他主意的，一律击杀。时间就这样过去1年。这1年时间，秦晨的名声彻底在秘境中传开。同时，很多人也知道，当初秦晨是提前进入的秘境，比神榜排名前5的几人还要强。与此同时，在黑白山的山顶站着一个全身鳞片的生物。1年了，还没有找到他。鳞片生物声音冰冷。1年前，他就追踪秦晨而来，可是每一次都错过了。这1年时间，他也听到关于秦晨击杀别人的事情，可是对他来说，他根本不在乎。秦晨再强，也不可能强过已经超凡9级的他。几个本土生命胆战心惊，其中一个道：“大人，他上一次出现就在千里外的一个丛林中，那一次他应该获得木元素法则之果。我分析过他每一次出现在一个地方都不会很快就离开，所以我猜测他现在就算不在那边丛林，也不会距离太远。只要我们接下来仔细寻找，一定可以找到他。”鳞片生物摆了摆手：“那就快去找。”本土生命不敢耽搁，连忙散开，开始寻找秦晨。此时的秦晨确实距离那座丛林并不远，他正在吞噬上次击杀别人获得的天道奖励。丁，风系第8条新闻达到圆满，风系突破了。秦晨一笑，这1年时间，他获得了8种法则之果，一共10枚，其中火元素和木元素法则之果都是2枚，其他的几种各1枚。期间，在争夺这些法则之果时，经历了不少的战斗，也击杀了10几个天才。而这段时间，他消化的天道奖励也不仅仅是让他的风系突破8级超凡，其他几个系也是全面提升。姓名：秦晨，火系境界8级超凡，第9条新闻进度30%；风系境界8级超凡，第9条新闻进度0；冰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50%；土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60%；木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90%；金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8%；雷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35%；重力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80%；战力280万星。星辰细胞除了最后获得的重力系还是6级超凡外，其他系全面突破到了7级。以我现在的实力，不知道9级超凡能不能抗住我的全力一击。这一刻，他带着自信，即便是那种武系的9级超凡，他也有绝对的信心去击杀，除非对方武系全9级，这样他可能拿不下对方，但是这种人几乎不存在。别人不像他拥有吞噬能力，能快速的让修为提升，别人提升1级需要不断的领悟修炼，所以要完全同步提升上来太难了，几乎不可能。所以不管是天才还是强者，只要掌握多系，几乎都是主要提升1两自己天赋好的系，别的系靠机缘来提升，或者自己主要突破的系遇到了长时间的瓶颈才会去提升别的系。
5系或者5系以上，还是全系9级，这种人几乎不可能存在，更没有能够忍着某个系突破到不朽，而去全力提升所有系。我算不算无敌超凡？秦晨突然一笑，修为还不是超凡巅峰，就已经是无敌超凡，这恐怕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几乎见不到。不管是不是，只要我全系达到9级，即便是不朽，我也能杀。不朽强大就强大在拥有不朽之力，非常难杀，但是全系9级的他还是完全可以尝试击杀的。到时候他也许就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在超凡便可以击杀不朽的人。现在进入这里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想要再杀人有点困难了。这一年不仅仅是他杀了一些人，别人也在杀，1年时间估计剩不了几人了。而且剩下的这些人也是小心翼翼，想要遇到再杀很难。还差最后一枚法则之果，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法则之果？想到法则之果，他眉头一皱。1年时间他获得了8种，这8种是金木水火土风雷冰8种。按照他向我的元素还差重力，但是法则秘境中一共9种，还有1种不一定就是重力。他之前在和别人争夺时也顺便打听过，这8种确实一直有人获得，但是第9种一直没有出现，所以没人知道这第9种法则之果到底是什么。就在这时，他耳朵突然一动，一个声音传了过来：大哥，这次要是帮那人找到人，我们真的可以走出这方世界吗？2个本土生命正在小心翼翼地前进，其中一个小声问道：出这方世界是别想了，他自己都自身难保，还会带我们出去？被叫大哥的本土生命摇了摇头：那我们还帮他找人？另一人顿时有些不干了，之前那鳞片生物找到他们，让他们帮着寻找秦晨，只要找到就带他们出这个世界。所有本土生命都想要走出这里，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卖命，甚至在这1年还死了一些人。然而现在却说没法带他们出去，他心态顿时有些崩了。帮他，我们也许不会出这个世界，但是不帮，我们会被他击杀。大哥摇了摇头，带着无奈的神色。你也不用太泄气，要出去不一定就要非得靠那人，也可以靠自己。靠自己？你是说那个传说中的传承之地？正在远处听2人谈论的秦晨突然神色一动，他们在帮别人找人，找我。他仔细地听着这2人的对话，他们要找的人很像自己，而且他们是帮别人办事，谁会找他？看来这里面并非只有主战场来的天才以及本土生命，还有一些我并不知道的人，而且是专门针对自己的人。这一刻他知道异族那些强者针对他的阴谋快要露出水面了。至于他们说的传承之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还有什么传承之地。所谓传承之地，便是一些大能在某处留下的某个传承，而这个传承就是为了考验后来人，只要真正的完成要看，就是可以获得传承奖励。这个传承奖励可能是继承某个身份，可能是获得某个奖励之类的，也许真有可能。秦晨突然意识到传承之地的存在并非不可能，这个秘境以前是影族的，也许就有关与影族的传承。虽然这里是虚拟世界，但是这次万族的大能突然决定只让81人进入秘境，也许真正的传承也被放到了虚拟世界中，就是为了让这些天才去竞争。当然这只是他的猜测，无论如何只要真的有传承，也许还真是一个机缘。能被称为传承的，那么如果有完成传承考验，获得的东西绝不会差。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找到最后一种元素法则之果，之后再看是否真的有传承之地。他的身形瞬间一闪，消失在了原地，而他这车的方向是山的另一面，黑暗世界。秦晨的身影速度很快，不久之后他就来到了山的另一面。在这里是黑暗的世界，没有任何的光亮，不过以超凡的目力根本不用担心看不见的问题。他不停地穿梭在黑暗中寻找法则之果，虽然现在他已经获得了8种法则之果，只差1种就完全拥有9种，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获得的法则之果，他要是再遇到也照样会去得到它。法则之果不仅仅是可以让自身掌握的元素法则入门，还可以加深对元素法则的领悟。就像他现在虽然已经掌握了火元素法则第1重，但是仍然可以利用火元素法则之果让自己快速的去领悟第2重，所以法则之果的价值非常高，哪怕是一些不朽强者也都想要拥有，更别说他们这些年轻天才刚刚才进入7级超凡不久，更需要这种宝物来助自己领悟。他的身形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平原上，放眼望去，平原一眼望不到头，只是秦晨却听到在他的前方有巨大的动静传来，距离很远，可是却能听得清楚。他没有任何的犹豫，飞快地向着动静的方向飞去。不久之后，他终于看到了前方有人影出现，全部都聚到这里来了。秦晨一看，好家伙，几个联盟的天才各自聚在了一起，不过人数已经不多了，妖族有3人，魔族5人，神族5人，龙族和虫族联盟还有6人，人族一共7人，所以加上他自己一共还有27人。如果所有人都来到这里，那么81人已经死了54人了，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数字。81人都是各族顶级天才，然而这还不是最后的胜负，也许还会死人。对于顶级天才来说，可能在这里死一次，出去后还是天才，但终究还是要掉等级，也是一个不可承认之痛。这次万族高层突然这么做，估计还有一层意思，那便是借此机会让别族的天才遭受一些损失。当然这属于杀敌1000自损800的行为。此时的几个联盟的人看到秦晨，神色都是一凝，各自竟然不自觉地在往后退，
生怕和秦晨靠得太近。秦晨一笑，各位无需这么紧张，我在想，你们都聚在这里，是发现了什么吗？没有人回答他，反而一个个更加的警惕。秦晨见状，非常的无奈，这些天才太他妈胆小了。他独自上前，在他的前方有一个个巨大的坑洞，这些坑洞从远处看并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当站在坑洞上方，从上往下看，就会发现坑洞一眼看不到底，像是一个个深渊一样，而且上面是一个个坑口，下面却好像连在了一起，完全就是一个地下世界一般。秦晨仔细地感应着这些坑洞，一股股的阴冷气息从洞中传出，这些阴冷的气息和之前冰元素法则之果散发的寒气不同，这些气息阴森，还带着一些邪恶，仿佛来自地狱。这里应该就是法则秘境中被称为地狱洞窟的地方，也是法则秘境中最为凶险的地方。秦晨回忆起关于这个法则秘境的一些情况，他看了一眼其他人，这些人之所以聚集在这里，应该就是想要去这下面看看有没有法则之果，只是他们仍然在犹豫，单独进去显然不敢，所以在商议联手。然而本身相互之间就是敌人，所以联手又没有任何的信任基础，就一直僵持了这里，甚至之前还动过手，引起了巨大的动静。秦晨猜测到这些人的心思后，并没有多想，而是盯着深渊中，然后准备只身前往去看一看。哈哈，终于找到你了！就在他刚要动身之时，一个大笑声响起，紧接着一道雷光在空中不停地闪过，距离越来越近。雷光的速度太快，而且带着强大的威压和杀意，让在场的所有天才纷纷色变。滚开！雷光朝着深渊这边冲来，中途妖族联盟的几人挡着，雷光中发出一声怒吼，随后几人的身体就被轰飞了出去。哪怕是妖族最强的黄金圣，也忍不住疯狂的倒退，他眼中更是露出了惊恐。谁？他大喝一声，可是那雷光从他们身边闪过，丝毫没有理会他们。我要杀的人是他，其他人都给我闪开！雷光中传来冰冷的声音，同时恐怖的雷元力在这一刻炸开，强大的气势瞬间充斥全场。超级九级！感受到雷光中人散发出的威压，众人脸色大变。他们这里最强的叶子梅掌握的元素中最高等级也只有超凡8级而已。影族，他是影族之人，怎么可能？这虚拟战场中怎么会有影族的余孽？他是如何进来的？就在这时，几人终于看清了雷光中的身影，那全身长满了鳞片，分明就是影族之人的特点。万族战场上有影族的幸存者并不奇怪，毕竟这个地方原本就是影族的疆域。可是这里是虚拟世界，有影族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关键还是掌握了多系的超凡9级人，对他们的威胁实在太大了。万族高层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才对。不对，他的目标是……众人这个时候反应过来，这个影族的人没有专门针对他们，而是冲着前方的秦晨而去。秦晨，他针对秦晨，这难道他是被放进来的？众人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万族高层的失误，而是可能专门放进来的。目的就是对付秦晨。想到这里，众人浑身发寒，并不是因为害怕这个影族的余孽，而且高层的做法，他们可以为了杀秦晨，破坏各族之间的协定。那么秦晨死了，人族会不会报复，也暗中对付他们？元始城，该死！此时的几个人族强者盯着画面中突然出现的影族余孽，惊怒交加。他们竟然放了人进去，他们怎么敢如此？城主，怎么办？这个影族余孽竟然掌握了4系，其中有3系达到了9级。秦晨他，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一脸焦急。这边故态突然了，而且万族明显准备很充分，直接放了一个这么强的进去，就是要对秦晨一击必杀。此时的第9城主也终于有了表情变化，他的脸色难看至极。他想过万族那边会偷偷通知里面的天才联合起来对付秦晨，甚至想过他们会偷偷送一些宝物进去，让那些天才对秦晨使用。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偷偷的联手送进去一个影族余孽，还是3系9级的余孽。想要送不朽进去，肯定是瞒不过他，但是送超凡进去，动静很小，几个强者联手完全可以让他感觉不到。当然，送超凡进去也并不是就一定能够杀秦晨，毕竟秦晨的实力也强，除非是多系都达到超凡9级，这样的人几乎不可见，所以他之前没有想到也很正常。谁知道这些万族的人竟然找了一个影族的余孽，这个影族的余孽明显一开始是被控制住了的，没办法去突破不朽，所以无数年来他应该就是在提升各技的修为，既然不能突破不朽，那就可以将所有系提升到9级超凡。而恰恰这个时候秦晨出现了，所以这个影族余孽就派上了用场。城主，能救下他吗？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开口问道。第9城主没有回答，而是身体一抖，紧接着他的意识出现了宇宙之中，很快就来到了一个虚拟的万族会议厅。你们的做法破坏了我们的规定。第9城主的意识化身成为一个巨大的虚影，出现在万族圆桌会议现场，一个个万族的强者相继出现。他们闻言并没有开口，这次杀秦晨直接联手放进影族余孽，确实是他们破坏了虚拟战场的规定，但是现在已经这么做了，也不可能停止下来，所以他们并没有什么好说的。第9城主见他们不开口，缓缓道：此次之后，所有参与这次的种族，你们的天才都要死一次，我亲自出手，相当于是为秦晨报仇。你几个强大种族闻言脸色一变。第9城主冷声道：如果不行，从此之后人族退出虚拟战场，不再派天才进去，但是我会时不时出手，
灭杀虚拟战场的天才。话一出，众人更是变色。人族这是要破罐子破摔了，大不了不进虚拟战场，但是从此虚拟战场也不会再有任何的安宁。别看万族加起来比人族强大，可是谁也无法保证一直可以阻止第9城主虚拟意识进入虚拟战场杀人。要不你们现在联手将那影族余孽捉出来，再赔偿一些宝物给秦晨，此事便接过去。第9城主再次开口，他现在当然也可以进入虚拟战场阻止那影族余孽，但是这些人肯定会出手阻拦，所以他直接给这些人选择，要么这次就让影族余孽杀了秦晨，秦晨因此退出虚拟战场掉一个等级，但是他也会出手灭杀在虚拟战场中的所有异族天才，即便这次被阻止，他会总会找到机会，除非所有人马上出来，不再有人进去，要么马上停止对秦晨的袭杀，并给出赔偿。你可以让天才杀秦晨，被杀了那是秦晨不如人，但是偷偷送影族余孽进去杀，那就是破坏规矩。杀！龙族的一个大能平静开口，显然已经决定继续让影族余孽杀秦晨，用所有天才死亡退出虚拟战场，换秦晨死亡。直！神族的一位大能也开口道，声音斩钉截铁。其他几个参与了此事的大能一言不发，但是沉默也代表他们也决定用所有天才掉修为来换秦晨也掉修为。第9城主见状没有再开口，而是缓缓的消失，在秘境结束之前我会出手，期间虚拟战场中所有人除非死亡退出，否则不得出来。第9城主的声音震动整个万族虚拟会议厅，无比的霸道。原始城城主几人看到第9城主的意识回归，连忙看去，现在已经无法阻止。秦晨被杀退出虚拟战场后，我会出手击杀所有异族天才。第9城主解释道，击杀所有人天才也是吃亏。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不爽道，看似用秦晨死在虚拟战场换异族所有天才死一次，这样的交换他们赚了。毕竟异族还有像叶子梅这类天才，他们死在虚拟战场会掉3个等级，损失巨大。可是在他看来，这些人根本没法和秦晨相比。秦晨掉1级，那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如果秦晨因此而道心不稳，需要花大量时间去稳道心，那更是损失严重。也许人族因此会少出一个宇宙霸主。第9城主摆了摆手，这是他的一个劫，就看他如何跨过去了。说着，他抬头看向了画面，秘境中看着那道人形闪电快速的逼近秦晨，众人神色凝重。秦晨完了，没想到有大能放人进来，这次之后我们得尽快出去，否则人族肯定会报复，拿我们开刀。他才20多岁，死了退出去也才掉1级而已，人族不至于为了这个就和所有族对着干吧？有人眉头一皱，这不是对着干的问题，是有人先破坏了规矩，人族不可能就吃了这个哑巴亏的。总之出去了才安全。快看，交手了！就在这时，众人看到影族的那人已经到了秦晨的身前，而此时的秦晨在他们眼中仍然没有反应，像是被吓住了一般。杀了你，我便自由，只能怪你太优秀，那么多大能为了你而联手，你也死了其所。影族余孽冰冷的声音响起，同时他的手中突然现在了一枚血红色的针，这针出现的瞬间，秦晨瞳孔一缩，针上带着恐怖的血腥气息，仿佛能够渗透他的灵魂。在这一瞬间，他便知道，如果自己被这一枚血色的针给扎中，他会死，是真正的死亡，彻底灭杀他的灵魂。他无法再退出虚拟世界，外面存在的肉身将变成一具躯壳。灭魂针！附近的万族天才看到这枚针之后，也是脸色大变。灭魂针，竟然是灭魂针，好大的代价！甚至有人惊呼出声。要知道，这个虚拟战场是万族大能共同弄的，想要在这里面真正的杀人几乎不可能。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比如这灭魂针就可以在这里真正的杀人。只是这种灭魂针太难制作，哪怕是大能也需要花费极大的代价。原始城中，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几人见到灭魂针的那一刻，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万族该死！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惊怒地吼出声。第9城主更是脸色铁青，他的人脸法相在这一刻瞬间就冲进了虚拟战场。虚拟战场中，巨大的人脸从虚空中缓缓地呈现出来。然而就在这时，另外3个人脸也缓缓地呈现，将第9城主的法相给拦住。万族，你们彻底打破了规矩！第9城主的人脸法相看着对面3人，冷声开口。万族使用灭魂针针对秦晨，彻底破坏了规则，这事他无法容忍。光明，此事已成定局，之前我们可是答应了你，可以由你出手灭杀我等几族的天才。其中一个人脸声音滚动，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天才脸色巨变。我们被高层当成了交换秦晨的筹码。这一刻他们难以置信，他们当然知道秦晨厉害，高层为了灭杀秦晨联手放人进来，就让他们震惊了，现在才知道竟然还要牺牲他们，哪怕只是在这里死一次，真正死不了，但是这可是所有虚拟战场的天才啊，他们竟然一群人去抵一个秦晨。不，高层怎么想的？有人顿时觉得接受不了。然而他们如何想，对于强者来说根本不重要。几个法相人脸在虚空中对峙，第9城主的声音震动苍穹，灭杀你们的天才。如何灭杀？这些异族人确实是让他灭一次这些天才，然而只是虚拟中的死亡，掉一些等级而已。他要真正的灭杀，在这些人的干扰下根本办不到。而秦晨却是真正的死亡，这是明摆着
针对他人族。光明，这事已经说好，无需再说的别的。另一个异族大能开口：“放屁！”第9城主暴怒，人连法相就要出手阻止那影族的余孽，拦住他。另外3个人连法相同时出手阻拦。而就在这时，那影族的余孽手中的血色针已经对准了秦晨。秦晨虽然震惊于对方拿出灭魂针，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慌张。灭魂针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在虚拟战场中真正灭杀人的灵魂，但是他并不会给使用它的人增加战力，所以只要自己的实力是强于对方的，自己就能将其反杀。他的身体周围在刹那间就出现了一个寒冰领域。不朽巅峰武学冰雪之域，已经接近秦晨的影族余孽在冰雪之域出现的瞬间，他的速度变得缓慢起来，身上一层层的寒霜开始浮现。他震惊地看向秦晨，一个领域类的武学技能竟然将他给影响了。只是他并没有放弃，身体仍然在前进，不断地逼近秦晨，手中的灭魂针更是距离秦晨越来越近。秦晨神色仍然平静，已经很久没有使用的长刀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同时周身雷霆浮现而出。影族超凡9级，不知道你能否让我产生压力？轰！在他的话落下的瞬间，他周围的雷霆陡然炸开，整个战场中心恐怖的雷电弥漫，将空间炸得爆响。周围的所有天才脸色大变，他们看到那炸开的雷霆不停地在往外扩散，疯狂地逼近他们。快退！有人大喊一声，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疯狂倒退，同时眼中露出了惊恐。仅仅是扩散出的雷霆之力，竟然让我感到心悸。向无双的身体倒退的同时，内心泛起了滔天巨浪。一旁的叶子梅身体倒退时，死死地盯着那战场中心，虽然炸开的雷霆让他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可是他对秦晨又有了新的认识。其他的几个天才内心各有想法，正在虚空中对峙的几大强者法相也突然停了下来。第9城主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另外3个人脸一脸骇然。战场中心正面对秦晨的影族余孽更是带着不可思议，他的身体在那爆开的雷霆之力的冲击下无法控制的倒飞出去。怎么可能？我是9级超凡，3系9级，我应该在超凡中无敌，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对手？影族余孽完全无法相信这一切，他手中的灭魂针在这一刻也被强大的雷霆冲击的脱手而出。超凡9级，很强。秦晨的声音响起，紧接着他手中的刀猛地挥出，周围那些炸开的雷霆随着他的刀开始切割着空间。噗！大刀斩在对方身上，浑身的鳞片被切割出刺耳的声音，但是仅仅只是片刻，鳞片便被完全切开，长刀直接将对方拦腰斩断。秦晨以最快的速度收刀，然后一把将灭魂针给抓在手中，猛地扎了出去。他不知道此人是万族直接送进来的，还是送的意识进来。总之，无论如何，这一针下去，对方现实中必死。这个时候，他周围炸开的雷霆也缓缓消失，整个战场变得死一般的寂静。众人愣愣地看着站在那里手握灭魂针的秦晨，以及倒在地上死的不能再死的影族余孽，他们眼中露出了恐惧、害怕以及难以置信。而那4个人脸同样露出了无法置信之色。秦晨竟然击杀了3系9级的超凡，这是之前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也根本无法去想。秦晨才多大，进入虚拟战场也才多久，怎么可能杀这么强的人？4人都紧紧地盯着秦晨。第9城主有意无意地将3个人脸给挡住。秦晨抬头，先是看向第9城主的法相，微微一拜：“秦晨见过光明城主。”第9城主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讨论问题。之后，秦晨又看向3个异族大能法相：“多谢各位让我印证了一下我的实力底线，只是感觉还是差了一些，所以接下来我准备用我手中的灭魂针在秘境中再试试对象吗？”说着，他看向了妖族、神族、魔族和龙族几个联盟的天才，就是他们。这一刻，秦晨在说完后，身上的杀意控制不住，这让那些天才浑身一寒。来而不往非礼也，光明城主，我是否可以杀？秦晨再次看向第9城主，开口问道。他虽然准备杀光这些天才，来对这些异族大能针对自己的回应，不过这些大能法相毕竟拥有不朽之力，他们要阻止自己是没法动手的。唯一的办法，大能由大能去解决，而他只负责击杀天才。哈哈！第9城主闻言大笑，为何不可？他们既然针对你没有成功，那么就杀回去，总要收点利息。第9城主说完，他的人脸法相开始暴涨，将另外3人的法相彻底挡住。收利息！好！秦晨大喝一声，下一秒，他的身体中涌出了无数的藤条，这藤条在一瞬间就对着那些天才击射而去。噗！很快，其中一根藤条瞬间洞穿了一个妖族天才的身体，藤条开始稀释他的生命，仅仅是几个呼吸，妖族天才的身体缓缓倒下。嗡！突然，秦晨屈指一弹，灭魂针飞出，在妖族天才彻底倒下之前，射穿了他的脑袋。不！那妖族天才惊恐的大叫，可是很快他就彻底倒下。此时，虚拟天道并没有抽取他身上的元素之力，他倒下的身体开始缓缓消失，但不是之前死人那样缓缓的消散，而是灵魂归于天地一般。这一刻，除了人族的项无双他们，其他几个联盟的天才脸色猛变。死了！他们知道，那妖族的天才彻底死亡。走！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跳下了深渊之中。秦晨见状，
面色带着冷漠。这是你们种族的高层为你们种下的果。他没有耽搁，同样一步踏入了深渊之中，用灭魂针杀人，没有任何的天道奖励。可是经过1年多的杀戮，他现在击杀别人奖励本来就少，所以他已经无所谓，只要将这些人击杀在这里就行了。而这就是异族针对他失败后应该付出的代价。此时的异族大能法相愤怒无比，可是现在他们一时间被第9城主拦着，根本没有别的办法。也许时间一长，他们可以闯过第9城主的阻拦，然而人族这边也随时可能再来强者，并且现在还不是彻底撕破脸的时候，否则虚拟战场就不会再存在了。秦晨看过了你们针对他的杀劫，而你们的那些天才现在要是过不去这个劫，也是他们无能。第9城主的声音震动苍穹，秦晨的身影在深渊之中越下越深，而从深渊中散发出的阴冷之气也越来越浓。这些气息代表着黑暗，甚至越往后还开始影响到他的目力。当然他仍然能够看得很远，只是确实对目力有所影响。砰！最终他重重地落在了深渊底下。跑得倒是快，他看了一眼周围，那些下来的天才已经消失，显然第一时间就逃了。很快他不再去管他们，而是看向了其中一个方向。深渊底下这些阴冷之气就是从那个方向扩散向各个地方的。那里会有什么？秦晨眉头一皱，本身这里就是黑暗世界的一面，可是仿佛那个方向才是黑暗世界的源头。他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决定过去看一看。很快他的身形不停地闪动，随着他不停地深入，一股股的黑暗气息强行想要涌入他的身体，像是要腐蚀他一般，将其整个人拉入黑暗的世界。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抬头一看，在他的前方，一个宫殿一般的建筑矗立在黑暗的虚空中，在下方有一个个的台阶，一眼看去有成千上万阶。那个宫殿就是黑暗的源头，无数的黑暗气息从宫殿中涌出。难道是黑暗元素法则之果？秦晨内心突然一动。黑暗元素和光明元素属于极为特殊的元素，它们是2种非常全面的元素，可以作为攻击元素，也可以作为辅助元素。而且掌握这2种元素的人极其少见，所以很少有人对其了解。这样一来，应付起来更加的困难。很快他就来到了台阶前，不管是不是真的有黑暗元素法则之果，他都要上去看一看。之前有2个本土生命说秘境世界有一个传承之地，但是至今他都没有发现那个所谓的传承之地在哪里。而这个宫殿更像是那个传承之地，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承，现在不得而知。他一步踏上了第一个台阶，而就在他踏上去的瞬间，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一阵变幻。当平静下来，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仍然在第一个台阶上，只是他脚下的台阶不只是他这个方向，而是四面八方都有。更让他诧异的是，此时不仅仅他一个人在台阶上，之前那些逃到深渊下的天才也全部在。怎么回事？我怎么突然被传到了这里？一个魔族的天才带着惊慌的声音，其他人也是一脸茫然。当他们看到不远处的秦晨后，更是惊恐万分。更让他们心惊的是，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台阶，仿佛他们必须要从台阶上走上去，然后去到上面的宫殿中。秦晨自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扫视了一眼，带着让众人心悸的笑意，踏上了下一个台阶。轰！很快，一股阴冷的气息瞬间钻进他的身体，让他的精神力一阵震荡。竟然能够影响精神力！秦晨突然变得郑重起来。很显然，这个台阶并不是那么好上去的，需要承认住它带来的冲击。他一步一步的踏上，随着上的台阶越多，对他的精神力冲击越来越强。此时的其他人见秦晨上去，他们犹豫不决，上去可能会在宫殿中遇到秦晨，而秦晨拥有灭魂针，要杀他们，他们会真正的死亡。可是不上去，他们又离不开，难道要一直待在此地？况且，就算他们一直待在这里，等秘境世界一关闭，他们同样得退出去，到时候还是会遇到秦晨。也许到了宫殿中还有别的转机，或者比他先进入宫殿，也许可以提前离开。众人最终发现只有2个机会。第一种，宫殿中有未知的转机，这个他们无法确定，所以最好是第2种，比秦晨先到宫殿，然后想办法离开。想到这里，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就拼命往上爬。可是很快，他们发现想要快速上去并不是那么简单，需要抵挡可怕的精神力冲击，一个个的速度奇慢无比。而有一人例外，那便是神榜排名第1的叶子梅。此时的他眼中露出了异色，仿佛这些精神力冲击对他来说只是锤炼一般，看起来无比的轻松。就在这时，他突然转头看向秦晨，而同一时间，秦晨的系统空间中，当初在血色世界的血塔中获得的血色令牌突然移动，他也转头看向了叶子梅。对方和他一样是登上过血塔第9层的人，同样有一枚血色令，他也有血色令。叶子梅内心一惊，他之所以拥有血色令，还是在进入虚拟战场之前，在神族疆域的某个星球中成功登顶血塔后获得的。那一次，他也拥有了精神力攻击的武学，同时他自身的精神力也变得强大。可以说，他这次之所以能在虚拟战场中成为神榜第1，那次的经历对他的帮助不小，所以他一直对于血色令非常的重视。在感受到秦晨也有血色令后，他内心瞬间有种感觉，他和秦晨之间即将因为这个血色令而发生一场竞争。此时的秦晨也在暗中思考，他空间中的令牌有种要冲出去的感觉，他相信叶子梅那边也是同样的情况，2枚血色令想要冲在一起，合而为一。如果是这样，
合而为一之后，也许会有别的反应。很快，他便不再多想，而是开始认真登台阶。这些台阶的精神力冲击以及一些威压，确实是用来考验一些天才的。可是不适合我了。他摇了摇头，身形在台阶上不停地上升，看起来仿佛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反而身轻如燕。不管是什么传承之类的，留下他的人一般都会设置一些考验，只要通过考验，就有机会获得对方留下的宝物。现在这个地方，所谓的台阶就是这种类型的考验。超凡级的天才登台阶会感受到艰难，包括叶子梅，前面看起来轻松，但是随着上升，同样会慢下来。不过现在的秦晨仿佛已经完全不在这个行列了。所谓考验，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其实这也很好理解，留下传承之人设置的考验终究有上限，而秦晨已经超越了这个上限，所以他的年龄、修为属于被考验的范围，但是实力却超出了这个范围。这种情况，恐怕连留下这个传承之人也不会想到。毕竟，这种可怕的天才，整个宇宙中也极其少见。就算有，这种人也是被超级势力看上的人，对于一些传承，恐怕看不上。除非是那种对自己留下的传承有相当的自信，可以吸引这种顶级天才来。而显然，在这里留下传承的人并不是这样。对方可能设置了顶级天才的考验，但是对于秦晨这种几个纪元才出现的天才，明显没有考虑到。所以，此时的秦晨如闲庭信步一般的登着台阶，而这一幕也让其他人一阵愕然。传承之地的考验对他竟然没有了意义，只要不是那种宇宙中的顶级大能的传承考验，恐怕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时代，他将压下所有人，有他在，我们这些同辈将毫无称霸的可能。无敌！这一刻，这些各族的顶级天才看着秦晨的背影，议论纷纷。他们的语气听起来很是平常，显然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秦晨的强大，以平常心来看待了。尤其是刚刚那些还想比秦晨先进入宫殿的人，更是一点脾气都没有，甚至有人在这一刻干脆停止了登台阶。没有意义。这个时候，秦晨必比他们先到宫殿。若是秦晨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必死，还不如就在这里等下去，继续想办法。就连叶子梅此时也缓缓地放慢了自己的速度，最终停了下来。看着秦晨上升的背影，他内心升起了一丝绝望和悲哀。他也是成功获得血色令的人，按理说得他的天赋得到了设下血塔之人的认可，只是第一步是认可的。然而，同样是获得血色令的秦晨，让他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天才。秦晨却没有在乎别人的想法，此时在他的眼中已经完全没有了所谓的天才对手，因为无人同辈之人，无人有资格入他的法眼。很快，他的就来到900阶以上，在这里，他感觉到一丝威压对他的阻碍，然而仍然无法阻挡他的前进。不久后，他踏上了最后一阶，来到了宫殿的门口。站在宫殿门前，他此时清晰地感受到宫殿里面传来的黑暗气息。推开宫殿大门，秦晨正准备上前，突然一个声音响起：“该死的！我设置的传承要求是50岁之下的超凡天才，你一个老怪物，竟然跑来接受我的传承！”这个声音带着愤怒，但也能够听出其中的无奈。显然，这个声音的主人就是留下传承的人。就在这时，一个虚影缓缓地呈现在宫殿的大殿中。当他看到秦晨后，突然一愣。他虽然是虚影，但是却拥有着自己的意识。看到秦晨的这一刻，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无比的年轻，并不是他想象的那种老怪物。你，他突然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下一秒他就变得激动起来。难道我黑暗真神留下的传承也能吸引一个超级天才？他带着无法置信之色。秦晨听到虚影的声音，也突然一愣。黑暗之主，他内心一动。黑暗之主掌握了黑暗元素的真神强者，掌握黑暗元素的真神强者有不少，但是最出名的还是一位当初的影族强者。他没有想到这里的传承竟然是那位真神留下的。我没有掌握黑暗元素，但是我有系统，最终都会掌握。如果真的可以获得，等我获得黑暗元素后，将会突飞猛进。他看着虚影，突然对着虚影一拜：“前辈！”哈哈，虚影兴奋的大笑，看着秦晨，无比的满意。我留下的传承有。虚影似乎有些迫不及待，生怕秦晨就后悔一般，连忙道：“一门真神级黑暗元素的武学虚化。”下一秒，一门武学信息便涌入了他的脑海。虚化武学介绍：化身千万，无法辨你真身，真神级武学。我还有。虚影突然大手一挥，一把武器出现在秦晨眼前。黑暗之刀，此刀为我穷其一生找人打造，此刀一出，黑暗降临。嗡！长刀在空中轻轻一斩，整片大殿突然无数的阴冷之气出现，让人不由一颤。我还有。此时的虚影感觉很着急一般，开口道：“黑暗元素的1000枚能晶，能够助你在黑暗元素的修炼上无往不利。”我还有。一个又一个传承之物出现在秦晨面前。黑暗之主的虚影不停地给出传承之物，让秦晨也目瞪口呆。特别是看到对方恨不得一股脑的拿出来，非常急迫的样子，他感觉有些好笑。而就在此时，后方出现了一个身影，他正是接受传承考验的叶子梅。他原本想要直接停在台阶上，不和秦晨正面面对，可是最终他还是上来了。如果都不敢和秦晨正面面对，他觉得自己的道心也完了，所以哪怕自己会在虚拟世界死亡，他还是选择登上台阶。可是当他彻底登上台阶后，却骇然发现大殿中留下传承的大能虚影竟然在讨好秦晨一般，不停的开口，
那个样子，生怕秦晨就拒绝接受传承。这一刻，他惊呆了，怎么可能？他下意识地开口，一个大能留下传承，竟然会迫不及待地给一个参加考核的人送东西，这是什么鬼？强行传承？他无法理解，更不可能理解。但是现在这一幕，他就看得清清楚楚，彻底震碎他的三观。而黑暗真神这个时候还在不断地给出东西，一枚玉佩浮现而出，此物拥有我的真神之力，可挡住真神一击，并发出一击，这一击真神之下乱杀。哎，我也是在我即将陨落时将自己的神力注入其中的，所以只能做到这一点了。虚影摇了摇头。过了不知多久，秦晨终于接受完了黑暗真神的传承。他看了一下获得的所有人东西，武学、能金、奇物、武器，这些是基本，另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比如一些使用之后能使速度变快的逃命之物。这些东西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最好，不过对于他来说，最好的还是这些基本之物，因为这是能让他快速提升实力的东西。很快，秦晨将这些东西收起来后，那虚影无比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他又叹了口气，哎，我是影族人，当年那场大战，影族灭亡，我也重伤垂死。我恨灭我种族的万族，我也不恨他们，这是种族之间的大战，我无法控制，也没人能够阻止。所以在死前，我留下了传承，只要通过我的传承考验，都可以获得我留下的东西。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又带着一丝伤感，我留下的东西不多，大战中很多东西都已经被摧毁，能留下的也就这些了。我也没有想过获得我的传承后就有一个传人之类的，我的目的也就是让曾经属于过的东西在这世间留下一些印记，不至于这么快消失于时间长河。这个时候虚影的话越来越弱，他也越来越暗淡。秦晨能感受到此人的伤感情绪，对方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在这世间留下点东西，不朽之后为真神，能成为真神都是一方霸主，在宇宙中也是封疆大吏。然而现在只是希望自己能在这个世间留下些印记而已。秦晨在对方的虚影消失前对其一拜，你的东西将在我手中大放异彩。虚影最后欣慰一笑，彻底消失在大殿中。这个时候秦晨才缓缓转身看向仍然在发呆的叶子梅，淡淡一笑。叶子梅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她深吸口气，缓缓道，没想到传承还能这样传，黑暗真神也是影族强大的真神，在万族中也是拥有他的威名，竟为了你迫不及待地将东西送出，我无法和你竞争，血色令给你。之前他还心有不甘，但是这么离谱的事情竟然发生了，他知道自己和秦晨拥有着巨大的差距，自己若是还执着于和秦晨去争，只会自取其辱而已。他手一挥，一枚血色令牌飞向秦晨，秦晨一把将其抓住，随后平静道，虽然你主动退出竞争，但是异族针对我的，我仍然要讨回，现在也只能暂时从你等身上讨回。说着，手中的灭魂针出现。叶子梅看到灭魂针并没有慌张，只是淡淡道，灭魂针很可怕，但我还不想死于它。说完，他对着自己的眉心一掌拍出，砰！他的身体在秦晨诧异的目光中缓缓倒下。自杀，退出虚拟战场，倒是够果断。秦晨摇了摇头，随后他走出大殿，看向台阶上的各位天才，同时众人也发现了他，所有人都停在原地。你们不上来，我也可以下去。秦晨一笑，灭魂针在手中出现，然后没有任何犹豫的脚下一跨。几乎同时，所有人脸色一变，其中黄金胜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瞬间对着自己的脑门一拍。其他人见状纷纷反应，下一秒，一个又一个的天才接连出掌拍在自己的脑门上，然后台阶上壮观的一幕出现了，天才纷纷倒下，而且在倒下的那一刻露出庆幸的表情。秦晨见到这一幕也是无语至极，他的速度很快了，可是和这些人自杀的速度比起来还是要差一些，根本来不及用灭魂针击他们。原始城人族的几个高层也通过第9城呈现的画面看得目瞪口呆。卧槽！星空联盟的大胡子男人忍不住开口，神榜上的人几乎死完了。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也是愣住了，之前没有进秘境时神榜上就死过人，进来后更是死了不少，剩下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而现在除了人族的几位全部死了。更离谱的是，这些人竟然都是自杀的，被吓得自杀。这些所谓的天才即便到心不崩，以后在宇宙中见到秦晨也会吓破胆，他们以后谈起秦晨都会色变，没有任何可能再超越秦晨。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吧，吓到自杀。他们真的忍不住感慨，哪怕是内心一直对秦晨有些抵触的天网公司负责人，此时也是瞪大眼睛，神色无比的复杂，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但是他的手说明了一切，已经忍不住发出了一封邀请邮件。一直没有开口的第9城主，这个时候意识突然再次冲向了虚拟战场。城主他这是？星际航行公司女子露出疑惑。第9城主明显是意识已经去了虚拟战场，可是现在整个虚拟战场可以说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秦晨了，已经没有必要去了。万族的高层无法让城主信任，为了以防万一，他去也是正常。雷山缓缓道。两人一愣，瞬间明白过来，虽说现在虚拟战场没有什么威胁秦晨的，但是几个异族的大能要是不讲武德，直接用法相杀秦晨，那就麻烦了。法相是拥有不朽实力的。之前秦晨在宫殿中发生了什么，你们知道吗？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子突然好奇地问道。那座宫殿是影族的传承，但是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
秦晨获得了什么，无从得知。黑暗真神虽然实力不如城主，但是城主想要知道里面的一切也需要时间，而秦晨在宫殿中接受传承的时间很短，所以不仅仅城主，那些万族大能同样不知道。雷山开口，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那就是无论那传承是什么，那些大能就没有准备去窥探过。虚拟战场中，秦晨已经返回了宫殿，他一步步地朝着宫殿的深处走去，也越来越感觉到暗黑元素法则之果距离自己越来越近。这个宫殿本身应该也是虚拟的，但是黑暗真神的传承又是真实存在。他摇了摇头，有些事情即便是他现在这个境界也无法理解。他只能猜测，黑暗真神在当初留下传承，哪怕后来万族弄了虚拟战场，这个传承也会同时存在在这里。这也许就是真神强者的实力体现，虚拟和现实共存。他的身影不停地在宫殿中穿梭，到了最后，他手中一共出现了9枚黑暗元素法则之果。看着这些果实，他微微一笑，这些万族大能将法则之果全部放在了这里，没想到全部被我一个人得到。这些大能应该也是知道这里有传承，所以将黑暗元素法则之果放在了宫殿中的各处。然后这些果实散发出强大的黑暗之气，最终将所有天才都引诱到深渊之下，然后强行让他们出现在台阶上来进行传承。只是后来的事情出乎了他们的预料，本应该大家竞争的传承，结果秦晨毫无悬念的获得了，还吓得所有天才自杀。这些黑暗元素法则之果自然也就没有了多人争夺的情况，全部被秦晨获得。丁，你完成了神级任务。丁，奖励已经发放。秦晨迫不及待地看向系统空间，下一秒，一枚黑色的丹药出现他的手中，黑暗元素敏感度加强丹。丹药散发出黑暗气息，他一口将其吞下后，很快身体有了反应。丁，你的黑暗元素敏感度提升。丁，你的黑暗元素敏感度提升到9。丁，你的黑暗元素天赋提升到 SSS 级。这一刻，秦晨感觉自己的身体对着外界的黑暗无比的亲切，之前那些残留的阴冷气息，现在再也没有阴冷之感。武学虚化也可以修炼了。另外，黑暗真神留下了1000枚黑暗能晶，什么等级的都有。有了这些能晶，我甚至可以将黑暗技的境界直接提升到所有技的最高。秦晨手中顿时出现了大量的能晶，这些能晶本来黑暗真神留给传承人慢慢修炼的，可是对于秦晨来说，根本不存在慢慢修炼的问题。还有这么多奇物，这次之后，我就是真正的无敌超凡。他的身前还有各种获得的奇物，这些可以让他的身体强度再次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他并没有急着出去，而是在宫殿中找了一个地方，然后开启修炼。首先，他便开始吞噬那些黑暗元素的能晶，随着能晶的能量不停的消化，修为也在不停的提升。黑暗真神留下这些不同等级的能晶，恐怕就是怕接受传承的人在暗黑系的修为不高，而且留下的数量达到1000，还全是黑暗技德，恐怕是想要接受传承的人接下来安心修炼黑暗元素。黑暗真神也有自己的私心在里面，毕竟接受传承的人不一定暗黑系就一定强大，不留别的能晶，就是让接受传承人专心修炼黑暗元素。当然，最后遇到秦晨，甚至他都没有管秦晨有没有黑暗元素，直接一股脑的将传承的东西拿了出来，也是没有想到。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秦晨一边吞噬能晶，一边修炼武学虚化，同时他还在融合各种奇物。不知过了多久，丁，你的黑暗元素第10条新闻进度达到圆满。系统的提示声音响起，他才缓缓睁开眼睛。姓名：秦晨，火系境界8级超凡，第9条新闻进度0；风系境界8级超凡，第9条新闻进度0；冰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50%；土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60%；木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90%；金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8%；雷系境界7级超凡，第8条新闻进度35%；重力系境界6级超凡，第7条新闻进度80%；黑暗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新闻进度圆满。战力500万星，星辰细胞。黑暗系境界直接达到了9级超凡的巅峰，下一步就是修炼出不朽之力。到了不朽境界，和武者以及超凡阶段不同，不再是9个等级，而且分为普通不朽、封侯不朽以及封王不朽。每一个境界又分为初期、中期以及巅峰。只要到了不朽境界，可以说在宇宙中就拥有了一定的地位，能够遨游宇宙，只要不遇到强大的敌人以及一些宇宙绝地，可以在整个宇宙中都获得无比的潇洒。很多人本身潜力有限，但是他们最大的希望还是能够突破不朽。只要到了不朽，他们便不再有任何的野心，安心的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是能成为不朽的人太少太少，就拿银河星系来说，目前也就只有3个，即便加上那些已经走出去的，也不会超过10个，战力也差不多翻了1倍。秦晨笑了笑，战力达到500万，让他信心更加的强大。很快，他离开了宫殿，然后朝着秘境入口方向而去。当他走出秘境之后，看向战场中心的神榜，他早已登上了第1，而下面很多人他都没有听说过，整个神榜几乎换了一遍，就连项无双这些人族天才也已经消失在上面，显然他们已经选择退出虚拟战场。秦晨也朝着神榜石碑那里走去，登上神榜之后就可以随时正常离开虚拟战场，而离开的方法就是神榜石碑的传送。一路上，秦晨遇到过不少的生灵，他发现现在的整个虚拟战场似乎都在讨论他，甚至很多人已经知道
万族的天才已经被逼得不得不自杀，退出虚拟战场。秦晨听着这些声音，只是笑了笑，靠近石碑的速度越来越快。然而就在他快要抵达石碑时，突然天空中云层开始滚动，一个巨大的人脸浮现而出。他出现的瞬间，巨大的威压从天而降。而这一刻，主战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动了，他们看着那滚滚而来的威压，纷纷色变。正当众人惊骇疑惑时，那个巨大的人脸突然又缓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手掌带着轰隆之声破开虚空，从天而降。整个空间在这一刻出现了无数的涟漪，空间在震荡。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朽法相要干什么？有人心惊胆战。虚拟战场在万族强者联手创建时能够承受的最大攻击就是不朽，而现在战场在颤抖，这是拥有不朽之力的法相化成了巨掌，要对别人出手。轰！就在这时，又是一只巨大的手掌从另一个方向破空而来，砰的一声将第一只手掌给挡住。龙族，你们这是要彻底在虚拟战场撕破脸了？第九城主的声音响起。龙族大能的法相没有回话，而是再次对着秦晨出手，仿佛他的眼中只有秦晨。可是他每一次出手都会被第九城主的法相给挡住。你们该出手了。龙族大能的法相这个时候终于开口。轰隆隆，随着他的话出，虚拟的天空中云层再次滚动起来，一只巨手刹那间形成，直接拍向了大地。这一刻，主战场上所有人大惊失色，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可怕的威压，甚至有的天才身体差点连动都无法动。妖族！第九城主的声音带着愤怒。光明，此子必须死，如果不死，将是对我们的巨大的威胁。妖族的那位大能说话非常的直接，点明了他们对秦晨的担忧。放屁，对你们有威胁就必须死。换成是你妖族的，应不应该死？第九城主冷声道。妖族大能并没有回应，巨大的手掌不停地从空中落下，正中心正是秦晨所在的地方。第九城主化成的大手法相在这一刻一分为二，其中一只直接拍向了妖族大能法相。光明，你果然很强，不过此子今日肯定要死的。就在第九城主一人拦下两人后，又一个声音响起，同时一个巨大的拳头法相破开空间，朝着秦晨的方向落下。魔族！第九城主在这一刻彻底怒了，虚空中竟然瞬间出现了他的第二法相。你刚刚出现的法相拳头中带着魔族大能诧异的声音。不仅仅是他，正被拦住的龙族和妖族的两个大能法相也惊了。之前第九城主的法相一分为二，这不是第二个法相，而且一分为二后实力是有所减弱的，所以第九城主的法相虽然拦住了他们，但也只是一时的。在秦晨离开虚拟战场前，他们有信心可以突破第九城主的阻拦，将其击杀。可是第二法相不同，这时和第一个法相一样的实力了一点都不弱，能在虚拟战场凝聚出自身第二个法相，第九城主的实力超出了他们所有人预料。光明，以前我就觉得你很低调神秘，一直猜测你的实力，现在你终于为了一个人族天才暴露了。又一个声音响起，紧接着云层暴动，肉眼可见的从天空中四面八方而来，最终云层幻化成为一根巨大的手指。法相神通，一指开天。看到这只法相手指的瞬间，第九城主的声音低沉而冰冷。所谓法相神通，便是凝聚出的法相可以使用的神通。这个法相神通一出，这一指的攻击直逼封侯不朽巅峰一击。对方这是要铁了心的去灭杀秦晨，他现在一个人已经拦住三人，这神族的大能使用了法相神通之后，他根本无法再分出实力去阻止。哈哈，光明，这一指开天神通，我记得是你们当初人族法相神通中很是出名的一级武学神通，没想到这次竟然用来灭了你们人族的一个天才。正在和第九城主战斗的龙族大能法相发出大笑的声音。第九城主没有开口，但是能够感觉得出他愤怒的情绪。一指开天是一门特殊的武学，之所以被称为法相神通，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平时可以用出，法相也可以用，这是特别少见的。因为武学一般是本人用出，法相根本不会使用武学的。而这一指开天的武学，在神族脱离人族后就将其带走了，时间一久，人族这边反而没有了传承，完全属于神族的独有武学了。现在这门武学来灭杀秦晨，如何让他不愤怒？他若死，虚拟战场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第九城主的声音再次响起。然而这次另外几个法相根本没有丝毫的停止，甚至连停顿都没有。灭了他，哪怕虚拟战场不存在也值。巨大的手指中发出声音，然后从天空中戳了下来，整个虚拟战场开始晃荡，仿佛要将这片虚拟世界给完全戳破一般。大地上不仅仅是主战场，这一刻9个分战场的所有人都清晰地感受到那恐怕的压迫，有的天才甚至在这一刻身体已经忍不住趴了下去。秦晨抬头看着手指朝着自己的这个方向戳来，仿佛灭世一指般，他神色凝重。要不是我刚刚获得了他，恐怕这一击之下我得死。他在这一指到来的瞬间，一个玉佩出现手中，紧接着玉佩砰的一声被捏爆，下一秒一个无形的屏障出现在他的周身，将其包裹在内。轰！巨大的手指瞬间碰撞在屏障上，发出滔天的巨响，整个战场似乎要坍塌一般。所有人都望向了秦晨的方向，正在厮杀的第九城和3个异族大能法相也停下来，转头看去，几个异族的带着笑意，这一击秦晨不可能抗住，必死无疑。而第九城主确实脸色铁青，但是下一秒所有人瞳孔一缩。第九城主，我可助你灭一人。一个声音从爆炸的中心传出，
紧接着，一道剑气破空而出，瞬间飞向了刚刚出手的神族大能法相。黑暗真神留下的玉佩，一防一攻，能防真神一击。发出的攻击，真神之下乱杀，若杀一人。第九城主只是瞬间的一愣，然而看到那破天的剑光，以及那剑光中隐隐约约出现的一枚血色红针，他马上反应过来，这道剑气拥有着击杀不朽的实力。按理说，秦晨不应该说那话，但是秦晨仍然开口说，助他杀人。那么，这个杀人不仅仅是要杀这里的法相，而是要通过法相灭杀真身。那便试一试。如果换成之前，他完全没有必要去通过法相灭真身，因为即便他比这几人都要强，也无法做到。然而，当他看到灭魂针后，内心一动。灭魂针是异族那边通过大代价放进的，本身灭魂针就具有通过一时灭真身的效果。虽然灭杀法相和灭杀这里的天才不同，毕竟天才进来修为没有变化，而法相的背后是大能强者，通过不朽的法相去灭杀现实中大能级的强者几乎不现实。但是这一刻，第九城主还是决定试一试，就算无法成功，能够让对方的真身受伤也不错。第九城主的法相瞬间冲向了那道剑气。这一刻，其他几个法相他们也看到了那剑气中隐隐出现的红色灭魂针。本想要阻止第九城主的几人顿时停止了动作，任由对方出手。别看他们刚刚联手要灭秦晨，可是他们相互之间仍然是敌人。如果这次第九城主真的可以通过灭魂针杀了神族的这位，也许比他们这次击杀秦晨还要好。毕竟秦晨的潜力再大，也是一个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而已，而神族的这位本身就是大能。甚至在这一刻，三个法相之间相互看了看，一瞬间他们就明白了彼此的内心。我们也出手。魔族的大能法相第一个忍不住传音，好，好。妖族、魔族的两个大能法相纷纷同意。下一秒，他们就完全放弃了击杀秦晨，同时冲向了那破天的剑气。噗！剑气冲天的瞬间，将那神族大能幻化出的法相手指一分为二，封喉不朽的巅峰一击犹如豆腐一般。同时，剑气仿佛没有丝毫的减弱，直冲天际。后方第九城主双手不断的拍出印诀，那剑气不断的增强，准确的说是让剑气中那灭魂针不断的蕴含入能量。最后面三个异族大能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此时几人的法相竟然越来越实体化，整个虚拟战场也变得摇晃不稳。狗咬狗！秦晨看着那三个异族的大能法相也在出手，他摇了摇头。刚刚还一致针对他，可是现在马上就一致针对神族的那位大能，什么合作都是儿戏，随时可以改变。而且现在这几人已经完全破坏了虚拟战场的规矩，他们不仅仅是意识法相进入，此刻法相越来越实体，证明他们是在尝试真身进来，然后利用灭魂针隔空击杀神族大能。但是虚拟战场的承受是有上限的，所以这几人一直在试图达到这个上限的临界点，既要以最强的状态出手，又不至于在破坏了虚拟战场后引起巨大的波动，灭杀了所有人。此时神族大能法相化成的巨指被剑气斩断后，天空中那人脸法相先是错愕，在看到第九城主在不停地加强那枚灭魂针时，神色难看。但当他看到另外几族的人全部放弃秦晨，一致对他出手，还不惜让虚拟战场破灭的风险不断加大力量，这让他不仅仅神色难看，还有些惊慌。你们如此做，只会让虚拟战场彻底成为历史。秦晨若是安全出去，再要杀他便千难万难，他必将成为万族强大的威胁。他的话响彻整个虚拟战场，让无数人听到。这一刻，还在战场上的天才纷纷大惊，万族竟然因为一个人族天才将破坏一直以来在虚拟战场达成的协议。而现在看这个情景，更是发展到了几个大能之间的相互出手，尤其是神族的人，现在另外几族的大能针对的就是他们族的大能。哈哈，神机，如果能够杀了你，和击杀一个天才比起来，你觉得他们会如何选？第九城主的声音响起。哼，你们也不想想，即便是你们联手，也不可能通过灭魂针灭杀我的真身的。神族大能的法相声音传出，至少伤了你，让你休养万年以上，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样也比击杀秦晨值得。魔族大能开口，潜力代表的未来，但是有没有未来不好说，之后他们还可以在秦晨成长起来之前不停的去针对。现在秦晨还只是超凡，还有很长的路，所以以后的秦晨到底是不是威胁，是多大的威胁，他们是看不见的。而神族的这位神机不同，对方是整个神族中排名前几的人物，哪怕只是受伤，对于神族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况且秦晨还真一定能够成长到对方那么强大。要知道，整个种族哪怕巅峰种族神机这样的强者也才几位而已，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是选择对神机出手。秦晨又如何能比？此时正冲天起的灭魂针里面灌入的能量越来越强大，所过之处，虚拟世界的里面的空间已经被刺破。神族大能见状，愤怒的大喝：你们是否不想再拥有虚拟战场了？然而他的话一出，妖族那位的声音响起，只要能伤你，甚至灭你，虚拟战场没了也就没了。从此各族天才想要残酷历练，那就去真实的战场。你们好，好好。神族的大能连说3声好。天空中巨大的人脸法相开始缓缓消失，他准备退出虚拟战场了。可此时的灭魂针的速度陡然加快，刹那间一闪，当再次出现，带着可怕的能量来到了人脸的前方，在神族大能的人脸法相即将消失前，刺破了人脸。
啊！一个带着痛苦的嘶吼声在这一刻响彻整个虚拟世界，同时虚拟世界开始出现了坍塌。刚刚最后一秒，灭魂针上的能量已然超过了这里能够承受的极限，超过了不朽的力量，所以虚拟世界根本承受不住。秦晨抬头听着那凄厉的声音，露出了惊讶。那灭魂针在众多法相的加持下，也许真的可以重伤，甚至灭了那法相背后的神族大能。凄厉的声音在战场中不停地回响，而战场在这一刻也开始坍塌。不过很快，一股神秘的力量就将所有在虚拟战场的天才给包裹，在虚拟世界坍塌前，将他们纷纷给传送了回去。当秦晨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他正处于一个阵法之中。同时和他一起苏醒过来的还有2人，一个是卫青，还有一个石天。怎么回事？虚拟战场彻底破了，我被破出来了。石天醒后，第一个露出了惊讶。当他看到卫青和秦晨后，连忙问道。卫青疑惑地看着他，你不知道，没有听到声音？在虚拟战场破灭之前，大能的法相说了一些话，他们所在的分战场虽然看不到具体，但是声音还是能够听到的。我之前刚击杀了一个魔族天才，然后找了一个地方闭关修炼，完全隔绝了外界的感应。可是在我正修炼到关键时刻，突然整个虚拟世界竟然坍塌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卧槽！他的声音带着震撼，虚拟战场这么多年来从未出过问题，他在里面也确实击杀了一些天才，这让他最近提升很快，2年多时间而已，他就将其中一系提升了1级，并且他有信心，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再提升另外1系。正当他雄心壮志，满怀期待时，结果虚拟战场坍塌了，这让他无语至极，甚至差点骂娘。卫青也是带着一丝无语的表情，他缓缓道：我听到了主战场传来的声音，是大能们发生了战斗，具体似乎是因为异族的几个大能亲自出手灭我一个人族天才，然后发生了大能之间的战斗，好像最终神族的那位被集体针对了。怎么可能？石天惊住了，万族大能为了一个天才大打出手，这完全刷新他的3观。什么天才？项无双？他下意识地问道。项无双在虚拟战场10多年，后来的几年一直是人族天才的代表性人物，所以名气非常大。卫青摇了摇头，不清楚。异族大能在说话时根本就没有提名字，而是此子的开口，他当然无法确定。项无双确实强，但是他在虚拟战场这么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所以我不觉得他这个时候会引起大能们的强杀。另外，万族要针对项无双，也没有必要亲自出手，神榜之上有比他强的，听说他只是在神榜排名第3。闻言，石天点了点头，确实，项无双我听说过，神榜第3，大能不可能去亲自击杀。可是到底是谁？特么的，因为他虚拟战场没了，再也进不去了。说着，他就变得激动起来。人族出现这种天才让他震撼，但是他更在意的是自己以后不能进入虚拟战场，这将影响到他的修行速度。卫青也在疑惑，他时不时的偷偷看了一眼秦晨，他是和秦晨差不多时间进入的，可是就是他们进入后，战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秦晨以极快的速度登上9榜第1，最后去了主战场。如果按照秦晨在分战场的那个登榜速度，1年多时间，秦晨应该是神榜第1。如果说谁能让万族大能亲自出手，秦晨最有可能。可是现在秦晨太平静了，而且秦晨的年龄太小，他又怀疑不太可能，应该不会是他吧？他的内心如此想着。就在这时，突然几个身影朝着这边走来，几人看到后纷纷一惊。6个身影，其中2个，一个是银河学院的院长，而另一个则是银河帝国的国主，而他们2人只是走在另外4人的后面。恭喜你们3人！6人走来后，银河学院的院长第一个笑着说道。不等3人开口，他继续开口道：现在几个势力代表将会对你们进行招揽。话落，卫青和石天都有些激动，他们一开始看到这几人就猜到了，这些人是来自各大势力在银河帝国中的代表。每一次势力招揽天才都是由这些代表出面，现在一次性来了4个，让他们2人都没有想到。我这么抢手吗？2人看着4人，内心已经在期待，并且准备好好选择一番，到底进入什么样的势力。无论如何，能够让帝国国主亲自陪同来的人物，绝对是来自不错的势力。就在这时，4人中其中一个代表上前看向了几人：我是天剑武斗场在银河帝国专门负责天才招揽的代表，现在我代表天剑武斗场向各位发出邀请，你们2人进入天剑武斗场将会成为我们的精英成员，进入精英修炼区修行。在你们成为不朽之前，你们将会获得无数的修行资源，进入不朽后，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将你们外派到某地，成为那个地方的管理者，资源会根据你的级别和你做出的贡献而赐予。他说话时主要是老向石天和卫青2人。闻言后，石天和卫青都激动起来。天剑武斗场虽然不是宇宙中的顶级大势力，和3大势力没法比，但是也能够排进前10的存在，能够进入是无数天才的梦想，而且他们进去就是精英学院，可以说一步登天。不过很快2人又压下了内心的激动，其中石天开口：我先考虑一下可行。卫青也露出了同样的表情，毕竟还有3位代表在这里，他们想要知道这3人代表的是哪个势力。天剑斗武场的那人闻言瞬间明白了他们的意思，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而这个时候，剩下的3人其中一个老者第一个开口，他直接看向秦晨：我代表空联盟正式向你发出邀请，你若愿意，将是我星空联盟的最核心成员，得到我星空联盟的最大培养。他正要继续说，但是不等他开口，另一个人又走了出来。
我代表天网公司向你正式发出邀请，进入公司，你也将会成为我公司的核心成员。另外，他的话同样没有说完，直接被最后一人打断。天网公司的人话还没有说完，直接被最后一人打断。这一幕彻底将石天和卫青给惊呆了。更让他们尴尬的是，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这几个公司是人族的3大势力，这3个势力根本没有看上他们，只是来招揽秦晨的。看着3个势力的代表人争先恐后的介绍自己的公司，他们顿时感觉到有些荒谬。什么时候3大势力招人是这样招的了？顶多就是先发邀请邮件，最后由地方代表找到本人，然后象征性的介绍一下，就算结束了。可是现在这3人明显有些慌，生怕秦晨就答应上一个势力，所以不等人家说完就连忙打断了。这对于一个强者来说是相当不尊重的，可是现在他们完全没有在意。我代表星际航行公司向你发出邀请，另外具体的情况总部那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法，不过我们的总负责人会很快直接和你通话，到时候他会给你具体讲解。星际航行公司的代表认真的开口，这话不仅仅是让石天和卫青2人惊了，就连星河学院的院长以及银河帝国国主都惊讶了。星际航行公司的总负责人在整个人族中也是绝对强者级别，这样的人物亲自通话招揽一个人，可见对方对秦晨的重视。主人，有通话邀请。就在这时，小爱的声音响起。秦晨一看，果然有一个神秘的号码给他打了通讯申请过来。秦晨直接接受了通话邀请。很快，在众人的身前，一个光影从秦晨的通讯器中缓缓地呈现在众人眼前。光影是一名女子模样。看到这个光影，帝国国主第一个对着他一拜，见过紫衣真神。众人心中一震。紫衣真神，人族真神中极为出名的一个真神强者。据说在万年前，紫衣真神还在宇宙中闯荡的时候，就杀过不少的异族强者，其中真神强者不在少数。而他的一身紫衣是他最大的外表特点，所以人们称之为紫衣真神。后来，紫衣真神长期留在原始城，很少出去闯荡，但是他的传说一直都在，甚至一些种族还闹过笑话，一看到穿紫衣的女子就非常的害怕。曾经有一个只是不朽级的女子，她要去某个地方，而那个地方需要经过一个种族的疆域。那个种族虽然在万族中不算强大，但是一个不朽的异族也不是说能通过就能通过的。结果那女子故意穿着一身紫衣，堂而皇之的就过去了。那些看到她的人竟然还没看清其样貌，就吓得逃走。至此之后，这就成为了那个种族的一大笑话。当然，虽说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宇宙笑话，但是从侧面也说明了紫衣真神的实力。此时众人才知道，紫衣真神竟然成为了星际航行公司的总负责人，难怪很少在宇宙中闯荡了。见过紫衣真神。这个时候，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恭敬地对着光影一拜。哪怕现在出现的只是一个信号光影，但是这样的强者，他们能够见到光影也都是荣幸。紫衣真神光影并没有理会众人，而是对着秦晨一笑：你在虚拟战场的表现，我几乎已经看完，能让万族不惜毁掉虚拟战场，也要针对你，已经说明了一切。紫衣真神缓缓道来，语气平和，但是这话却让所有人一震。银河学院院长和国主2人不可思议地看着秦晨，他们知道秦晨优秀，引来了3大势力代表来招揽，甚至天剑斗武场的那位代表都没有资格招揽。可是现在才知道，秦晨竟然引得万族大能法相在虚拟战场大战，导致虚拟战场坍塌，这还是让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而石天和卫青更是震惊，他们之前就在想，到底是谁能够引起万族大能的出手，结果这人就在他们身边。尤其是石天，他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而紫衣真神的声音继续响起：以你的天赋，进入我人族任何势力都能获得最好的培养，所以选择哪个对你来说都差不多，但我此来还是希望你能加入星际航行公司。我先给你说说人族3大势力有哪些不同。紧接着光影开始简单介绍3大势力。首先是星空联盟。星空联盟最大的特点就是由很多个种族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以人族为首，另外的种族都是人族盟友。说是盟友，其实就是依附于人族的种族。这些种族如果有顶级天才，一般都是加入星空联盟，进入这里可以和很多种族的天才竞争。另外就是天网公司。天网公司最大的特点，拥有宇宙最好的网络，覆盖所有人族疆域。进入这里可以利用最好的网络，甚至地位上去还可以拥有自己的专属网络，和别人联系起来更为方便。最后就是星际航行公司，这里拥有宇宙中最好最快的飞船，甚至掌握了一些虫洞，可以快速达到某个地方。进入这里只要地位足够，就可以免费使用虫洞。要知道，一般使用这些虫洞都是需要付费的，尤其是一些特殊虫洞，那个花费无法想象。你若愿意进入星际航行公司，只要你达成一些成就，便可以获得最为顶级的飞船。另外，从原始大陆到银河星系有一个虫洞，我可以承诺你，只要进入星际航行公司，这个虫洞你可以直接免费使用。女子缓缓道，带着笑意。之前在原始城中看到秦晨在虚拟战场中的表现时，她其实就在了解秦晨。当她了解到秦晨来自地球，并且对地球做的那些事，她便知道秦晨是一个绝对有感情的人，不会因为实力的增加就忘了自己的家乡。而这也是她将秦晨招揽进星际航行公司最大的倚仗。因为无论秦晨选择哪个势力，都要去原始大陆，而选择星际航行公司，秦晨可能在空闲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回来。此时在场的其他人都看着秦晨，想要知道他如何选择，同时他们都带着羡慕的表情。无论秦晨如何选择，以后的成就
恐怕都不是他们能够相比的。如何？你要如何选择？女子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出。秦晨一笑，没有多少犹豫，开口道：星际航行公司。他选择星际航行公司很简单，一来就是因为星际航行公司在宇宙航行方面独树一帜，他在地球还有亲人，有顶级的航行，自然也更方便。至于说他去原始大陆是可以将家人也带去，可是他父母不一定习惯，还有就是他也不一定就一直会待在原始大陆，毕竟要成长就必须要闯荡。其次，星际航行公司的人确实给了他最大的诚意，总负责人都来了，别人给你尊重，自然会得到他的尊重。哈哈，紫衣真神的声音传出，星际航行公司就在原始大陆，到时候罗代表会告诉你具体怎么去。话说完，紫衣真神的光影缓缓消失。恭喜！通信刚一挂断，众人都松了口气。银河帝国国主第一个对秦晨笑着开口：恭喜！接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对着秦晨恭喜。最后，那位星际航行公司的代表来到秦晨身前：秦晨大人，请随老朽来。此时他的态度无比的恭敬。秦晨已经确定加入星际航行公司，哪怕现在秦晨的实力还不如他，但是秦晨的地位却不是他能够相比的。就在此时，帝国国主连忙上前，笑着看向星际航行公司的代表：罗代表，不如这样，由我做东，在地宫中摆个酒。他不等罗代表开口，就继续道：秦晨也是我帝国的殿下，他将要离开银河帝国，去往原始大陆，在走之前，我作为国主应当为其办一场送行宴，这也是我帝国的传统了。一旁的银河学院院长微微一愣，帝国传统他倒是没有听说过，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国主这是要加深和秦晨的关系。他也连忙道：是的，罗代表，秦晨还是我银河学院的学生，于情于理，我也还是要为他送行。罗代表自然是知道这两人的心思，他笑了笑，点头道：也好。很快，秦晨、银河学院院长、帝国国主以及罗代表4人就来到了银河帝国的帝都中的一家最豪华的酒楼。国主、院长，我虽说加入的是星际航行公司，但去了原始大陆，要回来一次，也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以后蓝星那边还请2位多多关照了。秦晨举起酒杯，认真的说道：他哪怕跑得再远，修为再高，蓝星始终是他的祖星，那里有人也始终是他的牵挂。国主笑着道：你是我帝国的殿下，始终都是，蓝星那边只要帝国还在，便不会出现任何问题。院长也开口道：放心，银河学院这边会将精英分院开到蓝星，到时候时间一长，蓝星自然会成为银河帝国的另一个重地，不说别的，至少在银河帝国中无人敢打蓝星的主意。秦晨闻言笑着点头，这两人在这个场合说这话，相当于是给了他一个保证。你以后的世界是整个宇宙，但是也记住，银河帝国始终是你的家乡，无论如何，家乡都会支持你。银河帝国国主开口道：秦晨这样的人，银河帝国自然要抓住和他的关系，哪怕秦晨没有成长起来，甚至以后可能会遇到什么意外，但是仅仅是秦晨如今的成就，就可以给银河帝国一个吹嘘的理由。可以想象，以后每一次有宇宙势力选拔天才，可能都会提到当初的银河帝国出了一个秦晨。几人聊了不少时间，期间大家都是带着对秦晨的奉承，虽然不明显，但是秦晨还是能够感觉出来。对于这些，他早已习惯。当初在蓝星，很多那些熟悉的人都有这种情况，何况这几人和他的关系还谈不上有多好，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觉得不妥，相反，就是要对他有这种感觉，只要自己不死，蓝星上他的亲人朋友就有绝对的安全保障。当晚，秦晨就在地宫中住了下来，国主给他安排了一些极品侍女。对于这些，秦晨并没有拒绝，他虽然现在还没有打算找修道之旅，但是对生理需求还是会有。当然，他也不是什么人都会有，同样有自己的要求。次日一早，罗代表便找到他：秦大人，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星际航行公司的虫洞前往苍蓝星域，在苍蓝星域那边会有一些星际航行公司选拔的天才在那边结合，到时候会通过那边的虫洞再直接前往原始大陆。罗代表为秦晨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次的行程。秦晨点头。苍蓝星域是人族疆域内的一个大域，相当于是一个大城市一般，也是交通枢纽。之前紫衣真神说原始大陆有一个通往银河星系的虫洞，其实指的就是原始大陆到苍蓝星域，再由苍蓝星域到银河星系的虫洞。虽然要中转，但是利用虫洞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直接到也没有什么问题。要知道，虫洞不是哪个星系都有的，银河星系有一个直到苍蓝星域的，已经非常特殊了。这些天才都是这次退出虚拟战场的人？秦晨问道。这次虚拟战场所有人都退出来了，所以各个势力也肯定会临时对看上的天才进行招揽。星际航行公司这次自然也会选择一些。罗代表笑着道，也不全是，星际航行公司选拔天才不一定都是通过虚拟战场，还会有专人在宇宙各处去尝试寻找一些特殊天才。这次何大人你一起去的，有一些是虚拟战场退出来的，也有一些是在宇宙各处发现的。两人说话间已经来到了银河星系的虫洞附近。秦晨发现在这个虫洞的周围有一个建筑，建筑中人来人往，而这些人全部穿着星际航行公司的工作服。当他们看到罗代表和秦晨后，其中一个为首的工作人员连忙上前：罗代表，这位就是秦晨大人吧？他得到罗代表的肯定回答后，连忙对着秦晨行礼：秦大人，麻烦你在这里登记一下。他拿出一个仪器，只要秦晨将手掌按上去，就算登记成功。另外，现在你还没有正式成为星际航行公司的人，等你到了公司总部成为正式成员，以后要使用此虫洞，只需要亮明身份就行。秦晨点了点头，将手掌按上去，很快仪器开始扫描手掌。
结束后，工作人员将秦晨带到虫洞口。大人，现在你便可以进入了。星际航行公司掌握的虫洞都是安全的虫洞，不会有任何危险。秦晨闻言不再耽搁，直接跨入了虫洞之中。与此同时，秦晨的储物空间中2枚血色令牌正在悄然融合。这个虫洞应该是经过星际航行公司的人给改造过，通过它的速度不仅仅非常安全，而且已经有了传送的能力，通过的速度会非常快。秦晨一边感受着自己在虫洞中的情况，一边思考着。这不是他第一次通过虫洞，当初第一次离开蓝星，在仙台山就有一个虫洞。那个时候通过虫洞时感觉不一样，因为那个虫洞很短，所以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需要他以自身的速度去通过，并没有什么传送的功能。那个虫洞就是没有经过任何改造的。虫洞没有经过任何改造，就相当于一个时空洞，也就是一个空间隧道，所以只是减短了2个空间的距离。星际航行公司掌握了很多虫洞，他们将虫洞改造，拥有了传送能力，所以收费也就顺理成章了。秦晨暗自道，这就相当于高速公路收费一样的道理。不知过了多久，秦晨感觉传送之力开始缓缓消失。当所有传送之力彻底消失后，他出现在了虫洞的另一头。欢迎秦大人来到苍蓝星域的主星苍蓝星。在他出现的第一时间，一个星际航行公司驻守虫洞的工作人员连忙跑来，恭敬地开口。不等秦晨开口，那人继续道：我已经收到了星际航行公司总部传来的命令，在此等候大人。这是为你安排的智能飞船，你坐上飞船，他会带你去苍蓝星的苍蓝广场，你们需要先在那边集合，然后一起前往星际航行公司总部。就在这时，一艘智能飞船缓缓地降落在了秦晨的面前。智能飞船有个编号1，欢迎主人上船。舱门自动打开，一个智能的声音响起。秦晨没有犹豫，直接登上飞船。很快，飞船冲天起，向着苍蓝广场而去。苍蓝广场是苍蓝星上最大的广场，面积比蓝星还要大。每当苍蓝星上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都会在这里举行。而每次3大势力招揽的天才，也很大一部分会到这里来集合。因为能让3大势力招揽的都是宇宙各处的顶级天才，所以顶级天才在这里集合，对于苍蓝星来说就是大事。此时的苍蓝广场上，苍蓝星的很多强者已经到来，他们来这里的目的自然是来看这些顶级天才。如果能够和一些人结交，自然也是好事。这些强者大部分都是一些不朽强者，他们平时很难和真神结交，所以和这些天才结交，也许就是结交了一位未来的真神。听说了吗？这次星际航行公司招了一位天才，而这个天才在虚拟战场中简直无敌，最后还让万族大能亲自出手，可是最终也没有成功，导致虚拟战场彻底坍塌。扯的吧？怎么可能这么夸张？万族大能亲自出手就算了，还没有成功？我也听说了，好像最后几个大能一起转攻击了神族的那位，导致现在神族的那位重伤，如今正在沉睡恢复，简直损失惨重。可以说现在他们算不上巅峰种族了，和龙族一个级别。4大巅峰种族之所以被称为4大巅峰，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而是因为他们都有几个顶级的宇宙最强者，每一个都是种族的顶梁柱，死一位就是对种族的沉重打击。神族是从人族分出来的，本身这种顶级宇宙强者就不是最多的，他们勉强算是巅峰种族，可是现在突然重伤一位，而且还是陷入了沉睡状态，调出巅峰种族也很正常。当然，神族就算调出了巅峰种族，也不是说能灭就灭的。不过，神族的一些盟友种族可能就会受到波及了，特别是那种距离神族疆域比较远的，这个时候神族是管不了你的。我觉得几个大能不太可能去针对一个天才，真正的原因也许就是几个种族之间联合起来针对神族的那位，人族的那位天才只是个幌子而已。有人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众人闻言陷入了思考，随后大部分人点了点头，觉得这个分析比什么几个大能法相亲自出手灭杀年轻天才靠谱。大能之间不是想要针对就针对的，所以先找一个天才来集体针对，然后突然又倒戈针对某个大能法相，这才让人防不胜防。所以联手杀天才只是幌子而已。不管如何，总之能一开始让大能们决定联手，那么这个天才也一定特别优秀，不然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成型。要联手必须是要有一个能让所有人觉得可以联手的天才，一般天才根本不可能，所以即便这位天才是幌子，那也有幌子的资格，而这个资格可不是说有就有的。这个叫秦晨的天才先不说，据说这次星际航行公司在辽南域那边发现了一个纪元级天才，我也听说了，而且还是一个至少3纪元一出的天才。这次星际航行公司可是赚大了，我觉得他们在招揽天才方面比天网公司都还要牛逼。也不能这样说，天网公司招揽人几乎都是在虚拟战场，而这次秦晨不按套路出牌，选择了星际航行公司，否则天网公司也不输星际航行公司。一人摇头道，以往虚拟战场出来的很多都会加入天网公司，而这一次秦晨加入星际航行公司，这是很少见的，毕竟天网公司更强一些，天才自然要加入最强的，哪怕强的有限。再加上这次星际航行公司又发现了一个纪元级天才，这就导致这一次星际航行公司压了天网公司一头。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结识一下秦晨还有那辽南域来的天才。有人带着期待的口吻道，这2个天才结识任何一个都是一大幸事。想多了，这种天才傲气得很，现在他们又进入了星际航行公司，地位也高，我等高攀不起了。一人苦笑摇头，他们是不朽，但是地位是比不过这些天才的，尤其是秦晨和那辽南域来的天才。几人正在讨论时，广场上断断续续的有不同编号的智能飞船从4面8方飞来，随后一个个的年轻天才从智能飞船上下来，
他们神色肃然，对于这些看热闹的不朽，甚至都没有去关注一眼。咦，2号智能飞船来了，你们猜里面的是秦晨还是辽南域的莫商？就在这时，人们看到在东南方向一个智能飞船飞来，而这艘飞船上的编号正是2。星际航行公司在飞船方面财大气粗，所以每次天才集合时都会每人乘坐一艘智能飞船，而这些智能飞船会编号，号码也代表了星际航行公司对这些天才的初步排名。2号智能飞船自然就是排名第2的天才，当然这只是初步的排名，但是这些大势力的排名几乎都是大差不差，他们的眼光都是很毒的，肯定是莫商，秦晨应该是1号飞船。有人猜测到，但是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我觉得是秦晨，莫商应该在1号飞船，他被评为3个纪元一出的天才，如果进入虚拟战场，恐怕也可以引起万族大能的反应吧。一时间，众人再次议论起来。很快，2号智能飞船缓缓停下，舱门打开，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青年走出。看到这个青年的第一时间，很多人纷纷神色一凝。好强的气势，此子粗犷。有人不知道如何形容，憋了半天说了一句：青年虽然还没有到不朽，但是气势非常的凶悍，给人一种霸道的感觉。此子是秦晨还是莫商？他们虽然知道秦晨和莫商这2人，但并未见过真人，画像也没有见过，所以并不知道具体是谁。此时广场上已经有7名天才，他们也纷纷转头看向青年。其中一人小声开口：莫商，听说是3个纪元一出的天才，竟然只是2号智能飞船。哼，管他是什么样的天才，到了总部之后才一决胜负。有人不服气的开口：大家都是天才，现在就算星际航行公司那边给出的评定没错，但是不到最后，有的人根本不会马上就服气。就在众人说话时，3号智能飞船缓缓朝着这边飞来。当舱门打开后，一个白衣青年出现。看到这个青年，人们同样纷纷看去，尤其是一些原本在虚拟战场待过的人，看到对方后神色微变。向无双竟然也选择了星际航行公司。听说原本他准备选择天网公司的，可是后来得知秦晨选择了星际航行公司，所以他改变了主意。虽然这次秦晨在虚拟战场将向无双风头抢了，但是向无双好歹也是在虚拟战场神榜第3待过好些年的人物，对他人们还是非常看重的。向无双下了飞船，直接来到广场上，他神色平静，最终站在了距离莫商不远处，但他至始至终都没有看莫商一眼，而是盯着某个方向。很快他神色一震，同一时间在场所有人都望了过去，一个编号为1的智能飞船出现。秦晨走出飞船后来到广场上，这个时候向无双率先有了反应，他来到秦晨身前给秦晨打了招呼。他就是秦晨，那么穿黑衣的就是莫商了，2人的气质完全不同啊。之前那些不朽不清楚秦晨和莫商的样貌，但是现在见向无双打招呼也分清了，只是莫商给他们的感觉就是粗犷霸气外露，而秦晨则是内敛，像是一把未出鞘的绝世宝剑。能让向无双主动去打招呼，此人在虚拟战场肯定是将他给彻底折服了，不知道虚拟战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看，另外2人也主动去和秦晨打招呼了。就在这时，又有2人走到秦晨身前主动开口。这2人同样是这次从虚拟战场中出来的天才，他们面对秦晨的态度十分谦逊，完全不像是顶级天才的样子。真想亲眼看看之前在虚拟战场秦晨到底做了什么，让这3个天才如此态度。有人好奇，他们虽然听说了虚拟战场的事情，但是也只是听说，而且是大概，没有亲眼看到，始终无法想象。此时的广场上，除了和秦晨打招呼的3人，还有6人是星际航行公司在宇宙中寻找的天才，他们没有进入虚拟战场，所以对秦晨并不熟悉。他们转头看向秦晨，眼神中甚至带着一些不服，只是大家都没有表现得太明显。而莫商自始至终头都没有偏一下，在他心里仿佛没有任何人能让他有反应。10位天才站在广场上，各有心思，而在附近看热闹的人都在各自议论。不多时，远处一个老者朝着这边走来，他每走一步，仿佛都踏在了众人的心头。这一刻，所有人瞬间闭嘴，场面也顿时安静下来。秦晨看着这名老者，仿佛看到了一颗行走的太阳，他周身明明没有任何的火焰，却仿佛要融化这片空间。但奇怪的是，他越靠近，反而感觉越温和，并没有让人不舒服。好高深的火系法则！秦晨内心暗叹，这是一个掌握了火元素的老者，他的修为，即便秦晨利用火眼金睛，竟然也看不穿。真是吗？不朽他都可以看穿，看不穿唯有真神强者。老者来到广场前，他看着众人，缓缓道：“我是星际航行公司苍蓝星域的负责人，我喜欢别人叫我火老。你们10人都是天才，整个人族的天才，甚至有人还是纪元级天才。”他带着笑意，可是下一秒，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但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忘掉之前的成就，因为进入宇宙势力才是你们的开始。你们之间也存在着差距，强者能否继续保持优势，弱的能否实现逆袭，一切皆有可能。在以前，有的纪元级天才进入星际航行公司后，时间一久，便不如一些顶级天才，也有顶级天才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纪元级天才。这话让在场的有些人神色各异。话中强的自然代表的是秦晨和莫商这2人，其他人也有意无意地看向他们。听到老者说强的未必能保持，弱的可能逆袭，这就让他们生起了希望。确实，进入宇宙势力后，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
他们也可以迎头赶上这两人。见到这些人的表情，火老非常的满意。他继续道：下面我给你们讲一讲星际航行公司的规矩，等你们进入总部之后，将以修行为主，不会再有人给你们讲这些基本规则。星际航行公司。就在火老讲解之时，秦晨储物空间中2枚血色令已经融合的越来越多。当彻底融合的那一刻，秦晨突然一惊，他连忙看去，发现此时的血色令已经合二为一，颜色更加的深红。正当他疑惑时，一道血光突然在苍蓝广场上冲天而起，巨大的血色光柱带着惊天动地的巨响，惊动了苍蓝星上的无数强者。一个巨大的9层血塔拔地而起，最终矗立苍穹。此时广场上的所有人抬头愣愣地看着这个9层血塔，露出了震撼。这血塔凭空出现，没有任何的征兆，让他们想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秦晨则是露出错愕，这不就是当初他在血色世界遇到过的9层血塔吗？只是现在这个9层血塔比之前的更高更大，就像是之前的大号版，应该和血色令有关。秦晨看着自己储物空间已经融合的令牌，内心一动。令牌刚一融合，血塔就出现了，说没关系他都不信，只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是因为血塔原本就隐藏在苍蓝广场，他现在来到苍蓝广场，又巧好令牌融合，所以导致血塔呈现出来。还是说只要令牌在哪里融合，血塔就会出现在哪里？而此刻的火老看到血塔的出现，神色露出了一丝震惊。血塔的存在他当然是知道的，因为血塔在宇宙很多地方都有，但是现在这个大号版的血塔则是很少出现。他转头看向众人，缓缓道：你们谁之前进过血塔？秦晨很自然地走了出来。你之前击杀过另一个登过血塔的人？他继续问道。秦晨摇了摇头，不过还是道：之前神族的叶子梅拿出了一个血色令，然后他自杀了。这话一出，向无双几人露出了古怪，这事之前他们也在，是清楚的。火老则是笑了笑，虚拟战场的事我也听说了，吓得万族天才纷纷自杀退出，你很不错。说到这里，他也忍不住夸赞了一句，而他的话则是让那些看热闹的不朽神色一震。虚拟战场中的具体他们可是不知道的，听到说天才纷纷吓得自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火老，你可知道这血塔的具体，这个血塔和之前的又有什么区别？秦晨开口问道。火老一笑，知道一些，但我知道的不全。这个血塔很神秘，万族都在调查，但是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只是猜测是一个超级传承，只是它是分阶段的传承，每一个阶段也是筛选。现在出现的血塔应该是第2个阶段。你现在身上的令牌应该是2枚令牌融合而成的吧？火老问道。秦晨点头，然后拿出了令牌。火老一笑，这个血塔应该是一直隐藏在苍蓝广场，你一来感应到了令牌，然后血塔便出现了。当然第2阶段的血塔应该也不止这里有，所以你即便不来，以后在别的地方遇到了，同样会开启。设下这个血塔的人真是强大，我们一直没有发现这里还隐藏着一个血塔。他摇了摇头，发出感叹。要知道苍蓝星上还有比他更强的人，苍蓝星域的域主更是一方霸主，然而以前从未听说这里有血塔，可见设下这个血塔的人到底有多么恐怖。广场上的天才仔细的听着，都神色动容。一个神秘大能设下传承，还是分阶段，不停在宇宙各处筛选天才，这样的传承没人不心动。其中一人忍不住问道：火老，要接受这个传承有什么条件？现在这个血塔是因为秦晨手中的令牌才出现的，他们想要去参与，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资格。就连一直没有多少反应的莫商也看着火老，条件自然是有的。火老解释道：我知道的有4个阶段，第1阶段50岁之下的超凡可进，第2个阶段100岁之下的超凡可进，第3、第4个阶段不朽才能进，同样有年龄要求。在我人族历史上已经有人完成了前4个阶段，后面还有，因为他们完成了前4个阶段后仍然没有接受完整的传承，我猜测后面的就是真神才能参与。没有别的要求了吗？有人诧异道。他们都是100岁之下，也都是超凡，这样的话他们即便没有令牌也可以进。另外现在不参与，等以后直接参加最后一个阶段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参与前面的。没有了。火老摇了摇头。真的没有了？众人愣住了。火老一笑，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参与前面的阶段，就不会有令牌，没有令牌自然就不会引出血塔，后面的传承你们不一定就能参与，包括最后一个传承。而你们参与了前面的传承，并且获得令牌，自然就不会错过。另外如果连前面的阶段都无法通过，后面的也没有必要参与了。据我所知，这个传承越来越难。众人闻言都点了点头，确实是这个道理。假如这次没有秦晨，他们都无法知道这个血塔，而如果自己有令牌就不一样了。本来这次会让你们马上去原始大陆，但既然血塔突然出现，我已经通知了总部那边，可以推迟一些时间再去。现在你们要是谁愿意参与的，可以选择参与。说完后，他看着10人，等待他们的回答。秦晨自然不用说，他本就参与了第1阶段，现在第2阶段已经开启，肯定是要参与的。我要参与。其中一人连忙站了出来。我也参与，我也参与。一个个的天才站出，包括莫商也站了出来。这样的机会他们自然不会放过，就像之前火老说的，如果这次不参与，只想着参与后面的阶段，也许下次就遇不到血塔了。
很快，除了秦晨，有6人站了出来。火老看向另外3人，向无双摇了摇头，我就不参与了。说话时，他看了一眼秦晨，另外2人也一样，同时摇头，我们不参与。3人的表现让众人诧异。向无双看了一眼秦晨，然后摊了摊手，没有必要，因为我即便参与了，也毫无希望。另外2人连忙点头，有秦晨在，他们去争传承，完全会成为陪衬，还不如不参与。然而，他们的选择却让另外几个天才投来了鄙视的目光。哼，还是进入虚拟战场的天才，却如此胆小。如果这次虚拟战场不坍塌，估计你们也很快被杀出来。一人看着向无双3人，开口道，他的声音不大，但是却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一个人就被吓得自己不参加，这和那些万族天才下的自杀有何区别？如此没有进取之心，如何配合我等一起成为星际航行公司的成员？不仅仅是他，另外几人也纷纷开口。大家是一同被选进星际航行公司的。最关键的是，之前向无双乘坐的还是3号智能飞船，这让他们顿时觉得有些不爽。一个连和别人竞争的勇气都没有的人，竟然在星际航行公司眼里排名比他们高。听到几人的谈话，向无双表现得很是淡定，像没有听到他们的话一般。白痴！另外2人中，其中一人忍不住白了一眼那几人，另一人也则是笑着道：“别管他们，等会他们就知道什么才是恐怖。只有他们在虚拟战场经历过，才知道秦晨的可怕。”想到之前他们看到的一个个天才吓得自杀的场景，他们就感觉一阵寒意袭来。见众人都已经做了决定，火老也没有耽搁，他开口道：“现在参与的人就可以进入了。”当即，众人也没有犹豫，纷纷上前，然后准备踏入血塔之中。可是当血塔有2人进入后，第3个进入时却被挡在了外面，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众人一愣，就连火老也是一脸的懵。随后他想到了什么，开口道：“第2阶段的血塔似乎会有不一样，有的血塔可以同时进入多人，而有的血塔只能1人，总之人数会不同，但大部分都是可以同时进入多人，而这个血塔应该是可以同时进入2人。不过没有关系，只要有人淘汰出来，后面的人便可以进入。要是有人成功了呢？”有人突然问道。血塔只有1个，如果有人成功完成了这个阶段的传承，那后面的人就太吃亏了。有人成功，血塔就会消失，你们自然就没有机会了。当然，拥有令牌的人以后还会遇到，这也是参与前面阶段获得令牌的好处。火老解释地说道。闻言后，众人也明白过来。就在这时，血塔突然开始变化，竟然变得透明起来。刚刚进去的2人在血塔中的情况被外面之人看得清清楚楚。第1层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困难之处。众人看到，此时第1层中进去的2人很轻松的就解决了各自的对手，然后2人几乎同时踏入了第2层。在第2层，2人同样表现得很轻松，但是众人都可以看出，相比于第1层，他们解决对手的速度都慢了一些。接下来是第3层，他们的速度变得更慢，甚至在出手时都有些迟钝的感觉。这些对手有些奇怪，明明他们的实力没有多少增加，但仿佛对2人的阻碍却越来越大。看着2人的表现，有人眉头皱起，忍不住开口道：“2人的对手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些虚影，这些虚影在实力上每上升1层都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有限，没有道理给2人的阻碍增加的这么快才对。”众人都在疑惑，而秦晨则是十分平静，他已经看明白了，这些虚影表面的实力确实增加的有限，但是他们是用的精神力冲击，而且用出的精神力会越来越强大，这才导致了2人越来越难。就在这时，2人一前一后的上了第4层，可是很快，后上去的那位突然抱头露出痛苦的表情，紧接着就被弹出了血塔。砰！他的身体直接砸在地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是精神力攻击，他说了一句，然后直接翻了一个白眼，昏迷了过去。我来！突然，一人上前，眼中露出自信的神色。什么精神力攻击？他不信会连第4层都上不去。而就在他进入后不久，之前已经到第4层的那人也终于坚持不住，被弹了出来。他躺在地上，没有昏迷，不过脸色苍白，同样一脸的痛苦。太难了，这是什么鬼传承？根本不是正常人能够参与的。他轻声开口，之前的自信荡然无存。别人倒是没有多在意他，在他被弹出的第一时间，就有人已经补了上去，同样带着极度的自信。可是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进去，结果一个又一个的出来。他们进去时都带着自信，出来时都带着痛苦。其中大部分都是在第4层就被淘汰出来，只有一人上了第5层，可是只是上去不到1分钟就被弹出。砰！当血塔中最后一个被弹出后，现场彻底安静下来。不可能，这传承是在玩我们吗？如果我们都只能达到第4层，谁能到9层？他可是星际航行公司看上的，已经是宇宙排名前列的天才了，而且现在只是传承的第2个阶段，这样都完不成，他们无法想象谁能完成。有些人就是对自己太自信了。就在这时，之前和向无双一样没有选择参与的2人摇了摇头，带着讽刺的口吻。之前这些人瞧不起他们，说他们胆小，现在明白了，有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做到的。天才，确实他们是天才，可是天才和天才也是有差距的，哪怕是顶级天才。几个被弹出来的人听到他的话，一脸的铁青。其中一人不服气道：“至少我们敢进去，总比某些人好，进都不敢进。说是什么进了没有希望，也不知道。你们怕的那个人，他又能进入第几层？也许还不如我们。”他的话，在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傻子都能听出来，他是在说秦晨。
不过没人开口，因为他们也不觉得秦晨就能成功，也许并不比他们好多少。而此时的秦晨有些无语，莫名其妙的就被针对了。不过他也没有反驳什么，这种事情他经历的太多了，每次一群天才一起的时候，都会有人不服他。想到这里，他摇了摇头，抬步上前，准备进入血塔。同一时间，一直没有开口的莫商终于有了反应，他同样朝着血塔走去，一边走一边开口：“血塔虽然因你而出现，但它既然被我遇到，这个机缘便是我的。”他的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般。秦晨来到血塔的入口，突然停下脚步，淡淡一笑：“你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是哑巴。”顿了顿，继续道：“我从未想过某个机缘独属于我，只要别人能够拿去，那便拿去。只是至今为止，和我竞争的都是弱者。”莫商一愣，随后反应过来，脸色一变道：“说我是弱者？”他在辽南域同辈之中，甚至所有遇到过的超凡，还从未有人说过他是弱者。不，你别误会，我说的不是你，而是在座的天才都是弱者。他看了一眼所有人，声音平淡：“既然低调要被人看不起，那便高调一次。”说完，他转头一步踏入了血塔之中，留下一群人目瞪口呆。他说什么？有人喃喃道：“他说我们都是弱者。”另一人回答道：“操，太嚣张了！”几个天才一个个的脸色铁青，说一人就算了，竟然说所有人。而向无双三人，他们没有气愤，而是露出了苦笑。没办法，他们知道，相比于秦晨，他们自己真的是弱者。秦晨只是说了一句实话而已。太扎心了。一人摇了摇头。扎心吗？那以后就要努力了。我们以前不过是自认为优秀而已。向无双缓缓道：“确实扎心，但是扎心也不一定是坏事，至少让他们清晰地认识了自己和别人的差距，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嗨。”此时的莫商一脸的阴沉，他没有想到秦晨竟然会如此嚣张。以前在我面前嚣张的人，现在在我面前毫无脾气，如今换成你也不会例外。想到这里，他一步步上前，来到血塔门口，正准备进入第二层了。突然一个声音响起，他抬头一看，顿时内心一惊，秦晨竟然已经到了第二层。这一刻，他的神色突然凝重起来，同时也惊醒过来，秦晨始终是星际航行公司定的第一，实力绝对是有的，不能轻敌。想到这里，他深吸口气，一步踏入了血塔之中。刚刚秦晨是怎么打败对手的？有人疑惑道。秦晨在第一层的时候根本没有出手，在对手出现的瞬间，然后对手就倒下了，仿佛秦晨只是看了他们一眼。自然是精神力攻击，血塔中的虚影有精神力攻击，而秦晨同样有，并且攻击强大，所以这些虚影还未碰到他就被精神力攻击给击杀了。一人开口：“原来他也会精神力攻击。刚刚他们进入血塔，主要遭受的就是精神力攻击，而秦晨也会精神力攻击。”想到这里，有几人的脸色都变了。快看，他已经到了第三层了。莫商上了第二层，也好快。此时，众人看到血塔中秦晨在第二层同样没有怎么出手，对手倒下，然后踏入了第三层，无比的从容，和之前被弹出的这些人比，简直是两个概念。而莫商同样不差，在第一层也没有出手，对手就倒下了。莫商也会精神力攻击，众人内心惊讶，精神力攻击的武学可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同样没有那么容易修炼，所以他们这些人要么没有机会学习，要么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而现在秦晨和莫商两人都会，这差距瞬间就被看出来了。之前那些还是瞧不起秦晨的，已经开始闭嘴。血塔内，此时的莫商来到第二层之后，看着面前出现的虚影，神色没有丝毫的波动。但是此时的他却在承受着这些虚影发出的精神力攻击。精神力攻击虽然不好学，却难不住我。这个所谓的血塔，不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吗？他平静地想到，他当初在辽南域就因为自己的逆天天赋，域主亲自送了他一门精神力的武学，攻击和防御都有。很快，他一边承受着对手的攻击，一边也在攻击对手。当初我修炼精神力攻击的武学，我的精神力防御就变得很强，就这点攻击还不足以对我造成丝毫的威胁。砰！最后一个对手被他击倒之后，他看向第三层的通道，直接跨了进去。当他来到第三层后，却没有看到秦晨的身影，瞳孔微微一缩。有意思，他突然一笑，秦晨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料。与此同时，秦晨进入了第四层，刚一进入，他就发现了这里和前三层的不同。他的对面不仅仅出现了对手，而且这些对手精神力攻击方面变得更加的犀利，强度是成倍的增加。最关键的是，第四层的整个空间都充斥着狂暴的元素之力，时而是火元素，时而风元素，有时候两种元素混合在一起，不停地肆虐着。尤其是当两种元素之力混合的时候，它们给人带来了强大的攻击效果。这个时候，你不仅仅要面对这些元素之力的攻击，还要时刻防御虚影的精神力攻击。难怪之前那些人几乎都在这里失败了，没有学习过精神力攻击的武学，精神力防御也是弱得很。到了这里，确实很难再通过去。这第二阶段的血塔一直有精神力攻击，而我第一次在血塔中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意志冲撞秘术，两者是否之间有联系？秦晨暗自思考着。第一次学习意志冲撞，第二次登塔就有这种考验，让他不得不把两个阶段联系起来。要知道，如果没有学过意志冲撞这类特殊武学，想要完成第二阶段的传承考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轰！突然，风元素和火元素的混合之力猛然扫荡而来，让他从思考中惊醒过来。
这一刻，他神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经过一次次这些混合元素之力的冲击，他发现这根本不是风元素和火元素的混合，而是两种元素的融合。一字之差，天差地别。混合其实就是同时用出两种元素，一般只有同时掌握两种元素的人就可以做到。而融合则不同，需要将两种元素处理后，彻底让它们融在一起。处理？怎么处理？秦晨发现他从未想象过两种元素还能融合在一起，这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从他学武以来，遇到过的人也不少，可是也从未听说过两种元素去融合。突然，他的身形一闪，来到了最后一个虚影身前，一拳打出，虚影瞬间被轰杀。第5层的通道随之打开，但是他并没有急着上去，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感受着空间中的两种元素融合之力。两种元素都是领悟法则之后的，要融合两种元素，是否必须要领悟元素的法则才能办到？下一秒，他干脆盘坐下来，手中一枚风元素法则之果出现，当即将其吞了下去。他的火元素已经领悟了第一重法则，现在差的就是风元素。如果将风元素的第一重法则领悟，他则可以去尝试一下自己的猜测。与此同时，外界也看到秦晨停了下来，所有人都是一愣。他在干什么？有人问道。刚刚还好好的，突然就盘坐下来开始修炼，让他们一时间摸不着头脑。通道已经开了，他为什么不进？不得不说，秦晨的这个操作让很多人懵逼。第5层的通道已开，而他却停了下来。要知道，这个时候下面的莫商马上就要追上来了。我知道了。突然，一个穿着青衣的青年开口，顿时众人都转头看向他。青衣青年笑了笑，其实很简单，我问你们，我们在通过第4层的时候感觉如何？难。其中一人不假思索的道，第4层空间中的元素之力还好说，凭我的实力完全可以通过，可是再加上那精神力的冲击，就让人有些受不了。其实我在第4层，如果再坚持一下，完全可以去往第5层，但是血塔一共9层，我知道我进入第5层也毫无希望，所以我并没有带着决绝之心，导致我被弹了出来。他的话顿时引起了共鸣。其实刚刚他们在第4层之所以会被弹出，很大原因就是知道自己完全没有希望完成所有传承考验，既然完成不了，拼命上了第5层也毫无意义，所以就缺少了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对，青衣青年点头，第4层很难，秦晨自然也感受到了，他也知道自己没有信心通过第5层，但是他和我们不同，我们是知道无希望，然后缺少一股冲劲，而他则是选择了当场修炼，以此来寻求突破，争取走得更远。不得不说，此人的道心很坚定。青衣青年缓缓开口，他并没有提及实力，而是道心，这让众人都不由得赞同。秦晨在第4层感受到压力，知道第5层不好过，所以干脆就在第4层修炼，这样的实力和他们也差不多，只能说对方有一颗好胜的心。有道理。有人点头。可惜，先不说别的，就算他修炼突破，但是也就最多走完5层6层，想要完成所有考验，几乎不可能，完全没有必要。另一人摇了摇头，只有真正进入过血塔，才知道这个所谓的传承考验有多么的变态。秦晨这种做法，完全就是最后的一丝挣扎而已。快看，莫商到第4层了！有人突然大声道。众人发现，这个时候血塔中第3层的莫商跨入了第4层。血塔中，莫商跨入第4层后，第一时间就是脸色微微变化。这里无论是精神力攻击，还是那元素之力的冲击，都上升了一个大台阶。不过很快他便恢复过来，虽说这里的攻击要强不少，但是还无法威胁到他。他先是看了一眼远处盘坐的秦晨，然后对着自己的那些虚影对手出手。他的出手仍然没有多大的问题，虽然比前面的3层速度慢了一些，但是最终还算轻松，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解决所有对手之后，来到通道处，他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去，而是看向秦晨。临阵魔枪没有任何的用处，如果说你在这里就感觉到了压力，我觉得你还是放弃。说完，他盯着秦晨，发现秦晨没有反应，他摇了摇头，冷哼一声，然后不再多说，踏入了第5层。而此时的秦晨自然也听到了莫商的话，但是他都懒得理会。莫商的行为在他眼里很幼稚，就像是一个小孩有点成绩在大佬面前炫耀一般。他现在也没有时间去理会。在吞噬了风元素法则之果后，他对风元素的感悟越来越快，越来越深。这才是风。一阵微风从他身边吹过，他突然伸手一抓，仿佛将风完全的抓在了手中，同时手掌一握，风便幻化成了一把风刀。虽然是无形的，别人看不见，但是秦晨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这把无形的风刀相当于别人打出的锋刃一般锋利。随着他的吞噬天赋技能的运转，风元素法则之果的消化越来越快，他对风的掌握快速的加深。不知过了多久，他猛然睁开眼睛，双目之中仿佛有一道风随着目光而出。风之法则第1重掌握，我的风系攻击也随之提升。想到这里，他随手一挥，无数的锋刃出现，这些锋刃不停地切割着空间。瞬时之间，整个血塔第4层刺耳的声音不停地响起。渐渐的，空间开始模糊，这些锋刃将空间割伤了一般，变成了白茫茫一片。什么情况？血塔外，众人看到第4层空间的变化，一时间瞪大眼睛，露出疑惑的表情，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火老盯着那白茫茫一片的第4层空间，突然笑了。这小子掌握了风之法则第1重，使得锋刃的切割在空间留下了白痕。同时，他内心也是惊讶，之前秦晨吞噬的那个果实，他知道是风元素法则之果，这个果实可以加快吞噬之人对元素法则领悟的速度。可是秦晨的速度也太快了，从吃下到现在
也就不到1天时间就领悟了第一重，完全超过了法则之果的效果。他的风系天赋恐怕也是顶级，否则绝不可能这么快。其实他的内心在怀疑，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哪怕秦晨的风系天赋是顶级，加上法则之果的效果，也不可能1天时间领悟。可是秦晨确实领悟了，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当然，他并没有多想，也不是就一定不可以1天领悟，毕竟人类的潜力太大，谁也不敢保证就见识过一切。只能说秦晨的表现太变态了，已经超过了他以往的经验。快看，莫商进入第6层了！就在这时，众人看到莫商通过了第5层，踏入了第6层。还是莫商强，你们看到了吗？在第6层，他仍然表现得很从容，并没有慌张，只是速度慢了一些而已。有人惊呼道：“以他的表现，说不定真能一举闯到第9层，如此一来就好耍了。这血塔是秦晨引出来的，现在却被莫商截胡。”一人笑着说道。众人闻言也都笑了。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大笑话了。到了星际航行公司总部，也会被传成一个内部笑话。一群傻逼！听到几人的话，向无双3人小声开口。他们知道秦晨绝对不止这个实力，就算不知道，但凡动点脑子都知道不可能。毕竟星际航行公司给秦晨的定位是这次10人中的第一，怎么可能才这点实力？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服，现在看到秦晨这样，自然是满足了自己的心理，早就忘了正常的思维。向无双摇了摇头，秦晨动了。就在这时，血塔第4层的空间恢复了正常，秦晨的身影出现在众多眼中。而此时的秦晨缓缓站了起来。特么的，并不是领悟了法则就能够将2种元素融合。秦晨有些失望，他从得到元素法则之果后就一直没有用，一来到现在，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用；二来他本身也不急，准备去了原始大陆，有空之后再用不迟。反正在超凡阶段，即便别人领悟了元素法则，也不是他对手。可是这次在血塔，当他发现了元素可以融合，就带着期待，结果发现他错了，这就浪费他的表情了。也是，如果领悟了元素第一重法则就能融合，那很多人应该都可以，元素法则只是其中一个条件而已。他很快就平静下来，同时他抬头看着血塔上方，眼中带着期待，也许之后的考验会让他发现端倪。总之，血塔第2阶段的考验至少让他知道了元素可融合，这对于修行者来说又是一条大道。想到这里，他直接踏入了第5层。一进来，他二话没说，用出精神力的同时，身形也不停地逼近出现的几个虚影对手。空间中这次出现的是水和土2种元素，加上水土的融合，而且冲击的强度比第4层强很多。可是秦晨却任由这些元素之力冲击，身形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如今的身体星辰细胞已经达到了50万颗，身体强度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超越了正常人的多少。总之，如果有一个同样修为、同样元素系的人和他厮杀，在纯靠肉身的情况下，他能将对方一拳砸死，这就是他现在强大到变态的肉身。同样，靠着这个身体，他的基础战力也提升了很多。他是9系，同样一个9系出现，哪怕对方是9系全9级超凡，他可以说也不虚对方。关键是不知道这个宇宙中除了他还有没有人是9系。此时的秦晨在第5层空间中横冲直撞，那些元素的冲击力对他来说如同儿戏一般，唯一让他觉得有些麻烦的就是精神力的攻击。当初他在第1次进入血塔时学习了精神力攻击的武学意志冲撞，同样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经过了意志的磨练，可是终究是没有学过防御性的精神力武学，所以这里的精神力攻击对他还是有影响的，只是目前为止影响并不大。第2阶段的血色传承，另一个发现就是元素的融合，但是精神力攻击还是非常的重要。秦晨暗自想到，其实这也不奇怪，要成为真正的强者，意志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血色传承显然是一个顶级的传承，对精神力意志这方面看重，也就不奇怪了。砰砰砰！此时的秦晨在虚影中不停地闪动，双拳也不停地挥动，每一次出拳都有一个虚影被击杀。片刻后，第6层的通道出现，他这次并没有去领悟元素法则，而是直接进入了通道。在进入第6层之后，当他的对手出现的瞬间，他便冲了上去，还是像第5层那样，完全无视了空间中的元素冲击，直接来到虚影人群中疯狂的出拳。外界就上第6层了。众人看到秦晨在第5层横冲直撞，仅仅片刻就杀光了对手，都惊呆了。他在第4层突破了。那名青衣青年疑惑道，虽然他们对血塔中的情况看得清楚，可是突破这种事情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只要不是大的突破，根本没有什么动静。突破个屁！你现在还觉得他在第4层停留，是因为在那里突破？有人无语地看着他。之前这人分析的头头是道，把他们都误导了。现在看到秦晨在第5层的虚影中出手，像是一拳一个小朋友一般，才猛然发现过来，人家本身实力就强。突破，之前他们就分析过，第4层都觉得困难的话，就算突破第5层也不会太轻松。可是秦晨呢，在第5层完全是碾压，特么的就像是一辆推土机一路推过去的。青衣青年有些尴尬，不过他还是道，也许刚刚他在第4层是连续突破，所以话还没有说完，众人像看傻子一样看向他。你看他现在在第6层也是这么杀敌的，你觉得他要连续突破几级才会原本在第4层都困难，变成第6层还碾压？其中一人指着血塔第6层中的秦晨身形开头问道，其他人也看向他，等着他怎么说。青衣青年一阵头皮发麻，他刚刚只是嘴硬一下而已，
如果现在还不知道秦晨的可怕，那就是傻子了。你们快看，他的进度已经超过了莫商！有人突然大声道。众人都露出了骇然。秦晨耽搁了差不多1天时间才从第4层上去，而现在才过去多少时间，就把这1天时间给追上来了。众人已经在想象莫商此刻到底是什么表情。此时血塔第6层正在和自己对手战斗的莫商一脸的惊骇。秦晨刚上第6层的时候，他就内心一惊，不过很快他就镇定下来，毕竟第5层也不难，而且他在第6层已经解决了一半的对手，秦晨和他还是差了不少。然而接下来当他看到秦晨那个杀敌速度，然后一步步的追上他，让他彻底惊了。就在秦晨彻底超过他后，他内心狂震。而当秦晨击杀最后一个虚影，准备前往第7层后，他看着自己面前还有2个虚影，心态绷不住了。不可能！他大喝一声。血塔第6层，老实说，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威胁。空间中的元素之力，他可以抗住；虚影的精神力，他同样可以抗住。唯一的就是灭杀这些虚影对手需要时间，因为到了这里，精神力攻击加上元素冲击，已经对他造成了影响。他相信，任何有资格走到这一步的超凡都会有影响，并且比他的还大。然而，秦晨的出手摧枯拉朽，根本没有影响一般，这让他无法理解。所谓的不可能，不过只是自己没有达到这个层次而已。秦晨来到了通道口，缓缓开口，话落之后，他已然踏入了通道之中。莫商整个人如触电一般，浑身一颤。秦晨没有在第6层受到影响吗？当然不是，只是他受到影响之后，仍然可以以这么快的速度解决对手，所以他说莫商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当你的实力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后，就算受到了影响，速度在别人眼里也是很快的。秦晨来到第7层后，感受到这里的难度更大，而且比第6层再次提升了一个大台阶。这里不仅仅虚影的数量和实力增加，空间中又是2种新元素的融合之力，冲击力无比的狂暴。然而他的身体却无比的沉稳，身形同样闪动得非常快。虽然精神力对他影响更大，但是仅仅片刻，他仍然将他们全部击杀，然后上了第8层。第8层同样没有任何的悬念，紧接着上了第9层。而这个时候，莫商才终于击杀了剩余的对手，准备上第7层。可是下一秒，他的身体就被弹了出去。站在血塔下，他抬头一脸铁青，但是当他抬头看向血塔，看到血塔第9层后，整个人一僵，脸色瞬间变化。第9层已经看不到里面的具体，但是却可以看到是亮着的，代表着有人上了第9层。怎么可能？他内心嘶吼。秦晨从第6层上第7层时，他还有2个虚影对手，而他解决完2个虚影对手后，秦晨上了第9层，自己被弹了出来，相当于平均他杀一个对手，秦晨上了1层。这种速度的差距让他难以接受。怎么可能？狱主说过，我在超凡中已然接近无敌，怎么可能差距这么大？他始终想不明白。在辽南狱时，被星际航行公司找到的那天，狱主是见过他的。在他离开辽南狱之前，狱主还给他说过，他的天赋很好，而且现在的实力在超凡阶段差不多无敌了，让他进入星际航行公司也无需太担心，只要按照自己的修行节奏来就行了。然而现在，秦晨的一巴掌打来，让他彻底懵了。什么超凡无敌？如果和秦晨厮杀，他觉得自己会被活活打死，并且毫无招架之力。想到这里，他就头皮发麻。而此时的另外几位天才早就已经头皮发麻了。这是什么变态？青衣青年彻底懵了。之前他说秦晨在第4层遇到了困难，在那里突破，以寻求走得更远。可是现在他的脸火辣辣的痛，秦晨的打脸来得实在太快了。他从第5层开始，然后一直是碾压，直到第9层，中间的速度好像都没有慢过。卧槽，我是不是看错了？一人懵逼的说道。他们在第4层就失败了，可是秦晨从第4层开始，速度就没有变过一般。你没有看错，确实没有变过，或者说变得很少，我们看不出来。另一人喃喃开口。几个刚刚体验过血塔的人纷纷议论起来，口中无不是在说秦晨的可怕。向无双3人听到这些人的话，笑了笑。这几人现在终于明白，我们之前为什么不去参加了。心态很重要。向无双说了一句，他现在是彻底看开了，就不能去和秦晨比，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对了，刚刚秦晨的出手，你看出来他有几技了吗？其中一人看向向无双问道。刚刚秦晨从第4层打到第9层，出手很快，元素之间的转换让人应接不暇。现在回想起来，陡然发现秦晨掌握的元素种类也太多了。我看到了7种。一人开口道，表情带着震撼。7系武者，这是整个宇宙都很少见。8种。就在这时，向无双缓缓道。之前他一直是盯着秦晨的出手，也记下了秦晨每一种元素的转换。金木冰火土风雷重力8种，这让他内心震惊不已。掌握8种元素的天才，他闻所未闻。变态！他忍不住内心不由得感叹。关键是秦晨的每一种元素用出时破坏力都非常强，这证明了对方元素的修为都不弱。要知道，现在他们这些所谓的天才一般是5种元素，6种很少，7种几乎不可见，而且并不是每一种元素都提升上来了，有的也许达到了8级超凡，但是有的也就3级、4级这个样子，差距还是很大的。秦晨8种都提升上来，让人无法想象。此时的火老也盯着血塔的最高层，他眼中闪过一丝震惊。9种元素，这一刻他脑袋嗡嗡作响。刚刚秦晨闯塔的过程，
他自然也是看清楚了的。秦晨出手时用出的元素8种是很清楚的，可是他还发现有那么1、2次，秦晨用出了第9种元素——黑暗元素。只不过每次用出都是一闪而逝，而且黑暗元素本身非常隐秘，他现在无法确定，但是内心却有了很大的怀疑。星际航行公司那边给的资料是此子是8系，这是子怡当时亲自看虚拟战场时发现的，之前他是没有用过黑暗元素，还是我看自己多想了。他相信以子怡真神的眼光，只要秦晨有9种一定会发现，而子怡给的资料却是8种，所以这才让他有些不确定是秦晨之前没有用出第9种，还是说他刚刚看错了。不过此子只有20多岁，却拥有如此实力，恐怕已经是1000纪元一出的天才了。想到这里，他又看了一眼莫商。之前星际航行公司发现莫商时还是很高兴的，3纪元一出的天才很难得，可是现在和秦晨一比，实在太普通了，差距真的不是一点半点。我星际航行公司总算有一个1000纪元一出的天才了。他突然一笑，作为3大势力之一，星际航行公司是唯一一个没有出过1000纪元级天才的。星空联盟中，以前盟族出现过一个，天网公司在以前也招揽过，而现在有秦晨，星际航行公司在这方面不输他们了。此子在血塔中的表现，我得通知上去，尽量的让上面安排最大可能的防止之前那2位1000纪元天才身上的发生的事情再次发生。想到这里，他将自己看到的弄成了一段影像，然后发送到了星际航行公司总部。血塔中，此时的秦晨站在第9层，面前一个虚影出现，而这个虚影和他第一次在血色世界进入血塔第9层时遇到的虚影一模一样。我们又见面了。虚影看到秦晨后率先开口，准确的说，之前你见到的我也不算是这个我，不过也差不多。秦晨一笑，之前第1阶段的那个虚影和这个虚影其实都是设下血色传承的大能留下的一缕意识，说是同一个人也没有问题。没有等秦晨开口，虚影继续道，我没有想到你进步这么大，本尊留下的考验竟无法给你造成任何的困难。对于这个阶段的考验，他当然是最清楚的，只在选出最优秀的超凡，所以按照正常情况下来说，只要是超凡，想要完成这次的考验就绝对不会太容易。然而刚刚他也看到了秦晨的表现，完全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还行。秦晨笑了笑，说没有任何困难也没错，不过影响还是有的，至少来说让他明白精神力意志的修行非常重要，而他这方面算不上优秀。虚影见秦晨谦虚，点了点头，我知道你想要了解关于这个传承的具体，不过我仍然还是不清楚，能知道的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关于这个传承我也不再多说，接下来便是第2阶段的传承奖励。说着他手一挥，顿时一道道的金光文字浮现在第9层的空间中。秦晨抬头看去，很快这些文字开始涌入他的脑海之中，又是关于精神力的秘术。秦晨一惊，此秘术名为意志之强，是精神力防御类秘术。虚影缓缓道。秦晨静静地消化着，当他了解所有内容后，明白过来，这和他之前学习的意志冲撞不同。意志冲撞是精神力攻击类，虽然在修炼意志冲撞时会伴随着意志的磨练，让意志更加的强大，但是终究不是专门防御的。而这门秘术就填补了这个空白，秘术一出，他的意志得到更好的防御，而这种防御防的就是别人的精神力攻击。有了这门秘术，我得的短板算是彻底的弥补上来了。秦晨对于这个奖励还是比较满意的，他现在在掌握的元素种类方面不输任何人，肉身方面有星辰炼体诀，更不输别人，而精神力方面有了意志之强，加上之前的意志冲撞，可以说现在的他全方位做到了没有任何弱点。就在这时，虚影手中再次出现了一个令牌，这个令牌和秦晨储物空间中融合的令牌不同，它更大1号，并且颜色更深一些。这枚令牌是你通过第2阶段后的凭证，和你第一次获得的令牌不同，它无需2枚融合才会引起下一阶段血塔的出现。当然，要引出第3阶段的血塔，令牌是一个关键，还有一个便是你需要达到修为要求，第3阶段为不朽，所以不到不朽，你也无法参与之后的传承考验。年轻人，加油吧！以你目前的天赋，不朽问题不大，但是世间一切变幻莫测，不到时候只能推测，无人能够窥探。虚影看着秦晨，缓缓道：他虽然只是一缕意识，但是也知道秦晨的天赋，这样的人物如果顺利，将是这个传承的最好人选。然而之后的一切，即便是他也无法去左右。前辈，你可知道关于元素融合？秦晨突然问道。从他在第4层发现元素融合之后，内心就一直想着之后的几层，他虽然通过的速度很快，但并没有影响他去思考，只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发现将2种元素融合的方法。你果然发现了。虚影看着秦晨露出了赞赏的神色。其实从第4层开始，每一层都有融合的元素，只要细心的话就会发现，但是进来的这些人却只有秦晨发现，这就说明秦晨不仅仅天赋好，还是一个细心的人，而不像别的人只会想着去闯塔，对于闯塔的过程完全没有去细心体会。元素融合在整个宇宙中掌握的人恐怕也不多，并且需要特殊的条件。第一，元素法则必须掌握到第2层；第二，修为要到不朽。所以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还无法做到。秦晨现在掌握的元素法则，无论是火还是风，都只是一重法则，并且秦晨只是超凡，修为也不够。那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融合？秦晨疑惑道。
这个传承只是针对超凡的，却出现融合元素，有点超纲了。虚影一笑，自然是增加灯塔的难度，另外也是让参加考验的人明白元素融合的存在，让你们这些天才提前体验。当然，提前体验的目的是要让你去思考，也许下一阶段的考验和这元素融合有关呢。虚影最后神秘一笑，不知道对方是随便说说还是认真的。秦晨闻言，内心一动，元素融合的条件只是达到元素法则第2重，以及修为达到不朽。可是刚刚虚影又说了，元素融合这个宇宙也很少有人做到，这一点有点矛盾。因为掌握元素法则第2重又是不朽的，宇宙中可是有不少，那么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只是这个虚影没说，或者对方也不知道。不过很快他就不再多想，毕竟现在他还任何一个条件都还没有达到，而且需要不少时间才能达到。好了，令牌你拿好，期待下一次见面。虚影突然手一挥，手中的令牌飞向了秦晨。就在秦晨抓住令牌的瞬间，他身上之前的那个令牌竟然神奇的消失了，而随着他身上令牌的消失，血塔在这个时候也在缓缓消失，到了最后只剩下秦晨站在那里。传承结束了。外界众人看着秦晨的背影，表情各异，不知道他这次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励。有人道，传承奖励一般都是能让人增加实力的东西，所以大家都十分好奇，甚至有人想要上前去询问，但是当即就被身边的人给拉住了。你疯了？你忘了之前我们对他的态度？那人小声说道。正要上前询问的人脸色一变，之前他们可是不服秦晨的，还阴阳怪气的说过话，何况这是一个人的底牌，是随便能问的吗？换成你会告诉别人？那人再次道。顿时准备去询问的人露出了尴尬的神色。最关键的是，之前他说我们是弱者，他肯定不会理会我们这些弱者的。那人继续道。这话一出，顿时让众人转头看来，就连莫商也看了过来，所有人都带着不善的眼神。特么的，现在他们知道和秦晨相比，自己确实是弱者没错，可是你也别当众说出来啊，这不是伤口上撒盐吗？看着秦晨一步步的靠近，此时广场上彻底的安静下来。就在秦晨走近后，莫商犹豫了一下，突然上前认真道：秦晨，我为之前我的态度道歉。他的态度谈不上多么的谦逊，但是语气却很坚定，显然对方做出这个道歉行为是非常认真的。秦晨一笑，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道歉。他其实和莫商并没有过不去的仇，之前那种态度其实就是竞争关系带来的，这种事情秦晨遇到过不少，只要内心没有什么恶意，他倒是无所谓。见秦晨点头，莫商内心也松了口气。他之所以道歉，一来是因为秦晨的实力确实让他服气，二来秦晨这样的潜力进入星际航行公司总部后，前途大概率会比他强。如果秦晨内心对他有什么不满，以后吃亏的也是他自己。不过我和你的竞争还未结束。莫商突然又来了一句。秦晨没有多少反应，只是淡淡道：被我超过的人，我从不会将其视为对手，我给所有人时间追赶，直至你们遥望不见。好嚣张的话。众人听到他的话纷纷一惊，那些围观的人更是不可思议地看向秦晨。这句话很嚣张，但不得不说也很霸气，让他们听了都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此时的火老看向秦晨，眼中露出的赞赏几乎掩饰不住。秦晨给他的感觉就是那种该谦虚的时候谦虚，你一点都看不出其身上的锋芒，该高调的时候就高调，一点都不会给对手面子，并且一旦高调起来会让所有竞争者绝望。所以这种人你最好不要去挑衅，否则会因此而大受打击，甚至到心崩碎。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年轻人就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谁都不服，只是后来明白有些事情并不是你努力有那个决心就能做到的。现实是残酷的，有很多因素会限制你的进步，甚至让你觉得人间不值得。好了各位，现在你们跟我来，前往原始大陆。火老等众人平静下来后，这才开口道。苍蓝星域通往原始大陆的虫洞就在苍蓝星上，在火老的带领下，众人用了2个小时左右便来到了虫洞入口。你们到了虫洞的另一头后，会有专人带领你们去星际航行公司的总部，记住之前我跟你们说的总部规矩。另外提醒你们一句，如果可以，尽量的在总部多待一些时间，不要急着被外派出去。在总部不仅仅是安全，学习的东西越多，对你们以后也越有好处。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差不多了，也不要强求自己一直留下，该去闯荡的时候还是要闯荡。最后，如果你有那个机缘，能够有一个老师指导，那是最好不过。在众人进入虫洞时，火老再次对众人说了一些经验之谈，尤其是最后让众人有机会就找一个老师，说得非常郑重。其实这也不奇怪，修行者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独自摸索的。就像秦晨在蓝星时上学，学校也有老师的教导，随着他的成长，一路上其实都有老师般的人物存在。所以进入星际航行公司，如果有老师，也不需要对方如何去指导，只需要偶尔有不懂的问一下，也比自己瞎摸索要强很多。很快，众人开始陆续进入虫洞。不久之后，当所有人被传送出来之后，他们来到了虫洞的另一头。秦晨放眼看去，他们处在了一个城市中，准确的说是一个无人并且荒废的城市。整个城市只有一些星际航行公司的驻守虫洞口的工作人员。这里就是原始大陆第3虫洞之城，也是星际航行公司掌握的地方了。一旁的向无双小声道，据说原始大陆有10个虫洞城，每一个城中都有一个虫洞，而每一个虫洞都是通往不同的星域。不知道这次其他虫洞所在的星域是否也有星际航行公司招揽的天才？众人议论纷纷。而就在这时，远处飞来了一艘巨大的飞船，
飞船整体呈现黑色，那流线型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最神奇的是，这艘飞船眨眼一看有点飘忽，若隐若现，有强大的隐身效果。SSS 级飞船，飞船上竟然嵌入了黑暗元素。秦晨一愣，飞船的隐身在秦晨的印象中只是雷达隐身，并不是真正的隐身，肉眼是看得到的。而这个飞船竟然在肉眼上也有隐身效果，这就神奇了。很快，飞船停在众人的不远处，紧接着一个个身影从飞船中走出，一共10个身影。听说进入星际航行公司的每一个天才都会配备一些护卫，这些应该就是来接我们的护卫队长了吧？有人小声地说道。秦晨扫了一眼这10人，全是不朽。他一眼便看出这些人都是达到了不朽的修为，并且这些人全是3系达到不朽，是其中1系达到不朽，另外2系只是超凡。不过即便是这样，也可以看出星际航行公司的底蕴，毕竟这些人只是天才的护卫，用不朽来当护卫已经非常奢侈了。而且3系并不弱，要知道3系对于蓝星来说已经是顶级了，蓝星靠着药物也就出现了一些3系而已，甚至3系在银河星系也算得上是天才，如果加上不朽的修为放在银河星系，那就是一方大能。他再次仔细地看了一眼这些人，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普通不朽，只有一个妖艳的女子是达到了封侯不朽，站在人群中气势也完全不同。这10人走出飞船后，看了一眼众人，然后各自走向了10位天才。那名达到封侯不朽的妖艳的女子径直走向秦晨。南宫瑶见过秦晨少主。女子对着秦晨恭敬行礼。少主。秦晨一愣，这个称呼像是宗门中人对宗主嫡系的称呼，一时间让他有些不习惯。南宫瑶一笑，少主先上飞船，有些事情上了飞船后我会给少主详细讲解。很快2人上了飞船，而这个时候其他人也纷纷上来，飞船带着强大的动力嗡的一声飞向了原始之城。SSS 级飞船作为顶级飞船，它不仅仅是外观上漂亮，飞行速度也是所有飞船中最快的。另外它的内部也是极其豪华，就秦晨他们所乘坐的这艘飞船而言，内部空间巨大，单是独立的房间就有上千，其中有专门修炼的房间，有会议厅之类的，还有休息聊天的。南宫瑶带着秦晨来到其中一个房间后，他才道：少主说说吧。秦晨点头。南宫瑶一笑，其实很简单，进入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不管是普通成员、精英成员还是核心成员，都被称为少主，这样的称呼也代表着你们是星际航行公司的嫡系成员。星际航行公司有很多员工，各种各样，自然是有区分的。等以后你们被外派出去后，就不再是少主，而是别的称呼了，毕竟少主这个称呼有点依托长辈的感觉。秦晨闻言这才明白过来，他们现在刚刚进入星际航行公司，会在星际航行公司的庇护之下成长，不会对他们有别的要求，所以称之为少主也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以后外派之后都是要靠自己了，那个时候少主不再适合，而是有了具的职位身份。刚刚你说的普通、精英还有核心这方面，给我具体讲一讲。秦晨问道。每个人进入星际航行公司自然是有评级的，这就像在蓝星高考一样，成绩不同，进入的大学也不同。南宫瑶解释道，进入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被分为3个等级，就是普通成员、精英成员、核心成员。这个3个等级待遇不同，修炼和生活的地方有着很大的差别。等下少主到了之后就会明白。千篇一律。秦晨暗自点头，这不就是当初在蓝星时刚进入圣院时一样吗？好的住别墅，差的住宿舍，而他当初可是住的第1大别墅。3个等级应该是会变化的吧？秦晨继续问道。现在的评级肯定不是最终的，毕竟进入公司修炼之后的进步谁也说不清，要是有一个普通成员突然一飞冲天，进步甚至超过核心成员，总不能继续留在普通区生活和修炼。当然。南宫瑶点头，进入星际航行公司后，你们会有一个积分，而这个积分就是看你们平时的表现，都是有具体规则的。每一年公司会根据积分的情况重新对你们进行评级，如果评级有变化，待遇自然也就跟着变化。另外除了普通、精英、核心成员外，还有一批待定成员，这些人都是在每一年积分最差的1000人。这1000人待定就意味着有淘汰的风险，在待定区待满3年就会淘汰出公司，并且还要返还这些年公司培养你的资源。当然并不是一次性返回，而是分期。闻言秦晨点了点头，这样一来就有了压力，有压力自然就会尽量的往上冲，否则遇到那种摆烂的人就是白嫖公司资源了。星际航行公司也没那么傻，当然能被星际航行公司看上的人几乎不会出现摆烂的人，毕竟都是宇宙中的天才，道心自然是坚定的。但是万事都有例外，这样的规定恐怕也是防止这种人出现。接下来南宫瑶又为秦晨解释了星际航行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不知过了多久，飞船的速度开始降了下来，秦晨将目光投向飞船外，在前方一座巨大的城池出现，看向城池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9座巨大的人形雕像。9座雕像代表着原始城的9位城主，他们也是我人类的支柱，没有他们，人类数量再多也只能算一个弱小的种族。南宫瑶缓缓道。9位城主的修为如何？秦晨有些好奇地问道。然而这个问题却让南宫瑶脸色一变，少主可别逗我了，城主的修为岂是我能知道？秦晨一笑，他看得出来南宫瑶在提及城主时非常的敬畏，甚至很是紧张，心态放松。那等人物即便知道我们在讨论他也不会在意的，
人类数量这么多，知道9位城主存在之人也不少，肯定有很多人好奇的。人人都有好奇之心，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他觉得私下讨论一下并没有什么问题，又不是说什么坏话，那样的大能不至于在意。少主说的是。南宫瑶点了点头，但是并没有接着开口，显然刚刚的秦晨的话没有让他改变观点。秦晨笑了笑，也不强求，只是目光一一看向9个雕像。之前在虚拟战场时，他就见过第9城主的法相，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而另外8位他却并不清楚，只是知道这8人很少出现，一般人是见不到他们的，而且不一定就在原始城中，因为这一纪元是第9城主坐镇原始城。少主，星际航行公司在原始城的南面。南宫瑶岔开了讨论城主的话题，向秦晨介绍道。另外，星空联盟在原始城的东面，而天网公司则是在原始城北面。3个势力都在原始城，可是相互之间的距离是以光年计算，所以平时也很少有来往。不过有时候3大势力的天才成员也会相互之间较劲，很正常。秦晨点头，这一点让他想到了当初在蓝星圣院的时候，虽然是不同的圣院，但是经常相互较劲。飞船进入原始城后，继续向着南面飞去，虽然相比于飞船最快的速度来说，现在的速度已经缓缓降下来，但是仍然超过了光速不知道多少倍。没过多久，星际航行公司的总部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少主，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就是核心成员平时生活和修炼的地方，之后飞船才会带他们去别的区域。南宫瑶开口道。10个天才，秦晨、莫商、向无双3人都是核心成员，而飞船自然也是首先送核心成员，然后才会送其他人，这也是地位不同带来的结果。对了，少主，3个不同的生活区人数也是不同的。普通区没有具体的数量，目前来说大概有10万人，精英区总共有1万人，而核心区只有100人。南宫瑶继续为秦晨介绍道。人数倒是不少。秦晨内心有些惊讶，普通区竟然有10万人，而且不固定，也许超过了10万人。精英区也有1万人，唯有核心区成员算少的只有100人。但是核心区的成员本就是达到纪元级天才才有资格进入的，少也是正常。其实真正算起来还不止这些，因为待定区还有人。另外这3个区的成员都是超凡，有一些不朽成员在另外的特殊区域。南宫瑶说道。秦晨一愣，到了不朽不是要被外派吗？在宇宙中，只要是有名的势力培养的天才，到了不朽都会被外派到势力所掌握的宇宙某个区域任职，毕竟不可能让你留在内部享受资源，该付出的时候必须得付出。南宫瑶笑着道，看来少主对星际航行公司了解的并不多。秦晨一笑，他确实了解的不多，毕竟他刚从虚拟战场出来就没有停过，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了解。其实突破不朽之后，并不是一定就会被外派出去的，有一个办法可以继续留在总部，并且享受和超凡一样的资源待遇。不等秦晨询问，南宫瑶继续解释道，这个办法也简单，就是在修为还是超凡时，尽量多的去积累积分，等突破不朽后，只要积分够多，就可以留下来，一直到你积分消耗完之后才必须离开。所以有不少人在超凡时都在积累积分，等不得不突破不朽的时候，就利用这些积分继续在这里修行。闻言，秦晨也明白过来，这些人无非就是想要突破不朽后也能享受资源，这样在积分没有消耗完前，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公司资源来提升自己。既然突破不朽就无法积累积分，只有消耗，那么是否有人一直不突破不朽，直到将自身所有系都提升到9级超凡巅峰后才去突破不朽？秦晨好奇地问道。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也许能成为他的好对手。南宫瑶摇了摇头，没有这样的人，不是没人这样想过，可是他们要将所有系提升到9级巅峰太难了，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那样只会耽搁自己的修行进度。秦晨一愣，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能被选到这里的天才都是5系以上的，而不是人人都像他一样每个系天赋都很好，别人只会有的系天赋好，但有的系天赋并不好，所以要将天赋不好的系同样修炼到9级超凡巅峰，需要的时间自己都无法确定，这样一来自然就耽误了自己的修行进度，还不如将天赋好的系突破到不朽。说话间，飞船已经渐渐地靠近了核心区。少主，核心区有100个独自的区域，你所在的区域是77号。飞船停下后，南宫瑶带着秦晨前往77号区域走去。核心区是固定100人，我们3人突然到来，就是103人，公司是怎么安排的？秦晨好奇道。100人固定的，不可能因为他们的到来就打破规定，而且成员都是按照积分来安排的，他们新来的可没有任何积分，也不好做比较。南宫瑶笑了笑，很简单，公司这次在核心区的100个老成员中选出了积分最低的3人，你们需要和这3人比试一下，赢了留下，输了就会去精英区，然后和精英区那边选出的人比试，如果再输就进入普通区，普通区那边没有规定人数。对了，少主，这次你要比试的人叫叶文龙。不多时，2人来到了77号区域。秦晨看去，整个77号区域方圆有100公里，而且环境优美，修行者在这里修炼和生活，可以说也是一种享受。不过此时的77号区域外，正有不少人站在那里。看到南宫瑶带着秦晨朝着这边走来，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认真打量起秦晨。这就是这次来取代文龙兄的人吗？你们谁之前了解过他？其中一人开口问道。了解什么？一个新人而已。而且哪一次公司不是把新人的信息封锁得很好，想要了解都不行。另一人笑着道。每一次有新人来，对于整个区来说都是一次看热闹的机会。当
当然，看热闹并不代表他们就看重新人，因为从以往的经验看，新人输多赢少，加上星际航行公司为了方便照顾新人，提前就将信息给封闭了，他们是很难调查的，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没有专门去了解过新人。此人看起来细皮嫩肉，文绉绉的，肯定不行。一名大汉盯着秦晨，摇了摇头。秦晨给人的感觉像是没有力量一般，不像是一个修行者，反而更像是一名白面书生。文龙兄，你有把握吗？一人看向身穿战斗服的男子，小声问道。叶文龙也仔细地盯着秦晨，眉头一皱，把握不大。众人一惊，那名大汉当即问道：“你知道他？”叶文龙摇了摇头，不知道。那你不知道却说把握不大，这也太不自信了。叶文龙一笑，我只有9成9的把握。哈哈，你还是这般幽默。众人都笑了。核心区有100人，每个人也都有关系好的，而这些来77号区域看热闹的都是住在附近区域的，平时和叶文龙关系比较好，对叶文龙还算了解。对方就是这样，常常说一些话让他们觉得很是无语。9成9把握其实就是10成，之所以留那最后0.1成，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谦虚而已。听说这次有3个新人进入核心区，文龙兄，我希望第一个赢下来的是你。一人对着叶文龙认真的，其他人也纷纷开口，他们的表情都很轻松，对叶文龙还是比较相信的。别看叶文龙是核心区这里积分最低的几人，其实很多人的积分差距都不是很大，所以叶文龙并不是就一定最差，实力是肯定有的。叶文龙闻言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多说，不过内心却是非常的开心。我的积分最少，他暗自摇头，这不过是我最近很少去做关于积分的任务，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我自己的计划而已。他叶文龙虽然在核心区算不上优秀，但也绝不是垫底的存在，之所以这次积分垫底，只是他故意的，因为他在核心区其实存在感很低，星际航行公司的强者根本没有注意过他，他需要被强者注意，这样才有机会被强者发现，然后成为他的老师。而他现在能看到的机会就是和新人比试，因为刚来的新人一定有公司的强者在暗中关注，而他如果战胜了新人，自然也就会被关注到了。不管最终强者关注他后是否会主动成为他的老师，但至少要尝试一下。2位少主，根据星际航行公司的规定，接下来你们2人会进行一场比试，赢了的留在核心区77号生活区，输了需要去精英区再次竞争。南宫瑶开口道。当然。叶文龙点头，而秦晨也笑了笑，然后道：怎么比试？直接战斗还是别的方法？南宫瑶解释道：2位少主请看。说着他的手中出现了2个小型的圆球，随后他将圆球轻轻一抛，顿时在众人眼前出现了2个微型世界。星际航行公司有很多这种微型的世界，平时就是偶尔用于少主们的修行，而这2个微型世界是同一种类型。南宫瑶介绍道。秦晨内心一动，不由得感叹，星际航行公司确实不愧是顶级势力。当初他在进入银河学院前是见过这种小型世界的，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小型世界中进行过考核，不过那种小型世界在银河星系中就是一个不朽强者的宝贝，而在这里却好像大白菜一般拿出来用。2位少主等下会分别进入2个微型世界，然后微型世界会彻底封闭，谁先从世界中出来，谁就赢下了这次的比试。南宫瑶将规则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微型世界里面是什么？叶文龙问道。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试，所以对里面的情况并不清楚。老实说，虽然他很自信可以赢下这次的比试，但并不是一点压力都没有。能被星际航行公司选中的人，实力肯定是有的。万一这个微型世界的考验方式更适合秦晨的话，那还真有可能会翻车。南宫瑶笑着道：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总之2个微型世界都是一样的，你们进去遇到的一切都是一样，而且就是要考验你们的综合实力，所以无需担心谁占便宜谁吃亏的问题。他又如何不知道叶文龙的心思？不过既然是星际航行公司安排的，自然不会在考验中出现偏差。闻言，叶文龙点了点头，也不再多说什么，而是看向秦晨，微微一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秦晨。秦晨随意道：我叫叶文龙。叶文龙伸出手缓缓道：虽然我们现在是竞争关系，但大家也都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即便之后你不会留在这核心区，但是大家还是同事，以后也许还会有打交道的时候。他的话说得非常自然，仿佛这次就一定会是秦晨输，然后离开核心区一般，但是他的语气也很真诚，没有带着嘲讽和阴阳怪气。你还真找不到出人家的毛病。秦晨一笑：叶哥说的是。见秦晨的态度也很谦逊，叶文龙点了点头。就在这时，2个微型的世界各自出现了入口。2位少主，现在可以进入了。南宫瑶开口道。秦晨和叶文龙也没有再耽搁，当即各自走向了一个微型世界。2人来到入口后都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钻了进去。就在2人进去后，入口瞬间开始恢复，只是刹那间的功夫就完全封闭起来。开始了，不知道叶文龙需要多久才能出来？有人开始好奇起来。这种比试的方式在几年前我看到过一次，当时是58号生活区的一人和另一个新人进行比试。那位58号的成员实力可能不如叶文龙，但是差的并不多，而当时他用了2个时辰才出来，所以我猜测叶文龙要不了2个时辰，也许1个时辰就可以出来。突然其中一个穿着红衣的男子缓缓开口：你说的那人叫白羽吧？我当时也去看了，据说当时和他比试的新人是一个纪元级天才，
所以动静比较大，很多人都去看了。另一个尖嘴猴腮的男子说道。对，红衣男子点头，一个纪元才一出的天才，结果还不是被白羽给赢了。不知道这秦晨是什么样的天才，不过即便他是纪元级天才，遇到叶文龙也是运气不好。当初白羽可是公认的核心区中垫底的几个成员，而叶文龙可不是，只是这次恰好积分垫底而已。有人笑着道，他们讨论的语气都比较轻松，一来他们也只是看热闹，和自身没有关系，所以丝毫没有压力；二来大家也都知道，新人想要赢下老人是多么难，毕竟老人在这里都待了不少时间了。别以为被星际航行公司选中，就真的可以马上进入核心区，哪有那么容易，一切都还要经过检验的。此时的微型世界中，秦晨进来后就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大，和当初在银河学院时考核的那个相比也小了不少。与其说这是一个世界，不如说这只是一个微型世界类的牢笼。这个牢笼呈现出长方形，在它的前方就像是一个大型的通道，似乎在告诉他走过这个通道后就可以离开这个牢笼。但是在通道中却有着不少的虚影，这些虚影并不是人类的模样，而是万族的样子，其中最多的就是魔族这几个大种族。要通过通道，就需要面对这些异族虚影。显然星际航行公司的目的就是在考验进来的人和万族厮杀的经验，也是一种锻炼了。秦晨内心暗道，这种万族的虚影，老实说他还没有遇到过。虽然没有遇到过异族的虚影，不过异族的人我却杀了不少，这种考验对我来说意义就不大了。他摇了摇头，身形一闪，瞬间冲了上去。第一个对手是一个3系的7级超凡，但下一秒他便被一拳轰杀。而秦晨没有任何的停顿，身形再次前进，然后出拳。就这样，他在前进的过程中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不过他的速度却没有多少影响。与此同时，另一边，此时的叶文龙也在前进，在前期阶段，这些对手对他根本造不成任何的威胁。难度是有，但是不多。叶文龙一边击杀自己的对手，一边望着前方，看到前方越来越强的虚影，他却自信满满。时间一分分的流逝，刚过去10分钟后，叶文龙已经击杀了10个对手，平均1分钟一个。要知道，对手是越往后越强的。现在他面前的一个虚影同样是3系，并且其中一系已经达到了9级超凡，还是龙族的。虽然是虚影，但也还原了龙族那强大的肉身。叶文龙在这里速度慢了一些，不过他神色仍然轻松，和虚影战斗的过程也游刃有余，只是没有做到秒杀而已。不知道秦晨的进度能否有我的1半快？他突然嘴角一翘，轻声喃喃，随后砰的一声击杀了对手之后，身形再次上前，然后和下一个对手站在了一起。不过就算达到1半，越往后我的速度都会慢下来，所以我们的差距也只会越来越大的。他突然又摇了摇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会去关心秦晨的进度，明明自己就不在乎对方的。人的好奇心啊，真是无聊。他顿时不再多想，开始全力前行。与此同时，秦晨面前出现了5个虚影，魔族、妖族、神族、龙族和虫族几个大种族，一个不少。而且这些虚影，秦晨用出火眼金睛后，发现都是5系，并且有1系达到了9级，另外4系，1系8级，1系7级，还有1系都是7级之下。5个虚影各有不同，这就是星际航行公司评定核心区成员的最低标准吗？秦晨顿时明白，这5个虚影已经是最后一关，击杀他们之后，前方已经没有了对手。而新人和老成员的比试，就是看谁先出这个微型世界。如果连这些虚影都打不过，那自然世界都不出了。所以能够进入核心区的成员，至少要拥有出世界的实力才行，这也是最低要求。不得不说，作为人族3大势力之一，要求确实高。这5个虚影，任何一个都算得上是天才了，而且是顶级天才。而现在，星际航行公司却要求核心成员1人对付5人，并且要完全击杀才行。不过这个标准对我来说，他摇了摇头，这个标准很高，然而对于他来说却根本不算什么。想到这里，他直接冲进了5个虚影中，然后2双火焰拳头挥动，打得空间不停地震荡。自创拳法，火拳无双，但凡击中虚影，必定将其轰杀。外界众人都盯着2个微型世界，他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所以都在各自猜测，不知道叶文龙进度如何了。有人轻声道，大家虽然都盯着2个微型世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关注叶文龙所在的那个。还早，才过去不到15分钟，估计最少也还需要半个小时。有人认真道。众人点头，半个小时已经很乐观了。咦？突然，那穿着红衣的男子神色一凝。怎么了？他旁边的1人疑惑地问道。我刚刚好像看到那个微型世界颤抖了一下。红衣男子不确定地道。哪个？那人一惊。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微型世界的稳定是有上限的。秦晨和叶文龙进去后会遇到对手，而最后还需要将这个微型世界破开，然后才能出来。而世界颤抖，证明已经有人击杀了所有对手，正在尝试破开世界，也只有这样才会让世界颤抖。秦晨所在的那个。红衣男子指着前方。不可能！那人当即反驳。而其他人也听到了红衣男子的话，纷纷看来，怎么可能？这才过去10多分钟而已。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尝试破开世界，那这个考验也太……砰！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前方其中一个世界瞬间发出巨响，
所有人都大惊，纷纷转头看去。砰！又是一声巨响，紧接着他们便看到秦晨所在的那个世界猛地颤抖起来。轰！就在这时，那微型世界随着巨大的撞击声，然后出现了一个破洞。紧接着，一个火焰拳头从破洞中急速飞出，带着可怕的破空之声。快闪！有人看到那火焰拳头飞来，大喝一声，身体向着两边躲去。不，他特么！红衣男子刚要闪开，可是却慢了一步，直接被打中，他的身体瞬间被击得倒飞出去。巨大的冲击之力让他感到剧痛无比，人在空中就忍不住骂出了声。众人这个时候才愣愣地看向那微型世界，那里出现了一个破洞。很快，一个身影缓缓地从破洞之中走出。看到这个身影，众人一时间都陷入了寂静。15分钟，有人算了从秦晨进入微型世界到现在的时间，不可思议地开口：15分钟，什么概念？他们虽然没有体验过，但是根据以往别人的经验推测，可以说在场的几位都做不到。这个微型世界不会有差别吧？有人小声道。然而话一出，众人都像看白痴一般看向他。星际航行公司还不至于对他们耍这种心思，毕竟人家是培养最顶级的天才，强就是强，弱就是弱，不会去专门照顾某个人。除非秦晨是星际航行公司高层的后代，然而显然不是。如果真是，也没有必要还专门来比试。人家真要靠关系进来，直接来取代一个人就是了，谁也不敢说什么。恭喜少主！此时的南宫瑶来到秦晨身前，恭敬地开口。他的内心同样震惊，他可是比这些人更清楚这次的比试。虽说这些考验算不上什么困难，最终都会完成，但是在15分钟完成，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难怪之前会派我去接他，并且让我作为护卫队长，我早该想到的。他内心暗道。要知道，他可是封侯不朽，而核心区的成员配备的护卫队长几乎都是普通不朽，唯一的区别就是有的是普通不朽巅峰，有的中期，有的初期而已。就是不知道星际航行公司对他的评级是多少纪元一出的天才。他的内心这个时候也不由得好奇起来。南宫，走！秦晨对着南宫瑶说了一句，然后朝着77号区内走去。现在他赢了，这里自然就成为他的了。是。南宫瑶恭敬点头。他就这样走了。众人看到秦晨和南宫瑶直接走了，都目瞪口呆。卧槽，太不给面子了！一人无语道。叶文龙还在微型世界，还没有出来呢，结果你们就走了。给面子，我们之前也没有给别人面子啊。其中一人摇了摇头。众人诧异地看向他。你哪头的人？什么那头的人？现在77号是秦晨的了，我们就住在附近，他这样的实力，你难道要和他作对？我可不会。那人摊了摊手。众人瞬间就没话说了。是啊，什么和叶文龙关系好，其实都是扯淡，又不是什么生死之交，大家在这里其实是存在着竞争关系的。他们不可能为了一个即将离开的叶文龙而去得罪即将住在这里实力强大的秦晨。秦晨离开后，他之前破开的微型世界再次变成了一个圆球，不过这个圆球也是破损的，已经处于报废状态。虽然秦晨离开了，可是众人仍然在这里等着叶文龙。当时间半个小时后，微型世界终于开始颤抖起来，并且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巨响一声接着一声，足足响起18声后，终于微型世界出现了破裂，最终砰的一声彻底破开。叶文龙缓缓地从里面走出，他神色傲然，极度的自信。从一开始进入微型世界，他就算过时间，1个小时05分钟，这个速度不是他的极限速度，因为他没有必要去拼了命的提升速度。如果拼命，他可以将自己的通关时间控制在50分钟多一些，绝对不会到1个小时。不过也差不多，以这个速度赢下秦晨已是绰绰有余，根本没有必要去拼命。他一步步走出破开的微型世界，嘴角带着笑意。很快，他来到众人面前，我的这个速度如何？他甚至都没有第一时间去看秦晨那边。众人闻言，古怪地看着他，一时间竟然没人开口。叶文龙见状，笑了笑，这个速度虽然算得上优秀，但是你们也没有必要如此吧？这里面的人也有几个比他要强，而且强得很明显，所以根本没有必要露出这种表情。看到众人仍然没有回应，他懒得再说什么，而是转头看向秦晨之前所在的那个微型世界方向。然而当他把目光望过去，顿时一愣，微型世界呢？就在他疑惑之时，突然他刚刚破开的那个微型世界开始渐渐地出现变化，然后变成了一个小破球。他意识到了什么，当他再次看向秦晨之前所在的微型世界方向，发现地上有着同样一颗小破球，当即他的瞳孔就是一缩，不可能。随后他猛然转头看向众人，脸色微变，你败了。此时那名红衣男子才率先开口。叶文龙内心一颤，扫视了一眼，没有看到南宫瑶，缓缓开口，他们人呢？走了。红衣男子开口。叶文龙脸色大变，走了？就这样走了？他还在闯关的时候就走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人家根本没有将他放在眼里，甚至对他的成绩没有丝毫兴趣，这就是将他给无视了。他用了多少时间？秦晨对他的无视虽然让他非常的气愤，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好奇，对方用了多少时间，凭什么就能无视自己？文龙兄，算了，现在去追究这些没有意义，即便输了还有机会冲上来，现在距离下一次积分之战不到1年，以你的实力完全有机会再次回到这里。其中一人开口。这个时候众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说出秦晨的成绩了，
否则对于叶文龙来说将会是2次打击。然而叶文龙根本没有理解到众人的意思，他继续道：他到底用了多久？众人见他非要想知道秦晨所用的时间，暗自摇头。红衣男子内心一叹，缓缓道：15分钟。什么？叶文龙脸色惊变，他第一时间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可是当他看到众人的表情后，内心狂震，自己没有听错，秦晨真的用了15分钟，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15分钟。这一刻，他觉得老天在给他开玩笑，自己这次明明就是计划好的，要让星际航行公司的强者注意到他，也许可能某个强者就当他的老师指导他了。然而现在强者真的可能注意到了，只是结果可能就是完全相反，他可能在强者的那里留下了一个极其不好的印象。我特么的！叶文龙此时的内心有10000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众人见他的模样，纷纷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说便离开。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徒劳了，还是要靠叶文龙自己将心态调整过来。此时他们的内心何尝不是对秦晨震惊，这个结果之前是没人想到的。可以说整个核心区能够像秦晨这样15分钟就破开微型世界的，恐怕也只有排在最前面的几位。要知道那几位可都是在这里待了不少时间的了，年龄超过秦晨不少，并且他们是随时可能突破不朽的人，只是现在还压着，尽量的去刷积分。这些人不可能将修为压得太久，毕竟太久的话那就不值了。所以秦晨估计要不了多少年就会成为核心区的最强了，而且将会统治很多年。77号区内，少主，这个时候那叶文龙应该出来了。南宫瑶走在秦晨旁边，身形微微落后半个身位。秦晨一笑，不重要了。南宫瑶也笑了，确实不重要了，也许秦晨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将其放在眼里。很快两人来到了生活区的大院，这个时候秦晨突然看到一个智能飞船朝着这边飞来。当智能飞船进入77号区后停了下来，然后从上面下来了一大批人，同样原本77号区内也有一大批人上了智能飞船，然后被带走离开。少主，这一批是新为你安排的仆人，每一个核心区都有1000位仆人，这些仆人平时主要就是负责生活区的卫生以及你的起居，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需要，你都可以吩咐他们。南宫瑶随时都为秦晨介绍着，每一次生活区的换人，这里的仆人都会跟着换掉，而且是换一批从来没有服侍过别人的新人，这也是进入星际航行公司成为少主的待遇之一。欢迎少主！当秦晨靠近后，1000仆人恭敬的行礼。秦晨随意的观测了一下这些仆人，几乎都是女性，容貌绝佳，身材也是绝对的上乘，而他们也是修行者，不过大部分都是武者，只有少数几位达到了超凡。对了，少主，你不仅仅可以吩咐他们生活上的事情，如果生理需要也可以哦，他们可都是宇宙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南宫瑶笑着说道。秦晨白了他一眼，随后手一挥，这些人全部散开，各自去忙碌起来。南宫瑶看到秦晨的白眼，只是笑了笑。他虽然是第一次给人当护卫队长，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了解星际航行给出秦晨的信息，对于核心区这边的情况也了解了不少。以前有新人进来时一开，面对这个问题也是扭扭捏捏，但是后来还是该怎么做怎么做。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修行者其实很有少道理的，尤其是这种顶级天才，他们往往都不会过早的去讲什么情情爱爱的，主要是把精力都放在了修行上。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修为还没有真正在宇宙中站稳脚跟之前，你是要到处闯荡的，就连父母都难得见一面，而道侣如果不是修行上同步，更是长时间见不到。所以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核心区还是另外几个区，这些天才几乎都是没有道侣的。但是正常情况，人又是有生理需求的，哪怕修行者定力好，但是若是可以，自然没有必要去憋着。所以对于秦晨的态度，南宫瑶只是内心暗自笑了笑。两人继续朝着生活区的内部走去，来到一处广场上后，秦晨看到这里又有上千人在这里等着，这些人几乎都是超凡，最高的达到了超凡9级，并且都是3系，甚至有个别是4系。此时这些人都恭敬地站着，看到秦晨和南宫瑶后，大吼出声：欢迎少主，欢迎队长。少主，这些都是77号区的护卫，超凡4级以下的800人，超凡4级到6级的200人，超凡7级以上的100人，而我就是他们的队长，我们专门负责你的安全。南宫瑶开口道。在这里还存在危险吗？秦晨疑惑。原始城中是禁止厮杀的，谁要是违背会被惩罚，甚至直接被镇杀当场，至今为止还无人敢在这里放肆，即便就是有潜伏的一族，也从未有人敢在这里暴露过。南宫瑶摇了摇头，当然没有，不过城外就说不定了。而少主你以后也许会在城外去做积分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你的安全。如果少主你没有去城外的任务也没有关系，只要少主你没有事，我们便是完成任务。南宫瑶说完笑了笑，其实所谓的护卫队真的很轻松，所以星际航行公司给他们安排这种任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这个任务能够获得好处已经不低了。对了，少主，前方就是你平时居住的地方。南宫瑶指着前方的一排排豪华建筑，等你进去后，你可以先看看星际航行公司最近有什么适合你的任务，通过任务获得内部积分，而积分就可以兑换你所需要的资源。南宫瑶继续道。秦晨点了点头，然后一个人走了过去。当他进到一个建筑中后，发现这里是平时休息的地方，
而且整个地方都是全智能的。在他的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屏幕，当他将其打开，发现这是星际航行公司的内部网页。他毫不犹豫地点开了其中关于积分的页面。积分页面分为2种，一种是任务内容以及完成任务后能够获得的积分，而另一种就是积分可以兑换的东西。他连忙点开积分兑换表，结果密密麻麻的兑换内容呈现在了他的眼前，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兵器、武学、奇物、飞行工具以及各种天才地宝，竟然没有能金。秦晨看了一圈，发现这里真的没有能金，这让他顿时有些无奈。不过他其实内心有心理准备的，能金这玩意儿对他来说也许非常有用，毕竟可以直接吞噬，但是对别人来说却只是辅助修炼的东西而已。而且这里有不少的天才地宝，同样有那种效果，甚至效果更好，所以这里没有能金也能理解，也许能金根本就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我的吞噬天赋技能不一定要吞噬能金才能提升修为，别的具有能量的东西也许同样可以，唯一麻烦的就是不确定到底哪个东西才可以。他仔细地观测着天才地宝那一栏，让他很是纠结。要知道吞噬后有没有效果，需要他亲自触碰，系统才会给出提示。然而这些东西需要的积分可不少，而他现在一个积分都没有，想要试试都不行。很快他又看向了奇物一栏，上面的奇物都是之前他没有见过的，非常的高级。让他无语的是，这些奇物需要的积分同样高，甚至比天才地宝那一栏的东西还要夸张，眨眼一看最少都要1万积分一个。之后他又看向武学一类，这些武学最低级的都是封侯不朽级的武学，真神级武学也不少，另外还有一些特殊武学以及辅助类武学，每一样都看得他眼馋。金刚身、琉璃体，也许我之前低估了这里的天才。当他看到炼体武学一栏时，内心一动。在蓝星，甚至在他进入银河星系后，他都觉得炼体类的武学很少，所以他一直仗着星辰炼体诀一路碾压。而现在这里的炼体武学太多了，而且每一种都是非常强大的炼体武学，能够让肉身提升很多。哪怕最终不如他的星辰炼体诀，但是在前期还真不好说。他的星辰炼体诀变态就变态在可以将身体内的细胞转化为星辰细胞，而身体中的细胞太多了，所以最终会将他的身体推到一个可怕的高度。不过转化有一个长期的过程的，他目前转化的数量是50万颗，而50万颗对于整个人体细胞来说只是极少一部分，效果只是展现出了一丝一毫而已。而如果这里的人修炼了这里其中一个炼体武学，并且已经修炼了很久，还真有可能在肉身上不输他。下来得去了解一下这核心区内排在前面的那些人。很快他就决定下来，随后他看向了积分任务。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获得第一些积分，然后兑换他想要的资源。任务：去原始城外东面猎杀100头星空兽，奖励积分1万。注：星空兽掌握了空间元素，非常难杀，存在着一定风险。任务：到原始城石碑林中领悟元素法则以及自创元素武学，奖励积分：领悟一种元素法则3重，奖励1万积分；自创一种元素武学，获得1万积分。任务一个个的任务让人眼花缭乱，不过秦晨主要是看适合自己的。对他来说，第一个星空兽任务就很适合他，并且星空兽的空间元素让他非常有兴趣。空间元素神秘莫测，他至今为止还没有遇到过一个掌握空间元素的人，所以如果掌握空间元素有什么手段，他还不清楚。当然，现在他还不准备去做这个任务，因为还有一个更适合他的任务，便是石碑林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相互相成的，领悟元素法则和自创武学。自创武学的前提条件就是超凡7级以上，并且掌握元素法则。最重要的是，他之前获得的法则之果到现在只用了1个，还有别的还没有用。而趁着这次机会，他也许可以利用这些法则之果获得更多的积分。当然，这个任务也并不容易。领悟元素法则3重或者自创武学都是需要极强天赋的。要知道，很多人到了不朽也不一定领悟法则，更别说3重了。而自创武学在超凡阶段更是难上加难，也就只有星际航行公司这种顶级势力会对还是超凡阶段的武者发布这种难度的任务。小爱，连接。好的，主人。小爱的声音响起，很快他的通讯器就和这里的任务系统接通，之后他接了任务就会在自己的通讯器上显示出来。没有再多想，他当即接下了石碑林的任务。之后的时间，他开始继续了解关于原始城的介绍，尤其是石碑林的情况。所谓的石碑林就是由元素石碑组成的丛林，在那里有很多种元素石碑，其中不仅仅有秦晨掌握的9种，甚至空间、时间这些元素石碑应有尽有。次日，少主接到任务了。南宫瑶看到秦晨出来，好奇地问道。秦晨点了点头，石碑林的任务。南宫瑶一笑，我一猜就是这个，石碑林是最适合新人的地方，当然老人也有去的，只是需要积分，他们去主要是为了领悟法则和自创武学。少主，我带你去吧。南宫瑶缓缓道。哦，秦晨疑惑。南宫瑶作为护卫队长，只是负责他的安全，石碑林就在原始城中，那里可以说是绝对安全的。南宫瑶笑着道，我很好奇，少主你要领悟一种元素法则3重，需要多久？说到这里，他解释道，石碑林可不只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人才能进入，3大势力以及其他顶级势力的人都可以进入的。另外还有历来的排行榜。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要看看秦晨这样天赋的人在领悟元素法则和自创武学方面到底能排进人族历史第几。
虽然人族历史上的顶级天才不一定都去过石碑林，但是大部分是进入过的，排名有出入，也绝对不大。秦晨一笑，什么排名之类的，对我来说都是虚幻的东西，自己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获得什么样的好处，这才是我看重的。他的表情十分的认真，语气很也真诚。然而南宫瑶闻言之后却撇了撇嘴，昨天他便以护卫的身份专门去申请了解秦晨的信息，因为他本身是秦晨的护卫队长，所以星际航行公司也不再将秦晨的信息对他封闭，所以昨天他就对秦晨了解了很多。可以说秦晨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让人震惊的过程，期间不知道和所谓的天才比试过多少次，这样的排名也有过不少。所以秦晨说排名是虚幻的，他不以为然。秦晨见他不信，只是暗自摇了摇头，他真的不在意什么排名，之所以以前的那些排名也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少主，这里距离石碑林有些距离，需要乘坐飞船，在每一个生活区都配有小型的 SSS 级的智能飞船，从这里过去坐飞船的话只需要1天时间。南宫瑶缓缓开口道。很快两人来到了停靠飞船的地方。这个 SSS 确实是小型的，最多只能乘坐5人，但即便这样也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毕竟是顶级飞船，也只有星际航行公司这种可以自己制作飞船的势力才能给每一个核心区的成员配备一艘。两人上了飞船之后当即向着石碑林方向而去。对了少主，你知道之前和你一起来核心区的两人结果如何了吗？南宫瑶说道。秦晨一愣，也有些好奇，如何了？南宫瑶笑着道，那个叫莫商的失败了，而那叫项无双的倒是成功了。项无双成功了？秦晨诧异道。他记得当时星际航行公司可是将他们这一批中莫商定位了第2名，而项无双是第3名。星际航行公司的判断绝对是有道理的，按理说莫商赢的概率更大，而项无双更容易输掉，然后去精英区。南宫瑶开口道，其实他们两个都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莫商的运气要差一些，他遇到的那个对手不比少主你遇到的叶文龙差，而项无双遇到的那个却是真正的核心区中实力垫底的存在，现在不被淘汰出核心区，等积分战的时候同样会被淘汰。闻言秦晨点了点头，他估计莫商遇到的那人和叶文龙一样有自己的心思，不过他成功了，叶文龙失败了。不过以莫商的天赋去了精英区，也是在精英区中排名靠前，经过一段时间恐怕还会有提升，到时候积分战的时候自然有机会挑战核心区，并且有很大机会成功赢下来。1天后，飞船缓缓地靠近石碑林。秦晨放眼看去，石碑林分为了不少区域，每一个区域的划分都是以元素的种类来区分的。在智能飞船上他就可以看到最近的区域为火灵，那里有10个火元素组成的石碑，因此那片区域也是一片通红。而火灵的两边，一边是水灵，一边是冰灵，距离也并不远，如果从火灵到冰灵以超凡的速度也仅仅是片刻之间。而整个石碑林是被一个巨大的能量罩给笼罩在内，只有一个入口。到了。不多时，智能飞船来到了石碑林的入口处，秦晨和南宫瑶从智能飞船中走出，此时在入口处有不少人在等待。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在入口处一个虚影缓缓地呈现了出来。不对，是真人。秦晨猛然发现那虚影渐渐地在凝实，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个真人本体，而不是精神虚影。以虚化时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真神强者。秦晨内心暗自赞叹，他用火眼金睛去看，果然发现自己根本看不穿对方。真神强者，以前他听到就觉得遥远，然而自从被星际航行公司选上，一路来原始城的过程中，他就已经见到了好几个了。不得不说，星际航行公司是真的强大。迪瓦尔大人，见到人影，在这里等待的人，其中一部分连忙恭敬开口。秦晨身边的南宫瑶同样如此，同时他还在给秦晨传音。迪瓦尔大人是专门守护石碑林的，因为石碑林每一个石碑都是人族的瑰宝，所以不容出现破损。秦晨神色顿时一凝。南宫瑶没有具体说迪瓦尔多强，但是语言中的意思就很明显，石碑林对人族很重要，而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迪瓦尔来守护，可以想象对方的实力。迪瓦尔听着众人喊他，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扫视着众人。秦晨顿时有一种感觉，仿佛对方的目光能够将他给彻底看穿一般。这种看穿不是那种看清你底牌，而是看穿你的生命本质。宇宙万族有些种族无比特殊，这些种族也许数量少，而且并不强大，但是非常的难缠。比如有的种族就可以改变自身，将自己变成别的种族，这种改变非常难以辨别。而现在的迪瓦尔应该就是在观测众人之中是否有异族的伪装。其实能够进入原始城几乎不会有异族来伪装，毕竟这里是人族的核心之地，还有第9城主坐镇。可是出于职责，迪瓦尔还是检测了一番。等扫射所有人后，迪瓦尔才缓缓道，我看你们之中有不少的新人，我就讲一讲新人的规则。不等人问，他就继续道，新人应该都是接了任务后过来的，你们第一次来可免费进入石碑林，进入后选择一个区域，然后需要在10天之内领悟元素第1重或者自创一门武学，若是超过10天未达到要求，就必须换一个区域，同样是10天时间。如果一直没有达到要求，那就必须出来，以后再来就需要积分才能进入。这里的人有一些和秦晨一样是新人，他们闻言之后脸色纷纷变化。10天必须领悟元素法则第1重，这要求实在太高了。迪瓦尔并没有理会众人的表情变化，而是继续道，若是10天内成功达到了要求，那便可以继续留下来领悟，但是需要在1个月内领悟第2重，不达要求同样必须出来，而达到要求继续领悟，
第三重需要在3个月内领悟。你们的任务应该就是领悟元素法则第三重或者自创武学，完成之后，你们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之后，你们可以选择继续留下来或者退出。当然，如果是自己主动退出的，下一次进来不会消耗积分。这也太难了，有人当即就忍不住开口了。第一重10天，第二重1个月，第三重3个月，这个时间实在太短了。要知元素法则的领悟哪有那么容易？很多人至今还没有领悟第一重。哪怕石碑林环境特殊，有提升领悟速度的效果，但是就算提升不少，他们也完全没有信心。至于武学的自创，那想都不要想，这东西靠的不仅仅是领悟能力，还要靠机缘。那些老成员看到秦晨等几个新成员的表情，都露出了笑意。这个规则和当初他们第一次来时是一样的。当初他们第一个接的任务也是石碑林，毕竟这个任务没有什么风险，完成后获得的积分又多，还能随便领悟了元素法则，甚至说不定就自创了武学。可是后来他们才明白，自己想多了，时间的限制让他们这些顶级天才几乎绝望。现在看到这些新人，他们顿时想到了当初的自己。能够第一次进入的新人就获得积分的，至今为止好像也不超过100人吧？对，只有81人。而上一次是30年前天网公司的一个新人，他那次获得了1万积分。说话之人的语气带着赞叹。别看1万积分，只要领悟一种元素法则3重或者自创一门武学就行，也是最低的标准。可是就是这个最低的标准，却只有81人达到。要知道，石碑林存在不知道多久了，来过这里的天才也不知道有多少，81人中任何一个都已然是人族历史上金字塔顶尖的天才。我记得最高的是获得了6万积分吧？有人开口道：“你没有记错，最高的确实获得了6万积分，据说是领悟了4种元素法则3重，自创了2门武学。而第二名也很厉害，获得了5万积分，他同样领悟4种元素法则3重，只是在自创武学上少了一门。”一个红色长发的男子，他似乎很了解一般，继续介绍道：“这2人，一个是天网公司的，一个是星空联盟的，他们都被评定为千纪元才一出的天才。”闻言，众人内心纷纷惊讶，千纪元一出的天才，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过这个评级。他们现在人呢？有人好奇道：“这样的人物，如果时代久远的话，现在一定已经成为了人族中赫赫有名的存在。即便距离现在的时代不远，恐怕也是有一定名气的，说不定他们还听说过。”死了。红色长发男子摇了摇头，众人一阵诧异。红色长发男子解释道：“其中一个在成为不朽后，被派到了一个星域去当监测使，以他当时的实力，可杀普通真神，结果被一族潜伏在人族的3个强大真神给击杀了。而另一个在真神时去了一个秘境，至今没有再出来，具体是怎么死的，无人知道。”众人陷入沉默。再天才的人死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是个人不幸，也是人族的损失。但是没有办法，越天才的人想要成长下去越难，因为异族会想方设法的针对你，好不容易躲过去了，天才又是有野心的，会去闯一些宇宙绝地，一个不好也会生死道消。不知道我人族还要多久才能再出一次这样的天才？有人小声喃喃。他们都是天才，但是还不认为自己可以和这种千纪元一出的人比。难。红色长发男子摇头，连说了3个难字。随后他忍不住看向秦晨等几个新人，暗自摇头，这群歪瓜裂枣更不可能了。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进入了，进去之后选择适合自己的元素石碑。迪瓦尔手一挥，入口打开，众人不再耽搁，纷纷走了进去。少主，我就只能在外面，加油！南宫瑶笑着道，同时他的内心还是非常的期待，这里也许只有他知道，就在前段时间，星际航行公司收到了苍蓝星域那边负责人的信息，现在公司正在评估秦晨的天才等级，其中有人是想要将秦晨定位千纪元一出的天才，有一部分人想要再等秦晨在原始城中的表现再做决定。但是支持将秦晨定为千纪元一出的天才的强者占到了一半。如果这次秦晨可以在里面领悟几个元素法则3重，再自创1-2门武学，那么公司将他定为千纪元一出的天才绝对板上钉钉。如果是这样，他自己的地位在星际航行公司也会水涨船高。尽力就行。秦晨一笑，然后踏了进去。和秦晨一起进来的一共有30人，一进来各自都向着自己想去的元素林中。秦晨则是看向了最近的火灵，如今他的火系法则已经领悟，可第1重只需要领悟第2重和第3重就行了。很快他朝着火灵走去，而这次和他一起进来的人同样有3人走向了火灵，其中2个是新人，还有一个是那红色长发男子，一共4人朝着火灵走去。红色长发男子看向秦晨3人，主动开口道：“每种元素石碑都有10个，其中3个是给新人准备的，不需要消耗积分就能在那里修炼，另外7个都是我们这些老成员使用的，需要好消耗积分。”3人闻言都默默点了点头，其中一人好奇地问道：“前辈，石碑林中是不是每种元素都有？宇宙中有很多种元素，但是具体多少他并不知道，所以非常好奇这里到底有多少种元素石碑。”红色长发男子微微一笑，他就知道这些新人会问这个问题，缓缓道：“石碑林中不说拥有全部，但是大部分是有的，没有的那也是极为特殊的元素。这么给你们说吧，在宇宙中有一些元素是非常神秘的，比空间、时间元素还要稀少，所以这类元素石碑林中可能没有，但是能掌握这种元素的人同样稀少，几乎不可见。
有哪些元素？几人更是好奇。没办法，他们虽然是顶级天才，但是都是来自不同的星域，在自己的星域中，见识自然是比不上这些在原始城中顶级势力待过的人。红色长发男子也不卖关子，笑着道：“时间为尊，空间为王，命运不出，因果称皇，吞噬称帝，立为至高。”几人闻言后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间、空间他们还知道一些，但是什么命运、因果之类的，就让他们有些懵逼了。这些既然也是元素，听起来虚无缥缈的。看着众人的表情，红色长发男子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就喜欢看到这些新人没有见识的样子。而此时的秦晨则是内心一动，吞噬称帝，而他拥有吞噬的天赋技能，不知道这个吞噬是否和吞噬元素一样。在他的了解中，天赋技能并非元素，也不是元素武学才对。当然，我说的这些也并非全部，还有一些甚至连我也不知道的，也许还有根本没有被发现的元素。总之，宇宙之大，谁又能说知道一切？红色长发男子摇着头，感慨了一句。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太遥远了。一个人掌握5种元素就是天才，能掌握6种的已经很少，7种8种更是凤毛麟角。关键是掌握的元素大部分还都是一阶元素。几人说话间已经来到了火灵。秦晨抬头看去，在他们前方有10个火元素组成的石碑。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他就感受到自己身体中的火元素变得活跃起来，而且越是靠前越是活跃。还有位置，不错。红色长发男子看到石碑前领悟的位置并没有被占完，当即笑了笑。你们的运气也不错，3个新人位置全部都空着，直接上去就行。他对着秦晨3人道。秦晨看了一眼，新人位置和另外7个位置有所不同，在这里并没有收取积分的设置，而另外的7个位置则是有一个仪器在旁边，要去那里修炼则是需要扣除积分。另外他又看了一眼10个火元素石碑，发现有几个石碑上面都出现了火焰的图形，有的1朵，有的2朵，而这个火焰的图形代表的就是正在领悟的人领悟到的元素法则，1朵代表领悟可1重，2朵自然就代表了2重。秦晨也没有再耽搁，当即走向了新人位置，然后盘坐了下来。另外2个新人也来到了秦晨的旁边位置，红色长发男子则是走向了7个老成员位置中的一个空位上。砰！就在这时，突然其中一个火元素石碑发出一个声响，紧接着那石碑上原本的2朵火焰变成了3朵。这个时候，秦晨等刚坐下的几人，包括正在领悟的几个老成员，纷纷惊醒，全部转头看了过去。他领悟第3种了。领悟第3种后，以后再来火灵就不需要积分了。看到对方石碑上出现的3朵火焰，几个老成员都有些羡慕。秦晨闻言，内心一动，3重之后，以后来都不需要积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如果自己这次直接将全部元素都突破到法则第3重，那么就相当于来这次1次积分都不用。我有法则之果，9种元素全部突破法则3重，也不是不可能，只是会不会引起轰动呢？秦晨暗自一笑，毕竟之前的那2个千纪元溢出的天才，第一次来，一个领悟了4种，另一个只是领悟了3种。本来想要低调点的，他内心有些无奈。之前听说那2个千纪元溢出的天才，一个是被异族针对给杀了，所以他就决定自己要低调点。自己虽然有信心，但是毕竟实力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结果没有想到，领悟元素法则后会引起这么大动静。可以说，一旦领悟，附近的人都会发现。那又如何呢？他突然神色认真。低调当然好，但如果无法低调，那便不去强求。如果因为自己天赋太好而怕异族针对，那便不是他的道。无敌之道，不仅仅是要同辈无敌，还要有一颗无敌的心，勇往无前。想到这里，他便开始了领悟。不得不说，元素石碑非常神奇，石碑上散发出来的元素仿佛拥有引领的作用，让他不自觉地陷入了感悟状态。咦，来了不少新人啊！就在这时，旁边的几个老成员看到新人这边3个位置都占满了，露出了诧异。喂，新人，加油啊！这可是你们第一次进来，不需要积分，能领悟多少就领悟多少，多领悟一点，下一次进来就少消耗一些积分。一个穿着白色长衣的老成员非常的热心，当下就对着秦晨这边喊道：“多谢前辈。”其中一个新人对着白衣老成员客气地说道。白衣老成员摆了摆手，这没什么，主要是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顺便说一下经验而已。元素法则的领悟并不容易，我当初还是新人的。砰！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响动，让众人一愣。紧接着，他们就看到秦晨那里的石碑上出现了一个火焰。什么情况？第1重就领悟了？秦晨旁边2个新人目瞪口呆。靠，这小子不错呀，看走眼了。之前那个红色长发男子也露出了惊讶，他应该是之前就领悟了元素法则第1重，新人能够在来这里之前就做到这一点，确实不错。他现在相当于直接开始领悟第2重了。第2重是1个月时间，但是他第1重节约了10天，就是40天时间，不知道他能否成功领悟第2重。难，40天时间并不多，以前也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很多都倒在了第2重。看到秦晨早就领悟了第2重，众人惊讶的同时也纷纷讨论起来，但结果几乎都是不看好秦晨能够在规定时间内领悟第2重。不多时，他们也纷纷进入了领悟状态，而此时的秦晨确实正在领悟第2重。法则第2重自然是比第1重要难得多，需要对元素更深一步的了解。
但一旦领悟之后，对元素的运用更上一个台阶，并且元素的攻击性也会更强。此时，秦晨感觉到自己的体内火元素疯狂的暴动，不停地冲击着他的身体，就像是武侠小说中打通任通二脉的过程一般。哪怕是他也感觉到了强烈的疼痛之感。但正因为这样，他也明白自己掌握的元素之力正在发生脱变，每一次元素法则的提升都是元素之力的一次升华。不仅仅如此，突然他还感受到了石碑上这些火元力的另一个作用。它不仅仅可以让来这里修炼的人体内的元素躁动，以此来升华，还有引导的作用，引导你去如何运用这些元素，然后去自创最适合的武学。当然，这种引导并非是将路给你铺好，而是引领你，让你在自创武学方面入门。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种元素之力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师傅，他只引领你在武学方面的门，之后能否自创出适合自己的武学，就看你个人了。真的厉害，他不得不感慨，这些石碑实在神奇，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创造出来的。很快，他不再去感悟自创武学，而是继续领悟元素法则。时间一点点的过去，10天后，他突然睁开眼睛，进度有些慢。他发现10天时间，他领悟的进度只有30%。也许之后的领悟速度会有起伏，但是他真的不敢保证自己可以在30天内完全领悟到第二种。虽然说他多了10天时间，但是石碑林这边规定的就是30天领悟第二种，这是一个顶级标准。如果他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那他还谈什么天赋？我的天赋已经是 SSS 级，竟然没有把握。他摇了摇头。随后他看向了旁边的2个新人，他们脸色不好看。10天时间，他们并没有领悟元素的第一种，所以必须要退出去了。下次进来就必须要消耗积分，所以他们退出去后也必须去做危险的任务来获得积分。没有再多想，下一秒他的手中出现了火元素法则之果，很快他就将其直接吞了下去。随着法则之果的消化，他的领悟速度也越来越快。时间再次过去10天，砰！又是一声响动，秦晨身前的石碑出现了第2朵火焰。法则之果消耗了一半，第3种完全有把握在3个月内将其领悟出来。秦晨一笑，同时响动也惊动了旁边的其他人，他们睁开眼睛，当看到秦晨前面的那个石碑出现3朵火焰之后，都露出了诧异的眼神。什么情况？一个老成员有些懵，他记得这个新人才进来不久，之前对方第1种的时候，他们还讨论过，说对方提前领悟了第1种，但第2种几乎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内领悟。现在距离上次是多久？另一个老成员疑惑地问道。应该是20天吧？那红色长发的男子不确定的道。虽然不确定，但是他觉得差不多。20天，我的天，难道我们旁边的这个新人是千纪元一出的天才？有人内心狂跳。20天时间领悟第2种，不管是怎么做到的，总之非常可怕了，一般人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就看他第3种是否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完成了。他的优势太大了，第2种20天，那么他又多出了10天时间，还剩下3个月零20天时间。众人都看向秦晨，眼中露出的是惊讶和佩服，而那红色长发男子则是瞳孔一缩。他之前觉得这些新人是歪瓜裂枣，可是秦晨却将他啪啪打脸。此时的秦晨已经睁开眼睛，20天时间领悟元素法则第2种，可以说还算满意。虽然是靠着法则之果才做到的，但是法则之果也是他之前在虚拟战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总之都是他自己的成就。而20天的时间也比这里的规定时间提前了10天。他不知道之前的那2个千纪元一出的天才领悟第2种用了多久，但是相信自己不会差，而且那2人也一定用了一些别的手段，比如也有法则之果之类的。毕竟他的天赋已经是顶级了，别人同样是顶级的情况下，想要不靠别的辅助就达到这个成绩，几乎不可能。虽说我不喜欢比较，但是总是难免要和历史上最优的人去比。想到这里，他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办法，这就是人的心理。如果你还没有成为宇宙第一，而且是那种很确定的第一，难免会出现比较。就如在蓝星上学时，成绩最好的那一批也同样在相互比成绩。除非你的成绩已经断崖领先，双手插兜也找不到对手之时，也许才会懒得去比的。而秦晨现在在同一时代的同辈年轻人，至少目前来说没有发现对手，那么就只有和历史人物比。如果某一天他发现自己双手插兜，历史上也找不到对手，那么这种天赋的比较也就不会再有了。接下来他感受着法则之果的能量剩下一半，没有耽搁，连忙再次进入了领悟状态，争取在3个月时间内将第3重领悟。这就是顶级天才吗？还这么努力，我们也加油吧。看到秦晨这么快就再次进入领悟状态，旁边的几人也仿佛受到了刺激一般，连忙开始自己的领悟。就这样，时间再次流逝，秦晨静静地盘坐在那里。1个月后，他的周身浑身火焰弥漫，这些火焰不停地变换着颜色，红色、紫色、黄色3种颜色轮换，只是黄色要暗淡一些，不过随着一天天的过去，颜色越来越深。而这个时候，体内那法则之果的能量完全消耗完，领悟的速度有所下降。不过2个月后，黄色火焰的颜色深度已经变得和红色以及紫色差不多。2个月零5天，颜色彻底完成了脱变一般，火焰3种颜色不停地变换，速度越来越快。如果从外面看，就会发现此时的秦晨看起来如同和火焰彻底融为了一体般。如果之前有谁进入虚拟战场时就领悟元素法则3重，那么即便死后，那些大能的法相也无法将其元素之力抽取，
这才是法则达到第3重后元素之力最大的改变。秦晨顿时就想到了当初在虚拟战场之时，元素之力的抽取会让修为倒退，而现在元素法则达到第3重，已经和本身完全融为一体。除非人真正的死亡之后才可以被强行抽取，但是真正死亡后也并不在乎被不被抽取的问题。而且即便抽取之后也没有用，不会像虚拟战场那样抽取后可以作为天道奖励给别人，因为达到第3重后，这个元素已经完全属于自身，被抽取出来也不适合别人了。3种颜色的火焰围绕着秦晨周身旋转，最后渐渐地融入到了他的体内。砰！紧接着他前方的石碑第3朵火焰开始出现，声响再次将附近正在领悟的几个老成员给惊动，他们缓缓睁开眼睛。又是他！当看到还是秦晨后，除了震惊还有些无语。震惊自然不用说，这么短时间内领悟元素第3重自然让他们震惊，而无语则是秦晨已经将他们从领悟状态中再一次惊醒了过来。要知道他们每在这里多修炼1天都是在消耗积分，被惊醒过来相当于是浪费积分的。领悟3重了，完全在规定时间内，他已经是有史以来的第82人了。有人看向秦晨，眼神变了，而且以他的这个速度比另外81人中很多人要快，就看他之后在别的元素领悟方面会不会也是这么快。不可能，他应该是在火元素方面的天赋是最顶级，但是不可能所有元素天赋都是。众人开始议论起来。此时那红色长发男子和白衣男子都已经惊得说出话来了。之前2人以老成员的身份都为秦晨讲解过这里的情况，当时他们优越感是很强的，可是现在想起来顿时觉得丢人了。兄弟！白衣男子忍不住对秦晨喊道。秦晨转头看向他，前辈。白衣男子脸色一变，连忙摆手，我不是前辈，你叫我于黑就行了，我长得比较黑。不等秦晨说话，他就再次道，兄弟，你能这么快领悟火元素法则3重，在火元素方面的天赋没得说，我建议你不妨试一下自创武学。众人这个时候也看着秦晨，眼神中甚至有些期待。秦晨这么快就领悟火元素法则3重，还真有可能在火元素方面自创武学。我也是这么想的。秦晨笑了笑，然后在众多的目光中再次开始领悟起来。卧槽，说干就干，一点犹豫都没有，这得多么大自信。没办法，人家有那个天赋，完全有机会自创出来。现在我很好奇，他需要多久能够领悟出来？自创武学没那么简单，比元素法则领悟还要难上百。突然说话之人停了下来，他愣愣地看向了秦晨身前的那个石碑。另外几人诧异，也将目光投了过去。下一秒所有人都愣住了。只见那石碑上火元素开始涌动，很快他们组成了一个人影，人影渐渐地开始动了起来，然后双手抬起出拳。随着人影一拳一拳地打出，每一拳都越来越熟练，气势越来越强。这是拳法！白衣男子猛然转头看向了石碑前的秦晨，他创出武学了，当场创出来的。红色长发男子也惊呼出声，众人都倒吸口凉气。如果秦晨是刚刚才领悟出来，那对方的领悟速度也太快了。如果是之前就领悟出来，这次才展现在石碑上的话，那就更牛了。总之，这个武学的自创将他们所有人震到了。而此时的秦晨同样动了起来，他的动作和石碑上的人影一模一样，双手不停地挥动，渐渐的，一股无敌的气势从他身上弥漫出，越来越强。我的武学在升华。此刻的秦晨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本能的出拳，他已经完全沉浸在武学的创造之中。火拳无双，原本他就已经创造出来，不过只是7级武学，因为带着无敌之意，所以出拳刚猛，看起来很是霸道。而现在，他在石碑的帮助下，这股无敌之意正在攀升，拳法的境界也在不停的提升。石碑上火元素组成的人影出拳的速度越来越快，气势也越来越强。几个老成员见到后，脸上的震惊也越来越浓。我知道他这是之前就自创了武学，现在趁着这次领悟，他在提升武学的境界，这是在向着18级武学晋升。一个老成员惊声道：对，不过他的这门武学的气势的太强了，最可怕的还是他竟然以前就自创了武学，现在在提升武学。我记得即便是以前的那2个千纪元一出的天才也没有做到吧。此时的众人除了震惊之外就是赞叹。然而此时的秦晨完全没有在意那些，他的身体在不停的动作，双拳越来越猛，到了最后打的空间不停的震荡。就在这时，石碑上那火焰人影直接冲出了石碑，直接撞在秦晨的身体上，然后融入了他的身体中。秦晨在这一瞬间咚的一声将空间打出一声巨响，然后缓缓的停了下来。我的拳法提升到了超凡8级的地步。秦晨内心是惊喜的。超凡8级并不是很强，但是却是他自己创出来的，就是最适合他的。虽然是8级，但是如果他用9级超凡的武学，绝对不如用他火拳无双的效果好。而且他的这门武学自带无敌之意，在气势上可以碾压对方。最关键的是，自己的武学可以通过自己的领悟去提升境界，而不像别的武学，学的时候是多少就是多少，哪怕系统给的一些可以升级，但是也需要系统给出相关的条件，并且现在系统已经很久没有给武学了，所以这门武学对他的意义特别大。很快，等安静下来后，他转头看向那些表情各异的老成员，各位，你们继续，我就先走了。说完，他没有再继续待在这里，而是朝着旁边的兵临走去。众人看着秦晨的背影，都是久久没有反应过来。等秦晨彻底消失在他们目光中后，这才纷纷惊醒。这特么绝对是千纪元一出的天才，
看他穿的是星际航行公司的衣服，应该是星际航行公司这次招揽的新人。看吧，如果接下来他的表现仍然可怕的话，那么就可以确定了，到时候动静不会小，说不定很快就有强者主动来收弟子。几人都在小声开口。而此时的秦晨来到了冰林，一进入这里，他就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这里和火灵恰恰相反，一片冰天雪地，仿佛就像吸入的空气都是冰块。很快他看了一眼这里的人，只有6人，全部都是老成员，新成员位置上一个人都没有。显然他们这一批来的人没有一个新人坚持到现在。他随便选了一个位置后，便开始领悟起来。第一重倒是不难，一进入领悟状态，秦晨就感到了自己对冰元素的亲和力。接下来的几天和之前在领悟火元素差不多，他对冰元素的掌控越来越清晰。8天后，砰的一声，冰元素石碑上出现了一个冰雪标志，冰元素法则第一重领悟。同时，他旁边的几个老成员纷纷被惊醒。新人才来？难道之前在别的元素林中领悟？众人都有些惊讶。之前新人竟然是100多天前，这个时候算，新人几乎已经都出去了才对。毕竟领悟第一重时间是10天，掌握了多细也就几十天而已。除非有的系成功领悟可2重，甚至第3重，时间上算才能到现在还在。不过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去在意，很快又再次进入领悟状态。秦晨也同样开始领悟，并且将冰元素法则之果给吞噬了下去。就这样，19天后，石碑发出声响，再次出现了一个冰雪标志。这个时候，几个老成员再次被惊醒。这一次，他们仔细观察了秦晨，内心开始出现了一些波动。而秦晨这次并没有醒来，而是直接开始第3重的领悟。2个月后，当石碑响起，上面出现了第3个冰雪的标志。而此时，旁边的老成员再次被惊醒。当他们看到秦晨领悟冰元素第3重之后，彻底绷不住了。我尼玛，还是他！你们这段时间就没有领悟过？3次被惊醒，3次都因为秦晨，这让他们很是无语。你不是也没有领悟吗？旁边的人听到这话，顿时不高兴了。行了，我们这次来都是来领悟元素法则第3重的，结果人家后来的新人从第1重领悟到第3重，而我们先来，仅仅第3重都没有领悟，好意思讨论吗？几人看了看秦晨，然后开始讨论起来，结果互相之间莫名其妙的就吵了起来。秦晨自然也听到了几人的吵架，不过他并没有理会，而是开始领悟冰元素的自创武学。他直接站了起来，然后身体缓缓的在周围的移动，脑海中想起了一开始修行之时系统给予他的那些武学奖励。第一次的武学奖励寒冰一指，之后升级版的武学，后来又有了冰元素的防御类武学。一个个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在他脑海中如同放电影一般闪过各种画面。冰元素可攻可守，最大的优势就是攻守兼备，而且非常的均匀。但是对我来说，我的肉身强大，并且还会一直提升，而且我有土元素，这是一个几乎更偏向防御的元素，所以冰元素对我来说攻击性更为适合，多一个攻击手段也更好。他暗自思索着，自己创造的武学毕竟可以不断完善和提升，所以不仅仅要看到现在，还要看到未来。而他觉得未来的自己更需要的是多一个强大的攻击手段。突然，他的手掌一抬，一掌拍出，将空间拍出声响。他在自创武学了。一个老成员看到秦晨突然的动作，当即吓了一跳。我暂时不修炼了，我就要看看能否见证一个新人将武学自创成功。我也看看。当即，几个老成员中有3个人直接不再进入领悟状态，而是盯着秦晨。其实他们不仅仅是好奇，如果秦晨真的可以自创成功，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经验。别看他们是老成员，但大家都是超凡，也都还属于年轻一辈的天才，对于这些自然是好奇的。此时的秦晨正沉浸在武学的领悟中，他内心已经确定冰元素要创出一门攻击性的武学，所以方向确定之后，他的动作越来越快。石碑前，他的身影不停地闪动，一会儿出指，一会儿出拳，一会儿出掌，每一次出手都带着强烈的寒气。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秦晨的招式也在不停的变化，只是他前面的石碑上始终都没有出现他的人影，这也代表他并没有自创成功。虽然有石碑上的元素之力在引导，但是我始终还是没有找到最适合的招式。此时秦晨的脑海中也在不停的思考。突然，他的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冰元素是能够具体呈现出来的元素，能感受，能看到，甚至能够直观的触摸到。所以为什么我非要直接用肢体攻击，指、拳、掌、腿？也许都可以不用，而是他猛地伸手在身前一抓，嗡！顿时周围的空间中无数的冰元素开始朝着他的身前汇聚，仿佛他的手掌有无穷的吸引力一般。冰元素越来越多，最终他的手中一个冰元素的长剑开始凝聚。但是下一秒他摇了摇头，剑他很少用，所以用起来并不习惯。下一秒长剑开始变化，渐渐的变成了一把长刀。握着刀柄，他猛地挥动了几下，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道，刀似乎并不适合冰元素。虽然刀他用过不少次，对这种武器也很趁手，但是总感觉冰元素形成的冰刀少了一点意思。如果在冰刃上注入金元力，锋利程度倒是不错。可是他摇了摇头，下一秒手中的冰刀变成瞬间开始变化，一杆长枪出现。他一把握住了枪杆，然后刺了出去。噗！空间发出刺耳的声音，仿佛被刺破一般。随后他将长枪不停地挥动，空间被荡出了一层层的涟漪。突然，嗡的一声，长枪被他大力掷了出去。
长枪所过之处，一圈圈的音浪出现，最后砰的一声打在笼罩冰灵的能量罩之上。就是这种感觉。他的手中又一杆长枪浮现而出，紧接着他开始不停地挥动，尝试着去寻找自己属于自己的招式。此时他的内心平静如水，时间上他并不着急，因为他之前领悟可冰元素第3重，所以以后进来冰灵都不需要积分，更别说现在，而且也没有了时间限制。他在不停地变换，现在过去10天了，好像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冰枪、冰系攻击类武学。其实冰系还是最适合攻防兼备类的武学，估计是他缺乏强大的攻击类元素，所以冰系也准备自创攻击，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创出来，虽说如今他没有了时间限制，但是时间还没有进展的话，心态会有影响。一般情况3个月以上没有摸到门槛之后就难了，只能等平静下来后再来。此时的几位老成员都在认真地看着秦晨，也在各自猜测。秦晨领悟冰元素法则的速度让他们震惊，然而武学的自创又是另一个领域。哗！突然，秦晨的长枪在身前横扫，枪尖拖拽出长长的冰翼。唰！同时，他身前的石碑上冰元素快速组成了一个人影，人影同样手握长枪，几乎同时和秦晨一样，长枪横扫而出。只是下一刻，人影便停止了下来，并没有跟着秦晨再做别的动作。不过这一幕也让几个老成员脸色一变，其中一个更是差点叫出来：“入门了！”他踏入了门槛，你们刚刚看到了吧？废话，刚刚那一下把我吓一跳。卧槽，他从开始到现在才多少时间？别慌，别慌，他现在只是入门，能不能真的创出来，多久才能创出来，还不确定。几人这一刻甚至有些激动起来，仿佛比秦晨自己还要紧张。此时的秦晨自然也知道自己入门了，只是他内心仍然平静如水。入门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因为还没有真正的创造出来。当然，入门之后他以后要完全创造也就容易很多，但是他不可能以后再去，毕竟现在领悟可是有积分的，能现在自然要现在。不过他并不着急，有过创造火技的经验，他心里明白着急不仅没用，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现在的他也并没有一味的去做之前那个横扫的动作，而是仍然尝试着别的招式。咚！突然他一枪朝着前方刺去，空间顿时发出一声巨响，枪尖处空间出现了一个水波般的涟漪，向着四周扩散。同一时间，原本停在石碑上人影再次动了起来，然后同样一枪刺出。这个时候，秦晨动作开始变换，仿佛和之前的招式连贯了起来。石碑上的人影也开始动了起来，动作同样得连贯起来。哗！动！随着秦晨的动作，冰林之中响声不断。成功了，他成功了！看到秦晨的出枪，那带着的冰寒之意，以及那越来越强的气势，旁边的几个老成员中，其中一个直接叫出声来。另外几个虽然还算淡定，但是内心仍然无法平静。如果说从秦晨领悟元素3重后开始进入领悟武学状态开始，到现在也就1个多月时间，1个多月创造出了一门武学，这特么比领悟元素法则第3重还要快。他绝对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战斗的天才，否则只有天赋的情况下，不可能这么快创出来。此时的这几个老成员对秦晨也是赞叹不已，同为天才，他们看到了自己和对方的差距，而且这差距你再不想承认都没办法，因为实在太大了。我能这么快自创出冰元素武学，其实最大的因素还是因为之前系统给武学后给我的那些帮助。秦晨自然不会自大到认为完全因为自己的天赋，以前系统每次有武学奖励都是直接灌输在他的脑中，并且快速让他掌握，这其实也是一种引导。而现在同样是引导，只是一个是学习武学，一个自创武学，差别虽大，但也有共同之处，再加上他顶级的天赋，因此他自创的速度自然不是别人能够相比的。不多时，他缓缓地停下身形，然后看了一眼几个老成员，转身离开。兄弟，你刚刚的武学叫什么名字？刚刚秦晨创出的武学等级肯定也不高，超凡7级差不多，但是那个气势却非常的特殊。正准备离开的秦晨脚步一顿，笑了笑，就叫冰枪破，如何？几人一愣，没想到秦晨如此和善，竟然还问他们。几个老成员诧异地看着秦晨，他们以为秦晨是在逗他们，结果发现秦晨的表情很是认真。其中一人当即反应过来，这个名字很好。接下来他解释道，刚刚你的枪法带着霸道无敌的意味，仿佛一枪出要破开一切，总之一个破字确实很形象。而这个武学也是冰元素武学，形成的也是长枪，对，很贴切，很形象。另外几人也反应过来，连忙点头。此时的他们当然有讨好的意味在里面，但也不全是，这名字也确实让他们觉得合适。秦晨笑了笑，点头道，那好。随后他看着几人，你们继续，不打扰了。说完他没有再耽搁，继续向着下一个石碑林中走去。看着秦晨离开，几个老成员才准备继续领悟。卧槽，我没有积分了。其中一个发现自己的积分还剩下几分了，几乎耗尽。我的也几乎没有了，这1个多月完全没有修炼，浪费了。另一个摇了摇头。他们在这里观看秦晨自创武学的过程，虽然没有进入修炼状态，但是仍然要扣除积分的，否则就必须出去。不过也算值了，他自创武学的过程给了我很多启发，也许我可以在突破不朽之前能自创一门属于自己的武学。其中一人倒是看得很开，积分浪费了可以再挣，但是机会错过了不一定就会再出现。秦晨离开冰林之后，他来到了风林。风元素法则第1重，
他之前就已经领悟，所以和火灵一样，开始直接领悟第二种。就这样，100日后，他将风元素也领悟到了第3种，之后开始了自创武学。2个月后，石碑上留下了一个人影。自此，风系武学风之极陆沙诞生。当他离开风之灵后，留下几个目瞪口呆老成员在那里。接下来的时间，秦晨一个又一个领悟自己掌握的元素。期间，星际航行公司举行了积分战，不过他并没有参加。如今他的积分可以说在整个星际航行公司核心区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而积分战是排名最后的才会参加。不过虽然他一直在石碑林中，但是他的名气却越传越开。这是他领悟的第几个元素法则？第3种了。石碑林外，此时已经有上千人，这些人几乎都是来自3大顶级势力的天才，甚至还有一些势力中的大人物。不过即便他们在人族有一定的地位，仍然被迪瓦尔挡在了外面，无法进入石碑林。老迪，这是他领悟的第几个元素了？一个穿着星空联盟服饰的老者突然看向了石碑林中，而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如今的秦晨还在石碑林中。第8个，迪瓦尔开口道。这里的人并不知道石碑林中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看不到，但是迪瓦尔不同，他是这里的守护者，所以整个石碑林中发生的事情他都是清清楚楚的。在秦晨一开始成功领悟火元素法则第3重和创出武学后，他便一直在暗中关注对方。当他看到秦晨领悟了一种又一种的元素，并且每种元素都领悟到第3重，也都自创出一门武学，他内心都惊了。守护这里如此久的岁月，他还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天才。千纪元一出，开什么玩笑？秦晨的表现已经超越了之前的那2个千纪元一出的天才太多，可以说他是独一档的存在。8个，听到迪瓦尔的话，老者瞳孔一锁。老者旁边一个拿着拐杖穿着天网公司服饰的老妪这个时候也忍不住开口，迪瓦尔，你没有开玩笑？8个，你的意思是他掌握了8种元素，还全部在规定内，领悟了法则第3重，并且成功自创了武学。老妪带着不幸的语气，单单掌握8种元素，他就很少听说，更是没有见过这种人。结果现在这个掌握8种元素的人全部都拥有顶级的天赋。迪瓦尔摇了摇头，我并没有说过他掌握8种元素。那你的意思？老妪眉头一皱，在他的印象中，迪瓦尔是一丝不苟的人，可是现在却仿佛在耍他一样。明明刚刚才说过秦晨掌握8种元素，现在又说没有，这不是耍他是什么？一旁的那名星空联盟的老者也是一脸无语，他刚刚还真的相信了秦晨掌握8种元素，现在他内心倒是松了口气。如果秦晨真的是掌握8种，并且天赋这么可怕，对星空联盟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倒不是说不希望人族有这种天才出现，这种天才越多当然越好，只是对于他们的竞争不利，毕竟秦晨不是在星空联盟。我的意思是，他确实第一次进入就领悟了8种元素法则的第3种，但是他并不是掌握了8种元素，而是9种。他的雷系只领悟了第2种，并且并没有自创出武学，他雷系的天赋应该是不如另外8系的。迪瓦尔缓缓道。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当即就定在了原地，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一般，全场鸦雀无声，只剩下一道道的呼吸之声。怎么可能？良久之后，附近的天才爆发出了无法置信的语气。他们之前都是从石碑林中出来的，之所以一直留在这里，就是看到过秦晨领悟某种元素法则和自创武学，但是他们只是看到了一种，而出来之后大家互相聊起来，结果聊到了秦晨，都说自己见过，所以众人知道秦晨可能领悟了好几种元素法则第3种，只是到底多少也不确定，大概就是5、6种的样子。结果现在听到说9种，这彻底刷新了他们的3观。见这些天才不相信，又仿佛受到了打击一般，迪瓦尔只是笑了笑，并没有解释。他自然不屑于去撒谎，也没有任何意义。一旁的老妪深深吸了口气，看向石碑林的同时也在暗中传信。同时另一边的那名老者同样在暗中传信。星空联盟总部位于原始城的西面，这里也是原始城中异族生灵最多的地方。在星空联盟内部，和人族联盟的异族天才很多，人族天才反而不多，所以在这里天才之间的竞争，异族的生灵反而占了优势。虽然内部的人族高层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但其实在他们心中还是有些不满的。毕竟人族是这些异族的老大，不管在哪方面都应该是第一才对，天才的质量同样不例外。此时在联盟大楼的最高层，一个大胡子男子正坐在总负责人的办公室中忙碌。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一个穿着星空联盟职业装的女子走了进来。水泽大人。女子来到大胡子男子身前，恭敬地开口。男子并没有抬头，而是直接道：什么事？回水泽大人，刚刚齐老传来信息，石碑林那边出现了一个新人，他第一次进入石碑林距今已快3年，中途一直没有出来，而他如今已经领悟8种元素法则第3种，自创7门武学，现在正在黑暗元素林中准备自创第8种武学。女子是大胡子男子的助手，回答时语气不急不缓，声音也不大不小，听起来非常舒服，显然很是专业。水泽闻言露出了诧异的神色。谁？一个星际航行公司的新人，叫秦晨。女子当即开口道。是他。水泽一愣，旋即一笑，果然没有让人失望，8种元素都是顶级天赋。大人，迪瓦尔真神说他掌握了9种元素，只是还有1种元素并没有在规定时间领悟第3重。女子补充道。水泽一愣，他惊讶地盯着女子，你确定？齐老传回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女子连忙回道。
没有成功的是什么系？他再次问道。之前在虚拟战场，他们一直关注秦晨的，当时他们发现秦晨就是掌握了8种元素，并没有看过对方用出第9种元素，并且秦晨掌握的这8种元素修为都不低，证明天赋都是极好的。如果说还有一系没有成功，那么极有可能就是他不知道的这一系。然而下一刻他就一惊，雷系，雷系，他露出了疑惑。秦晨的雷系他知道，在虚拟战场的时候用过，天赋应该不差的，可是现在雷系没有成功，这让他有些懵。女助手点头，齐老传来的信息是这样说的。他的第9个系是什么？水泽问道。女助手摇了摇头，这个齐老那边并没有多说，他的意思是我们星空联盟中人族天才的质量不如异族，问你是否能够去一趟，将秦晨争取过来。这样的天才如果能够在星空联盟成长，对以后联盟绝对有不可估量的好处。水泽点了点头，他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不过他还是道，秦晨已经被星际航行公司招揽，他也选择了星际航行公司，现在去，一来不适合，二来他更不可能改变主意了。现在去招揽秦晨，完全就是在挖星际航行公司的墙角。而且秦晨已经进入星际航行公司，同意改变主意的概率不大，毕竟如果真的退出，然后加入星空联盟，就是得罪星际航行公司，但凡有情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女助手点了点头，大人说的没错，齐老也只是建议，而且只要给的好处足够多，也许秦晨就同意了。至于不适合，其实并不存在是不适合的问题，大家之间相互竞争，这是正常情况。水泽没有开口，而是在思考利弊，而女助手则继续再劝。良久之后，水泽终于点头，那就去试一下，顺便也看一看秦晨。他之前虽然在第9城主那里通过画面看过秦晨，但是真人和画面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样的天才，他觉得有必要去看一看真人。看到水泽离开，女助手笑了。在他看来，水泽一直就是不争不抢的性格，做事考虑的也多。其实坐在总负责人位置上，这种性格并不好，所以对他来说，将秦晨争取过来最好，即便不行，水泽的改变也是一个好处。与此同时，原始城北面有一个巨大的区域，这里有一栋矗立的高楼，同时还有无数的建筑。如果修为足够，放眼看去，可以看到虚空中有无数的网状的光线一般，这些便是从天网公司发射出的网络信号，这些信号遍布整个人类疆域。此刻，在天网公司那栋大楼中，总负责人雷山正在整理着各种资料。突然，他的电子邮件中发来了一封邮件。打开邮件，当他看到内容后，整个人忍不住露出了震惊的神色。9系有8系全部领悟法则第3重和自创了武学。他当然知道秦晨的天赋，而且还发过邀请邮件，只是秦晨最后选择了星际航行公司，他便没有再去关注。竟然要我亲自去挖墙角！看到这封邮件的来意，顿时让他内心有些不舒服。天网公司就连提前发邀请邮件都不会干，何况是挖墙角这种事情。再优秀的人，哪怕秦晨就是9种元素全部领悟，他也觉得没有必要。正当他要拒绝时，突然又一封邮件发来。这是一封联名邮件，内容很简单，就是让他去争取一下秦晨，并且拿出足够的诚意。看到这里，他脸色有些阴沉。联名的人几乎占了天网公司一大半的高层，他作为总负责人当然可以拒绝，但是如果真拒绝，肯定会让这些高层心里不爽。要知道，一个巨无霸公司总负责人也会有自己的难处的，他的实力也还没有达到一句话就如同圣旨的地步。哼！想到这里，他身形缓缓地消失在原地。石碑林中，此时的秦晨正在不断地尝试黑暗元素的武学，他掌握黑暗元素的时间并长，而且系统也没有给过这方面的武学。之前获得的传承倒是有一门武学，只是时间有限，而且又是真神级的武学，他现在也只是掌握了一丝皮毛。所以在黑暗系武学自创的速度上，除了天赋只有 SS 的雷系是不如另外几系的。真神级武学虚无是目前我对黑暗系武学的唯一了解，黑暗系其实最强的地方也在隐藏方面。秦晨脑海中也在不断的思考，其实任何一种元素都可以作为攻击、防御或者辅助之类的，但是每一个不同的元素也有它最大的特性，有的攻击更强，其他方面即便你创出好的武学也不行。就比如风系，风系在速度辅助上是最佳的，攻击性也有，而且不错，但是不如速度辅助，防御同样有，但不仅不如速度辅助，甚至不如攻击。而黑暗元素同样如此，它更适合隐藏，就好像一个刺客一样，神出鬼没，让你防不胜防。突然，他的身形时而消失，时而出现，仿佛消失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进入了一个次元空间一般，明明是白天，却无法发现。这一切看得旁边几个老成员目瞪口呆。这个武学和我掌握的一门武学很像，前行之时对手很难发现，加上黑暗元素有迷惑性，只是他的是自创武学，潜力更大，真是羡慕。其中一人盯着秦晨的身形，带着羡慕的口吻。他现在之所以在这里，也是想要创造一门属于自己的武学，可惜天赋差一些，一直没有完全成功。看到秦晨即将成功，说不羡慕那是假的。很快，秦晨停下了身形。如今他除了雷系没有领悟第3重和自创武学之外，8个系全部完成。之前他想的是9系，可惜没想到这么难，不是顶级天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哪怕顶级天赋都不一定。下次有时间再来了。他还是决定出石碑林了。虽然现在他的积分已经到账了，完全可以现在继续去领悟雷系，可是一来他在石碑林中已经待了不少时间，
二来他也需要出去用积分兑换一下自己需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原始城中可不仅仅有石碑林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少适合修行的宝地。想到这里，他朝着石碑林的出口走去。兄弟！就在这时，一个老成员忍不住喊道。秦晨转头看去，那人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开口道：不知道兄弟你刚刚的武学有没有名字？任何一门武学的诞生，对于人类来说其实都是一件大事，尤其是这种顶级超凡创造出来的超凡武学。要知道，超凡武学一般都是不朽，甚至真神才能创出来，所以这种修为还是超凡就被创造出来的超凡武学提升潜力更大。另外，创造它的人是顶级天才，以后随着天才的成长，很可能成为一方霸主，创造的武学自然也会名震天下。现在如果他们提前知道这门武学的名字，若是以后这门武学真的随着秦晨的成长而名传天下，他们也算是见证这门武学的诞生，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秦晨想了想，开口道：就叫黑暗遁影。黑暗遁影。几个老成员喃喃重复了一遍，都在暗自点头。他们刚刚看得清楚，秦晨利用的就是黑暗元素的隐匿性，叫遁影，很是贴切。你们继续。秦晨说了一句，然后转身。几个老成员互相看了一眼，苦笑一声，还继续什么？刚刚看到秦晨又是领悟元素三重，又是自创武学，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震撼，内心也短时间平静下来，干脆就不修炼了，等下次再来就行。我们一起离开吧。一个老成员道。秦晨也不拒绝，很快就朝着出口走去。当他们距离出口不远时，就看到出口处竟然围满了人群，眨眼一看有上千人。这些人都是听说石碑林中出现了一个变态，然后来看对方长了什么三头六臂的。出来了，出来了，是他吧？有人看到秦晨以及另外一人一起朝着出口走来，顿时开口道：就是他，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也是看起来最年轻的那个，听说他如今还不到30岁。卧槽，这样牛逼，不到30！众人听到秦晨的年龄，再一次震惊了。顶级势力招揽天才新人是50岁以下的，现在距离秦晨进入这里已经过去了几年，也就是说秦晨刚来的时候只是20出头。我怎么看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体也不强壮，身高在他们那个分支中也不算太高，只能说还行而已。其中一个女子仔细地盯着秦晨。人族有很多个分支，秦晨属于其中一个。这个分支的人类身高一般在2米以下，2米以上的就极少。而秦晨看起来只有1米8的样子，其实还可以，但是没有达到让人惊艳的地步，而且肉身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你们女人就知道看表面，你看那气质，一看就不普通。旁边的男子撇了撇嘴道：气质没看出来，你也就知道他是顶级天才，所以才觉得他有气质吧。就像在我的祖星，那些普通人一样，看到有钱的都说人家有气质，其实就是舔狗行为而已。那女子不服的开口。众人看到秦晨的第一时间都在讨论，甚至还有因为对秦晨有不同的评价，差点打起来。就在这时，秦晨已经来到了出口处。迪瓦尔第一个开口：修炼结束了。秦晨点头：结束了。既然你决定结束了，我需要对你第一次进入石碑林的表现进行统计，这是规定。迪瓦尔道。秦晨点了点头：明白。每一次新人进入，只要有出现领悟元素第3重或者自创武学的，都会进行统计。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人知道有81人完成的原因。见秦晨确定之后，迪瓦尔一掌拍向了石碑林中，一道道的印诀被他打了出去，在石碑林的上方形成了一个漩涡。排名要出来了。人群中一人小声开口。随着他的话落，一个巨型的石碑缓缓升起。这个石碑并不是元素组成，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材料炼制，一眼看去，瞬间就能感受到其上散发出的磅礴气息。随着石碑缓缓升起，石碑之上一道道的金光浮现而出，突然一道金光仿佛嵌在了石碑上一般，形成了一个名字：程潇，领悟火元素法则第3重，所用时间130天，排名82。众人认真地盯着石碑，都屏住了呼吸。这里面有一些人是知道的，但是大部分人以前并没有见过这个石碑上的排名，所以都十分好奇。要知道，这可是人类联盟中有史以来最为顶级的几十个天才。就在这时，又是一道金光变成了排名，打在了石碑上。范加特，领悟金元素法则第3重，所用时间130天，排名81。这两人用的时间一样，为什么排名有差异？有人突然问道。是啊，不会因为元素种类不同吧？可是不应该啊。一人也开口道。如果因为元素不同，排名就不同，那这个排名就太复杂了，也不符合逻辑。这个问题也是在场很多人疑惑的。如果说大家都一样，直接一样的排名就行，可是现在却具体分出来了。显然，迪瓦尔认为这两人是有差别的。迪瓦尔一笑，缓缓道：元素种类不同，也影响着一个人的潜力。就比如单系，一个掌握了水系的人和一个掌握雷系的人，如果最终的修为一样，但是他们的实力也是有差距的，雷系一般比水系强。当然，这种说法也并不绝对，存在着很多因素，所以这里的排名不考虑元素种类。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见众人明白后，继续道：之所以这两人在排名上有差距，还是时间上的差距。你们看到的只是以天为单位的时间，这两人都是130天，也是领悟元素法则前3重规定的最长时间。可是他们具体的时间却不同。我记得当初那个叫范加特的领悟速度比程潇快了1个小时左右。闻言，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就在众人说话的同时，石碑上的金光也在不停地变成人名，然后呈现在石碑上。随着一个个的人名浮现，人群时不时就发出了一阵惊呼，因为他们看到石碑上偶尔会出现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些名字如今在人族中绝对的响亮，甚至有个别在整个宇宙中也是让人闻之色变。孙科明领悟火、金、雷、光明元素法则第3重，自创武学一门，所有时间500天，排名第3。当第3名出现后，所有人露出了认真的神色。这是人类历史上都极少出现的顶级天才，上千纪元才一出。这个孙科明，我有所耳闻，他好像当初还被第9城主收为了弟子，是被看好成为人族第10城主的人之一。可是后来成为不朽被派出后，被异族潜伏在人族中的3位真神给杀了。我也隐隐听说过，据说当时那3位真神其中1人被反杀了，只是最终孙科明还是被杀，真的可惜了，否则人族真有可能出现10位城主。有2个老成员小声议论着，这2人平时修炼后闲来无事之时就爱一些八卦，而这些消息也不是绝密，所以他们都知道一些。不朽反杀真神，还是3个真神对他围攻的情况下，众人听后都是无比惊讶。这有什么？这种级别的天才，我们是无法用正常思维去衡量的，就像那些普通天才，他也无法想象我们的强大。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当初孙科明被杀后，那2个真神自然暴露了，于是他们想要逃出人族疆域，可是第9城主亲自出手，直接一个投影降临，2人当场便被击杀，一点反抗余地都没有。不过即便损失3名潜伏在人族中的强者，但是异族也认为值了。那人缓缓开口，众人都暗自点头，确实值了。孙科明不朽杀真神，要是成长为真神，那就不是3个真神能够相比的了。哗！就在这时，石碑上孙科明的上方再次出现了一个人名：巴特，领悟木、火、风、雷4种元素法则第3重，自创武学2门，所用时间560天，排名第2。巴特才是可惜，已经是真神，就是心太大了，去了绝地。结果有人看到巴特的名字，摇了摇头。巴特当初在人族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了，他们这些后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但是稍微去了解就能够清楚。这是一个让异族都忌惮的人物，因为他已经成为了真神，想要击杀很难了。真要杀，付出的代价不可估量，恐怕只有少数强大的种族才能承受。可是最终却死在了绝地之中，这不得不说是人族巨大的损失。第1名出来了。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虽然大家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当金光变成秦晨的名字后，还是无不震撼。秦晨领悟金木冰火土风重力黑暗8种元素法则第3重，自创8门武学，所用时间1102天，排名第1。操，太变态了！明明已经提前知道，但还是忍不住惊呼。刚刚他们还在惊叹孙科明和巴特，但是现在一比较，差距瞬间就出来了，断崖了。有人看着秦晨的成绩，忍不住开口：第1和第2之间差距实在太大了，断崖式的领先。我特么也是天才，但是我感觉我看不到他的尾灯啊。其中一个天才老成员当即开口：请把感觉去掉。他旁边的人提醒了一句：别看排名上秦晨所用的时间超过了1000天，可是别忘了，你得首先有资格拥有那么多时间才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要一直领悟下去。就在众人纷纷惊叹时，迪瓦尔看了一眼秦晨，然后指着石碑道：此碑记录我人族以及人族联盟种族的最优秀天才，他将永远存在在原始城石碑林之中，以示后来之人。众人纷纷羡慕地看着秦晨。迪瓦尔的这句话信息量很大，一来能上此碑代表的是你的天赋，二来永远存在，这说明以后无论你是真正的成为人族大能，还是陨落在途中，你的名字也将在人族永远流传下去。可以想象，以后的石碑肯定还会出现，并且有很多人会看到。当他们看到这些名字之后，自然会好奇的去了解。尤其是秦晨这种变态的成绩，没有人能够忍住好奇心不去关注的。迪瓦尔看到众人的表情，微微一笑。另外我多说一句，现在也许你们是天才，顶级天才，但是成长路上并不是那么容易，天才更容易陨落，所以你们以后的道路靠你们自己斟酌，希望你们一如既往。散了吧。最后他摆了摆手，且慢。正当众人准备散了之时，一个身影从远处踏空而来，几个眨眼间就来到了众人身前。来人穿着星空联盟的服饰，一脸的胡须，在他停下的那一刻，仿佛整个虚空都在围绕着他涌动。众人看到他的双眼，内心便不由得猛跳。水泽大人！星空联盟的人当即就对着他恭敬喊道。水泽没有任何反应，而是看向秦晨：你可愿意成为我星空联盟的人？他的话非常直接，而且开门见山，让在场的所有人的一愣。水泽大人，秦晨他是我星际航行公司的一个星空联盟的成员，当时就急了，这是大庭广众之下挖墙脚啊！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水泽的目光便看向了他，一瞬间气氛便变得压抑起来，仿佛是有一座巨山压下一般。在场除了迪瓦尔和秦晨之外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迪瓦尔是因为实力在那里，虽然他不如水泽，可是不至于一个眼神就让他感受压力，而秦晨则是并没有感到丝毫压力。显然水泽是故意避开了秦晨。水泽见众人都不敢再开口，满意一笑：我虽然随和，但是我做事不需要别人指点。这一刻，星际航行公司刚刚说话的那人脸色一白，被吓得
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偷偷的星际航行公司总部那边发了信息，将这里的事情告知了一遍。好了，不吓你们小家伙了。水泽随和一笑，然后看向秦晨，你觉得如何？如果你加入星空联盟，我承诺你，你若是想要去我人族盟友的种族疆域，可以随时去，任何秘境、宝地都可。你要知道，原始城中修炼的好地方虽然多，但是来这里修炼的人也多。而人族盟友种族疆域的秘境，可不是谁都可以去，星际航行公司可无法去的。他的话说完，在场的人也不敢再说话。不过水泽说的也没错，人族联盟中还有很多种族，这些种族的疆域虽然不如人族疆域，但是有的种族疆域中还是有不少的好秘境，进入里面还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要知道，秘境对于宇宙生灵来说是危险之地的同时，还是宝藏。而星空联盟很特殊，是人族和盟友种族的最大的联盟。星空联盟中的人族有特权去任何联盟种族特殊地界，而异族则是可以通过星空联盟来原始城中的特殊修炼之地。怎么样？你掌握的元素很多，而联盟种族中一些秘境之地对于元素的修炼是非常有帮助的。只要你进入星空联盟这些秘境，可以。水泽，突然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一步步的走来。他每走一步，在场之人的心就跟着狠狠地跳动一次，让众人觉得非常难受，仿佛自己的心跳不自觉地和对方的步伐产生了共鸣。雷总，看到男子走来，天网公司的人纷纷露出了恭敬之色。雷山，你既然也来了，看来天网公司其他高层也想要秦晨进来。水泽看到雷山来，笑了笑，语气带着嘲讽。以他对雷山的了解，对方即便知道了秦晨在石碑林中的表现，也绝不会亲自来这里。唯一的可能就是被逼的，而能够逼他的只有天网公司其他高层。如果以普通公司的称呼，就是股东。来，自然要来，这么厉害的天才，我天网公司不来，岂不是给了你们机会？说着，他不等水泽开口，就看向了秦晨。你来我天网公司，我可以给你一个专属通信号，另外为你开放我天网公司的虚拟世界。我天网公司的虚拟世界，这里的人应该都知道吧？他扫视了一眼众人，语气平淡。众人虽然都没有开口，但是内心却是一动。天网公司确实有一个自己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和万族联手打造的那个不同。这个虚拟世界中存在的是历史上天网公司内部天才的影像，凡是天网公司内部的天才，只要进入过这个虚拟世界的，都会在其中留下自己的影像。虽然说是影像，但是通过天网公司的操作，里面的影像非常逼真。所以说，只要进去，你不仅仅会面对天网公司现在的天才，还有历史上的天才。另外，不仅仅是天才，天网公司内的强者，甚至还留下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像在里面。要知道，天网公司存在了太久了，招揽过的天才非常多，进入那里可以和这些人交手，是多么好的一个经验。尤其是天网公司中强者在年轻时的影像，那就更不用说了。虽说现在秦晨的天赋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但是实力不一定就一定比别人强，天赋是天赋，实力是实力，所以进去之后绝对是有极大收获的。而这个虚拟世界也不是说进去就进去，需要积分不说，还需要各种考验，能够进去一两次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现在雷山说直接开放，意思就是想进就进，这是一个极大权限了。我可以给你1刻钟的时间考虑。雷山看着秦晨开口，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秦晨眉头一皱，这雷山给他一种傲慢之感，让他想到了当初蓝星时的第9圣院的院长胡天明。这种性格我不喜欢。秦晨微微一笑，这种性格其实也正常，毕竟人家有实力，当初的胡天明是蓝星上的强者，而如今这个雷山是天网公司的老总，有资格傲慢。但是对他傲慢，那是对错人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他不会因为对方强大就会屈服，毕竟自己也是有资本的。秦晨暗道，又不是只有天网公司一个地方可选，就像当初的9院并不是只有9院一个圣院。想到这里，他正要开口，突然远处再次传来了一个声音，当众挖我星际航行公司的墙角，不好吧？紫衣真神看到来人，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当即神色一震，尤其是之前被水泽吓到的那人，内心松了口气。秦晨也看向了紫衣真神，严格算起来，这是他第2次见到对方，上一次虽说只是通话时显示的虚影，但是样子是一模一样的。紫衣真神穿着一身紫衣，拥有绝美的容颜，看起来也非常的随和。然而在场之人都知道其威名，也不敢去一直盯着对方看。你们2个想要挖我星际航行公司的墙角，也得拿出那个本事来，靠骗人可不行。紫衣真神看向水泽和雷山，语气微冷。骗人？闻言，在场的人都是一愣。紫衣，我们之间只是竞争而已，不存在挖墙角。况且你说我骗人，从何说起？水泽有些不高兴了，而雷山在一旁也露出了不悦的神色。他还不至于骗人，说他骗人，自然让他不高兴。然而紫衣根本没有给2人面子，首先看向水泽，冷冷道：“你说你星空联盟拥有盟族疆域中秘境的特权，不是骗人？怎么骗了？”在场的人都知道，只有星空联盟的人有这个特权去这些秘境。水泽开口，2人的对话瞬间让在场的气氛达到了冰点。虽然都知道这2人不可能打起来，但是众人还是忍不住内心一紧。怎么骗？你敢说没有骗？紫衣瞥了他一眼，然后道：“星空联盟的人确实有那个特权，但是也不是你们才能进，任何人族联盟的人只要提出申请都可以进。你觉得如果秦晨想要去提出申请，会通不过？”闻言，水泽当即脸色一变，紫衣真神说的没错，特殊确实是星空联盟的人有，
可以不用申请，但是别人申请也可以进的，而秦晨恰恰是那种只要申请几乎就会通过的人。子怡见他没话说，转头看向雷山，还有你天网公司，你说的专属通信号确实不错，但是意义并不大，有专属通信号又如何？对实力的增长没有任何帮助，无非就是通信方便一些，隐秘一些。而你们那个什么虚拟世界，不是我说，以秦晨的天赋根本不需要。闻言，雷山眉头一皱，要说虚拟世界对秦晨没有帮助，显然是不对的。即便秦晨的实力比虚拟世界中的所有影像还要强，也不能说没用，毕竟进去和这虚影对战，对战斗经验是一个极大的提升。只是确实没有那么重要。然而现在却被子怡说的一无是处。子怡自然也知道有用，不过他故意这样说，虽然他很有信心秦晨不会退出星际航行公司转而去天网公司，但是该贬低的还是要贬低，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意外。子怡不管怎么说，一切意见还是要以秦晨为主，他想要进入哪里是他的事。水泽开口道：“放屁！”子怡真神直接骂出声，他气愤道：“之前就已经招揽过了，秦晨选择了星际航行公司，他就已经是我们的人，你们现在又来，不是挖墙脚是什么？要是我现在对你们的人做出承诺，让他们来星际航行公司，你觉得合适吗？他毕竟还是新人。”水泽仍然想争取，新个屁！子怡真神都被气笑了。秦晨进入星际航行公司都已经快3年了，这些人还来挖墙脚，什么新人，简直荒谬！秦晨，你说。就在这时，雷山直接不理会紫衣真神，而是看向秦晨。虽然他想要直接离开，但是因为天网公司其他的高层，他还是要拿出态度。我第一次如此来邀请人，足以显示我以及天网公司的诚意。雷山又补充了一句，然后就盯着秦晨，等着秦晨给答案，无形中带着一股压抑的气息。秦晨眉头一皱，雷山那种傲慢又来了。他直接道：“首先排除天网公司。”雷山顿时脸色一变，他刚刚才说完，秦晨马上排除他，这分明就是在针对。正要开口，可是秦晨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希望进入一个能够尊重我的地方。”话一出，在场之人完全看向秦晨，一个个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其实刚刚他们也感受到了雷山的傲慢，但是他们并不敢有任何反应。而秦晨竟然直接说了出来，意思就是雷山不尊重他。好牛逼啊！这应该是第一个敢这样说话的人吧？有人小声道：“没办法，刚刚雷总那句话确实有些不妥，甚至我感觉带着一丝威胁之意在里面。换成我，内心也不高兴，只是我可不敢当面说出来。真的有脾气，我被楷模呀！你们看雷总的脸色。”此时的雷山脸色铁青，他是什么身份？秦晨就算再天才，也不应该这个态度。在他的想法是，无论你天赋多好，都被看重，弱者就应该敬畏强者，下位者就应该对上位者毕恭毕敬。秦晨在他眼里就是弱者，就是下位者，哪怕被子怡看中，甚至在第9城主那里留了印象，也不能对他不敬。很好，不过你也不要觉得你的天赋就是真正的第一了，人外人，天外有天。另外，没有成长起来，一切都是空谈，希望你不要辜负人族对你的培养。说完，雷山转身便走。众人看到雷山离开，对秦晨佩服的同时，也为他捏了把汗。雷山自然不会对秦晨出手，毕竟这是一个人族的顶级天才。但是雷山内心对秦晨绝对有不满的，对方会不会暗中使绊子，还真不好说。别觉得强者就应该心胸开阔，他们是对同级别的人开阔。弱者要是对其不敬，不整死你，都算你本事。哈哈！突然，一旁的水泽哈哈大笑，他看向秦晨，开口道：“你是第一个对雷山这样说话的后辈，有意思，有魄力。可惜了，不是我星空联盟的。”他的眼中对秦晨反而露出了赞赏。他和雷山不同，他觉得年轻人，尤其是天赋顶级的年轻人，就应该有血性。算了，我走了。他摆了摆手，直接转身离开，根本不等秦晨最后的选择，因为他内心有了答案，秦晨必定会选择星际航行公司。现在走，可以避免被拒绝的尴尬。看着水泽离开，众人松了口气的同时，也带着笑意。水泽其实平时很随和，别看他一脸的大胡子，但性格很好。不过强者喜怒无常，谁也不知道人家下一秒会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变脸。总之很难摸透，所以水泽在这里还是让不少人感觉到压抑。紫衣真神并没有理会雷山和水泽的离开，而是看向秦晨，回总部。秦晨点了点头，回。紫衣直接手一挥，顿时秦晨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包裹，紧接着他仿佛在穿梭虚空一般。当他反应过来后，骇然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自己的77号生活区。这么快啊！他忍不住开口。他自然知道像紫衣这种强者速度会非常快，可是完全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种速度他怀疑已经超过了最顶级的飞船。这样一来，要去宇宙游荡，岂不是根本不需要飞行工具了？我知道你的想法。紫衣看到秦晨的表情，笑了笑。到了我这个修为，速度确实比顶级飞船的速度快，但是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我的这种速度只能维持短距离的，而飞船不一样，就像一艘顶级飞船，它能一直保持高速飞行。另外，我这种速度能带1-2个人就已经是极限，而飞船最多的可以带着成千上万的人。你说一样吗？闻言，秦晨一笑，确实不一样。他刚刚确实想的简单了，飞船的作用真的是无法替代的，而且飞船只要材料足够就可以批量生产。紫衣这样的强者可是太少太少。你现在也有不少积分了，如果真的想要拥有一艘顶级飞船，也是可以的。
子怡笑了笑，然后继续道：“这次之所以我将你带回来，有些事我需要跟你说。”秦晨点头，神色也变得认真起来。子怡专门来说，此事应该不小。看着秦晨认真的样子，子怡一笑，此事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尤其是对你。就在前段时间，第4城主回到了原始城。第4城主，秦晨内心一动。第4城主是9位城主中掌握元素最多的一位，有人说他掌握了8种元素，也有人说他掌握了9种，具体多少没人敢肯定，但是可以确定他是最多的。最关键的是，他的修为在9位城主中最低，但是实力却绝不是最低的，甚至有人说他的实力可以排进前3。这是一位非常神秘的人物，之所以神秘，并不是说认识他的人少，而是他让人看不透。第4城主之前去了一个神秘秘境，说是在里面获得了一些机缘，这个时候突然回来，是准备在原始城中修炼，尝试修为上的突破。紫衣真神解释了一句，秦晨点了点头，并没有感到什么惊讶的。一来，一些神秘的秘境确实拥有着巨大机缘，获得这种机缘，说不定就能一飞冲天。要知道，以前有人从秘境中出来，原本只是一般的天才，但是后来却成为了一举超越了无数人。当然，这种机缘想要获得非常难，不仅仅需要一定的实力，很多时候还要看自己的气运的。二来，第4城主这次回来，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获得机缘需要突破，还真不好说。之所以人族这边会有这种说法，也是说给异族听的。可以想象，异族一旦听到说第4城主要准备修行突破了，肯定会有猜疑和忌惮，这正是人族想要看到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无非就是为了迷惑对手而已。你说的事情是？秦晨疑惑。第4城主这样的人物回来，不应该和他讲才对。子怡笑了笑，这次第4城主回来，突然让我们在原始城的所有势力开了一个会，他准备举办一场我人族联盟的天才战，选出我人族最优秀的天才，然后他会再选出一名成为他的弟子。说到这里，他神色变得郑重起来。以前强者收弟子都是直接看上谁，然后找到对方，询问对方是否愿意，而现在突然通过选拔来，显然这种方式更加的郑重。而第4城主从来没有收过徒，这次回来直接开会说选拔出自己的弟子，这对于整个人族来说绝对是大事。这也是紫衣真神这次亲自找秦晨谈话的原因。这不是第4城主的弟子选拔战吗？秦晨一愣，紫衣笑了笑，也不完全是。这次的天才战虽然是第4城主提议的，但是中途还是会有很多强者会注意，他们也会选出自己心仪的弟子，这是很多人的机会，不是一个人，所以这次参加的人会很多。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秦晨，我知道你的实力不错，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这次虽然还是不朽之下的人参与，但是有不少人都是老油条，并不只是年轻一辈，有的已然接近100岁，这样的人又是顶级天才，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实力。秦晨点头，他自然知道，之前在了解这些顶级势力中的天才可以获得特殊的炼体武学之后，就明白，也许他们之中有自己的对手。另外，之前雷山的一句话，你可记得？紫衣真神突然问道。秦晨一愣，随后想了想之前雷山说过的话，但是并没有什么让他值得注意的。他说了一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紫衣真神提示了一句：“这话很正常吧？”秦晨疑惑，这些话无非就是对他不满随意说的，或者劝解一些人不要自大时说的话。然而紫衣摇了摇头，我对雷山还是了解的，此人虽然傲慢，但是这样的话不会轻易说出来，他说出来很可能就代表真有的年轻一辈之人有你这样的天赋。虽然根据现在对天网公司的了解，他们的年轻一辈没有千纪元溢出的天才，但是我们了解的不一定是全部。天网公司在人族保密这方面是做得最好的，有时候即便是我们也很多不清楚，并且他们喜欢隐藏。也许现在在天网公司中就有一个不差于你的天才，虽然他们以前一般是靠着虚拟战场来揽，但是不排除他们在宇宙中遇到了顶级天才，然后秘密进行了招揽，这种事情他们以前做过。闻言，秦晨点头道：“明白。你好像很淡定啊。”紫衣真神笑着道：“他本想着给秦晨说这些后能引起秦晨的重视，结果秦晨实在太平淡了，好像是听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故事一样。”秦晨笑了笑，宇宙之大，有什么样的天才都不奇怪，我并不觉得我就是第一。他顿了顿，认真道：“我很希望在后人谈论起我这个时代时会说，在秦晨时代有某个人很不错，而不是在讨论起我这个时代时，能和我相比并论的空无一人，能和我相提并论的空无一人。”紫衣真神听到这话都愣住了。他见过不少的天才，也遇到过那种桀骜不驯、非常骄傲的天才，但是还没遇到过这样说话的人。这是在说这个时代属于自己的，一点都不谦虚，其他人只能是陪衬。不过紫衣真神很快就平静下来，开口道：“既然你这样说，那便没有问题了。这次的天才战在什么时候？”秦晨问道。天才战首先是内部进行，也就是我们星际航行公司内部，在1年之后，在内部选出100人，然后和别的势力选出的人再进行最终的比试。这次不仅仅是强者收弟子的问题，排名前10的会进行资源分享。紫衣真神一笑：“资源分享？”秦晨疑惑，但是很快就露出了惊讶之色。紫衣真神见他的表情，开口道：“我想你应该猜测到了一些。没错，所谓的资源分享，就是前10名所有势力的资源都可以享受。比如之前雷山说的天网公司的专属网络，
之前水泽说的盟友种族中的秘境可以直接去，无需申请。另外，前10名再差也会有强者看上，这才是对你们最关键的。成长路上有一个好的导师很重要。紫衣真神的话说得很郑重，他其实都想要收秦晨为弟子，可是他也明白自己的实力是足够了，可是并不适合。一个老师还是要有针对性，强行去指导秦晨只会误了对方。我明白。秦晨点头。紫衣真神道：1年时间，好好准备吧。这次你在年龄上吃了些亏，不过没办法，出生时间无法控制。当然，我是希望你能进前10，毕竟这是我人类第一次组织这样的天才战斗。不过，就算你没有进入前10也无所谓，以你的天赋被强者看上是早晚的事。你参加的最大的目的还是要去和那些天才战斗，从中获得经验。他虽然欣赏秦晨，也知道秦晨的实力是不错的，但是要进入前10那就真不一定了。秦晨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另外，这次的比试可能会在人类疆域全域进行直播或者转播，也许你的表现会被你的老熟人或者亲人看到哦。紫衣真神说了一句，然后身形缓缓的消失。当秦晨感受一下后，便明白对方已经离开了。特意给我说会全域直播，会被亲人看到，这是让我更有动力啊。他笑着摇了摇头，他相信紫衣真神绝对是了解过他的，明白他其实很想让亲人朋友些知道自己目前的情况。这次的转播可以让亲人朋友大概知道自己这些年的成就。我也确实必须要好好表现啊。从离开最后一次离开蓝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些年了。这次就让你们安心吧。他暗自道。其实他偶尔也会和蓝星上的人通过天网联系，并且那些人比如他父母以及孔永生他们都非常关心他如今的情况。只是他每一次都说自己还好，具体如何并没有讲解。这次就可以让那些老朋友彻底了解目前的自己了。接下来就是提升修为了。想到这里，他开口道：小爱，我现在有多少积分？回主人，你有16万积分。小爱的声音当即就响了起来。16万。对于这个积分，秦晨还是非常满意的，花了3年时间也算是值了。这3年不仅仅是将各种元素法则提升上去，自创武学也好几门。而现在积分还有一个过程，利用积分可以让他的修为再一次的飞跃，这都是这3年的结果。小爱将积分兑换表调出来，从自己的通信和星际航行公司的任务系统连接之后，他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小爱来就行了，非常方便快捷。很快资源兑换表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将拥有能量的物品给我罗列出来。秦晨继续说道。小爱的效率非常高，随着秦晨的话落，资源表上一个个的物品被分类出来。不多时，秦晨的眼前全部都是一些能量之物，这些能量物他竟然一个都没有见过，甚至听都没有听到过。一共18种，这就很麻烦了。秦晨看了一下，18种都是1万积分，他想要一样是一下都不够。而且这些能量物并不是用哪一种效果都一样，有的吞噬后可能完全将效果给吸收，有的则可能只吸收1半甚至1/3。南宫瑶，秦晨喊了一声。不多时，南宫瑶就出现在了秦晨身前。少主，你看一看这些东西，哪个最接近能金的效果？秦晨将小爱筛选出来的资源拿了出来。最接近能金效果。南宫瑶一愣，少主这是要用这些能量物来修炼，将修行速度提升到最大化吗？能金最大的效果就是可以最大程度的将能量运用起来。虽然说能金往往会有损耗，但是能金只蕴含能量，没有别的东西。显然他明白秦晨需要选的东西就是这种完全蕴含能量，没有其他物质的东西。秦晨笑了笑，对的，1年后就是天才战了，我需要尽快的提升自己的修为，争取在开始之前突破一点。闻言，南宫瑶点头，随后仔细的看着那资源表，良久之后，他才缓缓道：少主，这里面有2个也许是你需要的。这个醉心兰，它其中80%蕴含的修行者修炼需要的能量损耗大概只有1成左右。随后他又指向了另一个，这个天心草，它是100%蕴含能量，没有别的任务物质，不过它的损耗率大概却有3成，所以算起下来几乎和醉心兰是一样的。秦晨一笑，那就天心损耗不存在的，他的吞噬天赋技能根本不存在什么损耗的可能。南宫瑶走后，秦晨直接将所有积分兑换成了天心草。至于什么顶级飞船之类的，他看了一眼，需要15万积分，当即就放弃了。顶级飞船当然很重要，作用也大，不过目前他最需要的还是修为，没有实力，一切都是虚的。不多时，南宫瑶来找到了秦晨。少主，这是你之前兑换的东西。说着，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个箱子。这么快啊？秦晨有些诧异，从他兑换后过去还没有1个小时。南宫瑶一笑，星际航行公司的效率很高的，并且能够出现在兑换表中，就证明公司内部有现货，自然是很快的。秦晨打开了箱子，顿时16颗散发出蓝色光晕的小草躺着，好强的能量波动，这不比能金强多了。秦晨内心一动，最关键的是能金分等级分种类，而这个没有分等级，同样也不分种类。换句话说，每一颗天心草都相当于高级别的能金，而且可以提升任何种类的元素。很快，他拿出一颗天心草，直接吞了下去。天心草在他体内快速的融化，一波又一波的能金涌现，这些能量向着他体内的元素星辰而去。除了已经圆满的9级黑暗元素，其他8种都有能金在推动提升。元素星辰上，星纹肉眼可见的开始呈现出来。不知过了多久，
当天星草的能量完全消化完之后，重力系境界已经提升到了7级，并且第8条新闻进度也提升了一半。另外，其他机系虽然没有升级，但都有不小的提升。按照这个进度，16颗天星草可以将我的8种元素全部提升到圆满。秦晨看了一眼系统信息，当然只是按这个进度大致推算的，越到后面提升的越慢，不过也同样值得期待，即便不能全部提升，那也差得不多了。接下来的时间，一颗又一颗的天星草被他吞噬，而他的修为也不知不觉的在飞速提升，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的动静。77区这段时间也无比的平静，这里的护卫以及那些工作的下人甚至觉得无聊。你们说少主这次闭关到底有没有突破啊？这个谁说的准？听说少主用了天星草，而且有10多颗，现在差不多1年时间了，突破1、2级问题不大。无聊的时候，这些护卫之间也在好奇秦晨的修炼。当初他们得知秦晨在石碑林中的表现后，就觉得自己能够做秦晨的护卫是一件荣幸的事情，所以平时谈话大多话题都是秦晨，仿佛不提秦晨，他们便找不到共同话题一般。马上就要天才战了，这次的天才战年龄方面限制太小，我还是希望少主能够突破一下，然后拿个前10。是啊，光是我们星际航行公司核心区的前几位实力就很恐怖，更别说这次是所有大势力的天才参加，少主在年龄上太吃亏了。他们都知道秦晨的天赋之恐怖，奈何太年轻，要是再给几10年时间，那将无人能够争锋。你们听说了吗？天网公司那边还是有一个超级天才，据说他掌握了8系，并且8系都是顶级天赋，年龄大不了少主多少，但是实力却更强。突然一人小声说道：哼，这是前段时间从天网公司那边传出来的，说此人已经进入天网公司20年了，一直被秘密培养。可是你们想一想，都秘密20年，为什么突然就爆出来了？一个长得5大3粗的护卫不屑地说道。他对秦晨是非常佩服的，说有年轻一辈不输秦晨，管他真的假的，先质疑一波再说。我听说就是因为上次少主在石碑林中将天网公司的人给刺激了，所以不再隐藏那天才，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压少主一头，天网公司也压星际航行公司一头。另外，这次第4城主回来决定开天才战，那人早晚也会暴露，属性也就不再隐藏了。总之，这次少主的对手不仅仅是来自那些厉害的老成员，还有一个年轻一辈。其中一个背着长刀的护卫开口道：那又如何？老成员本来就比少主大不少，在各自所在的势力中都被培养了这么久，少主输给他们也并没有什么。至于那个天网公司的神秘天才，就算是真的，少主也输给他也不丢人，毕竟输了也是第2人，况且还不一定就会输。另一个手握长枪的护卫淡淡开口。总之，在他们很多人眼中，自己是秦晨的护卫，那么秦晨就是最优秀的，别人根本无法替代。不能这样说。突然一个声音传来：队长！看到来人，众多护卫连忙喊道。南宫瑶点了点头，看向众人，刚刚你们说就算少主输给了天网公司的神秘天才，也是第2，并没有什么影响。错了，现在在整个原始城中，但凡知道石碑林发生的事情之人，都将少主当做了我人族第1天才，甚至是历史第1。闻言，众人点头，这一点无法否认，现在的秦晨就是人族第1天才，已经是共识了。但如果这次少主他真的输给了另一个同辈青年，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南宫瑶缓缓地问道。闻言顿时陷入了沉默，他们很容易就想明白了其中的问题。已经是共识的第1天才了，大家都在称赞，结果突然输给了另一个天才，肯定会引起震动。这其中可能有很多人会立马从称赞秦晨变成嘲讽秦晨，这是常态。没办法，人性就是这样，之前称赞的有多凶，到时候就会嘲笑的有多凶。另外，你们要记住，这个世界无论是什么样的比试，时间一久，人们只会记得冠军，而记不住冠军之后的人。南宫继续道。众人都暗自点头，表示同意。那队长，你觉得少主他？众人都看向南宫瑶。南宫瑶毕竟是封侯不朽，见识眼光都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南宫瑶和秦晨走得最近，他们都想要知道，如果天网公司真的有一个年轻天才，秦晨是否真的会输？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天网公司确实有一个年轻天才，很强的天才。这段时间他不仅仅听说了，还进行了一番调查，根据他的调查，天网公司真的隐藏着一个天才。不过我觉得他不如少主。南宫瑶最后坚定地说了一句。众人听到南宫瑶坚定的开口，都诧异地看着他。现在天网公司的那神秘天才虽然没有爆出具体的修为，但是天网公司那边传的是比秦晨强。既然这样传了，必定不会空穴来风。别人不了解，天网公司自己是了解的，同时他们还了解秦晨。如果只是瞎传，那么到时候就会被打脸。天网公司不至于这样。所以当他们听到南宫瑶说天网公司真的有这样的天才时，其实内心第一时间就觉得秦晨这次有些悬了。看到众人的表情，南宫瑶自然知道他们的想法，只是笑了笑。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是我很相信我的猜测。他虽然不了解那神秘的天才到底实力如何，但是他了解秦晨。之前他就专门了解过秦晨，从秦晨在蓝星时的经历一路成长下来，他惊骇地发现，从来没有哪个阶段的天才可以给对方造成威胁。无论那个天才之前有多么被看好，秦晨最终都轻易地将对方踩在脚下，让那些所谓的天才绝望。另外，通过这些时间和秦晨的相处，他还发现秦晨平时显得很平常，但是真正出手时，你才会发现是多么的出乎你的意料。
他相信这次同样不会例外。少主，就在这时，南宫瑶抬头看向远处，正好看到秦晨走来。在聊什么？秦晨笑着问道。我们在聊，这次少主你会不会被天网公司的那位神秘天才击败？南宫瑶也不隐瞒，直接说道。秦晨一愣，天网公司还真有一个神秘天才。之前紫衣真神给他说时，他就有心理准备，不过也并没有多想，觉得当时雷山随意说的成分居多。毕竟作为天网公司的总负责人，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些话就直接暴露了公司的一个秘密。有，南宫瑶开口道，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此人如今40多岁，属于和你同辈之人。20多岁时，天网公司就发现了他，将他招入公司，一直在秘密培养。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之前天网公司的那个千纪元溢出的天才被异族针对，最终陨落，这是人类的损失，更是天网公司的损失。这次暴露出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第4城主，如果不是因为要进行天才战，无论如何雷山也不会说那些话，天网公司也更不可能将他暴露在众人眼中。闻言，秦晨并没有多少的表情变化，只是平淡的道，还好，不然真的太寂寞了。南宫瑶一惊，少主你已经有了把握？他相信秦晨是绝对不知道那神秘天才的。把握？秦晨摇了摇头，在他这里，把握从来都是9成9，还有一点是因为谦虚。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姓名秦晨，火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新闻进度圆满；风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新闻进度圆满；冰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新闻进度圆满；土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新闻进度60%；木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新闻进度90%；金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新闻进度圆满；雷系境界8级超凡，第9条新闻进度90%；重力系境界8级超凡，第9条新闻进度80%；黑暗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新闻进度圆满。战力1500万星，星辰细胞。如今他的7系已经达到9级，其中5系已经圆满，这样的修为可以说在超凡中几乎不可见了。毕竟拥有7系的人本就不多，7系达到9级，至少他没有听说过。另外，1500万星的战力是什么概念？在宇宙中能被称为天才的最少要是5系，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以5系为例，5系都达到了不朽，这个时候战力大概就是1000万星，加上顶级的炼体武学情况下会超过1000万，但是要说超出500万，那根本不可能。所以说现在他的战力已经超过了5系全不朽的强者。当然这里的不朽是普通不朽，但就算这样他也无比可怕了。他只是一个超凡，超凡击杀不朽，历史上也很少出现，关键现在秦晨对比的还是5系全不朽，这个概念至少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记载过。另外别忘了，现在秦晨还没有达到全系9级，一旦达到，实力还可以提升。都说不朽难杀，什么时候能遇到？也让我试一试，到底有多难杀？杀不朽，他真的想要试一试。不过不是说去杀就去杀的，原始城中无法杀人，就算出了原始城，恐怕别人也不会主动去招惹他，而他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跑去杀人。很快他不再想这个问题，而是去想天网公司的那位神秘天才。不知道天网公司的那位神秘天才，他是否将8系都提升到了9级的地步了呢？我倒是挺期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竞争者。毕竟对方在天网公司这么久，肉身方面一定修行过人类中顶级的炼体武学。他只是希望在自己成长的时代有一些足够经验之人，不然这个时代就太过无聊，自己只能去和老一辈的竞争了。还有多久开始天才战？秦晨问道。还有7天了。南宫瑶开口道，第一阶段举行的地方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中心广场，另外这次由天网公司出技术，参加之人会进入虚拟世界进行比试，并进行全疆域转播，比试的方式还未确定。不过一开始大概率是大混战，淘汰大量的人，选出最优秀，然后参与之后的比试。秦晨点了点头，这种比试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是最好的，毕竟一开始的大混战人太多了，要选择一个适合的地方进行，需要出原始城，原始城内都是重地，可没有什么用来进行比试的地方。但是出了原始城也麻烦，人太多了，而且又都是天才，要是出了什么意外，那人族损失就大了。接下来的3天，秦晨开始巩固这次提升的实力，同时也在不停地尝试完善自己之前领悟的武学。自从人族决定要举行天才战之后，整个人族联盟疆域各大星系都在忙碌着转播的事情，尤其是有天才进入原始城各大势力的星系，他们对于这次的转播非常重视。这次的选拔可是整个人类联盟的天才，可以想象，如果自己星系有天才进入分赛的前100名，那对于自己的星系是一个极大的好处。别说前100，哪怕就是前1000、10000，自己的星系都会在整个宇宙出名。别看能进入原始城各大势力的天才很少，但是整个人类联盟加起来何止1000万。银河星系，蓝星。此时的蓝星短短几年时间有了极大的变化。银河学院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分院，这个分院的等级是银河学院分院中最高的等级，甚至很多人觉得已经不弱于银河总院了。银河帝国的护卫队更是在这里设立了分部，将整个蓝星都保护起来。除了银河大陆，这里可以说是整个银河星系中最安全的地方。就连星际航行公司这样的顶级势力都在这里设立了分部。现在的蓝星在银河星系还是一个交通枢纽，这里的繁华程度仅次于银河大陆。
无数的银河星系的天才甚至放弃了进入学院总部的机会，跑到了蓝星来学习。而这一切全是因为秦晨。此刻，在蓝星的荣城无比的热闹，可以看到，在荣城的上空有一个巨大的投影，投影上一个虚拟的女子正在向所有人介绍：各位，很快即将进行我人族联盟的天才战，这是我人类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天才战。能参加天才战的青年是我人类联盟的未来，他们将会展现出一场场精彩的战斗。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是天才了？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么，请收看此次的天才战，它将让你知道我人族联盟的顶级天才是什么样的，它也会让你知道自己到底还有没有上升空间。虚拟主持人介绍着这次的天才战，一句又一句的激励话，让众人激动不已。尤其是那些青年天才，无比的兴奋，他们都憧憬着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有资格参加天才战的天才一样。哇，天才战要开始了，好激动！你激动个毛啊！你又无法参加，你懂个屁啊！我可是蓝星本土人，你知道秦晨吧？那可是我蓝星人，这次他肯定会参加，并且取得一个好成绩。说到秦晨，众人都没有话说，在场的都是银河星系的人。现在秦晨在银河星系的地位，那可是帝国主见了都要客气3分的主。在投影的最前方有一片区域，那是整个荣城观看转播最好的位置。秦大河和李秀芬两人坐在最中心的位置，被蓝星上的一群大佬围住，如众星捧月一般。老两口也是老神在在，从当初秦晨给他们增加寿元后，两人就变得年轻起来。虽然他们仍然没有修为，但是看起来比武者还要精神。阿姨，别担心，秦晨他确定已经要参加了，肯定会看到他的，他也一定会获得一个好名次。杨雪坐在旁边，小声对着他们说道。如今蓝星上的异兽早就已经不是威胁了，所以杨雪也已经退役，她一直住在荣城清河院，平时她也和老两口走得非常近。要说在蓝星和秦晨关系近的人不少，和老两口的关系好的也很多，但是杨雪老两口将她当做了亲闺女一般。李秀芬拍了拍杨雪的手，开口道：这孩子，我不求他取得什么好成绩，只要平平安安的，然后早些回来把你娶了，给我生个孙子就行了。宇宙这么大，追求是无止境的。这些年通过平时秦晨和他们的聊天，他们也知道了关于人族甚至宇宙的一些基本情况。在李秀芬的印象中，宇宙实在太大了，人这一生要懂得知足，追求是追求不完的。他宁愿秦晨就留在蓝星，而不是成为什么宇宙天才。而且杨雪这么多年对他们两人也很好，所以内心已经认定了就是他的儿媳妇。杨雪听后脸色微红，其实当初秦晨还在蓝星时，他就对秦晨有意思，只是他也知道秦晨的路并不只是蓝星，所以一直没有表现。被这么一说，顿时就有了一些不好意思。阿姨，秦晨他有那个本事，他越优秀，对整个人族都是大事。况且没有如今的他，现在蓝星也不会这样，这一切都是秦晨带来的。杨雪轻声道。一旁的秦大河也开口道：杨雪说的对，你就是妇人之仁，儿子他如今有这样的成绩是好事，作为父母就应该多支持他，而不是成为他的累赘。秦大河的格局永远都是这么大。然而李秀芬听了就不高兴了，转头瞥了他一眼，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就算再没有格局，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他确实是很想秦晨能够陪在他们身边，而不是距离太远，几年甚至几十年都看不到一次。另外，坐在周围的几乎都是秦晨当初的熟人。你们说，秦晨如今的修为到了什么地步？周铁拳突然好奇的开口。这个没人知道，每次联系问他，他也不说，就只说还好，我也不好多问。朱元摇了摇头，反正很强就是了。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我们自然是无法想象的。这次希望他能够进入前10万名，那样一来，我蓝星的名气就不仅仅在银河星系了，而是整个人类联盟。苏鹏飞在一旁说道：10万名太少了吧？罗宾在一旁小声道。在他看来，10万名确实有些低了，尤其是对秦晨来说，不应该这么低。然而他的话一出，众人都古怪地看向他，苏鹏飞更是没好气的道：我也想他获得第1名，可是你要知道，这里不是蓝星。当初的蓝星五考之时就有上千万人参与，而这次的天才战是整个宇宙的顶级天才，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可是秦晨他是星际航行公司的招揽的天才，比别的天才本身就优秀，不能将所有参加的人都算成他的竞争对手。罗宾认真道：你说的对，不过秦晨进入星际航行公司只有3年，和别人没法比。而且除了星际航行公司，还是天网公司，还有星空联盟，这里面人加起来太多了。还有别的顶级势力，他们虽然不如这3个势力，可是他们的那些老成员也不能小看啊。苏鹏飞缓缓道：秦晨进入星际航行公司3年，这3年就没有和他们联系过，之前本身也很少和他们讲自己的事，所以对秦晨他们其实了解的并不多。孔老，你觉得呢？众人其实都想要秦晨越强越好，但是大家还是很理性的，不会盲目的觉得秦晨就是第一，无人是其对手。如今的孔永生论实力已经不是蓝星的最强，但是要论地位，那绝对是排在最前的。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当初是秦晨的校长，也是导师，秦晨的领路人一般的人物。要知道，现在的蓝星上有不少的大人物，来自银河星系中各个高等星球的天才，他们背后都是大家族，甚至还有皇室人员。但是见了孔永生，也得恭敬的叫一声孔老。
无论在银河星系中背景有多强，敢在蓝星瞎来，绝对没有好下场。只因为当初秦晨说过一句，在蓝星就要遵守蓝星的规矩，不遵守，该处理的处理，该滚的滚。银河帝国皇室贵族也不例外，这也是银河帝国自己下了命令的。谁要是不守规矩，被处理了，帝国也绝不出面求情，因为现在银河帝国高层都知道秦的身份，求情那就是给秦晨添麻烦，绝对不允许。我没什么好说的，秦晨无论获得什么样的成绩，他已经是蓝星最强，甚至银河星系最强天才。当然，我也希望他能够获得好成绩，最好是进入前100，甚至前10。孔永生平静道。闻言，众人都露出了笑意。他们当然知道孔永生是说笑的，前10那是奢望。你们不要觉得不可能，秦晨从来都是让人意外，哪怕总决赛进不了前10，分赛也许可以呢。总之，等着吧，也许会有惊喜。孔永生笑着道。老实说，连他也不知道现在的秦晨到底有多强，但是从他对秦晨的了解，还真的可能带来惊喜。原始城星空联盟总部，此时总部的一个偏僻之地，一个穿着寿衣的青年正在不停地打拳，空间被他打得噼里啪啦的响。老师，你觉得我现在的这门拳法如何？青年停下之后，看向了不远处的一位老者，开口问道。有了很大的进步。老者点头，看向青年，非常的满意。不等青年开口，他继续道：这次的天才战，你要尽力，如果被第4城主看上，对你来说是极大的造化。青年开口道：天才战我会参加，目的是想要见识一下别的天才，至于被第4城主看不看上，我并不看重，有师傅你指导就行了。他的话说得十分平淡，所谓的天才战并没有对他的内心造成什么波动。老者瞪了他一眼，第4城主是什么人？整个宇宙万族，那也是巅峰人物，能成为他的弟子是无数人的向往。我教得了你的，第4城主能教；我教不了你的，第4城主也能教，哪怕只是偶尔的指点，也会让你受益无穷。青年闻言后点了点头，那便冲一次，也是该让外界之人知道我蛮森的名字了。我的种族也该在人族联盟中扬名一次。说着，他的身体竟然发出了滔天的白色光芒，让人无法直视。当光芒消失后，他整个人也消失在了原地。天网公司，雷山看着眼前的一位白衣青年，开口道：这次你的任务就是要打败秦晨，至于那个什么排名，你无需在意，当然能够被第4城主收为弟子是最好。青年点了点头，并没有什么表情变化。雷山见状也没有多说什么，青年的性格就是这样，非常的冷淡。这么多年，天网公司一直将其秘密培养，对方也毫不在意，足以证明其心境之坚韧。原始城中除了3大势力，还有不少的顶级势力，此刻他们同样在做着战前准备，其中就有一个叫云海宗的宗门。此时的宗门广场上有着上万人，他们认真地听着最前方云海宗宗主的话，内心充满了豪情。其中有一名青年，他脸上有一条长长疤痕，手臂也只有一只，其身上散发出不得杀戮气息。站在他周围的人时不时的就会看向他，感觉一阵心惊肉跳，不由自主的距离他远了一些。好了，都散了吧，于阳留下。很快，众人都散开，只剩下于阳一个人留在原地。云海宗宗主走到于阳身前，看着于阳，眼中满是欣赏。这次的天才战，你要抓住机会，也许还真的可能被某个强者看上。我虽然收你为徒，但是能多一个人指导不是坏事。于阳点了点头，我会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宗主笑了笑，那就好。你的成长和秦晨有很大的区别，你是一直身处杀戮，激发自己的潜力，所以无需和他对比。自从当初在一个秘境中看到于阳后，他便将其带回了云海宗总部。于阳并不是云海宗天赋最好的，也不是实力最强的天才，但是他就是喜欢对方身上这股狠劲。天赋对于一个修行者当然重要，但是他更看重的是对修行的执着，对别人狠，对自己也狠。以于阳现在在云海宗的地位，想要获得一个断臂重生的东西，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于阳却一直没有用，拿他的话来说，这是对自己的警醒。我一直将其当做自己的目标，从未和他比较过。于阳摇了摇头，对秦晨，他内心一直都是敬佩的，是自己穷其一生去追赶的目标。相互比较，他是真没有想过。宗主拍了拍他的肩膀，开口道：你也不要妄自菲薄，他虽然优秀，但并不能保证自己就能一直优秀下去。很多天才在一开始是遥遥领先于别人，可是后来大部分都因为各种原因突然变得普通起来。同样的，一些刚开始看起来普通的人，也许进入某个秘境，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你比很多人都清楚，并且像你这样的，只要保持这个狠劲，终有一天可以赶上去。追上吗？于阳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暗自摇头。他曾经也以为自己可以追上秦晨，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感觉到绝望。尤其是离开蓝星进入宇宙的这些年，他可以说是拿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有时候头脑一热，超出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拼命。本以为自己距离秦晨近了一些，然而当他通过天网了解秦晨最新情况后，发现自己错了，距离甚至越来越远，看不到尽头。这还是天网上秦晨的公开信息，以他对秦晨的了解，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所以追上他根本没有去奢望。追赶的目标不一定代表自己就可以真的追上的，有些人哪怕你就是豁出这条命去，也不是你能追上的。星际航行公司广场上，此时站满了参赛的天才，密密麻麻。这些天才不仅仅是核心区、普通区、精英区以及待定区的人，全部都要参加，并且还有一些外围成员、工作人员也准备参加。因为第一阶段
并不限制人数，而为了公平，也没有限制这些工作人员参加。能进入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即便是工作人员，也是天才，并且公司还有规定，如果这次这些外围成员获得好的名次，同样有机会成为少主。所以参加之人就变得非常多，哪怕一些人明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别人，也想来碰碰运气。此次天才战分为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内部选拔，我们星际航行公司属于人族最强的3个势力之一，所以可以选出300人来进入第2阶段，而别的势力选出的是前100人。广场最前方说话的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一个副总，作为3大顶级势力之一，比别的势力多选出200人，这是一种特权，其实也不算不公平，毕竟能进入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并且排在前300的，放到别的势力去，进入前100并不困难。仔细算起来，其实3大势力还是算吃亏的，若是将所有人都放在一起选，最终晋级的人数可能就不止这些了。第一阶段规则很简单，副总手一挥，众人看到一个空间戒指飞到了众人的头顶上方，紧接着空间戒指自动打开，然后一个个透明的头盔形状的东西从戒指中飞出，在场准备参加之人每人都有一个。这个是天网公司之前专门为这次天才战制作的感应头盔，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只做了头盔模型，不过用上它后，意识进入虚拟世界，仍然可以还原你本身的实力。另外，虚拟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你们会被随机分到300个不同的世界，每个世界的第1名可参加下一阶段的比试。副总继续道，第1名才能进入下一阶段。那如果被分到和核心区前几的强者一个世界，那不是很吃亏？有人开口道，不得不有这样的担心，而且一些实力比较强的人都有这样的担心，自己本来拥有在星际航行公司前300的实力，可是如果被分到和核心区的人一起，第1阶段就会被淘汰。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如果真是被分到死亡之被淘汰，那就是你的命，如果第1阶段的过不去，之后的比赛你就能过去了。副总盯着众人平静的开口，但是一句话让刚刚还有些怨言的人彻底闭上了嘴。还有问题吗？副总突然问道。排名的依据是什么？有人问道。如果说需要将同一个世界的人全部击杀，只剩下自己一个，当然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第一，可是那样太难了。副总解释道，刚刚忘解释了，这次的比试方式是进入同一个世界的人互相之间厮杀，击杀别人可以获得对方身上的积分，但是被杀积分不会清零，最后积分最多的就是第一。闻言，众人明白过来，这样一来的话，其实还是给了很多人机会，因为你只要一开始获得足够的积分，最后只要不被杀，就有可能是积分最多的。当然这种很难，因为在这种模式之下，那些实力强的一开始就需要寻找对手来击杀，不能想着最后才去寻找积分多的人来杀，毕竟一旦没杀成，那就被淘汰了。这是逼着有实力的人去杀人。还有疑问吗？副总再次问道。见没人提出疑问后，他这才道，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戴上虚拟头盔，进入虚拟世界。当即所有人都戴上头盔。秦晨在戴上头盔的那一刻，他的眼前一花，等恢复过来后，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虚拟世界。欢迎来到第7世界，此界是根据人族联盟某个星球上的模样模拟而出，在这里你会和亲身到达此界的感觉一样。提醒你，此虚拟世界会存在10天10天之后会彻底消失，那时比赛也正式结束，希望在10天时间内你会获得满意的积分。积分可以通过虚拟手环观看，另外手环与手环之间只要相隔一定的距离后就会相互感应，并且提示对方的积分。一个虚拟的声音响起，让秦晨内心一动。当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腕后，果然一个虚拟的手环呈现出来。他尝试了一下，发现自己无法取下这手环，很显然这手环有一定的定位作用，想要将它扔掉是不可能的。他轻轻地在手环上点了一下，顿时一道光幕出现在眼前。姓名秦晨，身份蓝星之主，星际航行公司成员，积分0，排名5。看来只有积分之后才能拥有排名，这样一来，如果最后到死都没有击杀一人，积分为0，排名5就被淘汰，还真是有些尴尬。秦晨觉得之所以这样设计，就是要让人尽量去杀人，成功了不至于挂个零蛋。另外他看了一下光幕上还有关于这个虚拟世界的介绍，这个世界面积并不大，与其说是一个世界，不如说是一座城市，只是这个城市有蓝星的1/3那么大。根据推测，这次星际航行内部参赛之人也就10几万，分成300个世界，每个世界平均下来也就500人左右了。说起来500人人口密度很小，但是对于超凡强者来说，要找一个人其实并不算太难，尤其是像秦晨这样精神力已经很强大的人。时间只有10天，所以还是得加快速度，毕竟精神力还无法将整个虚拟世界给覆盖起来。他尝试了一下，将精神力延伸出去，顿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高楼之中，外面全是高楼大厦，这些建筑使用的材料并不像蓝星的钢筋混凝土，而是另外的建筑材料，他记得之前见过，但并不知道具体的名字。轰！突然他身前的墙体瞬间被洞穿，一个巨大的火球带着轰隆之声轰击而来。秦晨神色一凝，手一挥，一股飓风飞出，将火球给扇了出去。朋友，你的胆子很大啊，竟然敢直接用精神力探查，你是觉得自己精神力很特殊，别人发现不了？一个身材微胖的青年纵身一跃，从对面的一栋楼直接通过被洞穿的墙体跳了进来。啊！然而当他看清楚秦晨的样子后，整个人突然定在了原地，表情变得十分古怪。秦，他整个人都懵了。作为星际航行公司的人，怎么可能不认识秦晨？这可是被星际航行公司定为最顶级的天才，不仅仅是天赋，
实力也是有所耳闻，虽然并不知道具体，可是绝对不弱，至少比他要强，毕竟他自己也只是普通区的人。你的比赛结束了。秦晨一笑，然后一杆冰枪瞬间出现在手中，轻轻的往前一刺，噗的一声洞穿了胖子的身体。自创武学，冰枪破！卧槽啊！胖子青年大骂一声，露出了极度无语的表情。在死亡前，他内心有10000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自己刚刚进来，本想一展自己的风采，结果才开始就结束了。这个结局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看着胖子的身体缓缓消失，秦晨淡淡一笑，自己从自创武学后还没有好好的验证到底如何，现在不失为一个好的机会。点开手环光幕，看了一眼，姓名秦晨，身份蓝星之主，星际航行公司成员，积分1，排名73536名。看来杀一个人只有1个积分，和对手的修为实力无关。这样一来，遇到强的确实是倒霉。秦晨也在暗自分析。很快，他的身形渐渐的变换成为了一缕黑气。等一切恢复过来后，他已经消失在了原地。此时的整个城市显得有些沉默。我的运气似乎有点不好。秦晨眉头一皱，他不断的在城市中穿梭。虽然这个城市不小，但是以他的速度，1个时辰他就将整个城市都寻找完了。结果惊讶的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再找到第2个人。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排名在不停的掉。很显然，有不少人已经不仅仅击杀一个对手了。这个世界几乎都是由各个城主组成的。他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看到前方，发现不远处又是另一座城市，距离对于超凡来说并不是很远。没有任何的犹豫，他的身形直接冲了过去。蓝星，这个转播怎么看不到秦晨？荣城最大的广场上，人们抬头看着空中的巨大屏幕，开始讨论起来。巨大的屏幕被分成了2份，1号屏幕有300个画面，每一个画面代表着一个虚拟世界的转播，而具体的画面内容则是每个世界积分第1之人在虚拟世界中的情况。2号屏幕是专门为蓝星准备的，转播的画面正是秦晨所在的第7世界中的画面。另外，2号屏幕有11个分屏，其中10个分屏内容是第7世界中排名前10之人的情况，而最后一个分屏则是显示的是第7世界中所有人的积分情况。是啊，秦晨呢？无数的蓝星人在看热闹，有的人带着着急的口气问道。他们之所以都来到这里，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想要看看秦晨，所以很多人都只盯着转播第7世。你们真是看热闹啊，没看规则吗？秦晨现在还不到前10名，当然看不到。他现在的积分只有1分，排名已经差不多掉到8万了。不应该啊，难道他准备最后出手？可是这样有很大风险啊。蓝星上，秦晨的熟人看着那积分排名的屏幕，都有些着急。银河大陆国都，银河国主、银河学院院长、道场场主以及一些银河星系中强大势力的高层，全部聚集在这一起，认真的盯着空中的巨大屏幕。这秦晨不至于才这点排名吧？这只是内部战斗。道场场主眉头一皱，他们也不知道秦晨现在的实力到底如何，但是秦晨在星际航行公司核心区，他们还是知道的。而星际航行公司的核心区只有100人，按理说秦晨是可以进入排名前100的。别慌，再怎么他都不可能只是这个排名，也许他还没有开始，也许还没有遇到对手。银河学院院长倒是不着急。总之，秦晨不可能这点排名，现在只有这点，就证明一定有原因。帝国国主倒是没有开口，他虽然表面上平静，但是内心却有些紧张，毕竟秦晨是银河星系的希望。对了，我银河星系还有一人在原始大陆吧？据说在云海宗。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开口道：“对，也是来自蓝星，叫于洋，据说还是和秦晨同龄，当初还一起竞争过。不过现在他到底什么情况，倒是没有半点消息。”帝国国主点头。于洋是直接被云海宗的人发现的，并没有通过银河星系的任何官方势力，所以一开始他们并不知道，直到之前传出有天才战这件事，然后才通知银河星系这边的。但是云海宗拒绝提供关于于洋现在的任何信息，所以银河星系这边也只能了解到于洋在蓝星时的情况。当初在离开蓝星时，实力并不强，甚至还只是一名武者，现在却能进入云海宗，可见此子必定在宇宙某处有什么奇遇，并且此子一定也有他的特殊之处。银河学院院长也开口道：“好事，我银河学院很久没有一次出现2个天才进入原始大陆的势力中了。”道场场主笑着道。第7世界中，此时的秦晨已经来到了另一座城市，他的身形飞快的闪动，同时他时不时的就打出一拳，将遇到的大楼给破坏，发出巨大的动静。该死，哪个神经病竟然在破坏这些建筑？秦晨的前方不远处，一栋大楼中正有4个人影。距离天才战开始已经过去有1天时间了，现在很多人开始联合在一起了，为的就是大家一起出手，活得更久，到最后再各凭本事。他们4人之前击杀了一些人，现在正在这边恢复，听到附近不停有大楼坍塌，顿时明白有人在故意破坏建筑，敢这样做的一定实力不错，大家别冲动。其中一人提醒道，这样故意做的目的，傻子都知道，对方是在故意引起别人的注意，没有实力，这么做就是神经病，显然能够参加天才战的，自然不会是神经病。出来！突然一个暴喝声传来，让4人一愣，被发现了吗？其中一人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下来，这个声音光气势就让他们感觉一阵心惊肉跳。不出来是吧？那我便过去。轰！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一阵打斗声响起。不对，他不是发现了我们，而是发现了另一个强者。
两人打起来了。四人都仔细地听着打斗声，暗自分析着。我们去看看。其中一人提议道。当然不只是单纯的看，而是希望这两人出现两败俱伤的情况，然后去捡便宜。像这种实力的人，积分不会少的。等一等，另一人小声道。四人听了几分钟，感觉差不多后，这才放下戒心，小心翼翼地向着打斗的方向走去。在那边，四人的速度很快，不停地靠近。突然，其中一人脸色一变，不对，糟！旁边一人也反应过来，前方根本不是两个人在打斗，而是一个人在轰击建筑，假装制造两个人打斗的现场。两人反应过来的瞬间，转身就跑，甚至没有理会另外两人。我去你大爷的！另外两人见状也反应过来，大骂一声，然后也转身就跑。可是下一秒，四人的身体瞬间僵硬下来，定在了原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冲击，让他们灵魂都在颤抖一般，脸色瞬间苍白下去。很快，他们就看到一个身影从不远的建筑中走了过来。秦晨看到身影的瞬间，四人面如死灰。各位好啊！秦晨看着四人，笑着打了一声招呼，继续道：找人还真难，这么久了才一个积分，只能靠这种方法把人引过来了。你听到这话，四人内心气炸了，但是又不敢骂出来。四位准备好了吗？虽然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人，但这里没有人情可讲。秦晨一笑，然后一步步地走向四人。四人脸色一变，其中一人突然道：秦晨，都说你的实力很强，可是真假还不清楚。你不过是在3年前打败过叶文龙，但是3年前的叶文龙要说对付我们4个也不是那么稳，而你在10杯林中的表现只能代表你的天赋，实力可不一定。话一出，另外3人顿时眼光一闪，他们知道对方说这话是在给自己打气，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3年前的叶文龙对付不了他们4人，现在的秦晨也不一定就真的能对付他们4个，还有机会。这一刻，4人同时生出了这样的想法：出手！其中一人反应很快，陶只会被秦晨各个击破，唯有一起出手，有机会反杀秦晨。4人的身形同时冲向了秦晨，他们几乎在一瞬间就分成了4个方向。东面那人一掌拍出，一个巨大的冰手印破空而来，一路上将周围的空间都动得咔咔作响。西面那人猛地抬手，然后向着大地一按，一股巨大的重力如泰山压顶一般压向了秦晨的头顶。北面那人手中幻化出一把巨大的火焰战刀，拖出长长的火焰从虚空中斩下。南面那人手握雷霆之力，形成一条雷霆长鞭，噼里啪啦地甩向秦晨。秦晨站在4人攻击的中心，身上的气势轰的一声冲天而起。来自精英区的4人实力倒是不错，你们既然想要见识一下我的实力，倒是可以满足你们这个小小的愿望。秦晨的声音平淡，随着他的话落下，他的身形在4人目瞪口呆的眼神中缓缓化成了几缕黑色雾气，消失在了原地。人呢？4人有些懵了。超凡可以幻化，可是绝不是这样无声无息的，肉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般都是幻化之后用来飞行的，而不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就没了。我在这里。突然几道黑气出现，声音从黑气中传出，让4人浑身一震。黑暗元素，小心！一人反应过来，惊叫出声。然后下一秒，一个黑影出现在他的身前，一把冰枪一枪将其胸膛刺穿。你！他发出痛苦的声音，拼命的想要抓住秦晨，给另外3人创造机会，可是黑影缓缓的再次消失，他根本抓不住。另外3人看到秦晨再次消失，根本找不到人后，脸色露出了骇然之色。好强！黑暗元素讲究的隐秘，可并不是万能的，实力只要不弱于对方，总有机会找出破绽。然而他们3人丝毫感觉不到秦晨的存在，这就是巨大的差距。风龙！其中一人大喝一声，顿时周围的空间出现了一层层的涟漪，无数的风元素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般，将这片空间完全给封锁了起来。风暴！他再次大喝一声，紧接着一道道的锋刃在风龙之中出现，疯狂地切割着整个空间。噗！一个锋刃突然将一道黑气给切割成2半。你跑不掉了！他大笑一声。另外2人也在不停地出手，将一道道黑气给轰开。风龙中的黑气越来越少，3人的表情也变得轻松起来。虚化！突然一个声音凭空出现，轰！顿时间，整个风龙之中再次出现了无数的黑气，这些黑气的数量竟然在第一时间就超过了锋刃。3人脸色骇然，看到这么多的黑气，第一时间就一阵头皮发麻。噗！突然一道黑气变化成为一击火拳，一拳就将其中一人给击杀。紧接着一根藤条射向另一人的眉头，轻易的将其射穿。看到自己2个同伴倒下，最后一人已经绝望了，他疯狂的大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出来了！突然秦晨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让他浑身一颤。下一秒一道金光闪过，他的身体便被一分为2。斩杀对方之后，秦晨本想看一看自己的积分，结果突然耳朵一动，目光顿时投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个城市的人还真不少。秦晨一笑，身形一闪便消失在原地，一道黑气快速的飞向打斗声传来的方向。杀戮才开始！秦晨看到了2个身影，他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跑向了战斗中心。快看，秦晨的排名在上升！蓝星荣城突然一人指着天空中的巨大屏幕，大声喊道。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过去，果然看到秦晨的名字正在飞速的提升，6万名，不，已经5万了，太快了，这是在疯狂杀人啊！我就说吧，秦晨之前一定是没有认真，
一旦开始，那就止不住。我还是那句话，他可以进入排名前列，什么10万名，早就不是了。我猜测他可以进入前100，甚至前10。此刻的罗宾有些激动。之前他们猜测秦晨10万名，他就不同意。比试开始后，有积分就已经超过了10万，所有人明白秦晨肯定不止10万，只是罗宾的心更大，他觉得秦晨可以进入前10。已经3万了，好快，还在提升。突然有人又大声开口：“什么情况？这速度没有停下！”有人发出惊呼声。巨大的屏幕上，虽然现在还没有秦晨的画面，但是那积分排名上，秦晨的名字却在不停的上升，和别的名字比起来，完全是2个概念，看的人一阵目瞪口呆。可以想象，这样的上升的速度，绝对是秦晨遇到了大量的人，而且一个人在屠杀。第7事件，比赛进行的第3天，秦晨站在一栋高楼之上，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环光幕，姓名秦晨，身份蓝星之主，星际航行公司成员，积分801，排名235。看来大家并不准备躲着比试，而是都想要冲一冲，都集中到了这个城市。秦晨一笑，这个城市应该是这个虚拟世界的最大的城市，而大家都来到了这里，其实也很好理解。之前他觉得会有人获得足够的积分后就会躲起来，完全想错了。一来有了足够的积分，就算死亡后积分还在，根本不用担心；二来这次的比试有很多强者在观看，自己又是天才，如果躲起来会给那些强者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集中到了这里，就不奇怪了。也因此之前他一来就遇到了不少人，然后一路横扫。最夸张的是一次遇到了上百人，这上百人分为2波正在厮杀，秦晨见状后直接冲了过去，然后一顿乱杀。最后这2拨人见到秦晨的可怕后，竟然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他，结果发现竟然杀不过秦晨，这让他们又惊恐又绝望。秦晨目光突然盯向了某个方向，身形一闪，然后来到了一条街道，看着前方，那里正有一阵打斗声，他一步步的走去，身上散发出强烈的杀伐之气。在他走到一定的距离后，前方的打斗的几人仿佛感受到了什么，猛然转头看了过来。是他，秦晨！该死，怎么是他？我们完了！几人脸色瞬间就变得凝重起来。秦晨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在意的，他虽然名气大，但是真正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这2天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其恐怖，一个人面对100来人丝毫不惧，甚至杀得对手胆寒。下来他们分析过那一战，秦晨不仅仅是攻击可怕，身法、战斗经验同样不弱，最可怕的是那变态的肉身，100来人不是没人打中过他，可是打在其身上竟然没有丝毫的反应。一个不到30岁的人，刚进入星际航行公司3年而已，为何这么恐怖？我调查过蓝星，这个星球在几年前还是一个土着星球，并且是一个弱小的星系中的土着星球，真不知道他如何修炼的。按理说天赋再高，也不应该这个年龄就修炼到这么可怕的实力，也许有什么特殊奇遇。总之我们完了。随着他的话落下，一道精神力瞬间扫荡而来，让在场的几人当即就定在了那里。片刻后，在场只剩下秦晨一人，姓名秦晨，身份蓝星之主，星际航行公司成员，积分809，排名99。看了一眼自己的信息，他突然转头看向了其中一个废弃的房屋，平静的开口：“看够了吧？”房屋中没有反应，秦晨眉头一皱，正要进去，突然一个身影缓缓的走出。“秦晨，你现在的排名是多少？”身影第一时间就开口问道。“99。”秦晨并没有隐瞒，也好奇对方的目的。“我叫卡池，现在我的排名为23，我的目标是前10，以你的实力，目标应该也是前10吧？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互相厮杀，各自完成自己的目标便行了。”卡池直接道。“为什么目标不是第一？”秦晨疑惑道。对方身上带着一股自信，但是却只是前10。要知道，不是第一就进不了下一轮。卡池一笑，之前我也想，总觉得努力一下，并非不可能获得第一。可是就在昨天，我遇到了科恩，随后我放弃了，获得前10就行了，至于第几，已经无所谓。没办法，我们运气不好。第7事件，有科恩，别人没有机会。不等秦晨开口，他便道：“对了，你虽然进入星际航行公司3年了，但是对星际航行公司内的天才可能了解的不多。科恩是核心区公认排在前5的存在，并且我以前和他交过手，完全不是对手。所以你应该明白的。至于为什么是前10，因为只有前10才会被强者关注，哪怕这只是第一个阶段，也有机会被他们看中。所以你怂了。”秦晨一笑，缓缓道。卡池眉头一皱，他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并不是什么怕科恩，只是懂得进退而已。其实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怂了而已。面对科恩，你直接认输，不是怂是什么？秦晨丝毫没有给对方面子。卡池脸色铁青，怂。如果说你面对一个不朽，或者面对一个真神，你会不会直接去和对方交手？秦晨摇了摇头，不一样，参加比试的人都是超凡之下，况且以你的年龄和那科恩应该是同辈之人，你却怂了，而我不会。秦晨的声音平淡，却让卡池的内心一颤。正当他要开口时，秦晨继续道：“我不仅仅不会，并且我一定是同辈无敌，若是输，我的道便会断。”卡池浑身一震，惊骇地看着秦晨。同辈之人若是输，道便断，这话在他脑海中嗡嗡作响，这是多么大的自信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不知道秦晨的道到底是什么，但是敢说出去这样的话，绝不是开玩笑的。
没人会拿自己的武道之路开玩笑。你的是什么道？卡池忍不住问道。刚刚有那么一瞬间，他从秦晨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气势，一股仿佛要碾碎一切的气势。这种强大和不朽真神这种强者的气势不同，这是一种他从未在别人身上感受过的奇特感觉。无敌！秦晨轻声道。什么？卡池一愣，随后瞪大眼睛看着秦晨，以为自己的听错了。无敌，他不是没有听过，甚至以前还有那个想法，可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后来放弃了，不敢，因为他怕败。在进入星际航行公司前，他也确实做到了同辈无敌，在他的那个星系，自己真的没有同辈对手。后来他进入了星际航行公司，也庆幸自己没有选择无敌之道，因为在这里他真正感觉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核心区有那么几个人，让他觉得自己根本无法相比，甚至看不到希望。如果当时他选择了无敌之道，自己的武道之路就断了。现在想一想，他都觉得后怕。他甚至觉得这个宇宙绝对没人敢选择这个无敌之道，因为没人敢确定自己就真的同龄、同辈、同级无敌。然而现在他听到秦晨说自己走的是无敌之道，这一刻他内心升起了滔天骇浪。我不信！下一刻，卡池下意识地喊了一句。虽然他内心深处知道秦晨说的是真的，但是他不愿意相信，他说服不了自己。以你的实力，即便走了这样的道，今日我便将他给断了。卡池大喝一声，瞬间冲向了秦晨。秦晨看着冲来的卡池，摇了摇头，他能感觉到对方的道心有些松动了，仿佛受了很大的打击。那我便看你怎么给我断的。秦晨踏出一步，随后双手之上，火焰升腾而起。轰！他就这样朝着前方随意地打出了一拳。然而在打出这一拳的瞬间，一股霸道至极的气势瞬间弥漫着周围，恐怕的威压一圈又一圈地扩散而出，将周围的建筑给震得粉碎。发生了什么？一些原本在附近隐藏起来恢复的人，以及一些正在战斗的人，瞬间脸色变化，惊骇地转头看向威压传出的方向。快，有强者正在战斗，去看看！有人大喊。下一刻，一个又一个的身影朝着战斗方向奔去。他们一些人是为了看热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反正没有希望获得第一，不如看一看这些人的战斗，也许对自己以后的修炼有好处。一些人是因为想着万一战斗的两人两败俱伤，也许自己能够捡到便宜。还有一少部分人则是对自己的实力有一定的信心，他们要去战斗一场。总之，这一刻，第7世界几乎所有还幸存的人都在往战斗中心跑。这是什么拳？战斗中正冲向秦晨的卡池感受到这一拳的霸道，刚刚的气势瞬间被压了下去，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这一拳，我的自创，如今只是18级武学，但它蕴含了我的道。火拳无双！轰！拳头打下，发出一声巨响，仿佛整片空间都被一拳锤爆了盘。卡池整个身体都在颤抖，脸色已然露出了骇然之色。他原本拍向秦晨的一掌，不由自主地收了回去，然后双手抬起，要挡住这一拳。轰！战斗中心爆发出了强大的火光，如一颗太阳降落在此地一般，巨大的高温让周内的建筑废墟瞬间气化。此时正在朝着这边跑来的人也看到了这边的情况，感受到那里传来的可怕气息，众人都忍不住停了下来。这样的战斗，这两人到底是谁？快，他们很可能两败俱伤。当一切平静下来后，有人反应过来，顿时大喊。于是所有人都拿出了最快的速度，向着战斗中心而去。可是当他们来到附近，看向战斗中心时，所有人都愣住了。整个战斗中心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空气中还弥漫着爆裂的火元素，仅仅是这些残留的火元素，就让在场很多人不敢再靠近丝毫。而在最中心的那里，正站着一个身影，双手之上还有火焰弥漫，一股股的霸道气息从那拳头之上散发，让人心惊。秦晨！有人第一时间认出了身影，他和谁战斗？怎么感觉他好像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难道刚刚的动静只是他一个人的造成的？对手被秒杀了？有人发出了疑问。秦晨的样子看起来无比的平静，甚至没有看出其有任何的消耗，更别说受伤了。可是刚刚的动静太大了，如果只是一个人造成的，那秦晨的实力再一次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就在秦晨击杀卡池之后，他的积分快速的上升，没想到排名直接到了第2，看来前面的排名积分差距不是很大，不过第1名倒是让人意外，应该就是那科恩了吧？秦晨暗道。科恩在核心区排在前5，被分在了第7世界，很可能实力就是最强的了。如果说谁是这个世界的第一，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科恩。蓝星，快看！一个惊呼的声音响起。秦晨进入前10了，不，排在第2了，快将画面调出来！此时的孔永生也不再淡定，连忙喊道。进入前10就会有具体的画面，此时秦晨所在的画面就出现在了剧屏中，连忙有人将秦晨所在的那个画面点了一下，画面顿时变大。看到画面中秦晨站在一片焦土上，周围全部战斗的痕迹，那强大的破坏力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他现在什么实力？周铁拳已经懵了，他从来没有想过人类的破坏力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孔永生以及其他人一个个都露出了震撼之色，秦晨的实力已经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了。只有秦大河、李秀芬以及杨雪没有太在意那破坏的场景，而是仔细地盯着秦晨。这一刻，宇宙中各个星系的人都在关注着天才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注意到了秦晨这边，主要是他提升的太快了，而且那画面中的场景带给了很多人震撼。
尤其是银河大陆，此刻银河星系中的强者一个个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秦晨的实力同样超出了他们所有人预料。秦晨的成长速度太快了，当初刚刚进入银河学院时绝对达不到这种程度，而且差的有点多，但是这短短3年就这样，让人意外。银河学院院长忍不住开口：“我打听过，秦晨进入星际航行公司后，3年时间都在石碑林创造了石碑林最大的纪录。”帝国国主缓缓道，其他人都沉默着，没有开口，但是内心却不平静。原始城，星际航行公司的广场上，卡池的身体猛然一震，他缓缓地将头盔给取了下来，脸色已经煞白一片。卡池，你也被淘汰了。旁边一个从别的虚拟世界中退出的人看到卡池，诧异地开口。卡池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他现在脑海中还是秦晨的那一拳，这一拳给他的感觉就是绝望，无比的绝望。一个仅仅是18级武学而已，竟然让他生出了不敢还手的念头。看到卡池点头，那人露出了震惊：“你也被淘汰了？你在的虚拟遇到谁了？”他很好奇，卡池到底遇到了核心区中哪个变态？秦晨，卡池缓缓道。闻言，那人先是一愣，随后露出了不可思议。他想过卡池可能遇到了核心区公认强大的那几个人，没想到竟然是秦晨。秦晨站在战斗中心，拳头上火焰缓缓的消失，整个人完全恢复到了平时的状态。他的目光扫视了一眼周围，让周围的人纷纷一震。不过很快，他的目光就停了下来，仔细地盯着某个方向。这个时候，其他人也发现了秦晨的异样，也将目光纷纷投向了秦晨看的方向。渐渐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秦晨所看的那个方向，一个人影缓缓地走了出来。科恩，是科恩，他竟然也在我们第7世界。有人看清他的面容后，露出了惊讶。卧槽，第7世界简直死亡之组了！之前我还看到了卡池，现在又是秦晨，又是科恩，也太倒霉了吧！有人很是无语。还有卡池，有人并没有遇到过卡池，闻言后也是诧异。卡池虽然不如科恩，但是实力还是有的，本身就是核心区成员，所以第1阶段被分成多个世界后，完全是有能力争取第1的。有卡池，不过有科恩在，算他倒霉。现在秦晨的实力也这么强，他已经毫无机会了。有人摇了摇头。此时的科恩一步步地走向焦土，他看着秦晨，带着笑意：“我本以为在第7世界没人能够让我感受到压力，却没有想到你的实力到了这种地步。卡池，在你手中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什么？众人闻言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刚刚秦晨是和卡池战斗，而卡池被秒杀了。你就是科恩？秦晨盯着男子，对方是一个俊美少年，一身白衣，看起来很有亲和力。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此人并不是看起来那样。真正的科恩可是一位狠辣之主，出手果断无比。而他也是一位星际航行公司的老成员，在星际航行公司有不少年头了，本身的修为也很高，甚至某个系可以随时突破不朽。之所以还没有突破，不过是在刷积分而已。你排名是第1，没有躲起来，也让人意外。秦晨看着科恩，笑着道：“科恩要藏起来，老实说还真不好找，只要拖到比试结束，自己也就会获得第1。”科恩闻言哈哈大笑：“我科恩怎么会躲起来？以后让人如何看我？”他的语气带着自信。躲起来，他从未想过，哪怕之前看到秦晨一拳击杀卡池，知道秦晨很强后，也没有丝毫躲起来的想法。这么多人，要不要清理一下？科恩也不废话，直接开门见山，然后看了一眼周围。现在有很多看热闹的，而他们要准备最后的决战了，可以将这些人全部清理出去。闻言后，在场的人瞬间脸色一变，而秦晨则是大致看了一眼在场之人的人数，点了点头。也好，这样能保证万无一失。在场的有不少，而且一些人积分也不少。如果这些人被某个人击杀，那么对方的积分很可能就会超过他们2个的总和，所以为了保险，必须要杀。要不要看谁杀得多？科恩突然问道。秦晨摇了摇头，没有必要，反正我们之间最后都会分出胜负，谁多谁少都一样，我们之间的胜者就是第1。说的也是，不过他们要是跑了呢？科恩突然又道。秦晨一笑，跑不了。也是。科恩也笑了。两人像是在聊天一样的说话，让在场的众人都露出了愤怒的神色。他们虽然知道自己不如秦晨和科恩，可是他们也是天才，被这两人谈笑间决定生死，自然是不服的。太狂妄了！你们虽然强，但是我们人多，胜负还不好说，大家一起上！众人之中突然一个大喝声响起，随着他的话落下，所有人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全部冲向了两人。我右边！科恩说了一句，然后直接冲向了右边。秦晨一笑，身形一闪，向着左边去。下一刻，他便来到了人群中。他一拳轰出，将面前的几人给轰出去。下一秒，手中就出现一杆长枪，洞穿了一人的头颅。之后，一道金光闪过，身前便有一人倒下。杀！都给我杀呀！你他妈打我干什么？秦晨的周身弥漫着风元素，身形在人群中不停地穿梭，让攻击他的人一阵手忙脚乱。蓝星，此时荣城来观战的人看着秦晨所在的画面，一阵头皮发麻。秦晨每一次的攻击都有人倒下，这让在场很多人想到了当初还在军部时期，秦晨一个人击杀异兽群的时候。这一刻，他们眼中这些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就是异兽群，而秦晨还是那个秦晨，一个人就可以杀穿成千上万对手的秦晨。秦晨这一边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正在收割着众人的生命，而科恩那边也不差，
他周围的人也在一个个的被击杀。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人死的越来越多，终于有人扛不住了。虽然知道自己最终也会被淘汰，可是这里太真实了，真正的有种面对死亡的感觉。而面对这种死亡，他们本能在害怕。快跑，我们打不过！有人大喝出声，不再出手，转身就跑。随着第一个人的逃跑，第二个、第三个也相继出现。说了跑不掉啊！科恩看到有人逃走，根本没有去理会，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而随着他的话落下，逃跑的人瞬间被弹了回来。有元素牢笼！一人惊叫出声。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元素牢笼将此地完全的笼罩起来。他们想要出去，就必须打破这个牢笼。可是紧接着他们就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一个元素牢笼，而是两个，一个是风元素形成的，还有一个他们根本看不到，无比的隐秘，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说了，逃不掉就逃不掉嘛。科恩笑了笑。接下来的时间，两人都继续收割着生命。不多时，整个战场终于安静下来，死去的人身体渐渐的消失，只剩下秦晨和科恩相对而立。同一时间，星际航行公司广场，一个又一个的人醒过来，他们举下头盔，眼中仍然露出震撼。太强了，秦晨太强了！一个被秦晨击杀的人脸色苍白地说道。科恩才强，我们这么多人，竟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不愧是核心区中排在前5的存在。另一个被科恩淘汰的人缓缓开口。两个都强，你们说他们两人谁会获得第7世界的第1？有人好奇地问道。必然是科恩，你们不知道，刚刚我们在面对他时是多么的绝望。不然，我觉得是秦晨，刚刚我们面对他，简直就是面对一头人形暴龙，不仅仅是人形暴龙这么简单，还像是面对一个霸道至极的无敌强者一般。而他的修为明明只是超凡。一个被秦晨击杀的人心有余悸地开口。一时间，刚刚和科恩厮杀的人都觉得科恩强，和秦晨厮杀的人觉得秦晨更强。不过这也不奇怪，毕竟亲自体验过，体会才会更深。虚拟世界中，秦晨和科恩相对而立。科恩看着秦晨，你的实力得到了我的认可，你败了后也不要妄自菲薄，以你这样的实力，在核心区有资格进入前10。其实我也替你可惜，你要是分在别的世界区，也不至于在第1阶段被淘汰。没办法，之前副总就说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修行者的成长，运气也占了不小的分量。并且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作为过来人，也算是你的前辈，这些话希望你能听进去。他的语气俨然就是一个前辈的语气，也将自己的气度给完全展现了出来。说完了吗？秦晨随意道。他突然觉得这些天才也挺无聊的，见到年轻人就喜欢指点几句，这让人很是无语。最关键的是，对方直接就认定了他会输，可以看出此人是一个极其傲慢之人。科恩见秦晨的态度，眉头一皱，他刚刚只是提醒秦晨，在他看来自己是出于好心，秦晨应该感谢才对，而不是这个态度。年轻人就是狂傲，既然如此，那我便让你明白，即便是核心区排名前10的实力之间，也会有不小的差距。想到这里，他大手一挥，顿时他的身体变得无比的轻盈，身形瞬间冲向了秦晨。同时他抬起手指，指尖瞬间出现了一道风之漩涡，点向了秦晨的额头。指尖所过之处，让空间出现了涟漪，发出刺耳的声音，仿佛要将空间给刺破一般。这是我自创的武学，虽然如今只有18级，但却是我的强大手段之一。你将是第9个败在我这招之下的人。随着他的话落下，他的身形已经逼近了秦晨，下一刻就会彻底的击中秦晨。我就喜欢打你这种口气大的人。秦晨一笑，下一秒他的身形化成了几缕黑气，消失在了原地。科恩脸色一变，早就知道你拥有黑暗元素，不过你的这种黑暗元素对我可没用。光明，嗡！突然，整个战斗中心发出了耀眼的白光，顿时间，消失的黑气出现在了他的眼中。找到你了！科恩轻蔑一笑，随后一拳轰向了一缕黑气。然而下一秒，他脸色一变，黑气被他一拳打散，却并没有逼出秦晨。光明和黑暗确实是相对的，相互克制。可是你的光明元素修为似乎不高，想要真正找出我，还差了点。秦晨的声音陡然在科恩的耳边响起，让他浑身不由得一颤。他的身体瞬间开始暴退，可是还没有等退出几步，虚空中传来了一道可怕的雷霆之声。他骇然地抬头看去，一把雷霆组成的巨大雷剑从天而降，恐怖的雷霆之力让他的身体瞬间僵硬在了那里。怎么会？这把雷剑实在太大了，将他完全笼罩在了其中，想要在落下之前逃出攻击范围，完全没有任何可能，唯一的办法只能硬抗。然而随着巨剑的落下，他内心越来越沉重，不可敌。瞬间他已经明白过来，这一剑他根本无法抗下来。轰！最终在他茫然的眼神中，巨剑落下，爆发出无数的雷电，将整个战场点亮。第7世界第1名已经诞生，世界将在1分钟后关闭，所有参加比试之人将会强行退出。一个声音在秦晨耳中响起。外界原始城广场上，虽然这里没有直播，但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第7虚拟世界正有一场大战。一个是核心区的老牌强者，一个是刚进入星际航行公司不久的超级新星，他们都在期待着到底谁能够赢下这一战。所以很多人都在注意着广场上正戴着头盔的秦晨和科恩。动了！突然一个人指着科恩的所在地方大声喊道。当众人转头过去后，果然发现科恩正缓缓地取下头盔，眼中还露着茫然。
是科恩败了，可是怎么会这么快？有人难以置信的开口。有人也想过可能是秦晨赢，但是没人相信战斗这么快就结束。科恩，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输给秦晨？有和科恩比较熟的人问道。在他眼中，科恩输给秦晨太冷门了，太强了，他太强了，整个核心区都没人是他对手。科恩摇了摇头，神色有些恍惚，并没有说出自己如何输的。他现在都还心惊不已，自己完全就是被秦晨给秒杀的。秦晨只用了黑暗元素隐藏身形，然后就是雷元素，直接让他没有反抗之力，这不是秒杀是什么？而周围的人听到他的话，一个个瞳孔猛缩，他们能从科恩身上感受到对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第一，秦晨是第一，我就说嘛，他一定会出乎我们的预料，我的猜测都保守了，我应该早就知道他应该是第一的，因为他从来都是第一，猜测第二都是对他的不尊重。蓝星、荣成、罗宾看着秦晨所在的画面，看着秦晨排名第一，整个人兴奋地跳了起来。周铁拳、朱元等人也是一脸的激动，包括孔永生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秦晨没有让他们失望，不仅仅没有失望，还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叔叔、阿姨，你们看，秦晨好好的，不仅好好的，还那么强。杨雪坐在秦大河和李秀芬身边，笑着开口。她看到秦晨这样，也打心里开心。看到他好，我们老两口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李秀芬点了点头。秦大河也是一脸的笑容，说他有格局，其实他只是表面如此。作为曾经的军人，他知道强大是多么重要。蓝星如此，宇宙同样如此，所以他一直支持秦晨。但是作为一名父亲，他又不希望秦晨遇到什么危险，而宇宙中闯荡不遇到危险，明显不现实，所以他的内心一直矛盾的。银河大陆，银河星系的三大不朽此刻都无比的激动，竟然是第一！道场场主露出了震撼的表情。他们之前有过各种猜测，就是没有想到秦晨会获得第一，而且是以绝对的优势获得的第一。银河星系，因为他这一下算是在我人族联盟中出名了，甚至整个宇宙都会有不少的人知道我银河星系的存在。银河学院院长笑着道。比试的排名上有信息显示秦晨的身份为蓝星之主，而一旦要了解蓝星，肯定会了解到银河星系。你要早做准备了，说不定之后会有附近星系的天才慕名而来，专门到银河学院学习。道场场主此刻有些羡慕银河学院了。在秦晨出现以前，银河道场和银河学院是银河帝国两大势力，几乎不分上下。可是现在因为秦晨，银河学院必定会超越道场，甚至让他们看到尾灯。哈哈！银河学院院长突然忍不住大笑，无比的开心和得意。帝国国主倒是比较冷静，他看向院长，你下来确实要准备一下，尤其是蓝星那边，银河学院一定要弄好。虽说是分院，但是分院也是可以比总院强的。如果有必要，那就让蓝星上的分院资源更好。也许这是我银河星系在宇宙崛起的开始，并且从今天起，银河星系的资源将会大量倾向蓝星那边，打造我银河星系最强文明星球。他也是有野心的，以前之所以没有表现出来，那是因为没有那个本事和契机。可是现在有了秦晨，这个契机就出现了。银河星系若是在人类疆域中变得更强，对所有星系的人都是有好处的。作为帝国国主，自然希望在自己管辖的时候能出现这等景象。闻言，银河学院院长和道场场主都变得认真起来，他们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放心，我下来亲自去一趟蓝星。院长点头。道场场主也笑着道，我也要开设一个高等级道场去那边，吃不到肉，总可以喝喝汤的。三人在谈话间就将银河星系规划了一遍，重点就是蓝星。原始城星际航行公司总部广场，秦晨已经退出了虚拟世界，他缓缓地取下头盔。就在这时，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光幕，光幕上秦晨的名字顿时出现在了上面，表明秦晨晋级。与此同时，广场上很多人都纷纷转头看向了他，一个个眼神认真，像是要将他看穿一般。无敌超级星星啊！有人内心嘀咕，能让科恩都觉得可怕的人，他们真的很好奇，之前虚拟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惜这里没有转播。科恩说，他的实力核心区都没有任何对手，不知道是不是夸大了。有人小声道，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不过科恩也拥有核心区前5的实力，就算夸大，秦晨也拥有前3的实力。有人语气认真，说秦晨就是第一，他们自然不会盲目的相信，毕竟科恩输给了秦晨，自然要将秦晨说的强大一些，这样一来才能表现得自己不丢人，这是一个人的本性。此时的秦晨听着众人的议论，并没有多少反应，他只是平静地看着光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虚拟世界结束了战斗，光幕上的名字也越来越多，而其上也几乎都是核心区成员的名字。10天后，战斗彻底结束，光幕上出现了300个名字，其中核心区的人有93个，另外几个不知道他们是遇到了黑马，还是和科恩以及卡池一样进入了一个死亡之组。就在这时，星际航行公司的副总出现在了众人前方。这次内部的比试，300晋级的人选已经全部产生。也许你们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运气差，被分到了有比自己强的世界，也许有人会说自己就只差一点点，不弱。其实自己并不弱于别人，只要再给自己一些机会，绝对可以获得第一。副总的话想在众人的耳中让不少人产生共鸣，他们是真的这么觉得的。看着众人的表情，副总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认真道，有这个想法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想法很危险，不去考虑自己和别人的差距，而只想着各种借口，你们这样如何进步？即便我再一次给你们机会，你们就能保证一定可以晋级？哪怕你们侥幸晋级了，下一个阶段
如何打败对手？众人闻言瞬间沉默了下去。他们当然不能保证，真正差点运气的话，那么下一次就真的运气好了。好了，这次被淘汰的人先散了。副总手一挥，顿时大量的人群带着各种心情离开。等广场上还有300人后，副总看着他们，缓缓道：“多了我不说了，作为星际航行公司的成员，你们本身就应该比别人更优秀，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比试阶段，你们能够不要丢了我公司的脸。下一个阶段将会在10天后，各自回去准备。秦晨和恩泽跟我来。”副总看向了秦晨以及另外一个看起来很野的青年。星际航行公司总部大楼，这里是原始城的重地之一，平时能够来这里的人，不是星际航行公司的高层，就是人族中位高权重的人物，一般人别说进来，就是靠近都会被当场逮捕。副总带着2人来到了大楼的顶层，进入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坐。副总指着2个座椅开口道。等秦晨和恩泽坐下后，副总这才道：“叫你们来是因为你们之前在虚拟世界的表现，我都已经看在眼里。虽然我星际航行公司是人族中最强的3个势力，拥有的天才数量和质量都是顶级，而你们2人又都是顶级中的顶级，但是想要最终获得比试的第一，仍然困难重重。副总，我有绝对的信心。”恩泽当即就开口，神色认真。他认为自己不比任何人弱，甚至可以战胜任何人。刚刚副总说的这话，他并不认同。困难当然有，但是对他来说并不难，谈不上重重2字。自信自然是好事，但不能盲目，盲目那就蠢。副总看了一眼恩泽，毫不留情。恩泽闻言，脸色瞬间就白了下去，不敢再有丝毫的语言。他刚刚才说自己老了2人的表现，自然是分析过2人，在他看来，恩泽确实不错，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叫他来这里的原因。但是如果和秦晨比起来，还是差点。虽然2人可能都有所保留，虚拟世界里的表现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实力，但是至少目前来说就是这样的。秦晨也看了一眼恩泽，暗自摇头。恩泽比他大，最为核心区公认的第一，他也是这一批核心区成员中最早进入公司的人。但是对于修行者来说，他的年龄终究还是年轻了。副总专门叫他们2人过来，然后提醒他们，自然不是随便说说。秦晨猜测副总之前同时也在关注其他势力的比试，并且发现了有的势力出现了强者。果然，就在这时，副总开口了。他缓缓道：“之前我了解过别的势力的比试情况，天网公司那边出现了一个黑马，名为冷无言。此子就第一阶段的表现来看，你们2人都不是对手。而星空联盟那边同样突然出现了一个极强的天才，此人名为蛮森，是天蛮族人。他从小便在星空联盟中被培养，这次他在第一阶段表现出的实力，同样比你们2人更强。这只是突然出现的黑马。另外，无论是天网公司还是星空联盟，本身他们就不弱于我星际航行公司。这次他们之中同样有人不弱于你们。另外，这次星空银行公司突然出现一个黑马，此人名为玄月，他这次的表现不弱我这次看到的任何人。”副总看着2人，平静开口。恩泽没有开口，只是眼神渐渐地变得凝重起来。老实说，这次他在虚拟世界中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差不多是自己的全力了。然而，现在副总告诉他，有人表现比他强，最关键的是，你不知道别人是否用的全力。星空银行公司，秦晨表情倒是很平静，只是有些诧异的是，星空银行公司虽然是人族大势力，但是却并不是顶级势力，竟然会出现一个这种黑马。虽然这种情况理论上会出现，但是真实情况却几乎没有出现过。毕竟一个这样的天才，首先3大势力就不会放过，就算3大势力没有发现，天才本身也是肯定想要进入这3大势力的，因为这是对自己的负责。没有天才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明知道可以进入更强的地方修行，就不会选择弱的。而且人族规定过，发现天才，一切都要尊重别人的意思，不得阻碍。所以星空银行公司绝不可能违背对方的情况下将其隐藏起来培养。唯一的可能，要么星空银行刚刚才发现此人不久，要么此人自己愿意留在星空银行，并且不介意被隐藏起来。诧异吗？我也诧异。副总笑着道，但是就是这样出现了，既然出现了，那便不去想为什么，而是要去想接下来如何去战胜这些强大的对手，从而让自己走得更远，直至第一。不等2人开口，他继续道，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你们好好准备，星际航行公司的人若是能够取得这次比试的第一，那就是你们2人中的一个。不久后，2人走出了大楼。在回到核心区前，恩泽转头看向秦晨，秦晨，之前我也听说过你，不过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去在意，现在你让我意外，这次副总同时看好我们2人，我希望你不要让他失望。秦晨闻言，莫名其妙地看着对方，他突然发现这种人怎么到处都是。这种人就是喜欢说一下别人来展示自己的优越感，仿佛把自己提高了一个等级一样，其实在他看来非常幼稚。让不让他失望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秦晨盯了对方一眼，微微一笑。恩泽一愣，随后摇了摇，转身走向了自己所在的生活区。秦晨回到第77号生活区后，南宫瑶早就带着护卫队的成员在这里等着。见到秦晨的第一时间，他大声喊道：“恭喜少主获得第一！”随着他的话喊出，后方护卫队的成员也在大喊叫喊：“恭喜少主获得第一！恭喜少主获得第一！”秦晨笑了笑：“你什么时候开始玩这种把戏了？”南宫瑶一直都是很正经的，哪怕当初在石碑林，他创造了历史记录，对方也没有弄出这个阵仗。现在不过是第一阶段，一个虚拟世界的第一名，整体在星际航行公司内部有300个这样的第一，对方竟然弄出这种阵仗。南宫瑶笑着道：“
就是从现在啊！现在少主可是核心区的名人，而且实力在这里，该高调点的时候就应该高调点。其实他这种做法，在别的区同样存在，别的生活区的少主，要是突然获得什么成就，也同样如此。之前秦晨在石碑林创造历史，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原因其实很简单，那个时候他不确定秦晨的实力到底如何，如果太高调，可能引起别人的不满。这是为了保护秦晨。要知道，他虽然是护卫队长，但少主和少主之间的争斗，只要不死人，他是无法参与的。而现在不一样了，秦晨这么强，甚至被副总叫去，这样的实力，哪里还需要怕别人不满？不满你也得憋着。秦晨闻言摆了摆手，你们随意。这一次的比试，秦晨在出手时几乎用是将之前自己创造的武学都用了一遍，对于这些武学的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10天时间，他主要就是将精力放在了这些武学上，总结一些经验，对有些瑕疵的地方进行一些改进。几天后，他再次来到了星际航行公司的广场上。不久后，300个晋级第2阶段的天才全部到来，他们一个个神色严肃，对于接下来的战斗既紧张又期待。很快，一身紫衣的紫衣真神出现在众人身前。接下来的比试是所有势力天才之间一起进行，而比试的地方是原始城的中心。具体比试方式到了之后会有人讲解，现在由我亲自带队。紫衣真神说完，看了一眼众人，随后手一挥，一个飞船出现。飞船在空中渐渐的变大，最后遮天蔽日，飞船整体呈现紫色，上面还有一个紫衣标志。哇，这是紫衣真神本人的飞船，好漂亮啊！你就知道看外面这艘飞船最重要的可不是外表，而是它本身的能力。作为星际航行公司老总的座驾，它是目前星际航行公司飞行最快的飞船，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宇宙最快的。其中一人盯着飞船，眼中露出羡慕，继续道：另外，你们看到那飞船上的炮筒了吗？众人点头，在那飞船的周围一共有8个炮筒，前后各一个，左右两边各3个。这就是这艘飞船另外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具备着强大的攻击性。闻言，众人反应过来，但都有些诧异。一般飞船都是只用来载人，讲究飞行速度，并没有安装什么科技类的攻击性武器。一来，安装之后会影响飞船的速度；二来，根本没有必要，因为科技类的攻击性武器对武者的伤害是非常小的。就像是在蓝星时，热武器对异兽的效果几乎忽略不计，在宇宙中同样如此。哪怕宇宙中的科技更加发达，武器的攻击性更强，但是也是有影响的。想要击杀不朽，甚至真神之类的这种武器太少了，一般人根本装不起。不仅仅是因为你没有这种武器，还没有能够装它的飞船。就像一辆自行车，你无法去装一个强大的发动机，装上了只会让自行车不堪重负。所以紫衣真神的飞船装上了这种攻击性武器，让众人诧异。要知道，以紫衣真神的实力，一般的武器他也不需要。众人都可以想象，这种武器恐怕很强，至少不朽是可以击杀的。弄这些攻击武器的目的，恐怕是紫衣真神在遇到那些不朽的对手时懒得去动手吧。有人开口道，乘坐飞船有可能遇到强者拦截，哪怕是这种速度极快的飞船，遇到大量的不朽级强者也会受到影响。而像紫衣真神这样的人，就懒得对这些人动手，便可以用飞船的武器将他们给击杀。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毕竟遇到这等飞船，就知道飞船的主人不简单，但凡有点脑子的心道是不会动手的。但一切都不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总有撞上枪口的人。都上飞船！紫衣真神大喝一声，顿时300人纷纷腾空而起，上了飞船。飞船空间非常大，里面的布局并不豪华，反而很简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紫衣真神并不是那种讲究气派的人。飞船的速度非常快，众人在飞船中可能看到外面的场景，可是即便是以他们的目力，也只看到空间倒退的模糊场景，根本看不清具体。不多时，飞船的速度便缓缓地降了下来，最后停在了一个巨大的空地之中。此时的空地上已经有不少的人到来，他们都是别的势力晋级第2阶段的天才，看到星际航行公司的飞船后，纷纷看了过来。快看，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那个就是秦晨。对，意外吧？太年轻了。据说这次的比试，他表现出的实力可以在这300人中是数1数2的，唯有恩泽能够和他比一比。恩泽可是老牌强者，秦晨才来几年而已吧，真是厉害。秦晨，大部分人都看向了秦晨，对其议论纷纷。他们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还是能够听得清楚。整个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们听到这些讨论，内容几乎都是秦晨，内心都有些波动，有的觉得很正常，毕竟秦晨本身就是那种可怕的天才，年龄不大，却拥有比他们还要强的实力。有的则是微微有些不舒服，毕竟大家都是一起的，现在风头完全在秦晨那边，他们变得几乎没有存在感。而有的则是嫉妒。恩泽，你听，他们都在讨论秦晨，却对你很少谈起。恩泽旁边一个长相不怎么样的男子对着恩泽传音道。恩泽并没有开口，但是脸色却有些不好看，明显是有些不悦。老实说，他本身就觉得自己不输秦晨，而且比秦晨还要强一些，这些人却只知道秦晨，这是对他的不尊重。没事，人家秦晨本来就强，值得别人关注。恩泽笑了笑。可是你比他……那人正要开口，恩泽抬了抬手，打断了他的话，开口道：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况且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有实力自然会被人发现，实力不够的终究走不远。那人一愣，旋即笑着道：你说的对。恩泽的话里有话，他岂能听不出来？你们过去排好。紫衣真神突然对着所有人道。
秦晨等人连忙来到一个空地排成排。不久后，一个又一个势力的天才纷纷到来，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除了秦晨，还有天网公司的冷无言、星空联盟的蛮森，以及星空银行公司的玄月。当然，一些实力强劲的老成员也非常不错，只是他们本身就被人熟知。而秦晨他们几个属于突然出现的黑马，所以关注度自然有所不如。不知过了多久，当所有势力的天才都来到这里后，突然一股强大的压力瞬间出现在众人身上。什么情况？有人忍不住惊呼出声。这个压力并不是一瞬间的，而是持续的，越来越强。有的人甚至身体有些承受不住，开始弯曲了下去。轰！大概过去1分钟后，压力陡然上升了一个台阶。啊！广场上的众多天才突然有人发出了痛苦的喊声，紧接着就有人身体直接趴了下去，甚至有人直接晕迷了过去。秦晨也是脸色微变，这股压力并不是强者本身故意散发出的威压，而是有人在使用重力元素，让他们感受到了极致的重力。谁？有人大喊，表情越来越痛苦，快要承受不住了。没有任何回应，压力仍然在继续加重。又过去1分钟，轰！压力再次陡增。啊！卧槽啊！又有人承受不住压力，身体砰的一声就被压趴在地。随着时间的过去，一个又一个的天才支撑不住，趴在地上，晕迷的晕迷，惊叫的惊叫。终于，当半个小时过去后，场上接近1/3的人都趴在了地上。这个时候，压力才缓缓的消失。就在这时，天空中一个人影呈现出来，他一身白衣，身材看起来并不高大，甚至不如在场很多天才。但是看到他的第一时间，众人就能感受到一股特殊的强者气息。是13先生。有见多识广的人开口道：“他就是13先生吗？刚刚的那压力就是他弄出来的吧？”众人对于刚刚的那股压力仍然心有余悸，现在还有不少人躺在地上的。据说13先生是第4城主身边13个侍卫中最强的一个，没想到这次竟然亲自来了，看来这次的比试第4城主很是重视啊。有人突然对这次的比试再次有了新的认识。之前他们觉得虽然是第4城主决定的这次比试，但是也只是第4城主突然兴起想要收个第一，临时决定。可是现在看来，第4城主这次并不是心血来潮。安静！突然13先生对着众人大喊一声：“现在我宣布，第2阶段的比试已经结束，晋级者7562人。”他仔细地看了一眼还站着的人，大声开口：“什么？”众人顿时一惊，但是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7562人正好是他们没有被压力压趴下之人，这意味着趴下的人全部淘汰。刚刚的压力就是13先生对他们的考验，也是第2阶段的比试。此时地上那些人听到自己被淘汰后，也是一脸的痛苦。我特么还没有开始就被淘汰了。其中一人一脸煞白的说道，语气尽是不甘。他之前还雄心勃勃，可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淘汰，自然有些不服。你都还好，看看他们都还不知道自己被淘汰了。另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倒是想得开，他指着旁边一个昏迷的人开口说道：“现在没有被淘汰的往这边站。”13先生的声音响起，顿时还没有被淘汰的几千人全部朝着另一边站，只剩下躺在地上的几千人无比的现眼。一时间，他们将自己的头对准了地面，实在太丢人了。而另一边，13先生完全没有在意他们，甚至看都没有看一眼，只是对着这些晋级的人道：“下面进行第3阶段的比试，这次比试将会决出前100名，之后再进行最后一轮，决出具体的排名。需要注意的是，这次的比试并不是第1名就一定会被第4大人看上，但是第1名排名会有相应的奖励，所以各位，你们都需要认真对待。每一个强者收弟子，看重的都是多方面的，天赋重要，更重要的还是适合自己教的弟子，不合适的，即便教也教不出什么名堂来。第3阶段的比试，我称之为超越，顾名思义，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说着，他手一挥，顿时一个小型世界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现在，你们都进入小世界。他从始至终都没有丝毫的废话，非常的干脆。众人纷纷开始进入小型世界。虽然说这是小型世界，但是秦晨进来后才知道，这个小型世界和他之前见过的完全不同。它不仅仅比以前见过的大，还更加的完整。那是几千个天才全部站在了一起，看着前方，露出了震撼。在他们前方有一座座巨大的桥，一座连着一座，由近及远，并且一座比一座高，最后连他们也看不到尽头是什么样的。你们所看到的桥名为通天之桥，一共有99座。接下来你们需要踏上通天桥，谁通过的桥多，谁的排名越高，桥数一样，则以时间计算。突然13先生的声音在小世界中响起，他的话一落，众人瞬间冲向了眼前的第一座桥。秦晨也没有耽搁，他一步便跨了上。当他踏上桥的瞬间，眼前一阵变化，等恢复过来后，惊讶地发现周围没人了任何人，但桥还是那个桥，只是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桥上。看来一旦上桥，每个人就会进入不同的次元空间。秦晨并没有多少惊讶，这种情况他经历了不少次，已经习惯了，没有再犹豫，他一步步地往前走。而随着他的前进，发现一股无形的压力出现在了他的身上。几千人要淘汰到只剩下100人，这些桥绝对不会简单。秦晨走得并不快，不是因为压力大，而是因为他需要先搞清楚这些桥的特点，是纯粹的元素阻力，还是有别的虚影之类的来阻拦。很快
他来到了第一座桥的尽头，中途并没有遇到别的情况，整个过程就只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可是当他踏入第二座桥的瞬间，他的眼前一晃，爸妈！秦晨一愣，他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蓝星的家里。更让他诧异的是，老两口此刻正在伤心痛哭。他抬头一看，在老两口的前方正摆着一幅黑白画像，照片正是他的模样。看到自己黑白照片的那一刻，秦晨有阵头皮发麻，可是很快他便反应过来，不对，这是幻境。他瞳孔一缩，身上的气势陡然猛增，精神力也开始暴涨。轰！下一秒世界消失，下一秒他发现自己仍然站在第二座桥上。这第二座桥就会淘汰一部分人，99座桥，不知道能否有人会完全走过。秦晨内心有些诧异，现在连他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完全通过。要知道他的实力绝对不输任何人，如果他不能，别人更不可能。这不是自大，在之前他就通过火眼金睛观测过所有人的修为。很快他踏上了第三座桥，刚一上去，一股强大的金元素之力出现，疯狂地切割着他的身体。而他发现自己竟然无法用出元素之力来抵抗，这里将他所有元素给封印了一般，完全靠肉身来抵挡。每一座桥的阻碍方式都不同，这一座桥肉身没有到一定地步，又要被淘汰了。秦晨暗自摇头，他一步步的上前，任由那些金元素切割自己的身体。随着切割之力的越来越大，神奇的一幕也出现了，他体内有细胞正在渐渐的向着星辰细胞转化。另外他惊讶的发现，体内的金元素组成的星辰细胞也在转动，虽然无法给他提供元素之力，但是他本身却是在努力的提升。不过他金元素修为已经到达了9级超凡巅峰，往上便是不朽，所以秦晨连忙将其压制了下去。这里会封印本身的元素之力，可是却能够加快元素修为的进步，也许这次可以将重力系和雷击的修为一起提升到圆满的地步。秦晨目光一闪，内心有些期待。既然通天桥有金元素，那么后面应该就有其他元素，这样一来，多少能够让他修为再次提升一些。很快他踏上了第4座通天桥。外界，此时的外界有一个巨大的屏幕，屏幕中有10个画面，代表着展示排名前10之人的闯关情况。雷山，你天网公司的这个叫冷无言的不错啊，已经到了15座桥了。星空联盟的总负责人那名大胡子看向雷山，笑着开口。雷山瞥了他一眼，你们星空联盟什么时候找的这人？此时到达15座通天桥的并非只有冷无言，还有一个正是星空联盟的蛮森，而且蛮森现在所在的画面是最大的，并且上面显示的数字是1，代表着他的排名是第1。显然他才是第一个达到第15座桥的人，比冷无言要快一些。刚刚大胡子故意说冷无言要不错，其实是在变相的夸自己的人，这让雷山很是不舒服。大胡子笑了笑，你看你永远都是一副死鱼脸，只准你天网公司有黑马，就不准我星空联盟出现黑马吗？另外你看那星空银行公司的不还是出现了一个黑马？大胡子突然指着另一个画面，画面中一名女子正踏上了第15座桥，排名第3。雷山眉头一皱，其实前10相差不大，最差的也已经到了第13座桥，而前3更是都在第15座，并且时间上相差不多。蛮森虽然是第1，但是只比冷无言快了几个呼吸，玄月也只是慢了冷无言几个呼吸。原本天网公司提前将冷无言爆出来，就是想要拿一个第1，却没有想到星空联盟竟然也有隐藏的天才，就连星空银行也有，这就让他之前的行为看起来像笑话一样。对了，你们那个秦晨呢？突然大胡子看向紫衣真神，开口问道。他对秦晨还是很欣赏的，秦晨现在还没有出现在画面中，让他有些意外。慌什么？紫衣真神开口道，你别不当回事，这个通天桥考验的不仅仅是天赋实力，还有肉身，还有对元素的掌控，对元素的理解，总之能考验的都考验，非常全面。大胡子提醒道。秦晨毕竟太年轻了，在他看来要全方位的都达到顶级还是不太可能，只要某一样遇到困难就会停下来，彻底落后。放心，他不弱于这里的任何人。紫衣真神随意道。小世界中此时的秦晨正在第9座桥，他在这里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不是因为他前进不了，而是因为这里有强烈的雷元素，这些雷元素不停地冲击他的身体，让他体内雷元素组成的星辰不停地旋转。随着星辰不停地旋转，星辰上的星纹也在渐渐地完善。丁，你的雷系第9条星纹进度达到 95%。 当这里的雷元素效果彻底消失后，系统发出了提示声，再出现一次雷元素的话，就可以提升到巅峰了。他抬头看了一眼，内心并不确定是否还会有雷元素的桥出现，毕竟这些桥并非所有都是元素考验。接下来他踏上了第10座桥、11座桥，只要没有遇到雷元素和重力元素的桥，他的便没有再去耽搁，速度越来越快。与此同时，第30座桥上，蛮森一拳轰杀了自己的对手，然后看向下一座桥，嘴角露出了笑意。师傅这次猜测的果然不错，就是通天桥的考验。以我的实力，要通关99座桥已经不是问题，唯一的可能就是99座之后存在的神秘关卡。蛮森眼中带着自信，通天桥99座桥，以前这种考验并非没有出现过，同样的也有人通过了99座桥，毕竟再难，他还是为超凡准备的考验。另外，唯一能对我造成威胁的，就只有那冷无言、冷月。他神色认真的喃喃开口。至于秦晨，想到这里，他又微微摇头。他看过秦晨在第1阶段的比试影像，秦晨的表现让他有些失望，总的来说没有达到让他有压力的地步。同时，另一边冷无言同样在第30座桥上，他的对手也同样被他击杀，进度和蛮森相差无几。秦晨，
并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只是我自己。冷无言神色平静。之前雷山给他说自己的目的就是超越秦尘，他虽然没有拒绝，但是内心却有些不屑。在他的心里从来没有对手，只有自己。除了冷无言和蛮森之外，还有一个冷月，他的进度也是相当的快，只是他的内心并不像冷无言和蛮森一样多想。他看起来无比的平静，只是一心一意的在前进。外界众多强者将自己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了前3个。13先生站在最前方，同时看着3个画面，这3人是你们哪个势力？都给我介绍介绍。这次他临时被派来监考这些人，所以对这些天才他几乎是没有了解的。不过光从画面上看，以他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这3人年龄是相对较小的，并且又是前3，这很难的。可以说这3人算是人族联盟历史上的顶级天才了，值得他了解。那蛮森是我星空联盟的，13先生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天蛮族人。大胡子率先开口道。13先生点了点头，天蛮族，人族最早期的盟族之一，天生身体强大，总体天赋也很好，但是数量不多，这次能够出现一个这样的天才不容易。当初星空联盟的一个负责人去盟族寻找天才，到了天蛮族时，正好赶上一次天蛮族的天才战。当时此子虽然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却是潜力最大的，于是就将其招揽。本身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哪知道后来此子展现得越来越优秀，于是我们便将其重点培养，只是并没有对外宣称而已。大胡子将蛮森的情况一一的说了出来。别看他是星空联盟的总负责人，但无论是在人族中的地位还是实力，并不比13先生高，甚至略有不如。不错，天才的挖掘就是要通过多种渠道，也要用眼光毒辣之人去寻找，不然很可能就错过了一些顶级天才。这不仅仅是自身的损失，更是整个人族联盟的损失。13先生点了点头，对星空联盟能够发现蛮森这样的人非常的满意。另外2个呢？他继续问道。这个时候雷山开口了，他缓缓道，那个叫冷无言，是我天网公司的，从一开始他的天赋就很好，如今年龄只有60出头，但他的7系其中有5系达到了9级巅峰，另外2系也达到了8级。此子野心很大，准备要将7系都达到9级才会去突破不朽。雷山并不像大胡子一样介绍生平，而是主要介绍冷无言的修为实力和对方的心思。13先生闻言点了点头，全系达到9级再突破，野心确实大。他并没有否认这种做法，但也没有肯定，这种事情还是要从自身出发。他虽然实力强，但也并不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雷山笑着道，是啊，不过无言他天赋极好，那2个只有8级超凡的元素系天赋，一个是 S， 一个是 SS， 所以他有那个潜力这样做。这次通天桥也许还可以让他进步一些，若是之后再有个机缘，相信可以在3年内就完全做到。13先生对冷无言没有太多评价，这让雷山有些着急，所以连忙解释道，没办法，13先生是第4城主的亲卫，他的意见可以直达天听的。接着他还想说什么，但突然星空银行的一个责任人来到13先生旁边，开口道，那个叫玄月，他是我星空银行偶然发现的，也是7系，并且修为不弱于冷无言，而他的年龄更是小于冷无言，我星空联盟将他定为了人族历史罕见天才。星空银行的负责人直接将玄月拿来和冷无言对比，并且说得更加优秀，这顿时让一旁的雷山眉头一皱，有些不悦。你夸就夸了，可是说比冷无言还小，这就是在捧一踩一，还踩了他的人。13先生闻言笑了笑，他自然听出了里面的火药味，不过他并不在意这些，只是点了点头，3人都不错，如果不出意外，第4城主会在这3人中选出一个。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转头看向了紫衣真神，紫衣，这次你星际航行公司怎么回事？紫衣真神盯着空中的画面，缓缓道，再等等吧，现在还没有到最后。13先生摇了摇头，现在最前面的已经到了50座桥，过半了，而过半后，后面的还没有追上来，之后就难了。通天桥越到后面越难，天才之间一步慢，步步都会慢。13先生，星际航行公司有个叫秦尘的人，此子很不错，定能追上来的。紫衣还没有开口，一旁的雷山就说道，而紫衣则是眉头一皱，他知道雷山之前对秦尘有成见，尤其是秦尘拒绝对方加入天网后更是如此，只是没想到对方这个时候还抓住机会不放过。雷山之所以这样说，无非就是要让秦尘出洋相，毕竟现在没有追上来，后面要追上来真的很难。13先生不知道秦尘这人还好，秦尘冲上来自然被13先生知道，冲不上来也没事，反正13先生也不会在意。而现在雷山故意说出来，秦尘冲上来还好，要是没有，这明显就是在打脸。哦，13愣了一下，雷山正要继续说，紫衣直接盯了他一眼，抢先开口，秦尘现在还太年轻，只有30多岁，能走到这一地步很不容易，并且此子是从一个偏僻的星系中的一个土着星球起来的人，前20几年没有得到好的指导，算是荒废了。说到这里，紫衣惋惜地摇了摇头，而这话让雷山脸色一变，让13先生诧异不已。一个土着星球起来的人30几岁走到这个地步，他确实没有想到。13先生，秦尘太年轻，我的意思是不要求他能够这次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他的路还很长，若是再给他30年，相信他绝对比任何天才都强。紫衣继续道。13先生点了点头，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咦？突然他看向空中的画面一愣，众人纷纷看去，10个画面突然排名第10的那个一变，紧接着变成了第9、第8，这是谁？13先生神色突然变得郑重起来，甚至渐渐地变得诧异。画面中的身影给他的感觉无比的特殊，
而且他能一眼看出此人的年龄很是年轻。此时不仅仅13先生诧异，在场的所有人都诧异，因为这个突然冲上来的人提升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从刚一开始出现到现在已经到了第5。这是秦晨？13先生问道。刚刚还在谈论秦晨年轻有潜力，现在突然冲上来，看上去就很年轻。他第一个猜测的就是秦晨。是的，他就是秦晨。紫衣真神第一个开口道。第4了，实力很不错。13先生也来了兴趣，专门盯着秦晨那个画面，看到秦晨踏上一座座的桥，眼神微动。而随着时间的过去，他脸上的诧异越来越浓。他掌握了几个系？突然，他忍不住问道。从秦晨出现在画面中开始，他发现对方使用的元素系各种各样，不停的在换，目前是8种了。而前3名天才都是7种而已，应该是9种。一旁的紫衣真神平静。9种？13先生突然神色变得认真。之前他在石碑林中一共去领悟了9种石碑，并且打破了石碑林记录。紫衣真神将之前秦晨在石碑林的中的表现一一说了出来。好，保留，语气中也是对秦晨的赞赏。他内心其实也是想让13先生对秦晨印象更深，甚至之后会通过他去让第4城主知道秦晨的存在。要知道，第4城主就是号称掌握元素系最多的人，这样的人是最适合做秦晨师傅的。能一次性领悟8种元素法则第3重，并且都自创了武学，确实厉害。13先生语气带着惊叹，他可是经历过太多的人了，什么样的天才场面都是见过的，但是秦晨还是让他意外。为什么说是应该？13先生突然又道。紫衣解释道，此子很会隐藏，一次次的让人意外，所以我也不敢保证他就只有9种，也许还有隐藏的，只是没有暴露，或者还没有去修炼。秦晨的过去他了解过，一直就是这样隐藏过来的，慢慢才会展露出来。不错，懂得隐藏自己。13先生满意点头。听到13先生的话，紫衣真神笑了笑，而一旁的另外3人却有些郁闷了。刚刚他们的人还是被关注的对象，秦晨一冒头，完全将风头给抢了过去。尤其是雷山，刚刚他还有些阴阳怪气的说过秦晨，现在马上就被打脸了。他抬头盯着冷无言的画面，神色有些不悦，还不加快速度，要等到什么时候？想到这里，他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通信器，但是出现的瞬间就被他捏得粉碎。另一边，星空联盟大胡子和星空银行的那位负责人，他们手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通信器，并且出现了和雷山一样的操作。就在他们捏碎通信器的瞬间，画面中前3名蛮森、冷无言、学月突然气势一变，竟然同时加快了速度。他们还有保留？在场的别的势力负责人见到这种情况后纷纷震惊。3人表现出的实力真的很强了，没想到还不是全力。这个时候经过外面人的提醒，应该才拿出了全力。你们3个？紫衣真神看向雷山他们，脸色微变，表情不悦。这3人竟然通这小世界的人，这算是作弊了。紫衣，这并不算什么，本身他们的实力就在，只是一个个的隐藏了一些，这才导致他们3人几乎没有分出胜负。现在提醒他们，也是让他们明白，隐藏实力拿不到第1，所以并不算作弊。现在不是更精彩了吗？大胡子看向紫衣笑着道，现在前几名通过的桥都达到了60多，再不用出全力，也许会翻车的。而提醒他们并不是暗中帮助他们，所以并不算作弊。是啊，紫衣你要是不服，也可以通知秦晨，看他能不能再加速度。一旁的雷山平静道，他的语气听起来就很不舒服。紫衣只是冷哼一声，他之前并没有想过会提醒之类的，所以根本没有另外的准备。小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分割的，没有提前准备是无法进行提醒的。之前秦晨的速度本身比他们要快，可是现在他们用了全力，竟然都再次反超了一线。他不知道秦晨现在到底用没用全力，如果没用，现在就必须要加快了，否则时间上可能要落后。小世界中竟然有2人和我差不多。此刻冷无言的眼中满是诧异。他之前了解过各个对手，也就蛮森和玄月有些威胁，但是他觉得自己仍然可以轻松取胜。可是刚刚雷山给他传了信息，告诉他现在这2人和他旗鼓相当，让他难以置信。这不得不让他拿出全力，不敢再有丝毫的保留。虽说第1名不一定就会被第4城主看上，可是概率总要大一些，而且第1就是实力的证明，注定会被众多人记住，能获得第1自然要去获得。除了冷无言，此时的蛮森和玄月有着同样的心情，他们一开始都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现在突然收到信息让他们必须用全力，否则会输，简直让2人都差点以为搞错了。也许这样才有意思。蛮森突然一笑，有对手才更有动力，好耍了。玄月也露出了笑容。与此同时，此时的秦晨再次遇到了雷元素，他体内雷系星辰第9条星纹不停的完善。丁，你的雷元素第9条星纹进度达到圆满。紧接着他的雷系修为突破到了9级超凡，该提升速度了。将雷系突破后，他看了一眼前方的桥，然后没有丝毫犹豫的跨了上去。我的无敌之道，不允许别人抢走我的第1，所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开始。他踏上桥后，身体横冲直撞，仅仅几个呼吸就踏上了下一座桥。58、59，他不再去管桥上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一上桥便以自己的最快速度通过。60、61、69、70，这一刻他的速度不但没有不减，反而越来越快。外界
一众强者看到画面中秦晨不停地出手，不停地踏上下一座桥，一时间现场竟然安静了下来。此子之前一直在隐藏自己。星空联盟的大胡子，天网公司的雷山，星空银行的负责人，此时都有些看懵了。就连13先生此时是目不转睛，果然是9系，而且至少有6系达到了超凡巅峰。他的内心已经不再那么平静，尤其想到之前子怡说过秦晨只有30多岁，他甚至有些激动。什么样的天才才能这样？他想遍了整个人族历史，都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天才出现过。玄月第一了。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原本还是排名第3的玄月，突然间速度提升，踏上了下一座桥，随后他的排名直接变成了第1。这一幕瞬间将众人的目光从秦晨的画面上吸引到了玄月那里。他竟然……大胡子和雷山脸色瞬间就变了，而星空银行的负责人则是笑着道：“我都没有想到玄月竟然这么强，不愧是黑马。”闻言，雷山冷哼一声，开口道：“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过还没有到最后，谁笑到最后还不第3了？”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声音响起，众人一愣，然后抬头看去，只见画面中秦晨一步踏上了下一座桥，而这座桥正是第78座。随着他踏上第78座桥后，他的画面数字旋即变成了3。还没有停，众人看到秦晨一步踏上了第78座桥，然后身形几乎没有停顿，横冲直撞的就到了桥头上，几乎就是几个呼吸，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又踏上了79，之后画面变成了2。这在场有不少的势力负责人，他们一时间竟然都没有说话，只是愣愣地看着秦晨继续在79座桥上横冲直撞。当看到秦晨踏上第80后，人们看到秦晨的画面数字变成了1，而从这一刻开始便进入了一个碾压模式。秦晨踏上第81，玄月还在80，冷无言和蛮森还在第79。秦晨踏上第82，玄月仍然在80，冷无言和蛮森几乎走过了79，正踏上第80座桥。秦晨踏上83，三人还在80，直到秦晨踏上86后，玄月终于通过了80，来到81，而另外2人仍然在80努力。原本众人看好的前3名，此刻正在被秦晨越拉越开。饶是这些人都是人族的强者，看到这样的差距后，也是一阵头皮发麻。天才到了这等地步，按理说差距就会很小了，再天才都有一个极限才对。而这3人的天赋本身就到了历史罕见，结果却被另外一个天才给碾压了，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第99了。不久后，当看到秦晨踏上99座通天桥，而第2名的玄月还在84，所有人都看麻了，连13先生都死死地盯着秦晨的画面，一时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99座过了。仅仅过了几个呼吸，人们看到秦晨已经跨过了最后一座通天桥，然后出现在了另外一个空间。在这里还出现了一头被一个水晶牢笼关着的巨大异兽，异兽通体呈现出金色，这是黄金巨兽。人们看到巨兽诧异的出声，然后一个个疑惑地看向13先生。通过99座通天桥，应该算是完全完成了这次比试，但现在这头巨兽的出现，似乎比试还在继续。而且黄金巨兽是宇宙中的一个特殊种族，它原本算是妖族，但是因为本身基因血脉特殊，所以自己成为了一个种族，不过他们仍然是妖族联盟的一员。黄金巨兽成年之后就是不朽，这头异兽看起来几乎已经成年了。13先生，你这是准备？紫衣真神眉头一皱，疑惑问道。没错，这是最后一关，这头巨兽是一头7系巨兽，并且有1系达到了不朽，还有1系达到了准不朽。13先生缓缓道。什么？众人都是一惊。黄金巨兽本身基因就强大，还是7级的不朽，这是最后一关。这样的比试已经不是考验了，而是送死。要知道，这些天才都是超凡，超凡杀不朽，太难了，何况是黄金巨兽这种不朽。所有人都觉得13先生这是在开玩笑。13先生盯着画面，缓缓道：“我并没有开玩笑，这是第4城主决定的。因为当年第4城主在突破不朽前就击杀过一头黄金巨兽，所以这最后的考验他亲自设置的。”众人一愣，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同时也为第4城主的强大感到震撼。可是我听说，当初第4城主击杀的是一头7系准不朽，并非不朽。紫衣真神突然开口，他算是这里资历最深的人族强者之一了，对于很多隐秘也是听说过的。13先生点了点头，确实，当初第4城主在超凡时击杀的是一位准不朽，不过他同样是7系，并且有4系达到了准不朽，实力上来说是不如现在这一头。但这次的考验也并非是要一个人来对付这头巨兽，是准备让通关通天桥的所有人一起对付。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如果是一个人对付，那就太扯了。他们觉得这里没人是这头巨兽的对手。当然不是所有人，他们在通关99座通天桥后都会来到这个空间，并且他们会看到关于这头巨兽修为的提示。若是觉得几个一起能够对付，那便几个人一起，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自己。13先生解释道。闻言，众人这才明白过来，这不仅仅是考验众人的实力，还考验他们的判断力。如果盲目的话就会失败，但也不能太谨慎，比如等足够多的人然后一起，那样一来不知道要等多久，而且后面的人能不能通关也并不清楚，总不能一直等下去。按照他们的实力，只要前8一起，估计就可以对付这头巨兽了。其中一个势力的负责人分析道，排名前8的人可以说在超凡中都是顶级的实力了，一起出手是有希望对付这头巨兽的，并且前8名
也是可以通关99座通天桥的，可以来到巨兽所在的这片空间。前8确实差不多，就看他们。快看！突然，一个人不可思议的开口。此时，所有的人画面中，一个个正在奋力的前进，唯有秦晨在一个特殊的空间。而就在这时，他们看到秦晨竟然一步步的走向了那头被关着的巨兽。随后，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眼神中，秦晨对着那水晶牢笼就是一拳。卧槽，他要一个人干！看到秦晨要打破水晶牢笼，其中一个势力的负责人忍不住爆出了一句粗口：太莽了吧！另外，这水晶牢笼应该不是随便能够打开的吧？他不知道有开关吗？另外一人也诧异道：水晶牢笼既然是关黄金巨兽的，那么要困住对方，自然需要一定的牢固程度。不过，众人都看到，在牢笼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开关，确实没那么容易打开，在外面打开要容易一些。不过设定的是，至少需要2个人，否则一个人对付这头巨兽就太危。砰！13先生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声巨响从画面中传来，众人就看到那水晶牢笼应声爆开，爆发出强大的白色光芒。这一刻，现场陷入了短暂的死寂。与此同时，什么情况？正在第85座桥上的玄月突然抬头看向前方，脸色微变。镜头发生了什么？刚刚明明有一声响动，也许是存在距离的原因，刚刚这声响动虽然不明显，但是他感觉不会错，这让他内心有些警惕起来。不仅仅是他，此时的冷无言和蛮森同样感觉到了，他们看向通天桥的镜头都有些凝重。通天桥99座，他们现在还在80多座，还有10多座，距离不小，并且桥与桥之间并不是相连的，所以能够将响动传过来，动静一定不会小。如果最后还有考验，那就有些麻烦了。要知道，到了这里，他们的速度都已经减了很多，消耗还是不小的。99座通天桥的尽头，这是一个特殊空间。此时的秦晨有些郁闷，他看到了那个水晶牢笼的开关。不过很快，他就盯着面前的一头金色巨兽，感受着巨兽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他竟然微微有些兴奋。不朽级的黄金巨兽，他没有用火眼金睛，但是在巨兽不远处有一些介绍，这头巨兽正是不朽级的7系，其中1系就是不朽。这应该是最后的考验，这是要让参赛者击杀这头巨兽。他的内心除了兴奋，还有些疑惑。这头巨兽绝不是一般天才能够对付的，如果是给的考验，那么除了他，恐怕没人能够真正的对付。不过很快他便不再多想，直接上前面对那巨兽。不朽级的黄金巨兽虽然只有1系突破，但若是换成人类，实力恐怕相当于双系不朽了。我还没有真正面对过真正的不朽。轰！秦晨的双腿猛然一踏，身体瞬间就来到了巨兽的身前，然后双手抬起，火焰升腾而起，一拳又一拳的轰向巨兽。同时，他的身体虽然小，但是速度很快，在巨兽周围不停的闪动。一时间，外面的画面中看，满屏都是他的拳印和身体的影子，而那巨兽则是不停的咆哮，将周围的空间震出波纹一般。轰！突然，秦晨一拳击中巨兽的身体，将他那庞大无比的躯体给轰退。轰！紧接着，秦晨继续轰击，黄金巨兽不停的咆哮，头不停的摆动，头上的双脚在空中划过，速度快到了极致。但是这些攻击竟然对秦晨都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整个战斗完全是秦晨在主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巨兽更是发出了无能的咆哮，身体却是一退再退，并且有的地方出现了伤口。外界此时所有人都盯着秦晨那个画面，一个个张大嘴巴，露出了无法置信之色。这头黄金巨兽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他们当然不会拿现在的自己来对比，而且拿超凡的时候来比。结果他们都发现自己在超凡时，而且是自己在超凡最强的时候，也根本不是巨兽的对手。操！我要是和他出生一个时代，他要说我是废物，我岂不是不敢还嘴？一个5大3粗的人开口道，他是人族某个势力的负责人，算是人族中的一个强者了，在超凡时也是很有名气的。可是和秦晨一比，他无法想象下去。他现在一个人对付不朽巨兽，岂不是说他在超凡时比第4城主还要可怕？有人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第4城主那是人族联盟9大支柱之一，如果秦晨真的更可怕，那以后成长起来不就是比第4城主还强吗？不能这样说。说到第4城主，众人都不好评价，但是13先生还是开口道，现在强不一定以后也强，也有后来平庸的。另外，实力岂能这样去比较？最关键的是，当初第4城主虽然击杀的是准不朽，但是谁说一定就不能击杀不朽了？只是当时没有遇到那样的黄金巨兽而已。作为第4城主的亲卫，自然觉得第4城主才是最强的。况且现在秦晨确实也没有成长起来，以后的事情不好说，只能说秦晨现在确实值得人族重点培养，有成为人族联盟支柱的可能。就是第4城主是何等人物，其实他秦晨现在就能。雷山带着一些嘲讽的语气，然而还没有等他说完，突然，砰！好！随着一声巨响和一个惨叫声，众人看到画面中那头巨大的黄金巨兽身体缓缓地倒下，犹如一座高山倒塌一般。而那巨大的尸体旁边，一个身影平静地站在那里，身上的元素之力缓缓收起，看起来是那么的违和。巨兽死了。片刻后，不知哪个势力的负责人第一个开口，众人这才纷纷反应过来，一人之力击杀不朽黄金巨兽，这就是9系超凡吗？不知道他是否用了全力。有人发出了疑问，若是秦晨还没有用全力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看起来不像用全力，但是不好说，毕竟掌握的系太多了，都无法去猜测。还有木系就更看不出来了。
另一个人盯着画面中的秦晨，缓缓开口。在场的人都同样的心情，想知道秦晨是否有保留，但是却没人知道具体，就连13先生同样如此。13先生，这通天桥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试吗？突然，雷山开口问道。他内心有些不服，秦晨现在已经是第一课，最关键的是，画面中冷无言现在还在玄月和蛮森的后面，意味着冷无言这次可能只获得第4。天网公司在天才方面突然获得第4，这是从未有过之事。如果真的确定了，那他之后会被天网公司其他董事问责的。原本不是，现在可以是了。13先生回答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最后一次比试，通天桥考验的太复杂了。我觉得这些天才之间应该来一次实力的较量，毕竟修行者一切还是要看实力。雷山连忙开口，语气有些焦急。如果这次是最后一次，那么冷无言到最后真的可能就是最后一名了。可是他觉得冷无言的实力绝不是排在第4，通天桥的考验太杂，有些方面限制了冷无言。雷山，通天桥的考验虽然杂，但是实力同样也考虑到了。秦晨现在还直接击杀了不朽的黄金巨兽，你觉得就算进行一次对战，冷无言可以获得第1？紫衣真神看向雷山，带着不悦的表情。雷山此人太过傲慢了，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无法接受事实，完全不像一个强者应有的气度。是啊，即便再进行比试，无非就是各自进行擂台战，你就这么自信冷无言可以翻盘？一旁的大胡子都看不下去了。蛮森现在还在玄月之后，他内心自然也希望对方能往上冲一冲，可是要打败秦晨肯定不可能了，最多赢下玄月，他觉得意义不大了。这次知道秦晨的潜力是最大的收获，因为秦晨不仅仅属于星际航行公司，还属于整个人类，整个人族联盟。我觉得那头黄金巨兽……雷山正要开口，13先生的神色一冷，当即转头看了过去。这一看顿时让雷山脸色一变，闭上了嘴。而此时另外的势力负责人也不可思议地看向雷山。雷山刚刚既然怀疑黄金巨兽有问题，那么这是在怀疑第4城主的安排，他莫不是被冲昏了头？有人觉得雷山有点太冲动了。你们看秦晨在干什么？就在这时，一个人指着秦晨所在的画面，众人纷纷看去，结果全部一愣。画面中在击杀黄金巨兽后就可以走出小世界，可是他们看到秦晨并没有出去，而是换了一个面容，直接盘坐在了原本黄金巨兽的位置上，并且将黄金巨兽的尸体收了起来。不朽级黄金巨兽的尸体浑身是宝，这小子赚了呀！大胡子看到秦晨毫不客气，笑着开口。黄金巨兽数量太少了，哪怕就是星空联盟这样的势力遇到也会收集起来的。他来自蓝星，从小就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这头巨兽对他即便用处不大，但是对于蓝星他的那些熟人好处就太多了。紫衣真神笑了笑，秦晨的心思他能够猜测一些，也正是因为秦晨有情有义，他才更加看重。要知道修行者实力越强，时间越久之后，对于什么感情之类的都会变得很淡。如今秦晨在人族如此被看重，还能记得蓝星上的那些熟人，这一点很少有人做到的。你们的关注点好像错了吧？现在他为什么不出来，反而在那里盘坐起来？难道有所感悟，要突破？不会吧，就算有感悟也不差这点时间，出了小世界再修行不是更好？众人都在疑惑秦晨突然盘坐下来到底要干什么。要知道这个时候玄月等几人正在慢慢的接近，一旦通过99座通天桥后就会来到同一片空间，而且秦晨改变的样貌更是让他们疑惑。小世界中秦晨已经改变了容貌，而他之所以改变容貌目的也很简单，他猜测这并不是最后的比试考验，接下来还会有，而下一次就是擂台战之类的，选出实力第1的天才。毕竟实力才是一个修行者的根本。通天桥虽然也能够代表实力，但是并不绝对，毕竟这里考验的不全是实力。既然如此，那他就让人看到无论是实力、天赋、潜力、心性，他都是全方位的第1。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去参与下一轮的比试了，至少他不用去比了。就这样，在外人疑惑的目光中，秦晨一边等待一边暗中修行。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个声响传来，紧接着他便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声音：我是第1个吗？然后他抬头看了一眼盘坐在那里的秦晨，发现秦晨的面容苍老，明显不是同辈人，开口道：还有最后一关，打败一个未知强者。他隐隐的在秦晨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强者气息，这股气息让他也有些心悸，使他没有把握就能战胜对方。你就是闯关者？秦晨发出了沧桑的声音。玄月点了点头，你是最后的守关者？算是吧。秦晨点头，不过我并不是你单独的守关者，需要等你们能够到达这里的所有人到了之后再出手。秦晨的声音平淡，俨然是一副高手风范，同时身上的气势也在此时一闪而逝，让玄月瞳孔瞬间一缩。秦晨说完之后便不再开口，而闭目继续打坐。玄月见状一时间有些犹豫，他想要就这个时候出手，但是确实没有把握，最终还是放弃了出手，然后站到了一旁，等待后面的人到来，到时候再一起出手。这秦晨的做法把外界的众多看得一愣一愣的，他要同时挑战所有能够通过99座通天桥的天才，应该是这样，此子太自信了，也很大胆。众人议论时也都笑了，尤其是紫衣真神，一个人面对所有人，这是自信，私自改变比试规则，自己跑去当考官，这是胆大。快看，后面的人上去了。就在这时，有人突然道。众人看到画面中蛮森和冷无言相继通过了99座通天桥，然后进入了最后那片空间。小世界中，
蛮森一出现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玄月，他脸色一变，正要开口，这个时候冷无言也跑了进来。不可能！冷无言瞳孔一缩，不敢相信的开口。玄月和蛮森竟然比他都要快，这让他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此时的蛮森也同样有些无法接受，玄月比他快，而且看样子要快了不少。两位不用看了，我确实比你们快。玄月看着两人的表情，平静道：这个宇宙无比的广阔，如果觉得自己就是第一，这个想法就太危险了。我比你们快，比你们强，你们第一时间应该想的是自己还不够优秀，还有进步的空间，而不是想着为什么会有人超过我，想着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很幼稚。玄月的话让蛮森和冷无言脸色微变，这好像是一个前辈在给晚辈说教一般。他们以前也是对输给自己的人这样说的，而现在别人这样说他们，顿时让两人有些不舒服。对了，你们看那边。玄月不再和他们多说，而是指向秦晨那边。两人其实早就看到了秦晨，只是刚刚没有来得及去关注，现在一看都露出了疑惑。这位前辈是？蛮森在三人中算是最老实的人，看到秦晨的面容苍老，连忙恭敬的行了个礼。而一旁的冷无言虽然心气很高，但还是微微行了个礼，反正秦晨只是一名老者，和他也没有什么竞争冲突。这位前辈是这次最后的守关者，打败他，我们便算是通过了这次的考核。不过前辈的实力应该很强，需要我们合作才行。玄月解释道。这个时候秦晨也缓缓睁开了眼睛，然后站了起来。这位小友说的不错，我是最后的守关者，你们只要打败我便通关完成。你们到达这里的时间不同，你们两个用的时间多了将近1个时辰。他看向了蛮森和冷无言，两人先是一惊，这才知道自己竟然比玄月要晚了这么久。不过考验还未结束，你们也不用灰心，接下来你们在和我对战之时，可以尽量展现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会对你们进行综合的评定，若是表现好，也许可以将这时间差距给抹平，甚至可以直接排到第一。秦晨一笑。闻言，蛮森和冷无言目光一闪，顿时有些激动起来。原本他们以为这次第一无望了，玄月将他们死死的压着，现在突然出现希望，内心自然就出现了强烈的波动。原来是这样，我就说通天桥并不一定就代表实力，原来还有这一层，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公平。冷无言忍不住开口道。蛮森也连忙点头，只有玄月眉头一皱，觉得自己有些吃亏，明明就已经第一了，现在又出现一些变故。不过他也只是一瞬间的波动，紧接着就带着绝对的自信。外界众人强者听到画面中传来的声音，以及玄月三人的表情，都露出了古怪的神色。这秦晨大胡子摇了摇头，有些无语。秦晨已经将这三人给忽悠瘸了，岂能容他如此胡来？13先生，让他们出来吧。雷山脸色难看，他对冷无言抱着强大的希望，现在看到对方被秦晨给耍得团团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13先生笑了笑，让他们出来干什么？秦晨不是说了吗？要让他们尽量的展示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以你们的眼光，自然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具体实力，到时候就按照综合评定给他们排名就是了。闻言，雷山整个人都不好了，他能从13先生的话中感觉到其对秦晨的欣赏。前辈，你是准备让我们所有通过99座通天桥的人一起出手？可是他们还要等多久不好确定。小世界中，冷无言开口道：说说你的看法。秦晨一笑，冷无言连忙道：我没有在前辈的身上感受到丝毫的不朽气息，前辈要么应该隐藏了起来，要么就还是超凡修为。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三人联手完全足够了。他的语气十分坚定。其实他一直在暗中观测秦晨，同样也和之前玄月一样，隐隐感受到了秦晨的强大。但是如果秦晨不用不朽的力量，或者就只是超凡，他觉得完全没有所有人一起出手。年轻人就是有自信，我很欣赏。你们两个怎么想？秦晨看向蛮森和玄月，两人相互看了一眼，蛮森先开口道：我自然也有信心。说着他就上前一步，用行动证明自己可以。而玄月想了想，点头道：我也是一样的意见。其实他内心真的没有把握，但是这两人都同意了，他也不好说自己不行。况且刚刚秦晨说过欣赏冷无言的自信，他总不能表现的没有自信。都很有自信，有年轻人的样子，不错。秦晨点了点头，先是点评了一句，然后看了一眼空间的尽头，后面的人应该还要等一段时间。你们既然不想等，那便出手吧，让我看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到底质量如何。上！随着秦晨的话落，蛮森第一个大喝出声，随后率先冲向了秦晨。冷无言是第二个，他的身影仿佛化成了一道金光般，瞬间便逼近秦晨。而玄月是最后一个，他仿佛化身水流一样，整个身体无比丝滑地流向秦晨。而秦晨则是站在原地，他看着冲在最前面的蛮森，看到对方一拳朝着他的面门轰来，突然一掌便拍了过去。前辈，我好歹在超凡中实力也算是顶级的存在，可不是你这么轻易就能打。蛮森见秦晨站在原地，就那样随意的拍了一掌，他带着笑意的提醒道。然而话还没有说完，那手掌瞬间加速，一道道恐怕的雷元素之力炸响。啪！随着一个巴掌声响起，蛮森瞪大眼睛，紧接着翻了个白眼，身体就这样直直的倒了下去。蛮森的倒下让紧随其后的冷无言脸色一变，可是还没有等到他有反应，仿佛一阵风从他身边吹过，然后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脖子一凉，紧接着浑身传来一股冰冷的元素之力，瞬间让他的身体变得僵硬起来。砰！他的身体同样就那样直直的倒了下去。此刻玄月脸色已经露出了骇然，太快了，怎么可能？我明明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丝毫的不朽气息。这一刻玄月有些怀疑人生。别怀疑，我就是超凡。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让他浑身一颤。下一秒，他就感受到一股强大至极的重力袭来。砰！他的身体瞬间就承受不住这股重力，当即趴在地上无法动弹。你们好像不行啊！看着躺在地上爬不起来的三人，秦晨笑着道。三人一脸的惊骇，蛮森一脸的痛苦，但是他忍着剧痛开口道：前辈，你真的是超凡。冷无言和玄月也认真的看着秦晨，他们觉得超凡的实力绝不可能达到这种地步。当然，我是超凡，不信的话，我等你们恢复好了，继续来一次。秦晨随意的道。三人闻言，身体一颤，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刚刚的出手，他们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头猛兽，一头强大的猛兽，超凡。开什么玩笑，没有超凡能够这么恐怕。就在这时，突然又有人闯过了通天桥，来到这个空间。当他看到这里的情况后，顿时一愣。很快又出现了几人，他们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不过当他们看到秦晨以及躺在地上的冷无言后，都露出了疑惑。发生了什么？恩泽也通过了99座通天桥，他看了一眼众人，发现没有秦晨，内心松了口气的同时，开口问道：现在你们这里有5人能够通过99座通天桥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吧？现在还有最后一关。秦晨缓缓开口。好了。还没有等秦晨说完，突然一个声音在小世界中响起，本次比试结束，接下来将会对前10进行排名，此次排名就是最终结果，不再进行任何的比试。随着声音的落下，众人发现小世界正在缓缓的消失，而他们的身体也像是被一股传送之力给传送一般。当众人恢复过来后，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广场上原本的位置，而秦晨也恢复到了自己的样貌。13先生以及众多势力的负责人站在最前方。此次比试已经结束，前10名已经出来，至于后面的名次，你们相差的并不算大，所以这次就不做任何排序。现在我将根据你们在这一轮的表现，综合评定你们的具体排名。若是有任何疑问，可以提出来。13先生缓缓开口。可惜了。秦晨摇了摇头。他原本还想打几个天才的，显然13先生没有让他继续闹下去。接着，所有人安静下来，带着期待的眼神，等着排名出来。尤其是玄月、冷无言和蛮森三人，他们明确知道自己是排在前3的，而最后一关，他们并不清楚到底会如何。主要是3人都是被秒杀的，我应该能获得第一。最后一关，2人并没有任何优势。玄月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蛮森和冷无言，他一开始领先2人1个小时，如果不出意外，最后一关那2人根本把差距拉不回来。虽然一开始落后，但是最后一关绝不是那么简单，哪怕都是被秒杀的，也一定有所区别。冷无言暗自想到，同时也目光四处扫视，寻找那最后一关的守关者。他相信那守关者肯定知道他们3人之间的区别，所以自己还有机会获得第一。另一边，蛮森同样在寻找守关者，也带着同样的期待。虽说都是被秒杀，但是自己觉得比另外2人表现好。第10名，楚雨。就在这时，13先生的声音响起，宣布了第10名的人选。很快，人群中一个青年走出，然后缓缓地走到了前方。我叫楚雨，来自天河星系陨河星，目前是白羽门成员。楚雨站在前方，对着众人简单地介绍着自己。这一刻，白羽门的负责人笑得非常开心。虽然白羽门是人族大势力之一，并且在原始城中还有自己的总部，可是绝对排不进前10。而这次突然有个成员突破重重困难，排进了前10，这可以说是白羽门第一次。要知道，3大顶级势力就有很多天才参加比赛的，能打败他们是多么不容易。可以说，现在白羽门名气瞬间拔高了很多。第9名，恩泽。哈哈，恩泽听到自己进入了前10，大笑一声。他转头看了秦晨一眼，然后得意地向着前方走出。我叫恩泽，来自红云星系的红云星，现在是星际航行公司成员。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正当众人以为他结束介绍后，他又突然道：我进入星际航行公司已经有40年，是核心区最老的一批成员。其实我一直希望我星际航行公司有新人能够冒头，将我们这些老成员压下去。之前有个叫秦晨的很有希望，但我不知道他这次为什么突然没有通关通天桥。不过我这次和他作为星际航行公司最被看好的2人，算是一种缘分。我希望接下来他不要受任何的影响。他一边说，一边目光瞟过秦晨，声音带着安慰的语气，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些负责人的表情。好了，你介绍完了。紫衣真神直接打断了他的讲话，脸色有些难看。恩泽脸色微变，身体退后几步，不再开口，但是内心却有些不悦。之前他和秦晨一起被紫衣真神叫去，他看出了对方更看重秦晨，这让他有些不满。现在他获得了前10，而秦晨还不知道排名第几。他本想趁着这次机会数落一下秦晨，可是没有想到现在紫衣真神还在偏向秦晨。第8， 13先生继续报着名次。每一个被念到的人都会上前简单介绍自己。随着名次的报出，众人发现除了一个楚雨后，接下来的人都是3大顶级势力的成员。第4名，13先生的声音继续响起。第4名了，马上第3名。第4名的名字还没有出来，冷无言3人都突然开始紧张起来。冷无言？什么？冷无言脸色一变，惊讶地抬头看向13先生，以为自己听错了。蛮森和玄月同样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们不可思议地看向上方的13先生。冷无言才第4，怎么回事？不仅仅他们几人，此刻那些通关99座通天桥的人也是懵的，因为当时他们知道冷无言、玄月和蛮森3人就是前3个进入那片特殊空间的。此刻众多天才中，只有在云海宗所在的位置中有一个断臂青年，内心一动，
然后看向了秦晨所在的方向。他的思绪瞬间回到了在蓝星的时候，这种情况当初在蓝星也发生过很多次。当人们以为自己排在前面的时候，你最后会发现高估了自己，因为你的前面永远还有一个人。秦晨，是你吗？于洋轻声道。他没有通关通天桥，所以不知道最后发生过什么，但是他的脑海深处告诉他，秦晨一定是第一，并且还能让对手不知道的情况获得第一。冷无言，上台。13先生看向了冷无言所在的位置。冷无言本能地从人群中走出，当他来到台前后，下意识地介绍了自己一句。等介绍完之后，他都还不能相信自己竟然仅仅排在第4、第3。13先生的声音响起的瞬间，让蛮森和玄月内心顿时一跳。千万别是我，千万别是我！蛮森，卧槽啊！蛮森瞬间脸色一白，果然还是他自己。他的目光不停地扫向四周，想要知道前面除了玄月外，到底还有谁。可是无论他如何猜测，都想不通。明明自己进入最后那片空间后，只有玄月一人，还有一个就是守关者，自己应该最少第2才对，一定是哪里搞错了。他思维不停地运转。第2名。随着13先生的声音继续响起，玄月顿时紧张不已。玄月听到自己的名字，整个人浑身一颤。上来吧，13先生开口。玄月缓缓地走出人群，但是他的目光在不停地寻找，谁是第一？此刻他满脑子都是这个疑问。当他介绍完自己后，和另外8人站到了一起。9名天才此刻都十分的安静，一个个竖起耳朵，等待着第1名的爆出。第1名，秦晨。什么？随着13先生的话传出，9个天才都瞪大眼睛，尤其是玄月、蛮森和冷无言3人，则是瞬间露出了不服的表情。我不服！冷无言第一个开口。不等别人反应，他继续道：13先生，之前你说过，排名出来后，若是有疑问，可以提出。现在我对这个排名表示怀疑。我也怀疑。蛮森也站了出来，他本该获得第2的，现在却只是第3，差一个名次，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我也怀疑。玄月毫无意外地站了出来，要说最吃亏的还是他，自己明明是第1，现在是第2，这个差距不是第2、第3能够相比的。无言，退下！雷山对着冷无言轻喝一声。星空联盟的大胡子和星空银行的负责人也分别让蛮森和玄月退下。蛮森和玄月很快退后一步，但是冷无言却没有任何反应，这让雷山眉头一皱。我不退，我最差也能进入前3，凭什么因为一个人而让我退出前3行列？冷无言不服的道。这次的比试是人族联盟第1次天才大比，前3会在历史留名的，他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莫名其妙的就被挤下去了。雷山脸色瞬间黑了下去，他既然开口了，冷无言应该能够明白其中肯定有原因，但是现在冷无言没有听他的，这让他无比的失望。天才不仅仅要有天赋，还要有智商和心性才行。显然冷无言要么没有智商，要么被影响了心性。他正要呵斥，13先生突然抬手打断了他，随后看向冷无言，说一说你的想法。冷无言深吸口气，缓缓道：我知道秦晨的天赋好，甚至高出我们所有人，并且年轻我们不少，我人族自然要大力培养，甚至将他作为一个名片一样的人物。但是我觉得即便如此，也应该是在平时，而不是在这么重大的场合来硬推他，这样对所有人都不公平。况且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秦晨连通天桥都没有闯完，现在却能获得第1，这如何服众？冷无言说完之后已经是汗流浃背，别看他说的铿锵有力，但也是抗着巨大的压力，鼓足勇气才说出来的。没办法，面前的这些负责人哪个不是超级强者？尤其是雷山还喊他退下的情况下，这是公然质疑比试的公正性。所以你觉得秦晨的第1是我们硬推他上去的？13先生开口问道。是。冷无言开口。你们呢？13先生转头看向另外8人。我也这样觉得。突然8人中走出一人，看到这人，紫衣真神的脸色当即黑了下去。而这一刻，其他人也纷纷露出了诧异。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和秦晨同在星际航行公司的恩泽。其实恩泽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内心挣扎，他知道星际航行公司很看重秦晨，所以他刚刚一直没有站出来。但是他内心却和冷无言一样不服，所以纠结到现在，终于忍不住还是站了出来。自己明明已经排名了前10，凭什么连通天桥都没有过的秦晨仍然压着他？秦晨，你上来。13先生看向秦晨，秦晨一笑，然后走出人群，来到前方后，他对着众人道：按照流程，我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秦晨，来自银河星系的蓝星，现在是星际航行公司成员。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台上的9名天才，尤其是恩泽和冷无言，然后微微一笑。刚刚有人质疑这次的排名，我能够理解，毕竟属于自己的名次被别人偷了，这是一件很让人气愤的事情。所以我的第1谁也偷不着。说着，他的面容渐渐地发生了变化。见到这一幕，很多天才纷纷一愣，而那些势力负责人则是早已心知肚明，所以反应不大。但是台上的几位天才却目瞪口呆。是你！当看到秦晨完全变化模样之后，蛮森差点跳了起来，惊呼出声。而玄月则是指着秦晨，脸色一变再一变，想要说些什么，却不知道说什么。冷无言身体在不停的后退，眼中更是露出了恐惧。几人都想到了之前在小世界最后那个空间遇到的那个守关者，想到了那时他们被守关者忽悠，恭敬地喊着秦晨是前辈，然后被秒杀的情况。怎么可能？
你想到这里，他们就一阵头皮发麻。而此时台下的钟于洋看到这里，却露出了苦笑。果然是他，还是这么让人绝望。哪怕这里是人族联盟的核心，哪怕这些人是人族联盟中最优秀的天才，在他心里，真的没有任何天才可以和秦晨相比，算上整个宇宙也不行。整个广场的天才搞清楚怎么回事后，全部哗然。秦晨第一个通关了通天桥，然后在最后那片空间假装成了一个守关者，最后打败了所有通关的人。结果这些被打败的天才还不知道自己被秦晨打败，闹出了无数的笑话。这秦晨太可恶了，他明明可以第一时间说出来的，结果非要等到这几人出丑。最惨的就是恩泽和冷无言了，你看他们的表情。此时众人都对着台前的天才们议论纷纷，冷无言一脸的煞白，而恩泽更是浑身发抖，身体一软，直接瘫倒了下去。现在还有人有疑问吗？13先生并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直接开口问道。没人开口，这个时候也没人敢有疑问了。见众人没有说话，13先生点了点头，前10名已经产生，3天后第4城主收谁为弟子会出结果，到时候被选中之人会接到通知。说到这里，他大手一挥，顿时出现了10枚金色的令牌。这是我人族联盟秘境令，持此令牌可以随意进入人族联盟的秘境，当然有些秘境不是你们这个修为能够接触的，等到了修为之后你们才能进入。13先生解释道。这一刻其他人都带着羡慕的表情，包括一些势力负责人都是如此。要知道很多特殊的秘境，即便是他们也不是想进便能进的，这是对前10名的奖励，这个奖励也是头一次。你们要明白，秘境的存在是种族的瑰宝，而且秘境也不是永久存在，秘境进入的次数越多，里面的机缘便越少，所以要珍惜每一次进入的机会。当然你们还要明白，秘境不是乱进的，不是进的越多获得的机缘就越多，和机缘并存的是危机。13先生缓缓开口，也带着提醒的口吻。10名天才是这一代人族最顶级的天才，哪怕损失一个都是巨大的损失，所以他有必要提醒一句。好了，此次比试到此结束，各大负责人随我来开一次会议，其他人都散了，各自回去。13先生看向了各个负责人，很快所有势力的负责人都随着13先生离开，留下了众多天才在原地。秦晨厉害啊！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纷纷来到秦晨这里，有的在恭喜，有的在巴结。这一刻，秦晨已经成为了星际航行公司最大的红人。各位回吧，各自努力，属于我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秦晨看着众人，笑着说道。哈哈，秦晨说的对，大家一起努力，为自己所在的星系争光，为星际航行公司争光，为人类联盟争光。有人大笑的说道，各自都带着豪情壮志。很快众人都各自散开。秦晨，就在秦晨准备离开时，突然一个声音传来。秦晨转头，当他看到对方走来时，当即一愣。哈哈，不认识我了。青年一笑，脸上的疤痕清晰可见。于洋，你怎么在这里？秦晨真的很意外。于洋在他印象中，在蓝星确实是一个天才，少年时期家庭因为自己而遭受了变故，之后直接退学进入了军部，在军部时就彻底展现出了他狠辣的一面，并且走出了自己特殊的武道之路。秦晨猜测于洋的武道之路是杀戮之道，这种武道之路极其不容易，要经常杀戮，在杀戮中成长，其危险程度非常之高。蓝星有一句俗话，常在戈边走，哪有不失脚的。所以当初在得知于洋离开蓝星进入宇宙后，秦晨其实并没有想过会再遇到对方，结果没想到不仅遇到了，还在原始城，对方还参加了天才战。不得不说，于洋的这种武道之路太特殊的了，冥冥之中仿佛命很大一般。要是换成一个走另外武道之路的人，如此杀戮，早就不知道死多少次了。秦晨用火眼金睛看了一眼对方的修为，结果发现于洋竟然拥有了6系，其中有1系达到了9级，3系8级，最后2系是7级，这让他内心大惊，第一时间就觉得自己看错了。修为就不说了，于洋肯定是进过很多秘境的，完全有可能进入过那种十分特殊的秘境。关键是元素系，蓝星虽然一直在研究后天掌握元素系药物，但是目前为止也不过最多4系，而且成功率非常低。于洋离开蓝星时还是3系，而且这种药物并不是那么容易。宇宙中的科技比蓝星高多了，他曾经也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整个人类以最高科技来说，目前研究出来的药物最多能让武者后天掌握5种，再多就根本不可能了。不是因为科技不够发达，而是因为宇宙规则的限制。可是现在于洋突然6系，如何不让他吃惊？说来话长，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于洋一笑，秦晨点头，他感觉这些年的时间，于洋开朗了不少。换成以前，对方不可能带着笑容的，永远都是一副冷漠的表情，无论面对谁都一样。两人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相对而坐后，于洋开口道：当初离开蓝星时，我通过了你发现的那个虫洞，然后准备去参加银河学院的入学考验，结果不出意外的被淘汰了。说到这里，他苦笑一声，从那个时候我才明白，离开蓝星进入宇宙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天赋，没有本事，很难出头。我那个时候有2条路，一条是返回蓝星，从此就在蓝星修行，前途我也可以预见，其实也不错，在蓝星以我的天赋，以后成为一名高层，过得也很好。秦晨点头，于洋说的是实话，在蓝星武圣就能过得好，以于洋的狠劲和天赋进入超凡并不是不可能，况且又是秦晨的熟人，在蓝星完全可以过着享受的生活。第2条路继续在宇宙中闯荡，
但是想要进入一个宇宙势力，享受势力中的资源，几乎不可能，只能靠自己。我选择了第二条。他的语气十分平静，但是秦晨能够想象得到，当初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多么的难。进入宇宙危险，况且实力还那么差的情况下，要闯出来概率几乎为零。换成别人，恐怕都会选择第一条。以我的实力和资本，无法离开银河星系，于是我加入了一个星际佣兵队。这个队的实力很差。他笑了一下，以他当时的修为，能够加入的佣兵队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不过还好，我们队长是超凡，并且有一定人脉，于是我便跟着他们离开了银河星系。后来我们准备去苍蓝星域，但是在途中突然遇到了宇宙风暴。那一次，我觉得我肯定已经死了。说到这里，他心有余悸。宇宙风暴可以说是宇宙中的一个不小的灾难，一般超凡7级之下必死无疑，甚至不到不朽，活下来的概率也很小。但是我很幸运，那一次我受了很重的伤，却活了下来。醒来后，我所在的佣兵队其他人全部死了，只有我进入了一个未知的秘境。也是在这个秘境中，我无意间吃了一个神奇的果实，结果我不仅仅伤势全好，还发现我竟然变成了6系。他的表情也带着不可思议，仿佛自己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但却又实实在在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秦晨同样诧异，宇宙中竟然还有这么神奇的果实。要知道，他的多系可是靠着系统，而系统至今为止他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通过我师父，也就是云海宗的负责人知道，这种果实叫元素之果。当然，这种果实极其罕见，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发现过几次。而且它并不一定就是好东西，吃下它可以让自己最多掌握9种元素，但也可能直接让自己变成只掌握1种。所以这是一场赌博。说到这里，他哑然一笑。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只感觉这种果实吃了不会死，既然不死，那就赌。结果我就变成了6系。他看向秦晨，我听说你现在是9系，你应该也遇到过特别神奇的机缘吧？当初他记得秦晨没有这么多系，而且那个时候秦晨应该没有隐藏自己了。而现在秦晨变成了9系，肯定也和他一样遇到过什么机遇，而且这机遇比他还要神奇。秦晨点头，算是吧。严格说来，自己的系统也算是机缘。我就知道。于洋一笑，宇宙太大了，什么样的机缘都不奇怪。从他进入宇宙，真的是觉得自己长了很多的见识，所以秦晨9系、10系对他来说，他没有丝毫的觉得奇怪。这种机缘也许很少，但是发生在秦晨的身上，他就觉得很正常。这是秦晨让他长期震惊后的结果，现在已经不会震惊了，而是麻木。说回正题，于洋继续道，当初我吃了元素之果，获得6系之后，自然觉得我所在的这个秘境很神奇，于是我没有离开，而是深入进去。那个时候反正就是瞎来嘛，想着我不闯一闯，如何在宇宙中活下去。结果在那秘境中，我又获得了不少的机缘，并且在修为上也是突飞猛进。再后来，我遇到了别人，失去了一条手臂，但我反杀了对方。之后我又遇到了我师父，被带回到了云海宗。秦晨静静地听着，于洋说的很简单，可是他想象的到这些年对方是如何过来的，对方的经历可以说比他的危险，比他的丰富多了。你呢？这些年怎么过来的？于洋说完自己，也问向秦晨。秦晨也没有什么隐瞒，将自己这些年的事情也大致的说了出来。两人一直在聊，对于能在这里遇到一个蓝星的熟人，对他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不知道现在蓝星如何了？于洋突然开口。还不错，有天网，你也可以随时了解。秦晨道。于洋摇了摇头，以后回去看就行了，在天网上看，徒增想念，还看不全。于洋现在可以说是孤家寡人，没有特别挂念的人。要说挂念，恐怕就是整个蓝星，因为那是家乡。对了，秦晨，当初夏君神比我先离开蓝星，你遇到过他吗？说到蓝星，就不得不提当初的那几个传奇人物，其中夏南天是除了秦晨之外天赋最高的，天生双系，最年轻的双系武圣，离开蓝星时也已经是3系，要是能够遇到什么机缘，成就应该不会低。秦晨摇了摇头，宇宙太大了，要遇到何其难。不过以他的心性，只要不是倒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蓝星虽然是土着，但是争斗不少，也练就了蓝星很多人的心性。两人聊了很久，最后才分开，各自回自己的地方。回到星际航行公司77号区后，秦晨休息了2天，然后点开了任务系统。这一次他直接接了星空兽的任务。任务：原始城外击杀100头星空兽，奖励积分1万。少主，你要去城外了？南宫瑶问道。星空兽的任务就是城外，自然要去。秦晨点头。南宫瑶连忙道：少主，这段时间你的风头正盛，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出城，别的任务也可以接，而且积分也不少，这个任务不太划算。自从秦晨来到星际航行公司，一次又一次的震惊众人，如今更是人族公认的第一天才。这事要说没有传到万族的耳中，没人相信，而万族也一定会对暗中对付秦晨，出城就具备了极大的风险，尤其是现在。秦晨一笑，你错了，就是现在出去，也许危险最小。南宫瑶一愣，秦晨解释道，天才战刚刚结束2天而已，虽说肯定传到了万族的耳中，但是他们要如何暗中出手，需要商议，时间也许不够。如果时间久了才出去，他们便有了足够的准备，危险更大。何况我总不能一直待在城中，总要出去的。少主说的有道理。南宫瑶点头。不久后，
秦晨和他的护卫队成员走出了原始，向着星空兽生存的区域而去。同一时间，原始城中，天网公司总部内某个区域，一名老者正在一个湖边垂钓。啪！一条红鱼被他拉了上来，他将红鱼从鱼钩上取下。就在这时，一个下人急冲冲地向着这边跑来。大人，他出城了。下人对着老者单膝跪地，恭敬地开口：出城了吗？老者正要抛竿，顿时停了下来。是的，大人，他和他的护卫队出城后朝着西面去，应该是去接了星空兽的任务。下人解释了一句。老者放下鱼竿，缓缓地站了起来，然后鱼竿猛地一甩。这一次，鱼线在空中发出刺耳的声音。很快，3个黑衣身影出现在了老者眼前。3人和之前那下人一样，对着老者恭敬地开口：大人，你们跟我多久了？老者轻声开口：回大人，至今385年。4人同时开口：是啊，300多年了。当初我救下你们，然后来到原始城，这几百年，你们和我都没有出过一步原始城。我本以为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寿元耗尽。可是就在前不久，我接到了一个传信，让我找机会击杀秦晨。老者的声音在4人的脑海中响起。4人表情上十分平静，但是内心却出现了巨大的波动。他们4人当初在外闯荡之时，遇到过不少的劫杀，而杀他们的都是人族。这其实并没有什么，毕竟在外闯荡本就危险，同族之间也存在巨大的竞争，得罪了人被杀也是自己的本事不够。没有任何种族是绝对团结的。就在300多年前，有一次4人遇到了一场生死危机，被人族的一个强者追杀，在最后关头是老者救了他们。后来他们跟着老者，而老者正是天网公司的成员，之后将他们带到了原始城天网公司总部。接下来的时间，老者对他们并不是不管不顾，反而是一直培养。这几百年，他们的修为在老者的帮助下得到了巨大的提升。4人内心对老者是无比尊敬的。而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也知道了，老者的心并非在人族，而是神族。具体的说，他就是为神族卖命的人族，是人族的叛徒，一直潜伏在原始城内。但是知道这一切，4人并没有背叛老者，因为这些年他们也潜移默化地被老者改变了思想，并且对神族向往，对人族却有了很深的仇恨。这次去，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活不了了。老者看着4人，认真的道：大人，要不是你，我们早就死了，能活到现在已经很满足了。其中1人开口，另外3人也连忙点头。秦晨未来肯定是神族的威胁，他必须死，用我等命换他的命，值得。老者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几人并没有什么天赋，但是他一直在暗中培养，花了不少的代价，为的不就是今天吗？你们以前一直问我，为何要为神族而甘愿潜伏在人族中，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现在我便跟你们说一说。老者说到这里，陷入了回忆，淡淡开口：我很早之前就是已经是天网公司的人，虽然地位一般，但我无比的努力，对天网公司，对人族也是尽心尽力。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努力，终究可以获得该有的回报。有一次，我参加了天网公司内秘境名额争夺赛，那一次，我本该获得一个名额，但最后，我却被一个不如我的人挤了下来。从那以后，我知道，现实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残酷。4人静静地听着，也深有同感。他们何尝不明白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其实那时我也只是失望而已。可是后来我感受到了一次次的失望，终于由失望变成了绝望。我不再祈求什么公平，甚至相对的公平。人这一生啊，还是要靠自己。他感叹着，脸上也带着失望的表情。一个人全心全意的付出，结果却一次次的让其失望、伤心，内心的那颗执着之心也终于经受不住摧残，慢慢变得麻木起来。有一天，我离开了原始城，在外面和你们一样遇到了危险，然后被一人救了下来。他带了我很长时间，也和我讲了很多。他说他来自神族，是神族的一名高层，而他正在神族推行人人平等。老者的眼中带着渴望之色。4人听后同样内心一震，对于他们这种受到过无数不平等待遇的人来说，那就是一种渴望。我当时听后觉得他是疯了，这个世界都是实力为尊，哪有什么人人平等，有时候乱说话都不行。他用的是传音，说到这里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城中的9尊雕像，在这里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更别说公平。我虽然嘲笑，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生气。后来的一段日子，他带着我也真正的做到了公平。他的实力比我强大太多太多，这样的人愿意和我分享一切，这不就是公平吗？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在神族中做的努力，让我深信不疑。我也从此对神族有无限的向往。4人静静的听着，他们对神族同样向往，不同的是，他们是通过老者的影响才对神族向往。后来那位前辈离开了，而我也有了自己的任务，潜伏，等待有一天被唤醒，然后给予人族沉痛一击，之后我便可以去往向往的神族。终有一天，前辈的那一套公平规则会传遍神族，神族也将拯救整个宇宙，让所有生灵享受公平。老者说到这里，露出了一个笑容，仿佛已经见到了那个美好的世界。大人，我们还能回神族？4人闻言带着惊讶，同样也有期待。老者微微一笑，当然，那位前辈答应过我，任务无论完成与否，被人族这边的人杀后，到时候神族中有大能会复活我们。4人顿时有些激动，大能复活，他们也听说过，据说只要强大到一定的地步，就可以改变规则，逆转时空，复活死去的人。当然，复活需要代价，并且需要一定的条件，所以并不是想复活就复活的。但是神族那边答应了，那就有希望。
看着四人激动的表情，老者淡淡一笑，复活自然不会复活他们，不过这话他肯定不会说出来。好了，接下来你们要拿出自己的全力，如果任务失败，我们死了虽然能复活，但是和任务完成后比起来自然不一样。老者笑着说道，他刚刚之所以会给他们说这些，就是想要这几人后面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这样才能保证任务能够最大程度的完成。放心吧，大人。几人认真点头。另外，根据我获得消息，秦晨能杀不朽，他能轻易击杀出入不朽的黄金巨兽，按照推算，他的战力应该在1200万以上。而我需要对付南宫瑶。初一、初二，你们两人都拥有1500万星左右的战力，到时候击杀秦晨的重担就交给你们了。他看向其中的两人，神色严肃。两人点头，大人放心，我们两个对付他没有任何问题。他相信老者的判断，秦晨如果是1200万的战力，其实他们一个人就能解决，现在是两个，自然是信心十足。你们放心，即便那秦晨实力还有隐藏，等我击杀了南宫瑶，会来帮助你们的。你们的任务能击杀就击杀，击杀不了，拖住他便行了。老者说道。他以前培养这四人，就是知道神族那边若是有一天要他击杀天才，面对的必定不仅仅是天才本人，还有护卫队，所以这四人现在的作用就完全体现出来了。初三、初四，你们两人的任务是对付他的护卫队，这些人都是超凡，人数虽然多，但是对你们没有什么难度。老者又看向了另外的两人。是，大人。初三、初四神色平静，对付一些普通超凡，他们还是有自信。走！老者手一挥，将众人卷起，然后踏上了一艘飞船，向着原始城外飞去。少主，前方就是空间兽的生活区域。空间兽是一种特殊的异兽，它们数量在整个宇宙中都很少，但是普通都是掌握了5种元素以上，其中每一头都掌握了空间元素，而且按照人类的天赋标准来算，都是最顶级的天赋，所以称之为空间兽。南宫瑶为秦晨介绍道。秦晨点头，空间兽数量少，他是知道的，在进入星际航行公司之前，他都没有听说过还有这种异兽，而且击杀星空兽的任务只有3大势力才有，并且都是核心区的成员才有，每个人只能接一次，限定数量100头，可以想象空间兽其珍贵程度。很快，众人就出现在了一片山林的上方。到了，少主，你自己注意。南宫瑶道。秦晨也没有废话，直接纵身一跃，跳下了飞船，急速向着下方坠落。南宫瑶这个时候看向其他的护卫队成员，你们都散开，然后注意少主以及少主所在的方圆100里范围，发现任何异常，第一时间发出信号。是，队长。护卫队成员大声喊道。南宫瑶的身形一闪，消失在了飞船中。作为一名封侯不朽，他已经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暗中保护秦晨。轰！秦晨的身体落在了山林中，震出一声巨响，周围瞬间成为了一片平地。正当他抬头准备寻找一个方向时，突然他盯着前方，目光一凝。在他的不远处，空间隐隐出现了一丝波动，像是水面一样出现波纹，但是很快就恢复。下一秒，波纹距离他更近。咚！秦晨猛地对着前方就是一拳，顿时一团凝练过的火焰打出。可是火焰直接从空间出现波纹的地方飞过，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应。秦晨眉头一皱，他确定前方有一头空间兽，可是他的攻击却落空了。这个空间兽确实特殊。秦晨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明明发现对手的位置了，却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砰！就在这时，他的身体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击中，让他一晃。可惜力量不行。秦晨一笑，随后猛地向前一抓。然而这一次他还是抓空了，不过他露出了一抹笑容，周围的空间被他这一抓，响起了咔嚓一声，下一秒整个空间彻底被冻结。冰域牢笼！砰！突然，前方的无形冰墙出现了一道裂纹，肉眼可见。咔嚓！仅仅眨眼间的功夫，又是裂纹出现。这头空间兽对我来说，其实实力并不怎么样，若是换成其他生灵，绝对破不开我的冰域牢笼。但是，秦晨看到那牢笼上一道道裂纹的出现，有些惊讶。显然，能够如此快的破开封锁空间类的武学效果，对方的空间元素起了绝对的作用。他的身体瞬间一闪，来到了出现裂纹的冰墙前，手掌上无数的金元素涌动，随后一把抓了过去。空间在这一刻之下，被他抓的同样出现了皱纹一般。紧接着，他感觉到自己抓住了什么东西，一用力，那东西像是被空间包裹住一般。这种感觉就像你买了一袋面包，抓住包装袋，能感觉里面有东西，但是却没有真正抓住它本体一样。然后秦晨猛然用力将其重重的挤压，很快他就感觉自己抓住了其本体，随后往回一拉，一头头顶一脚，样貌丑陋至极，浑身血色的异兽被他一点点的从空间中拉了出来。好！被拉出来的空间兽愤怒至极，张口血盆大口就对着秦晨嘶吼。秦晨一巴掌扇出，手掌上还带着熊熊的火焰。就你这点渣渣力量，被抓了出来还敢给我大吼，找死！啪的一声，空间兽被一巴掌扇飞出去，变得血肉模糊。像这样的空间兽对别人来说确实难搞，100头不知需要多久。秦晨看着空间兽的尸体，摇了摇头。这些空间兽他刚好克制，毕竟他的肉身强大，即便空间兽攻击到他，他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而且他又有封锁类的武学，实力也够强，空间兽对他来说威胁就不大了。另外，空间兽在隐藏方面有些和黑暗系相似，让人防不胜防。当然，除了这点相似，差别又很大。黑暗系利用了光线，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而空间系则是利用空间规则，神秘而复杂。
接下来，他的身形不停地穿梭在山林间，也在不停地寻找空间兽击杀。另外，在这片区域做着同样任务的不止他一样。就在秦晨的不远处，恩泽同样在寻找空间兽，而他前进的方向正是秦晨这边。与此同时，天网公司的钓鱼老者以及4个下人也已经进入了山林之中。秦晨并不知道一个巨大的危机正在靠近。此时的他有了第一次击杀空间兽的经验后，很快就再次击杀了一头。任务是100头空间兽，并非那种成群结队的异兽，需要一头一头的寻找。按照这个速度，恐怕需要10来天才能真正的完成。他微微摇了摇头，这个时间对他来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很快，他再次认真寻找空间兽。1天之后，他来到了一个茂密的丛林中，停了下来。这一天，他击杀了11头空间兽。通过和这11头空间兽的厮杀，他算是渐渐地摸清了空间兽的套路，对于空间元素也有了一丝了解。一些实力弱一点的空间兽，几乎都只是利用空间元素在隐匿方面的能力，而实力稍微强一些的，可以通过空间元素来给他制造一些麻烦，比如让空间形成一面无形的空间墙，甚至可以让空间像泥潭一般，让它的速度变缓。而这些还只是空间元素运用的一些皮毛。我的系统既然被称为全系系统，那么获得空间元素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所以这次对战空间兽，让我对空间元素有了了解，对我以后有极大的好处，至少让我以后在理解元素法则之时事半功倍，甚至可以提前去尝试寻找我空间系的武学方向。秦晨是有野心的，并不是一味的做任务，而是一直在思考。想到这里，他朝着四周望了望，发现前方有一个山洞，当即便准备先去将一些领悟给消化一下。反正他不急，这次的任务并没有时间限制。咦，正当他靠近山洞时，突然神色一凝，前方山洞中他能感受到一些空间波动，而且不只是一个波动，显然里面有空间兽，并且不止一头。空间兽都是独来独往，这里竟然有不止一头，有些意思。空间兽独来独往，不仅仅是他这1天时间总结的经验，在接这个任务时，他就了解过一些星际航行公司公开的资料显示，空间兽就是独来独往，很难遇到2头以上一起的。很快，他越来越靠近山洞，而随着他不停的靠近，发现山洞中的空间兽发生了骚动，但意外的是，没有一头空间兽冲出来攻击他，这让他越来越感觉奇怪。空间兽本身是一种不怕死的异兽，非常的猛，除非实力相差太大，比如对手是不朽，那么他会选择逃走或者退避。而秦晨没有不朽的气息，这些空间兽肯定能感受到，但他们却没有主动攻击，这就很反常了。想到这里，他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山洞中的空间兽却越来越暴躁。当距离还有100来米后，空间兽的暴躁程度达到了巅峰。好，终于一个空间兽冲出了山洞，在出现的瞬间，他的身体又消失在了空中。秦晨一个跨步，周身风雷，双系环绕，速度同样达到了极致。下一秒，他就拉近了和空间兽的距离。冰域牢笼，他轻喝一声，周围的空间瞬间被冻结。但是紧接着，咔嚓之声响起，然后砰的一声，牢笼炸裂。秦晨一把抓去，却抓了一个空，很强。他神色一凝，这头空间兽的实力是他这1天来遇到的最强，按照战力来说，恐怕已经达到1000万星。好！突然，空间兽钻出空间一般，直接扑向了他。同时，周围的空间仿佛在这一刻变得极其粘稠。秦晨想要移动，却发现自己的速度变慢了不少。此时的空间兽已经扑到了他的身前，同时血盆大口张口，一口吞向了他的脑袋。就在这时，秦晨的周围重力元素瞬间铺天盖地的涌出，他将范围控制在100米之内，强大的重力让方圆100米的地面砰的一声坍塌下沉。扑在空中的空间兽身体猛然一沉，然后重重的砸地上。自创武学重力泥沼，强大的重力死死地压在空间兽的身上，他疯狂地想要挣扎起来，融入空间中，可是无论他如何挣扎，却始终爬不起来。秦晨伸出一指，手指刹那间变成了淡淡的金色，随后猛地点在了空间兽的身上。噗！空间兽的身体犹如豆腐一般被瞬间戳破，没有任何的抵抗之力。自创金元素武学精神指，击杀一头空间兽后，秦晨没有任何的耽搁，他感受到山洞中的还有2头空间兽，这2头空间兽同样感受到自己的同伴被击杀，变得更加的狂暴，然后同时冲出了山洞。秦晨二话没说，同时和2头空间兽站在了一起。这2头空间兽和刚刚那头是实力相差不大，但是对于秦晨来说，同样没有费多大功夫便将他们给解决了。这3头空间兽同时在这里，而且明显是守护的意思，要说没有什么古怪，我不信。秦晨看向了山洞内部，在宇宙中，一些异兽若是出现反常，守在某个地方不愿意离开，甚至有人闯入就会暴走，那么多半是在守护某个东西，而值得异兽守护的东西一般不会太差，很可能就是天材地宝类的。此刻秦晨的内心有些激动，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山洞。山洞很大很深，他一边走一边仔细地观测。不知走了多久，当他走到头之后，抬头一看，前方有一个大石，大石整洁光滑，明显是平时被保护着的。大石中间有一个坑，上面正有一滴一滴的白色液体滴下，这个坑就是液体长期滴下造成的。他走到大石面前，清晰地感受到坑中那些白色液体散发出的能量。这是什么？秦晨发现自己的见识还是少了，这个东西他感觉对修行者有好处，但是却从未在资料中看到过。他伸出一指，粘了一点液体在手指上，期待的系统提示并没有出现在他的眼中，证明这东西
无法通过吞噬来增加他的修为。小爱，查一查这是什么？秦晨开口道。他不知道，但是通过天网或者是星际航行公司内部信息应该是可以查到的，毕竟这东西又不是存在在某个神秘的秘境，肯定不是未知之物。好的，主人。小爱开始提取白色液体的特征，然后进行查阅。主人，查到了。很快，小爱的声音响起。哦，是什么东西？秦晨好奇又期待。3个空间兽守护应该能带给他一些意外的惊喜吧。主人，这东西叫万年地心乳，一般诞生在阴暗的溶洞之中，万年才会产生一滴，而这里竟然有这么多，也不知道存在了多久。另外，这是从上面滴下来的，证明在上方诞生有地心石。小爱解释道。地心石？秦晨疑惑。是的，地心石，它是一个纪元才会诞生出一颗的天地奇物。这么说吧，主人，之前你也兑换有奇物，但是和它比起来，你那些加起来恐怕也当不了这颗地心石。最关键的是，这种地心石融合起来非常的容易，速度快了100倍不止，并且对身体强度的要求不高。小爱解释道。秦晨闻言有些惊讶，奇物的融合其实是有上限的，一般人融合奇物，身体强度若是达不到，会爆体而亡，所以非常小心。想要融合更多的奇物，就只有等修为更高，身体的容量更大时才能继续。哪怕他的星辰炼体同样不例外。如今他的星辰炼体让他拥有了50万颗星辰细胞，就算9系超凡的他，身体容量也剩下的不多了。他感觉再诞生10万颗左右的星辰细胞就已经饱和了，再想要融合，要么再诞生1系，要么突破修为。而这地心石似乎没有这种要求，可以继续融合，让他诞生更多的星辰细胞，还不爆体。如果真是这样，那确实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奇物了。另外，还有一个信息也让秦晨内心一动，融合的速度是一般奇物的100倍。这么一来，他根本不需要多少时间就可以将其融合完。想到这里，他直接冲起，然后找到了白色液体滴下的口子，小心翼翼地将那口子给打开。下一刻，一个拳头大小、晶莹剔透的地心石出现在他的眼中，上面散发出的能量波动比下面那坑中液体强了不知多少倍。主人，拳头大小的地心石恐怕好几个纪元才诞生的了，这是一个不小的机缘啊。小爱虽然是虚拟助手，但是同样感受到了地心石的情况，忍不住开口。主人，赶紧将它拿下来融合了吧。不急。秦晨摇头，需要留一点，不能把根都给刨了。他虽然贪心，但还是有分寸的。如果此时将这地心石全部取下，这里恐怕就永久不会再诞生了。之前那几头空间兽没有直接拿这颗地心石，是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在这里等地心石滴出地心乳，这样可以长期使用。而且就算不等，这几头星空兽恐怕也不会全取这颗地心石。他自然没有这个时间去等，但是星空兽都不会干的事情，他也不会贪心到全部取下来。况且留一点，影响也不大。想到这里，精元力汇聚在手指上，他的手指如同一个锋利的刀片一般，对着地心石开始切割。最终，他将地心石取下后，上面还留了一小块。拿到地心石后，他再次观测了一眼这个山洞，觉得不错，然后盘坐下来，开始融合地心石。不得不说，地心石融合的速度确实很快，刚一开始融合，上面的能量就在快速的融合到他的全身。同时，他体内的细胞变得无比的活跃，而且这次不是一颗一颗的活跃，而是大量的同时变得活跃。这些活跃的细胞在地心石的作用下，快速的变成星辰细胞。秦晨能够感受到他的身体强度在不停的变强，身体中星辰细胞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流逝，星辰细胞的增加，秦晨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微观上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小型宇宙一般。叮，你的星辰细胞达到100万，开启星辰炼体秘术第1层5级。突然，系统的提示之声响起，让他一惊。紧接着，一个信息出现在了他的视网膜中：星辰炼体乃是宇宙至高炼体之术，星辰细胞达到一定数量将会开启身体秘术第1层5级状态。开启条件：星辰细胞达到100万颗。5级，宿主开启5级状态之后，可将自身的战力提升10倍，时限30秒。战力提升10倍。秦晨看到这秘术的介绍后，整个人都惊住了。以他现在的实力，一般的普通不朽，哪怕是巅峰修为，他可以轻松击杀。如果用出全力，他能击杀封侯不朽。就拿南宫瑶来说，他虽然没有和对方战过，但平时南宫瑶在77号区不是没有展现过他的实力，就以对方的那个实力，他同样可以击杀。若是10倍提升，也许一般的封王不朽，他也可以击杀。修为算起来很复杂，因为武者掌握的元素是多种，不同的元素增加的战力不同。另外，元素的修为也是各不相同，所以在宇宙中想要通过观测来猜测一个武者的实力几乎不可能。但是若是以战力来算就很清晰了。想到这里，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战力，星辰细胞达到100万后，他的战力来到了2500万星。如果提升10倍，那么战力就是2亿5千万。虽然只有30秒，但是对于他来说，30秒可以攻击很多次了。试一试。很快，他来说尝试开启身体的5级状态。然而就在此时，突然一个声音传来：这是万年地心乳。一个身影朝着这边走来，他根本没有去看秦晨，而是死死地盯着那颗大石，整个人都露出了激动。等他快要靠近之后，这才压下了内心的激动，看向秦晨，没想到是你，秦晨，这地心乳我要一些，如何？恩泽之前在山洞外看到了3头空间兽的尸体，并且他还看到了打斗的痕迹。从痕迹上看，那3头空间兽都是从山洞中出来的，
他顿时就意识到山洞中有好东西。本来说进来之后杀人夺宝，但是看到是秦晨，他顿时打消了出手的念头。但是对于这地心乳，他无比的心动。这好像是我先发现的吧？秦晨双手一摊，并不准备分出去。虽然这些地心乳很少，效果比不上地心石，对他也许作用不大了，但是他后面还有一群蓝星的熟人嗷嗷待哺呢。这些是可以通过星际航行公司快递到蓝星上的。恩泽内心一沉，有些不悦，但他表面上还是微笑道：“见者有份吧。”没份。秦晨摆了摆手，就要将地心乳收集起来。秦晨，恩泽也不装了，脸色难看道：“我的实力确实不如你，但是在这附近做任务的可有不少人，我要是现在放出消息，你也得不到。一个人不是秦晨的对手，但是几个、几十个就不一定了。”他其实并不想弄到这一步，毕竟到时候谁获得还说不清。但是秦晨如果要独吞，他也只能把水搅浑。你可以试一试，我也想知道，一群绵羊要如何对一头猛虎做出威胁。秦晨随意的开口。你说什么？恩泽一时间有些听懵了。秦晨竟然说他以及正在这里做任务的天才都是绵羊。我的话不说第二遍。说着，秦晨大手一挥，一个小瓶子出现，然后那石头坑中的地心乳就飞进了瓶中。见到这一幕，恩泽脸色阴沉了下去，他正要大吼，准备惊动附近的天才。而就在这时，整个山洞却开始摇晃起来。轰！紧接着一声巨响，山洞上方出现了一个大坑。秦晨神色一凝，抬头一看，正有5道身影凌空而立。恩泽见到这5人，也是脸色大变。这5人竟然都有不朽气息，而且有一个极其强大。这些人显然并不是某个天才的护卫队，而不是护卫队，又不是天才，是不允许轻易进入这里的。想到这里，他内心猛跳，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来这里击杀某个天才，而能够让这些人不惜暴露自己的天才，只有秦晨。你是垂钓老人？这个时候，恩泽看清楚了5人中为首的老者。他在原始城这么久，不仅仅对星际航行公司内部人了解，对另外2个大势力的人也有过了解。垂钓老人，天网公司成员，在公司中职务不算高，但是却很神秘，因为对方很少出现，更别说出手了。不过人们对其有过猜测，此人至少是封侯不朽，甚至有可能已经突破封王。这并不是随意的猜测，毕竟如果只是普通不朽，天网公司不可能单独给予他一片区域，还让他用公司的资源培养属于自己的手下。垂钓老人看了一眼恩泽，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示意了一下身边的人。其中一个手下立马会意，当即对着恩泽就拍下了一掌。恩泽脸色大变，惊恐道：“我知道你们是来找秦晨的，我和他也有恩怨，你们不要杀我！”他一边喊一边转身就跑。然而垂钓老人根本没有理会，杀秦晨的同时随便杀一个人族天才并不费事。砰！一瞬间，巨大的手掌拍在了恩泽的身上，强大的力量将恩泽瞬间拍死在了地上。而就在这时，垂钓老人也没有耽搁，他看向秦晨，一个拳印直接轰击而来，没有丝毫的废话。秦晨盯着那拳印，没有丝毫的畏惧，神色无比的平淡。垂钓老人，没想到你竟然是我人族叛徒！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了秦晨的身前，正是秦晨的护卫队长南宫瑶。他一掌将那拳印拍得粉碎，然后冷声对垂钓老人道：“这一次出城，他就预料到会有人族叛徒暴露，毕竟秦晨的天赋实在太好了，异族一定忍不住会出手，但是却没有想到会是眼前的老者。”垂钓老人给他的感觉就是低调，而且当初对人族也是尽心尽力，完全看不出丝毫的异常。南宫瑶，你果然已经是封侯巅峰的修为了。垂钓老人见南宫瑶轻易地破了他的攻击，平静道：“为什么？”南宫瑶并没有在修为的话题上继续，而是反问道：“他实在不明白对方为何会背叛整个族群。要知道，背叛族群的人，即便成功去了对方的种族，也是同样不怎么受待见的，因为背叛一次就很可能有2次。没有为什么。”垂钓老人摇头，随后一步逼近了南宫瑶，直接出手。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他就没有必要再去解释什么。南宫瑶不退反进，同样欺身而上，元素之力不停地打出，两人的出手让整个山洞瞬间坍塌。下一秒，他们的身形就已经来到了空中。两人在空中不停地交手，身影不停地闪动，碰撞发出的巨大能量波震动着整个山林。很快，南宫瑶就感觉到巨大的压力，慢慢的，他被垂钓老人给压制了下去。你已经突破了封王不朽，却选择背叛，值得吗？南宫瑶一边努力的对抗，一边厉声问道。封王不朽在修行者中已经是真正的强者，也可以成为一方霸主。如果垂钓老人愿意，是有资格成为一个星域的域主的，那可是一方大员、封疆大使，何等权力！可是对方选择背叛，着实让他想不通。背叛就意味着要死，毕竟暴露后想要逃出人族联盟的疆域太难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背叛后成功逃出去的。所以人族联盟内部的背叛者其实并不多见，一般都是异族强行改变基因潜伏进来的人，他们本身有着对种族的认同感和归宿感，才甘愿牺牲自己。没有值不值得，只有愿不愿意。倒是你，不是我对手，你保不住秦晨。垂钓老者的声音仍然平静，他早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与此同时，另一边护卫队的其他成员已经和初3、初4站在了一起。虽然他们面对的是2个不朽，但毕竟只是普通的不朽，而且他们近100人，一些早已达到了超凡巅峰，一时间也和2人打得有来有往，短时间内并没有出现死亡的情况。死！另一边的初1和初2两人，一个身影化成了风，一个化成了闪电，眨眼间就来到了秦晨的身前。
而秦晨则是风雷两种元素同出，速度达到了极致，在两人的攻击到来前，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好快的速度！初一和初二都有些惊讶，知道秦晨的实力强，能杀一般的不朽，可是速度能达到这种程度，还是让他们震惊了。不用强求杀他，只要不让他逃走就行。大人那边很快就会解决对手。初二看了一眼垂钓老人那边，开口说道。顿时，两人的身形再次向着秦晨逼近，两人的路线不同，将秦晨逃走的最佳两条线给堵住。就在众人战斗之时，巨大的动静也引起了附近天才的注意，他们纷纷放弃任务，看向这边，眼中露出了惊骇。有叛徒，快通知上去！有人大喊道。他们可不像恩泽那样，出现叛徒自然要第一时间报上去。同时，所有人都不知道，就在秦晨他们的战场不远处，一个青衣中年男子隐匿在虚空中，他紧紧地盯着战场，尤其是秦晨所在的地方。还真是猜中了，天网公司垂钓老人还真是隐藏得够深。不过这秦晨确实有些实力，两个不朽的战力都接近1500万，竟然无从下手。他原本准备出手击杀垂钓老人等几人，结果发现秦晨一时间没有多大危险，便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那秦晨果然厉害，两个不朽竟然追不上他，能轻易击杀不朽级星空巨兽的人自然有本事。附近的一些天才专注着秦晨所在的战场，看到秦晨的速度也是纷纷赞叹。可惜了，速度有，但是这样下去也不行，垂钓老人要是腾出手来，他就危险了。而且看样子很快了，人族的高层得到通知再来到这里，时间上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有人担心道。虽然和秦晨没有交集，但同为人族，秦晨以后越强大，人族在宇宙中的地位也就越高，对任何人族都是有好处的。秦晨，你就只会躲吗？你可是我人族最强天才！初一初二迟迟无法攻击到秦晨，忍不住大吼道。虽然秦晨没有逃走，他们也可以拖住对方，可是如果能亲手击杀，自然想要击杀的。这样一来，说不定到时候神族强者将他们复活后，还能给予极大的好处。你们可不配称为人族。另外，谁说我只会躲了？秦晨看了一眼南宫瑶那边，发现南宫瑶快要抵挡不住了，他不再躲避，而是直接冲向了初二，身体快速的逼近，拖拽出长长的风雷之力。眨眼睛，他便来到了初二的身前。初二的反应也很快，在秦晨逼近的瞬间，咧嘴一笑：“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强。”说着，他伸手在空中一抓，啪的一声，一道雷霆闪电被他握在了手中，同时他的周身刹那间被层土系铠甲覆盖，雷霆在他手中变成了一把雷刀，对着秦晨猛然斩下。雷霆之斩！初二大喝一声，空中发出了噼噼啪啦的声响。这一刻，空间在雷霆之力下肉眼可见的扭曲，甚至出现了一丝丝的裂纹。不朽强者可破空间，显然初二虽然还不能完全将空间破碎，但是却相差的不多了。秦晨看着雷霆之刀的斩下，他的神色却无比的平静。在雷霆之刀快要斩来之时，他双手握拳，拳头变得通红，像是被火焰锤炼了无数次的铁块一般。咚！他一步踏空而起，脚下的空间随着他的踏出出现了一阵阵的涟漪。眨眼一看，这些涟漪仿佛形成了一个个的台阶一般。秦晨就这样一步步的踏空而上，同时他的拳头上散发出的火元力也越来越强，一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漫而出。咚！突然，他对着斩来的雷霆之刀一拳轰出，拳出之时打得空间震荡。啪！当拳头打在雷霆之刀上后，无数的雷霆闪电炸开，整个战场中心像是一颗小型的星球被轰爆了一般，变得无比的耀眼。怎么可能？初二脸色一白，嘴角露出鲜血，他被反伤了，整个人如同虚脱了一般。小心！就在这时，初一的声音响起。初二瞳孔一缩，但是下一刻他就浑身一僵，身上出现了一层层的寒冰，只是瞬间，整个人被彻底冻结。砰！寒冰炸开，初二的身体露出，浑身是伤，他眼中露出了极致的惊恐。我的不朽之力消失了70%。什么？正冲过来的初一听到后，吓得身体一晃。何为不朽？修行者在突破不朽时会产生不朽之力，不朽之力不仅仅是增强了自身的攻击，还为自己提供了不朽的生命之能。不朽难杀，就是因为有不朽之力，因为击杀不朽需要先将其不朽之力给斩掉，但是不朽之力并非那么容易斩掉的。可以说，到了不朽之后，若是实力相差不大，几乎不可能击杀对手，不像超凡时，只要抓住一个机会就有可能成功。而现在，初二说秦晨只是一击就斩掉了他70%的不朽之力，意思就是只需要2击就能将其彻底击杀。这不朽之力现在仿佛变得没有任何的用处了一样。不朽之力确实不错，然而秦晨却对自己一击没有将对方击杀表示了不满。他没有再给初二机会，在对方还在惊恐之时，手中出现了一杆冰枪，噗的一声洞穿了初二的身体。初二感受到自己的不朽之力在不停的消失，75%、80%、99%、100%。不，初二眼中恐惧达到了极点，哪怕他内心认为神族会复活他，此刻也无法消除恐惧。你！初一冲来的身体陡然停了下来，惊恐地看着秦晨。太快了，他本身距离秦晨就不远，但是秦晨击杀了初二之后，他也没有来得及赶上。要知道，初二的实力和他相当，绝对是比之前那星空巨兽要强的。可是就这样，竟然被秦晨摧枯拉朽的给击杀了。他到底什么实力？这一刻，他胆寒了，因为他感觉秦晨有些深不可测。你看，我现在不躲了，你又怕了。
秦晨看向初一，摇了摇头，随后一步就来到了他的身前。5步多，你就得死！秦晨的声音在初一耳中响起，让他浑身大震。他正要暴退，可是一股强大的重力压在了他的身上，让其浑身难受。秦晨手指呈现金色，一指点了出去。初一见自己躲不过，只好出手抵挡。然而在碰到那金色手指之时，他的攻击便土崩瓦解。噗！手指点在了他的额头上，让他顿时露出了惊恐之色。我的不朽之力！他感受到自己的不朽之力正在疯狂的消失，呼吸之间就只剩下了32%。大人，快啊！初一忍不住惊恐的大喊。虽然早就做好了死亡准备，但是终究没有像垂钓老人那样淡定，他无法平静的面对死亡。正在和南宫瑶战斗的垂钓老人听到这边的大喊，愤怒不已。废物！从秦晨主动出手到现在，不过转瞬之间的事情。他现在虽然压制着南宫瑶，但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彻底击杀对方，或者让对方失去战斗能力。垂钓老人，看来你的计划不行，那两人不是少主的对手。此时南宫瑶虽然被压着打，但是内心却是放松的，因为秦晨至少现在是没有危险的。那又如何？秦晨他太自大了，明明可以现在逃走，却并没有那样做。而你还能坚持几个呼吸，杀了你，救援也还到不了。垂钓老人并没有因为初一初二的失败而紧张，因为这两人本身就是为了拖住秦晨，而现在秦晨自己不跑，那初一初二是死是活已经不重要了。大人，救我！就在垂钓老人还在和南宫瑶说话时，另一边初一发出了最后的大吼。只见秦晨手掌瞬间变大，一把将初一抓在了手中，9种元力在这一刻全部涌出。砰的一声，初一的身体承受不住这种挤压之力，直接被捏爆。这一刻，整个战场瞬间安静下来。我尼玛，这秦晨太可怕了！附近的那些天才此时都被惊住了。他们原本以为秦晨会被2个不朽一直追，只能逃。可是现在才过去多久，秦晨竟然反杀了2人。准确的说，不是反杀，而是碾压式击杀。超凡捏死1个不朽，说出去谁这么相信？有人忍不住开口。秦晨的突然爆发彻底将众人给镇住了，而秦晨本人却十分平淡。他看向南宫瑶，你退下。南宫瑶有些犹豫，他是秦晨的护卫队长，就必须要保证秦晨的安全。虽说秦晨的实力让人意外，但是面对蜂王的垂钓老人，他不敢保证秦晨是否是对手。退下吧，另外的2人你去解决了。秦晨再次道。南宫瑶不敢再违抗，走向了整个和其他护卫队成员战斗的初3、初4。这小子！此时隐匿在空中的青衣中年男子眉头一皱，膨胀了！秦晨刚刚的出手可以说是惊艳，但是想要对付蜂王的垂钓老人毫无可能。他摇了摇头，并没有马上出手。秦晨既然想要和垂钓老人战，那便让他试一下，而他会在关键时刻出手。这样一来，也可以让秦晨明白，不朽强者的差距不是战胜2个普通不朽就可以膨胀到挑战蜂王不朽，哪怕只是一个刚进入蜂王的人。有意思，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狂了。垂钓老人再次惊讶，秦晨不逃已经让他意外，但是他觉得秦晨会和南宫瑶一起联手对战他。当然，就算这样，他也没有任何压力。但是秦晨竟然要一个人对付他，让他更是意外。年轻人不狂，还叫年轻人吗？快点吧，免得等会员使城那边来了强者，你就无法出手了。秦晨随意道。张狂！垂钓老人身形一闪，就逼近了秦晨，同时他伸手一把便抓了过来。无数的土元力在这一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在虚空中出现，抓向了秦晨。手掌还未到，秦晨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握力在挤压着他的身体，仿佛要将他的身体给挤爆一般。他全身猛地一抖，金元力涌出，疯狂地开始切割着那巨大的手掌。同时，他本人一步踏出，手中一道雷霆出现，猛然地甩了出去。啪！虚空被震得扭曲，而垂钓老人却带着讥讽：“就凭你的这点渣渣实力，我只需要用出半力。”他的手掌轻飘飘地扇出，顿时像蒲扇一般，所过之处，空间像是水流一样向着两边分开。这一幕十分的骇人，让周围的人群都忍不住内心一紧。难道刚刚垂钓老人在对战南宫瑶时还没有用出5成的力量？有人诧异道，同时带着不解。这次的出手明显比之前对南宫瑶时还要可怕几分。可是为什么之前垂钓老人没有用全力击杀南宫瑶？有人完全不理解。如果用全力早一点击杀南宫瑶，就可以早一些对秦晨出手，也可以保证在原始城的强者来之前就击杀秦晨。他说的半力就半力，之前对南宫瑶恐怕就是半力，而现在估计用出了7成的力量。有见识多广的人开口道，可是他为什么不拿出足够的实力来杀南宫瑶？那人还是不解。我想他应该是有足够的把握在救援来之前杀了秦晨，毕竟从原始城到这里的距离很好计算。另外他还想在强者来时当面击杀，这样也许可以打击到整个人族。有人分析了一通，原来如此。虽然只是猜测，但是很多人还是认同了他的观点，毕竟在强者来的瞬间击杀秦晨就是当着面击杀的。人族强者来了却没有救下秦晨，这是要传出去，对于整个人族来说都是极大的耻辱。垂钓老人，好算盘。此时隐匿在虚空中的青衣中年男子微微一笑，他想的自然比那些天才全面。除了刚刚那人说的，还有一层意思，垂钓老人之所以没有全力击杀南宫瑶，更重要的还是对方在试探。
他通过不停地压制南宫瑶，然后给秦晨造成巨大的威胁，随时可以击杀南宫瑶，意味着随时可以对秦晨出手。如果人族有强者隐藏在暗中，这个时候也许就会忍不住出手。所以垂钓老人在试探人族是否一早就有强者暗中保护秦晨。毕竟秦晨这样的人物也值得人族这样做。可惜我那么好骗吗？青衣男子撇了撇嘴。很快他又看了一眼原始城方向，那边应该不会来人了。这一击秦晨估计扛不下，我得出手了。原始城那边派了他过来，最重要的还是看是否有异族潜伏者或者叛徒暴露，一旦发现就必须要击杀。至于保护秦晨，当然也有这层意思，不过只是这一次而已。毕竟秦晨的成长还是要靠个人，不可能永远派一个强者在暗中保护。然而就在他准备出手之时，突然神色一凝，然后露出了诧异。只见秦晨面对那恐怕的掌法，不仅仅没有退，而是直接上前，手中同时出现了一把刀，不是元素组成的刀，而是一把实实在在的武器。紧接着长刀之上雷霆弥漫，猛地扫了出去。嗡！一刀之下，空间肉眼可见的一条黑色裂缝被切开。噗！长刀切在了手掌之上，一道鲜血溅出，让垂钓老人瞳孔一缩，猛地将手掌收了回来。他抬起手看向自己的手掌，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斩了我3%的不朽之力，你怎么做到的？这一刻他再次对秦晨有了新的认识，本以为自己用出70%力量可以轻松击杀秦晨，没想到竟然被反伤了。才3%吗？秦晨有些失望。天雷切是他为数不多的不朽级武学，并且是雷系的，结果却只是让对方受了一个轻伤，效果可以忽略不计。秦晨不满意，但是这一刻在其他人眼中却是惊世骇俗。那些天才一个个都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秦晨。他将垂钓老人给伤了。原本以为垂钓老人用出70%力量可以解决秦晨，可是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他的上限到底在哪里？此时有的天才不淡定了，都是年轻一辈，他们知道秦晨的强大，也已经接受了。可是现在秦晨又一次刷新了他们的认知，超凡杀普通不朽也就算了，竟然伤了蜂王不朽，我他妈和他一比，到底算什么？有的人已经被破防了。而此时正准备出手的青衣中年男子顿时停了下来，他的表情露出了古怪。这小子这么强，他都有些懵了。超凡战蜂王连续越级好几个境界，在整个人族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厉害，不过越是天才，成长之路越是艰难，希望你能够躲过接下去的重重困难。青衣男子暗自道，天才不仅仅会被异族针对，越是天才越是如此。同样的，天才到了一定的地步，冥冥之中遇到的困境也会更多，因为天才往往更容易遇到所谓的机缘，但是往往机缘又伴随着危机，所以天才更容易陨落。另一边，此时的垂钓老人仍然心惊不已，同时他看了一眼原始城方向，发现那边没有任何的动静，不禁眉头一皱。按照他的推测，这个时候时间应该差不多了，但是没有反应，这让他不得不开始怀疑是否早就有强者隐匿在附近。深深的吸了口气，他表面平静道，你超出了我的预料，接下来我便用出90%之力，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能有多强。话落，他身形一闪，看他的样子是真的怒了。下一秒他的手中瞬间出现了一根鱼竿，在鱼竿出现的瞬间，他的猛地一抛，下一秒一条雷霆组成的鱼线，金元力组成的鱼钩便抛向了秦晨。见到这一幕，周围的天才都纷纷好奇，垂钓老人之所以有这个称呼，就是因为他喜欢垂钓，没想到他竟然将武学也运用到了垂钓之中。他说是90%之力，但是看起来却似乎很普通啊。人们看着那破空而去的鱼钩都好奇，这看起来普通的一击为何是垂钓老人的90%之力？该死！隐匿在虚空中的青衣男子则是脸色一变，在他的眼中这一击完全不同，什么90%之力，这绝对是对方的全力一击。他猜到了有人在暗中隐匿，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然后突然全力以求一击必杀。青衣男子何等人物，一瞬间就明白了垂钓老人的心思，他瞬间就抬脚准备出手。然而下一秒，他抬起的脚突然一顿，惊讶地看着秦晨那边，90%之力吗？确实很强啊。此时的秦晨盯着那金元力组成的鱼钩直奔自己而来，也是无比的郑重。这看似普通的一抛，却让他感受到了强大，尤其是那鱼钩仿佛有一种魔力，越是靠近自己，自己仿佛就越是无法控制的要去上钩一样。好奇怪的武学，对于这种特别的感觉，他也是第一次遇到。如果自己就这个实力，并且任由那鱼钩不断的靠近，恐怕很快他就会主动去上钩，然后被对方给垂掉。可惜我不仅仅是这个实力。秦晨猛地向前踏出一步，随着踏出，他的身体一震，体内的100万颗星辰细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活跃，他的肉体强度在这一刻疯狂的暴涨，同时他体内的力量也在成倍的增加。5级开！他低喝一声，刹那间一股爆炸的力量破体而出，周围的空间在这股溢出的力量之下也变得扭曲起来。不仅仅他的身体，这一刻他体内的9种元素在这一刻也仿佛同时增加了9倍一般。他的拳头火元力几乎要失控，如果再不将其打出，很快就要爆开。咚！他一拳打向那飞来的鱼钩，金色鱼钩被直接反弹了回去。秦晨没有任何的停顿，他的身形随着被弹回去的鱼钩飞快地逼近垂钓老人。
不可能！垂钓老人脸色大变，无法置信地看着冲来的秦晨。这一刻，他的脑海一片空白，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被秦晨被一拳破了。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秦晨的攻击已经到了，带着火焰的拳头直逼他的面门，一拳之下，空间像玻璃一般，肉眼可见的破裂。轰！随着火焰的爆开，一声巨响传出，整个战场中心如同核爆一般，周围的丛林被扩散而出的能量余波给瞬间抹平。快退！附近正在看热闹的天才也是大惊失色，那恐怕的能量横扫而来，让一些跑得慢的人直接口吐鲜血，抛飞出去。良久之后，当一切平静下来，所有人惊骇地看到战场中心整个地面完全塌陷了下去，而秦晨就站在那巨大的坑洞之中，他的身前还站着一个无头躯体，躯体手中握着鱼竿，但很快那鱼竿寸寸碎裂。所有人都被秦晨这一击给整懵了，他们愣愣地看着这一切，头皮一阵发麻。隐匿在虚空中的青衣中年男子也懵了，杀蜂王，他的实力能杀蜂王？很快，当青衣男子反应过来后，内心升起了滔天巨浪。对他来说，杀蜂王不可怕，但是秦晨能杀蜂王就太可怕了。秦晨才多大？据他了解，不到30，一个不到30的人就已经拥有了人族一方霸主的实力，这个概念可想而知意义有多么大。再给秦晨30年、300年又当如何？要知道，300年对强者来说也不过转瞬即逝。而此时的秦晨身体突然一阵发虚，看来这5级状态下的力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透支。不过对我来说影响不大。木元素在这一刻变得活跃起来，天地间的能量疯狂地涌入他的身体，仅仅是片刻功夫后，他便恢复过来。之后，他走出巨坑，看向了某个方向的虚空，不知是哪位前辈。你发现我了？青衣中年男子缓缓出现，声音带着诧异。秦晨一笑，刚刚发现。他确实是刚刚的发现的，在5级状态下的那一击，让周围的虚空都发生了巨大的震荡。就那一瞬间，他隐隐感觉到似乎有人隐匿在虚空中。再加上原始城那边到现在都还没有强者过来，他就更加的肯定，在附近早就有人隐藏在暗中了，否则原始城那边的强者不可能还不来。同时，也肯定了隐藏之人并不是敌人。倒是不错。青衣男子点头道：“秦晨能够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他，证明不仅仅是一个有天赋的天才，还很细心、有智慧，这些对于一个武者的成长都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叫我九先生。”青衣中年男子开口道：“九先生。”秦晨一愣，很快就反应过来，对方是第4城主的13个侍卫之一，排名第9。这次你们天才的情况，我们已经全部知道。得知你出城后，城主大人便派了我暗中跟过来，早就猜测到会有人暴露出来，只是没想到会是垂钓老人。看来异族那边是极度的重视你。九先生笑着缓缓开口：“还不够重视，不然就应该派真神才对。”秦晨笑了笑，异族那边应该是知道每一个少主都有护卫队，他相信那些人也调查过，他的护卫队和别人的不一样。南宫瑶可不是普通的护卫队长，而暴露一个封王不朽，还是刚进入封王的，在他看来确实不够重视。九先生哑然一笑：“还不够重视？为了你，异族可是放弃了一名封王。”放弃？秦晨一愣，自然是放弃。你以为异族很傻？他们恐怕早已猜到这次我们这边会暗中派人跟着你，所以说垂钓老人就是被放弃了。九先生认真道。闻言，秦晨想了想便明白了过来，异族肯定不傻，这一次肯定也会想到人族这边在他第一次出城后会派强者暗中跟随，而且概率非常大，但还是让垂钓老人出手了。垂钓老人要是成功最好，失败了也就损失一个封王的隐藏者，不至于像损失真神那么惨重。真神强者几乎不会背叛，而潜伏的真神强者也是少之又少，所以原始城中不一定有，即便有也不会这次出手，因为危险性太大了。九先生再次解释了一句，随后他笑了笑：“这次我来算是多余了，接下来你是回原始城还是继续留在这里？”任务还没有完成，自然要继续。秦晨回答道。九先生点了点头，垂钓老人刚刚死亡，接下来不会再有人对你出手，你可以放心的任务，我走了。说完之后，他不等秦晨开口，便缓缓地消失在了原地。秦晨看着他消失的地方，微微一笑。九先生虽然说自己走了，但是谁也说不准，也许还隐藏在暗中，专门坑那些叛徒或者潜伏者。总之，真真假假，恐怕真的不会有人敢现在出手了。各位，热闹也看了，都各自任务吧。秦晨看了一眼周围的那些天才，大声开口。众多天才闻言，如同惊弓之鸟一般，一哄而散。主人，你有一封邮件。见秦晨忙完之后，小爱的声音响起。秦晨当即点开了邮件，内容很简单，就是告知第4城主已经确定了弟子的人选，毫无疑问的就是他秦晨。主人，这第4城主号称掌握元素系最多的人，非常适合你啊。随着秦晨身份地位的增加，小爱也有了不少的好处，通过一些资源在不断的提升，智慧也是越来越高。也许吧。秦晨点了点头。其实他对于第4城主掌握多少元素系并没有多少期待，因为再多最终都不会多过他。他期待的是对方是否可以给他实质性的东西，既然是师徒关系，对方又是人族9大强者之一，表示一下也是应该的吧。接下来的时间，秦晨开启了猎杀空间兽的时刻，没有任何意外发生。6天后，当他击杀了第100头空间兽后，任务完成，该回去了。很快，他将所有护卫队的成员召集起来，然后坐上飞船向着原始城而去。恢复了。
飞船上，秦晨看向南宫瑶问道：“之前的战斗，南宫瑶受了不少的伤，一直在恢复之中。谢少主关心，恢复的差不多了。”南宫瑶点头道：“知道我为什么之前不提前爆发吗？”秦晨问道。之前南宫瑶一直被垂钓老人压着打，而他明明可以很快击杀出一出二，然后对付垂钓老人，但是没有，这才导致南宫瑶受了很重的伤。南宫瑶缓缓道：“少主，这是让我更多的去战斗。”对，秦晨点头。你太缺乏战斗了。南宫瑶其实天赋是很好的，封侯不朽巅峰，在他这个年龄，掌握同样元素数量的武者，能达到这个地步的并不多。但是要论战斗经验，南宫瑶就差了很多。这是因为对方长期在原始城没有出去闯荡的结果，平时的实战也只是和别人切磋，点到为止的那种。这和真正面对生死厮杀的时候，完全是两码事。你其实以后可以出去闯一闯。原始城虽然是人族核心之地，在这里很容易就获得资源，对修行是有好处，但是有利就有弊，而这个弊是致命的。你已经是封侯巅峰，出去闯荡，突破封王后，你比在这里突破会更强。当然，若是你喜欢这里的平静而安逸的日子，就当我没说。秦晨笑了笑，他之所以说这些，也是因为对方做了他这么久的护卫队长，多少还是有些交情的。其实这些道理，他相信南宫瑶是明白的，只是缺乏一个点醒，或者是别人的劝导，让其彻底下定决心。这次回去，我会向公司申请。南宫瑶点头道，这次的战斗确实让他明白很多。不过他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现在他还是秦晨的护卫队长，这是星际航行公司给他的任务，需要一直等到秦晨突破不朽，被外派出去后，任务才算完成。而现在秦晨的实力已然超过了他，所以向公司申请的话，解除任务通过的概率还是很大。之后就看公司能给他安排什么样的外出任务了。说话间，飞船已经进入了原始城中。来见我。刚一进城不久，秦晨的耳中就响起了一道声音，不用想他也知道，这道声音就是第4城主的。你们先回去。秦晨说了一句，直接化成一道流光，向着原始城的第4座雕像飞去。原始城9个雕像，有8个分别在城中的东西两边，相隔距离非常远。第4城主的雕像在西面。不知过了多久，秦晨终于来到了雕像前。站在雕像前，他抬头看去，雕像直冲云霄。在这一刻，他感觉到了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此刻雕像附近有2名守卫，看到秦晨出现，其中一个上前开口：“城主大人已经吩咐过，你来之后直接进去。”随着他的话落，雕像上出现了一道光门。第4城主回到原始城后，平时就住在自己的雕像之中。秦晨没有犹豫，直接跨入了光门。一进来，仿佛换了一片天地。在外面看，虽然雕像巨大，但是仍然可以看到整体。然而雕像内部却看不到边界，这雕像就是强者开辟出的另一个世界。秦晨顿时明白过来，这个雕像内的世界比他以前见过的那些小世界要大不知多少。另外，这里有天空，有大地，有山有水，有树木花草，和正常外界非常相似，至少他看不出有哪里不同，这让他非常的惊讶。要知道，开辟的小世界一般都不是真正的世界，只能算是一个次元空间，偶尔进入里面可以，但是长期在里面生活就不行。可是这里却有树木花草类的生命，能开辟出这样的世界的人，秦晨还无法想象其到底多强大。这边，就在这时，声音传来。秦晨放眼望去，前方凭空出现了一座宫殿。当他走入宫殿后，在宫殿上方有一名高大的男子坐在上方。他仅仅是坐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动作，就有一股威严的气势充斥着整个宫殿，让人心生敬畏。秦晨见过4城主。秦晨对着男子行礼道。第4城主微微点头，此次叫你来，就是要你亲自确认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弟子。他有意要收秦晨为弟子，但若是秦晨不愿意，他自然也不会去强求。愿意。秦晨当即道。成为人族9大强者的弟子是多少天才的梦想，而且9个城主，其中有3个还从未收过弟子，可见能够被看上的天才是多么的稀少。第4城主以前同样没有收过，这次也是第一次，傻子才不愿意。很好，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拥有几种元素血？第4城主也没有多余的话，而是直接问道。9系。秦晨也没有隐藏回答道。他拥有9系，现在整个原始城知道他的人恐怕都是清楚的。我也了解过你的一些过去，你真的是9系。第4城主再次开口。在决定收秦晨为弟子前，他肯定要清楚秦晨的过去，这样能确定很多事情。而据他的了解，秦晨一开始并没有多少元素系，蓝星的人天生掌握的元素就很少。而后来随着秦晨的成长，元素系越来越多，直到现在的9系，所以他也不确定秦晨是否真的就只是9系。是9系。秦晨确定的点头。你是天生9系，还是后天成为的9系？第4城主再次问道。后天。他没有任何的犹豫道。从于洋那里得知元素果的事情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无需隐藏后天9系的事情。后天9系靠的是外物还是自身？第4城主继续问。秦晨一愣，外物他知道，自身后天9系他还没有听过。他是因为系统，严格说来还是靠的外物。正要回答时，第4城主开口了，他解释道，外物元素果就是典型的代表，当然除了元素果之外，宇宙中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修行者掌握多种元素，不过这种东西都是存在于神秘的秘境之中，并且非常稀少，所有种族加起来整个历史上也没有多少人靠着这些外物成为9系修行者。所以我猜测
你靠的是自身。能让武者掌握多种元素的东西本身就少，而且效果还不一定，就像元素果，有可能直接让你失去一些元素系，所以猜测秦晨并不是靠外物也很正常，毕竟概率太小了。不过秦晨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宇宙虽然神秘，什么怪事都有，但是系统还是太过不可思议，这个时候还不是暴露的时候。还好第四城主也没有等他回答，而是继续道，靠自身的话，那应该是你的体质原因，你的肉身我知道很强，即便不朽也很少有达到你这种程度的，能让肉身如此强，还能让你不断掌握新元素技的体质，倒是挺特殊。秦晨一愣，我都没有说，你就替我回答了，我还能说什么？这个体质好好利用，也许以后能够打破9之极限，让你掌握第10种元素系。第四城主缓缓道，人类没人掌握10种吗？秦晨很是好奇，9为数之极，很多事情冥冥之中要打破9这个极限都非常困难。有，第四城主点头。谁？秦晨一惊，人类中竟然还有掌握了10种元素的人，让他很是意外。我。第四城主一笑。啊？秦晨诧异的看向第四城主，城主你打破了9之极限了？刚刚还说9是极限，马上就说自己是10系，这让他有些猝不及防。还叫我城主？第四城主一笑。老师。秦晨马上改口，你是如何打破极限的？他非常好奇，没有像系统这样的外挂，打破极限没那么容易吧？我天生9系，后天打破了极限，也是偶然进入了一个特殊之地，这个地方以你现在的修为还无法接触它，等你以后修为上来了，自然也就知道了。第四城主摇了摇头，大致解释了一下，并没有多说。天生9系。秦晨内心一惊，你既然成为了我唯一的弟子，我会向星际航行公司那边打招呼，那边的武学你可以随意学习，不需要任何条件。第四城主突然道，另外我不会对你有过多的指导，你以后若是有什么修行的问题可以问我，但我不希望你一开始就问，而是自己先思考，实在不明白再来。还有就是你之后如果有什么重要的决定也可以来问我，我可以给出一些意见，但是最终的决定还是需要你自己拿。闻言秦晨点了点头，好了，你先下去吧。第四城主摆了摆手。秦晨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而是突然一笑，老师，我是你第一个弟子，没什么表示吗？光是星际航行公司武学随意学习这一点其实已经不错了，但是秦晨内心是有些不满意的，武学这东西并不是越多越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看似好的特权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让他心动。第四城主一愣，随后笑了笑，本来是准备看你接下来的表现再给你看的，既然你主动提出来了，那便给你看一看。他的手一挥，顿时大殿中悬浮出3样宝物，3样宝物悬浮在秦晨的眼前，每一样都散发出了特殊的气息，这种气息代表的就是至宝。第一件看起来像一把伞，秦晨看不出其真实的用途。第二件是一件软甲，很显然是用来防御的。第三件则是一对黑色羽翼，看起来十分的漂亮。这3样宝物我已经留了很久，本身便是为弟子准备，只是以前我一直没有收徒，所以也就没有送出去。第四城主缓缓道，这第一件叫千机伞，它可以变换成各种形式的武器，没有时间间隔。另外它适合于任何元素，所以无需担心任何的削弱效果。秦晨仔细地看着这把千机伞，内心确实有些心动。变换任何武器，没有时间间隔。要知道它的元素系有9种，9种元素系也都可以用来作为攻击。如果以后都学了使用武器的武学的话，那他就需要好几种武器，那样太麻烦了。毕竟速度再快，切换武器时也是有时间间隔的。强者之间的交手，电光火石间完成，也许切换武器的时候就是致命的时刻。而现在没有这种担心了。另外，适合任何元素，更是惊喜。武器的材质不同，使用不同元素后效果也不同。比如雷系，雷系的攻击具有轰击和电击2种效果，但如果一个武器是用绝缘的特殊材料炼制，那么使用雷系时就不会有电击效果，只有雷霆轰击那一瞬间的强大冲击，所以威力就减少了不少。而这个千机伞不用考虑这些，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武器。第二件为空软甲。第四城主继续介绍道，此甲材料十分特殊，具体是什么即便是我也不清楚，总之很是坚果，真神也将其破坏不了。另外它融入了大量的空间元素，能削弱3成的冲击之力。秦晨这一刻内心大喜，真神破坏不了，意味着这件软甲可以一直用很久。另外削弱受到冲击之力的3成，这是最变态的。要知道他现在的肉身本身就非常可怕了，再加上这个的话，他可以想象自己面对一般的对手，想死都难了。第三件名为黑暗之翼，使用它可以让速度大幅提升，并且配合黑暗元素可以增加隐秘效果。第四城主继续道，最后一件其实就是用来逃命的，让自己的保命能力上升一个台阶。当然也可以利用它来对敌，想象一下和对手厮杀时，本身黑暗元素就让对手防不胜防，再使用黑暗之翼更是让对方无从下手。多谢老师。秦晨一笑，伸手就抓向了3个宝物。可就在这时，那3个宝物却自己避开了他的手掌。千机伞你可以无条件拿去。第四城主手一挥，顿时千机伞飞向了秦晨。秦晨将其抓住后，疑惑地看向第四城主，意思是想要另外2样，需要一些条件。另外2样你需要完成2件事才会给你，完成1样给你1件，这也是我对你的一次考验。
第四城主开口道：“老师请说。”秦晨道：“考验吗？他经历的太多了。第一件，你需要在突破不朽前穿过原始海。”第四城主道。秦晨瞳孔一缩，他听说过原始城的北面有一片海，被称为原始海，那是针对人族联盟封王不朽以下的修行者设置的考验。当然，说是考验，其实也算不上，因为没有规定你必须去做。不过有很多天才都会主动去闯原始海，但是至今为止能够通过的却少之又少。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不朽，而且有不少是封侯不朽。他们虽然做不到像秦晨一样超凡杀封王，但是他们可以做到封侯杀垂钓老人这样的封王。所以算起来，这些人在闯原始海时是不弱于现在的秦晨的。而且别忘了，秦晨是开启5级状态的情况下才击杀的垂钓老人，正常状态下很难。而现在第四城主要让他在突破不朽前就闯过原始海，确实给了他不小的压力。怎么样，可否有信心？第四城主开口问道。这个要求很高，他之所以会提出，也是想要逼秦晨一把，让其将所有的潜力都在超凡时期展现出来。毕竟超凡是修行者的关键阶段，秦晨在超凡越强，以后进入不朽就会越有利。我试试。秦晨点头。第四城主点了点头，继续道：第二件，在3年之内，不使用你之前击杀垂钓老人那种秘术的情况下，打败一名封王。老师知道我之前用了秘术。秦晨意外，5级状态确实是一种身体秘术，只是这种秘术使用起来，外人几乎很难看出，至少之前没人能够看出，哪怕是九先生也没有提过。阿九回来将事情的经过都说了，我又如何猜不出来？第四城主平静道。秦晨一笑，以第四城主的经验，即便没有亲眼看到，也确实很容易猜出。老师，这第二个条件打败的不朽，可有修为限制？我是否又可以突破不朽？秦晨开口问道。封王为5系以上，修为为巅峰封王。至于你，没有限制。第四城主笑着道。秦晨点了点头，并没有多大的反应。5系巅峰封王，只要选择那种只有1级到巅峰封王的人，而他又突破不朽的情况下，压力应该不大。看到秦晨的表情，第四城主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这个条件看似简单，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想要在3年之内突破不朽，极其困难。要知道，从超凡到不朽是一个巨大的门槛。如果说超凡是修行者中小有成就的话，那么不朽就是登堂入室，这一步让无数的修行者止步于此。即便那些突破的，用的时间也绝不是几年就行的。还有疑问吗？第四城主开口道。秦晨摇了摇头，没有了。确定没有了？没有了。秦晨摇头。那你下去吧。第四城主摆了摆手，看着秦晨离开，他笑了笑，这个弟子倒是很有心气。他原本以为秦晨会问一问关于突破不朽的一些问题，结果秦晨没有问，很显然秦晨内心有着绝对的信心。秦晨离开第四城主所在的地方后，回到了77号区域，他现在最需要的还是增加自身的实力，否则以他现在的实力，想要通过原始海，不用去也知道无法成功。而现在他的修为已经9系全9级超凡，其中有7系达到了巅峰，只有重力系和雷系的星纹还没有圆满。这样一来，即便将2个系圆满，增加的实力也是有限，所以想要通过修为的增加来增强实力，闯原始海不太现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肉身星辰炼体诀，增加星辰细胞就可以增加战力。可是还是有一个问题，现在他的星辰细胞已经达到了100万，身体强度可以说在超凡阶段已经接近饱和，即便能通过一般奇物增加也很有限了，除非是像之前那地心石一样的特殊奇物。可是这样的奇物，即便是星际航行公司内部也没有，想要通过积分来兑换也不可能。接下来就是通过元素的法则领悟，增加自身实力。可是元素的法则领悟，他除了雷系已经都达到了3重，再领悟需要时间，而他现在只有3年时间，因为3年内他要突破不朽才能完成第2个要求。老师给的第1个要求和第2个要求环环相扣，难了呀。他有些头痛，之前答应的倒是痛快，但是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下来先将修为都提升到巅峰再说。他先是点开了兑换系统，用星空兽获得的1万积分兑换了1枚天星草，然后又看向了任务系统。1枚天星草肯定是无法让他将2系都提升到圆满，所以他还要必须再接2个任务，再获得一些积分才行。看着任务系统中密密麻麻的任务，他主要寻找的是那种所需要时间较短的。少主！就在这时，南宫瑶突然跑了过来。怎么了？秦晨转头看向他。少主，我已经申请了去外闯荡，回复已经下来了，3天后我就可以去原始城。对了，少主，我离开后，你可以另外要求星际航行公司这边派一个护卫队长来。南宫瑶其实内心还是有些不舍的，但是关系到自己的成长，他还是选择现在离开，毕竟秦晨突破不朽被外派出去还不知道需要多久。秦晨摆了摆手，护卫队长有没有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大影响，他不会专门去要求。3天后我送你出城。秦晨开口道。不用不用。南宫瑶连忙摆手，等会儿我准备去闯一闯原始海，刚刚突破封侯时我去过，现在再去看看封侯巅峰后能闯到哪个位置，闯完后我会直接从那边离开。原始海？秦晨一愣，想了想，我也去看看。他同样不知道原始海长什么样，先去了解一下也好，反正并不耽搁他什么。少主也去。南宫瑶看到秦晨有些期待的表情，有些懵。他内心一动，原始海是为不朽级修行者创造的，秦晨不会要去闯吧？只是去看看。秦晨开口道，走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很快，两人向着原始海方向而去。原始海是当初原始城中人族联盟几位强者联合打造而成，它和真正的海是有区别的。闯原始海存在着危险，如果明知不可为还要继续闯，更是有死亡的风险，所以来这里闯的人都需要自己把握。另外，原始海并非是完全开放的，它有一个入口，虽然进去不需要什么条件，但是一次性只能进入1人，所以需要排队进入。但当秦晨和南宫瑶来到这里后，他们发现这里的人并没有在认真排队，反而实在认真的围观一个数字。秦晨看到那个数字显示的进度是 45%， 而在数字的后面还有一个修为显示普通不朽。少主，那个数字代表的是现在正在闯原始海之人的闯海进度。秦晨点了点头，来到人群后方。你去排队吧。秦晨开口道。南宫瑶摇了摇头，我拿到号了。说着，他拿出一个号码给秦晨看了一下。秦晨这才明白，所谓的排队并不需要自己去排，而且号码排队。摩尔太厉害了，进度竟然达到了45，按照这个速度来看，他并没有到达极限，恐怕最后进度有望达到一半啊。他还只是普通不朽。周围的人都一阵惊叹，要知道他们很多人也就这个成绩，而且他们可是封侯不朽，一个普通不朽能够赶上他们，在众人眼里自然就是天才了。这么差啊？秦晨眉头一皱，转头看向南宫瑶。他听这些人的口气，这摩尔已经是很厉害的天才了，结果才闯过原始海的一半不到。原始海肯定也是越到后面越难，如果这种情况摩尔突破封侯不朽，也还真不一定通关原始海。就这样也让众人惊叹，他实在有些无语。南宫瑶顿时有些尴尬，在他看来摩尔也确实厉害，结果在秦晨眼里却很差，顿时格局就完全拉开了。他解释道，一般各大势力的天才在突破不朽后都会被外派出去历练，继续留在原始城中的是少数，所以摩尔虽然优秀，但是若是和同辈那些派出去的人一起比较，他恐怕就算不上最优秀的那一批。两人的话并不大，但是在场的人是何等耳力，自然将他们的谈论听在耳中。尤其是秦晨那句这么差，让很多人都不淡定了。其中有一个高瘦的鹰钩鼻男子当即就转头看了过来，谁呀？口气这么大。他的话一出，周围的人也来了胆子，纷纷开口，就是普通不朽，能通过一半，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差，这得多么牛的人才敢说出这句话。这话带着嘲讽，显然不认为秦晨和南宫瑶有资格去说这些话。闭嘴！南宫瑶眉头一皱，喝声道，对他阴阳怪气可以，对秦晨就让他不能接受。你喊闭嘴就闭嘴，你们那么有本事，要不也去试试，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有多牛。其中一人在人群中大声道，顿时众人都开始起哄，让秦晨和南宫瑶去试。少主，走吧。南宫瑶传音道，这里不能出手，而对方的人又太多了，打嘴炮肯定是打不赢，只能先离开了，不然烦都能被烦死。我还真想试试。秦晨直接开口，你想要闯原始海？南宫瑶闻言顿时一惊，秦晨现在还是超凡，虽然他知道秦晨的实力很强，但是超凡闯原始海还是第一次，试一试，闯多少算多少吧，反正又不出钱。秦晨一笑，要不下次来吧。南宫瑶小声道，秦晨实力是有，可是这次必须要超过那摩尔才行，否则刚刚说的那些话会被打脸，而周围的人也会疯狂的嘲笑。在原始城，不朽和超凡分开修炼的，秦晨的名字他们可没有听说过，所以到时候嘲讽起来会丝毫没有收敛的。别下次来啊！就在这时，那鹰钩鼻男子突然道，试一试，不打紧的，放心，能闯过多少无所谓，重在参与嘛。万一要是赢了摩尔呢，你就是我们的偶像了。他的话说的客气，但明眼人一听就是在怂恿秦晨，好打秦晨的脸。是啊，刚刚还说了摩尔差，你看他们很多人不信，你就拿出实力打他们的脸，这才能真正的让他们闭嘴。另一个穿着花色衣服非常骚气的男子也附和道，而他的话听起来像是支持秦晨，可是却阴阳怪气，表情更是猥琐，一看就想要打他。对了，摩尔出来后，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这就把位置让给你，不需要你排队。骚气男生怕秦晨反悔一样，把自己的排队号码当即就塞给了秦晨。秦晨一笑，这些人还真是无聊，不过他也没有废话，直接将号码拿了过来。而就在这时，众人看到那代表摩尔的进度数字从 49% 直接跳到了 50%。这一刻，众人纷纷发出惊呼，出来了，出来了！不久后，一个穿着长衣的俊美男子神色一丝不苟地走出了原始海的入口。恭喜摩尔兄弟，普通不朽就已经通过了一半，恐怕突破封侯，不需要封侯巅峰就能真正通关原始海。有马屁精连忙喊道，如今的摩尔只是普通不朽，到了封侯实力大增，听上完全可以突破后就通关原始海，所以这个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如果不仔细去分析，表面上是没有任何夸大痕迹的。是啊，摩尔兄弟就是厉害。此时的其他人纷纷都不再理会秦晨，而是将刚出来的摩尔围住，一顿奉承。没办法，无论是蓝星还是宇宙，这种马屁精到处都是，哪怕是原始城中的天才同样不例外。原始海越到后面越难，哪有那么容易通关？摩尔谦虚了一句，不过他的表情很是满意。很显然，这些人的话他很受用。秦晨倒是没有管他们，而是直接上前，然后来到入口处停了下来。对了，他突然大声道，让人群顿时安静下来，然后疑惑地看向了过去。之前我说差，并没有指名道姓。说完，他一步踏了进去。之前他说差，确实不是针对的摩尔，毕竟两人本来不认识，没有必要专门去说他说的差
是指这里所有人。众人也听懂了他的话，看着秦晨消失在入口，一个个的脸色铁青。摩尔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看众人的表情，他眉头一皱，他是谁？很陌生，估计是刚突破不朽的新人吧。对了，那骚气男将刚刚发生的事情都一一说了一遍。摩尔闻言后先是一愣，随后笑了笑，既然是新晋的不朽，说着豪言也是正常。你们一个个的刚刚突破不朽时不也是如此？还有比他更狂的，这有什么？他的语气听起来十分的温和，整个人看起来也是温文尔雅。摩尔兄弟，你就是太善了，我们当初是有些狂，可是也不敢瞧不起任何老人，可是他一来就瞧不起我们所有人，比我们狂多了。那鹰钩鼻的男子开口道。闻言，摩尔眉头皱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过来，然后轻声道：正常，新人嘛，等试过原始海后，自然也就明白其中的困难。你们一个个的，当初还不是试了之后心气就放平了？不要一来就去苛责别人，做人要大度一些。摩尔兄弟说的是，新人总要经历一下才明白其中。咦，你们快看他的修为！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声音在人群中响起，众人转头一看，然后就发现入口附近那里显示出了秦晨的信息，他是超凡。所有人都愣住了。进入原始海后会自动检测闯海之人的修为，以最高系为准，而现在秦晨显示的就是超凡9级。超凡来闯原始海，在闯之前还嘴炮说我们很差，他疯了吧？有人顿时不淡定了。之前他们觉得秦晨太狂了，而现在已经不是用狂来形容了，这简直就疯子才做得出来的事情。你见过一个残废在一个壮汉面前说对方是垃圾的？而超凡对他们这些不朽来说不就是残废吗？这一刻他们感觉到深深的被冒犯了。不对，你们快看他的进度。然而有人突然看到那进度的数字开始了跳动，众人纷纷看去，结果看到那进度数字已经变成了 5%， 而且相隔几秒时间就跳到了 6%， 不一会儿已经是 10%。 这么快？有人露出了诧异，有些不敢相信。即便是摩尔此刻也是瞳孔微微一缩。就拿前 10% 的进度速度来说，这个速度丝毫不弱于他之前的速度，而他之前进去后就用了全力的，没有任何的保留，这证明秦晨的实力不弱于他。怎么可能？他就内心大惊，他是不朽，而秦晨只是超凡啊！就在他们惊讶时，那进度的数字还在增加，虽然速度在慢慢的变缓，可是看不出丝毫要停下来的意思，这让在场的众人都心惊不已。原始海，此时的秦晨正处在一片火海之中，在他的眼中，整个世界都是熊熊的烈火，并且这些烈火随着时间的流逝，温度越来越高，灼烧力也是越来越强。原始海并非常人理解的那种只有海水的海，而是拥有各种爆裂元素的海。之前秦晨闯过了水海，并且已经闯过了一个火海，现在又是火海，但这次的火海比之前的要可怕不少。按照他了解的原始海，闯关者在进入之后会面对10种不同元素的海，总共需要面对不同元素的海50次，而且10种元素并不固定，每个人遇到的10种都可能存在不同，并且先遇到哪种后遇到哪种同样不同。同一个人每次进入同样会发生变化，这样一来闯海者就很难凭借别人的经验或者是上一次的经验来做出相应的准备，这也是原始海的一大特色，所以很多留在原始城中优秀的天才都会喜欢来这里。当然也不能经常来，因为经常闯的话会被里面爆裂的元素影响，无形中可能会导致自身的身体出现问题，或者在修行上出现偏差。这个火海中的火元素和以前我遇到过的对手使用的有很大的不同，这些火焰竟然能自身化成各种形态，难怪都说闯原始海很难。秦晨此时正面对一个人形火焰，这个人形火焰除了无法开口之外，仿佛拥有智慧生命的一切，出手之精妙，还能对对手做出攻击的预判。哗！突然人形火焰手中竟然幻化出了一杆火焰枪，枪尖不停地刺出，每一次的刺出都让空间发出震荡之声。而秦晨浑身弥漫着火元素，一双火焰霸拳不停地挥动，每一拳的出击都带着无敌之意。人形火焰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仅仅是几击就被轰得不停地后退，最终被一拳轰散。在灭杀了人形火焰之后，不等他休息，当下他周身的环境一变，一片冰天雪地的海出现，整个海极度的冰寒，一切都被冻结了一般，连空气都不再流动，一股股的寒气直逼他而来，疯狂的要破开的防御，钻入他的身体，去冻结他的五脏六腑。然而秦晨的肉身太强，这些寒气无比侵入，只能表面上不停在表面上尝试冻结他。同时上方开始落下起了巨大的冰块，这些冰块渐渐的变成巨大的冰锥，不停的落下，仿佛在毁灭这个世界一般。秦晨手中一杆冰枪不停的轰出，横扫阻挡着一切攻击。随着他不停的抵挡住冰海的攻击，他的进度也在不停的提升。快看，已经快 20% 了。外界有人看着那进度数字忍不住惊呼。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之前是如何嘲讽秦晨的，反而带着震撼的表情。超凡来闯原始海也就算了，还已经闯到了这个地步，并且看样子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看来他之前敢说那些话还是有些本事的。有人开口道：靠，21%了，比我还要多了，算了，我原谅他了。其中一个普通不朽说道，他到目前为止闯海的进度记录也就是 20%。 随着秦晨闯海的进度越来越高，正在观看的人群谈论的人也越来越多，惊叹之声不绝于耳。有惊叹自然也有惊恐，此时的鹰钩鼻男子和那骚气男的脸色已经变了，
当看到代表秦晨闯海进度的那个数字达到38%后，骚气男整个人都不好了。他自己的进度就是38%，一股寒意出现在他身上，不停地冲击他的天灵盖，让他浑身发凉。他是谁？当进度达到40%后，鹰钩鼻男子忍不住开口了，可是没人回答他。他们都是不朽级的天才，自然不会去关注超凡那边的人。45%了。现在的众人一个个都无比认真地盯着那进度，数字一变，就有人惊呼：46、47，速度慢了不少，不过还没有完全停下来，还在继续啊！一声声的惊叹让一旁的摩尔面色越来越沉重。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正在闯原石海的人身份一定不简单，但是他来不及去查找，因为此时他的内心无比的紧张，眼看着那进度就要赶上他自己的记录了。48、49，此时的入口处，随着进度不停的接近一半，人们已经控制不住的跟着那数字的跳动而齐齐出声。这声音每一次响起，都仿佛一击重锤一般，击打在摩尔的心头。50，当进度变成50%后，现场的叫喊声达到了高潮，同时摩尔浑身一震，脸色瞬间就变得苍白一分。他还没有听，还能继续。卧槽，这是超凡！我之前对他说过阴阳怪气的话，他会不会记仇啊？谁认识他，知道他的性格吗？有人大声说道。听到这话，鹰钩鼻男子和骚气男脸色一白，内心狠狠的一跳。要说谁最阴阳怪气，还是他们两人。之前为了给摩尔拍马屁，针对秦晨，他们可是最积极的。想到这里，两人的身体在悄悄地往后退。而此时的摩尔听到周围的议论，脸色越来越难看，每一句话听在他耳中都是那么的刺耳。你们闭嘴！终于，他实在忍不住大喝出声。现场瞬间安静下来，一个个小心翼翼地看向摩尔。此时的摩尔哪里还有之前的儒雅随和，脸色的怒意清晰可见。是谁把号码给他的？摩尔深吸口气，冷声问道。所有人顿时看向了骚气男。摩尔见状，突然转头，一直后退，正准备偷偷离开的骚气男和鹰钩鼻男子顿时身体一僵。摩尔的身形瞬间一闪，然后来到了骚气男身前。是你？他的声音很轻，但是却透露出一股冷意。我，啪！摩尔一巴掌扇了过去，骚气男瞬间被扇趴在了地上。这一幕顿时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操作？原本众人以为摩尔会不服，然后可能会等秦晨出来后提出什么挑战之类的，结果把骚气男给打了，让他们想不通。摩尔并没有理会众人的诧异，他又看向了鹰钩鼻男子。你跑什么？我之前嘲讽过他，摩尔兄，我是站在你这边的。鹰钩鼻男子连忙开口。然而他的话刚落下，摩尔的巴掌就来了，一巴掌之下，鹰钩鼻男子身体被扇得在空中转了一圈，才趴在地上。谁他妈让你嘲讽我大哥的？摩尔大声道。众人这一刻，所有人都懵了，就连一直看戏的南宫瑶也懵了。这是什么骚操作？秦晨又什么时候成为摩尔大哥的？众人都在懵逼，不知道摩尔这是什么操作。而原石海入口处，那进度数字此时已经悄然来到了60。原石海内，此时的秦晨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他此刻正处在一片雷海之中，而整个雷海无比的狂暴，导致他现在也有些狼狈，浑身虽然没有受伤，但是身上的衣服却出现了破损。看来只能到这里了。秦晨摇了摇头，他并没有开启5级状态，因为没有必要，那个只是临时状态，遇到危机的时候可以用，但他不希望自己太过依赖。不过这原石海倒是有些奇效，我的雷系最后一条新闻的进度倒是有些松动了。秦晨感受了一下体内雷元素的星辰变化，虽然进度没有提升，但是却有松动，接下来进度提升也就水到渠成的事情。就在这时，他不再去强求，能到这里，他计算了一下，应该有60%的样子，超过那摩尔不少了，这样一来也不至于自己打自己的脸。想到这里，他主动往后退，当退出雷海的范围后，一股传送之力直接将其传送到了原石海的出入口处，然后他一步跨向了出口，出来了。就在他出来的第一时间，所有人都齐刷刷的看了过去。摩尔则是快步跑到秦晨的身前，犹豫了一下，大声道：老大，这两人之前对你不敬，我已经将他们教训了一顿，这里不能厮杀，但是这种教训还是没有问题的。秦晨一愣，自己什么时候说过小弟了？这操作差点把他整神。而一旁的南宫瑶传音道：少主，一看到你的进度超过他后，瞬间就改变了心态，此人情商很高。在外人看来，摩尔这个骚操作很是丢人，一个天才这么轻易的就服软了，还主动示好，一般人是干不出来的。但是对方丝毫没有顾及面子，这样的人真的不能小觑。面子才值几个钱，要面子很可能就得罪了一个得罪不起的人。摩尔虽然不知道秦晨的底细，但是能够超凡闯原石海到这种程度，已经说明了一切。而且现在摩尔和秦晨其实并没有什么恩怨，这个时候又突然示好，秦晨也总不会不讲道理的去针对。我只是提前来熟悉一下原石海，可不收什么小弟，你们该继续的继续。原石海有些难度，但好处也是不小的。秦晨笑了笑，他的话像是在指点江山，但是此刻没人再对他的话产生反感，反而觉得非常有道理。没办法，当你的地位、身份或者实力让别人仰望时，瞎说一些话，别人也会当成真理，广为流传。摩尔有些尴尬，他第一次主动给对方当小弟，却被拒绝了。不过他也没有什么不满，笑着道：老大说的对，这原石海确实好处不少，
每一次进去都相当于是一次速度加倍的修炼，还能体验各种元素的狂暴。秦晨听到他喊老大，摇了摇头，然后看向其他人，下一个是谁？赶紧的，还有人等着。然而他的话一出，却并没有人进去。人群中一人仿佛明白了什么，连忙站了出来：“是我，不过我突然又不想进去了，不如就给你吧。”说着，他看向了南宫瑶，将手中的排队号码拿了出来。南宫瑶一愣，露出了古怪的神色。秦晨也是无奈一笑，这人明显是因为他才把号码让出来的。接着吧。秦晨也不废话，对南宫瑶道。南宫瑶拿过号码后，就向着原始海内走去。接下来的时间很是无聊，现场的气氛完全处于一种诡异状态，没人谈论，连话都没人说，非常的安静，就像一个大老板突然在场，他不开口，没人敢开口一样，并且也没有人敢离场，就这样无聊的盯着那数字，还要带着微笑。不知过了多久，当南宫瑶进度达到55后，退了出来，然后和秦晨一起离开了这里。呼！当两人离开后，现场的人终于松了口气。太压抑了，摩尔轻声道。他是星空联盟的人，但是他发誓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压抑过，哪怕面对星空联盟的高层也没有过。他是谁？有人问出了自己的疑问。自从秦晨在原始海中进度出乎他们意料后，众人内心就一直疑惑。我刚刚偷偷查了一下关于最近的大新闻，刚刚那人应该是最近新出的顶级天才秦晨。其中一人开口道。很快，众人开始在天网上搜索秦晨的相关信息。人类历史级天才，10杯零创纪录，天才战碾压式第一，一个个信息出现在他们眼中，看得众人头皮发麻。少主，现在你在原始城算是彻底出名了。另一边，南宫瑶笑着道。之前秦晨在超凡中名气大，但是不朽中很少有人注意，但是现在相信要不了多久，原始海那边的事情就会在不朽中传开。真神级算是人类的高层的，大部分也都知道秦晨，所以出名是肯定的了。这些并不重要，你是准备去哪片区域？秦晨开口问道。南宫瑶是星际航行公司成员，申请离开原始城也会被派去某个地方的。青云星域，那里也正好是我的家乡，公司派我去那边做青云星域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南宫瑶回答道。秦晨点了点头，青云星域距离苍蓝星域很远，也比不上苍蓝星域，但是也是一个不错的星域。南宫瑶去那边分公司做副总，也对得起他封侯巅峰修为，并且副总经理不用天天待在一个地方，是有权利在外面闯荡的，只要不跑出星域就行。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原始城北门处。南宫瑶看向秦晨，认真道：“少主，等我突破封王，就会升职成为分公司总经理，有资格出星域。到时候我来找你，你自己该如何就如何，无需想着我这边不是谁都能跟上我的脚步，跟随我也不一定就适合你。”秦晨摆了摆手，想跟随他的人并不少，在蓝星时，于洋就想要跟随，但是被他拒绝了，这才有了现在的成就。之前他也在血色世界有4个仆人，现在也没有跟着他，而是放他们自己去闯荡。南宫瑶沉默了一下，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道：“少主，我走了。”说完，他转身就走。秦晨看着他消失在眼中，这才转身向着77号生活区而去。回到自己的生活区后，秦晨的天星草已经到了。吃下天星草之后，他的雷系第10条星纹增加了 2%， 同时他的重力系第10条星纹增加 3%。随着他修为的提升，天星草的效果也变得严重不如之前。等巩固了一下修为后，他再次点开了任务系统。这一次，他专门针对的是一些特殊秘境类任务。之前他天才战获得第1名，有资格随意进入联盟中的特殊秘境。原本他是准备找个合适的直接去的，不过如果有适合的又有任务的话，他可以随便接个任务，这样一来还可以获得积分。很快，他一个个的开始观测。丁，神级任务开启中。任务1，前往古族的古之秘境，3年内其中一系突破10级超凡，奖励奇物3个。普通模式。任务2，前往古之秘境，3年内其中3系突破10级超凡，奖励5学，奇物各2种。困难模式。任务3，前往古之秘境，1年内其中3系突破10级超凡，奖励能量物若干。地狱模式。任务4，前往古之秘境，1年内至少5系突破10级超凡，奖励光明或空间元素敏感单1枚。随机神级模式。突如其来的系统声音让秦晨一愣，他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神级模式的任务。原始敏感度加强单可以让他打破9之极限，而且无论是光明元素还是空间元素都是十分特殊的元素，除了给他增加战力之外，还能为他带来一些特殊手段。这超凡10级是什么意思？秦晨眉头一皱，他并没有听过什么超凡10级，在之前他一直以为超凡9级巅峰之后就是普通不朽初期，可是现在看来一些事情他并不清楚。我都没有听说过，这里的护卫以及下人也不可能听说，甚至之前南宫瑶也没有提过。看来这所谓的超凡10级很是隐秘，并且不是谁都可以提升到这个境界。算了，等离开原始城前去老师那里问问。不再多想，他很快开始看向那些任务。既然现在系统给了他古之秘境的任务，他的目标就很明确了，直接开始查询有没有关于古之秘境的任务。结果还真被他发现了一个关于古之秘境的任务。任务：前往古之秘境，并且在秘境中至少生存半年，时间越久积分越多。看着这个任务，秦晨内心一动，竟然是一个生存任务。生存任务代表着危险性不低，
起步只有半年时间，更证明了这个秘境的凶险。古之秘境，秦晨查了一下关于古之秘境的信息。古之秘境是古之一族的最核心秘境，对整个古族来说，这个秘境就是他们的命密版。而古族之所以会将这个秘境开放出来，也是因为他们是人族联盟的一员，并且他们并不强大，迫不得已而已，否则绝不可能向联盟开放。竟然查不到关于秘境里面的一些事情，秦晨眉头一皱，这让他诧异无比。要知道，这个秘境既然在星际航行公司内部有任务，那么证明至少在天网公司和星空联盟中同样有任务，尤其是星空联盟一定有，所以以前一定是有人进入过的。按理来说，天网上面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可是现在却一点都没有，这非常的奇怪。不过这也并不影响他接下这个任务。当任务接了之后，他再次来到了第4城主的雕像处。这么快就来了？刚一进入雕像世界，第4城主的声音便响了起来。老师！秦晨一惊，紧接着他的前方一座大殿缓缓地呈现出来，而他自己却已经来到了大殿之中。大殿上方正是第4城主，要准备离开了。第4城主看着秦晨，平静地问道。秦晨点头，是的，我接了一个秘境任务，古族那边的。第4城主点了点头，是该出去一趟了，没必要非要在原始城中修行，出去反而更好。弟子明白。秦晨点头道。你这次来，除了准备离开外，可还有什么事？第4城主见秦晨的表情，就猜测到了对方肯定有什么要说的。秦晨也没有矫情，直接开口道。我在接了关于古之秘境的任务后，也在天网上准备查找关于秘境的详细信息，结果发现天网上没有丝毫信息。老师可知道这里面可有什么隐秘？闻言，第4城主一笑，天网之所以会没有信息，是因为关于古族和古之秘境的情况几乎都被屏蔽了。屏蔽了？秦晨一惊，能让天网公司屏蔽的肯定不是小事了。对，古族很特殊，他们以前其实并非像这样弱小，在人族的盟友中可以排进前10的，而现在却连前100都难。第4城主缓缓开口。秦晨露出疑惑，人族的盟友好几百个，大部分都是弱小的种族，他知道的最弱的那几个连人族的一个星系都不如，族中最强的强者也就刚到不朽。银河星系这样的偏远星系好歹也有3个不朽，但是强大的种族同样不少，能排进前10的族中真神强者肯定也是不少的。可是这样种族怎么会突破就变得如此弱小？除非遇到了种族之战，并且对手比他们强很多。但是古族又是人族盟友，这种种族之战应该是发生不了的。见秦晨疑惑，第4城主解释道，古族之所以从强族变成了弱族，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是我人族。秦晨更加诧异，古族体质很特殊，他们天生拥有反骨。反骨？对，反骨，他们是一种可以骨肉分离的生灵，肉身灭亡后可以单独以骨架存活，并且修为还在，但是这个骨架却是反骨。当肉身还在时，他们是人族的盟友，但是当肉身灭亡后，他们就是人族的敌人。另外，即便是肉身存在时，有时候骨架的反骨也会战胜肉身的理智，导致反水。还能这样？秦晨诧异，宇宙中竟然还有这种生灵。如果这样的话，谁还敢和这样的种族联盟？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反骨，然后被出卖了。所以说，之前古族出现过背叛，然后被我人族给镇压了。秦晨反应过来，如果说人族为何会出手，也只有这个原因了。第4城主点了点头，对，一个纪元前，古族突然反骨爆发，大量击杀我人族之人，人族得知后便去了强者镇压。不过我人族并没有将其完全灭族，而是留了一部分，所以现在的古族才如此弱小。闻言，秦晨总算清楚过来，古族现在应该怀恨在心吧？秦晨轻声道，无论如何，都是人族将他们从一个强族生生的打成一个弱族，古族之人心里没有一点怨恨，他是不幸的。无所谓，他们若是明白道理，自然最好，明白不了也没有办法，反正人族有办法控制他们就是了。第4城主随意道，古族这种体质，老实说，就算投靠别的种族，也不会有人敢要。人族能让他们成为盟友，让他们受到庇护已经不错了。要是人族一旦放弃他们，估计要不了多久，这个宇宙便再也不会有古族的存在。这些道理，古族有人明白。老师，这些都是关于古族的，那古之秘境中又有什么特殊的呢？秦晨好奇。古之秘境的信息比古族的信息屏蔽的更多，古之秘境里有着古族的秘密，至于什么秘密，至今没人知道。进去过的人出来后，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秘境，但是却有不少人又死在了里面。人们猜测有秘密，但是知道的人死了，活着出来的人不知道，自然天网上就没有什么信息了。第4城主做出了简单的解释。没有强者进去过？秦晨问道。这么神秘的秘境，强者应该进去看看才对。第4城主摇了摇头，没有必要。进去当然能进去，但是进去干什么？找出里面的秘密。现在古族也没有叛变，而且秘境中的秘密只是猜测，对人族也没有什么危害，根本就没有必要。至于有人进去后死亡，进入哪个秘境不死人的？不死人的秘境就不是秘境了，让你进去，你都没有兴趣进去。结束了关于古之秘境的话题后，秦晨开口道，老师，你听说过超凡10级吗？你知道超凡10级？第4城主第一次露出了诧异的神色，还真有超凡10级。秦晨内心一动，缓缓道，我最近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有些松动，但是冥冥之中
我感觉如果直接突破，似乎少了一些什么，仿佛9级超凡和不朽之间还隔着什么。老师，我之前一直在奇怪，修行者从凡人到武者之间有炼体的过渡期，从武者到超凡有准超凡的过渡期，但是超凡到不朽，为什么突然就没有了？再加上最近的感觉，我才有所猜测。他解释了一堆半真半假，过渡期他确实怀疑过，至于什么冥冥之中的感觉，那就是扯淡。第4城主并不知道秦晨的心思，他看着秦晨笑着道：“你能感觉到这些非常不错，也许是因为你体质的特殊，让你自己就能感受到10级超凡的存在。其实10级超凡属于传说，传说那就是不一定存在。”秦晨一愣，系统提示了就一定有，但若是第4城主都不清楚，那肯定这个任务就超级麻烦了。但又不对，任务有4个模式，简单模式同样是让他突破10级，简单模式的任务应该是不难的。既然有这个传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别人不知道，我倒是知道这个10级超凡确实是存在的。第1城主当初就是从10级超凡过来的。第4城主也不再卖关子，直接开口道：“第1城主。”秦晨内心一动，第1城主是人族9大强者，最为神秘的一个，至今他都不知道对方的任何信息，因为天网之上没有丝毫。不仅仅他不知道，他之前还问过南宫瑶，对方说了，就连星际航行公司的高层都不清楚，更别说他们了。但是不管是人族联盟还是宇宙其他一族，心里都知道人族最强的就是第1城主，哪怕没几人见过他，但也成为了一个共识。具体的以后若是你能成长起来，自然便明白。若是给你说太多，对你反而不好。你只需要知道10级超凡是存在的，既然有这个感觉，那么就去尝试突破，也许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第4城主不在第1城主的话题上纠缠，秦晨点头也不再多问，对方说的对，实力不够时，知道越多越没有好处。离开第4城主的雕像后，秦晨原本准备直接离开，就在这时，紫衣真神却找到了他，要走也不说一声。紫衣真神开口道，秦晨顿时露出尴尬，他确实没有准备打招呼，而且流程也是这样的，接了任务都会直接前往，任务系统会有记录，星际航行公司的人自然也就知道了任务人的任务内容。况且给紫衣真神说，单论他在星际航行公司内的身份而言，好像还没有那个资格。紫衣真神看出了他的尴尬，也不多说，而是道：“把这个拿着。”说着，一封信飞向了秦晨。古族那边你刚去，什么也不清楚，将这封信交给驻守在那边的异人，他名叫卡奥，是人族在那边的军事基地负责人之一，也是我曾经的学生，有什么不懂得可以问他。紫衣真神认真道，他不像第4城主那样，虽然秦晨的道路需要自己去闯，但是一些助力还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让其更快的成长，少走一些弯路。多谢紫衣前辈。秦晨拱手一拜，对方特意找到他，然后给他说这些，显然是以个人的身份来的，这是对他的照顾。另外，这枚令牌拿着，这次你获得天才战第1，第4城主说了，星际航行公司内部武学你可以随意学，但那是他给你的奖励。而这枚令牌是星际航行公司给你的，有了它，只要是星际航行公司有股份的虫洞都可以免费使用。紫衣真神将令牌给了秦晨，去吧。秦晨也没有再耽搁，拿上令牌后向着原始城外而去。古族虽然是人族联盟一员，但是他们的疆域并没有和人族疆域接壤，所以非常的遥远。秦晨的任务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他不可能慢慢的靠着飞船飞去，而是必须要通过一些虫洞。小爱，查一查去古族需要经过哪些地方。秦晨开口说道。主人，早就给你查过了，要去古族，首先我们需要经过金海星域，然后在那边通过虫洞到了云族疆域，再在云族那边过虫洞直达古族疆域。小爱将自己调查到的最佳路线说了一遍。去金海星域有虫洞吗？秦晨问道。金海星域他听到过一些，距离原始大陆还是非常遥远的，要是坐飞船过去需要太久了。有，不过主人，还有一条路线可以去苍蓝星域，然后还可以路过银河星系，甚至蓝星，之后去白马族疆域，再到古族疆域。小爱突然又道，哦，这条路距离如何？秦晨连忙问道。他已经不少时间没有回去了，如果可以，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主人，这条路线严格按照距离来算的话，其实比第1条要近，不过到达银河星系后需要走不少的距离才能去另一个通往白马族的虫洞。小爱并不知道秦的系统任务，所以才给了这条路线。秦晨一听了摇头，神级任务只有1年时间，他必须尽快到古之秘境，然后还要突破修为，这样才能获得奖励，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经过虫洞，否则根本赶不上。算了，走第1条路吧，第2条路完成任务返回时再说。秦晨当即做了决定。不久后，他出了原始城，最后来到了虫洞区。在这里有一个虫洞是通往金海星的。当秦晨来到虫洞处时，他拿出令牌，看守直接放行。金海星域在人族所有星域中算是中等偏上的星域，真神强者有不少。主人，我们这次到的地方是金海大陆，金海大陆也是金海星域分中心大陆。由于金海星域是人族疆域中比较偏远的星域，所以那边也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虫洞中，小爱的声音在秦晨耳中响起。秦晨点了点头，不知道多了多久，虫洞的出口出现在了他眼前。与此同时，出口不远处正有2名守卫，他们4个金海大陆专门驻守在这里的人员。就在秦晨即将出虫洞时，其中一个独眼男子突然看向了虫洞口，来生意了。哈，终于来生意了，不知是不是肥羊啊？
另一个人笑着道。两人当即就来到了虫洞口。当秦晨出现，两人还没有看清楚样貌时，便大声开口：“欢迎来到金海大陆。”随后两人看清了秦晨后，发现秦晨如此年轻，就一个人来到这里，连忙道：“先生来自哪里？”“银河星系。”秦晨开口道。“银河星系。”两人一愣，其中一人连忙拿出了自己的通信辅助设备，开始查询。很快，银河星系的信息就被查出来。那人将信息给独眼男子看了一下。独眼男子暗笑：“银河星系，苍蓝星域分一个星系。苍蓝星域虽然强大，但是银河星系却是其中一个小星系，非常偏远。秦晨这么年轻，竟然能跑到这里来，还一个人，可见对方要么是银河星系的一个天才，要么就是一个狠人，到处闯荡。无论哪一种，都是肥羊。兄弟厉害啊！银河星系跑了这么远。”独眼男子先是赞赏了一句，然后表情又变得严肃起来。“不过虽然我很欣赏你的勇气，但是我们这边有规定，通过这个虫洞来到这里，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秦晨点头，不过他从身上拿出了一枚令牌。看到这枚令牌的瞬间，两人脸色微变。星际航行公司的人。星际航行公司掌握了人族联盟中大部分的虫洞，这条虫洞虽然不完全是星际航行公司掌握，但是却有一部分股份在里面，所以星际航行公司的人通过是按身份来收费的。一般身份有一定的折扣，而特殊身份则是可能不需要费用。秦晨拿出的令牌是天才令牌，表明了是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人物少主身份。这种身份比不朽的身份都高，所用的费用非常的少。原来是星际航行公司的少主。独眼很快反应过来，我们这边规定少主身份费用减少70%，一共是……他算试了一下，很快到3万枚9级能金。3万！秦晨眉头一皱，这个虫洞以9级能金来算，不是应该只要100枚吗？100枚9级能金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要知道，超凡想要获得100枚9级能金也不是那么容易。之所以这么贵，也是因为这条虫洞通的距离长。100枚能金是没有折扣的价格，按照对方说的70%，应该是30枚才对。可是现在对方收费3万，还是折扣，这特么黑的让人震惊。涨价了。独眼男子露出尴尬。秦晨也懒得去争论，指着令牌开口道：“你再仔细看看。”两人一愣，然后仔细的观测起令牌来，是有点不一样。另一人小声道。独眼男子瞪了他一眼，然后抬头看向秦晨：“兄弟，这枚令牌可以减80%费用。”其实他并不认识这枚令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表面上确实和他以前见过的有所不同，仿佛更高级一些，并且他看秦晨的样子不像是那种装模作样的人，所以只能继续减少一些费用。不是免费吗？秦晨道。免费？独眼男子旁边的那人瞬间就跳了起来，看向秦晨的眼神都有些不善了。而独眼男子更是脸色一沉，他当然知道秦晨的身份不一般，在星际航行公司内恐怕已经是核心区的成员，但是哪有如何，这种事情他不是第一次做了，来到这里是龙是虎都得留下点东西，好不容易等到一头肥羊，他怎么可能放过？果然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秦晨算是明白过来了，来到这个地方虽然只是一个虫洞的问题，但确实太远了，又比较偏僻，人族的大人物其实很少来，即便这种敲诈的事情传出去，在那些大人物眼里不过是小事，并不会专门来处理，所以导致了这些人的胆子很大，哪怕是星际航行公司少主的身份也无法镇住他们。他也懒得和这两个小虾米扯下去，直接就跨步离开。费用当然没有。站住！看到秦晨直接离开，两人愣了一下，没有想到秦晨这么刚。不过独眼男子很快就反应过来，轻喝一声。然而秦晨根本没有理会他，脚步都没有停一下，继续向前走着。独眼男见状，手臂瞬间变长，一把抓了过去。可是下一秒，秦晨反手便拍了过去，啪的一声将其拍倒在地。再耽搁我时间，我不介意，杀一两人。秦晨的声音平淡，可是听在两人耳中，让他们浑身一寒。他们能够听得出来，秦晨完全敢这样做。好大的口气，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和胆量，在这里杀人，还杀公职人员。突然一个声音响起，紧接着从远处两个身影朝着这边走来，说话的正是其中一人。看到两人的出现，独眼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指着秦晨开口道：羊队、龙队，他无视规定，想要不给任何费用闯卡。两个队长闻言看向秦晨，没有问具体的经过，直接道：我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你出手打伤公职人员，罪加一等，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两人根本不给秦晨说话的机会，直接就上前一左一右的对他出手。他们是专门驻守在这里的人员，虫洞都是官方的，所以他们确实是公职人员。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内心深处的傲慢导致他们并没有太去在意秦晨的身份，甚至都没有去询问一下两个手下。此时的秦晨也被弄出了火气，他身形一闪，只见一道残影一左一右的闪过，随后便两声惨叫响起。你！两个队长躺在地上，抬头看着又站回到原地的秦晨，眼中露出了惊骇之色。而独眼以及和他一起的那人更是带着惊恐，他们可是知道两个队长修为是不朽，虽然只是普通不朽，但也不应该是秦晨能够对付的。毕竟秦晨刚刚的令牌表明了对方只是超凡级天才。秦晨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几人，继续准备离开。而此时的两个队长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人道：总队，他从古之秘境回来了吗？看守虫洞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分为不少的小队，毕竟虫洞很重要。他们两个是分队长，而他们的上面就是总队。
回来了，快通知他。两人嚣张惯了，所以哪怕秦晨厉害，他们也并不准备就这样让对方离开。而正准备离开的秦晨听到两人的对话，脚步一顿。古之秘境。秦晨转身，然后一步步的走向两个队长。你们总队去过古之秘境？两人听到秦晨问话，神色一变。怎么？你怕了？总队他是去过古之秘境，并且安全出来，如今已经回来，我们已经通知了他，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过来，有本事你别走。秦晨一笑，我不走，要么你们两个带我去见他，我等不及了。什么？两人瞬间一愣，古怪的看着秦晨，还有人主动去送死的？你要找我？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滚滚而来，很快，一个黑衣中年男子一步步的踏空而来。总队，两个队长大喜过望，其中一人更是第一时间道：总队，就是此人闹事，他不但不守规矩，还将我们打伤，并且一点悔过之心也没有。是啊，总队，你一定要好好惩罚此人，否则以后我们的工作没法开展啊。另一人也在煽风点火，而黑衣中年男子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两人，然后看向秦晨，阁下是谁？他可没有这两人那么鲁莽，秦晨如此年轻就有打败不朽的实力，并且他没有感觉到秦晨身上的不朽气息，这样的人物一定是一名天才，而天才也是有智商的，敢出手打伤人，也许有自己的倚仗，所以他必须要搞清楚秦晨的身份。秦晨也没有废话，而是将那枚令牌再次拿出。看到令牌的瞬间，男子瞳孔猛地一缩。总队，你一定……就在这时，两个队长又开口了。然而话还没有说完，男子一巴掌甩了过去，啪的一声将其扇翻在地。原来阁下是星际航行公司的少主。他深深的吸了口气，然后缓缓开口：不知道你是否叫秦晨？秦晨眼睛一眯，看来自己的名气还是传到了这里。他点头道：对，原来是秦兄弟。男子见秦晨确认，连忙上前：秦兄弟能否借一步说话？好。秦晨也不拒绝，他还想从对方身上知道关于古之秘境的事情，也许对方知道的不多，但毕竟刚出来，多少可以了解一些。总，闭嘴！男子愤怒地对着正要开口的两个队长大吼，几人当即被吓得脸色惨白。看到秦晨和男子朝着远处走去，几人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了什么。秦晨是谁？独眼男子问出了自己的疑问。他们的总队在知道秦晨这个名字后，态度明显有了变化。两个分队长此时陷入了思考，但是很快两人就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天才战第一名。独眼两个普通队员没有听过天才战，但是作为分队长的他们还是听过的。前不久的天才战第一名就是叫秦晨，并且很可能被第4城主收为了徒弟。想到这里，两人内心已经出现了恐惧。你们两个之前可否询问过他的身份？他们看向了独眼男子两人。独眼男子连忙道：队长，我们问过，他拿了一个令牌，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令牌还有些特殊，我们也知道他的身份肯定有些特殊，所以给他减去了80%费用，可是他还不满意。两人已经知道麻烦了，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把责任推开。你们要多少费用？其中一个队长继续问道。以秦晨的身份，如果只是正常收费或者多一点，还不至于记仇，毕竟他们只是普通队员，一些特殊规定不明白也可以理解。3万！独眼男子不敢隐瞒。卧槽，尼玛！两个队长内心顿时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秦兄弟，我叫黑葵，也是星际航行公司出来的。秦晨和黑衣中年男子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后，黑衣男子开口道。秦晨点头，没有什么意外的表情，来自星际航行公司，担任这里的总队也很正常，毕竟这个虫洞有星际航行公司的份额。当然，总队也许不止一个，可能还有别的势力的人担任，然后共同管理。这次秦兄弟的天才战我也看了，你是我星际航行公司的第一天才，并且拥有公司给予的免费权利，这次倒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黑葵有些尴尬，他虽然为总队长，身份也可以，可是和秦晨比起来真的什么都不是，甚至实力上他虽为封侯不朽，但同样没有信心是秦晨的对手。下来我会对他们几个做出应有的惩罚。黑葵当下给出了保证，地位实力都不如秦晨，他必须得给出一个态度。秦晨摆了摆手，对于这些他并不在意。其实这种事情哪里都有，上面有上面的规定，下面有下面的做法，层层剥削，无法完全禁止的，只是离谱的程度不同而已。这次就是遇到他了，要是遇到一般的人，这种事情也就悄悄发生了，不会引起任何反应。你去过古之秘境？秦晨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而是转入正题。黑葵一愣，但很快就点头，去了，刚回来不久，回来之后闭关了几天，昨天刚出关。秦兄弟，你是准备去古族？他反应过来秦晨为什么突然会来这里。秦晨点头，你给我讲一讲秘境中遇到的事情，我也好有个准备。闻言，黑葵也不隐瞒，当即道：古之秘境面积并不大，就像是一个最低等的土着星球，别说不朽，哪怕就是超凡，也用不了多久时间就可以将这个秘境给探查个干净。黑葵说着陷入了回忆，我进入秘境后也是快速的探查，一开始并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仿佛就是一个普通的星球，但是我内心深处一直很警惕，因为我在进入之前知道星际航行公司那边有关于古之秘境的任务，而任务的内容是生存。秦晨点头，他这次就是接的这个任务，生存任务怎么可能没有危险？于是我警惕的同时也更加的认真探查。随着我的探查，我终于察觉到了问题，这个秘境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恶劣。我发现这个问题后，其实也并没有在意，
而是继续探查。随着环境的变差，我探查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不过，我仍然在差不多半年时间将整个秘境探查完成，就差最后一个地方。当我靠近那个地方后，我还是拦不住了，主动退了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地方非常的特殊，一旦我继续，一定可以知道古之秘境的秘密。可惜知道又如何？继续下去，我会死在里面。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他虽然出来了，但是最终还是不知道里面到底什么情况。秦兄弟，半年时间我还差一点，如果我是接了星际航行公司的任务，恰好差一点完成，你说奇不奇怪？黑葵看向秦晨，古之秘境的任务生存半年，时间越久积分越多，而他就差一点就半年，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是否是一个巧合。秦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毕竟实力不同，生存的时间就不同。黑葵的实力也许就真的只能到这个地步。他缓缓开口，你说的那个特殊地方在哪个位置？秦晨对于这个是最感兴趣的，也许这次他的突破口就在那里。进入秘境后，在秘境世界的最东方，那里有一个悬崖，而我感觉到特殊的就在悬崖之下，不过当时我并没有下去。黑葵直接道。说到这里，他想了想，从身上拿出了一个奇怪的石头，石头呈现红色，秦晨能从它上面感受到一丝能量波动，只是这能量和能金之类的能量物散发的有所不同。这是我在那悬崖峭壁上得到的，我之前闭关就是因为它拥有能量，想要借此来增加修炼速度，可是闭关几天，我发现根本无法使用。黑葵缓缓道。秦晨将石头拿了过来，下一秒他的眼中浮现出了一行信息：反命石，火系，可吞噬。简单的介绍却让秦晨内心一惊，可否将它给我？当然，我会给一些东西交换。秦晨开口道。不用不用，给你就行了，反正对我也没用。黑葵连忙摆手将反命石给秦晨，通过这个石头能结识秦晨就是最大的机缘，他哪里还敢要东西？况且这次的事情秦晨不计较，就算好的了，毕竟那几个是他的手下。秦晨也不矫情，点头道，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当然人情归人情，也要看对方以后是什么事情找到他，答不答应也是。的是，所谓人情债最难还这种说法，在他这里不成立，屁大点事，总不能让他活出命去。听到秦的话，黑葵笑开了花，随后道，对了秦兄弟，那几人？秦晨摆了摆手，按照你的方法来，以后别那么黑心就是了。这种事情到处都是，他管不完，但是一下收这么高，恐怕也是独此一家了，实在是黑，让他遇到了，随便提一下也没什么，相信自己提过了，这些人会收敛一些。秦兄弟放心，一定好好整改。黑葵连忙陪笑道，他是真的准备改，秦晨也许无法管他们，可是秦晨要是给高层一句话，那高层是一定会重视的，所以他也必须重视。不久后，秦晨离开通过金海大陆的另一个虫洞，到了云族，然后从云族终于到了古族疆域。他到的地方是古族的核心大陆古之大陆。来到这里后，他没有丝毫的耽搁，向着人族在这边的军事基地而去。所谓的军事基地，就是人族在各个盟友的疆域内安排强者驻守的地方。至于为什么要设置军事基地，其实也很好理解。这些种族之所以会和人族成为朋友，其实就是寻求一个自保，尤其是一些弱小的种族。所以军事基地的目的就是随时有人在盟友的疆域内，要是遇到什么敌人，这些驻守在这里的强者就会出手为盟友除掉敌人。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别的种族也不敢轻易来挑事。当然还有一些作用，就是控制住这个种族。盟友毕竟只是表面的说法，小弟才是真实身份，既然是小弟，就要受到大哥的控制，有了军事基地，自然不敢轻易背叛。当然这种事情不会明面上说出来，内心明白就行了。人族在古族总共有3个军事基地，最大的一个就在金海大陆。秦晨并没有用多少时间就来到了军事基地外。军事重地，闲人止步。他刚一靠近，一名人族士兵就上前将其拦住。秦晨直接拿出了紫衣真神给他的那封信，交给一位叫坎奥的。他并不知道坎奥现在的具体身份，但紫衣真神说了是负责人之一，那么这封信对方应该很快就能看到。士兵看到是信封上是星际航行公司的标志，又指名道姓的找人，他不敢怠慢，拿着信转身就想着基地内跑去。此时在军事基地内，一个大厅中正有2人，一人是穿着人族少将军军衔的魁梧男子，一人则是穿着古族服饰的老者。坎少将，如今古族的边境不稳，黑蛇一族时常骚扰我们。老者正开口，坎奥突然抬起打断了他，边境这种小摩擦我们不会插手，你们需要自己解决，况且这种事情历来就有，黑蛇一族也是盟友，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就行。你要是实在想平事，我可以联系那边的基地，然后让你们和黑蛇族进行谈判。老者闻言便沉默了下来。所谓的谈判不知道进行过多少次了，然而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安静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这种摩擦，所以他才经常会来这里，让人族的军队出手镇压。卡奥暗自摇头，黑蛇一族同样是人族盟友，实力比河谷族要强一些，但不管如何，这种事情他们又怎么可能出手？这属于是各自种族内的私事，他们只需要控制住双方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就行了。打扰坎少将了。老者起身恭敬道，他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不过还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卡奥摆了摆手，小事情，你们双方都需要克制，联盟需要的是团结。老者点了点头，准备离开。报告！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士兵的声音，进来。报告将军，你有一封信。士兵将信拿出，卡奥接过后打开一看，快请进。不，我自己去。说着
他就迈步而出，突然又停下，看向古族的那位老者：“你先回去吧，若是还有什么事情，下来再说。”说完也不等对方回话，就急冲冲地向着外面走去。老者见状，眼中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卡奥是这个军事基地的最高负责人了，人族军队的少将军衔，地位非常之高，可以说人族盟友中，即便是很多种族的族长见了也得客气3分。他还从未见过对方如此热情。带着疑惑的心情，他也走出了大厅，向着基地外走去。当他来到外面，看到秦晨后，内心猛地一动。如此年轻，他内心震惊的同时，也在猜测秦晨到底是谁。很快，他就向着古族在古之大陆的中心而去。秦老弟，请。卡奥看着秦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坎将军客气了。秦晨一边上前，一边笑着道：“这可不是客气，你能来找我，是我的荣幸。”卡奥也带着笑容。紫衣真神亲自书信，而不是通过邮件联系，可见其重视的程度。他虽然现在已经不在星际航行公司了，但以前是紫衣真神的学生，在他心里，现在仍然还是。这次秦老弟来，是进入古之秘境吧？来到大厅后，卡奥非常的热情，让手下上了茶后，开口问道。秦晨点头，这次来将军这里，也是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关于秘境的情况。他其实来不来这里都一样的，不过紫衣真神既然给了他信，自己又不来，似乎有些不妥，索性就来看一看。古之秘境我没有进去过，不过以前一些从里面出来的人来这里，倒是提过一些。当下他就将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一讲了出来。秦晨听得出来，对方并没有什么隐瞒，不过这些信息对他的帮助不大，几乎都是和之前黑葵说的差不多。同样的，对方也提到了那个神秘的悬崖，只是仍然没人知道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对了，秦老弟，你是准备尽快去秘境，还是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卡奥笑着道：“你要是休息一段时间去，我带你去看一看这古族的一些好地方。老弟，古族的妹子也很不错哦。”卡奥长得5大3粗的，突然带着渐渐的笑容，让秦晨看得一阵恶寒。还是要尽快去。秦晨道。闻言，卡奥有些失望。秦老弟真是修炼狂魔呀，修行者修炼的同时，也要找一找乐趣嘛。这样，明日我亲自带你去，今晚就当为你接风洗尘。秦晨并没有拒绝。接下来的时间，秦晨让对方带着他在军事基地转了转。不得不说，人族非常强大，那么多盟友，每一个盟友的疆域都有军事基地，而且一般都是3个以上。古族并不强大，但是这里的军事基地中的人修为却不弱。卡奥就不说了，真神级。另外还有不少的不朽强者，而据他所知，古族现在最强的几位也才不朽而已。古族的军事基地都这样了，可想而知，那些强大一些的种族内的基地中的强者修为会更高。一些军事基地的负责人军衔可以达到司令级别。晚上，秦晨拒绝了卡奥为他安排的特殊服务，而是拿出了那枚反命石，仔细的观测起来。这次系统点明了让我来古之秘境，而现在看起来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拥有这反命石的地方，而这反命石又有不一样的能量，是否可以让我突破10级，而不是直接不朽？秦晨有些拿不准。如果这个反命石吞噬之后，直接让他从9级超凡突破到不朽的话，那不是他想要的。虽然系统任务是5系突破10级，但是他的野心很大，是要所有系都突破10级，只有这样才算是为他在超凡阶段打下最好的基础，以后的武道之路也才更加扎实，更符合他的无敌之道。砰！很快，他手掌一握，将反命石给捏成了3块。少一点试试，这样一来，如果要直接突破不朽，还能将能量给压下来。他拿出一小块，然后果断将其吞噬了下去。在吞噬的瞬间，他不敢丝毫的怠慢，认真的感受着体内火元素形成的那颗星辰。随着能量的消化，星辰开始快速的转动，同时他能清楚的内视到星辰上其中有2条星纹正在发生变化，它们在慢慢的开始融合，渐渐的变成一条星纹。这一刻，秦晨突然明白了什么。正常的能晶一类的东西吞噬后获得正常的能量，它能提升修为，让星辰出现更多的星纹。而这个反命石的能晶似乎和正常的能量恰恰相反，它能将星纹给融合，相当于减少，但并不是凭空减少，是叠加之后的减少，所以修为并没有消失，而是提升，但又是另一种提升。宇宙中存在着反物质，同样反能量也是存在的，只是修行者几乎无法利用它，而我恰好拥有系统，所以这个反能量我可以利用。秦晨内心惊喜，他已经明白，这次并不是让他直接突破不朽，而是10级超凡。准确的说，也不是10级超凡，而是9级归一后的境界。想到这里，他将另外2小块反命石也吞噬了下去。定，你的星纹融合度达到10%。系统提示声响起，秦晨看向了自己的系统信息，姓名秦晨，火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风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圆满，冰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圆满，土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圆满，木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圆满，金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圆满，雷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10%，重力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13%，黑暗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圆满，战力2800万星，星辰细胞，归一境界应该就是所谓的10级超凡，也是超凡到不朽的过渡阶段。秦晨看着自己的火系境界，淡淡一笑，这个任务现在终于有了方向，而且这样看来，任务的难度也不是很大，
只要有反命石就行。毕竟他现在有7系都达到了9级超凡巅峰，下一步就是皈依了。一颗反命石让2条星纹融合成一条，进度10%，那么10颗反命石就可以让他将皈依境界提升到巅峰。当然，反命石的质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正常算下来就是这样。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这次进入古之秘境能获得多少反命石。一夜时间很快，第二天一大早，秦晨就走出了房间，然后找到了坎奥。秦老弟，你这也太早了。坎奥被秦晨叫起来，一脸的无语。早一点好，出发吧。秦晨开口道。坎奥无奈，只好带着秦晨进入了事先准备好的飞船。秦老弟，你太勤奋了，有时候还是要停下来好好享受一下生活的。飞船上，坎奥再次对秦晨劝说道。秦晨一笑，没有我的努力，如何有如今的地位？有了这地位，我随时可以停下来享受该有的待遇。只是现在我觉得还不够，我要再努力，再提升，到时候停下来后享受就会更多，选择权在于我自己。年轻人嘛，就该努力。虽说修行者的时间很长，但是在宇宙这个纬度来看，并不算什么。况且我越强，时间自然就越多。卡奥闻言后一愣，随后露出了苦笑。哎，我当初何尝不是如此想法？可惜到了现在也就到头了。最关键的是，我被派来了这里，更磨灭了我的进取之心。怎么说？秦晨诧异，来到古族应该算是一个好差事，待遇好，空闲时间也很多。卡奥摇了摇头，秦老弟还年轻，不知道也正常。这里的差事看似好，但时间长了也能磨灭一个人的意志。以前我刚来这里，也是想着修行时间足够多，结果才知道并不是那样。在这里，古族对你敬畏有加，他们会常常来拍马屁。这些马屁一开始我反感，但后来就觉得非常受用。还有不少人给你各种诱惑，我对什么金钱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色之一字，乃男人本性，沦陷了。闻言，秦晨反应过来，之前他就觉得对方在这方面是有些无节制。其实他也理解，人都是这样，一些看起来正经之人，要么是表面正经，背地里还不知道玩得多嗨，要么他本身没有那个条件去玩这些。秦晨经历了这么多，这种事情他还是能够看得清的。卡奥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而是开口道：秦老弟，古之秘境进入后可要小心了。虽说很多人从里面出来，但是危险还是有的。据我这些年来观测到的情况，越是天才的人物进去，越是危险。他和秦晨虽然谈不上什么关系，但总算认识，而且他是紫衣真神的学生，紫衣真神又看重秦晨，更关键的是两人又没有什么竞争，所以自然希望秦晨好。还有这种事情？秦晨诧异，他对以前进去过的天才倒是没有什么研究，所以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卡奥点头，是的，当然我并不确定，只是我观测到的情况而言，大致是这样。死去的那些天才，总的来说天赋等级好的反而更多。另外，秦老弟要记住，在秘境中不要相信任何人，在秘境中死了，可没人会为你找公道的。天才闯秘境，死亡是常有的，在里面杀人，不管是盟友之间还是同族，不会负任何责任。一路上，卡奥给秦晨讲了不少，主要都是关于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看，前方就是古之秘境。不知过了多久，坎奥指着前方开口道。秦晨透过飞船可以看到，在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片白色的云层，云层的面积非常大。秦晨的目光穿过了云层，然后看到了在那云层之中有一颗白色的星球，星球大小和蓝星差不多，但是看起来却非常古老。那颗星球就是古之秘境，据说它是古族祖星，第一个古族人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只是时间久了，这颗星球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差，后来古族不得不整体迁移，而在迁移的过程中才发现了现在的古之大陆。卡奥解释道。秦晨点了点头，星球也是有生命的，生命到头之后便会失去生存环境，变得毫无生机。当然这个时间非常的长，现在的古之秘境进入了老年期，但还没有完全失去生机，只是环境不稳定。要进入古之秘境不能随便降落，需要从一个规定的地方，在星球的南面。快到了。卡奥将飞船控制着飞向了南面。都给我安静点，还差50人才能进入，在没有进入之前，你们不能随意靠近入口，否则一律击杀。另外，此地禁止厮杀，要厮杀的滚到万里之外。入口处，几个负责这里秩序军人看向正在相互对峙的两人，冷声喝道。那两人闻言立马收起了自己的杀意，安静地站在那里。负责秩序的军人见状后，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还有50人，还不知道等多久，早知道等段时间来的，现在来了又不能随便走了。一个看起来年龄并不大的天才摇了摇头，带着无奈的口气。进入古之秘境是一批一批的进入，而不是来了就能进，必须要等到足够的人数。而且来到这里等待之后，不能随意离开，这也是为了不让这里的人随时掌握这里到底有多少人，不然人人都来了又走，太乱了。没办法，等吧。对了，你们说没有办法提前进去，比如说给点好处给他们。人群中突然一人看向那几个守在入口的军人，小声道：你可以去试试。旁边的一人笑着道。话一出，那人瞬间怂了，他当然不敢去。虽然收好处办事这种事情到处都是，但是这里是秘境入口，特殊地方，他自然没有把握。对了，于浩，你是我星空联盟这次来到这里最顶级的天才，以你的身份去说说好话，也许可以提前放我们进去。话一出，众人顿时看向人群中的一名长发男子。他们这群人大部分都是来自星空联盟，有资格进入古之秘境，也是因为这个身份，因为星空联盟的人没有其他势力那么多要求，有进入盟友秘境的特权。
只是他们虽然有资格进入，但是还没有资格让这边破例提前放行。而于浩不同，对方来自星空联盟的总部，天才等级也排名比他们高不少。于浩闻言后犹豫了一下，然后道：“我可以去试试，但不保证一定可以成功。”好，于浩兄弟一定可以的。众人一阵欣喜。于浩也很快上前，然后来到了几个军人面前：“各位辛苦了，我是星空联盟总部的于浩，这是的身份牌，我希望……于浩兄弟，请回吧，这里有这里的规矩，无法为你提前放行。”于浩的话还没有说完，其中一名军人就打断了他的话，不过语气还算客气，不像之前。于浩也是一愣，内心有些怒气，不过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强闯，于是只好转身离开。看着于浩离开，几个军人也是摇了摇头。其实他们也是无奈，这是他们的职责，其实他们也不想得罪这些天才的，习惯就好了。其中一名军人安慰道。而人群这边见到于浩失败而回，一个个的都诧异又愤怒。50人有可能需要等很久，这不是浪费我们时间吗？不行，我们一起去，我就不信我们这里50人一起闹，他们不放行。有人顿时提议道。其实提前放行也不会有多少影响，他们觉得那几个军人有些太死板了，只知道按规定来。好，都去。顿时不少人同意，而那些不同意的此时也没有开口，没办法，这个时候要是说不同意会被针对，只好随波逐流。于是50人浩浩荡荡地朝着入口走去。滚蛋，你们要强闯吗？那就试试。当他们靠近入口时，几名军人将他们拦住，丝毫没有退缩。放我们提前进去，又不会引起什么变故，你们何必要死守这规矩？人要懂得变通。有人大声道。变通个屁，都给我滚蛋！你们非要进去，那就踏着我们的尸体进去。另外，现在就告诉你们，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几个军人态度非常坚决，不退反进，直接上前几步。50个天才此时非常尴尬，别看他们刚刚气势汹汹，一副不进去不罢休的样子，但是没有哪个敢硬闯过去。这几个军人也许不如他们，可是人家守在这里，身份就不同，硬闯进去得罪的可不是这几个军人那么简单。这里的规定不仅仅是古族定的，人族也是同意的，所以这硬闯就是挑战了整个人族的权威。一时间气氛陷入了死寂，双方就那样面对面，压抑感弥漫出。嗡！就在这时，突然不远处的上空，一艘飞船破开了云层，缓缓地向着这边而来。所有人都抬头看去，这个飞船是军事基地的1号飞船，是哪个军事基地的少将来了？有人看清楚飞船的样子后，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在古族，1号飞船有3艘，分别在3个军事基地，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会到这个地方来。几位军人见到后，向着飞船要停下的地方走去。很快，飞船停在了众人的附近，舱门打开，2个身影从里面走出。首长！几位军人见到卡奥，连忙行礼，同时他们也在偷偷看秦晨。他是谁？几个军人看着秦晨，内心惊讶无比。秦晨和卡奥并不是一前一后的从飞船中出来的，而是一起走出来的，这证明秦晨的身份地位不比卡奥差。可是秦晨在他们眼中太年轻了，这么年轻又突然来这里，不会是要进入秘境吧？将军亲自带来，卧槽！几人疯狂的传音，同时感觉有些不妙。他们拦住那些天才时，刚刚才放出了狠话，天王老子来都不放行的。你们几个很好。卡奥看了一眼前方那些天才被拦住，对几个军人赞赏了一句。此时的那50位天才也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安静无比。这是我们的职责，将军。其中一名军人大声道：“现在你们需要提前放开入口。”卡奥也没有过多的废话，直接命令道：“是。”几个军人都不敢违抗。卡奥笑着对秦晨道：“秦老弟，你看那边那些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星空联盟的，也有一些其他势力，通过申请后获得了进入秘境资格的天才，还有的就是一些古族人。之前我给你讲，不要相信任何人，指的就是这些人。”秦晨点头，古族进入古之秘境没有什么条件，所以有古族人他也不奇怪。不过这种古族人虽然是族中的天才，但是修为普遍不高，实力就更不用说了，在超凡中也只能算一般，而且年龄都不小了。就在此时，几个军人已经来到了入口处，他们看向所有人，其中一人大声道：“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因为特殊原因，我们将会马上开放入口，开放之后，你们可以马上进入。不是刚刚才说不能进吗？什么特殊原因，突然可以进了？”人群中有人开口道，声音有些阴阳怪气。他们当然知道，突然可以进，肯定和刚来的将军有关，可是刚刚才吃了瘪，现在自然要故意这样找回一些面子。他的话一出，其他人也心领神会，一个个都开口：“对啊，什么特殊原因，我们有权知道吧？讲清楚啊！”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几名军人脸色难看，一时间并不知道该怎么说。确实是他们刚刚才说过的话，马上就被打脸，太尴尬了。同时，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强行压下来，他们一时间也做不到。就在几人不知道怎么做时，卡奥以及秦晨走了过来。闭嘴！卡奥大喝一声，真神的气场瞬间爆发，让所有人顿时脸色大变，当即就闭上了嘴。你有什么不服？卡奥冷声道：“规定可以打破，所以现在我就打破了不能提前打开入口的规定。但是他是由我打破的，我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本事，你们呢？有吗？屁实力地位没有，就想要打破规定？你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的声音带着嘲讽，让这50个天才一个个的脸色难看，却无法反驳。卡奥，人族联盟军队的少将，又是专门驻守古族的，确实有资格提前打开这里的秘境入口。想要打破规定，那就努力提高你们的实力地位，
而不是在这里闹事。再闹事，我有权将你们所有人给镇压了。最后，卡奥的声音冰冷，吓得有些人脸色煞白。但是也有胆子大的，那位于浩突然从人群中上前，然后看向卡奥，坎将军，你说的没错，规定可以打破。那么，除了你这样的特殊身份，什么样的身份可以打破它？另外，我记得有一个规定，无论是谁，都不能仗着自己的关系来办事。你这太明目张胆了吧？说完，他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秦晨，意思很明显，秦晨就是靠关系的。靠关系办事，一般都是私底下来的，这种事情并不少。但是公开为别人办事的，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便是以卡奥的身份，只要他们把这事传上去，对方同样会受到惩罚。你说的很对。卡奥并没有生气，而是缓缓道：所以你们觉得我是利用我的职务之便，为我的熟人开了后门？于浩眉头一皱，卡奥的话似乎在告诉他，那位年轻人是靠自己的身份。他又看向了秦晨，而就在这时，卡奥同样看向了秦晨，似乎在询问我是否能够说出你的身份。秦晨无奈一笑，他原本准备低调的进去，没想到这里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使得他不得不再高调一次了。让他等到凑满100人再进去，他可没有那个时间，只能用自己的身份来享受一次特权了。说吧，他缓缓开口。卡奥也不废话，我向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秦晨。秦晨？很多人露出疑惑，秦晨的名气虽然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他，相对于整个宇宙来说，知道他的人就更是寥寥无几。而现在这些人虽然是星空联盟的人，但几乎都来自分部，而不是原始城的总部，所以并不知道秦晨。不过还是有例外。于浩在听到秦晨的名字后，瞳孔微微一缩，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卡奥继续道：秦老弟是星际航行公司核心区成员，是人族联盟第一次天才战第1名，也是第4城主唯一的弟子。哇！顿时整个现场一片哗然，几十个天才这一刻无不仔细地盯着秦晨，想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怪胎。于浩身体一颤，这和他刚刚猜测的一样。你们说他有没有资格凭借自己的身份让这个秘境的入口提前开放？卡奥平静地问道。没人开口，这个身份如果都不可以，哪个身份可以？要知道，就第4城主唯一弟子这个身份，自然超过了无数的真神强者的身份。看着这些人的表情，卡奥又想到了之前自己对秦晨说的话。他劝秦晨该多享受生活，没必要那么拼命修炼，而秦晨却说还要继续，身份地位高了，享受得更好。现在他也更能体会了，他虽然是真神，但是这些人看向秦晨的目光和刚刚看向他的完全不同。换个角度想，这里的人他也不能轻易击杀，否则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代价他承受不起。而如果是秦晨一个不高兴杀了这些人，恐怕人族联盟的高层很多都会睁只眼闭只眼，没人愿意去得罪一个背后有第4城主作为老师的天才。快打开入口！就在这时，那几个士兵吓尿了，连忙开始开启入口。所谓的秘境入口其实并不是什么洞口之类的，这里周围的空间都被封锁了的，但留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就是秘境入口。几个军人各自拿出了特殊的道具，这些道具一起使用就是打开这个口子的钥匙。秦大人，坎将军，入口已经打开。他们没有用多少时间就将入口给完全开启。秦老弟，进去后如果遇到不可为的，一定要第一时间出来。这个入口即便是关闭状态，从里面出来不受任何影响，一些事情千万不要强求。卡奥认真地说道。放心。秦晨不再耽搁，当即一步便跨进了入口，然后身体不停地向着星球表面下坠。这个时候，卡奥才看向其他天才，你们刚刚似乎有很大的意见，如果你们不想进入，可以继续等。众人顿时有些尴尬，最终还是于浩站出来，将军，刚刚是我等唐突了。见众人态度转变，卡奥也不再为难他们，进去吧。众人不敢犹豫，连忙上前钻进了入口。在古之大陆，一座名为古城的城市，这里是古之一族的中心，古族的最高层的住宿都坐落在这里。而古城的城中心有一座宫殿，里面拥有一个巨大会堂，一旦古族有什么大事，都会在这里召开大会讨论。此刻在会堂上坐着数百位古族之人，他们都是古族的核心人物。在会堂的最上方有3个位置，坐着的是3个老人，而他们则是站在古族金字塔最顶端的3人。我提议，这次我们应当出手，如果这次成功，我们就相当于报了当年的灭族之仇，值得。下方一个古族高层站起身大声道：我反对，死一个秦晨还不足以报当年的仇，要知道当年我们死在人族手中的人何止亿万，何况只要我们出手，接下来将会面对人族狂风暴雨般的报复，到时候就是古族真正的灭族之时。另一个高层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我同意，秦晨是人族目前最为看重的天才，甚至历史上都找不到这样的人物，我古族等的不就是今天吗？至于杀他一人不值得，难道你们还要想杀人族的那些真神不成？秦晨死是唯一能让人族肉痛的机会。整个会堂中，古族的高层都加入了谈论，而谈论的就是是否要杀秦晨。当初人族将古族从强族打成了弱小种族，死亡无数族人，要说他们不记仇，那是假的。没办法，虽然当初是因为古族出现了大规模反叛，但是他们也从不觉得是自己的错误。无论是人族还是其他生灵都一样，要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很难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3位族长，你们觉得呢？良久之后，众人都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意见，这才看向了上方的3人。坐在左边的那位老者缓缓开口：我的意见是出手，我古族等了一个纪元，现在终于等到了一个这样的天才，
自然的出手，不过出手也要讲究方法。既然他进入了秘境，那么死在里面又有什么关系？二组长说的对。老者的话一出，下方支持的人顿时大喊出声。咚咚咚，坐在右边的老者不停地敲击着桌面，下面的人顿时安静下来。我反对出手。他先是说出自己的意见，然后解释道：二组长说的是有道理，在秘境中死亡，人族不会追究，但前提是如何死的。若是他被同进去的天才击杀，人族自然不会说什么。可是就那些天才，谁能击杀他？想必大家现在也查过了他目前的实力，想要他死在秘境中太难了，所以我们得出手，而我们亲自出手。你觉得人族会放过我们吗？别想着神不知鬼不觉，没有那个可能。他摆了摆手，态度很是坚决。古族现在最强的也就他们3人，除此之外，在场任何人出手都没有可能。而他们一旦出手，人族一定会知道的，不可能悄无声息，因为要杀秦晨，他们必须要进入秘境，这是可以查到的。三组长说的对，一旦出手，我族必定面临灭顶之灾。下方有人道，古族一共分为3脉，大族长一脉、二族长一脉和三族长一脉，支持三族长的自然就是三族一脉的人。2位族长的意见截然相反，让大会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看向了中间的那位老者。大哥，你说。二族长开口道。大族长沉默了一下，缓缓地站了起来，然后郑重道：我的决定是出手。大哥。三族长脸色一变，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他的印象中，大族长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一个纪元前，人族对古族出手，最终没有彻底将古族灭族，是因为大族长的祖辈就是保守的一派，这也导致他们的反骨没有出现，人族这才留了一点情面。古族的反骨是受情绪影响的，如果太过激进，反骨就会觉醒。后来大族长一脉一直都是保守的，反骨也一直没有觉醒过。可是现在大族长突然变成了激进派，让他不敢相信。大族长并没有理会三族长，而是看着众人解释道：各位，一个纪元前我们古族还是宇宙中的一个强族，但是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一个纪元了，我们经历了几代人，我们在等。等什么？等我古族再次强大？不，我们在等有一天能复仇。台下的人很多都露出了严肃的表情，他们确实在等那一天，这是血海深仇。怎么复仇呢？等到人族衰弱时灭了他们？不现实。大族长继续道：等到有一天我们强大到能击杀当初那批对我古族出手的人族强者？不可能。是啊，不可能。很多人内心黯然。人族作为宇宙巅峰种族，要衰弱，不知何时，也可能永远等不到。而对当初那批人出手，同样不可能，因为当初的那批人都是真神中的强大者，下命令的人更是城主级别的。现在古族在人族的监视下，根本不可能强大起来，谈何出手？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拿掉人族最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最重要？大族长看着众人，天才。有人第一时间就作为回答。大族长看向那人，微微一笑。对，天才。一个种族要长期强大下去，最重要的便是天才，而秦晨就是人族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天才，所以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让人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愤怒沉痛的方式。很多人都笑了，这一刻他们不再去想后果。秦晨是第4城主的弟子，无尽岁月来唯一的弟子，而当初人族对古族出手，第4城主就是带头人，这一点他们永远记得。杀！杀！杀！台下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大声喊道：大哥，三思啊，毕竟当初的事情是我古族有错在。好了，老三。二族长冷喝一声。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就是对古族的不忠，尤其是一个族长说出来，更是对祖辈的不敬。虽然大家都知道当初是因为古族反叛在先，但是角度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便不一样。古族天生拥有反骨，这是无法改变的结果，站在自己的立场，他们并没有任何的错。接下来会有具体的安排，散了吧。大族长手一挥，现在大族长一脉和二族长一脉都支持，也没有再商议的必要了。等所有人都离开后，大族长才看向三族长：老三，我知道你的想法，想要我古族长存，但是仇恨不能忘。这样，接下来我知一脉和老二一脉会进行安排，你知一脉就不要出手了，就当什么都他知道。这样一来，人族那边也许不会对你们出手。三族长闻言沉默不语。人族不会出手，可能吗？人族会那么容易相信他一脉不知道这事？就算相信，人族就不会出手了？太天真了。这次若是对秦晨出手，将是他们的第2次反叛。第1次人族留情了，这一次不可能再留情，哪怕他真的不参与进去。别以为人族是仁慈的，一个种族，尤其是强大的种族，做出一个决定是非常果断而狠辣的，不值得呀。三族长长叹一声，他觉得古族就这样能生存下去就很好了，种族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让人族痛就以异族为代价，不值。大族长摇了摇头，他何尝不知道这一次很可能就会灭族，但是他没有办法。我的反骨越来越强烈，只能如此了。他内心其实也是沉痛。行了，老三，接下来你以及你一脉的族人就不要离开古城了，一切通信都会被屏蔽，等这件事完了之后再说。大族长最终说了一句，然后缓缓消失。二族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老三，我古族是有骨气的。接下来的时间，三族长只能在古城的住处，哪里都无法去。平时照顾他起居的人全部被换成了大族和二族一脉的人。
说是照顾，其实就是监视，不让他对人族通风报信。不仅仅是他，整个三族一脉的人全部都是如此。随着时间的过去，三族长的内心是无比的焦急，他甚至想要通知人族那边，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三族长，就在这时，一个下手找到他。你是大族一脉的？三族长看向他，眉头一皱。是，我叫库伦。三族长，我有事要跟你说。那人小声道。古之秘境中，这里的环境果然恶劣。古之秘境的星球生命进入了晚期，可以看到这里和蓝星比起来差了太多。在这里，植物类生命极其稀少，有的都是一些生命力顽强的，更多的是风沙满天，残垣断壁，气温更是忽冷忽热。就这种环境，超凡之下的武者来生活会感觉到极其的难受，至于普通人根本就无法存活下去。他只是大致了看了一下四周，然后就按照黑魁给的方向飞去。这次进来主要就是获得反命石，至于别的他丝毫不感兴趣。哪怕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任务，他也没有太在意。如果自己能够在半年之内获得足够的反命石，他完全可以直接出去，任务放弃就行了。黑魁说，进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越来越差，其实并不对，而是距离入口处越远，环境就越差。随着他越飞越远，周围的环境变得越狂暴，风沙之强让他的飞行速度都变得慢了一些，并且偶尔还伴随着极度冰寒的雨水以及可怕的雷霆风暴，甚至让他的视线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样看来，古之秘境的入口选择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入口处的环境是整个秘境最好的地方。不过这些环境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识海中，他的精神力猛然冲出，周围的情况便被他掌握得一清二楚。就在秦城刚离开入口处不久，后面的50人也冲了进来。几个古族的天才只是稍微确认了一下方向，然后就冲天起。那里好像正是秦城去的方向。其中一人看着古族的天才离去，仔细地感受了一些空中留下的气息，缓缓开口。以他的身份，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打听到了秘境中的特殊，我们也去。一人当即开口。可是我们去了，能获得好处吗？另一人眉头一皱。以秦城的实力，他们去了，即便有什么好东西和秦城竞争，恐怕连汤都喝不到。你们还真怕他了？一人冷笑道。他是星际航行公司的核心区成员，是天才战的第1名，头衔确实厉害。可是我查了一下，天才战只是超凡修为的人参加，他获得第1名又如何？还不是超凡？我们是不朽，你们在怕什么？怕他的是第4城主弟子的身份。秘境中各凭本事，在外面他是第4城主的弟子，在这里他屁都不是。说完，他冷笑一声，嗖的一声，身形瞬间冲起，同样朝着那个方向而去。剩下的人一个个都表情各异。于浩一笑，他说的对，秘境中各凭本事，无需在意他的身份。说完，他也不再犹豫，同样飞了过去。哈哈，我太刚合适怕过别人。一个大汉大笑着冲天起，接着一个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一刻，几乎所有人因为秦晨都朝着那神秘悬崖的方向而去。这次遇到大佬了。卡奥离开后，4位军人还在回想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们在这里守了上百年岁月，第一次遇到秦晨这样身份的天才，是既紧张又兴奋。紧张是因为怕秦晨不高兴，一旦怠慢了，恐怕会受到惩罚。兴奋是因为能遇到秦晨，以后出去了也可以吹一下。要是以后秦晨成为人族的大能，更是炫耀的资本。嗡！突然，一声巨大的飞船轰鸣声响起，紧接着一艘飞船破开云层，快速的向着这边飞来。怎么回事？3位军人转头看去，眉头一皱。这艘飞船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竟然直直的就飞了过来，像是要冲撞他们一般。这是古族的飞船，他们要干什么？停下！眼见飞船就要靠近，他们大声喝道：“轰！”就在这时，飞船中窜出了几10道身影，他们没有任何的语言，瞬间就来到了4人身前。古族大族长、二族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其中一个军人看清带头的2人，诧异地问道：“杀你们！”二族长平静道：“是。”话还没有说完，几个古族人同时出手，几个军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就瞪大了眼睛。噗！下一秒，4人的胸口被瞬间洞穿，不朽之力在疯狂的消失。你们疯了！其中一个军人大吼。另外3人拼命的挣扎，可是古族的人太多了，而且他们只是普通不朽，这些来的人没有一个比他们差的。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正在不停的流逝，4个军人都露出了惊恐。他们不仅仅惊恐自己快要死亡，更是惊恐古族人竟然敢如此做。我明白了，你们的反骨觉醒了，你们想要杀秦晨。其中一个军人瞬间反应过来，另外3人听后也都露出了不可思议。古族这是要用全族的命来换秦晨的命。你很聪明，可惜想要通知人族晚了。大族长看到几人想要偷偷给人族高层传信，以最快的速度拍向了4人的脑袋，几乎同时将4人给彻底击杀。换身！杀了4人之后，他轻喝一声，顿时人群中走出4位古族人，他们分别走到4具尸体前，然后抓住了齐天灵盖。下一刻，4具尸体的骨架竟然被生生的剥离了出来。同时，4位古族人身体不停地开始抖动，片刻之后，他们的骨架也完整的从身体中走出。这一幕无比的神奇，骨架和身体完全分离，却没有任何的异常。在走出身体后，4个骨架渐渐地融入那4位军人的身体中。下一秒，4个军人像是活了过来一样。大族长、二族长，4人对着2位族长恭敬喊道：“
看到4人完全换身之后，大族长满意的点了点头。你们4人就在此地驻守，一般人不会发现异常。想了想，他又拿出了4个通信器，若是真的出现意外，第一时间用它传信。是。4人观测了一下通信器，点头道：他们自己的通信器一开始就已经上交了，这也是怕有人心不齐给人族传信。而这个通信器是特殊的通信器，只能给大族长传信。走！大族长手一挥，顿时所有人都踏入了古之秘境。有没有消息说秦晨去了哪个方向吗？来到秘境中后，2族长开口问道。之前进去的几人都传来了消息，秦晨去的是祖崖方向。祖崖方向？看来他进来之前就了解过了我祖星的情况，以为那里有机缘。哼！2族长冷哼一声，走吧，去祖崖，正好可以在祖崖击杀他，也让我们的先辈见证。大族长当即道：族长！就在这时，其中一人喊道：2位族长都看向了说话之人。库伦，你有什么想法？这次来的人都是大族2族的核心高层，而库伦更是大族长一脉的中坚，实力也是整个古族排在前10的。2位族长传来的信息虽然说秦晨去了祖崖，但是难免保证他不会中途突然改变方向。假如他改变了方向，到时候再去找会耽搁不少时间，而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建议还是分成几路的好。库伦开口道。闻言，2族长微微点头，说的有些道理。库伦一笑，其实只需要分成3路就行了，他不会突然掉头，所以后方就没有必要了，主要是左右2个方向，而且不需要多少人去，主要还是祖崖方向。大族长点了点头，这样，老2，你带2人去左边方向，库伦，你带2人去右边方向，记住，若是真的遇到秦晨，不要出手，第一时间传信给我。好。库伦点头。很快，众人分成了3路，库伦带着2人向着右边去。真希望那秦晨真的改变了方向，被我们遇到，这样一来，说不定我们可以提前将其击杀，到时候就算死了也值了。跟着库伦的其中一人感叹地说道：你在想什么？我们是他的对手吗？难道你不知道族长之前就通过多方打听了解了不少秦晨的信息，他杀过垂钓老人。另一人不满地开口：秦晨击杀垂钓老人的事没有传开，但是为了杀秦晨，古族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多方了解，最后知道了秦晨杀过垂钓老人，所以这次才会一次性来这么多人，2位族长更是亲自来，就是要保证万无一失。哼，杀过垂钓老人又如何？我在天网上了解了一下那垂钓老人，他不过是刚突破封王而已，而且只是一系，我们2人加上库老同样可以做到，是吧，库老？那人看向库伦，库伦摇了摇头，别小看封王。他说话时手中出现了一个通信器，看到这个通信器，2人一愣，库老，这通信器怎么不一样？这次他们所有人都换成了特殊通信器，只能通信大族长，可是库伦的明显不同。库伦一笑，这是3族长的通信器。3族长的通信器？现在整个古城都被屏蔽了信号，所有人都无法通信，但是通信器带出来后就可以随便通信了。可是3族长的通信器为什么会被库伦带出来？想到这里，2人顿时一惊。你们觉得这次我们会不会成功？库伦并没有理会2人的惊讶，而是开口问道。被这么一问，2人一时间也没有再多想，回答道：2位族长亲自来，肯定能成功。是吗？万一失败了呢？库伦再次问道。2人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人族有3个军事基地，将古族监视着，他们想要出古族疆域很难，所以这次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古族都会玩，成功是他们唯一的目标。唉，代价太大了。库伦突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了2人。库老，2人脸色一变，为了古族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只能牺牲你们了，不要怪我。库伦突然双手伸出，在2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猛地抓住他们的脑袋，他眼中露出了决然，下一秒，砰的一声，2人的脑袋便轰然爆开，不朽之力瞬间消失干净。2个古族人身体倒下，但是很快他们的尸体开始蠕动起来，紧接着2副骨架脱离了躯体站了起来。库伦，你背叛种群！2副骨架愤怒道。背叛？2位族长做出这样的决定，可否考虑过像我这样族人的感受？他们可否又考虑过种族的存亡？大族2族2脉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出手，他们只是被裹挟了，不得不听从命令而已。我这是在拯救这些人，更是拯救我古族。还有3族一脉，他们更不想出手，可是会被连累。说完，他不再多说，双手成爪，再次抓了过去。伴随着2声脆响，2副骨架被他抓得粉碎。咚咚，2个血红色的石头掉落在地上。反命石，果然你们的反骨已经觉醒。库伦捡起2颗反命石，露出了复杂的表情。古族太难了，一旦反骨觉醒，随时可能会反叛，而以古族的实力，反叛意味着灭族。我真的是在拯救族人和整个古族。他喃喃道，眼中露出痛苦和无奈。不过很快他就将一切压了下去，然后用通信器发出了信息。到了。秦晨抬头看去，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山崖，山崖绵延数千里，仿佛将这个世界给分成了2半。很快他站在了山崖上，低头看去，即便是以他的目力也无法看到底。一阵阵的阴森恐怖气息伴随着极其刺耳的阴风之声，让人感觉一阵的不舒服。根据黑葵的描述，他当初并没有下到底，而是在峭壁上拿到的反命石。秦晨看向峭壁，但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反命石，没有再多犹豫，他纵身一跃，瞬间跳下了悬崖。同时他的目光也不停地盯着峭壁，试图寻找反命石。
身体在快速的下坠，随着越来越深入，秦晨感觉到阴冷的气息越来越重，那恐怕的邪恶声音也在不停的尝试侵蚀他的心神。好深！秦晨神色一凝，他的身体已经下坠了不少时间，然而当他看向下方后，仍然看不到底。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他的目光中出现了一丝光亮，仿佛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唰！在快要落地之时，他的身体一轻，轻轻地落在地上。他很快望向了四周，让他意外的是，这里的环境竟然比上面更好，有山有水，植物类的生灵更多，而那些阴冷的气息以及那恐怕的声音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这里应该是古族祖星的地心世界，只是古族的人为何会一直隐瞒？秦晨眉头一皱，在宇宙中，其实很多星球都有地心世界，相当于是星球的第二生命。当星球的外表达到崩溃的时候，就会露出第二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更小的世界，但是却生机盎然。按理说这是正常情况，古族根本无需刻意隐藏。可是通过他段时间的了解，没有天才真正的到达这里，然后又安然出去，这里面肯定有原因，很大可能就是因为古族。秦晨很快朝着前方走去，一切都无比的安静，仿佛这里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可是不久后，他突然看到前方有一具尸体，人族天才，看样子也只是超凡。秦晨上前查看了一下，发现这具尸体有些腐朽了，而死亡的时间也就大概在100年左右。100年时间，尸体腐朽，肯定没有达到不朽修为。更让他在意的是，他仍然可以看到这具尸体在死亡之时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继续向前走，没多久，他再次看到了几具尸体，而这一次有3具尸体是人族联盟天才的，其中有2具是完好的，显然他们死前的修为已经到了不朽。另外，秦晨还看到有一具骨架，而骨架的旁边还有一颗反命石。双方相遇，然后发生了一场战斗。秦晨将反命石收了起来，轻声喃喃：“嗖！”突然，一个黑影从一边瞬间射了过来，同时一道火拳朝着他的脑袋砸来。秦晨眼睛一眯，一掌便拍了过去。砰！拳头和手掌相撞，发出巨大的声音，而那黑影也停了下来。咯咯咯！那黑影就是一具骨架，他看着秦晨，发出了2次耳的笑声。又是人族天才，还是超凡，人类果然很自大。咯咯咯！古族人果然一直谋划，这里应该是专门给你们这种反骨生存的地方吧？等有一天强大起来，报复人族。秦晨缓缓开口。秦晨猜测，古族人一旦出现反骨，并且压制不住后，他们就会来到这秘境的地心世界，然后在这里修行强大。而上面的正常古族之人，则是仍然为人族盟友。上面的古族被人族监视着，可是下面的没有，他们可以一直强大下去，等待有一天对人族造成重大的打击。你很聪明啊，说得对，但也不对，我们可没有想过要对人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只是在这里杀人族联盟的天才就行了。当然，这也是对人族的打击，让他们损失天才。咯咯咯，哥你大爷！秦晨听到这声音就很烦，但不得不说，古族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心世界，就算撞满了古族人，任由他们强大下去，也不可能对人族造成重大伤害。选择对来到这里的人族联盟天才下手，是最好的方法。咯咯咯，人类天才，你还有什么遗言吗？骨架盯着秦晨，发出笑声。深处有什么？秦晨没有回答对方的话，而是看向了地心世界的深处。他感觉里面似乎更加的不简单。咯咯咯，里面是什么？你知道有什么用？马上你就要死了。咯咯咯，哥你大爷！你不说，我自己去看。嗡！他伸出手臂，一只巨大的火焰手掌呈现在虚空中，猛然抓向了骨架。咯咯咯，人类天才生气了，一个超凡怎么能生气？还是太年轻。骨架带着嘲讽的语气，一拳轰向手掌。然而下一秒，他露出了惊恐。不可能，超凡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实力？他的拳头在碰到手掌之时，瞬间被拍了回来，咔嚓一声，整条骨架手臂出现了无数的裂痕。这些裂痕只是瞬间就彻底的破裂，他的骨头肉眼可见的变得粉碎。秦晨并没有停止，他化成一道闪电，下一秒就来到了对方的身前，手指寒霜弥漫，一直点在了其头上。咔嚓，寒冰瞬间将其脑袋冰冻。哥哥老，你哥呀！砰！秦晨一拳打在其另一条手臂上，将其直接轰碎。你不知道你的笑声很难听吗？噗！他手掌成刀，一道金光闪过，骨架的身体瞬间被切成了2段。不割了吗？那就死吧！轰！一道雷霆直接轰击在其身上，顿时无数的骨头四处乱飞，而那古族的骨架也彻底的被灭杀。同时，一颗血红色的石头出现在空中，秦晨一把将其抓在了手中。果然，这个反命石是古族身上出现的。秦晨没有多少意外，其实他早就有所猜测。古族为异族，并且拥有反骨，能有反能量的反命石可以理解，就像一些异兽拥有兽精是一样的。没有多停留，他继续往世界的深处走去。很快，他再次遇到了古族的反骨，不过他都轻松解决。同时，他也发现，并不是击杀反骨后就一定会有反命石，这和异兽是一样的，不是每一头异兽都有兽精。越往深处走，反骨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强。随着秦晨的深入，已经出现了封侯不朽。主人，你有邮件。小车的声音突然响起，秦晨一愣，这个时候谁会给他发邮件？打开邮件后，他神色一变，古族有意思，你们的仇关我屁事，
不过想要杀我，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随即他便一笑。邮件的内容很简单，古族的大族长和二族长带领着族中的30位精英来到了的秘境，目的就是要杀他，为的就是报仇。老实说，他很无语，因为一个纪元前人族对古族出手，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呢，这都能扯到他身上来。邮件上说的还是比较清楚，古族的2位族长都是封王强者，二族长是刚突破封王不久，实力大致相当于垂钓老人，也许比垂钓老人稍强，而大族长比垂钓老人更强。按照发件人的猜测，大族长应该是有2系突破了封王。至于发件人，秦晨看了一下，叫库伦，对方也做了自我介绍，是大族长一脉的一位长老，因为并不支持2位族长的做法，偷偷发了邮件，其目的就是想要到时候人族给予古族一丝生机，很聪明的做法。秦晨顿时对这叫库伦的人产生了欣赏，对方提前给他发邮件，就说明了此人是真的不想古族对他出手，并且提前做出选择，这样一来，最后人族对古族做出什么反应会有一定的考虑。按照时间来说，应该快要追上来了。秦晨转头看了一眼身后，邮件非常的详细，就连那些人什么时候进入的秘境都说得清清楚楚。想到这里，他手中出现了5枚反命石，这是刚刚他击杀那些反古时获得的，其中有2枚是火系，1枚冰系，1枚风系，还有1枚土系。想要在他们追上来前完成系统任务已经不现实了，现在他的火系已经突破到归一境界，还差4系才能完成系统任务，而他这里除了火系以外只有3系了。不过即便是不获得第10系，我也可以将你们全部留下。其实他有以现在的实力试一试是否能够灭了追来之人的想法，不过最终还是决定以稳为主，毕竟他现在还不清楚那大族长的具体实力。另外还有20多个古族精英，他的5级状态只有30秒，很容易翻车的。虽然修行者需要冒险，但是如果能够稳胜甚至碾压，还是后者更好。接下来他找了一个还算隐蔽的地方，然后用9种元素布置了一个防御罩，随后便开始吞噬反命石。随着反命石能量的消化，元素星纹也开始了融合。与此同时，大族长已经带人来到了古族祖崖之上，同时之前进来的几个古族天才也在这里等着。秦晨去了祖崖之下，大族长看向几个天才，开口问道：是的，大族长，我们远远的跟着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下祖崖，可是经过我们的仔细勘察，确定他已经下去了。其中一人连忙道。大族长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拿出了通信器，传信给了二族长和库伦2人，让他们赶过来。之后他一声不吭的带着众人就跳下了悬崖。当他们来到悬崖下，没有任何的犹豫，开始快速向着前方前进。没过多久，当发现一些粉碎的反骨之后，大族长脸色一冷，果然已经来了，有族人死在了他的手中。检查了一下这些被捏碎的反骨，他很快就做出了判断。随后他们继续前进，又发现了不少的反骨被击杀。族长，看样子这个族人是被他轻易击杀的，这秦晨的实力不简单啊。其中一人脸色有些凝重，虽然早就知道秦晨杀过垂钓老人，但是那毕竟是打听到的消息，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水分。现在的人类总喜欢夸大事实，有些事情是越传越离谱。看来他击杀垂钓老人这是不假，不过这些族人大多都是普通不朽，最强的也就刚进入封侯，还不能说明什么，有大族长在，无需担心。见有些人神色严肃，其中一人开口，众人这才放松下来。垂钓老人毕竟是刚进入封王，也许实力都还不稳定，和大族长一比相差甚远。继续走。大族长对于这些人的无形马屁并不感冒，检查了一下这些被击杀的反骨之后，继续带着众人往前走。族长，现在我们的族人并不清楚秦晨的实力，很是吃亏，我们的速度要不要快一点？有人提议道。他们一路走来，已经发现有10几个被击杀的反骨族人了，而现在他们前进的速度已经变慢了。急什么？大族长呵斥一声，他并不是不想快一点，但是也要为了稳妥。别看他这次自信满满，但是内心其实极为谨慎。他确实也调查了很多关于秦晨的信息，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更有些摸不透。秦晨的成长轨迹实在过于虚幻，很多自以为是的人都栽在上面，而他现在前进的慢，尤其是在检查这些被击杀的反骨时，更是越来越细心，就是想要从这上面去推测秦晨的具体实力。虽然无法精准，但却可以更接近。另外就是他也在等二族长和库伦来之后更有把握。这一次他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大哥，没多久后方传来声音，收到你的信息，我第一时间就赶来。秦晨呢？二族长带着2人跑来，还没有遇到。大族长解释了一句，大哥，我刚来时看到有一些族人的反骨被杀，看样子刚死并不久，都是秦晨杀的吗？二族长问道。应该是他，该死，来我祖崖还杀我族人。二族长带着愤怒。行了，收起你的情绪，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秦晨，然后杀了他。大族长摆了摆手，他对秦晨击杀族人倒是没有任何的感觉，毕竟这些人都已经只剩下反骨了，算是死过一次。他们遇到秦晨，能杀了秦晨最好，杀不了死了，也相当于为了种族。就好比他们这次肯定会有人死，也是为了种族一个道理。他们能死，那些只剩下反骨的族人同样能死。大族长，就在这时，库伦也追了上来。你怎么一个人？大族长看向库伦，疑惑道。库伦开口道，我们3人当时离开队伍后不久，又分开去寻找秦晨。收到你的信息后，本来是准备带着他们一起来，但是距离有些远，我怕这边需要我，所以先赶过来了。
他说的非常自然，表情也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大族长听后点了点头，并没有怀疑，而是道：秦晨在前面会遇到我族人的反骨，所以他的速度并不快，我们应该很快就会追上他。现在你们要记住，追上之后，我和老二一起出手，其他人将其围住，绝不能让他凭借一些古怪手段逃走。他的表情无比的严肃，让在场所有人都不由得认真对待起来。大家都知道，秦晨掌握的元素很多，自然手段就有很多，一些手段更是防不胜防，所以要保证秦晨逃不掉，就必须要做到将四面八方都给堵死，这也是他们这次来这么多人最主要的原因。放心吧，大族长，这次我们准备这么充分，秦晨绝对逃不掉。库伦认真道。大族长点了点头，走。他手一挥，这一次带着众人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停！没走多久，大族长突然抬手，让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怎么了？有人疑惑。大族长眉头一皱，刚刚你们看得到了反骨的族人吧？看到了。众人刚刚在前进的过程中发现了几个反骨的族人，不过双方并没有打招呼。那些反骨也知道是同族之人，所以并没有阻拦他们。之前我们前进一段距离就会发现秦晨和我族反骨的战斗，可是现在却很长一段距离没有出现。二族长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按理说如果秦晨来到这里，一定会和反骨的族人相遇，双方也一定会发生战斗，可是没有，秦晨没有来过这里。有人开口道。掉头。大族长脸色难看的道，分开寻找。很快众人开始散开。族长！刚分开不久，就有人大喊，并且伴随着风元素将喊声传得非常远。不久之后，所有人都朝着那个方向而去。等到了之后，众人发现在前方不远处的一个丛林中，一层又一层的元素形成了一个防御罩，而秦晨正盘坐在里面。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露出了古怪。他跑到这里来修行，来到祖崖，突然在这里开始修行，这种行为让他们非常不解。难道他要突破不朽了？有人突然开口，声音带着惊讶。闻言，包括两位族长在内的所有人都脸色一变。如果秦晨真的突破不朽，这一次他们还能不能成功就不好说了。不对，他身上并没有不朽气息。大族长缓缓开口，突破不朽的过程会有不朽之力产生，而且本身在突破，所以这些不朽之力难免会有溢出。而现在秦晨的身上没有一丝不朽之力，这证明对方根本不是在突破不朽。那他为什么在这里修炼？有人疑惑开口。突然停下来修炼，一般都是要突破的时候，而秦晨不是突破不朽，那么就是另外的系在突破更高一级的超凡。可是秦晨在超凡有这么强的实力，众人早就已经猜测他的所有系都已经达到了9级，没有突破的空间了。最关键的是，在这个随时有危险的环境下选择突破，除非脑子有问题。一时间众人没有明白秦晨的为什么会在这里修行，所以大家也都没有第一时间动手，怕有什么阴谋。我知道了。突然人群中一个声音响起，众人顿时转头看向说话之人。那人缓缓道，秦晨之前和不少我族反骨厮杀过，他一定是受伤了，然后迫不得已才临时疗伤，一定是这样的。他说的语气带着坚定。众人闻言后也都一个个露出了有道理的神色。如果说秦晨为什么会突然停下来修炼，这个是最大的可能了。大哥，你觉得呢？二族长看向大族长。要说这里谁心思最缜密，他还是相信这位大哥。大族长没有立即开口，而是陷入思考。他来时一直在对那些被击杀的反骨进行分析，分析秦晨的具体实力。单从这些反骨身上分析出来的结果，秦晨也就封侯的实力并不能达到封王，而这些被击杀的反骨最强的也正好是封侯，能够让秦晨受伤，说得过去。唯一让他疑惑的是，垂钓老人是封王，但是却是秦晨击杀，这一点又矛盾了。如果秦晨真能杀封王，那么不可能现在受伤。大哥，二族长开口。所有人散开，将防御罩给围住。老二，出手破了这防御罩。大族长当即下了命令。秦晨不像是故意设置陷阱，再者这次是必须杀秦晨，哪怕有诈也得出手。最后就算有诈，以他们这么多人，加上他和老二的实力，对方也很难翻盘，除非他真的在突破。大族长内心暗道。杀！几乎在大族长喊话的瞬间，所有人身形闪动，然后将防御罩给彻底围了起来。而大族长和二族长同时拍出一掌，砰！第一层防御罩为火元素，一瞬间漫天的火焰炸裂。大哥，按照这个防御罩的坚固程度来说，这秦晨的实力果然没有到封王。二族长露出了轻松的表情。刚刚两人并没有用多少力量，这火系的防御罩就彻底破了。秦晨既然在修炼，那么设置的防御罩也一定是最坚固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防止别人来打扰偷袭。不要掉以轻心，先破了这些防御罩。大族长并没有轻敌。好。二族长一笑，砰的一声，第二层防御罩被破开，无数的冰元素在爆开的瞬间变成了冰晶弥漫在空中。接下来风元素、木元素、金元素。此时大族长表面上看起来十分严肃，但是内心却震动不已。虽然之前就了解到秦晨拥有9种元素，但是真正的见识后还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哈哈，大哥，这秦晨真的掌握了这么多元素，这绝对是人族有史以来潜力最大的天才，现在却要死在我古族之手，即便之后人族灭了我们也值了啊。二族长一脸的兴奋，忍不住发出大笑之声。秦晨这样的人物死了，人族就失去了一个未来的强者，甚至可能会是城主级那样的强者，这绝对是对人族的一个打击。最关键的是，这是由他们古族击杀的。古族在一个纪元前还是很有名气的，可是现在的古族在宇宙中毫无存在感，
而这次之后，整个宇宙万族恐怕将会再次关注他们古族，甚至名气将会超越纪元之前。哪怕古族最终灭亡，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还有3个了。二族长看着防御罩中的秦晨，越来越兴奋。没办法，能够亲手击杀这样的天才，以后哪怕会死也不遗憾。而此时的秦晨也听到了动静，他嘴角微微一翘。叮，你的火元素星纹融合度达到 30%。随着系统声音的响起，他内视了一下系统数据。姓名：秦晨，火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 30%； 风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 10%； 冰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 10%； 土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 10%； 木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圆满；金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圆满；雷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 10%； 重力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 13%； 黑暗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圆满。战力3500万星，星辰细胞100万颗，战力增加了几百万，虽然不多，但是配合我的5级状态，那就可怕了。看着自己的战力，秦晨还是很满意的。砰！就在这时，他周围的黑暗元素防御罩轰然炸开。哈哈，破完了，你突破了。二族长看向仍然盘坐在那里的秦晨，哈哈大笑，语气带着嘲讽。别说秦晨不可能再突破，就算是真的，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突破完成。嗡！不等秦晨回话，二族长已经出手，他整个手掌经元力涌出，瞬间变成了淡金色，然后猛地抓向了秦晨。大哥，此子就让给我了，我想看看他在我这一击之下能否活下来。二族长带着笑意的。一旁的大族长并没有出手，老二其中一系也是进入蜂王的，去试一试这秦晨完全没有问题。眼看手掌就要抓来，秦晨猛然睁开了眼睛，随后他随手一挥，唰，无数的锋刃飞出，将空间划破，瞬间切割在了那金色手掌之上。噗噗，切割之声不停的响起。二族长的脸色开始出现了变化，刚刚的自信也一点点的消失，而他的身体仿佛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不停的后退。怎么可能？他骇然的看着秦晨，这一击虽然没有用全力，但是绝对拥有丰厚的实力，然而却被秦晨随意的给击退。砰！到了最后，锋刃炸开，而他的手掌上筋元力也随之炸开。这一击，两人平手，有意思。二族长很快恢复了平静，轻声开口：可惜，如果你只是这个实力，今日就要留在这里了。大哥，你先别出手。说着，他咚的一声踏出一步，整个大的颤抖，随后他一闪便来到了秦晨的身后，然后一拳便砸了过来。可是下一秒，他突然一愣，秦晨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小心！大族长脸色一变，大声提醒：和我比速度，你有那个资本吗？秦晨的声音在二族长的身后响起。他拥有9系，其中风、雷都是拥有速度，甚至重力系还可以让他自身重力消失，身体变得更轻盈，而暗黑也可以让他的移动更诡异。可以说，和他比速度就是找死。二族长感受到秦晨的声音几乎就贴在自己的耳边，身体不由得一僵。下一刻，他露出了惊恐，一股强大力量轰击在其身上。砰！在这股霸道的力量之下，他的身体控制不住的倒飞出去。不可能！体内的不朽之力在这一瞬间直接消失了 30%， 太弱了。秦晨看着惊恐的二族长，摇了摇头。他一眼便看出了对方的底细，掌握了5种元素系，其中1系确实达到了封王，可是另外4系也就普通不朽。至于战力，虽然看不到，但是可以大致推测，应该能够达到3000万之上。这个战力其实不比他弱多少，甚至可能比他还强一些。然而，战力是一回事，实力又是一回事。秦晨元素种类多，无论是攻击手段、防御手段，还是速度，都是顶级。身体强度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一综合起来，对方又如何是他对手？唰！他再次消失在原地，紧接着便出现在了二族长身前，一指便点了出去。随着他的手指点出，所过之处，空间被完全冻结。二族长感受到那手指带来的死亡压迫，浑身颤抖，一时间不知道躲避。大哥，救我！他突然大吼。此时的大族长也在震惊秦晨的实力，听到喊声，反应过来时连忙出手，但已经晚了。咚！手指点在了二族长额头上。不！二族长感受到一股股的冰寒气息涌入自己的体内，他顿时瞪大了眼睛，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体内的不朽之力疯狂地抵挡着寒气，可是却仍然在快速地消失，拼命地想要用自己的火元素来将冰寒之气驱散，然而效果虽然有，却并不大。不朽之力仅仅是眨眼间就消失了一大半。大哥，快啊！二族长大吼。明明他和大族长只是极短的距离，呼吸间就可以到达的，可是他却感觉到如此的漫长。砰！大族长终于赶到，他一拳便轰击在了秦晨的身上，发出一声巨响。秦晨被强大的力量冲击，身体被震退出去，不得不松开二族长。我还有不到10%的不朽之力了。此时的二族长脸色苍白，感觉到自己的不朽之力所剩无几，惊恐地叫出声。大族长并没有理会他，反正这次之后大概率都会死。他是震惊于秦晨的实力，刚刚的一拳只是将秦晨给震退出去，却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这个肉身强度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你越强，之后人族就会越痛，很好。他很快压下内心的震惊，对着秦晨道。秦晨一笑，随后用火眼金睛看了一眼，你很自信，就因为你是5系，有2系达到封王，2系达到封侯吗？大族长瞳孔一缩，看来你早就调查过我了，心思倒是缜密。可惜，你这样的天才，要是古族人该多好，我可以为了你放弃仇恨，偏偏你是人族。他的语气带着惋惜，而且说得十分真诚。种族为天生，无法选择，但是种族怎么做却可以选择，而你们的选择却注定是最愚蠢的。秦晨摇了摇头，出生无法选择，但出生之后的路怎么走却可以选择。也许你会觉得，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终点，你永远赶不上，但是你却可以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无需和那些个别比，成为大众中的优秀者，其实也不错。古族虽说有反骨，但是反骨有征兆，若是在还能控制之时就做出自我救赎的选择，其实可以不用出现反叛。然而古族一直是任由反骨彻底觉醒，最后导致大规模的反叛，这是他们做出的选择，就应该受到该有的惩罚。选择很重要，对个人对种族都是如此。愚蠢吗？大族长喃喃，他何尝不知道选择的重要。其实他想过，在自己的反骨觉醒时自我毁灭，并且带着那些觉醒的族人一起毁灭，这样一来，没有觉醒的人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然而这样做对觉醒的族人很不公平。他也知道自己选择反叛是最极端的，对那些没有觉醒的人同样不公平，对整个种族危害最大，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最极端的这条路。无论怎么选择都没有错，错的只是这个宇宙规则，它让我们生下来就有反骨，既然反骨无法控制，那便一起毁灭吧。这一刻他眼神彻底变了，变得疯狂，声音也带着决绝。他受够了这种奇怪的体质。好了，时间差不多了，送你上路，你一个人赔上我整个古族，死了也知道了。轰！话落，他的周身5种元力涌出，周围的空间瞬间变得扭曲起来。他一拳打出，咚的一声，前方的虚空被打得凹陷下去，一股霸道的力量从虚空中传递到了秦晨的身前。隔空一击，这一击让秦晨竟然不由自主的后退，同时也感觉到了身体传来了一股剧痛。双系封王实力果然可怕，比垂钓老人和那2族长强了太多。秦晨稳住身形后，神色也郑重起来。对方不愧是古族最强之人，若是以他现在的正常实力，根本不是其对手。我从未想过超凡能够抗住我这一击，你让我佩服，只可惜你我终究只是敌人。嗡！他拳头化掌，猛地一按，5种元素化为了一个巨掌，从秦晨的头顶按下。秦晨的身体一退，然而他发现无论他如何退，自己仿佛都在手掌之中。掌心一击，只要你还在这个地心世界内，你便逃不出这一掌。大族长的声音响彻云霄，巨大的手掌在落下的同时，伴随着5种元素之力的攻击，不停地冲击而下。正常的实力不是对手。那么秦晨手掌一翻，顿时一把奇特的伞出现在了手中。千机伞在刹那间变成了一把长枪，长枪之上冰原力覆盖，他一枪便刺了上去。随着刺出，整个长枪也在快速的变大，同时重力元素从手臂上涌入了长枪之上，让其变得无比沉重。金元力也涌了上去，让长枪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锋利。轰！当长枪和那手掌碰撞在这一起后，整个战场犹如最恐怖的核爆一般，无数的能量波肉眼可见的扩散出去。周围的丛林在这一刻被能量波瞬间抹平。不好！那些围在四周的古族精英在这一刻脸色大变，疯狂的后退。可是他们的速度仍然赶不上这能量扩散的速度，一个个被掀飞出去，口吐鲜血，脸色苍白。我的不朽之力损失了20%。有人惊叫道：“我的23%！”这一刻，他们一个个的脸色骇然，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一个能量波动就让他们的不朽之力若损失1/5以上。不！就在众人惊恐的同时，一声惨叫响起，众人纷纷转头看去。我的不朽之力还有不到1%了。2族长看着众人，发出惊恐之声，甚至眼中还带着泪水。虽然这次已经做好了死亡准备，但是面对死亡油然而生的恐惧，并且这次他的目标是杀秦晨。现在秦晨还好好的，他却要死了，这和他想的完全不同。如果秦晨不死，他死了，自己的死亡没有任何意义。他死了吗？不，我得躲一躲。战场中心因为强大的爆炸引起了耀眼的白光，让他也无法看穿，这让他不敢确定秦晨是否已经死了。想到这里，他转身朝着远处走去，避免再次受到波及。然而他刚转身，嗖的一声，一道凌厉的雷光瞬间洞穿了他的身体。为什么是我？2族长的身体僵在了那里，仅剩下的1%不朽之力快速的消失，他眼中带着愤怒和茫然。周围还有那么多人都是来杀秦晨的，可是偏偏要针对他，你太高调了。秦晨的声音从爆炸的中心传出，让2族长仿佛受到了暴击一般，仅剩下的一点不朽之力瞬间消散。你太高调了。一句话让2族长受到了无穷的暴击，他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秦晨针对他，竟然就是因为这个。而周围的人此刻看到2族长的身体正在一点点的消失，反骨渐渐的露出，再联想到秦晨的话，也是头皮发麻。幸好我们之前被安排来围堵，没有参与进攻。
有人小声道，其他人露出了赞同的神色。要是之前他们一起上，肯定也会相当高调，毕竟这么多人对付秦晨一个，大家都觉得轻松能够解决，自然就会高调兴奋了。他们怎么样了？有人反应过来，看向了战场中心，各自注意，小心秦晨逃。有人提醒道，秦晨刚刚还对二组长出手，肯定还没有死亡，这个时候必须要防止其突然逃走。众人一时间神色都变得十分认真起来，紧紧地盯着战场中心。当那白光渐渐地消失后，两个身影相对而立出现在他们眼中。只是让他们惊骇的是，大组长嘴角溢出鲜血，脸色微微发白，而秦晨平静地站在那里，看不出任何问题。这怎么可能？大组长可是双系封王，秦晨只是超凡，哪怕就是9系巅峰超凡，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实力。有人惊叫道：“9系这么可怕吗？”有人完全不理解了。如果真有这么可怕，那到了9系不朽又如何？9系真神后岂不是要天下无敌了？不对，9系根本不可能，即便你如何计算战力都不可能。你们发现了他手中的武器了吗？突然一个古族精英盯着秦晨手中的武器，此时那把武器再次呈现出了散状，可是刚刚明明是一杆可怕的巨大长枪，难道因为一把武器让他的实力提升到了和大族长抗衡的地步？有人不相信，即便秦晨用的是真神武器也不可能，况且秦晨也不能将真神武器的效果完全发挥出来。要是他的是至宝呢？那人神色震撼道：“至宝？”有人带着疑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武器，竟然是至宝。战场中心，大族长看着秦晨手中的千机伞，带着不可思议。第4城主还真是舍得，看来他也很怕你死在外面了。此时他的脸色并不好看。至宝，即便是整个古族都没有一件，甚至整个人族都不多，他见过的所有真神还没有任何一人拥有至宝。可是秦晨竟然拥有一件，他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至宝是天地自然产物，能炼制出至宝的人至今还没有，至少从历史记载来看还没有出现过，所以这种武器极其稀少。它不仅仅拥有强大的属性能力，同时使用之人限制很小，意思就是即便是一个普通武者拥有也有极大的威胁。这就像一个普通人面对一头猛虎，正常情况下人不可能是猛虎的对手，但是你拥有一把猎枪呢？当然至宝也有高低之分，秦晨拥有的至宝应该是普通至宝，但是也相当于是一个普通人拿着一把大砍刀，杀伤力是直线提升。之前秦晨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而他是一名强壮的大汉，可是现在秦晨拿着一把大砍刀，而他却是赤手空拳，一个不好就会被反杀。这样更好，杀了你能让第4城主更痛心，并且这个至宝我还会将它给扔向虚空，到时候也许还会引起联盟强者一场不小的厮杀。他擦了擦嘴角的鲜血，然后看向了那已经只剩下反骨的二族长。老二，带着其他人都给我一起上，他的实力已经到头。闻言，已经变成反骨的二族长大喝：“上，一起上！”说话他也没有犹豫，冲向了秦晨。砰！然而就在这时，突然意外发生，一个古族的精英被旁边的一人给偷袭，倒飞出去。库伦，你干什么？周围的人诧异地看向库伦。我在拯救古族。库伦看向了大族长，我一直尊重你，可惜你并未尊重整个古族。古族不能在你这里断了，大族长，放弃吧，不要再把古族拖向深渊。放弃？到了这一步还能放弃吗？库伦，我本很重视你，没想到你会背叛，可惜了。你一个人又如何扭转如今的局面？大族长根本不为所动，走到这一步，几乎已经是没有任何放弃的想法了。他不是一个人。突然，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紧接着几十道身影快速而来。老三族长！众人看到为首的那人，脸色一变，再看到跟着3族长一起来的那些人，更是带着愤怒，因为这些人中不仅仅有3族一脉的人，大族和2族一脉的同样有。这些人竟然全部背叛他们，投靠了3族一脉。你还是出来了！大族长脸色难看。3族长是被软禁在了古城中的，而且他亲自布下了封禁，不仅仅屏蔽信号，还防止对方能够出城。他亲自设置的封禁，即便3脉的人一起出手，也很难破开。能这么快破开，恐怕大族和2族也有不少人出手了。而这些出手的人，想法和3族长一样，不能对秦晨出手，以此来保全古族的延续。大哥，看到了吗？真正想要反叛的并不多，你和2哥2人以个人意志替他们做决定，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公平，甚至残忍。3族长缓缓道：“多说无益，老三，既然你今日选择背叛种族，那么我们便不再有任何关系，出手不会留情。所有人上！”大族长当即下了命令。大哥，你才是背叛种族！3族长手一挥，顿时带来的所有人一起冲了上去，战斗瞬间爆发。3族长带来的人虽然不如这20多位精英，但是差距并不大，而且因为人数多，他们同样占尽优势，片刻之后就打得那20几人节节败退。而3族长自己则是直接冲向了已经只剩下反骨的2族长，整个战场顿时只剩下大族长和秦晨相对而立。你的计划失败了。秦晨看向大族长，平静地开口：“失败了吗？不见得。”咚！大族长话一落，不再多说，身形一闪便逼近秦晨，而秦晨同样没有退缩，手握千机伞便换出各种形态。两人在虚空中不停地碰撞，整个祖牙都在被震动。随着两人战斗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些反叛的20几人明显落了下风。
二组长那边自己也被三组长给彻底的压制了。你的心态很不错。秦晨一边出手一边开口。原本他以为对方会出现焦急的心态，然而看起来却十分的平静。大组长一笑，人类顶级天才，你杀不了我。你的有一些戏似乎运用起来没有那么顺。他并没有说自己心态上的事，而是在嘲讽秦晨一般。秦晨眉头一皱，老实说，拥有至宝千机伞的他，实力要比这位大组长强上一分，但是那是他运用其中几系的时候，而运用另外一些系时，实力就要下降一分，和对方相当。不过他一直在运用这几个不熟练的系，因为他就是在熟悉，通过这次机会将这些不足给弥补回来。所以刚刚两人的战斗打得旗鼓相当。你的重力系似乎就没有用到极致。他的话说完，秦晨的身体瞬间感觉一股强大的重力在拉扯，让他猛地下沉。轰！整个地面瞬间塌陷下去，强大的压力让秦晨脸色微变。雷系拥有强大的攻击，但是你的太散了，没有达到攻击的顶点。啪！突然，他的手心之中一道雷霆出现，在出现的瞬间快速的压缩，下一秒变成了一颗雷球。这颗雷球仿佛被压缩了无数次，里面的能量完全压缩在一起，并且达到了临界点。嗡！他手掌带着雷球，一掌便拍向了秦晨。秦晨的身前瞬间出现了一面土墙，紧接着一层层的冰墙也随之出现。砰砰砰！大族长带着雷球，不停地将这些防御墙给破开，眨眼间就来到了秦晨的身前。秦晨身形顿时化成了黑气，消失在了原地。大族长一招没有攻击到秦晨，并没有任何的失望，他只是缓缓道：我虽然没有黑暗元素，但我知道黑暗元素不仅仅可以诡异，它强大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辅助性。在我的理解中，有黑暗便没有光明才对。此时的秦晨已经来到了另一处，他听到对方的话，原本要动的身体突然顿住了。有黑暗就没有光明，这一句话让他灵光一闪，仿佛醍醐灌顶一般。我要这天没有光明！秦晨下意识地猛地一挥手，霎时间仿佛有无数的黑暗元素因为他的挥手而动。这一刻，刚刚还明亮的天空迅速变得昏暗起来，很快整个世界仿佛彻底进入了黑夜。发生了什么？我怎么看不见了？那些正在战斗的人突然大喊，声音带着震惊。即便是真正的天黑，但是以他们的实力同样可以看得清楚才对，可是现在他们却和普通人面对黑夜一样，完全看不见。哪怕一些人用出了火元素，想要将周围的黑暗驱散，可是发现火元素很快就消散在黑暗中。此时的秦晨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些黑暗元素仿佛因他而存在，黑夜属于他。砰！千机伞变成了一双拳套，秦晨双手挥拳，不停地轰击着大族长。而此时的大族长仿佛完全看不见秦晨在那里，他一顿乱攻击，却根本无法攻击到秦晨。大族长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不朽之力也在疯狂的消散，但是他这一刻却异常的平静。噗！最后，千机伞变成长枪，一枪洞穿了他的头颅。你的计划现在彻底失败了，秦晨再次说道。是啊，失败了。大族长仍然看不出任何的表情变化，只是喃喃道。随着他的不朽之力消失，他的躯体也正在消失，而反骨也一点点的出现。他盯着秦晨，突然一笑，失败就应该死亡。话落，他的躯体即将消失，反骨也即将完全呈现出来。秦晨正准备继续击杀这个反骨之时，突然那反骨竟然在彻底出现的最后一刻，砰的一声彻底爆碎。大哥！只有反骨的二族长虽然看不见秦晨这边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听到一声爆炸后就感觉不到大族长的存在了。他疑惑的是，为什么大族长反骨还没有出现就死亡了？秦晨在瞬间击杀的，那样一来，秦晨的实力该有多强才能同时击杀2条命？此时的秦晨也是眉头微皱，这大族长给他感觉很是奇怪。此刻他怀疑对方这次的叛变目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为了杀他，为了报复人族。其实之前他就有过怀疑，但是对方做的一切并不像假的。直到库伦给他发信息，三族长的突然出现让他再次怀疑起来。库伦要偷偷发信息，大族长真的不知道吗？以对方的谨慎很难。同样的，三族长要出古城，真的能出吗？一个双系封王布置的封禁，真的是人多就可以破开的？这一切都存在疑问。最关键的是，刚刚在厮杀时，对方突然说他的雷系、重力系还有暗黑系运用的不到位，这像是在嘲讽，但你换一个角度，对方似乎在提醒，或者说在指点。最后，秦晨击杀对方的那一刻，他没有在对方身上看到失望，反而对方在笑，有一种欣慰的感觉。这一切透露着诡异。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他的目的又……秦晨目光突然一闪，那大族长那样做的目的，也许就是在清除内部的反叛者。现在大族一脉、二族一脉都出现了很多反骨觉醒者，作为大族长，内心肯定很纠结，直接灭了这些反骨太难了，尤其大族一脉很多和他都带着血脉关系。那如何做？对方选择了自己也反叛，然后借助人族之手来灭掉这些反叛者。而且对方知道三族长不会反叛，所以古城的封禁故意让其可以破开。这样一来，三族以及那些跟随三族的人可以得以保全，也保全了古族。这样做还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警示后人，反叛人族、反叛联盟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哪怕只是击杀一个天才，让后来者不要再走这一条路。当然，这一切都是秦晨的猜测，这些事情就看古族自己以后会不会去证实。以后这位大族长到底是会被钉在古族的耻辱柱上，还是会被刻上丰碑，自有古族后人评说。但在接下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方都会背负骂名。不，老三，你背叛了种族，你将是古族永远的罪人。二族长见大族长已经死亡，自己也完全没有了战斗之心，内心一点点的崩溃，导致他完全不是三族长的对手。很快他就被打残了，但是却不甘心，愤怒的大吼：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这次是你们背叛了种族，将种族拉入深渊，而我等只是在挽救。三族长声音平静，一次又一次地给予二族长重创。不久之后，二族长的反骨终于坚持不住，被打得彻底崩碎。与此同时，另一边的20几个古族精英也被纷纷打成了重伤，然而他们仍然没有丝毫的求饶。反骨的出现让他们没有任何的后悔。终于，当最后一人倒下后，战场才彻底的变得安静下来。三族长并没有兴奋，而是表情复杂。无论如何，刚刚击杀的也是他的族人。良久之后，他才看向了秦晨：秦少主，这次的事给你带来了麻烦，还请原谅我古族。秦晨是星际航行公司的少主，所以他也跟着喊少主，这是对秦晨的尊敬。秦晨摆了摆手，将刚刚从古族之人身上爆出来的几个反命石给收了起来。见到秦晨的动作，三族长感到奇怪：少主，这反命石很危险。他连忙道：反命石是他们一族出现反骨后生长出来的，它里面蕴含着反能量，也正是这些反能量让他们出现了反骨的情绪，无法控制。所以哪怕是诞生在他们的身体中，古族也一直将这反命石视为危险之物。你们没有试过去解决这反命石的问题？秦晨开口问道。他倒是对这个反命石没有任何的忌惮，这些反能量也影响不了他，因为他吞噬这些反能量后，他的吞噬天赋技能就已经解决这些问题。想过很多办法，我们在觉醒之后尝试过将反命石给直接取出来，但是取出后就会死亡，无法逆转。也尝试过各种办法，甚至将其拿到了人族，但即便人族大能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宇宙规则所致，除非能够改变宇宙规则，否则没有任何办法。秦晨沉默，改变宇宙规则，那就得超越宇宙规则之上。但是你本身就是在宇宙中诞生的生灵，又如何超越宇宙规则？在万族历史上还从未听说过有人可以超越宇宙规则。少主需要反命石？三族长疑惑地问道。秦晨点了点头，我对这反能量很是好奇，研究研究，当然数量和种类是越多越好。闻言，三族长虽然还是疑惑，但也不敢多问。深吸口气后，缓缓道：我族中还有，少主若是愿意去古城，古族愿意将所有反命石奉上。这个时候他必须要拿出一切诚意。虽然这次他们及时让古族没有犯下无法弥补的大错，但是一切还是要看秦晨。如果秦晨不满意，恐怕一句话，古族同样会面对灭亡的命运。秦晨点了点头，然后看向了地心世界的深处，里面都是你们古族以前出现反骨的族人。三族长内心一惊，不敢隐瞒：是，这里被称为祖崖，以前有反骨出现后，族中人就会将他们送到这里。这里的存在，人族高层应该知道吧？秦晨问道。之前他以为这里是被古族刻意隐藏，但是现在看来并不是，人族高层应该知道，之所以会留下这里没有毁灭，一来人族根本不在乎这些反骨，二来也是将这里当成秘境的一个危险之地，用来考验进来这里的天才。是的，否则我们又如何敢这样做？三族长苦笑，人族何其强大，古族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秘密。果然，老师还说不知道。秦晨笑着摇了摇头。来之前，他找过第四城主，问过对方关于古族秘境的事，结果第四城主告诉他不知道。少主，第四城主他应该确实不知道。三族长突然道。哦，三族长解释道，古族的秘密，人族高层确实有人知道，但是并不是所有高层都知道的，而且像第四城主这样的大人物，恐怕都不屑于知道。第四城主，人族地位最高的人之一，这样的人物，即便是整个古族都不会放在眼里，何况是古族的一个秘境。所以，对方说不知道，也许是真的不知道。同时，说不知道也可以让秦晨在来之前不了解这个秘境，这样一来才会有一定的效果。否则，对一个秘境都了解了，再进去就完全失去了意义。闻言，秦晨恍然，人族高层知道古族的这个秘密，恐怕确实只是少数，毕竟每一个高层负责的事物都不一样。古族现在有多少反命石，种类又有多少？秦晨开口问道。这才是他最关心的，他现就靠反命石来提升修为了，数量和种类都不少。三族长开口道。秦晨点头，那便回吧。原本他想要将这里的反骨都杀了后，获得足够的反命石，但既然古族本身就有，那就没有必要再杀了。毕竟这里本身就是秘境的一种考验，真要是杀光了，这个秘境恐怕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很快，秦晨带着众人走出了秘境星球，并且向着古之大陆而去。当来到古之大陆后，整个大陆都已经被卡奥带人给彻底封锁了起来，无数的古族人被军队给控制。秦老弟，你终于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找你了。卡奥看到秦晨回来，连忙上前拉着秦晨的手道。秦晨这次要真的死在这里，他恐怕要有责任的。毕竟这次可不是死在秘境中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古族的突然反叛，这里
可是他驻守的地方，我可没有那么容易死。秦晨一笑，对了，秦老弟，这事我已经汇报给了上级，那边的意思是交给我们这边处理，现在人几乎都控制起来了。你看接下来该如何做？卡奥问道。从三组长给他通风报信后，基地所有人，包括另外2个基地，就马上行动起来，所以参与这次事件的古族人很快都被控制了。而这次古族的这些叛者，毕竟是针对的秦晨，他有必要问一问秦晨的意见，将所有的参与者处理了吧。秦晨随意的道，然后看向三组长，古族也应该做出应有的改变，需要下大力气，一次2次的集体反叛，必然会遭大到最惨重的代价。是，我会下达死命令，制定一套最严格的制度，一旦出现有族人反古觉醒，就必须要做出应有的对策。三组长连忙道，古族的反古太特殊了，不仅仅是因为无法控制，还因为它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比如一个人出现了反骨，在反骨觉醒的过程中，此人就会去给别人洗脑，而别人的反骨即便没有觉醒，但是在被洗脑的过程中，情绪就会受到影响，无形中出现反叛的情绪，而这个情绪就会影响反骨觉醒。这样一来，一个影响一个，反骨觉醒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到了最后就会有大量的人一起做出反叛的决定。所以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就必须要在一开始就杜绝这种情况。比如一个人开始觉醒反骨，就第一时间发现他，然后将其处理，这样也就无法影响那些没有觉醒的人。要第一时间发现觉醒反骨的人很难，但是也并不是没有办法。比如做出一个规定，如果谁发现了有反骨的人，就会获得奖励。要知道，修行者是没人能够经得起资源奖励的诱惑的，就像普通人几乎没人能够经得起金钱的诱惑。而如果知情不报，同样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效果肯定会很好，至少很难再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反骨觉醒者。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还有别的方法，一起加起来，自然效果就会更好。秦晨点了点头，古族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下一次若是再出现，恐怕就不会有如此的结果了。人族也不是善茬，哪怕再不放在眼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恐怕也会决心灭掉这个种族了。三族长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十分严肃的点头。少主，你先在古城休息，我去给你收集反命石，明日就会将其给你带来。三族长开口。见秦晨同意后，他这才恭敬的退走。秦老弟，还是你仁慈啊！依我说，这一次不仅仅要处理掉那些反叛者，还应该再有一些严厉的惩罚，甚至再杀一杀，以此来震慑他们。卡奥冷声道，以他的做事风格，绝不会仅仅处理这些参与者的。秦晨摇了摇头，能主动将这次的计划提前报出来，这些人从内心上来说，确实是不支持这次的行动，他们被逼无奈，错误不在他们。反骨很奇特，除非将他们杀光，否则再震慑也是无用。这次的事情足以让他们警醒。仁慈吗？秦晨并不觉得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说这次古族的人知情不报，即便不参与，他也会让卡奥他们灭了该族。但毕竟他看到了三族长这些人的诚心，他不是不讲道理的杀人狂，该杀的杀，该留情的留，做事需要有自己的原则。当然，也仅限在他身上。若是以后还有同样事情发生，又和他无关，那就是人族那些管事的人该考虑的事情，怎么决定，他不会参与。卡奥也不再多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事方法。秦老弟，这次辛苦了，要不要我给你安排几个古族美人？卡奥突然笑着道。秦晨摆了摆手，坎将军去忙吧，我突然感觉自己有所感悟，需要闭关一下。卡奥一愣，摇了摇头，秦老弟真是无趣。秦晨笑了笑，他当然不会是对美人没有兴趣，只是古族没有长在他的审美上。很快，秦晨来到了一个房间，这个时候他才看向自己的系统，重力系和雷系还没有圆满，这次星际航行公司接的任务又算是废了。他无奈的摇头。星际航行公司的任务是生存，最少半年才能获得积分，时间越久积分越多。可是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总不能还去做什么生存任务，毫无意义了。也许我可以获得积分。秦晨突然灵光一闪，这次古族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意料之外，所谓的生存任务不存在，但是他现在若是去秘境，想待多久就能待多久。他现在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去做这个任务而已，但是这个任务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难度。如果他给星际航行公司那边说明情况，说自己不想浪费时间，说不定星际航行公司还真会将积分给他。星际航行公司也不希望我将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吧。小艾，发个邮件到星际航行公司总部的任务部门，说明情况，看是否能给我积分。想到这里，秦晨马上行动起来。没办法，他现在需要积分来兑换能量物，让雷系和重力系达到圆满，这样才能继续突破归一境界。好的，主人。小艾非常懂秦晨，立马还是动起来。修炼了一夜，第二日一大早，三族长就来找到了秦晨。少主，反命石已经给你找来了，这是我古族目前所有的反命石。三族长将一枚空间戒指交给了秦晨。秦晨神识探查后发现，反命石有不少，种类也非常齐全，包括他一些没有掌握的系也都有。当然，像一些极其特殊的系，秦晨没有发现，比如时间之类，但就目前的反命石来说，足够他将全部修为提升到归一的巅峰了。不错，这段时间我需要闭关，没有特殊的事情，不要来打扰。另外，闭关之后我会离开，你们也无需来送。秦晨开口道。是。三族长点头。还有事吗？秦晨看着对方没有离开，开口问道。少主。三族长突然行了一个大礼，直接跪拜下去。少主可愿意成为我古族的主人？秦晨一愣，当即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老实说，对方能够代表整个古族来让他成为主人，肯定是做出了很大的决心。要知道，秦尘是人族，对他们来说就是异族，让一个异族人来当种族的主人，还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哪怕是最弱小的种族。但是古族如此做也有很大的好处，这个种族太特殊了，如果有秦尘这样的主人，若是以后秦尘成长起来，那地位自然不用说。这相当于是一场赌博。我给你时间。秦尘平静道，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但三族长瞬间明白秦尘的意思，这是在看他们以后的表现。他连忙道：多谢少主。他也只是尝试一下，秦尘没有拒绝，已经是最好的结果。秦尘摆了摆手，等对方离开后，他将反命石拿了出来，然后开始了吞噬。丁，你的火元素星纹融合进度达到100%。丁，你的土元素星纹融合进度达到10%。丁，你的神级任务完成，系统奖励已发放到系统空间中。丁，你的冰元素星纹融合进度达到100%。丁，随着秦尘的吞噬消化，系统声音响个不停。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当他将除了雷系和重力系之外所有的元素星纹融合度提升到100%后，终于停了下来。他并没有着急去看自己的系统数据，而是迫不及待地看向系统空间。此刻系统空间中正躺着一枚元素敏感丹，它整个呈现出白色，其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白光。光明元素敏感丹，不用想，秦尘便知道了这枚敏感丹的元素类型。虽然不是空间元素敏感丹，不过他也没有任何的失望。光明元素也属于是特殊元素，和黑暗相对，可以说现在他掌握了黑暗元素的情况下，再拥有光明元素比马上拥有空间元素更为有利。他将光明元素敏感丹拿了出来，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吞下。随着敏感丹的消化，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对天地间的光明元素的亲切感在不停地提升，同时这些光明元素还在不停地涌入他的身体中。丁，你的光明元素敏感度提升到9。丁，你的光明元素天赋提升到 SSS。当系统声音响起，秦尘一笑。天赋现在虽然看起来作用不大，毕竟现在他全靠吞噬能量物，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天赋越高，提升同样修为用的能量物相对少一些。就比如他的雷系一直不是最顶级的天赋，这也导致明明很早就获得了，结果现在还没有超凡圆满。如果是顶级天赋，恐怕这次也可以突破归一的。很快他看向系统数据，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浑身一震，他的身体仿佛在这一刻打破了一种极限一般，无数的力量疯狂地涌入。这是此刻的秦尘眼中露出了惊讶，这种感觉和上次他身体的星辰细胞达到100万时的感觉一样，仿佛有一种升华。但是现在的这些力量又和星辰细胞不同，星辰细胞是提升他的肉身强度，而这次是让他感觉自己的武道之路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更加的宽广。如果把武道之路比作一栋100层大厦的话，他之前的路可以走到90层，而现在却可以走到91层。别看只有1层，武道之路到了最后每走一步都是巨大的差距。在光明元素被掌握的瞬间，仿佛是打破了一种桎梏，这是因为打破9之极限带来的特殊感觉。秦尘喃喃。接下来他看向系统数据，姓名秦尘，火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风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冰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土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木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金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雷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10%；重力系境界9级超凡，第10条星纹进度13%；黑暗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光明系境界无。战力9000万星。看着自己战力，秦尘有些惊讶。虽然将7种元素的修为提升到了归一圆满，但是一次性让他战力直接翻了2倍多，这其中绝对有打破9之极限的原因。如果将光明系以及重力系和雷系提升到归一，恐怕会直接破1星战力。一个不到不朽修为，战力破1星，整个万族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绝对屈指可数。不知道老师当初是什么时候打破9之极限的，是不是也在不朽之前？哪个时候他的战力又是多少？秦尘突然有些好奇。现在他知道的第4城主就是10系，当然整个宇宙是否还有他不敢保证，但是即便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以我现在的实力，用上千击散，不知道是不是能和最弱真神一战。秦尘暗自想到。下一秒他突然一笑，觉得自己眼光越来越高了，还未不朽就想着和真神一战。摇了摇头，他很快不再去想真神那是拥有神力的强者，即便最弱真神，他还是没有把握能够一战。小爱，发个信息到蓝星，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光明系的受精收集起来，随便告诉他们不久后我将回地球。秦尘淡淡道。他其实早就让地球那边给他收集受精，都是那种他还没有掌握的元素系受精，这样一来等他掌握了就可以直接用来提升修为。当然像光明系这种受精肯定不多，毕竟地球的等级太低了，那边的异兽也很少有2阶元素的受精，不过时间久了多少还是能够收集一些的。不够的他再去用积分来兑换特殊能量物，比如天星草之类的。天星草属于不分种类和等级的能量物，
不朽以下的修为都可以用来提升。至于不朽之上，涉及到了不朽之力，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有哪些能量物能够让他突破不朽。主人，已经发了。小爱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休息一天，明月启程，出发蓝星。秦晨走出了房间，既然来到了古族，他准备在这边看一看，下一次还会不会来这里就不好说了。接下来他先是在古城转了转，然后走出古城，在古之大陆上四处游走，这也是他难得以来的休闲时刻。游走的过程中，古族人看到他都露出了紧张，可以看出这些古族人对秦晨非常的忌惮和敬畏。主人，这古族人也是苦命。小爱化身成一个小女孩，站在秦晨的肩膀上观测着古族的情况。看得出来，这些古族人和那些大种族一个比起来，少了很多活力，过得明显没有别人开心。苦命吗？古族太孤独了，他们的特殊体质让他们根本不会有真心的朋友，没有哪个种族真正的放心他们，甚至还会时刻警惕他们，不得不说很惨。小爱点头，认真的说道：“你还是经历的太少了。”秦晨摇了摇头：“太少了吗？”小爱露出疑惑的表情，他觉得自己跟随秦晨以来经历的很多了。秦晨一笑，单看古族，他们确实惨，因为特殊的体质原因，他们被人排斥，没人愿意和他们交往。但是从整个宇宙纬度来看，他们算是幸运。宇宙中从古至今有无数的种族已经灭亡，他们中很多并不是自然消亡，而是被别人灭的。一些种族他们留下了名字，这算好的，还有一些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无人知道他们的过去。你说这些种族惨不惨？惨。小爱想了想，点头道。秦晨摇了摇头，是啊，他们都比古族惨，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不说整个宇宙，就拿蓝星来说，当初蓝星还未统一，面对异兽时有很多个国家，一些实力弱小的国家被异兽入侵，国人葬身于异兽之口，可以想象当初那些国家的人是有多么的绝望，他们也很惨。这是从一个种族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从个人来看也同样不缺少惨的人。一些人在底层苦苦挣扎，上层之人是看不到的。此时的秦晨想到了他穿越之前秦家以及他父亲的情况，那个时候他父亲被人害，谁能看到？谁为其做主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到来，不是因为系统的觉醒，秦家现在什么情况无法想象，也许最终他父母会在狱中死去。惨不惨？当然惨。所以圣母之心不要有，人间处处是苦。那些活得好的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有一颗善心，相反。说到这里，秦晨摇了摇头，还是没有说出。小爱现在毕竟还单纯，就等他保持这颗单纯之心吧。一天时间转瞬即逝。第二日，虽然秦晨提前打了招呼，不用来送他，可是三族长还是带着族中的精英来了。另外，卡奥也来了，他还带着几个古族美人，准备让秦晨带着，一路上也不至于无聊。不过被秦晨拒绝了。秦老弟，以后若是想通了，随时给我传信，无论在哪里，我都让星际航行公司给你快递过来。卡奥认真说道。他觉得秦晨还是年轻了，还不懂这其中的美妙。少主，古族随时欢迎你。三族长对秦晨行礼。秦晨摆了摆手，然后踏上飞船后，飞船瞬间冲天起。小爱，现在我们去的是哪里？飞船上，秦晨躺在一个躺椅上问道。主人，我们现在去的是古族的化城，哪里有一个虫洞通往白马族，到了白马族后就可以直接飞蓝星，不出意外2个月时间便可以到。小爱回答道。白马族到银河星系是有虫洞的，不过要去那个虫洞距离也非常远，而且到的银河系位置距离蓝星同样很远，所以到了白马族直接用飞船到蓝星所用的时间，实际比用虫洞还要快一些。没过多久，化城便到了，秦晨很顺利的就进入了虫洞，然后来到了白马族疆域。大人，欢迎来到白马族。虫洞出口处，2个白马族守虫洞的守卫，一胖一瘦，见到秦晨后非常的恭敬。这是白马族的哪里？秦晨问道。回大人，此地是白马族的望星海，这个虫洞是在半个纪元前发现的，为我白马族内3个虫洞之一，也是通往古族唯一的虫洞。那个胖的白马族守卫认真的回答道。对了大人，这里距离白马族的中心白马星不远，乘坐飞船只需要10天就能到达，大人是否要去？另一个瘦的守卫连忙道。白马族在人族联盟中甚至不如古族强大，疆域更小，最强的族人如今也只是一位封侯不朽，所以他们在看到秦晨是人族后非常的恭敬，态度也非常谨慎。没办法，在他们的印象中，人族仿佛天生高人一等，这其实也能理解，作为弱小的种族，长期的环境影响之下，会让自己变得卑微起来，并且自身还没有任何的不妥，甚至会觉得自豪。小爱，秦晨开口。主人，从这里回蓝星，最近的距离不需要经过白马星，如果去白马星，时间上会躲耽搁接近1个月。小爱很快回答道。那就不去了。秦晨摆了摆手，随后飞船出现，他一步踏上，然后嗡的一声冲天而起。看着秦晨的飞船离开，两人站在那里，一时间有些懵，这么快就走了？在他们的印象中，很多时候有人族的人通过这个虫洞，都会对他们耀武扬威一下，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尤其是这种年轻的人更是如此，一副了不起的神态，居高临下。而他们也习惯了。可是秦晨却直接走了，甚至都懒得和他们说话。我们有可能遇到大人物了。怎么说？刚刚你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那种真正的上位者气质吗？而且你也知道，每次遇到人族的年轻天才到来，都十分高调，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一般。其实这种人只是半吊子而已，真正的大佬是不屑于如此的。你最近可听说了边境那边传出的一些消息？庞守卫问道。兽守卫一愣，你是说古族叛变的事情？古族这次叛变，其实消息传得并不开，只是在古族内动静很大，即便是人族知道的，也只是个别高层。不过白马族和古族疆域是相邻的，边境上知道的白马族人还是不少。听说这次古族叛变，是因为一个星际航行公司的少主，也是人族第一天才秦晨。胖守卫喃喃道：对，刚刚那人就是从古族那边过来的。还有他的那个智能光脑说他们要回蓝星，是回不是去，之前就有传闻这位天才是出生蓝星。兽守卫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两人越想越确定。胖守卫连忙道：快通知白马星那边，以秦晨的身份，哪怕是路过他们白马星都是一件大事，他们必须要汇报。至于高层会不会迎接之类的，不是他们考虑，但是不汇报就是他们的失责。白马星，白马城是整个白马星的中心，白马族的一半核心高层都坐落在这个城市中。他们走了吗？一座宫殿大厅中，白马族族长看向下方的一位老者，开口问道：回族长，他们说还要游玩，等着基星过来。老者恭敬道，说话时神色带着无奈。基星要来，这是要掏空我白马族吗？族长闻言，眼中带着怒意。族长，小声点！老者脸色微变，仿佛在怕什么。族长努力强行将怒意压在心里，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眼中渐渐地浮现出一股深深的无奈。白马族联盟中属于垫底的存在，地位很低，这也导致了他们平时受尽了欺负。别看大家都是联盟，但是那些强大的种族偶尔就会来收点好处，你还得笑脸相迎。这也就算了，平时还有一些仗着身份地位的个人来这里，而这次来的就是苍蓝星域的一位姬氏公子哥姬星的2名手下。姬氏是苍蓝星域排名前100的大家族，要知道人族的苍蓝星域是整个人族中排名靠前的星域，姬氏能够在这里排名前100，实力相当的强大。而姬星是姬氏家族中的一位年轻天才，虽然算不上第一继承人，但是身份地位白马族族长见了是要小心对待的。这次姬星出门游历，他的2名手下先行来到了白马族，虽然只是2名手下，但是白马族还是小心翼翼的招待，好吃好住，甚至还给予了大量的资源。本以为1个月过去，这2人耍得差不多了就会离开，没想到姬星还要来。姬星在很多势力眼里就是一个噩梦，吞金兽，他霸道不讲道理，仗着身份到处吃拿卡要。我白马族疆域资源贫瘠，被他这么一搞，恐怕几10年内很难再缓过来了。族长摇了摇头，缓缓道：这姬星什么时候来？没办法，还是要提前准备，否则对方使点手段会让白马族更加难受。没有说过具体时间，只知道他现在在银河星系，似乎要准备先去蓝星一趟才会过来。老者开口道：蓝星？族长先是一愣，然后道：他的胆子还真大。白马族疆域就挨着银河星系的，而蓝星所在的太阳系又是距离白马族边境最近的一个星系，所以现在的蓝星什么情况，白马族是清楚的。那里可是出了一个大人物，而姬星去肯定没有什么好事，这是要被蓝星背后的人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场景，还真不好说。这姬星已经霸道惯了，他才不会去考虑蓝星的背景。听说这次银河帝国一直在试图阻止他去蓝星，也提过蓝星的那位，可是并没有阻止成功。老者开口道：这种长期霸道惯的人，你是很难威胁他的，出了什么事情有姬氏兜底，长此以往已经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了，心智恐怕都已经开始扭曲了。闻言族长摇了摇头，这些事情以他的能力完全管不了。接下来你去准备一下，我白马族这次也只能认。族长！突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进来。很快一个白马族人走进了大厅。族长，华城那边传来消息，说人族天才秦晨从古族那边通过虫洞来到了白马族。族人连忙开口：秦晨来了。族长和老者都是一愣，他们刚刚才谈到秦晨，结果秦晨竟然来到了白马族。他人呢？族长连忙问道。回族长，他已经从华城直接向着银河星系方向飞去。族长道：你下去吧。族长摆了摆手，等族人离开后，他和老者对视了一眼。族长，去见一见吧，现在还不晚。老者提议道。秦晨虽然不经过白马星，但是从这里走近路是能够提前在中途等着秦晨的，这样会不会太刻意了？族长眉头一皱，有些担忧的道。现在姬星的2个手下在白马族，这个时候去找秦晨有借刀杀人之嫌，一旦秦晨不高兴，白马族就更难受了。老者摇了摇头，不会，以他的身份路过我白马族，你理应去见一见，这并没有什么问题。蓝星是他的祖星，有感情在里面，我甚至记得他还有亲人在那里。姬星太危险了，我们既然知道姬星要去蓝星，若是不告知，他会如何想？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是有借刀杀人的嫌疑，但是从秦晨的角度来说，他们必须要说，否则会觉得他们更偏向姬星，故意隐瞒。族长点了点头，好，那就去一趟，你也一起。是。雷霆号飞船穿梭在虚空中，飞船的速度虽然不是最快，但是半月后还是开始接近了白马族的另外一个星球。主人，前面是红马星，要不要在那里停一下？小爱控制着飞船开口问道。红马星？秦晨透过飞船看到前方的星球，但那星球并不是红色。是，白马族疆域的星球都是以颜色加一个马来命名的，但不代表星球本身的颜色。小爱道：直接飞过去吧，
不用休息。秦晨道。很快，飞船开始靠近红马星，正当要从星球上空飞过时，突然前方一个白色飞船升起，正好将雷霆号给拦住。搞什么？来不及操控方向，小艾只好将飞船给急停下来。他气鼓鼓地打开飞船，然后来到外面，看向前方的白色飞船，大声道：“你们搞什么？不知道这个飞船乃是……”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秦晨平时让他低调，连忙停了下来，没有继续说下去。白马族长、长老，见过秦少主。白色飞船打开，两个身影从飞船中飞出，对着雷霆号一拜。飞船中，秦晨睁开眼睛，一步步走出。你们知道我，所以拦截的。族长和老者脸色一变，连忙解释道：“秦少主，此来一是因为得知你来到这里，特来一见；二来有一事告知。”白马族族长开门见山，和秦晨这样的天才打交道，他不敢有丝毫的心机。说吧。秦晨并没有生气，作为一族之长，突然来见，确实说得过去，只是这种方式欠妥。另外，对方说了有事，恐怕这事不小，否则也不会用这种方式。要是他决定在红马星上停留的话，对方肯定不会直接拦截。白马族族长见秦晨没有发怒，松了口气，缓缓道：“秦少主，白马族这边来了2个姬氏族人，他们是姬星的手下。另外，姬星现在在银河星系，准备前往蓝星。接下来，他将姬星的为人以及姬氏在苍蓝星域的情况，仔细的给秦晨讲解了一遍。”秦晨听着对方的话，脸色渐渐的在变化。他虽然年龄不大，但在蓝星从弱小崛起，经历的并不少，对于像姬星这种纨绔二代还是很了解的。当初一开始的赵宽部就是这种人吗？一个是荣成大家族的纨绔二代，一个是苍蓝星域大家族的纨绔二代。本质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人如果真的到了蓝星，还是在银河帝国阻止他的情况下，非要到蓝星，那他可以想象，一定会对蓝星造成损害。即便对方不会屠杀蓝星人或者毁灭蓝星的重要设施，但是哪怕对方只是要求蓝星奉上资源，他也是绝不允许的。蓝星的东西是蓝星人以及他创造的，要抢他不同意。看到秦晨的脸色，白马族长和长老都吓到了，那无形中散发的煞气让他们心惊。你们，秦晨抬头看向两人，回去将那姬星的2个手下杀了。说完，不等两人回答，转身踏上飞船。在这一刻，他身上的气息轰的一声彻底爆发，9种元素气息带着恐怖的杀意，向着四周瞬间扩散。砰！白马族的长老被这股强大的气息击中，身体倒飞出去，严重了露出了骇然之色。而一旁的白马族族长身体不停的后退，内心不由得生出了恐惧。他的实力，长老看着雷霆号飞船离开的方向，惊声道，面色露出了难以置信。刚刚秦晨仅仅散发出的气息就将他给震飞了出去。族长脸色也是一变再变，连他刚刚也不停的退，差点没有稳住。更可怕的是，在那煞气出现的瞬间，他仿佛感觉自己真正的在面对死亡，下一秒可能就会彻底陷入黑暗。这就是人族第一天才吗？他神色震撼的喃喃开口。族长，他刚刚让我们回去杀了姬星的2个手下。我们长老看向族长，姬星的那2个手下实力其实并不强大，他们出手完全可以击杀。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难题。他也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杀了得罪姬星，不杀得罪秦晨，而这2个人都是白马族得罪不起的。族长深吸口气，他只是犹豫了几个呼吸，然后严肃道：杀。事情的变化超出了他的预料，但这也是马族的一个机会，是靠近姬氏还是靠近秦晨，这是一个选择。他最终选择了秦晨，因为秦晨是从弱小崛起，这样的人物潜力无限，并且这样的人更懂他们这些弱小种族的难处。他相信这绝对是一个靠近秦晨的机会。而姬氏虽然强大，但是上限就在那里了。而且就算不杀，姬氏就真的会看重白马族吗？长老闻言没有说什么，他也是这个想法。两人拿定主意后，转身向着白马星而去。此时的雷霆号飞船已经启动了最快的速度。小艾，给帝国国主发信息。秦晨开口道，按理说这种事情帝国那边应该会给他传信息，但是并没有，要不是白马族的人说，他还不知道。是，主人。小艾不敢耽搁，连忙行动起来。银河星系，姬少，蓝星这个地方只是刚刚才发展几年而已，以你这样的身份，其实并不算什么，没有必要专门去一趟。在银河大陆和蓝星之间的某个星球上，帝国国主看着眼前的这位青年，缓缓开口：是啊，姬少，你需要的资源我们会尽量给你凑，蓝星只是一个土着星球，你去了岂不是自掉身份？一旁的银河学院院长也笑着道。道场场主虽然没有开口，但是看表情也是并不希望姬星去蓝星。他们3人从银河大陆一直就跟着姬星，也一直在各种理由劝说对方不要去蓝星，可是姬星并没有听。随着时间的过去，距离蓝星越来越近了。你们3个还真是狗皮膏药，我还没有到蓝星呢，你们就如此紧张，这蓝星我是越来越感兴趣了。青年看了一眼3人，笑了笑，觉得非常有意思。3人见姬星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都很无奈。帝国国主神色变得严肃起来，缓缓道：姬少，相信你也知道蓝星如今会变得繁华是什么原因，你非要去也可以，但若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可不好交代。好言相劝不行，他只好发出警告。然而姬星听后却是神色一凝，这是威胁我吗？实话告诉你们，本少最不怕的就是威胁。蓝星是什么原因崛起，我自然听说了一些，但我没有兴趣去详细了解。我去是因为我想去，
而我想去，谁都无法阻止。说完，他突然站了起来，然后看向自己的4个护卫，现在就去蓝星。这边的3人脸色一变，正要开口，突然帝国国主看向了自己的辅助光脑，一个信息发来。当他点开信息后，神色一震，深吸口气，他再次看向姬星，姬少，你现在确定要去蓝星？别怪我没有告诉你，秦晨正赶回蓝星。正准备离开的姬星停下脚步，他突然一笑，正好，我也去看看这位人族第一天才到底长什么样。姬少，帝国国主的声音陡然拔高。姬星冷冷地盯了过去，怎么，你们还要杀人灭口？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的4个护卫，4人顿时上前挡在了姬星身前，身上的气势爆发。帝国国主3人脸色一变，这4人是姬星的专属护卫，修为实力比他们还强。姬星轻蔑一笑，转身离开。看到他离开，帝国国主3人面色复杂。怎么办？银河学院院长问道。秦晨发来了消息，结果他们却没有拦住。回信息吧，只希望这姬星会有分寸。道场场主开口道。秦晨他们算是很了解了，如果姬星真的要在蓝星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对方绝对会给予最强的回击，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完全无法猜测。帝国国主当即给秦晨回了信息，只是3人都心情复杂。分寸？姬星这样的纨绔疯子会有分寸吗？主人，帝国那边回信息了。雷霆号飞船此时的速度已经启动到了最大。怎么说？那边说拦不住，姬星有4个护卫，实力都已经到了封侯。小爱道。银河星系的3个不朽最强的帝国国主也就封侯，而另外2位只是普通不朽，哪怕是巅峰，但面对4位封侯，根本没有任何胜的可能。我们到蓝星要多久？此刻的秦晨反而显得很平静，但是小爱知道，越是这样，代表着秦晨越可怕。他连忙道，最快需要1个月，而姬星那边若是中途不停留，要早我们一些时间。秦晨点了点头，你传信给蓝星那边，将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尽量不要和对方起冲突，一切等我回去再说。若是放在以前，蓝星没有崛起，遇到强者可能会忍受，但是现在随着蓝星地位的提升，人们的心态肯定会发生变化。秦晨就怕他们直接和姬星起冲突，到时候若是姬星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哪怕他回去了杀了姬星，也是于事无补的。明白。小爱点头。与此同时，姬星带着4名护卫正不停地接近蓝星。少爷，我们真的要去蓝星？其中1名护卫突然开口，其他3人没有开口，但是同样有些担心。要说谁最了解姬星，还是他们4人。姬星既然说了去蓝星，想要让他在蓝星规规矩矩的，实在是太难了。而秦晨真的不是一般人，这是星际航行公司核心成员，天才战第1名，号称人类第1天才。若是真的起了冲突，实在是无法预料后面会发生什么。你们也在怕？姬星眉头一皱，脸色难看起来。不是怕，而是没有必要。蓝星虽然最近几年崛起了，但毕竟还只是一个小星球而已，对你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护卫认真道。蓝星发展的再好，但时间太短，去蓝星还真不如去一些小的种族，而且去弱小的种族还没有任何的顾忌。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真觉得我去了就会出事？我只是去看一看人族崛起最快的星球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秦晨能够快速崛起，也许这蓝星上有什么秘密也说不定呢。我要是也获得这个秘密，以后也成为人族第1天才，岂不是给我姬氏做贡献，甚至一举让姬氏成为整个人族的巅峰家族？姬星认真的说道。其实这次他去蓝星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否则他还真的没有什么兴趣去那个地方。以他的身份，蓝星再好也是一个小小的星球，对他来说就是穷乡僻壤的地方。4个护卫看着他前所未有的表情，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了。蓝星，现在的蓝星无论是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都是荣城，在荣城的中心位置修建有一座宫殿。因为现在的蓝星主要核心高层还是以前的龙国之人，而龙国的代表色是红色，所以这里又被称之为红宫。此刻红宫大会堂中坐满了蓝星的核心成员，最上方的仍然是现在蓝星明面上的最高掌权人孔永生。如今的孔永生已经是超凡3级，另外许震、萧云山也都突破了超凡，像当初的4大元帅也成为了武圣，其他那些当初秦晨的熟人修为也全部有所提升，并且他们已经通过药物全部掌握3种元素。总的说来，不算从外界来的人，就蓝星本土人而言，短短几年整体实力上升了不少。而这一切，一是因为秦晨经常会将自己获得的又用不住的资源通过星际航行公司快递到蓝星，二是因为这些年不停的有宇宙中的势力因为秦晨跑到这里来开设分部，就如银河星系中的银河学院、银河道场，还有就是那些人族中的强大势力，比如星际航行公司。这些势力的开设将蓝星和外界连通，很多资源也就流入了蓝星，让蓝星上的武者受益。然而即便是如此，此刻的大会堂中气氛也是很凝重。最上方孔永生认真道，秦晨会在1个月左右回到蓝星，但是在这之前姬星会提前来到这里，所有人在秦晨回来之前，不管那姬星如何，都给我忍一忍。孔老，这姬星什么来历，又为何要让我们忍？他故意要来对付我们蓝星？下面周铁拳开口问道。他们被叫来开会，还不知道到底是谁，就让他们先低头了，太怂了。故意来对付我们蓝星倒不至于，至于这姬星的来历，他是……孔永生将姬星的来历讲了一遍。闻言后，台下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这些人都是很了解姬星这类人的。这一刻气氛变得压抑起来，
这还是蓝星在解决异兽后第一次出现如此的气氛，难怪秦晨会提前发信息，这种人指望他在蓝星安安分分，不现实。周铁拳大声道：“让你们来开这个会，就是想要告诉你们，若是他真来，不要和他起冲突，等秦回来了再说。尤其是你，周铁拳，收起你的暴脾气。”孔永生看向周铁拳，这是一个出了名的暴脾气，根本不会考虑后果。可是这次不一样。好了，散了吧。孔永生摆了摆手，随后他率先离开。不久后，他来到了星际航行公司在蓝星的一个分公司，在这里，他找到了负责这个分公司的经理。黄经理，这次的事情还需要麻烦你。孔永生对着面前的中年男子道。他现在虽然是蓝星明面上的掌权人，但是要论实力，还是眼前这位黄经理。作为星际航行分公司经理，修为是封侯不朽，也是现在蓝星实力最强的。另外，他的身份也可以去和姬星接触，所以由他出面稳住姬星最好。孔院长放心，我当初来到蓝星时，秦晨就给我提过，有什么事情，我自然会尽我所能的，不让蓝星受到伤害。黄经理笑着道：“这样，等姬星来后，我去找他，然后为他接个风，带他到蓝星转转。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他在纨绔，相信也是有些分寸的。”他没有那么紧张，倒不是因为他不是蓝星本土人，而是觉得既然对方是大家族的子弟，教养应该还是有的，也不会随意乱来。那就麻烦黄经理了。孔永生点了点头。接下来的时间，蓝星的普通人以及修为低的倒是没有感觉，而核心高层却一直在紧张中度过。蓝星现在虽然看似很不错了，但终究这里的人和秦晨不一样，他们见过的世面并不多。可以说，平时就是帝国国主来，他们都会有一些紧张，更别说这次还是苍蓝星域的纨绔二代。但是紧张没用，随着时间的过去，姬星的飞船距离蓝星越来越近。你们4个去附近的4个星球，要一些资源回来，我在蓝星等你们。前往蓝星的途中，姬星对着4位护卫道：“少爷，我们需要保护你。”其中一个护卫认真道：“怕什么？去蓝星我还能死了不成？我好歹也是超凡巅峰吧。”姬星呵斥道。4位护卫不敢违抗，只好走出飞船，然后各自分散，向着附近的星球而去。时间流逝，姬星的飞船终于抵达了蓝星。那就是蓝星啊，还真是一个小地方。飞船停在了蓝星的高空之中，他饶有兴趣地看着那蔚蓝的星球。人族第一天才，人人都进入了一个误区。姬星摇了摇头，在他看来，秦晨人类第一天才没错，但是要加一个前提，就是超凡的第一天才。能不能到不朽都不好说，当然大概率会，但是到了不朽还能保持这样的进步速度可不一定。天才其实也看阶段的，武者是基础，超凡是入门阶段，不朽拥有不朽之力是中间力量，而真神拥有神力是宇宙中的高等战力。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同的，所以在一个阶段表现得好，在另一个阶段还真不一定。在超凡中表现得好的不少，但是进入不朽还一如既往的并不多。同样，在超凡看似普通，进入不朽后突然崛起的也是有的。大器晚成和少年得志都是存在的。荣城，他的目光看向了蓝星龙国方向的荣城区域。在来的过程中，他又仔细了解了秦的一些基本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很容易查到。那就去荣城看看。姬星也不废话，飞船嗡的一声向着荣城方向而去。没多久，飞船就来到了荣城的上空。正当准备降落，突然一个身影飞了过来。姬少来蓝星也不打个招呼。来人看向姬星，带着笑意。姬星眉头一皱：“你是？”在下星际航行公司蓝星分公司的经理黄江。黄经理连忙道：“黄经理，你也是来劝我不要进入蓝星的？”姬星盯着黄江。秦晨是星际航行公司的，黄江出面，他倒是可以理解。然而黄江摇了摇头：“不是，姬少来了，自然是欢迎的。蓝星这边让我出面，是准备为姬少接风，不知姬少可否给我一个薄面？”姬星笑了。黄经理觉得自己的面子有多大？一句话瞬间让气氛变得诡异起来。黄江脸色也是顿时微变，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要不是因为对方的身份，他很想直接冲过去给他2巴掌。哈哈，姬星大笑，开口道：“和黄经理开个玩笑，既然如此，那便走吧。我也想要见一见蓝星的各位英豪。”说完，他率先一步跨出走在前面，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黄江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表情上平静，内心却是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此时他才明白，蓝星上的那些人为何紧张，这么不希望对方来。这种人，你根本摸不透对方的性格，上一秒还有说有笑，下一秒就可能翻脸。其实这也不怪他，平时他的地位也不低了，都是别人和他客客气气，以为大家都是好说话的人。蓝星荣城大饭店，此时的饭店外面，蓝星本土超凡以及和秦晨关系好的周铁拳、朱元等人都站在饭店外等着，而大厅中一群服务人员排着队，饭店老板、经理上上下下的人都在。这是谁来了？让这些大人物亲自在等，还等了这么久。服务员一个个都紧张无比。原本今天和往常一样，生意做得好好的，结果突然接到通知，有人要包场。正常情况下，临时包场是不可能的，毕竟来这里吃饭的人非富即贵，并且都是有预约的，总不能直接取消了。可是这次却是蓝星一群大人物亲自包场，这是还是有史以来头一回。难道他要回来了？有人小声道。众人一惊，他们都知道对方口中的他就是蓝星的传奇秦晨。不是，听说是一个来自外星球的人，总之身份很高。另一个人他不知道具体，
但是却隐隐听到过一点外星人。众人再次一惊，现在的蓝星上就有很多不是本土人，所以蓝星普通人也都知道蓝星之外还有更多的人，他们都统称为外星人。晋升，轻喝一声，然后转头看向大厅外，正好看到有2人从远处朝着饭店走来，而孔永生几人都无比的客气，虽然没有那种敬畏之情，但却从未如此热情过。快，都站好！经理大声道。所有人身体挺得笔直，一路盯着众多大人物走进来。老板当即领着他们去包间，一直看着他们进入包间后，众人这才松了口气。好大的气场！有人小声道。好了，经理扫视了一眼众人，然后看着其中一个服务员，阿紫，等下由你去给他们上菜。经理叫阿紫的服务员当即就脸色一变，甚至吓得有些腿软。这种阵仗他从来没有见过，即便是现在他就紧张的不行，更别说等下去上菜了。你是我们这里的最优秀的员工，最适合。另外这次之后，你升为领班。经理直接开口。我怕服务不好。阿紫小声道。什么领班？他宁愿不要。阿紫，你别怕，他还能杀了你不成？我们蓝星有规定，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杀人，最多服务不好被骂一顿。我们服务员被骂的还少了。旁边的一名服务员安慰道。对啊，这可是那位亲自规定的，放心吧。众人也都纷纷开口。当初秦晨就亲自规定过，只要在蓝星，谁都不能随意杀人，甚至不能随意伤人。用秦晨的话说，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贡献。而这些年，普通人也都清楚地感受到了蓝星的变化。以往武者杀人，很多时候杀了就杀了，而现在即便是那几位超凡都不行，哪怕是暗中下手，也都会调查得清清楚楚。这是给予底层人员最大的尊重。所以现在说到秦晨，蓝星从上到下的人都是无比敬畏。听到众人提到那位之后，阿紫内心渐渐的平静下来，像是吃了定心丸一般。现在的大部分蓝星人都是这样，一提到秦晨，仿佛什么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一样。信任也好，盲目崇拜也罢，总之在蓝星人看来，这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包间内，众人纷纷落座。姬少，欢迎来到做客。孔永生作为主人，第一个开口。怎么欢迎？姬星饶有兴趣地问道。气氛瞬间下沉，众人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周铁拳在一旁是眉头微皱，这姬星太操蛋了，客气话听不出来吗？孔永生一笑，姬少既然来了，等饭后我们带着你去蓝星四处看看。我想姬少来此也是因为好奇蓝星的情况吧。孔永生不愧是领头人，分得清状况，虽然内心也很不爽，但是却没有丝毫表现出来。姬星点了点头，这次来确实有好奇在里面。既然你这样说了，那等会就带我去秦晨以前住的地方去看看，然后带我看一下他的父母，很想知道什么样的人会生出如此优秀的天才。他并没有和众人拐弯抹角，这次来最大的目的其实就在这里。他一直怀疑秦晨这个土着能够崛起得如此快，要么因为他一开始成长的环境，要么因为其父母。不管是哪种，他都要仔细的了解。另外，蓝星如今发展的也不错，比很多高等星球都好，资源应该不少吧。而你们一个个在修行上如此不堪，资源应该也用不了那么多。我这次出来也没有带什么资源，不如就给我一些。大家都是人族，都是苍蓝星域的，也相当于自己人了。我想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他的语气说得非常自然，一听就是经常说的套话，但是语言内容却非常不客气，不仅仅是要资源，还将众人贬得一文不值。众人脸色纷纷变化，气氛一瞬间就变得压抑起来。而就在这时，饭店老板带着阿紫开了门，准备上菜，这才将气氛缓和了一些。你这2个要求恐怕都有些难。周铁拳突然开口，他们这些天不是没有了解过姬星，这是一个吞金兽，对方一旦开口要资源，绝对不会少。蓝星才起步没多久，虽然发展的不错，但是底蕴太差，就算有多余的资源，也只会放在那里，而不是给别人。至于见秦晨父母，那更不可能，谁知道到时候会出现什么变故？要是秦晨父母出了意外，他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在蓝星，什么都可以出现变故，秦晨的父母绝不可以，除非整个蓝星覆灭。你们的意思是2个要求都不能答应？姬星顿时有些意外，声音也不由得拔高。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提出来了，这些土着就应该会同意。在以前，每一次去到一个地方，也从来没有谁拒绝过。对，还是周铁拳在开口。他本身就是暴脾气，性子也直，根本就不带犹豫的。那你们请我来这里，就为了吃饭？我缺一顿饭。砰！姬星一掌拍在桌子上。啊！正在上菜的阿紫突然被吓了一跳，手中的菜没有拿稳，直接倒在了姬星的身上。对不起，对不起。老板的反应非常快，顿时跑过来想要处理。然而姬星随手就一掌扇了出去。啪！一掌之下，同时扇在了老板和阿紫的身上。一个超凡巅峰的人，即便是随手一巴掌，也不是2个普通人能够承受的。2人的身体瞬间就倒飞出去，并且当场没有了任何气息。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了，孔永生等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当他们看到老板和阿紫死亡后，脸色彻底变了。你敢杀人？周铁拳疼的一下站了起来，而姬星也没有任何好脸色。怎么，你们蓝星普通人的命这么金贵？2个普通人的命而已，杀了就杀了，甚至被他击杀，也是这2人的荣幸。蓝星有蓝星的规定。这个时候，朱元、许震、萧云山也纷纷站了起来，死死地盯着姬星。发展到这个程度，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但是规定就是规定，而且还是秦晨定下的，他们是蓝星的掌权者，同样也是执行者。哈哈，姬星大笑，可笑的蓝星人，强者面前，弱者不过是蝼蚁，你们却要为蝼蚁出头。
秦晨第一天才原来如此的幼稚。随后他看向一直没有开口的孔永生，你也和他们一样。孔永生这才站起来，既然来到了蓝星，那么就要遵守蓝星的规定，你无故杀了2人，应该接受审判。很好。姬星并没有丝毫的慌张，而是平静道，想要审判我，那我就先审判了你们，然后再审判蓝星所有土着。嗡！他一掌拍出，手掌瞬间变大，超凡巅峰的威压散发，整个包间砰的一声炸开，强大的气息带着滔天的杀意，让孔永生几人连连后退。连我的威压都抵抗不了，还想要审判我，可笑有愚蠢的蓝星人，死吧！这一刻，众人在对方身上感受到什么是生命如草芥，说杀你就杀你，手掌眼看就要拍在众人身上。轰！就在这时，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黄江出手了，他一拳就将姬星的手掌轰了回去。姬星脸色一变，身体被震得不停后退，良久之后才稳住下来。你也要掺和进来？他看向黄江，声音冰冷。这是他和蓝星人的事情，而黄江虽然在蓝星当分公司经理，但是这事实际和对方无关。黄江上前一步，挡在孔永生等人面前，笑着道：姬少，大家都是误会，没必要把事闹得这么复杂，看在我的面子上，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行吗？他说的非常客气，仿佛刚刚只是发生了一件小事。然而姬星丝毫没有给他面子。黄经理，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我姬星要做的事情，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谁能阻止，你的面子还不够。黄江一笑，姬少，我叫你一声姬少，是给你面子，不给你面子，你屁都不是。然后他突然一把就抓了过去，根本不给姬星反应，就将其提了起来。姬是人是吧？我他妈还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呢。他啪的一声，一巴掌扇了过去。我忍你很久了，这一巴掌我先就想扇的。很好。黄江脸色苍白，眼中愤怒肉眼可见，同时手中出现了通信器。看到通信器，黄江神色一凝，不朽之力用出，咔嚓，姬星顿时被捏得晕死过去。然而黄江的脸色并不好看，倒是小瞧你了。怎么了？周铁拳问道。黄江解释道，本以为他只是超凡，我能轻易将其捏晕，不过他还是在最后一秒发出了信息。姬星虽然是纨绔，但是毕竟还是姬氏出来的人，这种大家族的后辈，基因优秀，哪怕是纨绔还是有些底子的，同样得境界比大部分普通环境成长起来的人要强，他还是大意了。发出信息会发到哪里？众人的心都沉了下去。银河帝国国主说过，姬星有4名护卫，这4名护卫都是封侯强者，而这次那4人都没有前来，不管什么原因没有来，但一定不会距离太远，他应该是通知了这4个护卫。孔永生开口道，之前银河国主等人没有拦住姬星，就已经通知了这边，所以4位护卫的事情孔永生还是知道的。4个封侯不朽。一听众人脸色就变了，这里黄江就是封侯，实力刚刚他们也见识了，而现在一次性4个，这一刻他们瞬间感觉就喘不过气来。秦晨是一个人回来吗？他有没有护卫？朱元连忙问道。以秦晨的身份，有点护卫应该不过分吧？孔永生摇了摇头，他说是一个人。这是要不要给秦晨传信息，让他暂时不要回来？秦晨是蓝星的希望，只要他还在，所有人都相信蓝星终究会崛起。不用了，孔永生摆了摆手，以秦晨的性格，说了不仅仅不能让他不回来，反而会加快速度，不如不说。你们别担心。就在这时，黄江突然开口道，现在姬星在我们手中，只要好好的将其控制住，那4个护卫不敢乱来。4个护卫的任务毕竟是保护姬星的安全，不可能不顾姬星的生死而对他们出手。另外，我这就通知苍蓝星域那边的分部，让那边派人过来，利用虫洞，然后使用最顶级的飞船，再加上我们利用姬星拖延一些时间，也许在真正的冲突爆发之前还来得及。黄江想了想开口，星际航行公司在苍蓝星域的分部是一个重要分部，派一个蜂王过来完全不是问题，而蜂王来面对4个封侯可以轻松解决的，并且那边的分部知道是因为秦晨的事情，也肯定会愿意派蜂王过来的。那就麻烦黄经理了。众人对着黄江道。黄江摆了摆手，他也只是因为秦晨才会做这些，不再耽搁，他当即就开始发信息。黄经理，这段时间就麻烦你和我们待在一起，就住在清河苑，姬星也由你来控制。孔永生缓缓道，姬星必须要由黄江来控制，否则那4个护卫很可能在他们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将其救下。而在清河苑住，也是因为秦晨的父母在那里，必须要将他们保护起来。如果4个护卫将秦晨的父母抓住，一切努力都徒劳了。放心吧，由我控制住姬星，他们不敢乱来。黄江点头道，他虽然不是4个封侯的对手，但是以姬星为人质，让对方不敢轻易出手，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有黄江这句话，众人也都松了口气。孔永生这个时候才看向周铁拳，你安排人处理一下他们2人的尸体，另外安抚家属情绪，赔偿按最高标准。没办法，人已经死了，只能补偿。接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面对未知的危机。时间一天天过去，小艾，蓝星那边传来信息了吗？秦晨问道。按照时间来算，姬星应该是到了蓝星。主人，没有。小艾摇头。秦晨内心一沉，他这段时间让小艾一直发信息，也让地球那边随时回信息，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回信，这让他无法安心。还有多久到达蓝星？秦晨问道。他能感觉距离蓝星并不远了，但是总觉得还是慢了。主人，还有2天不到。小艾开口。2天吗？说白了，还是实力不够。实力。秦晨再一次感觉自己的实力缺陷。如果自己用足够的实力，而不是靠着虚无缥缈的身份，谁还敢轻易打蓝星的主意？身份重要吗？
重要，可是同样虚无缥缈。就拿他来说，老师是第4城主，背景足够大了，但也正是因为太大了，就显得缥缈起来。第4城主太高高在上了，以至于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即便秦晨有事，也不会轻易出手。这很正常，对秦晨来说是天大的事，哪怕对整个苍蓝星域来说是天大的事，可是在对方眼中就是小事。也正是因为这样，那姬星恐怕才会不去考虑秦晨的背景。但如果是秦晨自己足够强，强到让整个姬氏忌惮，姬星哪怕再纨绔，也不敢轻易去蓝星，去了也会规规矩矩，这就是区别。第3次了，这一刻，秦晨对于自己追求强大的心再一次迫切。第一次是他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面对荣城赵家，第2次是面对武圣齐长生，而这是第3次。除此之外，他都一路顺畅，没有感觉到太多困难。希望别有事，他轻声喃喃。如果父母出了事，蓝星出了事，他不会等自己实力强大了再报仇，哪怕放下脸面，也要去请求第4城主或者紫衣真神灭了姬氏。第4城主那里没有太大把握，但是他相信紫衣真神会愿意。但那又如何？父母真有事，即使死10次也无法弥补。与此同时，一艘飞船正在不停地朝着蓝星方向飞去，飞船的速度和秦晨的雷霆号比起来还差了一些，但是他们的距离却更近。按照这种速度下去，可以刚好赶在秦晨到达之前提前一步达到蓝星。飞船上，姬星的4个护卫一脸的严肃，早知道就跟着他了。其中一人开口道：“姬少的性格你不知道，他要我们去收集资源，我们无法拒绝。”另一个摇头：“这次麻烦了，蓝星背后那人并不好惹，如果处理不当，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的。怕什么？别忘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只需要保护姬少安全。至于和蓝星的冲突到什么，不，最后会发生什么，那是整个姬氏和蓝星的事。你们要记住，只要能让姬少安全，我们的任务就算做到位了，不管使用什么手段。”最后一个穿着白衣的护卫用提醒的口吻说道：“明白了。”3人点头。同一时间，一个黑色身影从虫洞中走出，来到了银河大陆。他一出现，驻守虫洞的守卫纷纷浑身一震，当他们看向来人后，根本无法直视，一股无法形容的可怕气息让他们的心神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已经回到银河大陆的帝国国主3人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异常，很快就来到了虫洞处。当他们看到来人后，同样一震，银河学院院长和道场场主还露出疑惑：这是谁？他们并不认识来人，但是清楚地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神力。黑羽真神。帝国国主将其认了出来。黑羽真神看向3人，这里可有通往蓝星的虫洞？黑羽真神这是？帝国国主疑惑。听说蓝星遇到了一些困难，去看看。黑羽真神随意道。闻言，3人同时一震，不过帝国国主很快反应过来，连忙道：这里没有虫洞，不过在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通往蓝星的虫洞。黑羽真神点了点头，随手一挥，一个通体黑色的巨大飞船出现。SSS 级飞船。看到飞船，3人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你们随我去一趟蓝星。黑羽真神随意道。是。帝国国主当即点头。很快，飞船向着扎卡星飞去。国主，这黑羽真神是？飞船上，银河学院院长和道场场主传音问道。黑羽真神，他们都没有听说过。他是星际航行公司的前辈，当初可是和紫衣真神齐名的存在，只是为人喜欢游历，后来就离开了公司，谁也不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没想到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国主解释道。两人露出了震惊，紫衣真神可是星际航行公司总负责人，实力在真神中都是一个谜，和对方齐名，无法想象其实力。应该是秦晨通知了他，请求他帮忙吧。银河学院院长猜测道。这次蓝星遇到的困难不小，靠秦晨自己恐怕无法解决，唯一的就是请求星际航行公司帮忙。帝国国主摇了摇头，不见得。秦晨进入星际航行公司不久，而黑羽真神早就离开了星际航行公司，又如何认识？况且黑羽真神行踪不定，更不可能联系。总之不管如何，这是好事，有黑羽真神在，哪怕是整个姬氏也不敢放肆。1天后，蓝星迎来了最为紧张的时刻，一艘飞船直接停在了荣城清河院的上空。飞船中走出了4个身影，他们立于虚空中。同时，清河院中孔永生等人出现，他们抓着姬星冲天起，和4个护卫相对而立。姬少爷，我等来晚了。4个护卫看着状态并不好的姬星开口道：真是废物，快杀了他们，一个都不要留，还要杀光所有的蓝星土著。姬星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精神，被黄江控制着，还在大吼：少爷，你的安全最重要。护卫并没有动手，而是看向黄江：你们可知道他的身份？放了姬少。黄江没有任何反应，他只负责控制姬星，一切还是要看孔永生。孔永生上前一步：4位，你们既然来了，相信已经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控制他。杀了2个人而已，姬少杀过的人不少，并不差这2个，何况只是2个贱民。一个护卫毫不在意：宇宙万族，杀人再正常不过了，最不缺的也是人，没有实力被杀了，只能怪命不好。虽说一些特殊星球有规定不能随意杀人，但是总有特殊情况，不能杀人不过是约束一般人而已。真正的掌权之人就是规矩的制定者，可以无视规矩。姬星虽说不是蓝星的掌权人，但是他的身份比眼前的这些人更高贵，自然可以随意杀人。孔永生摇了摇头：你们放人。一个护卫没有在听，直接喝声道，同时身上的气息轰然爆发。孔永生等人顿时被这股气息给逼得不停地倒退。咚！那护卫一步踏出，瞬间就逼近了孔永生。
别动！突然，一个声音响起，黄江的手猛然按在了姬星的头上，再动他就死了。那护卫当即停了下来，一脸的煞气，但却没有敢再逼近。黄江，这是你确定真的要掺和进来？护卫冷声道。黄江虽然背靠星际航行公司，而星际航行公司比姬氏强大很多，然而毕竟只是一个分公司经理，而姬星不同，那是姬氏的直系后代。黄江出事，星际航行公司不一定会在意，但是姬星出事，姬氏必定会不满。我已经掺和进来了。黄江丝毫没有退缩。杀！你们都给我杀！此时的姬星犹如进入了癫狂的状态，仿佛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别人控制一般，不停地让4个护卫杀。4个护卫还是非常的理智，并没有着急动手。其中一个护卫缓缓道：“你们拿姬少爷威胁，要是我们现在去将这荣城中清河院的人都给杀了，会如何？你敢？”话一出，哪怕是孔永生也暴喝一声。见状，护卫笑了笑，看来你们更在乎自己的人。让我想想，我之前查到，似乎秦晨的父母就住在那清河院。闻言，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即便是黄江也是瞳孔一缩。哈哈，果然，他们害怕秦晨父母出事。你们快去将他父母抓起来！被黄江抓住的姬星哈哈大笑，根本没有在乎自己的生死。放了姬少，否则我们就出手了。那穿着白衣的护卫猛地上前一步，随后目光盯向了蓝星上，很快锁定了荣城清河院。一时间，场面变得极其压抑，仿佛下一秒就会发生让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后果。你试试！就在压抑的气息力量爆发的临界点时，突然一个冷声音滚滚而来，紧接着一个飞船哗的一声急速而来，停在了不远处。随后，飞船舱门打开，一个身影一步步的走出。随着他的走出，空间中的冰元素变得活跃起来，一股极致冰寒的气息弥漫，让所有人浑身发寒。秦晨，孔永生几人看到秦晨，顿时大喜。这就是他吗？黄江虽然和秦晨有过联系，但还是第一次真正的见到本人。这一刻，他发现秦晨的真身给他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仿佛儒雅中又透露出一股无形的霸道。4个护卫也露出了凝重的神色。随着秦晨的一步步走近，他们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一种压力。不仅仅是天空之上，大地上还有很多武者，他们一直在抬头观看。一开始的气氛压抑至极，让这些人的心也一直悬吊着。他回来啊！是啊，他回来了，蓝星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当这些人看到秦晨出现的那一刻，纷纷松了口气，悬吊着的心也放松下来，这仿佛是本能一般。爷爷，太高了，我看不清秦武圣长什么样子。一个小女孩对身边的老者问道。在蓝星，以前武圣就是最强，虽然现在有不少的超凡，但是在很多人心中仍然是武圣无敌，所以很多人说到秦晨都是称为秦武圣。他呀，老者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想了半天，这才缓缓道：“风华绝代。”小女孩却露出了似懂非懂的表情。高空中，我让你试试。秦晨的杀意弥漫，不停地逼近4人。4名护卫脸色阴晴不定。那名白衣护卫突然站出来，开口道：“秦晨，你真以为我们不敢动手？姬少只是杀了2个普通人，你们就将其控制起来？你觉得2个普通人的命能和姬少相比？杀了2个普通人就敢抓姬星，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挑衅。我蓝星，哪怕是一条狗，也比他有价值。”秦晨冰冷道。在他们以自己父母作为威胁的时候，这几人就已经是死人了，谈何和狗相比？不如一条狗。秦晨的话一出，4个护卫一愣，露出了惊讶，这是一个天才说出来的话。而孔永生等人则是惊呆了，没想到秦晨一来，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什么？此刻姬星气炸了，他愤怒地在黄江手中挣扎，还从未有人如此说他。堂堂姬氏少爷被如此侮辱，他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我说，秦晨。白衣护卫马上打断了秦晨的话，说姬星的命不如一条狗，那么他们作为姬星的护卫又是什么？你真的以为我不敢出手击杀你？哪怕不击杀你，我能不能让你难受？我杀了清河院的人，你觉得谁能为你出头？他带着威胁的道。杀秦晨也许会带来麻烦，但是杀了秦晨在乎的人，秦晨背后的人总不至于会出手。至于以后秦晨是否会报复，谁知道对方又能活多久？秦晨眼神一冷，正要出手，哈哈，还真是热闹。突然一个声音响起，紧接着一艘飞船眨眼睛就来到了所有人的附近。众人转头一看，飞船中走出了3道人影。国主、院长、场主。看到3个熟人，他们顿时一愣。但是让他们奇怪的是，这3人此刻恭敬地站在为首那位黑衣男子身后，明明看到他们一群熟人，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原本一直在叫嚣的姬星也瞬间闭上了嘴。而那4个护卫同时心里一突，虽然不认识男子，但是那恐怖的压迫感却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是谁？此刻包括秦晨在内的所有人都对男子的身份产生了好奇。看到众人的表情，为首的男子主动道：“我叫黑羽，别人都称我黑羽真神。”黑羽真神？众人都有些懵，孔永生等人更是一脸问号。你是黑羽真神？后方的黄江直接将姬星给放开，然后上前几步。怎么？我不像？黑羽开口道：“拜见黑羽真神。”黄江当即躬身一拜。作为星际航行公司的老人，职位也不低，他自然是听说过黑羽真神名讳的。对于这位曾经和紫衣真神齐名的人物，在他们心中就是强大而神秘。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对方，他甚至有些激动。秦晨此刻也是惊讶，他进入星际航行公司时间不长，并没有听说过对方，但是看到黄江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强者。
而此时4个护卫中，那名白衣护卫瞳孔骤然收缩，拜见黑羽真神。他马上反应过来，恭敬地开口。黑羽真神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回话，而是直接一步就来到了秦晨身前。秦晨，是。秦晨点头，同时疑惑，两人并不认识，可是对方显然冲着他来的。我和子怡是好友，虽然我经常在外面游历，但和他也偶有联系，还在奇怪，以他的性格，怎么会主动说起后辈天才？现在见到你，倒是能理解，有胆魄，气势也足。黑羽真神从出现到现在，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一幕让那4个护卫内心一沉。紫衣真神提过我，秦晨知道紫衣真神看中他，之前他也在想，他要是求人出手，紫衣真神是最大可能答应帮他的，比他老师第4城主的概率还要大。说到紫衣真神，黑羽真神一笑，我和他以前都是星际航行公司的，我还追求过他，只是后来他拒绝了我，我就离开了星际航行公司，然后到处游历了。不过并不影响我们的好友关系。他毫不避讳地说出了自己的过往。秦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被人拒绝，对于一个真神强者来说，其实是一件比较丢人的事。不过转念一想，拒绝他的是紫衣真神，倒也可以理解。这次游历到了苍蓝星域，本来准备在那边的星际航行公司休息一段时间，正好听到说蓝星，一时好奇便过来了。黑羽真神缓缓道。此刻一直在疑惑的黄江顿时明白为什么黑羽真神来这里。他之前传信给那边的星际航行公司，恐怕正好黑羽真神在，所以就自己来了，而公司那边也就没有必要再派人来。怎么样，蓝星欢迎我吗？当然。秦晨点头。黑羽真神一笑，那就好，这蓝星倒是挺漂亮的。他低头看了一眼蓝星，然后又缓缓道，既然蓝星欢迎我，现在蓝星有困难，我倒是可以出手，如何？要不要我出手？放心，我出手，可没人敢报复。他丝毫没有真神强者的架子，主动开口说要解决问题。这话让已经被放开的姬星顿时大怒，想要开口，但是在一瞬间，那白衣护卫就将其拦住了，同时冷汗直流。少爷，你可千万别说话。白衣护卫当即传音，怕什么？我即使也有真神。姬星不服，白衣护卫真想一巴掌扇过去，真神和真神能一样吗？和黑羽比，那是天壤之别。他看向另外3个护卫，眼神示意了一下，让他们看好姬星，随后他才对着黑羽真神恭敬道，黑羽大人，这次是我等冒犯了，我们这就离开。说完，他站在那里等着黑羽真神的回话，对方没有答应，他们不敢离开。而黑羽真神并没有理会，而是一直看着秦晨，等着对方的决定。秦晨这时也开口道，多谢真神好意。不等对方说话，他继续道，小子最近有所突破，正好想要试试身手。哦，黑羽真神有些意外，你可知道这4人中有1人可不简单。秦晨。此时的黄江也开口了，姬氏的护卫分等级，白衣护卫是姬氏中最高等级的护卫。4人表面上都是封侯，但是那位白衣护卫绝对是强大的存在，甚至是不是有所隐藏都说不定。就算没有，封侯和封侯之间存在的实力差距也是巨大的。闻言，孔永生等人也露出了焦急之色，他们内心是愿意相信秦晨的，可是黑羽真神和黄江都说了，那白衣护卫不简单，那肯定实力很强。相信归相信，但是他们不想秦晨有任何意外，更何况黑羽真神都答应出手了，没有必要自己去尝试。各位，看着众人的担忧，秦晨却是轻轻一笑，这次我也是突然决定回蓝星，却没想到遇到这事，人家要拿我父母做要挟，这是我绝不能容忍的。黑羽真神这次恰好来了，万一要没来呢？所以我还是亲自动手。看着秦晨的坚定，所有人都没有开口，但是内心却不平静，甚至紧张。唉，帝国国主这边人内心一叹，他以前可是低调的。银河学院院长无奈，这小子。黑羽真神也是眉头微皱，他的话说得很清楚了，可是对方的坚持让他觉得秦晨是否冲动了。子怡的眼光不会变差吧？他摇了摇头，想要看看秦晨到底有什么底气。他自然是知道秦晨杀过垂钓老人的，可是那白衣护卫可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实在不行，我也只好出手，到时候好去找子怡要好处，或者让他答应我的追求。这一刻，他莫名其妙的有些矛盾，一边想要看看秦晨是否有什么惊喜，一边又希望自己能出手救下秦晨，这样才好找紫衣真神。哈哈，姬星大笑，你既然要送死，那就成全你，快，你们去杀了他。4个护卫此刻纷纷上前，那名白衣护卫看着秦晨道，你真是自大啊。原本以为这次会是他们死在这里，却没有想到秦晨竟然主动要出手，一瞬间他就觉得这个所谓的人族第一天才名不符实。你可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4个护卫也是杀人如麻的存在，他们的气势瞬间爆发，封侯不朽的威压弥漫着整个空间，让正在观看的孔永生等人脸色骇然。虽然他们之前就感受过黄江的封侯气势，可是那只是一瞬间，而且黄江只是1人，而现在同时感受4个封侯的气息，简直让人战栗。而就在这时，那名白衣护卫的气势更是陡然变得猛烈，瞬间周围空间仿佛陷入了一片杀戮之地。好强！帝国国主脸色骇然，他也是封侯，可是感觉自己和对方的差距犹如鸿沟一样的无法跨越。怎么会有这么强？这已经超越了我见过的所有封侯。银河学院院长带着震惊。作为银河星系的3大人物之一，每次有强者来银河星系时，他是有资格出面的，所以见过的强者不少，封侯同样不少，而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封侯。在他的印象中，这已经超过了一些他见过的封王了。
感受到来自封侯的威压了吗？此时的白衣护卫神色傲然，恐怖的原力席卷方圆百里，空间不停地变得扭曲。这一幕相当的恐怖，大地上哪怕是普通人也被惊动，他们抬头看着，全部露出了惊慌之色。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慌乱的逃跑。哈哈，好，快杀了他！什么第一天才，终将死在我姬氏手中！姬星身体一边不停地后退，一边哈哈大笑，带着兴奋。能杀第一天才，感觉确实不一样。哪怕之后我会有麻烦，也是值得的。我必将历史留名。死！白衣护卫上前，将空间踏得咚咚作响，以极快的速度逼近秦晨。而后方另外3个护卫同样没有丝毫的退缩，紧跟着就冲了过来。秦晨站在空中，任由那狂暴的气息冲击他的身体，他却纹丝不动。老实说，这名白衣护卫确实是他目前为止遇到过的最强对手。6系一个护卫掌握6系，并且6系都是封侯，其中竟然5系封侯巅峰，1系封侯初期，这样的实力早已超过了刚进入封王的垂钓老人，同样也超过了古族族长。可惜了，你的威压我感受到了，但死亡的感觉我还没有。现在该你感受一下来自我的压迫。黑夜！秦晨轻喝一声，他身上的黑暗元素涌动，让外界的暗黑元素也开始活跃起来。上一秒明明还是白天，可是下一秒天空瞬间变得黑暗起来。这一刻，正在观战的众人，无论是地面上那些武者，还是天空上的超凡，所有人的视线变得一片漆黑。即便那3个普通护卫也是完全看不清周围环境，甚至白衣护卫的视线也严重受阻。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只有黑羽真神。不过此时神色虽然平静的他，却突然露出了诧异。好浓郁的黑暗元素！他伸手一抓，仿佛抓住了一些元素。这是进入了法则第4重。不对，只影响了光线，没有影响周围的环境，距离第4重差了一点，不过也快了，只差一个契机。黑羽真神再次看向秦晨，内心对其有了新的认识。这么年轻的超凡，就差点领悟黑暗元素4重，确实变态。现在你感受到我的压迫了吗？秦晨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他的身影也悄然出现在了白衣护卫的身前，手中的千机伞变成了一个拳套，体内火元素形成的星球开始疯狂的转动，身体一道枷锁无形被他打开，5级状态开。这一刻，他的力量瞬间暴涨10倍，一个火焰拳头在黑暗中亮起，然后轰然打向了前方。这一刻，除了黑暗，人们只能看到那拳头的轨迹，拳头所过之处，空间如玻璃一般破碎，然后瞬间重组。轰！最后，整个战场陡然炸开，滔天的火焰如同一个巨大的烟花，点亮了整个空间。但是，眨眼间就再次熄灭，人们重新回到黑暗。正当众人等待战斗的再次开启，然而世界变得极其安静。发生了什么？所有人带着疑惑。刚刚那一击，众人看到是秦晨发出的，但是最后那一声爆炸，到底发生了什么，却看不到。只有黑羽真神在那里，表情从诧异变成了震惊。很快，黑暗开始消失，光明开始重现。当他们看清楚后，全部呆在了原地。只见秦晨平静地站在那里，而他的面前4具尸体悬浮在空中。赢了！许震现在还有些不信。你没有看错，赢了，我们又低估他了。萧云山苦笑，他们是相信秦晨，但是刚刚还是担心，毕竟4个封侯，还有一个不是一般封侯，结果还是错了。这是我们的老毛病了，我们可以永远相信他。孔永生开口道，以前的秦晨就是一次次的让他们意外，他们一开始就是担心，这确实像是一种老毛病。而此时的黄江以及银河帝国的3人组则是头皮发麻，一拳打死4个封侯，哪怕他们和秦晨是熟人，不用担心秦晨杀他们，也让他们一阵胆寒。不可能！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杀了他们？远处姬星大叫，眼中尽是惊恐。秦晨只是超凡，和他一样的超凡，就算掌握的元素多，潜力比他大，实力比他强，也不可能一拳打死4个。他太了解自己的4个护卫了，能杀3个也许可以，但是还打死了白衣护卫，让他内心崩溃。白衣护卫别看只是护卫，可是他们的地位极高，在整个姬氏也只有寥寥几人而已。这些人都是突破封王无望，然后全力将所有元素系突破封侯的人，所以他们都是多系全封侯，实力比一般封王要强。秦晨看都没有看他一眼，随手一挥，一个火球顿时飞出，砰的一声将其击倒。随后他看向孔永生几人，此人需要在蓝星公开审判，孔院长，这就交给你了。孔永生点了点头，放心吧。很快，秦晨又一抓，将那4个护卫以及姬星身上的空间储存物给隔空抓了过来。这几人在苍蓝、星域到处跑，到处搜刮，应该有不少的好东西。之后他又缓缓道，这4人我保留了他们的肉身，正好天台山的4位前辈还差一个肉身，就用他们的吧。其实他以前就一直想要寻找适合的肉身，只是一直没有遇到，这次正好可以用，而且是封侯肉身，对于那4人有极大的好处。孔永生点头，然后将4具尸体收了起来。哎，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强，子怡的眼光还是这么多。看着秦晨雷厉风行的处理完事情，一旁的黑羽真神暗叹，同时他内心也是复杂。一方面，秦晨这么优秀，自然是好；另一方面，秦晨自己解决了问题，没有他出手的机会，这样他就没有理由再去找子怡了。秦晨，这蓝星我也想去看看，不知道是否可以。他笑着道，语气带着打趣的意味。秦晨摇头失笑，
这黑羽真神倒是挺有趣。请。秦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两人很快就朝着蓝星踏空走去。你的黑暗元素法则快到第4重了吧？两人靠近蓝星大地的过程中，黑羽真神随口问道。秦晨点头，有些领悟，可是总感觉还差一些。从当初在原始城中领悟元素法则后，他之后的修行都重点在火元素法则和黑暗元素法则2个方向。火元素法则他如今已经到了第4种，使用起来破坏力比之前强了不少，这也是他爱使用火元素的原因。而黑暗元素是辅助加上诡异，实战作用非常之大。你刚刚使用的暗黑不错，也想到了让黑暗元素变得浓郁，来影响别人的视线。不过有没有想过黑暗和光明的区别？黑羽真神开口道。秦晨一愣，黑暗和光明的区别无非就是光线的问题。通俗一点，你看现在是白天，你想想到了晚上，除了光线影响视线之外，还有什么不同？黑羽真神提示道。秦晨看了一眼周围，白天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看清环境，哪怕是普通人也可以做到。而晚上失去光线，人们的视线就会受阻，甚至完全看不见。但是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变化也不是因为光线而变化。就比如下方的荣城，那些建筑或者人们的生活轨迹不会因为白天黑夜的变化出现变化，都是按照既定的轨道。不对，这一刻秦晨突然一愣，想到了。黑羽真神一笑，温度或者说是黑暗带着别人的感觉。秦晨轻声道，白天和黑夜在给人的感觉上是有变化的，而他刚刚使用黑暗却没有这方面的变化，只是让别人视线受阻而已。黑羽真神点头，你的悟性很好，不过温度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给人带来的感觉才是多重要的。黑暗元素法则领悟越深，使用之后给对手带来的压力越大，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压力，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平时形容黑暗会想到什么？深渊、地狱。秦晨点头，确实是这样。说到光明都是什么天堂，而黑暗通常形容地狱。而地狱会让人如何？恐惧，来自灵魂的恐惧。所以在使用黑暗元素时，不仅仅能够让人失去视线，还能让对手心灵受到冲击，让他们灵魂感受到恐惧，从而让对方在和你战斗时失神。这就是黑暗元素法则高深之后带来的效果。黑羽真神缓缓道。秦晨犹如醍醐灌顶，之前他只想到了影响别人的表面，没有想到去影响别人的灵魂，难怪自己感觉距离法则第4种总是差一点，仿佛就是一张窗户纸，他始终无法戳破。而现在黑羽真神相当于是告诉他如何去戳破。一瞬间，他体内的黑暗元素开始出现了变化，他的身体表面黑暗气息一闪而逝。突破了黑暗元素第4重。看到秦晨的变化，黑羽真神微微一笑。秦晨的天赋确实是顶级，稍微一提就完全明白了。好了，马上快到了，我自己去逛一逛这蓝星，你就不用陪我了。黑羽真神道。秦晨点头，他正好也需要回去看看自己的父母。黑羽真神离开后，他直奔清河院。来到清河院门口后，他并没有飞行，而且缓缓地走着。现在的清河院由于住着的都是蓝星拥有顶级权势之人，所以变化非常大，早已经扩张了不知多少倍。不过秦晨父母住的地方还是那个房子，原本孔永生他们为二老安排了更好更豪华的，可是秦晨父母仍然坚持住在这里。按照他们的话来说，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更重要的是等秦晨回来可以第一时间找到他们。此刻的清河院有很多人，但是秦晨走在小区中却无人能够看到他。我的光明元素虽然还没有修为，但是已经掌握，可以调用。他的身上散发出淡淡的光晕，让所有人的视线都发生了折射一般，根本发现不了他。当他来到房屋前后，发现房门是开着的，他当即就走了进去。一进来，他就看到老两口坐在客厅中，像是在等人。因为当初秦晨给两人吃了长生瘦寿精的缘故，他们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怎么还没有回来？李秀芬突然开口说道。急什么？肯定在处理后续的事情，你别担心。没有听到周铁拳他们说了吗？我们儿子赢了，那几个外星人都被杀了。秦大河道，只是他的眼中隐藏着担忧。刚刚在荣城上空上发生的事情动静太大了，周铁拳他们想要隐瞒也不可能，所以老两口都知道秦晨回来了，一回来就在解决蓝星的麻烦，所以也一直非常的担心。刚刚他们也在外面看，只是因为是普通人，目力并不好，什么也没有看到。恢复平静后，两人第一时间就回到了屋里，就是在等着秦晨回来。爸妈！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将两人吓了一跳。很快，秦晨身上的光明元素消失，他的身影也出现在两人眼中。儿子！李秀芬看到秦晨后，第一时间就冲了过来。秦大河也站了起来，只是他的眼中带着疑惑，刚刚秦晨怎么突然就出现了？不过他确定眼前就是秦晨，而不是别人伪装的，哪种血脉相连的感觉错不了。儿子，你没事吧？李秀芬拉着秦晨在沙发上坐下后，仔细地观测着秦晨。没事，几个小虾米。秦晨一笑，你就是爱逞能，我都听到了。有一个人说他要出手的，你却非要出手。李秀芬不高兴道。他们虽然看不到，可是偶尔还是能听到对话，当时他都紧张的不行。秦晨笑了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事情在老两口的面前解释会适得其反，因为在他们眼中自己永远都还是孩子，能不冒险就不去冒险的。接下来李秀芬做了一桌子的菜，吃饭只是一个形式，也让秦晨感觉到了久违的团圆。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李秀芬突然问道。这次秦晨是离开最久的一次，对于修行者来说，几年时间可能不久，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够久了。要！秦晨没有说什么大道理，直接道：还要离开啊？你现在那么厉害了，应该没人是你对手了吧？还去跑什么？李秀芬放下筷子道。这次就连秦大河也是疑惑地看向秦晨。之前的战斗他们确实没有看清，但是从那动静来就知道有多么的可怕。而且他们隐隐听周围那些武者说，这次的外星人是来自比银河星系还要强大不知多少的地方，整个银河星系好像都归这个地方管辖。而最后秦晨还赢了，并且在极短的时间赢的，没有受任何的伤。从这一点来看，两人心中秦晨已经是站在巅峰的人物了。爸妈，宇宙太大了，我以前很少给你们讲，只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以前你们应该看过我参加天才战的直播吧？秦晨缓缓开口。两人点头。当初的天才战蓝星有直播，不过只是一部分，但他们知道最后秦晨第一名。天才战是在人族核心之地原始城进行的，儿子什么时候能在原始城中也找不到对手了？那个时候就回来不走了。秦晨笑了笑。原始城中找不到对手，也许就是全宇宙第一了。毕竟原始城的第一城主就是全宇宙最强的那一批人，整个宇宙也没有人敢说能一定战胜他。那还有多久？李秀芬下意识地问道。秦晨没有回答。谁知道呢？反正时间不会短，儿子的能力一定不会多需要久，你别担心。秦晨大和在一旁道。李秀芬瞪了他一眼，之前不是才说好要一起劝的吗？你又站在他一边了。修行是大事，我怎么能像你一样妇人之仁？秦大和反驳道。于是两人又开始了拌嘴。秦晨苦笑，只好低头吃饭。对了，儿子，你有女朋友了吗？李秀芬突然停止和秦大和吵，转头关心地问道。秦晨内心一突，该来的还是来了，他点了点头。有吗？怎么没有带回来？长什么样？给我看看，打个视频，我问问。李秀芬显然并没有那么好骗。秦晨苦笑，摇了摇头。我给你说。李秀芬突然声音变小，然后认真的，我看小杨就不错，他这些年也一直在照顾我们，是尽心尽力。本来我们说不用照顾，让他过好自己，他却始终不同意。我看他可能也是对你有意思。一旁的秦大和虽然一向都是理解秦晨，站在他这一边，但是说到杨雪，也是夸奖道，小杨确实不错，而且他如今修炼上也没有落下，样貌一直保持着。秦晨点头，杨教官确实不错。我再给你说正事，不是你理解的那个不错。李秀芬见秦晨装傻，瞪着眼睛。接下来秦晨也不再开口，就只是等着两人说，他就听。如果说之前他可能还会认真去考虑这些，但是刚刚经历了这些，他觉得自己还是要将重心放在修炼上，一刻都不敢耽误。这次的事情他感觉到实力还是不够，严重不够。即使只是苍蓝星域的百大家族而已，就这样他的身份还无法将他们震慑，那么要是遇到更强的呢？所以身份还是要靠实力，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别人对你的帮助。就算别人愿意帮助你，万一没有时间呢？或者距离赶不来呢？也许你会想，就算赶不来，一句话就能让对手放弃，但是要是遇到哪种疯子呢？所以归中结底靠自己是最靠谱的。接下来的时间，秦晨一直在清河院，哪里都没有去，直到第3天，孔永生这才来找到他。知道你刚回来，所以现在才来，这是给你收集的光明系的受精。孔永生拿出一个盒子，盒子并不大，但也不算小，打开一看，数量虽然不多，但也超出了秦晨的预料。对了，仙台山那4位已经用了肉身，他们都成功突破了超凡。另外，我们准备将你所有的熟人都叫在一起，也算是为你接风，你看如何？孔永生笑着道。秦晨虽然是自己人，但是几年没有见，聚一聚说接风也不过分。秦晨想了想，这样吧，我可能不会待多久，等我离开时再一起聚一下，这段时间还是多陪陪父母，自己也要修炼一下。你呀，还是那么拼命。孔永生笑着道。好，我给他们说，这段时间就不打扰你了。说完，他也没有多停留，转身离开。秦晨拿着受精回到了自己的屋内，他大致看了一下受精的等级，从凶兽的受精到7级都有，等级越高，数量越少。不过算下，还是可以让他直接突破到武者7级。很快他就开始吞噬受精，以他现在的吞噬技能，消化的速度非常快，不到半天时间，他就将所有受精消化完成。而光明系的境界也达到了宗师，我的进步速度还真是可怕。秦晨忍不住道，这一点他自己都没法谦虚。想一想以前蓝星上一个人能够成为宗师都是非常强大的人物了，而现在他的光明系从无修为到宗师却只用了半天，这就是吞噬天赋带来的变态效果。他看了一眼战力，发现虽然提升到了宗师修为，但是战力提升却很少，相对于他9000万星的战力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过现在他对光明元素的运用却更加的随心所欲，不像没有修为的时候，虽然可以使用，却并没有那么顺畅。而且现在他可以用光明元素来做出攻击了。接下来的时间，秦晨带着父母在蓝星四处逛了逛，直到半月后，秦晨将所有熟人都聚集在了一起，然后听着他们讲了讲这些年自己的经历，他也讲了一些自己的经历。荣城现在要说最出名的地方，除了清河院，就是银河学院蓝星分院。当初蓝星刚统一时，荣城就被选为了蓝星的中心，也修建了一个联邦武院。不过后来随着秦晨地位越来越强，银河学院在这里开设了分院，然后联邦学院被银河分院合并。如今的银河蓝星分院在整个银河星系几乎和总院齐名。
为了学院容纳足够多来自各地的学生，学院也是一扩再扩，这也造就了不少的拆迁户。这一天，秦晨准备离开前，和孔永生一起来到了分院。他改变了自己的模样，主要是不想被人认出来。而他来这里，主要就是想来看一看如今这里的学生质量。虽然很多学生并不是蓝星本土人，但是他们在这里学习，以后若是有成就，总有人会对这里有感情的。并且，如果出一些强大的人，以后在宇宙中的人们在谈论起对方，也会想到是在蓝星崛起的。这些都可以说是蓝星的财富。蓝星不能只靠他一个人。这里的分院没有设置内院和外院，而且按照蓝星的特色分成了不同的班级，那边是最里面是实验班，然后是精英班，最后才是普通班。不过班级并不固定，比如有人一开始在普通班，但如果突然达到了精英班的标准，就可以调过去。同样的，精英班的人也有可能因为变差而降到普通班。另外，在学生的修为上分成为了武者区和超凡区。一路上，孔永生给秦晨介绍道，他其实很少来学院，甚至几乎不会在学院出现，毕竟现在他在蓝星的职位太多了，还要统筹大局。不过对于学院的基本情况，他还是清楚的。孔永生的责任心那是没话说的。秦晨点头笑道，看样子确实不错。从进入学院到现在没多久，秦晨看到了不少的天才，这些人从精气神来说就非常的不错。对了，你还记得当初9个圣院的那些天才吧？孔永生问道。秦晨点头，当然，当初他刚进9大圣院，闯5圣走廊，可是一一打脸了不少天才的。当初被你打脸的那些人，很多都已经成为了这里面的老师或者助教。孔永生笑着道。孔院长。就在这时，突然一个身前从前方传来喊话的是一名青年。孔院长。他走到两人身前，你怎么来了？然后他看向秦晨，露出疑惑，但是很快他想到了什么，你是秦晨。见秦晨点头，他变得激动起来。果然，前段时间秦晨在荣城上空斩杀外星来人，哪怕是那些没有亲眼看到的人，也都知道了消息。你还记得我吗？江星，陈宇。秦晨一笑，他当然还记得，陈宇当初和他一样，是军区第一次将星选拔出来的4大将星之一。听到将星2字，陈宇脸色瞬间一垮，和秦晨一个称谓，简直就是自惭形秽，也是他一辈子跨不过去的坎。你来了也不说一声，孔院长1年都难得来一回，正好我对这里熟悉，一起吧。陈宇开口道。秦晨点了点头，没有拒绝。对了，秦晨，你还记得萧华吧？陈宇突然道。秦晨点头，萧华，当初9院第一人，虽然他从未将其在意过，不过当初在圣院时代，对方确实也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要说蓝星的天赋顶级的，萧华绝对算一个。他之前也在这里当老师的，不过就在前段时间突破了超凡，然后就出了蓝星。不得不说，我们年轻一辈中，不算你这个变态，他算是最厉害的了。陈宇感慨道。当初因为秦晨的原因，医院很多人都不喜欢9院和萧华，但是后来萧华道心稳固之后，也确实让他们服气，不仅成功通过药物获得3系，也是他们这一辈中第一个突破超凡的。突破超凡了？秦晨意外。别看他如今的修为高，但是自己是例外，能短短几年就突破超凡，萧华确实不简单。这个时候，孔永生笑着道，其实你平时寄回来的资源，在分配中还是会向着蓝星本土天才倾斜，所以萧华能突破，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你。别看现在蓝星有很多外星来的天才，而且他们的天赋几乎都要高于蓝星，但是在特殊资源方面，蓝星还是有私心的，没办法，人不是机器，要完全做到公平，太难了。秦晨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私心他能理解。至于萧华靠着他寄回来的一些特殊资源提升，也没有什么。虽然当初对方和他是竞争对手，关系也并不好，但是现在他的心态根本就不会在意那些。萧华虽然有傲气，但他不像胡天明，为了自己可以不择手段。3人在学院一边逛一边聊，很快他们来到了学院的最后方。秦晨发现这里竟然有一座山，很显然这是人为制造的座山，工程不小。而此时在山上有不少学生正在攀登，而山下也有不少学生在围观，时不时的还喊出加油之声，非常热闹。秦晨饶有兴趣的走了过去，来到众人后方。银河学院历史只有短短几年而已，所以虽然学生的质量不错，规模也大，号称和总部比肩，但是论其底蕴还是差了不少。而眼前的这座山，秦晨感觉得出来，就是专门为优秀学生建造的。这山叫蓝海山，总共1000阶，每一阶都具有不同的考验，越往上越难，是学生们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陈宇道。这很像银河学院的云海山。秦晨点头，当初他进入银河学院时就登过云海山，当时他是登顶了的。对，其实这就是按照云海山模仿的，不过名字我们改成了蓝海山。陈宇见秦晨知道云海山，内心也不奇怪，点头道。难度相比如何？秦晨好奇地问道。云海山是银河学院的特色，人为制造，每个分院都不一样，而当初他登的云海山是扎多星分院的，难度其实并不算太大。根据银河学院的说法，比扎多星那边的要强，和那些中等星球分院的差不多。陈宇开口道。秦晨点了点头，快看，司马青上789了。突然一个声音响起，众人都看到蓝海山上一个穿着青衣的学生，他和别的学生呈现断崖式差距，此时正好踏上了第789阶。他在登山前就说要冲击800阶，恐怕要成功了，不愧是实验班排名前列的人物。有人赞叹道，这学生如何？陈宇看向秦晨，秦晨的眼光现在是他们没法比的，看得肯定更准。可以。秦晨点头。
789阶，当初炸多星的老生和他比试，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当时所有老生。不过他突然话锋一转，不过蓝星现在对标的是银河学院总部，仅仅只是这个难度还是不够的。秦晨摇了摇头，轻声道。一旁的孔永生也点头，不过他又缓缓道，可是没办法，这里毕竟才开几年，而且这蓝海山工程不小，都是总部那边的人来打造的，想要再改造，需要申请，程序需要不少时间，不能特事特办吗？秦晨问道。孔永生有些尴尬，蓝星的事本来算不上特事，而且现在之所以会几年内就发生这么大改变，都是看在秦晨的面子上。以前秦晨不在，他可没有让人家特事特办的资格。秦晨看出了对方的为难，突然一笑，我下来去给他们说一下，既然现在分武者区、超凡区又分成不同的班级，那么这个蓝海山也可以打造几座不同难度的吗？这话一出，孔永生和陈宇都露出了笑容。秦晨如果亲自去给银河学院总部那边说，问题就不大了。然而这话也听在了周围学生的耳中，他们齐刷刷的就转头看了过来。当看到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头子后，都无语的撇了撇嘴。其中一个黄色短发学生大声道，我明天就去给银河学院总部那边提出要求，让他们在10天之内必须再给我们打造10万座蓝海山，争取大家一人一座。哈哈，你吹牛吧，一人一座，荣城都装不下了。有人笑道。黄发学生开口道，装不下就往外面修，总之一人一座，我说的，反正吹牛又不犯法，这不正有人吹牛呢。说着他看向了秦晨和孔永生，这两人一个看起来就和他们差不多大，一个老头子，牛都吹上天了，自己还不可以吹吹吗？说得对，吹牛又不犯法，我明天也去申请，让总部那边将所有优秀老师都派来在这边教学，另外总部所有资源都给我们这里。哈哈，周围的学生爆发出大笑之声。一旁的陈宇眉头一皱，这些人阴阳怪气的，他自然听出来是在嘲讽。都闭嘴！陈宇轻喝一声。然而那黄发学生看向陈宇后开口道，我说这位助教，这不会是你请来的牛人吧？来也是来当老师的。陈宇穿的是学院的助教服，并且是武者区那边的，所以众人并没有太重视。武者区那边的老师最强的也就刚入超凡，还不如他们中的一些人。陈宇正要开口，秦晨抬了抬手，我们走吧。以他现在的心态，没有和这些学生较劲的想法了。呵，看到秦晨几人准备离开，一群学生都甩了甩手，都在起哄嘲讽。而就在这时，突然一个身影朝着这边走来。看到这个身影，那些学生一个个都变得恭敬起来。总院长，你怎么来了？来人正是银河学院院长，他和帝国国主以及道场场主这段时间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在蓝星，也在等秦晨。毕竟秦晨要离开去原始城，还是要先去银河星系的虫洞，可以一起。如果三人先走了，说不过去。银河学院院长并没有理会那些学生，而是看向孔永生，永生兄，你可看到秦晨了？孔永生还没有开口，学生们就纷纷一惊。永生兄？他们突然了什么？看向孔永生后，惊讶道：“你是孔院长？”这些学生虽然没有见过孔永生，但是也知道他的名字，并且能让银河学院院长这么客气的，蓝星上除了那位传奇，也就孔永生了。这是那位传奇曾经的老师，即便修为不高，但在蓝星的人对其都非常尊敬的。孔永生笑着道：“秦晨不就在眼前？”银河学院院长一愣，然后看向了秦晨。秦晨？秦晨摇头无奈一笑，他本不想让人知道的，现在倒好，也不再隐藏，样貌渐渐的变化过来。而此刻，那些学生看到秦晨的真实面貌后，再想到刚刚他们说的话，一个个脸色大变。院长，你来的正好，你看我蓝星分院才一座蓝海山根本不够用，难度也不够，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多修2座，一座武者使用，一座比现在这座强一些，这样所有学生都能照顾到。秦晨笑着道。银河学院院长一听，没有任何的犹豫，说得对，放心，等我回去后亲自给他们说一下，不需要多久就会落实下来。那就麻烦院长了。不麻烦。两人的话听得在场学生一愣一愣的，刚刚还对秦晨他们嘲笑的心里荡然无存，并且感觉自己的脸被打得啪啪作响。院长找我有事？秦晨问道。对，边走边说。很快几人便没有在这里停留，看到他们离开，学生们一直盯着他们的背影，紧张的不行。就在这时，蓝海山上的司马青被弹了下来，他成功的登上了600阶。原本他以为众人都会惊叹于他的成就，可是发现那些人一个个都没有看蓝海山，反而背对着。司马青眉头一皱，然后也看了过去，正好看到几个远去的背影渐渐消失。这个时候所有人才松了口气。你们干什么？司马青疑惑道。自己好不容易登上800阶，这个成绩可以进入前10了，结果这些人竟然没有丝毫反应，而是在看几个背影，有毛病吗？黄毛，以后你别再乱开黄腔了。有人对着黄发学生不满道。刚刚就他闹得最欢，你们不是也在阴阳怪气？黄发学生气炸了，刚刚他就是挑个头而已，这些人还不是顺着他来的。好了，人家是传奇，大人大量，没有和我们计较，以后别轻易嘲讽别人了，就我们这点修为还不够人家放个屁的。有人大声道。唉，众人都在讨论，没有理会司马青。此时的司马青虽然郁闷，但是也渐渐的听出了事情的经过。他抬头看向几人离开的方向，露出了惊讶。蓝星传奇来了吗？他们这些外星球的人之所以来到这里，不就是因为蓝星的这位传奇吗？可惜他没有看到。这一刻他有点后悔自己怎么没有早点下来。登上800阶一点反应都没有，还错过看那位的机会，真是加倍郁闷。院长找我什么事？
秦晨问道。银河学院院长解释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我和国主、场主他们几天没有看到你，以为你离开了。如果是真离开，我们也得回去了。他们本来就想要离开的，毕竟在蓝星待了半月之久了，三人都是帝国身份高的人，平时事情也不少，这次算是耽搁了不少时间。你们其实不用等我的，离开就行了。蓝星，你们还不是来去自如啊？秦晨一笑，银河学院院长露出尴尬。其实他们之所以要等秦晨，还不是为了能和秦晨关系近一些，还是得等。来都来了，你也要离开。而且黑羽真神带我们来的，我们现在不敢轻易去打扰他，但是如果我们直接走了又不好。银河学院院长解释道。黑羽真神现在还在蓝星，但是没有黑羽真神的同意，绝不敢去打扰的。毕竟你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在清修。我明日就会离开，离开之前我也会去找黑羽真神。秦晨开口道。那好。银河学院院长点头，然后离开去找帝国国主他们。秦晨，你离开时众人就不来送你了。总之在外闯荡，你自己注意，强大很重要，但是命更重要。孔永生认真说道。命都没有了，一切都是虚幻，而且现在蓝星还没有彻底崛起，秦晨一旦有事，整个蓝星恐怕都会是别人眼中的肉。秦晨点头，放心，我从来不是乱来的人。孔永生离开后，只剩下了陈宇。陈宇看向秦晨，你是我们蓝星年轻一辈中让人仰望的存在，蓝星人都以你为标杆，我们虽然无法追寻你的脚步，不过所有抱负的人都会努力。秦晨笑着道，你呢，有什么打算？不准备出去闯一闯？陈宇以前也是蓝星顶级天才之一，如今也是3级了，虽然不多，但是在银河星系足够了。另外对方现在也是准超凡，完全可以走出蓝星了。陈宇摇了摇头，等我成为超凡的吧，现在出去恐怕没有那么好闯荡。在他的印象中，要出星球超凡是标准。你知道于洋吗？秦晨突然道。陈宇一愣，随后点了点头，听到过，据说此人狠得很，对敌人狠，对自己也狠。于洋进入军部很早，而当时他还在圣院读书，所以并不认识，但是于洋的名气很大，所以听到过传闻。只是后来听说他还只是宗师时就出了蓝星，宗师出蓝星，整个蓝星第一人，这是真的很。但凡了解一些宇宙的情况，就知道宗师出星球没有背景，没有护卫，几乎都是死。对，而他现在正在我人族的核心之地原始城中，成为了一个不错的势力弟子，并且成为了那个势力掌权人的学生。秦晨缓缓道。接下来他将于洋的经历大致讲了一下。闻言后，陈宇瞪大眼睛，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好狠！在听到对方竟然直接进入一个神秘秘境中后，他以为自己听错了，结果对方不但没有死，还获得了天大的机缘，可以说这简直也是一段传奇的经历了。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明白，闯荡宇宙并不是超凡才能开始，当然超凡之下危险性很大，但是宇宙中不缺乏像于洋这样的。秦晨缓缓道。蓝星现在欣欣向荣，但是底蕴太浅，如果人人都觉得只有到了超凡才能出星球，那要整体崛起太慢了。就是要多出去，哪怕只是在银河星系内也是好的，在银河星系内危险性就没有那么大了。我明白了。陈宇眼中渐渐的开始变化。秦晨一笑，陈宇当初还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其实蓝星并不缺少这种人，可能是后来知道了宇宙的浩瀚之后，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心气就下去了。而秦晨需要他们恢复当初的心气，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心走。最后秦晨说了一句。荣城郊区的一处院子中，秦晨带着国主3人来到了这里。一进来，他们便看到黑羽真神一个人坐在那里，十分的悠闲。黑羽真神，我们准备离开了。秦晨开门见山。黑羽真神点了点头，我就不走了，这蓝星不错，打算在这边住个10来年，然后再去游历。哎，游历久了也是需要休息的，怎么样，欢迎吗？秦晨一笑，自然是欢迎的。他巴不得对方待在蓝星，现在还不知道基氏那边会如何，而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基氏会对蓝星动手。即便他们不敢明目张胆，但是使点小手段，蓝星完全挡不住。而有了黑羽真神在这边，基氏绝对不敢出手的，哪怕是一些阴损手段也不敢。好了，我要清修了，你们要走就走吧。黑羽真神摆了摆手，秦晨也没有多留，转身离开。而国主3人对着黑羽真神拱手行礼后，也退出了院子。等几人离开后，黑羽真神才睁开眼睛。子怡啊子怡，让我在这里住10年，你要把我无聊死在这里了。他摇了摇头，带着无奈的口气。原本他前几天就准备离开的，对他来说，蓝星就是一个屁大点的地方，几天就能逛完。他当然不愿意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可是正要离开时，紫衣真神给他发了信息，让他在这里待10年。他本想拒绝，可是想了想，还是答应下来了。谁叫自己是真神中的舔狗呢？10年时间，他真的就能够有能力解决基氏的危机吗？紫衣真神让他在这里待10年，无非就是给秦晨解决后顾之忧。但是，就算见过秦晨的优秀，要在10年内靠自身震慑基氏，他表示怀疑。你要是真的呢，我以后就在蓝星不走，给你当小弟都可以。黑羽真神喃喃道：10年对于修行者来说，一晃眼的时间而已。而秦晨，他记得也才不到30岁，10年也才不到40。但是要靠自身震慑基氏，甚至解决基氏，怎么也得真神吧？毕竟基氏有真神，一个不到40的人就能对付真神，哪怕是一般真神，绝不可能的。关键是秦晨现在还不到不朽，突破不朽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的问题。
后面普通不朽、封侯不朽、封王不朽，每一步都是千难万难的，不仅仅需要天赋，还要气运。他自己就是从不朽过来的，自然知道其困难。难！想到这里，他一口气说了3个难。还有3天就到银河大陆。飞船上，秦晨和国主3人这段时间聊得很是愉快。国主3人是想要和秦晨的关系更进一步，而秦晨也愿意如此。毕竟蓝星在银河帝国，以后很多事情还是需要这3人来帮忙的。别的不说，这些人可以决定银河帝国的资源分配，哪怕多一些给蓝星也是好的。秦晨，要不去国度一趟？国主看向秦晨，秦晨摇了摇头，不了，我直接去虫洞。这次是出来任务，还得回去交任务。他并不想再耽搁下去，并且去国都也没有任何事情。那好吧，不耽搁你的时间。几人都知道了，秦晨就是一个修行狂魔，也不再坚持。很快，秦晨坐着自己的雷霆号飞船和众人分开，向着通往苍蓝星域的虫洞而去。飞船上，秦晨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这是机星的，另外4枚护卫的，在蓝星时他就已经检查过，都是一些修行资源，不过他用不住，就留在了蓝星。而这枚机星的，他一直没有检查，最主要还是他怕这上面有什么禁制之类的，一旦触动会引起机师那边的注意。不过现在他没有那顾虑了，一来黑羽真神留在了蓝星，二来这么久过去了，机师那边恐怕已经知道了机星的死亡。神识扫进戒指空间后，他发现里面的修炼资源反而不多，不过有一个紫色小石块一样的东西吸引了他。他将那小石块拿在了手中，顿时一个信息通过系统浮现在他眼前：不朽晶，蕴含不朽能量，可用于武者修行，可吞噬。介绍让秦晨内心一惊，不朽能量可吞噬，这不就是他一直想要寻找的，能让自己突破不朽的能量物吗？并且介绍并没有说具体是什么系，那么这个不朽晶就是可以通用的，具体会提升哪个元素系，就看他吞噬的时候被哪个元素星球给吸收。很快他将其收了起来，现在还不能突破，不然第4城主给的那2个条件就无法完成了。2天后，他来到了通往苍蓝星域的虫洞外，然后走入了虫洞中。苍蓝大陆，这片大陆如果和原始大陆比，算不上什么，但是它在整个人族联盟中却是排名前50的大陆，不仅仅是面积，还有强者数量以及它的地位。在苍蓝大陆中，权力最高、实力最强的自然是苍蓝星域的域主。不过域主很少露面，甚至就连苍蓝星域中的很多大势力也从未见过。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势力。除了域主之外，还有各个大势力在这里的分布，比如星际航行公司、天网公司等分布。虽然是分布，但是这种大星域的分布都有真神强者坐镇，就像星际航行公司坐镇的火老就是一名真神。最后就是各大本土势力、家族、门派之类的，而姬氏就是苍蓝星域中排名前100的本土势力。此刻，姬氏族内的一个大殿中正有2人，一个是穿着黑衣长衣的青年，而另一人则是穿着灰色长袍。他们没有任何交流，似乎在等着什么。没过多久，一个姬氏下人从外面跑来，连忙道：“家主，大公子，传来消息，我们无法带回2少爷的尸体，几个护卫的尸体也被他们利用在精神虚影身上。”该死！黑衣青年大怒，砰的一声，一拳打在旁边的一个柱子上，将整个大殿震得摇摇欲坠。而那名中年男子也是面色阴沉。还有呢？他冷声开口。根据消息，秦晨在前段时间离开了蓝星，现在应该已经到了银河大陆，或者是通往苍蓝星域的虫洞，但他具体怎么安排的，无法得知。下手连忙说道：“离开蓝星了？有没有让人进入蓝星大开杀戒？”青年问道。在得知姬星死后，他们这边就派有人过去，并且已经吩咐，一旦有机会就进入蓝星，无差别屠杀。这些人都是一些死士，即便是被抓住，也和他姬氏无关。我们的人去了，但是还未降临蓝星，便全部死亡。下手开口道：“什么？”青年脸色一变，怎么可能？姬氏派出去的那些死士虽然只是超凡，但是对付如今的蓝星绝对够了。蓝星本土人本来就不强，当然他们也知道蓝星上星际航行公司蓝星分部有一个不朽，但是死士在降临时并不是降临同一个地方，即便那个不朽出手，也不可能同时击杀所有人。大公子，根据收到的消息，是黑羽真神出的手。下手解释道：“黑羽真神，他没有离开，秦晨都离开了，黑羽真神怎么会留在那里？”没有。下手摇头。青年和中年男子都是脸色一变。黑羽真神，一个喜欢游历的人，竟然留在了蓝星。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可以想象秦晨和对方的关系绝对不简单。如此一来，想要对蓝星下手不可能了。中年男子喃喃道。对蓝星下手的想法顿时被扑灭，让两人内心一沉。我弟弟怎么死的？查清楚了吗？青年突然问道。姬星死在蓝星，但是具体是怎么死的，他们一直没有消息。下人摇头，查不到。我们的人仿佛被黑羽真神给盯住了一般，无论怎么伪装，还未降临蓝星就会被击杀，根本没有可能降临。天网上没有信息吗？青年眉头一皱。下手继续摇头，有，但是有的说是黑羽真神出手，有的说是秦晨自己动手，还有的说是蓝星上的强者出手杀的，总之很多说法。天网上的信息都是蓝星人自己发上去的，这些信息各有说法，根本没有办法判断真伪，所以无法确定哪一个是真的。没有视频吗？青年大怒，既然有人发帖子，肯定也有真正观过战斗的人发录下的视频才对。然而下人还是摇头，没有，蓝星那边肯定禁止任何人发视频了。这种事情
蓝星人肯定会将真正的情况隐藏下去，禁止人发布视频到天网上。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在一般情况下而已。你下去吧。中年男子摆了摆手，让下人退下。父亲，姬星的死，你怎么看？青年道：黑羽杀的。中年男子没有犹豫，直接道。青年点了点头，他也是这么觉得。黑羽真神专门从苍蓝星域赶到蓝星，现在还特意留在蓝星，这就证明其和秦晨的关系。要说对方之前不出手，只看戏，谁都不会相信。另外，那4个护卫中，白衣护卫的实力，他们清楚得很，秦晨不可能杀了对方的。哪怕秦晨的实力更强，在黑羽真神不出手的情况下，白衣护卫还可以带着姬星走的，毕竟护卫的职责是保护姬星，而不是拼命。所以，姬星以及4个护卫全部死亡，要说黑羽真神没有出手，他们是绝不相信的。现在黑羽真神在蓝星，短时间内无法对蓝星下手，只能想办法对付秦晨了。青年目光中的杀意一闪而逝，中年男子连忙抬手打断他，此事需要从长计议，现在正是各方关注的时候，你若是动手，我知道。青年摇了摇头，自然不会现在动手，不过我会想办法调到公司总部。还想在原始城动手？中年男子眉头一皱，青年所在的公司为天网公司，去总部就是要到原始城，而原始城那是核心之地，动手就是找死。青年一笑，我没那么傻，只是秦晨这次要回原始城，我也去那边，然后再找机会，只有时刻了解他的动向，才能找到最好的时机。中年男子闻言点了点头，自己这个儿子的秉性他还是了解的，比起二儿子姬星来好了太多。调到总部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给这边的分部负责人说，应该问题不大。他开口道，即使在苍蓝星域还是有不小人脉的，和这边天网公司分部也有来往，只要打点一下就行。此时的秦晨来到了苍蓝星，原本以为会遇到一些麻烦，不过他多想了，一直到苍蓝星域通往原始大陆的虫洞处，他也没有遇到任何的意外。不久后，他回到了原始城，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生活区，而是朝着第4城主所在的雕像而去。回来了。刚一来到雕像处，里面就传来了第4城主的声音，紧接着雕像前面出现光门，秦晨一步走了进去，看到第4城主就在他的前方。老师，我回来了。秦晨道。第4城主笑了笑，这么快就回来了，看来你的收获不错，准备完成我给的2个挑战了。2个挑战，一个是在超凡阶段通关原始海，另一个则是3年之内不使用5级状态下打败一名蜂王。老师，我还不知道第2个挑战，你是准备让我打败什么样的蜂王？秦晨摇头，他虽然很自信，可是蜂王和蜂王的差距太大了。第4城主之前并没有说清让他打败什么样的蜂王，只是说了5系修为巅峰。但如果让他打败一个5系，并且是全系蜂王巅峰的话，那他肯定不行。这个不会提前跟你说，如果你觉得现在可以，很快就会安排。当然你也可以等等，毕竟还有时间。需要告诉你的是，如果现在就决定输了的话，第3件至宝就没有了。第4城主一笑，秦晨甚至能够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一些套路，不告诉他到底什么样的蜂王，这个太扯了，完全可以根据他的实力来安排更强的蜂王。这就像剪刀石头布，赢了可以获得奖励，但是要自己先出。我还是先挑战第1个吧。秦晨并没有自大，第3件至宝是黑暗羽翼，也是他最想要的，所以不能出现意外，还是等自己突破不朽后把握更大一些。对了，老师，10级超凡也算是超凡吧？秦晨道。第1个挑战是在超凡修为完成，而归一境界是属于超凡和不朽的过渡，可以说是超凡，也可以说是不朽。你突破归一了？第4城主露出诧异，他以为秦晨这次的收获是将一些没有到达超凡巅峰的系提升到巅峰，没想到秦晨竟然说出了10级超凡，有一些系突破了。秦晨也不隐瞒，一些。第4城主瞪眼，随后哑然一笑，你还真是出乎意料，去吧，算你是超凡。多谢老师。秦晨行了一礼，转身离开。他之前突破归一就在想，第4城主会不会承认他是超凡，不过心里还是觉得会承认，所以才直接突破的。看着秦晨离开，第4城主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弟子不简单啊，归一境界，一次性还突破了几个系，以后的成就真是让人期待。不过成长得太顺了也不是好事，第3个挑战的难度给加大了。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幸好刚刚他并没有直接决定秦晨需要打败什么样的蜂王，不然考验就太简单了。秦晨离开第4城主那里后，直奔原始海而去。当他来到这里后，已经有不少的人正在排队等着进入原始海，同时周围也有人在围观。秦晨直接利用了光明元素，将自己的身形给隐藏了起来，然后来到了入口处。插队的行为虽然不对，但是他是真不想排队慢慢等。60%了，摩尔的进步好快啊！我记得上次还是50%吧？对，我也听说了，上次摩尔闯过了50%，听说还被一个超凡给完爆了。有人小声道：“呵呵，这个你们就要听我说了。”一个鹰钩鼻子青年笑着道。众人顿时看向好奇了，看向了他。鹰钩鼻男子抬头，仿佛知道这件事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他傲然道：“当时我就在场，你们说的那个超凡叫秦晨，是如今人族超凡境界的第1天才，也号称是人类第1天才。他当时以超凡修为闯过了原始海60%，后来摩尔还想要认秦晨为老大，结果秦晨理都没有理他。还有这事？”众人顿时露出不可思议之色。摩尔认一个超凡为老大，竟然被拒绝了，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听说了。突然一个胖子大声道，众人又马上转头看向胖子。
胖子道：“这件事之前闹得沸沸扬扬，你们不知道，应该是刚从外面回原始城的吧？”众人点头，他们大部分人确实是任务回来，然后随便来原石海试试的。胖子解释道：“我听说摩尔当时为了认秦晨当老大，还当场给了一人一巴掌。”众人一惊，摩尔这个操作也太骚了，打的谁？有人好奇道。胖子突然看向了鹰钩鼻男子，众人顿时齐刷刷的看了过去。鹰钩鼻男子脸色一变，刚刚还昂起的头瞬间低了下去，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装逼失败，反被打脸。秦晨在前面听着这些人的议论，只是淡淡一笑。不过对于摩尔能够达到闯过原石海60%以上，他还是挺诧异，毕竟距离上次时间并不长。就在这时，原石海中摩尔停止了闯关，然后从里面出来。到我了。摩尔一出来，排在第一个的麻子青年当即就往前走。然而就在这时，秦晨也动了，他的速度快了很多，在摩尔出来的瞬间，他就踏进了入口。而那个排在第一的麻子青年刚准备进去，瞬间就被弹了回来。卧槽，什么情况？麻子青年一脸惊讶地看向入口，此刻那个入口竟然出现了禁制，这是有人在里面才会出现的情况。可是摩尔刚刚已经出来了，什么情况？里面还有人？排在后面的人也一个个露出了疑。摩尔，你刚刚看到有人在里面吗？有人看向摩尔，有个屁，原石海只能一个在里面。摩尔没好气道。不过他同样盯着入口，神色诧异。难道入口禁制出问题了？有人道。快看，有人在里面！正当众人都觉得禁制出问题时，突然入口处的那里显示信息的地方出现了变化。卧槽，谁啊？敢抢小爷的位置！麻子青年怒骂道。里面有人，而原石海只能一人在里面，唯一的解释就是刚刚摩尔出来时有人抢先进去了，而且速度快到他们都没有发现。不对，你们快看他的修为！有人突然惊叫道。众人也都纷纷露出了不解和惊讶的表情。原石海中会自动检查进入之人的修为，可是现在那显示的信息是，我靠，不会是蜂王或者真神进去了吧？有人大声道。原石海是为蜂王不朽以下的人准备的，还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不是，就算是蜂王或者真神，也不可能是问号啊。你觉得原石海检查不到真神的修为？况且蜂王和真神进去干什么？有病吗？有人反问道。原石海那是人族联盟中的大能打造的，哪怕是蜂王以上的强者进入，也是完全可以检测到其最高系的修为。不会有城主进去了吧？有人小声道，声音还带着颤抖。闻言，所有人浑身一震，有可能，城主进去还真的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盯着原石海，同时也在猜测到底是哪个城主进去了，又进去干什么？快看，快看他的进度！突然，一个人惊呼道。众人当即就看到，那显示上闯过原石海的进度在不停的跳动，刚开始1%，可是很快就变成了10%，又过不久变成了20%、30%。这进度的跳动每次都是10个百分点，根本没有停止。真的是城主进去了！有人惊得跳了起来。这个速度，强大的蜂王和真神都可以做到，可是现在修为是3个问号，那么城主进去的概率更大。所以刚刚还不相信是城主进去的人，此刻都开始相信了。城主在里面，我知道了。那个麻子青年突然道。此刻他早就没有了之前的愤怒，甚至现在他内心感觉到荣幸，因为抢他位置的人是城主。你知道什么？有人连忙问道。麻子青年道：城主进去肯定是对原石海进行一番改造，可能要将原石海的难度加强。众人带着疑惑，没事改造原石海干什么？麻子青解释道：我猜测和秦晨有关，当初秦晨以超凡修为闯过60%的原石海，再加上这次摩尔兄弟也闯过60%，恐怕高层觉得原石海难度低了，所以要加强。这个解释非常的牵强，毕竟摩尔也是不朽中的天才，能够闯过60%也是靠实力。不过还是有人表示同意，因为原石海是专门为蜂王不朽以下的天才设计的考验，也是原始城中的一个重地，难度是必须要有的。但不管是赞同还是不赞同的人，现在他们都觉得进入原石海的是城主。你们觉得是第9城主还是第4城主？有人好奇心泛滥，开口问道。现在大家知道的原始城中就只有第4城主和第9城主在，应该是第9城主吧？不，我觉得是第4城主。我还是觉得是第9城主。每个人都给出了自己猜测，还有人开始较劲，甚至最后干脆开了赌局，赌注还下得不小。一时间，整个原石海外变得热闹起来。快看，要通过了！突然，一人指着那显示的信息。此时，信息上显示着进度达到了90%，通关了，通关了，要出来了！当众人看到进度变成100%后，一个个都莫名的紧张起来。不愧是城主，改造原石海也这么快的速度，太可怕了！麻子青年忍不住感叹。原石海，他们进去要通过都是千难万难，尤其是后面每闯过一个元素海，都像是经历一场大劫一般。至于改造，他们根本无法想象需要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办到。然而现在却只是过去没多久就已经改造完了。城主的手段，其实我们能够知道的，都安静点，城主要出来了。这个时候，摩尔开口了，他整理了一下仪容，恭敬地站在那里。其他人也纷纷安静下来，紧张地盯着入口处，等待里面的人出来。很快，众人透过禁制看到一个人影从里面一步步地走出。我还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城主，好紧张！我也是，心都要跳出来了。听说任何一个城主都是超越真神的强者，
他们仿佛超越了生命的桎梏，无形中会对一切生命进行压制。不知道等下我会不会直接跪了？看着那越来越近的身影，人们灵魂都仿佛要出窍一般。不对，突然摩尔眉头一皱，怎么了？我怎么感觉到有些熟悉？我好像也感觉熟悉，我也是，仿佛哪里见过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感觉那个身影熟悉。卧槽！摩尔看清秦晨样貌后，差点跳起来。秦晨，一些见过秦晨或者见过他照片的人也是惊得瞪大了眼睛。怎么会是他？不是说是城主吗？众人都懵了，他们都已经坚信是某位城主了，结果却是秦晨，这反差也太大了。到底怎么回？不是说秦晨在几个月前才闯过60%吗？现在直接通关，还这么快？有人不相信，刚刚闯原始海的那个速度是一个超凡可以的，恐怕很多封王不朽都不得行。还有他的修为真的是超凡。有人想到了之前那显示的信息，修为是问号，根本不是什么超凡。是他抢了我的位置。麻子青年吞了吞口水，如果真是城主，他反而不急，毕竟城主那样的人物不会在意他。然而是秦晨，这就不一定了，他刚刚还骂过秦晨的。想到这里，他生怕别人就暴露他骂过的事情，身体躲在了后方。和他一个动作的还有那鹰钩鼻男子，虽然他对秦晨的嘲讽还是几个月前了，但是同样心虚。老大！摩尔看到秦晨走来，连忙上前大声喊道，生怕别人听不到一般。你们继续。秦晨摆了摆手，直接穿过人群离开。看到他离开，众人渐渐地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秦兄弟！突然一个人大声道。秦晨停下，转头看来，那麻子和鹰钩鼻男子脸色大变，心里把那喊秦晨的人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秦晨直接离开多好，非要喊住干什么？秦兄弟，刚刚你在原始海内部时，这里显示的信息，你的修为是几个问号？到底为什么？难道你已经到了城主那样的修为？那人认真地问道。虽然这样直接问别人修为很不礼貌，但是他太好奇了，同时语气也放得十分谦虚，就像在请教一样。所有人也都对这个问题好奇，全部看着秦晨。秦晨一笑，有些境界你们不了解，不代表不存在。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我肯定不是城主那样的修为，也不是真神，甚至还未不朽。他并没有具体说，这些人几乎都已经到了不朽，说了只会打击他们的道心。毕竟他们已经跨越了归一境界，回不去了，只会徒增郁闷而已。当然，若是他们真要想知道，向自己所在的势力高层打听，也肯定会知道的。人族之所以没有将归一这个境界的消息开放，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境界很难达到，只能直接跨过去。所以不想让这些天才为了归一境界而不去突破不朽。毕竟总不能为了归一境界一直停留在超凡巅峰。众人见秦晨没有具体说，也不敢再多问，只能将疑惑压在心里。直到秦晨离开后，众人才再次爆发了谈论。太牛逼了！是啊，原始海都没有检测到他的具体修为，我真的怀疑他超越真神了。不可能，他才多大？我估计是有什么隐藏修为被他突破了。总之，和他一个时代，同为天才，太悲哀了。秦晨离开原始海后，并没有直接去第4城主那里，而是来到了星际航行公司总部的任务处。他很快找到了负责任务的工作人员。美女，我接了一个任务，你给我查一查。秦晨道。编号？美女头也没有抬的问道。77。美女工作人员在系统操作了一下，然后道：任务显示失败。美女并没有失败，而系统显示失败就是失败了，没有任何奖励的，你走吧。他直接打断了秦晨。秦晨眉头一皱，这就很官方的工作态度了，完全不听解释，只会按照程序来办，一点变通都没有。他正要继续说，美女工作人员再次道：你快走吧，我还忙着。秦晨看了一眼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是如何忙的。正当他要冒火时，一个中年男子走进了办公区。怎么回事？男子问道。他甚至都没有看秦晨一眼。部长。美女工作人员连忙站了起来，解释道：这里有个任务显示失败，不过对方还要胡搅蛮缠。男子眉头一皱，看了一眼系统，严肃道：既然系统显示失败，那就失败了，这是规定，知道吗？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胡搅蛮缠的人不要理会。我知道了。美女工作人员点头。然而下一秒，男子余光看到了任务编号是77，他突然内心一跳。这里的任务是超凡区的任务，而编号代表的就是生活区的牌号。现在的77号区可是太出名了，作为主管任务部的部长，再清楚不过。他连忙转头看向秦晨，立马就露出了微笑，原来是秦兄弟。小周，你怎么搞的？秦兄弟来查任务，怎么不好好查查？叫小周的美女工作人员顿时就懵了，他小声道：部长，这系统显示任务失败了呀。什么失败了？系统显示的就一定正确，系统就不能出现错误。你呀，做事要严谨，知道吗？男子带着批评教育的口吻。小周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这次来的人不简单，就连部长也在客客气气。男子教育完后就走出办公区，来到窗口外。秦兄弟，我叫蔡坤，你这个任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详细说一说。秦晨太了解这些官方人员了，工作态度很多时候都是看人决定的。他也没有计较，直接将自己这次任务的经过大致讲了一遍。我的意思是，这个任务对我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做，不过又觉得浪费时间，所以我就没有继续，但我又想要积分。秦晨缓缓道。闻言，蔡坤表面没有什么，心里却在骂娘，哪有这么无耻的，任务不做还想要积分。秦兄弟，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蔡坤只好开口。秦晨笑道：
确实，你看我去了古族，到了任务现场，只是出了不小的意外，但是我又将这个意外给平息了。蔡坤点头，特事特办嘛。这样，秦兄弟，我这就去确认一下你说的事情，如果没问题，我们这边就给你积分。好。秦晨一笑，很快，蔡坤就开始联系古族那边，主要是联系那边的军事基地负责人了解情况。不久后，他再次来到秦晨面前，我已经了解了，这次确实如秦兄弟所说。另外，这个任务的积分最高可以达到8万，我就按8万给你算。麻烦蔡部长了。秦晨道，8万积分，他很满意了，可以兑换8颗天星草，完全可以将另外3系全部提升到超凡巅峰，之后再使用留好的反命石突破归一。麻烦什么？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对了，秦兄弟，我这任务部环境不错，要不要去逛一逛？蔡坤客气道。秦晨摆了摆手，不了，以后有机会，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好，有空来，一定找我。两人一顿的客套话。等秦晨离开后，小周才走了出来，他对蔡坤道，蔡部长，这不符合规定啊，系统显示任务失败就不能给积分，就是规定。什么规定不规定的？规定能大得过人情世故？年轻。蔡坤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道。秦晨回到77区没多久，8万积分就到了，他直接将其兑换成天星草。不久后，一个负责配送的人员就将天星草送到了生活区。看着8颗晶莹剔透的天星草，秦晨一笑，其实他可能用不了这么多，不过也无所谓的，只要将自己的修为拉满，多一些总比少一些好。接下来他开始了吞噬。3天后，重力系、雷系和光明系全部提升到了超凡巅峰，星纹进度全部圆满。之后，他拿出了反命石开始吞噬。丁，你的雷系星纹融合进度达到100%。丁，你的重力系星纹融合进度达到100%。丁，你的光明系星纹融合进度达到100%。随着3个系统提示声音响起，秦晨的10系境界全部达到归一圆满。姓名：秦晨。火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风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冰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土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木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金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雷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重力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黑暗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100%。光明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达到100%。战力1亿星，星辰细胞100万。现在还差5学。秦晨并没有多关注数据，一切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出入的。如今光明系升上来后，手段还很单一，需要5学来加持。而之前第4城主给了他特权，星际航行公司内的5学可以任意学习，之前他没有去，而现在这个特权就用得上了。星际阁，这是星际航行公司专门存放5学的地方，里面的5学有些是星际航行公司历届高层自创的，也有的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人通过机缘获得，自己已经修行或者不适合自己，然后交给公司的。另外，星际阁分为4层，第一层为武者阶段的5学，这个阶段5学极其简单，之所以会设置第一层，是因为即便再简单，一些5学还是有价值的，哪怕你不学也可以参考，也许就会突然让你灵光一闪，从而创造出自己的5学。第2层为超凡5学，大部分都是超凡7级以上的5学，7级以下的很少，价值和武者阶段的5学差不多，都是作为参考使用。第3层为不朽5学，从普通不朽到蜂王不朽都有，每一种5学可以说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就看你们能不能选择到适合自己的。第4层为真神5学，数量少，不过仍然能够满足大部分人要求，这类5学都是人族联盟中的极强者创造而出，甚至有的是城主亲自创造。不久后，秦晨来到了星际阁，他一靠近，当即就有一个身影出现。阁老。秦晨看着出现老者，开口喊道：阁老，真名很少有人知道，因为长期守在星际阁，所以就称呼他为阁老。阁老看到是秦晨，点了点头，以为你不会来，没想到还是来了。进去吧，选好最适合自己的5学，记住，只能选一个。明白。秦晨点头。虽然第4城主说过，星际航行公司的5学随便他学习，可是这边也有规定，每个人每次进去，在一定时间内都只能选择一门5学，其他人需要满足时间要求，同时还要获得资格。而他随便学习，就只需要满足时间要求就行。当他走进星际阁第一层后，发现从里面看和从外面看有很大的区别。外面看起来星际阁并不大，可是这里面却非常大。他还看到了2名青年正在这里，他们分别住在2个角落，正在翻阅一本5学。秦晨用火眼金睛看了一下，这2人都是超凡7级，一个是5系，一个是6系。7级超凡正是能够创造自己5学的初步阶段，他们应该就是要参考一些简单5学来让自己进入创造5学的门槛。如果他们在这里有所领悟，再去10倍灵后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那2人也看到了秦晨，不过只是盯了一眼就不再关注，而秦晨也没有多停留，直接向着2层的楼梯走去。第2层的超凡5学和第1层有很大的差别，首先数量上要了多不少，另外就是5学储存的方式。第1层的武者5学是以书本的形式放在4周的书架之上，而这里5学全部是一个个不同的元素形态，它们悬浮在空中，散发出光晕，比如火系的5学是一个火焰形态的光团，而水系的则是呈现一滴水一样的光团。
在这里，他看到了几十个青年正要寻找自己武穴，不过他同样没有在这里停留，而是来到了第3层。第3层武穴呈现的方式和第2层一样，同样的元素形成了光团，悬浮在各处，需要自己去寻找适合自己的。他看到了这里有几个青年，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超凡，这很正常。这里虽然都是不朽武学，但是他们都是天才，真神武学太高，不容易掌握，但是不朽武学却很适合。这个武学的介绍适合我，它是我的了。突然，远处正有一个蓝衣青年一把抓向了自己身前的一个雷系光团。嗖！正当青年要抓住时，光团瞬间朝着远处飞了过去。蓝衣青年脸色一变，当即追了过去，但追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自己竟然追不上。蓝衣青年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同时也很不甘。刚刚他已经得知了，那门雷系武学使用后的效果相当的适合自己。哈哈，你第一次进入这里吧？这里的武学可不是那么好获得的，这些光团都是被赋予了灵性，我们是超凡，而这些武学都是不朽。你觉得他们会轻易的让我们去掌握它？一个高个子的青年大笑的解释道。蓝衣青年听了一阵无语，他缓缓道：我都追不上他，怎么获得？高个子青年笑着道：那就证明你和他无缘。看到了吗？这里的武学光团悬浮在空中，高度不一样，最低的是普通不朽级的武学，越往上等级越高，所以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而不去胡乱来的。此时秦晨也静静的听着，才明白还有这种玄机。那蓝衣青年一脸的无奈，我好不容易获得了进来的资格，早知道等实力强一点再进来的，现在以我的实力只能选择普通不朽级的了。说着，他看向了悬浮在最底层的那些光团，然而那高个子却摇了摇头，没有机会了，只有等下次。蓝衣青年一愣，下一秒他脸色一变，感觉一股力量出现在他的身上，要将他送出星际阁。卧槽啊，好坑爹！感觉到无法抗拒这股力量后，他痛苦的大叫一声。随后众人就看到他的身体朝着远处飞出，到达窗户后，砰的一声被弹出了星际阁。秦晨站在远处，听着那人的话，算是明白过来。之前阁老说只能选择一样，是真的只能选择一样，因为选了之后就会被弹出星际阁，并不是靠自己的自觉。另外，这里的光团有意识，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首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然后靠自己的本事，并且在选定之后有时间限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获得，就会被强制送出星际阁。秦晨抬头看着那些元素光团，他主要是看最上方的，那里是蜂王巅峰的武学。至于第4层，他并没有去，毕竟第4层是真神级的武学。虽然武学等级高，但是现在使用真神武学效果并不好。他的黑暗元素就有一门真神武学，使用的次数非常少，因为他每次使用后都感觉没有那么顺畅。相反，使用不朽的武学反而更好一些，使用出来攻击力同样不差。他的身影直接冲天而起，来到了空中。这个时候他才现有一部分光团处在了所有光团的上方，没有高下方的那些光团多少，因为视角的原因，站在下方基本看不出来区别，但是处于水平线上看，确实这些光团所处的位置要高一些。数量不多，但是秦晨看到他拥有的元素全部都有，而光明元素有2个，证明有2种光明元素的武学。他没有犹豫，直接来到其中一个光团前，刚一靠近，光团就传出了一个信息：迷失。武学介绍：蜂王极品武学，使用之后周身万米内形成一片禁区，可使对手处于迷失状态，仅限光明元素掌握者使用。辅助类武学和我使用黑暗元素后的效果倒是有一丝相同。秦晨看到介绍后暗道，当然只是一丝而已，他使用黑暗元素变成黑夜，是影响对手视线，高深之后会影响心灵，而这个迷失更高级，能让对手迷失，就像是让对手进入幻境一般，所有的感官完全消失，倒是不错的武学。这门武学对他来说有不小的用处。其实他来这里一开始就有打算寻找光明元素，而且就是辅助类的，因为现在他的元素太多，攻击和防御类的已经不少，并且攻击性也强大。另外，光明元素虽然也有攻击性质和防御性质，但是相比于辅助类还是要差一筹。不过他并没有马上选择，而是走向了另外一个光明元素光团。当他靠近后，光团中的信息传来：守护武学介绍：蜂王极品武学，使用之后周身光盾进行防御，并且自带反震，反震效果 20%， 仅限光明元素掌握者使用。防御性质的武学。秦晨看完介绍后微微摇头，这个武学虽然带着反震，相当于有一定的攻击性，但是效果对他来说就很一般。20%的反震其实非常恐怖的，只是他的要求不一样，毕竟他的手段太多了，不缺这一点。没有再犹豫，他转身再次回到了之前的光团面前，随后他伸手就抓了过去。等等！突然，下方那个高个子青年发大声道。秦晨正伸出的手顿时停了下来。兄弟，你选择的这个光团不简单，可要想清楚才动手。高个子开口道。是啊兄弟，刚刚你也看到了那个被弹出去的人吧？机会只有一次。另外有人也开口道。有什么不同？秦晨疑惑道。他看这几人并没有什么恶意，而是真心在提醒他，这个光团包括和他高度一样的光团都很特殊。你是不是看到了信息是蜂王极品武学？高个子问道。秦晨点头，确实，这就对了。高个子道，你再去看看比这些光团矮一点的武学信息。闻言，秦晨来到了另一个光团，很快武学信息出现：雷斩。
武学介绍：蜂王巅峰武学，使用后可形成雷霆之斩，仅限雷元石掌握者使用。是不是不一样？高个子问道。确实，蜂王巅峰和极品的区别，秦晨也看出了差别。蜂王巅峰，按理说就是不朽阶段最高的了，你一下就发现了问题。高个子赞赏道。所以我说，这些在最高处光团的武学很特别，因为他们是城主创造的武学。你想要获得这些武学太难了，很多人也尝试过获得他们，然而能够获得的少之又少。你第一次来，我建议你还是选择低一些的，等成为不朽后再来，把握更大一些。闻言，秦晨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多谢提醒。无论如何，这几人给他说这些都是好心。高个子以及其他人几人都笑了笑，没事，我们几个也是刚刚从外面任务才回来，这次任务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完成，因此获得了进入这里的资格，知道机会的不容易。见秦晨的态度很好，另外几人也开口道，我们也是过来人，当初我们刚进来时就没人提醒，吃了大亏。刚刚那人和你一样都是新人，本来想要告诉他的，没想到他非常着急，正要告诉他，已经来不及了。是啊，虽然我们都是天才，但是也不要膨胀，量力而行。对，要说整个星际航行公司，谁在超凡就有资格去拿取那蜂王极品武学，估计也就只有那位叫秦晨的了吧。你可别浪费机会了。不好说，我们刚回来，一切都是听说的，现在的人一个事情总是越传越夸张。总之，兄弟你可别去试。众人你一言我一句的都在说获得蜂王极品武学的困难，也劝秦晨不要去试，免得浪费了机会。秦晨一笑，多谢各位好意，不过我还是想要试试。众人眼睛一瞪，合着说了半天根本没有听进去啊。唉，高个子见秦晨眼神坚定，他知道劝不动了，摇了摇头，是吧？不过到时候可别说我们没有提醒。人都是这样，不听劝，总以为自己行，尤其是天才，只有等到做了之后才会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后悔。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哦。众人都摇了摇头，他们看秦晨特别年轻，说自己是老人也没有错。秦晨一笑，没有多说，直接就朝着那光团抓了过去。就在他手掌要将其握住的瞬间，光团像是有感应一般，提前一步就嗖地飞了出去，速度奇快无比，几乎看不清他飞出的路线。我就说吧，让你不要轻易尝试，这个速度，即便蜂王来了也难以追上他。看到光团飞出，有人惋惜地摇头。秦晨看着光团，眼睛一眯，风雷双系瞬间用出，他的身影犹如鬼魅一般，同样窜了出去。好快！看到秦晨的速度，众人顿时一惊，难怪有自信，原来同时掌握了风雷二系，这两个系结合起来，速度确实能够提升很多。那高个子诧异道，不过可惜速度还是差了一截。有人摇头，老实话，秦晨的速度他们自愧不如，但是确实还差了一些。那光团在星际阁第3层空间中胡乱飞窜，秦晨一直在后面，就是抓不住。轰！就在这时，突然所有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沉。什么情况？重力！他使用了重力系。有人看向正在追赶光团的秦晨，这股重力让他们差点就趴在地上，强大至极。而那光团似乎也变成了沉重起来，速度慢了一些。卧槽，这股重力好沉重，他的实力不简单啊！有人震惊，这可是大范围的重力效果，几乎整个第3层空间全部被覆盖了。这么大的范围，不是一般的超凡巅峰能够做到的，还差一点了。有人看到重力之下没有影响的秦晨，距离光团就差一点，好可惜啊，就差那么一点。风雷、重力，现在应该没有能够影响光团速度的了。还有5分钟时间了，估计不。咔嚓，话还没有说完，突然众人感觉一阵冰寒，紧接着所有人看到眼前的空间出现了一层层的寒冰，这些寒冰仿佛将空间都给冻结一般。而那正要四处乱窜的光团，在这一刻顿时被冰冻，虽然还在动，可是速度瞬间就下降了一半。随后，人们目瞪口呆地看到秦晨伸手一把就将其握在手中，那光团还要挣扎，可是却被一层层的土元素形成的防御给彻底困了起来。随后他们就看到那光团渐渐地开始平静下来，最后彻底躺在秦晨手中一动不动。拿到了，牛逼啊，真的拿到了，这是我见过第一个拿到极品武学的人，我也是第一次，以前听说有人拿到，但都是不朽级修为，而且还是不朽中修为高的人。众人见到这一幕，纷纷都处在震惊之中。而此时的秦晨看着手中的光团，微微一笑，他手掌一握，顿时光团炸开，武学的全部内容涌入了他的脑海中。获得了光明元素武学，迷失之后，他感觉有一股力量缓缓的袭来，这股力量正是要将他给传送出去。秦晨浑身一抖，将这股力量给卸掉，但是很快力量再次涌来，看来确实只能获得一门武学，想要再来需要等一段时间。这股力量越来越强，要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强过他的力量，到时候无法抗拒的被传送出去。他摇了摇头，看了一眼第4层，本想去看一看，虽然暂时不需要真神武学，但还是有些好奇那里的情况。不过只有下次了，而下次他就是突破不朽了，到时候也许就真正的需要真神武学。很快，他朝着远处窗户走去，既然要出去，自然不想被传送的弹出去，而是优雅的自己出去。兄弟！看到秦晨离开，那高个子忍不住喊道。等秦晨停下后，他开口问道：兄弟，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不仅仅是他，其他几人也带着好奇的眼神看着秦晨。之前他们以老人的姿态劝秦晨，现在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幼稚，秦晨比他们强太多了，甚至他们还从未见过一个超凡能做到如此变态。要知道，
刚刚秦晨拿到那武学的方式是直接将光团的速度给降下来，而不是完全靠速度优势，这相当于强行征服了那武学光团，没有实力绝对不行的。秦晨并没有隐瞒，说完他就直接从窗户一跃而出，直接跳出了星际阁。秦晨，卧槽，他就是秦晨！有人惊呼。这个时候其他人才反应过来，之前我听说秦晨如何还不信，现在才知道那些传闻一点都不夸张，甚至说小了啊，格局小了，这秦晨比传闻更变态。秦晨跳出星际阁后，身影瞬间向着远处飞去，一路飞行，他不断的消化着刚刚获得的武学。回到生活区后，他选择了直接闭关，直到3天后，他觉得自己已经差不多掌握了这门武学后，才走了出来。他拿出了那枚不朽晶，想了想，一口将其吞了下去。不朽晶被吞下之后，他并没有运用吞噬技能，反而是用一层土元素将其包裹住，不让其消化。而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先要尝试一下是否可以用目前的实力来完成第4城主的第2个挑战，也顺便测试一下自己目前的极限在哪里。如果自己的极限实力仍然难以完成挑战，那就直接运转吞噬技能，然后突破不朽，这样能够保证完成挑战。唰，他瞬间朝着第4城主的雕像而去。不久后，他再次来到了雕像的内部世界。老师，我完成了原始海的挑战。秦晨道。我知道。第4城主也不多话，将第2件至宝空空软甲拿了出来，然后给了秦晨。秦晨刚一拿到，内心就一动，明明软甲就在他手上，可是他却感受不到丝毫的重量。要知道，以他的感官，即便是一个头发丝、一粒沙尘，他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不愧是融入了空间元素的宝甲。秦晨惊叹，这软甲是用了材料的，重量肯定有，但是又融入了空间元素。他猜测这些材料的重量都被空间元素给吸收了，或者是被收纳到了空间元素的次元空间中，所以他感受不到。就像这软甲的效果，攻击会有一部分被削弱，而削弱的部分就是被收纳进了空间元素形成的次元空间中。秦晨将空空软甲穿在身上，顿时感觉身体不但没有变重，反而变得更轻，仿佛自己的身体也有一部分融入了空间之中。每一件至宝，哪怕是最普通的，也有它超凡的价值。这是宇宙生灵对至宝的评价。此刻的秦晨完全感受到了。你这次来找我，是准备完成第3个挑战了？第4城主看着秦晨，对，我想试一试。秦晨点头道。第4城主有些意外，你可清晰，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没有试一说，之前你都是决定等等，现在突然决定一试，是有了大的突破。他的目光不停地扫视秦晨，并没有在其身上感受到不朽之力。当然，也可能秦晨故意隐藏。秦晨摇了摇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不过我知道，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进行突破，所以想要试试。如果接下来利用不朽晶突破一系后，他确实需要不少时间才能突破了。因为他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说哪里有不朽晶，所以要么靠自己突破，要么就需要去寻找，无论哪种都需要不少时间的。第4城主闻言一笑，我还以为你会突破不朽才会来，看来你也感觉到了不朽不是那么好突破的。突破不朽历来都是一个重要的关卡，很多人都会止步在这里，包括不少所谓的天才，所以他觉得即便是秦晨的天赋，想要这么快突破也不现实。你既然决定了要试，正好10日后原始城将会举行一次封王大会，到时候给你安排一下。封王大会？秦晨一愣，他还没有听说过这事。第4城主一笑，我这次回原始城其实本身就是为了这事，之前的天才战也只是临时起意。第4城主当初突然回来，没人知道他的目的，但是后来亲自说要举行天才战，然后收一个弟子，人们才认为他回来就是为了收弟子。老师，举行这封王大会的目的？秦晨有些好奇。封王大会很明显是要选出一些封王强者，而什么样的事情需要第4城主亲自来物色封王人物？第4城主也没有隐瞒，开口道，之前我没在原始城，其实是在一个秘境之中，不过在我探寻了秘境一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道神秘的大门，要打开大门需要一些武系封王人物联手才行，强行打开会破坏秘境。我回来后没有马上进行封王大会，是我一直怀疑秘境中有什么阴谋，不过就在不久前得知并没有什么阴谋，所以才决定这次的封王大会。如果有阴谋，他让封王的人去就是害了别人，作为人族联盟的高层，他自然不会这么做。还有这样的秘境？秦晨诧异不已，一个秘境城主的实力进不去，反而需要封王联手，很正常，宇宙之大无奇不有。第4城主平静道。秦晨点了点头，所以这次你的挑战就顺便一起了，到时候会给你单独安排，同时也让原始城的天才看看他们和人类史上第一天才的差距。第4城主笑着开口，原始城人族联盟很多天才都在这里，虽然之前秦晨已经在原始城名声大噪，但是终究还是很多人不清楚。而这次利用这次封王大会，也可以让尽量多的人来观看，其目的也很简单，除了选出合适的封王，还可以让原始城很多心气高的天才看到秦晨的优秀，可以让他们心态回正常。当然还有一个目的，第4城主并没有说，就是要给秦晨加大难度，也让秦晨受一些挫。他一直觉得秦晨的成长之路太顺利了，虽然也有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太少，不足以去锤炼秦晨的道心。这相当于我这次的挑战会彻底公开了。秦晨暗道，他本不想这样，毕竟太高调了，但是见第4城主已经决定，他也不好说什么。正好他也想要看看原始城中的那些封王到底是什么样的。离开第4城主所在的地方后，他回到了生活区。就在当天，
原始城将会举行封王大会的事情开始迅速传开，而秦晨到时候也会参加的消息同样被传出。靠，真牛逼！封王大会，一个超凡竟然要参加！我听说这次参加的大部分都是封王巅峰，虽然都是武系，但是很多人都不止一系是封王。安排秦晨也参加，是不是太疯狂了？也没有说秦晨一定要赢。之前有传闻秦晨杀了封王的垂钓老人，这次会让他参加，应该是第4城主出于私心，专门对其培养。无数人都在讨论秦晨，也在期待即将到来的封王大会。一些长期闭关的天才，这个时候也开始出关。他们除了想要观看封王大会，最主要的还是想要看看秦晨这位传说中的天才。甚至就连一些势力的大人物，这次也起了好奇之心。77号生活区外，此刻站满了人。这些人很多以前都没有见过秦晨本人的，现在来就是想要提前看一看这秦晨到底有什么3头6臂，让第4城主安排参加封王大会。可惜秦晨一直在生活区内没有出来，这些人也不敢擅闯。在原始城有很多擂台供人挑战和切磋，他们分布在各处。但是要说最特别的擂台，还是在原始城中的一个巨大的擂台。这个擂台被称为原始台。原始台已经很久没有人进行过擂台比试了，因为这个擂台只进行特别重大的比试是要有很大的影响力才能在这里进行，所以这个擂台平时都非常的冷清。而今天这里却异常的热闹，里3层外3层围满了人群。看，大人物来了！突然有人指着远处，人们抬头看去，几个身影朝着这边走来。这些人都是原始城中各大势力的高层人物，其中不缺乏总负责人。3大势力的强者也来了。很快他们看到天网公司的高层、星空联盟的高层，还有星际航行公司的高层都纷纷前来。紫衣真神亲自来的，早就听说紫衣真神看中秦晨，看来不假。人们看到一身紫衣的紫衣真神走来，他直接找了一个好的位置停下，没有和任何人交流。从表情上能够看得出来，他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很明显，一场和他无关的封王大会还不至于让他如此对待，唯一的解释是因为秦晨也参加了。一个接一个的势力大人物来，让在场准备观战的人感受到了这次盛会的重要。此刻整个现场看似很乱，但是每一个势力的人都自觉地将观战席分成了不同的区域，每个势力的人都在各自区域内没有乱跑。天网公司所在的区域有不少的人来，他们一个个神色都很严肃。这秦晨要是我天网公司的人就好了。其中一人小声道。作为天网公司的一员，在以前他们都非常有优越感，哪怕面对星际航行公司和星空联盟的天才，他们同样感觉高人一头。然而从秦晨进入星际航行公司后，一次次让人震惊的事情让他们感觉到，现在整个原始城中星际航行公司的关注度已经反压了天网公司一头，这让他们在面对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时完全没有了以前的心态。听说以前公司其实有机会的，结果雷总端着架子一直没有采取招揽行动，相反星际航行公司的紫衣真神却是亲自出面，秦晨这才去了星际航行公司。禁言，千万别让雷总听到。有人连忙传音给说话之人。现在他们都很怕天网公司的总负责人雷山，因为对方的脾气越来越不好，尤其是秦晨崛起之后，而对方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公司的人身上，要是被听到他们谈论，少不了一顿教育。其实你们也不用太多虑，这次就是一个机会嘛。突然一个身穿灰色大衣的人在群中说道。众人转头看向他，灰衣人一笑，这次的封王大会，我天网公司报名参与的人应该是数量最多的吧。众人点头。目前在原始城中，天网公司的封王不朽强者最多，报名的也是最多的。既然这次秦晨也要参加，那么我们天网公司的人打败他，不仅能够按下他的嚣张气焰，也让众人知道，即便星际航行公司有秦晨，我天网公司也是最强的。灰衣男子微笑道。众人纷纷一愣，有人直接开口，不对吧，秦晨只是超凡，以封王巅峰的修为拜他，似乎不光彩啊。对啊，而且这次秦晨之所以参加，是因为第4城主给他设置的挑战，能不能全程参加不好说，也许只参加一场，那样的话公司的人都不一定能够对上他。有人摇了摇头，这种方法显然不行。然而灰衣男子却自信一笑，你们都错了。首先秦晨确实是超凡，输给封王看似应该，但是真的这样吗？现在秦晨的名气太大了，他也早就杀过垂钓老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可以战胜封王的。如果现在输了，人们只会觉得他没有进步，哪怕只是一部分这样认为，对我天网公司也是有利的。至于说能不能遇到他，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天网公司参加的人最多，机会最大不是吗？到时候如果争取一下，说不定真的有机会呢。闻言不少人都露出了沉思，不得不说灰衣青年说的很有道理的。鸡鸣，你这次也报名参加了吧？有人看向身边的一个青年。鸡鸣点头一笑，确实参加了。这次从苍蓝星域调到原始城，本来是想要在这边好好修行一段时间，既然遇到了这么隆重的大会，自然有些手痒。你现在是不是又有戏突破封王巅峰了？那人好奇道。鸡鸣虽然是刚调到总部来，但是和他们关系却不错，为人很是热情。我本来这次是希望来总部，靠着总部的资源突破真神的，没想到又一系突破了，到了封王巅峰，如今有2系到了封王巅峰了。鸡鸣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显得十分好说话。要知道一般人都不会主动说出自己的修为，哪怕是其中一系，可是鸡鸣仿佛没有防备，这也是他能够在总部这边这么快就和众人打成一片的原因。突破真神本身就难，整个宇宙真神数量也是不多，你现在年龄也不大，能够2系达到封王巅峰，很厉害了，1000年之内有望真神的。那人缓缓说道。对于鸡鸣来天网公司总部的原因，他没有任何怀疑。
毕竟无论是天网公司还是别的势力，有人修为到了封王巅峰瓶颈后，一般都会选择来到原始城的总部闭关修炼，因为这个时候公司会提供大量的免费资源，一旦真的突破真神，这可是公司的巨大的财富。真神强者、顶级势力也是很需要的。姬明一笑，真神我倒是不急，本身就难。不过说到这秦晨，我还真是好奇，也很想遇到他，毕竟能和号称第一天才的人切磋一下，也是荣幸。那就争取啊！听说秦晨还没有具体安排，既然如此，到时候你可以主动请缨嘛，哪怕他就只安排了一场，没有对上你，在你主动的情况下加一场，问题应该不大。那人缓缓道：秦晨号称人类史上第一天才，有人主动想要和其比试一番，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这一点都拒绝，有些说不过去。但是我有些怕。姬明随意的摇了摇头，怕什么？那人一愣，擂台上一旦真正的动起手来，我怕不小心伤着他，甚至不小心打死他，那就麻烦了。他毕竟是第4城主的学生。姬明淡淡道。闻言，那人笑了笑，这个你无需担心，擂台上受伤是正常的，至于不小心杀了他，你就更不用担心了。这里这么多强者，会及时出手的，哪怕就是真杀了，也是对方技不如人，既然敢参加比试，就会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就算他是第4城主的学生，也不能因为这事就要了你的命，是吧？是吗？姬星诧异。当然，不信问问他们。那人看向周围的人，而他们的话，周围的人也听得清楚，众人都点头，确实如此。原始城虽然不能杀人，但是擂台上比试并不是没有死过人，只要不是逼着对手上擂台，而是自愿比试，偶尔失手，问题不大，顶多会受些惩罚。姬明眼中一亮，这样的话，那我就试试争取对上他，毕竟秦晨也是我苍蓝星域的人。众人都笑了，姬明兄既然要主动争取，那我们都支持你，到时候你要是没有争取到，我们再争取。这次我天网公司的人一定可以对上他，然后打败他，为天网公司拉回一些被他夺走的关注度。哈哈，说得好，就如此决定了。天网公司的人，尤其是要参加比试的封王强者，在这一刻达成了一致。姬明听着众人的话，表面上微微一笑，眼中的杀意却一闪而逝。他通过姬氏的关系调到天网公司总部后，就一边和这些人打好关系，一边注意秦晨的动向。之前秦晨一直在原始城，一直没有出城，他完全没有下手的机会。他不清楚秦晨什么时候才会出城，也许要等到突破不朽，然后被外派。但是突破不朽，谁知道还有多久？而且就算突破了，谁知道到时候被外派会是什么情况？第4城主这么看重秦晨，也许会安排强者跟随呢。所以这次虽然有些冒险，但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错过了也许就没有了。整个原始台周围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嗡！突然，高空之中滚滚的云层向着下方席卷而来，随着云层的落下，它在不断的变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脸法相。城主法相！无数人发出惊呼之声。城主法相，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一刻，很多人都生出了膜拜的冲动。时间差不多了，子怡，你来主持。一个恢宏的声音从法相之中传出。是，城主。一向表现得比较冷漠的子怡，这一刻露出了恭敬。他一步之下来到了擂台上，然后扫视全场。此次封王大会是我人族联盟续上一次天才战之后又一次盛会。这次大会旨在选出优秀的封王强者，封王初期还是封王巅峰，只要你的表现优异，都有机会和第4城主一同进入某个神秘秘境。哗！子怡的话一出，全场哗然。这些人之前还不清楚这次封王大会的目的，甚至有的人觉得是第4城主为了考验秦晨专门举行的，没想到竟然是能够一起进入神秘秘境。要知道，第4城主都亲自去的秘境，岂会是简单秘境？这相当于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应该报名的，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一些修为达到封王的人开始后悔没有报名。现在我宣布一下封王大会的规则。规则很简单，抽签2-2对决，胜者继续下一轮，败者淘汰。现在所有人抽签。紫衣真神手一挥，82个签飞入了空中。顿时，报名参赛的82人冲天起，一人抓住了一个签。都看好自己的号码了。紫衣真神看着82人问道。见所有人点头后，他宣布道：现在开始，1号对2号，3号对4号，以此类推，所有人上台开始比试。原始台非常的大，82人2-2对决，并不是一场场的进行，而是集体进行。当然，这样的比试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毕竟封王强者的战斗波及面会非常大。但是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要让人们在干扰的情况下能够认真战斗。毕竟以后出去的厮杀，意外你是想不到的。轰！82人上台之后，确认了自己的对手，战斗瞬间就爆发开来，没有丝毫的废话可言。一时间，原始台上82个身影，各种元力的用出，让观战之人眼花缭乱。3大势力的封王果然要强一些。随着战斗的进行，人们也发现了差别，3大势力的封王明显有不小的优势。很正常，3大势力整体就断崖领先别的势力，封王同样不例外。星际航行公司观战区，秦晨并没有在前面位置，反而是站在后方。他也在仔细地看着这些人的战斗，尤其是封王巅峰的那些人。毕竟之后第4城主很可能就会给他安排其中一人为对手。不得不说，这些人实力都挺强的，任何一人都是超过了之前他杀过的最强之人。白衣护卫，秦晨。突然，一个声音从他后面传来：“于洋，你怎么来了？”秦晨一愣：“你是不是回过蓝星，然后还出了一些事？”于洋的表情带着严肃。秦晨点头：“对，杀了一些去蓝星找麻烦的人。”于洋能够知道很正常，
他应该和孔永生他们是有联系的。苍蓝星域机室，于洋问道。对。见秦晨确定，于洋看了一眼擂台上，认真道：你要小心了。哦。秦晨眼睛一眯，我在得知蓝星有事后，专门调查了机室，然后就查到机室的大公子姬明来到了原始城，而他现在正在擂台上。说着，他的目光直接看向了一处正在战斗的两人，那个穿着天网公司服饰的短发青年就是。秦晨转头看去，那青年正在和一个老者战斗，而且打得对方节节败退。我查到，他在你刚回到原始城不久后就来的原始城，而且他是通过一些关系被调来的。一个自己家族星域任职的人，突然自己主动要求被调来总部，肯定有问题。姬明在苍蓝星域天网公司分部任职，而姬氏就在苍蓝星域，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差事。再加上对方的修为实力，以后成为分部的总负责人是有很大可能的。一旦成为分部负责人，姬氏在苍蓝星域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活脱脱的封疆大吏。就这样，对方既然主动调回总部，不符合逻辑，哪怕总部资源要多一些，也是极不划算。要知道，调回来再要调回去很难的，毕竟这么大的天网公司不是儿戏，更不是说调就能调的。看来他是准备这次借助大会的机会对我动手。秦晨瞬间就明白了于洋的意思，对方特意来找自己，很明显就是在提醒他，他很可能会争取对上你，然后说失手废了你，或者杀了你。而他天网公司的身份，加上擂台上的失手意外为借口，极可能会逃过惩罚。于洋开口道，哪怕现场高手多，但是蜂王出手就是一瞬间，又是突如其来的出手，还真有可能杀了秦晨。就算没有杀成，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不过我也只是猜测，毕竟他也有风险，为了一个纨绔不值得。于洋缓缓开口，他并不肯定对方就一定是针对秦晨，因为如果被看穿了，会受到极重的惩罚，甚至会影响机势。不，他可不是为了机星。秦晨摇了摇头。哦。于洋疑惑。秦晨解释道，为机星当然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为了整个机势。这次机星死的事情，苍蓝星域那边知道的家族不少，他的那些对手肯定因此而打击机势。而如果这次姬明真的杀了我，并且后果不严重的话，那么姬明和整个机势就会名声大噪。于洋脸色一变，这么说来，他这次就是刻意针对你，是与不是，等下看他如何做就知道了。秦晨平静道，要是他真的要主动争取和你对战，于洋有些担忧。秦晨一笑，那就杀了他。他的声音无比的平静，却让于洋浑身一震。他看到擂台上姬明的强大，出手之间空间扭曲破碎，这绝对不是仅仅一系蜂王巅峰就能达到峰。而秦晨既然说了，他便相信一定可以做到。那么现在的秦晨到底多强？那秦晨好像并不认识我，这样更好。擂台上，姬明一开始就在暗中观测秦晨，他发现秦晨似乎并没有刻意看他，内心便有了猜测。随着时间的过去，擂台上有的战斗开始分出了胜负，不能表现得太强，但也不能太弱，这样才有机会。姬明一直都观测全局，这次蜂王大会，秦晨会有特殊安排，而且是第4城主特意安排的。他猜测肯定不会给秦晨安排太弱的对手，但是也不会安排最强的几人，毕竟考验要恰到好处。所以他一直在等。终于，当他看到有9组分出胜负之后，便砰的一声将自己的对手一掌拍出了擂台。之后，他以胜利者的身份来到了擂台的一边，等待着第1轮比试结束。秦晨，你有没有发现那姬明似乎有些隐藏？于洋对姬明非常关注。秦晨一笑，正常，看不出来什么的。不仅仅是他隐藏了，很多人都是。毕竟是第1轮比试，有把握的强者都在留守，并没有拿出压箱底的实力。当然，姬明的隐藏目的到底是因为留实力，还是因为秦晨，就不好说了。秦晨倒是巴不得对方是因为他，这样他也才有机会先解决一个麻烦。第1轮结束，突然紫衣真神的声音响起，擂台上41人站在那里，这些都是这次胜利的人。接下来你们将会进行第2次抽签。另外，他看向了星际航行公司观战席上的秦晨，这次城主给你安排的挑战可以开始了，你最少要战一场，赢了完成挑战。你是现在开始，还是再等等？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看向了秦晨，这就是城主的考验吗？也太难了。有人忍不住道，现在人数淘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可以说都是精英了。这个时候才让秦晨参与进来，相当于是提高了考验的难度。而秦晨只是一个超凡而已，这考验在大部分眼中已经是无法完成的了。你猜他会不会现在参与进去？有人好奇道。废话，猪脑子也知道，这个时候参与进去是最好的选择，等下一轮岂不是一人信誓旦旦的道。然而他话还没有说完，秦晨的声音响起，我选择等一等。什么？刚刚还信誓旦旦的那人惊得差点跳起来。这一刻，所有人都诧异的看向秦晨，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疯了吧？呵呵，不愧是第1天才，有魄力，自大。人们纷纷议论，有对秦晨选择的不解，有佩服，也有不屑。擂台上听到秦晨选择等一等，姬明内心松了口气。他没有想到紫衣真神直接宣布继续抽签，根本不给任何人选择的机会，所以他一直怕秦晨这个时候参与进来，然后抽签错过对方。而且如果错过了，秦晨又只战一场，那他就没有机会了。下一轮机会更大，这是你的命。他表面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秦晨，内心却是冷笑。就连紫衣真神也是一愣，他是知道秦晨击杀过白衣护卫的，所以大致知道秦晨的实力，一拳能打死白衣护卫。老实说，他觉得秦晨如果现在参与进来，
还是有机会的抽到可以应付的对手。可如果是下一轮才参与进来，无论对上谁都恐怕很难了。你确定要等等？紫衣真神认真的道，给你时间再考虑一下。他已经提示的很明显了，让秦晨现在就参与进来。秦晨摇了摇，我刚刚一直在观察每一处的战斗，我发现大家都太强了，没什么把握，所以我决定再观察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某个前辈的弱点，这样也许才有机会。他说的很是认真，一副真诚的模样。哈哈！闻言后，很多观战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大家都觉得秦晨有些天真了，要找出这些精英的弱点，怎么可能？年轻啊！有人摇头。秦晨虽然为天才，但是确实太年轻了，还是经验不足。擂台上再次紧张的姬明露出了一抹冷笑。紫衣真神眉头一皱，想要再提醒的，但是看到秦晨似乎已经决定，只能暗叹。现在我宣布，第二轮比试抽签开始，抽到空签轮空，41个签飞入空中。顿时41人纷纷抓住了自己选择的签。很快，第二轮比试正式开始。秦晨，你这是准备？于洋似乎猜到了秦晨的想法。秦晨点头，对，我就是要给姬明机会。现在参与的人太多，抽不到他。想要遇到他，就必须赢下比试，继续参加。但是那样一来，他会发现自己不是我的对手。要是他退缩了，就太无趣了。秦晨笑着道。果然如此。于洋内心暗道，秦晨就是这样希望坑人，也不能说坑，只是人人都太小瞧他了，没人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于洋看着秦晨，暗自摇头。他之所以盲目的相信秦晨，就是因为他始终看不到秦晨的底。当你以为猜测到时，你最后发现自己仍然低估了，甚至错得离谱。就在两人说话间，擂台的战斗进行到了白热化。此时的姬明不断地打出自己的攻击，将身前的对手逼得神色凝重。姬明兄，没想到你这么强，平时你也太低调了。姬明的对手明显有些吃力了。陆兄，对不住了，我这次必须要赢下。姬明一边出手一边平静道。当然，姬明兄不用放水，能够跟随第4城主进入秘境，这是天大的机会。罗姓青年已经被逼到了擂台边缘，但是他看起来并没有因此而暴走。不得不说，姬明的关系和人打得很好，换成是别人，即便是技不如人，自己输了，估计也会对自己的对手没有什么好脸色。罗兄，下来我再来给你赔罪。姬明说道，随后双手在身前一抱，无数的雷元素瞬间形成了一个雷球。砰！雷球打在罗姓青年的身上，将其直接打出了擂台。姬明胜！擂台上随着一个个的分出胜负，第二轮比试也随之结束。21位胜利者站在擂台上，而紫衣真神也再次出现。接下来第3轮抽签将会开始。秦晨，这一轮你可要参与进来。紫衣真神又一次看向秦晨，同时也在递眼色，意思是让他参与进来。同样的，观战的人也纷纷看向他。我再等等。秦晨没有犹豫，大声开口。话一出，现场顿时骚动起来。他疯了吧？还要等？他到底在想什么？还要找别人的弱点？这就是天才的思维吗？我觉得有毛病。哼，我猜测他应该是看到这些胜利者的实力，自知不如，干脆放弃了这次的挑战了。一个个都秦晨的选择带着不解，不屑之声比上一次更多。秦晨，现在参加是个不错的选择。另外，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对手，无需抽签。紫衣真神干脆不再隐晦的提醒，而是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意思。再等等，就只会剩下11位胜利者，难度可想而知。这些人绝对是这次报名的几十人中的精英中的精英，甚至有的人还是整个人族联盟中的精英蜂王。秦晨一个超凡，实在是太冒险了。他可是知道第4城主给的挑战，一旦赢了会有至宝奖励的。这种东西，即便是他也无法拿出来给秦晨，所以他不希望秦晨就这样错过了。秦晨自然是知道紫衣真神是真心为他，不过没办法，现在如果自己上去和上一轮一样，无法保证第一场就遇到姬明。我刚刚再次仔细地观察了各位前辈的比试，我发现了其中几位的弱点，但是又不太肯定，所以我再等等，相信一定可以的。秦晨不急不缓地开口，这话把紫衣真神气得不行，他才不会相信秦晨观察什么别人的弱点。在实际的战斗中，还是得靠实力，至于弱点，谁没有？以对手弱点取胜，只存在于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实力相差巨大的情况下，同样被碾压。一个武者即便找到了超凡的弱点，同样是死。这秦晨真有意思啊，难道真的找到了别人的弱点？狗屁，他就是在拖延，看着吧，下一轮他还以这个借口直到比试结束。观众席上无数人议论纷纷，秦晨仿佛没有听到一般，在自己的位置上悠闲地坐着，神色平静。一旁的于洋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知道秦晨有自己的打算。见秦晨不为所动，紫衣真神也无奈，暗自摇了摇头。木系大师上场给众人恢复。很快，几个身影飞上擂台，这些人全部不朽级的强者，而且他们主修木系，专门为别人恢复提供帮助。整个擂台在这一刻变成了青色，无数的木元素开始为21位胜利者恢复刚刚的消耗。当一切结束后，紫衣真神再次甩出21个签，让众人抽签。不多时，第3轮比试正式开启。这秦晨难道真的想要放弃挑战了的？擂台上，姬明一边和自己的对手战斗，一边眉头微皱。按照常理，秦晨应该要下场了，可是偏偏就没有，也不得不让他有所怀疑。他不可能因为我这次回来，我一直很低调，即便紫衣真神都没有注意到，也不认识我，除非专门调查过。想到这里，他摇了摇头，秦晨不太可能调查过他，
因为他来到原始城的这段时间，他都时刻注意着秦晨，对方并没有什么异常行为。那么他真的是因为没有把握，所以想要拖延下去，直到最后突然放弃。他有些着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就没有机会遇到秦晨了。不行，我得表现出很吃力才拿下这场比试，也许下一场他就会参与进来，并且主动选择我。姬明在这一刻内心有了决断，只有这样才会让秦晨上钩。想到这里，他故意露出破绽，砰的一声被对手击中。紧接着他一次次又一次被击飞，每一次都看似不经意间露出破绽。你很强。姬明嘴角一血，看向自己的对手，而他的那个对手先是眉头微皱，然后开口道：你也不错，只是你的漏洞太多。是吗？那就再试试。姬明没有退缩，再次上前和对方站在一起。两人的战斗看似另一人占据上风，但是却完全被姬明引着走。在其他所有战斗结果后，姬明最终艰难地赢下了比试。可惜，就差一点。他的对手摇头。姬明喘着粗气，显得非常谦虚。是，我的运气比较好。很快，这一轮胜利的11人站在擂台上，他们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这11人在整个人族联盟的所有不朽中也是佼佼者了。有人羡慕地说道：这次蜂王大会很仓促，很多在外面的蜂王并没有回来，所以规模并不大。但是他们能够再走到这一步，确实也证明了他们的优秀。毕竟这次报名参与的81人，放在整个联盟的不朽中也是很不错的。听说这次大会只有4轮，接下来就是最后一轮了。你们猜测这里面谁会到最后，谁又会被淘汰？众人都开始好奇起来。如果这最后一轮被淘汰，确实很可惜。最有可能被淘汰的就是那个排在最右边的那人，他是天网公司的吧？很多人都第一时间看向姬明，因为在刚刚他是最后赢下比试的，而且是艰难赢下，差点就翻船了。他是肯定的。另外我觉得从左往右的第6人也会被淘汰，他刚刚也很吃力。还有第3个，他虽然是第3个赢下比试的，不过他的对手相对较弱。人们纷纷开始猜测，很多人都意见不同，但是对姬明被淘汰却出奇的一致，因为刚刚他表现最差。安静！紫衣真神突然出现在擂台上，大喝一声。等所有人安静下来后，他缓缓道：接下来是最后一轮。另外，秦晨，这次你必须参与，不得拒绝。他的表情严肃认真，直接下了命令。他倒不觉得秦晨会放弃，但是他怕秦晨再次选择等，那样一来难度更大了，索性直接下了命令。至于第4城主那边，反正这次是让他主持，大不了下来挨一顿批评。紫衣真神的突然下命令让秦晨一愣，不过他还是站了起来。反正刚刚紫衣真神也说了，他可以不用抽签自己选择对手，那么就无需担心遇不到姬明了。看到秦晨一步步地朝着擂台走去，在场所有人的情绪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他们早就想要看秦晨加入进去，看一看这位号称第一天才的人物到底如何，竟然会被安排参加蜂王大会。而之前很多猜测秦晨会拖延时间，直到放弃的人，大多数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哈哈，他想要拖延到最后才放弃，没想到直接必须参加，这下他惨了。是啊，耍小聪明不可取。一开始如果他参加，还有可能赢，即便不赢，大家也不会说什么，毕竟是超凡。可是现在他不仅必输，还会被嘲笑。有人开口道：你们说他会选择抽签，还是接选择对手？有人问道。废话，当然直接选择对手，而且就是选择最弱的。抽签，谁知道会抽到谁？有人没好气的开口。擂台上听到众人的声音，姬明内心很是欣喜。如果秦晨选择最弱的，那么他刚刚做的一切就都达到了目的。人群中，于洋听到周围的人谈论，再看走向擂台的秦晨，不得不佩服。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秦晨会选择姬明，那么真的选择姬明就水到渠成。姬明想要算计秦晨，殊不知一切都在秦晨的掌握之中。正走向擂台的秦晨微不可察的一笑，既然大家都猜测他会选择姬明，那么他就满足大家。秦晨，选择你的对手。秦晨刚一到擂台，紫衣真神就开口了。他没有问秦晨是否参与抽签，而是直接让其选择对手，这明显就有些偏袒了。不过他却毫不在意。秦晨的目光一一扫过了11人，都好强啊。他带着无奈的声音，让你一开始就参与，你不参与。紫衣真神眼睛一瞪。秦晨最后将目光锁定在姬明的身上，苦笑一声。我观测了几轮，最终发现破绽最多的还是这位前辈。闻言，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意外。姬明则是露出了苦笑的神色。我就知道我会被选中，不过也正常，我确实已经到了极限，也是众人中实力最差的。秦兄弟选择我，我也只能欣然接受。秦晨一笑，那就得罪了。他拥有火眼金睛，谁的修为如何，他清清楚楚。虽然修为不等于实力，但是结合众人的情况，也能猜测个大概。姬明绝不是这里最弱的。既然对方喜欢装，那就等他装下去。他看向紫衣真神，我就选择他。紫衣真神点了点头，好。果然不出所料，秦晨还是有些脑子的，没有太过高傲。秦晨的选择在众人的意料之内，这也证明了其没有自大到没边。可惜了，即便是他选择的这人最差，但也是10强人物，他错过了最好的时机，还是有些摇头。秦晨一开始的决策就错了，观察别人的弱点，这个脑回路他们觉得有问题。现在木系大师开始恢复，紫衣真神也不再耽搁，直接道。早就已经来到擂台上的众多主修木系的强者开始恢复刚刚参加了比试的10人。等完全恢复后，紫衣真神继续道，剩下的10人开始抽签。抽签再次开启，签抽完后，他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对手。
擂台上总共12人，两两相对而立。比试开始，紫衣真神一声令下，轰轰，开始了，开始了！这是最后一轮，决定最后和第4城主一起去秘境的人选。现在才是他们拿出压箱底实力的时候。四周观战的人此时的情绪才达到了高潮。咦，秦晨那边怎么没动？很多人都在注意秦晨和姬明，毕竟秦晨的名气和这次特殊安排，对让他们好奇。擂台上，秦晨和姬明相对而立，两人都没有主动出手，而是仔细地盯着对方。姬氏倒是不错，秦晨内心暗道。姬氏一族2个子弟，姬星虽然是纨绔，但是姬明却非常优秀，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姬氏很可能会再上一层的。秦兄弟，准备好了吗？姬明看着秦晨，显得很是客气。秦晨点了点头，差不多了。准备好了就行。这次的大会，胜者可以跟随第4城主去秘境，所以等下我会出全力。如果不小心伤着秦兄弟你，可不要怪我。他说到伤时，语气莫名的变得重了一分。秦晨认真的点头，我知道，比试嘛，难免会有伤亡，我理解的。好，那就得罪了。轰！一瞬间，姬明的气息升到了顶点，恐怖的气息让周围空间猛地扭曲起来。随着他身体的移动，一圈又一圈的气浪肉眼可见的泛起，可怕的杀意在这一刻充斥着整个擂台。距离两人最近的战斗之人纷纷诧异的看来，就连观战席上众人也都纷纷震惊。这么强！姬明此刻的气势和之前完全不同，这一刻起码比之前强了1倍不止。他隐藏了实力。有人惊呼道：煞气，好强的煞气！有人感受到这股煞气，哪怕是在擂台之下，心神也有些不稳，开始不停地往后退。为了和第4城主下秘境的名额，这是要拼命吗？可是有必要吗？秦晨真的有这么强，值得他如此对待？众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姬明的心理，只是觉得对方在拼命，想要赢得比试。而此时，高空中的紫衣真神眉头一皱，他有些拿不准，这姬明是要杀秦晨，还是在拼命想要赢下比试？秦晨兄弟，我来了，拳脚无眼，你要小心了。姬明这一刻的声音响彻全场，距离秦晨越来越近。秦晨站在那里，已经隐隐感觉到对方散发的煞气中隐藏的杀气，不过他神色仍然平静，大声道：好的，姬明前辈，你要杀我就来吧。他的话让观战的人一愣，让紫衣真神脸色一变，更是让冲来的姬明瞳孔骤缩。然而就在这时，秦晨动了，他不退反进，直接一步踏出。随着他的踏出，他体内的100万星辰细胞变得狂暴起来，5级状态瞬间开始，恐怖的力量让他的身体都膨胀了一圈，恐怖的能量爆发，让整个擂台都在颤抖。迷失！秦晨轻喝一声，迷失！秦晨的声音很轻，却响彻整个擂台。随着声音的落下，仿佛一颗太阳以秦晨为中心突然炸开一般，整个擂台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我的眼睛！发生了什么？这一刻，正在观众席上的无数人惊声大叫，他们一个个的眼睛被刺得瞬间失明，仿佛大脑也受到了这光芒的刺激一般，一片空白。擂台上方圆10000米之内正在战斗的一些脸色大变，紧接着他们就露出了茫然之色，身体愣愣地站在那里，如同失魂。什么？正冲向秦晨的姬明首当其冲，他惊叫一声，下一秒身体就定在了原地。这是哪里？他看到自己站在了一个空旷的世界，这一个世界除了光明什么都没有。很快他陡然一惊，反应过来，当即就挣脱了这种迷失的状态。然而当他抬头时，秦晨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火拳无双！秦晨的手中千机伞变成拳头，带着可怕的火焰之力，一拳破空，打向了姬明的胸口。不！姬明感受到那恐怕的力量袭来，脸色大变，内心惊恐到了极致。他想要躲，想要反抗，但是在他清醒过来的那一刻，已经来不及了。秦，他艰难地发出声音，眼中带着后悔之色，想要求饶。姬明，你的家人去我蓝星找事，还想要以我亲人要挟，我杀了他，你就计划来原始城找机会杀我，今日我便送你入轮回。秦晨的声音从战场中心响起，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正当所有人猜测是怎么回事时，轰的一声，擂台上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无数的火焰炸开，火焰和光明一起，让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甚至不少人忍不住双手死死地捂住眼睛。这一刻，擂台上无论是在10000米之内还是以外的人，全部停止了战斗。当火焰和白光散去，人们全部看向了秦晨所在的位置。只见秦晨平静地站在那里，而他的面前，姬明同样站着，只是他脸色苍白，眼中还带着惊恐，似乎没有了生机。发生了什么？有人疑惑。这么强大的冲击，姬明死了不意外，可是他的身体为何还站在那里？不是应该被打飞或者打得粉碎吗？死了，他的5脏6腑，所有的身体机能完全被摧毁，不朽之力在瞬间被清空。有见识广的人喃喃道：什么？死！闻言众人倒吸口凉气。封王强者的不朽之力被瞬间清空，这是什么样的实力？好强的辅助手段，好强的力量，好强的控制。有人忍不住赞叹。秦晨的武学迷失让对手瞬间迷茫，然后以恐怖的力量将其击杀。击杀就算了，还是这种霸道的方式，直接摧毁身体内部，肉身从外表上看起来完好无损。这种力量的精妙控制，可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整个人族乃至整个宇宙，他就是超凡无敌，甚至不朽能够比他还强的，已然不多了。有人轻声道：
语气带着不可思议。秦晨还只是超凡，然而他已经站在了不朽中的金字塔尖，这种事情他们别说见了，以前从未想象过。超凡击杀不朽不是没有过，甚至在历史上同样有超凡杀过蜂王，可是杀的只是一般的，能杀姬明这样的还是一拳打死的。秦晨是古往今来第一人，最可怕的还是他的心智。人群中一人突然开口，对他之前说的那些话，很明显他和姬明恩怨。根据姬明突然的强势爆发，可以肯定姬明一开始确实是伪装，为的就是杀秦晨。然而秦晨也一直在忍，一次次的没有参与进去，为的就是能够遇到姬明。有人开始了分析，姬明想要算计秦晨，结果被秦晨反算计了。此时的众人才纷纷反应过来，再次看向台上的秦晨，敬畏多了一分。这么强的天才已经够可怕了，还是个老阴货。而那些参加比试的人，此刻一个个心有余悸，甚至有的冷汗直冒。他们有的之前还对秦晨一直没有加入进来有些失望，因为都想遇到秦晨，这样一来可以更大把握晋级。现在看来，幸好是没有，否则自己会输得很惨。高空中，紫衣真神盯着秦晨，表面平静，内心却震动不已。之前他还在担心秦晨，一次次的想要秦晨快点参与进来，这样才能对上弱一些的对手。结果没想到对方是有着自己的打算，把我都给骗了。这小子，他摇了摇头。其实星际航行的高层很多都在关注秦晨，秦晨很优秀，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着担忧，毕竟秦晨太年轻了，进步太快了，可能心性方面有不足，这在以后出去闯荡足以致命。现在看来是他们多虑了。此刻的秦晨站在擂台上，深吸口气后，看向紫衣真神：“我是只需要参加一场就够了吧？你嫌不够？”紫衣真神笑了笑：“你若是想要继续也可以，没有规定说只能一场。”话一出，擂台上所有参赛者内心猛跳，看向秦晨，生怕他就点头了。秦晨摇了摇头，算了，这些前辈都很强，把握不大。卧槽！听到他的话，所有人都一阵无语。他们很快就想到了，之前秦晨就一直在这样说，可是之前说大家都不知道，也就当真了。现在都看到了秦晨的恐怖实力，还这样说，简直就像是无数个耳光打在他们脸上。低调也不是这个低调法，他当我们是傻子吗？有人无语地说道：“你既然不继续，那就到观众席，也可以提前离开，去第四城主那里。”紫衣真神摆了摆手，连他都对秦晨有些无语。很快，他不再理会秦晨，而是大手一挥，将那姬明的尸体给清理掉，这才看向擂台上其他人。比试还未结束，还不继续？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再次战斗起来。秦晨走下擂台后，并没有离开，而是再次回到了之前那个位置。厉害！于洋第一时间对秦晨竖起了大拇指。饶是他相信秦晨能够击杀姬明，并且做好了心理准备，也被秦晨刚刚的出手震得头皮发麻。秦晨摇了摇头，不是我厉害，而是对手太弱。这话也许别人会觉得他在装，可却是他的真心话。一开始他就做足了准备的，甚至在之前他都吞下了不朽金，为的就是在不是对手的时候直接突破。反正这次挑战并没有要求他必须是超凡，可是现在并没有突破不朽就打死了姬明，不得不说只是对方弱而已。也是你足够强，除了姬明，就现在擂台上的任何一人，你也可以将其击杀吧。于洋开口笑问道。擂台上自然有比姬明强的，但是要说一拳打死姬明，没有一个可以办到。可以。秦晨看了一眼正在战斗的人，点了点头。这些人中最强的一个和姬明一样，也是双系蜂王巅峰，不过对方其他武系修为更高，元素种类也比姬明更具有攻击性。不过这样的实力，他使用5级状态后仍然可以做到快速击杀，那就是了。现在恐怕整个万族都没有几个不朽能是你的对手，不朽中无敌啊！于洋感慨道。他拼死拼活的，如今别说和不朽比，就是在超凡中也算不上优秀。不朽中无敌。秦晨摇了摇头，不朽没有那么差。这次参赛的人只是武系，虽然都是蜂王，但并不是所有系都蜂王，和那些真正强大的蜂王不朽比起来，算不上什么。虽然人人都觉得他厉害，但是他还不至于自大到不朽无敌。要成为无敌不朽，还有很长的路。他暗自摇头，就算他马上将其中一系突破不朽，也不敢保证自己就能成为无敌不朽。很简单，这个宇宙肯定有掌握了6系、7系，甚至8系的不朽。要是这些人中有一人的修为是全系蜂王，那么他现在绝不可能是对手。随着时间的过去，擂台上的战斗一个个的开始分出胜负。赢下比试的人都隐藏不住的兴奋，而输了的却是无比的郁闷，感觉比丢了资源还难受。本次比试结束，赢了的5人回去做一做准备，第4城主出发前会有人通知你们。紫衣真神宣布道。很快，众人散去，秦晨离开后，直接朝着第4城主的雕像而去。当他来到这里后，第4城主仿佛在等他一样。老师，秦晨开口，表现得不错。第4城主开口夸了一句，他难得夸人，但是这次秦晨让他意外。侥幸，秦晨谦虚道。第4城主摆了摆手，你也不用谦虚，能够在归一境界一拳击杀一名双系蜂王巅峰，这是可以记录在人类史册上的大事。你也再一次证明了人类的潜力是无上限的，这是你应得的第3件奖励。说着，第4城主就拿出了那件黑暗羽翼。秦晨伸手将羽翼拿了过来，触碰到的一瞬间，他就感觉到了这羽翼传来的一种苍凉之感。这感觉仿佛在告诉他，这羽翼经历了太多岁月，从曾经的辉煌
到现在的沉寂。老师，我仿佛感觉到这羽翼有自己的意识。秦晨问道。之前的千机伞和空空软甲都是至宝，但是他拿到后只感觉其神奇，然而这羽翼却仿佛能从其身上感觉他的经历，这是完全不同的感受。第四城主一笑，你能感觉出来，说明这件至宝很适合你。世界任何武器、至宝都不会有自己的意识，之所以你会有那样的感觉，是因为这件至宝是天地诞生，而非人为制造。同样，它存在的时间实在太久太久了，经历了无尽岁月，所以在它的身上残留的痕迹太深，被你感受到了而已。天地自然诞生的至宝。秦晨诧异无比，这是我当初在一个秘境中获得，为了它，我还受了一次不小的伤。第四城主随意说道。然而秦晨听后瞳孔一缩，第四城主都受伤，那秘境有多么怕，他还没法想象。我不久后就会离开原始城，你现在若是还有什么修行上的疑问，可以问我。第四城主突然道。秦晨摇了摇头，暂时没有。他的修行大部分靠着系统武学的修炼，问题也不大。不过老师，我最近有所感悟，也许很快就会成为不朽，也许到时候会有问题。秦晨缓缓道。要是不朽有什么问题，第四城主又离开了，那他可没法去秘境中找对方，所以他想着是不是可以发信息询问之类的。要突破了。第四城主诧异。秦晨点了点头，只是感觉，不过具体会不会突破，什么时候才突破，我不敢保证。第四城主点了点头，内心暗自松了口气，要是秦晨能够随时突破，那他真的要怀疑对方是不是找到了什么诀窍，可以没有瓶颈的修行了。我去的秘境无法通信，你若到时候真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询问子衣，若是他给的答案无法让你满意，就去问光明，我会给他打招呼。第四城主开口道。他口中的光明就是原始城的第9城主，也被称为光明城主。是。秦晨点头。离开第四城主那里，秦晨回了生活区。刚一进来，他就看到一人正在等他。紫衣真神。秦晨疑惑对方为何会来找他。刚刚天网公司的人来了星际航行公司。紫衣真神开口道。因为机明。秦晨眉头一皱。紫衣真神点了点头。来的谁？秦晨问道。他在击杀机明时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是因为机明一直在算计他，被他反杀了而已。而且这种事情只要稍微一查就会清楚的。雷山。紫衣真神认真道。他。秦晨一惊。雷山，天网公司总负责人，已经被我打发走了，不过此人有些不讲道理，以后你需要注意一下。紫衣真神提醒道。他还能对我出手？雷山这人似乎对他一直有意见，不过之前他并没有在意，毕竟两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接触，有意见总不至于刻意针对他。没想到这次会因为机明来找到星际航行公司，确实不讲道理。此人心胸不怎样，虽然不会亲自对你出手，但是他底下的人为了讨好他，对你使用一些小手段，他也会当作看不见。紫衣真神道。秦晨点了点头，多谢提醒。紫衣真神摆了摆手，随便提醒你一下而已，接下来你最大的心思还是要花费在不朽上。星际航行公司有规定，突破不朽会有具体的职位安排，可能被外派，也可能会留在总部任职。在我人族联盟历史上，从超凡巅峰最快突破成为不朽的，只用了5年时间。你要是在2年之内能够突破不朽，被外派还是留在总部，任你选。若是1年内突破，甚至可以给出一些职位自己选。紫衣真神说完后，看着秦晨，面带笑意。历史上5年时间，而秦晨作为历史第一天才，自然要缩短时间。他给出3年，虽然难度很大，但不是不可能，这是给秦晨压力。1年时间可以自己选。秦晨一愣，确认地问道：像星际航行公司这种大公司都是直接安排的，而且大多数时候都会避开自己出生的星域。现在紫衣真神说可以自己选，这可是一个相当于不容易的特权了。毕竟像秦晨这样的人，一旦外派，官职不会小，又可以自己选，这种待遇以前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紫衣真神一笑，你的心倒是很大，先满足3年再说。他之所以会给出1年的条件，不过是顺口刺激一下秦晨而已，并没有指望秦晨真的要去做。没想到对方还当真了。好了，事情我都跟你说清楚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紫衣真神说完便转身离开，没有任何的逗留。秦晨也很快来到了自己平时修炼的密室中。进来后，他便盘坐下来，开始运转自己的吞噬技能。体内那被土元素包裹的不朽晶在这一刻瞬间开始释放能量，这些能量被吞噬后，渐渐地转化为秦晨自身的能量，然后不断地冲击着不朽那层屏障。如果有人可以看穿秦晨的身体，就会发现他体内原本有10颗元素星辰，这些星辰看起来不相同，颜色不同，形态也有区别，各自代表的都是自己的元素。它们在秦晨体内不停地旋转，速度并不快，就是正常的速度，但是每次的转动就是给秦晨提供源源不断的元素之力。另外还可以看到这些元素星辰上都有一条粗大的星纹，这条星纹就是10条星纹融合而成，它几乎将整个星辰都包裹住，仿佛就是为了让元素星辰更加的牢固。此刻随着秦晨对不朽晶能量的吸收，其中那颗火元素星辰转动开始加速，同时它表面的星纹也在渐渐的消失，准确的说是星纹在不停的融入星辰之中。而随着融入，星辰开始膨胀。如果说之前的元素星辰可以看成是人体宇宙中的一颗行星的话，那么现在这颗星辰正在朝着恒星演化，而原本从星辰中散发出的超凡之力也在发生蜕变，变成了不朽之力。丁，
你的火系境界突破成为不朽。系统的提示声响起，秦晨当即就看向了系统数据中火系境界那一行的变化。火系境界普通不朽，元素星辰演化进度1%。系统给出的境界并没有划分出初期、中期之类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因为它这个更加的具体，已经划分成了100等分。如果非要说初期，那等星辰演化进度达到130%以上后，自然就是中期了。另外，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战力那一行，结果发现战力数据已经消失，没有了。也是，越到后面，纯粹的战力已经没有多大的代表性了，实力和战力的差距实在太大，这恐怕也是避免我太过看重战力数据。他摇了摇头，猜测的想到，战力不能不说不重要，但是随着修为的提升，元素种类的变多，战力的意义也在缩小。因为战力只代表了力量，可是实力需要综合的太多了，力量、速度、辅助、防御、意识、精神力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武学手段。如果太过在意战力，恐怕只会让自己的实力更差。很快，他再次内视了自己的体内，火元素星辰已经停止了膨胀，虽然演化进度只有1%，可是和之前比不起，大了1倍都不止。另外，他还发现自己身体中的一些星辰细胞竟然移动到了火元素星辰周围，开始围绕着它运动，仿佛此刻的火元素星辰是恒星，而那些星辰细胞则是一些行星，看成一个整体，犹如一个星系正在形成一样。当他将自己刚刚突破的修为稳固了一下之后，缓缓站了起来，然后走出了修炼室。我修炼了多久？秦晨看向守在外面的护卫，回少主，不到半月。守卫听到问话，连忙恭敬的开口。他偷偷的看了一眼秦晨，内心大震，因为在那么一瞬间，他感受到了秦晨身上的一丝不朽气息。突破了！天啊！守卫内心狂吼。半月吗？这次的时间之长倒是出乎我的预料。他轻声喃喃，他只是吸收了一小块不朽晶，而且星辰演化进度只有1%，却用了差不多半个月，对于他来说确实不少。由此也可以看出，不朽的提升难度很高，若是以正常的修炼，时间上的花费是非常可怕的。然而他的话让几个守卫彻底沉默。别人突破不朽几十年都是少的，几百年、上千年也不奇怪，半个月还嫌久，他们有种去死了算了的冲动。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秦晨问道。回少主，并没有什么大事，不过天网公司这段时间倒是有不少人来我公司找人挑战。守卫开口道。来挑战？秦晨疑惑，天网公司的人跑来挑战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干什么？有没有什么好处？少主，你上次不是打死了一个天网公司的人吗？虽说那人和你有恩怨，咎由自取，但是天网公司觉得他们丢了人，被我们压了一头，所以他们想要找回一些面子。守卫笑着道。天网公司的人以前一直都很自傲的，他们哪怕是见到星际航行公司和星空联盟的人都会有优越感。秦晨进来后，他们的风头几乎就被星际航行公司给抢了，加上这次的封王大会更是丢了人，所以开始了一些反击。秦晨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在他看来，这些人的行为很幼稚，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天网公司再怎么被抢风头，始终还是人族联盟的3大势力之一。真要觉得丢人，就应该更加的在人员质量上下功夫，而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找回面子。他不再关注这个，而是冲天而起，直接飞向了星际航行公司总部。来到总部后，他直接走向了紫衣真神所在的办公区域。修炼上遇到问题了？看到秦晨来找自己，紫衣真神笑了笑，再天才也是会遇到难题的，要突破不朽确实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个极难的关卡，跨过去，在修行上就算是登堂入室了。别看现在你遇到的不朽很多，但你要知道，你是在人族的核心之地。放眼整个宇宙，能成为不朽的有不少，但是和整个生灵的数量比起来，就太少太少了。说说看，你遇到什么问题？也许我能为你解惑。紫衣真神先是说了一下要突破不朽的不易，也是对秦晨进行一些安慰，然后才问出了问题。秦晨一时间被整不会了，他可不是来问问题的。没事，你说吧，这里只有我一人，不会有人知道你遇到的问题。紫衣真神见秦晨没有开口，继续道：那个，我突破了。秦晨深吸口气后轻声道：什么？紫衣真神一愣，他以为自己听错了。秦晨也没有多说，身上的不朽气息瞬间散发而出。紫衣真神感受了之后，脸色一变再变，火系不朽，你真的突破了？他记得和秦晨上次见面才过去半个月吧，也就是说秦晨闭关只有半个月时间，然后就突破不朽了。秦晨点头，侥幸突破了。侥幸？紫衣真神眼睛一瞪，这种事情哪有什么侥幸可言，只能说秦晨的天赋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所谓不朽瓶颈在秦晨这里根本不存在。你来这里就是和我炫耀你突破了？紫衣真神没好气的道。此刻他有些郁闷，之前还说让秦晨3年内突破就很厉害了，1年几乎不可能，可是现在却是半个月，他感觉自己的脸被打得火辣辣的痛。前辈忘了，之前你说1年内突破的话，我可以自己选择职位的。秦晨提醒道。紫衣真神摆了摆手，还没有准备好，你先回去等着吧，准备好了会通知你。之前他确实答应过秦晨，不过没想到秦晨会这么快。要知道职位的安排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要给秦晨选择，自然要安排多个职位，这些职位是否适合也需要多方面考虑的。秦晨有些无语，他没想到这边还没有准备好，但也只好点头，然后转身离开。什么鬼？见秦晨消失在视线中后，紫衣真神才开口道。
他一直以来都是那种非常镇定的人，很少有事情让他有大的反应。可是秦晨仿佛是专门来震惊他的一样，一次又一次让他意外，这次更是直接刷新他的认知。离开后的秦晨直接回到了生活区，可是刚一回来不久，就有一个星际航行公司的女员工找到了他。秦晨少主，我叫秋月，是星际航行公司专门负责员工居住的管理者。如今你已经成为不朽，你的居住地需要换一个地方了。另外，不久后公司不会再为你安排护卫。秋月缓缓道，语气十分的恭敬。秦晨点头，那就带我去新的居住地吧。这里是超凡天才的居住之地，公司也有规定，不朽之后就会将位置腾出来，他也没有为难对方。谢谢理解，请跟我来。秋月面带职业微笑的道。很快，秦晨便跟着秋月向着星际航行公司另一片生活区域而去。不久后，两人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别墅区，那里有一栋栋的别墅，每一栋的占地面积都能相当于蓝星上的一座小型城市。前方就是专门为公司一些不朽强者安排的生活区，住在这里的人大多都是在总部任职的不朽。秋月解释道，我现在还没有确定职位，也安排有专门的地方。秦晨好奇的，不出意外的话，他会选择外派到别的星域，所以很快就会离开，安排居住的别墅以后也用不住的。秋月一笑，秦晨少主是我星际航行公司重要人物，不管你之后会不会在总部，这里都会给你留一个地方的。说话间，两人已经走进了别墅区。秦少主，你的别墅号为1号别墅，在最里面。秋月指着别墅区最后方。这里一共有多少别墅？秦晨好奇地问道。别墅区很大，但因为每一栋别墅占的面积也很大，所以他看到别墅的数量并不算多，一共100栋。能住在这里的都是在公司中有一定职位的人，职位不够有另外居住的地方。秋月解释道。两人穿梭在别墅区中，一切显得很是安静，他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人在这个环境下修行，确实是不错的。请银山王出关。突然，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秦晨好奇地看去，在3号别墅前正有不少人，其中一个看似带头的男子对着别墅门口高声喊道：我正是突破的关键时刻，无法出手，你们走吧。别墅中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银山王，天网公司的人最近专门针对我星际航行公司，如今我公司的不朽中也只有你能一战，你若不出，我等也无脸回去。是啊，银山王，天网公司的人一直在这附近转，挑衅之意明显，嚣张至极，我等无法忍受。门外的一众不朽纷纷都在开口，然而别墅中却再也没有声音传出。秦少主，走吧。秋月看了一眼，然后说道。什么情况？秦晨疑惑道。秋月摇了摇头，就是最近天网公司的人来我公司对我们发出挑战，少主无需在意，这种事情历来就有，而且原始城各大势力之间的天才本身偶尔就会相互挑战，只是最近天网公司似乎对我们有所针对，挑战也频繁了一些，这边没人能够应对。秦晨意外，虽说星际航行公司和天网公司比起来有所不如，但是差距不大，这边的不朽也有不少，总不至于被逼到这种地步。秋月苦笑一声，这烈火王是6系封王，实力很强大。星际航行公司这边银山王倒是不错，不过你也看到了，银山王为人很是孤僻，这种事情他很少参与。秦晨点了点头，看来最近星际航行公司的名气压着天网公司，让天网公司那边有点急了，否则不至于专门让外面的强者回来，刻意针对星际航行公司这边的天才。不多时，秋月就带着秦晨来到了1号别墅区。秦少主，这就是1号别墅。秋月指着前方的别墅开口道。1号别墅和其他别墅看起来明显不一样，不仅仅要大了很多，还豪华很多。另外，正常情况不朽不仅不配备护卫，连守门的都没有，但是这里不同，虽然没有护卫，但是门外却站着2个机械守卫。少主，1号别墅已经很久没有住人了，他的上一代主人还是紫衣真神，而他的第1代主人就是第4城主。秋月介绍道。秦晨一惊，第4城主？紫衣真神当初住过他不奇怪，毕竟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可是第4城主就有些意外了。秋月解释道，第4城主当初就是星际航行公司出来的，他当初进入星际航行公司时，在超凡、不朽和真神都强大无比，压得别的势力天才喘不过气来，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星际航行公司开始崛起。最后第4城主成为真神之上的人物，也成为了原始城的一名城主，就退出了星际航行公司，掌管人族联盟全局，而星际航行公司也因此成为了最强势力之一。闻言，秦晨这才了解到第4城主一些过往。对了，少主，此后这栋别墅就是你私人之物，你看那个灯。秋月指着别墅大门外的一个灯，每一个别墅都有这么一个灯，灯亮代表别墅有主人，而灯灭代表别墅空着。说着，他直接飞向了那灯所在的位置，然后拿出了一个奇怪的卡片，卡片往旁边的灯槽中一插，那灯瞬间就亮了起来。秋月返回后继续道，星际航行公司这边一旦确定别墅主人陨落，就会将灯给熄灭，另外如果别墅主人主动退掉，或者突破真神，又或者受到公司处罚收回别墅，我们也会将其熄灭，除此之外灯将会永远亮着。所以少主你无需担心，即便以后你被外派出去，这栋别墅也将是你的，不会有人私自闯进去。秦晨点头，这还挺人性化的，至少保证了一些偶尔回来的不朽有个好的居住环境。当然这都是给天才的待遇。少主，每栋别墅除了你本人之外，还配了一名官家。秋月说道。随着他的话落，别墅内一名老者也走了出来，他来到秦晨身前，恭敬行礼道：秦少主，我叫穆森，少主叫我穆管家就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的地方随时吩咐。老者一头白发，
但是却异常的精神。秦晨用火眼金睛看了一下，对方竟然还是一名封侯不朽。少主，我先离开了。秋月说了一句，便转身离开。很快，秦晨和穆管家来到了别墅内。你先下去吧，我需要修炼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不要打扰我。等穆管家给他介绍了一些别墅的情况后，秦晨摆了摆手道：随着他的修为提升，自己的精神力以及元素法则方面需要提升上来，所以他要趁着这段时间主要修行这2个方面。是，管家当即退了下去。而秦晨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适合修炼的地方，开始了闭关修炼。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整个不朽的别墅居住区也越来越不平静。天网公司那边来挑衅的人越来越多，星际航行公司这边当然也有人忍不下这口气，接受了挑战。然而他们根本不是烈火王的对手，到了最后只能忍气吞声。就在秦晨闭关后的1个月，一个穿着一身红袍的男子带着一大群人再次来到了别墅区。红袍男子一脸的肃然，而跟在他后面的众多天网公司的人则是一个个昂首而行，神色带着傲然。现在的星际航行公司之人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傲气。一人笑着道：傲气？烈火王一个人就将他们不朽天才给打穿，还能有什么傲气？有人冷笑的开口：他们会不会从外面喊人回来？有人突然担心道：星际航行公司不是没有比烈火王厉害的人，只是没有在原始城中而已。如果这事一直这样下去，星际航行公司这边肯定会通知一些更强的回来。呵，其实我们的目的达到了，现在人人都知道我天网公司的不朽压得星际航行公司不敢露头。烈火王也说了，今天是最后一次来这里，他也准备离开原始城了。有人笑着道：对，而且并不是人人都像烈火王的。一人自信的道。闻言，很多人暗自点头，想到了烈火王的为人。烈火王从小在天网公司中成长，对天网公司是忠心耿耿，甚至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容不得公司受一点损伤。其实像这种势力之间的竞争，偶尔我压着你，你压着我，很正常，互相挑战也并不奇怪，毕竟都是内部的竞争。但是像烈火王这样专程从外面回到原始城来针对性的挑战，独此一份。不过他们也乐于见到这样，能看到星际航行公司的竞争对手吃瘪，自然是好事。走在最前面的烈火王任由他们谈论，没有制止。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别墅区内的一处空旷之地，此地是专门为这里的不朽设置的切磋之地。此刻正有几个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在，他们看到天网公司的人来之后，一个个脸色猛变。又来了，这个月他们来了多少次了？至少有10次，平均2-3天就会来一次，真是欺人太甚。此刻的烈火王来到场地中央后，直接看向星际航行公司的几人：我会在这里等上2天，2天后我离开原始城，你们若是还有强者，就叫来。那个你们口中银山王，我很想见识见识。说完，他没有等几人回话，直接盘坐在那里，闭眼开始等待。几人脸色阴沉，银山王他们不是没有请过，甚至这1个月来每天都会有人去请，然而对方始终不肯出来。其中一人忍不住道：烈火王，你这次回来不就是为了你们天网公司吗？你们天网公司最近被我们星际航行公司压了一头，都是因为秦晨，你有本事就去找他。盘坐在那里的烈火王陡然睁开眼睛：我对超凡没有兴趣，我对超凡没有兴趣。烈火王的话说得很平静，但却透露出了一股强大的自信。这次回来他自然是了解过秦晨的，老实说他一开始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超凡竟然如此厉害。但是毕竟只是超凡，他不可思议的是秦晨能以超凡的修为击杀蜂王的机鸣，而不是因为秦晨实力太强让他不可思议。呵呵，你们几个快去找人，烈火王只有2天时间，就不要拿秦晨来当借口了。他虽然厉害，但是我们烈火王还不至于欺负一个超凡。天网公司跟来的其中一人开口道，字里行间都是在拍烈火王的马屁，顺便贬低秦晨。闻言，星际航行公司的几人脸色难看，这些人要是换了之前见到秦晨都得低头走路，现在有烈火王在，就如此说，有一种狗仗人势的感觉。你们不是有银山王吗？怎么还没有请出来？要不再去试试？哈哈！有人说着就大笑了出来。不用他们来请。突然，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随着声音的落下，一个身影瞬间出现在了众人眼前。银山王！看到来人，星际航行公司的众多大喜。来人一头黑色寸发，身穿银色长袍，身材无比的高大，正常体格的人站在他面前，像是站在一座大山前的感觉。盘坐在空地中央的烈火王此时的也睁开了眼睛。你就是银山王？他之前并不知道银山王这个人，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星际航行公司的人一直在提，这倒是让他有些重视起来。我就是烈火王，以前听说你终于见到真人了。银山王神色平静，你早就可以见到我的，只是你一直避战，这一点倒是让我有些失望。大家都是蜂王，但是烈火王丝毫没有给银山王面子，当面就开始了嘲讽。然而银山王根本没有在意，只是缓缓道：之前我说过我在闭关，自然没有时间理会别的。闭关完了？完了，突破了，有所进步。两人像是在正常聊天一般，但是这一刻，无论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人还是天网公司的人，都有一种大战即将开启的感觉，气氛越来越紧张。那便好，你要是没有进步，就把你逼出来，倒是显得我欺负人。咚！烈火王一步踏出，浑身火焰升腾而起。你们天网公司确实在欺负人。银山王丝毫不退，同样踏出一步。砰！两人瞬间碰撞在一起，巨大的动静也惊动了附近的人，一个个星际航行公司的不朽天才从自己的别墅中走出。这些人中有不少人都是在这段时间内被烈火王打败过的，看
看到银山王出手，都露出了激动的神色。场中，烈火王一双火焰之拳大开大合，每一拳都带着可怕的力量。而银山王主修土系，他防守十分的可怕，烈火王的每一拳都被他挡下，偶尔还打出自己的攻击予以反击。两人的身形在场中越来越快，从地面打了空中，所过之处空间不停的扭曲，甚至出现破碎。没想到星际航行公司的这位银山王还真的这么强。天网公司的一群人，有人看到银山王和烈火王打成这样，吃惊的道：没用，烈火王是主攻，而那银山王主防，再强的防御，在强大的攻击面前，早晚都会被攻破。有人根本没有在意，现在看银山王确实不落下风，但是输是迟早的事情。星际航行公司这边的人一个个都神色凝重，他们很多人都明白，天网公司的那人说的没错，银山王的攻击不如烈火王，这样一味的防御，早晚会败的。不知道银山王能不能坚持防到烈火王力竭。有人小声开口，他们都不希望银山王输，因为输了，目前在原始城中的不朽就真的没人可以站出来了。很难，如此强度的战斗，那个烈火王到现在也看不出来有多大的消耗，肯定掌握了木系，修为还不低。有人摇了摇头。果然，不多时，人们看到银山王开始出现了颓势。砰！突然，烈火王一拳打穿了银山王的防御，将其直接击飞下来。轰的一声，银山王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地上，他很快就站了起来。然而此时的烈火王已经到了，他一拳打出，停在了银山王的面前。你败了。银山王原本要反击的气势瞬间泄了下去。我败了。他点了点头，你很强，不过我主要是防御，若是我的攻击起来，未必输你。烈火王闻言淡淡一笑，等你的攻击起来，我就不是现在这个实力了。另外，他顿了一下，我并非只有现在你看到的实力，而是你的实力不够，只能让我使出这样的实力。什么？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听到后，脸色纷纷一变。银山王也是瞳孔一缩，烈火王的意思很明显，他并没有使用全力。你败了，不过我仍然会在这里等，说2天就2天。你们若是还有强者，我随时奉陪。烈火王再次来到了空地中央盘坐下来。星际航行公司的人脸色铁青一片。银山王已经是目前在总部内中不朽最强的了。哈哈，我们烈火王说话算话，说2天就2天，你们可以随意找人，如果没人，以后你们星际航行公司的人见到我们就得绕着走。天网公司这边有人笑着道，一边拍着马屁，一边嘲笑着星际航行公司的人。都走吧。银山王摇了摇头，他们继续待在这里只会自取其辱。众人都不甘地转身准备离开。等等，也许我们还有人。人群中一个矮瘦的男子突然道。众人都疑惑地看向他。矮瘦男子解释道，我前些天无意中看到了1号别墅的灯是亮着的。所有人顿时一愣，有人道，怎么可能？1号别墅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谁有资格住在里面？我也不知道，不过那天我确实看到是亮着的，我还想去问问的，结果被门外的2个机械守卫给拦住了。矮瘦男子说得十分认真。所有人神色郑重起来。1号别墅无比的特殊，每一任的主人只要中途不陨落，都是未来的大人物。可是现在，整个星际航行公司总部的不朽之中，无人有资格住进去。要不我们去看看？有人提议道。对，去看看，也许真的有我们不知道的人住进去了呢。不管如何，他们都应该去看一看，这是唯一的机会了。而且有时候，公司有秘密培养的强者出世，并非不可能。很快，星际航行公司的众人都向着1号别墅去。听说星际航行公司的1号别墅，上一任主人是紫衣真神，而第一任主人是第4城主，中间每一任的主人都很强大，除了中途不幸陨落的，现在都是不弱于紫衣真神的人物。天网公司这边听到说1号别墅有人，不少人都有些担心起来。怕什么？有烈火王在，况且你没有听到吗？1号别墅前段时间就有人了，要真的有把握，也不至于现在还不出来。有人根本没有当回事，1号别墅又如何？这里住的是不朽，不朽不一定就是封王不朽，也许只是有潜力的普通不朽或者封侯不朽，总之大概率也不会是烈火王的对手。而此时的烈火王也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星际航行公司的众人离开的方向，眉头一皱，1号别墅的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谁，若是将其打败。想到这里，他当即站了起来，然后也朝着那边走去。其他天网公司的人见状，连忙都跟了过去。另一边，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已经来到了1号别墅外，看到那亮着的灯，都露出了疑惑。还果真有人，快喊一喊！有人当即就上前，来到门口后被机械守卫给拦住，不过他没有再进，而是对着大门道：前辈，我叫刘天阳，我代表星际航行公司的众位不朽，请前辈出山对付烈火王。他一喊完，所有人都盯着别墅大门，带着期待的眼神。然而一段时间过去，大门没有任何反应。请前辈出山。其他人也纷纷开口。嘎吱！就在这时，别墅大门打开，一头白发的木管家出现。你们离开吧，少主正在闭关，没空理会这些小事。木管家摆了摆手。小事？众人内心一惊，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关乎到星际航行公司的名声。如果这次被如此压着，以后他们见到天网公司的人就要真的低着头绕着走了。看到木管家要关门，有人急了，连忙道：管家，这关乎到目前在总部的所有不朽之人。天网公司在超凡输了，想要在不朽找回面子，他们以前说了，这次输了，以后见到他们就得绕道，还请通知前辈，请他出关。他们让你们绕道就绕道？木管家没好气道。众人一脸无奈，话是这样说，可是这次之后，天网公司的人遇到他们，一定会嘲讽。要做到完全不在意，何其困难！
大家都是精英，内心多少还是有尊严的，还请管家请一请前辈。众人依然坚持道。管家摇了摇头，少主不会在意这些小事，我也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去打扰他修行。别看穆森只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封侯老者，实力也许还不如眼前的这些人，但他在1号别墅经历了3代别墅主人，见识何其广。在他的印象中，每一代1号别墅的主人都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中断自己的修行。在这类天才的眼中，其他天才的竞争只是闹剧而已。都散了，别在这里围着，若是打扰到少主修行，你们可担待不起。穆管家说完就要关门。等等，突然又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众人纷纷转头，就看到烈火王带着众多天网公司的人走来。穆管家也是眉头一皱，他直接跨出了门槛，盯着烈火王道：烈火王，势力之间互相挑战乃是常事，你们这次频繁来，甚至有针对性也没有问题，但是该有的规矩也要有，前来发起挑战就应该在规定的区域，来这里逾越了。烈火王一笑，缓缓道：管家莫要生气，我只是听说星际航行公司的1号别墅住的都是不一般的人物，所以前来看看。少主正在修行，暂不见人，可以离开了。穆管家声音有些冷，烈火王已经有些过分了，他自然不会有好脸色。不急，此次前来，我还想要向别墅主人讨教一番。烈火王直接说明了来意，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刚刚之所以决定直接来这里，就已经想好了。他猜测这个突然住进1号别墅的人，多半就是星际航行公司秘密培养的一个天才，而这位天才大概率修为不会太高，要么就是刚突破不朽，要么最多封侯。因为如果都已经到了封王的话，没有必要这个时候突然让其住到这里来，而是应该继续隐藏下去，直到突破真神。所以他直接来这里，就是想要挑战别墅主人。如果自己赢了，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以后就不一定了。住过1号别墅都是什么人？强大的有第4城主，弱的都是紫衣真神这类强者。想象一下，他如果这次赢了，以后1号别墅的主人成为人族强者，甚至城主这样级别的人，他战胜过对方这件事，将是伴随他一生的荣耀。哪怕他以后落魄了，甚至陨落了，人们在谈到对方时，也会想到他烈火王。穆管家眉头紧皱，烈火王一再过分，他也很快猜到了对方的心思。我说过，少主他正在修行，你若是非要挑战，就继续等着，少主出关后会有自己的决定。穆管家坚持道。烈火王神色一凝，不朽闭关，动不动就是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可能，他可不想这样等下去。而且闭关之后，万一对方突破到自己不是对手，那便麻烦了。既然管家不愿意，那我便只有亲自来请了。烈火王平静道。你敢？穆管家脸色一变，上前一步挡在烈火王身前。然而下一秒，一股强大的热浪扑面而来，他浑身感觉被灼烧一般，剧痛无比。紧接着，强大的火元力冲击而来，砰！他的身体直接倒飞出去。我又不硬闯进去。烈火王摇了摇头，硬闯那是要被惩罚的，天网公司也保不住他，所以他只是上前，来到大门前后，一道带着强大内力的声音涌进了别墅中。天网公司烈火王，请战！请战！声音传入别墅内后，卷起了滚滚的气浪，刹那间便传遍了1号别墅。正在一个密室内闭关的秦晨突然睁开了眼睛。准！秦晨的声音也瞬间穿透密室，滚滚而去。紧接着，他的身上强大的精神力涌出，一个虚影浮现，直接来到了高空之中，然后一掌便拍了出去。别墅外，喊完话的烈火王昂首而立，其他人也紧紧地盯着别墅内，等待着回应。下一秒，一个准字传来，响在他们的耳中，犹如一道惊雷炸响，让所有人脸色一变。紧接着，他们猛然抬头，看到一个巨大的手掌朝着下方拍来，所过之处，气浪肉眼可见的在向着四周扩散。精神力法相，快退！有人惊声大喊。所有人在这一刻本能反应的往远处退，眼中尽是骇然之色。轰隆隆，随着手掌的拍下，仿佛整个空中的气流在被压缩一般，下方的人感觉到那压迫之力越来越强。烈火王仍然站在原地，他没有退，这是他的战斗，他一退便代表败了，所以他不能退。但是他的瞳孔却是阵阵收缩，他没有想到自己要挑战的这个神秘对手，一个精神力法相手掌，竟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这是一个专修精神力的人，他神色凝重，精神力修行者，诡异莫测，非常的棘手。不过你也太小瞧我了，一个法相手掌而已，就想让我知难而退。他的身体猛然冲天而起，双拳带着滔天的火焰，来到手掌之下后，没有任何的犹豫，一拳轰出。轰！强大的力量让手掌一顿，而他没有丝毫停下，再次出拳，紧接着双拳不停地挥动，每一拳都带着恐怖的力量。砰！终于，他的拳头直接洞穿了手掌，紧接着发出了巨大的爆炸之声，巨掌在这爆炸之下开始消散。烈火王俯冲而下，再次站在了别墅的门外。他看向别墅内，傲然道：不要想着不出面就让我退走，今日我来就是要战胜。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脸色一变，嗡！一个巨大的火球如同一颗陨石一般拖拽出长长的尾焰，横飞而来。我看你还要装神秘到什么时候？烈火王也被弄出了火气，他和人对战还从未遇到过对手如此轻视他，连面都不露。他双手在胸前一绕，同样一个火球出现，被他们猛地推了出去。轰！两个火球碰撞在这一起，炸起来了无数的火花。烈火王的身体被反震的忍不住退了2步，
见到这一幕，周围的人一个个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烈火王竟然被震退了，而对手还没有现身，到底是谁？天网公司的人此刻内心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他们开始担心起来。如果这次烈火王要是输了，他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不仅如此，更是会被别人嘲笑，尤其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人还不知道会如何讽刺他们。这一刻，有不少都有些后悔，早知道刚刚赢了银山王后就劝烈火王离开的。这里住的谁？天网公司的人疑惑，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同样在疑惑。原本他们来这里只是碰碰运气，想着死马当活马医，结果没想到一出手就让烈火王吃瘪了。在他们的印象中，星际航行公司总部这边这段时间似乎没有这样的人，难道真的是公司秘境培养的人？有人轻声道。没人回答他，但是很多人心中都有同样的想法。该死！烈火王脸色铁青，他气势汹汹的来，人还没有见到就让他吃了一个小亏，让他觉得无比的没有面子。烈火王，刚刚天网公司的人都露出了担忧，我没有想到此人竟有如此实力，是我低估了对方，这才大意轻敌。烈火王开口道，他刚刚在情急之下确实没有使出全力，所以被震退了。众人听他这么一说，内心也松了口气。如果烈火王认真之下还被刚刚那一下就震退，这就太可怕了。你们退开！烈火王轻喝一声。等众人退开后，他才对着别墅大门报喝道，不管你是谁，有本事出来一战，别装神弄鬼的。他的声音再次响彻整个1号别墅。密室中确实要比鸡鸣强了不少，换成是鸡鸣，刚刚那一下一定挡不住，而这烈火王却化解了他的攻击，并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要见我，就怕你扛不住。他的背后一对黑色羽翼瞬间出现，然后他的身体就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他收起了黑暗羽翼，已经来到了别墅外，直接停在了烈火王的身前。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时，他一拳猛地砸向了烈火王的脑袋。不好！烈火王脸色大变，身体想要后退，然而他还没有做出反应，砰的一声，身体直直的就倒了下去。他一脸的茫然和惊恐，艰难抬头：你是谁？你不是要见我吗？秦晨平静的开口。而此时围观的人这才反应过来，当他们看到秦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就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秦晨！有人直接叫了出来。秦晨，住在这里的竟然是秦晨。星际航行公司的人有意外有惊喜，而那些天网公司的人一个个脸色猛变。怎么可能是他？他不是超凡吗？为什么会住在不朽区？有人仍然无法相信，他突破不朽了。对，早该想到的，也只有他突破不朽才有资格住进这里，而且还如此强大。有人喃喃道，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快突破不朽？他才多大？还是有人难以置信。但凡说到秦晨，年轻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秦晨之所以被称之为第一天才，除了掌握多种元素系外，最重要的就是年龄。所以很多人都清楚，秦晨的年龄不过40，一个不过40的人，怎么可能会是不朽？你是秦晨？躺在地上的烈火王瞪大眼睛，他听过秦晨，只是不知道秦晨的长相而已。听到众人说对方就是秦晨，他内心狂震。不像。秦晨反问道。烈火王脸色一变再变，他艰难地从地上站起，咬了咬牙后转身离开。哪怕刚刚那一下，因为秦晨速度太快，他没有反应过来，他也知道自己不是秦晨对手。让你走了吗？秦晨平静道。烈火王脚步一顿，脸色难看道，你要如何？秦晨缓缓道，我本在修行，你一再让我出来，我出来了，你要走。他本就不想参与这次的事情，但对方直接以声音惊动他，自然不会让对方轻易离开。我败了。烈火王道，我不喜欢别人逼我挑战，既然你逼了我，又败了，留下你的戒指吧。秦晨随意道。你也可以走，但很快我会去天网公司不朽区挑战，至于挑战多久，不一定。秦晨声音平静道。烈火王重重地深吸了口气，秦晨的话虽然平静，但却透露出霸道。这次他专门回来针对星际航行公司，结果输了，本就丢人。如果再因为这事，秦晨去天网公司那边像他这样隔三差五挑战，压的那边的人不敢出来，恐怕很多人都会对他有意见。想到这里，他将自己的空间戒指取了下来，给你。将空间戒指给了秦晨后，烈火王转身就走，留下了一群天网公司的人面面相觑。秦晨摆了摆手，都走吧。还不走？快滚！以后见到我们低头走路。星际航行公司的众人也对着天网公司的众人大喊嘲讽。天网公司的人一脸铁青，但也没有还嘴。没办法，烈火王输了，代表他们也输了，一切回到了原点，甚至这件事传出去会更丢人。毕竟一个专门从外面回来的人找星际航行公司的人挑战，还输了，这种事情确实难看。等天网公司的灰溜溜的离开后，星际航行公司众人纷纷对着秦晨行礼，多谢秦兄弟出手。他们不得不谢，别看秦晨也是星际航行公司的，出手理所当然，但是以秦晨这样的人物不出手也不会有人说什么，而且天网公司那边也没人敢去嘲讽。秦晨摆了摆手，有人专门来挑衅，我自然出手，你们也都散了吧。众人不敢停留，纷纷离去。秦晨返回别墅后，再次进入了密室中，他没有第一时间进入状态，而是拿出了烈火王刚刚那枚空间戒指。老实说，他现在对于一般的资源还真瞧不上，之所以会让烈火王留下戒指，最重要的还是给对方的教训。当他的神识进入戒指后，让他意外的是，除了一些普通的修行资源，还发现了一枚不朽晶。
这枚不朽晶比之前他从姬星那里获得的要大一些，颜色也更加的鲜亮。烈火王是怎么得到的不朽晶？秦晨疑惑。对于不朽晶，之前他专门了解过，各大势力的任务系统奖励中是没有的。不朽晶和能晶不同，能晶每一枚都是规整的，而朽晶却有大小区别，质量也有所不同。另外，不朽晶虽然算不上什么好的资源，对于其他不朽来说，它就是能够让人提升修行速度的一种能量物，而且提升效果有限。但不朽晶虽然不是什么高级资源，它却不常见，这也导致了很多不朽没有不朽晶，因为没有必要为了寻找不朽晶而浪费自己的修行时间，或者为了它去拼命。以烈火王的身份，不会去专门寻找不朽晶，和姬星到处抢劫资源不同。秦晨内心暗道，如果他能够获得一些关于一些不朽晶的线索，对他的修行是个极大的帮助。想到这里，他暗自决定具体了解一下这位烈火王。不过他并没有着急，而是看向不朽晶，随后一口将其吞噬下去。熟悉的感觉再次传来，不朽晶的能量被他不停地吸收，转化为自身的能量。不过让他意外的是，这次不朽晶的能量仍然是那颗火元素星辰在吸收。在他的内视之下，看到那颗星辰在不停地膨胀演化，而演化的速度比之前的速度快了一些，但和超凡时的提升速度比起来还是慢了很多。丁，你的火系星辰演化进度到达 2%。丁，你的火系星辰演化进度达到 3%。丁，你的火系星辰演化进度达到 10%。当不朽晶的完全消化之后，进度最终停在 10%， 提升的不多，不朽的提升确实不容易。秦晨以为这枚不朽晶大了这么多，而且看起来质量更好，会让他直接突破到普通不朽中期的，结果还差了这么多。摇了摇头，他稍微有些失望。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要是别人知道他仅仅是一次闭关就突破这么多，估计要疯。很快他也不再纠结，走出了密室。一出来他就发现木管家在外面等着他。少主，紫衣真神让你过去一趟。木管家看到秦晨，第一时间开口。这次我闭关了多久？秦晨问道。回少主，2个月。木管家道。秦晨内心一惊，太久了，2个月时间，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少主，紫衣真神半个月之前就通知让你去一趟，你在闭关，我没敢打扰，现在快去吧。木管家道。拖了半个月，他都有些紧张了，那可是紫衣真神通知的。职位安排好了吗？秦晨一笑，他倒是没有太在意，半个月无伤大雅。不急不缓地将黑暗羽翼展开，然后身形瞬间消失在密室中。不多时，他就来到了紫衣真神所在的办公区。紫衣前辈。秦晨见到紫衣真神后喊道：紫衣真神点了点头，指着一旁的凳子道：坐。等秦晨坐下后，紫衣真神才道：听说最近又出风头了。秦晨一愣，然后反应过来是关于和烈火王的事情。我这也是为了星际航行公司。秦晨道：是吗？紫衣真神饶有兴趣的道。秦晨尴尬一笑，算是吧。紧接着他岔开了话题，道：紫衣前辈，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什么地方有不朽晶？不朽晶？紫衣一愣，开口道：不朽晶的效果一般，修行中利用率很低，不朽的提升非常难，任何一种辅助之物效果都不尽如意，所以不管星际航行公司还是别的势力都没有这方面的任务奖励。你可不要把心思放在不朽晶上，寻找它所花的时间还不如你自己修行，这玩意就是给那些天赋并不好的使用还行。他说的很是认真。秦晨的天赋本来就是顶级，提升速度很快，寻找不朽晶之类的东西完全就是浪费时间。明白，只是这次我不是拿了烈火王的空间戒指吗？在里面我发现了不朽晶，觉得这东西帮助还是有的，如果可以顺手获得也很不错。秦晨解释道。闻言，紫衣真神这才放心下来，开口道：如果是顺手获得，那倒是可以。他想了想，继续道：不朽晶一般存在于宇宙中的某个星球上，它就像一些星球上的矿石一般，只是具体哪些星球上有，这就不一定了，就看能否遇到。你刚才说烈火王有，你可以查一查那烈火王具体在哪里，任务又是什么样的任务，也许可以找到线索。秦晨一笑，他等的就是这句话，因为天才做任务，只要没有自己主动报出来，是很少有人知道具体任务内容的。想要知道就需要调查，但是烈火王是天网公司的人，他可没有那个权利去调查别人的任务内容。你呀，系统真神看到秦晨的笑容，就知道了对方的心思，缓缓道：我给你查查吧。说着，他随手就发了一个信息出去。烈火王并不是什么重点人物，以他的身份，直接向天网公司那边管理系统任务的人询问，也没有任何问题。紫衣真神发出信息后，很快就收到了信息。他看向秦晨，笑了笑：这烈火王和你倒是有些缘分。缘分？秦晨一愣，他的任务地点就是在苍蓝星域。紫衣真神将信息给秦晨看了看，果然烈火王是50年前接了一个任务去的苍蓝星域，目前对方在苍蓝星域的天网公司分部有职位在身。这么说来，苍蓝星域很可能拥有不朽金矿。秦晨喃喃道，他的第一枚不朽晶就是在姬星那里获得，而姬星也是苍蓝星域之人，就算对方是在别的地方抢的，但是姬星这人去敲诈别人，从未出过苍蓝星域范围，那不一定，不朽晶再不多也还是有的，偶尔有人身上有也是正常，你可不要为了他去浪费时间。紫衣真神见秦晨还惦记不朽晶，再次提醒道。秦晨点头，紫衣前辈放心，我不会耽误自己的修行，你自己心里有杆秤就好。紫衣开口，
秦晨能如此年轻就走到今天这一步，肯定有自己的一套，所以他也不会过多的干涉。这次让你来，是因为公司这段时间拟定了一些职位，你自己看看，然后自己选择。紫衣真神说着，然后手一挥，顿时前方的屏幕中出现了不同的职位，一共有5个职位都是根据你的情况综合考虑后拟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给你一些锻炼。紫衣真神说道。秦晨一一看向了这5个职位的介绍。职位1，据白鱼星域，任职星际航行公司分部主任，任职时间20年及以上。主要任务：提升分公司在白鱼星域的威望，培养一位合格的主任人选，接替自己位置。职位2，职位3，职位4，职位5，前往苍蓝星域，任职星际航行公司分部巡查使，任职时间不限，完成任务即可。主要任务：整顿分部，提升分公司在苍蓝星域的威望，并提升分公司的业务评级。5个任务都是让他去一个星域任职，星域不同，职位也不同，但是任务都有相同之处，就是提升分公司在该星域内的威望。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星际航行公司虽然是人族联盟3大势力，但是在各星域的只是分公司，很多地方都是不如当地的一些地头蛇势力。通过任职提升公司威望，一来对公司是做出了贡献，二来同时也会得罪一些地头蛇势力，这样也是一种锻炼，考验解决矛盾或者危机的能力。外派任务都会得罪人，不仅仅是当地的势力，还有自己人，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压力？紫衣真神笑着道。当地势力很好理解，至于自己人其实也好理解，你一个空降的人去，还是不小的职位，自然会受到某些人的排斥。信心是有，至于能不能完成任务，现在我也不能随意下结论，试一试便知道了。秦晨缓缓开口，无论如何他肯定是要出去的，选择哪个？紫衣真神好奇道。第5个。秦晨没有什么犹豫，直接道。紫衣真神笑了笑，既意外又情理之中。不过他还是道，你想清楚，苍蓝星域虽然是你出生的星域，但是你出生在蓝星，本身对苍蓝大陆并不熟悉，而且职位是巡查使，得罪的人可不是前4个职位能够相比的。巡查使的职位是5个职位中最特殊的，说权力大，也可以说没有多少权力。他不能指挥那边的任何人，无法发出任何命令，但又有权让那边的所有人配合，这就很难把握。因为别人可以表面配合，背地里搞鬼，但同时那边的人也会怕他，因为一旦查出问题，巡查使就会有权对他们采取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许会面对一群阳奉阴违的人。我就选他。秦晨确定道。紫衣真神一笑，他之所以会在苍蓝星域安排这个职位，就是因为猜测到秦晨大概率会选择这个地方，这也最大程度的考验秦晨的能力。那便定了。紫衣真神点头，然后拿出了一枚令牌，这是我公司的巡查令，有它便代表你巡查使的身份。另外，这令牌不仅仅是可以在苍蓝星域代表身份，其他星域同样如此，只是你这次主要去的就是苍蓝星域。明白。秦晨点头。你需要在1个月内出发，完成任务后，你可以保留巡查使身份，也可以归还令牌。归还令牌后，你可以做一个闲职人员，没有约束的去闯荡。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想要的职位，公司会酌情考虑。紫衣真神平静道。明白了，不过出发时间不用等，我现在就出发。秦晨非常的干脆。这次他之所以选择苍蓝星域，除了那里是蓝星所在的星域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去看看是否能够获得不朽金的线索。也许遇到不朽金矿之类的，那么他接下来的修行就轻松很多了。所以他也想要早一点去，而且他继续待在总部也没有别的事情。你倒是急性子。紫衣真神摇了摇头，去吧，另外别陨落了。最后一句话他说的十分郑重，出去后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哪怕是去分部任职，那也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如果真遇到危险，他也没有救援，只能靠自己。秦晨这样的天才要是陨落的，可以说是极大的损失。秦晨点头，转身便离开。走出公司总部后，他去了一趟第4城主那里，结果才知道第4城主已经离开了。随后他将于洋叫了出来。这么快就要离开了？于洋诧异。已经突破不朽，职位也安排了，反正1个月内必须离开，不如早点走。秦晨道。于洋点头，也是，等我这次突破后，我也准备离开原始城，如果有机会也去苍蓝星域，到时候好好聚一聚。秦晨一笑，好。对了，秦晨当初离开蓝星时，得知夏南天前辈就是在苍蓝星域，你去后可以打听打听。于洋突然道。夏南天是续秦晨后第2个离开蓝星的人，一开始对方和蓝星还有联系，但是后来就再没有消息。蓝星上很多熟人猜测对方可能陨落了，不过最后一次信息，对方就是在苍蓝大陆，随便打听一下，也许还活着，只是特殊原因无法联系也说不定。秦晨点了点头，会的。夏南天当初蓝星的4大武圣之一，也是军部的军神，对蓝星做出极大的贡献。后来秦晨进入军部，对方对他还是非常照顾，理应试一试寻找。秦晨和于洋分开后，直接离开了原始城，向着通往苍蓝星域的虫洞而去。而就在他离开后不久，星际航行公司这边也下达了任命文件，并且传给了苍蓝大陆的分公司。苍蓝星域是人族联盟排名前100的星域，中心苍蓝大陆也是无比巨大。若是超凡不使用飞船，而是靠自身飞行，哪怕就是擅长速度的人，穷尽一生也不一定能够飞完。在这片大陆上，本土势力无数，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百大家族，他们每一个家族中至少都有一名真神强者。另外，人族联盟中的大势力在这里也都有分布，而像几大势力在这里的负责人也都是真神强者。
这里的关系错综复杂，百大本土势力和这些分部势力也并非完全没有来往，很多势力家族有人就是在这些大势力分部中有职位的。苍兰大陆姬氏府邸，姬氏家主姬承业坐在大厅中，一个姬氏下手急冲冲地跑了进来。有什么动静？姬承业问道。回家主，夏南天一直待在司徒氏府邸，不曾出来。下手恭敬道。该死，他怎么还在那里？姬承业大怒。家主，手下有话不知该不该说。下人小心翼翼的道。有屁快放！姬承业没好气道。他现在正是烦躁的时候。下手连忙道。手下觉得那夏南天肯定是知道了我姬氏要对付他，所以一直待在司徒氏不肯出来。姬承业眉头一皱，没有开口。在姬星死后，姬氏虽然无法对蓝星下手，但是一直都在注意蓝星出来的人。一开始他们只是小规模的注意，但之前姬明的死亡让姬氏彻底疯狂，开始大量寻找是否有蓝星人出来，并且就在苍蓝星域内。在前段时间还真被他们发现了一个，就是夏南天。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这个夏南天是蓝星上一个重要人物，并且还和秦晨熟悉，甚至有过帮助。所以姬氏就开始派人抓捕夏南天，只要抓住他，说不定可以将秦晨引出来，然后悄无声息地杀掉。哪怕不能杀了夏南天，也能让秦晨难受。然而就在动手时，却发现晚了一步，司徒氏的人提前将夏南天带回了回去。司徒氏也是苍蓝星域百大本土家族之一，实力和姬氏差不多。夏南天在司徒家族中，他们根本没法下手。这段时间他一直派人监视着司徒氏那边，一旦发现夏南天出来，就立刻动手。然而夏南天一直没有出来。要说他知道我们会对他动手，那么司徒氏也许发现了我们的监视。姬承业喃喃道。姬氏和秦晨的恩怨，但凡关注姬氏的势力都知道的，恰好司徒氏和他们不对付，肯定暗中在关注他们。而夏南天又是来自蓝星，司徒氏猜测他们会对夏南天动手，就能理解。而司徒氏既然提前将夏南天带回去，也肯定和对方说了情况。这样一来，夏南天自然就会一直留在司徒氏内部出来。去联系一下司徒氏，就说我有要事和司徒南相商，就在星空楼等他。姬承业压下内心的愤怒，命令道。是。下手连忙退下。秦晨通过虫洞之后，来到了苍蓝大陆。他没有任何的停留，直奔苍蓝大陆的中心城市苍蓝城而去。不过他并不准备第一时间去分部那边上任，而是准备在苍蓝内先看一看。一来分部就在苍蓝城，二来这次的任务一部分是整顿分部。很明显，现在苍蓝分部的情况并不能让总部满意，甚至是极其不满，不然也不会整顿了。他现在不动声色的去，也算是微服私访了。不久后，他进入了苍蓝城。这是他第一次进入苍蓝城，此时他才发现一个苍蓝城的大小就不知大了蓝星多少倍。小爱，查一查哪里能够听到关于苍蓝大陆的消息。秦晨开口道。很快小爱就道。主人，想要听消息，有一个叫星空楼的地方，在那里鱼龙混杂，很多隐秘一些的信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路线。秦晨道。小爱很快就将路线给了秦晨，而秦晨也马上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星空楼。来到星空楼后，他要了一个包间，然后双耳静静地听着星空楼中的人谈论。随着时间的过去，他还真的听到不少在讨论起关于苍蓝城中百大家族势力和各大势力分布的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天网上根本查不到的，都是私下的隐秘。司徒兄，请。就在这时，隔壁包间突然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程叶兄客气了，有什么事直接传信息给我就行了，何必如此费周章。另一个声音紧接着响起。有些事情还是当面说的好，司徒兄坐。程叶兄有事就说吧，你我之间也不用如此弯弯绕绕的。那好，今天请司徒兄来也是关于来自蓝星的夏南天。秦晨突然神色一凝，夏南天也许会重名，但是来自蓝星的夏南天却只有他当初认识的那个夏君神。这一刻他将所有的精神都用在了听隔壁包间的谈话。隔壁包间，一身黑色长袍的姬承业看着对面一头金发的男子，开口道。想必司徒兄也知道了我姬氏和蓝星的恩怨，所以这夏南天。他话还未说完，司徒南直接抬手打断。姬兄，不是我不帮你，主要是夏南天是我司徒氏的贵客，总不能交给你吧。而且据我所知，你只是和秦晨有恩怨，而不是整个蓝星。姬承业摇了摇头。秦晨杀我脸，他是蓝星之主，这笔账自然是整个蓝星一起承担。司徒兄，恕我直言，夏南天不过是一个普通超凡，对你司徒家没有任何价值。司徒氏无非就是为难姬氏，这次他之所以会当面谈，就是给一个态度。两家虽然不对付，但并非死敌。姬兄有所不知，司徒南缓缓开口，这夏南天是普通超凡没错，但是他却深得我嫣儿喜欢。我原本一开始就准备将他交给你，可是嫣儿死活不肯，我这个做长辈的也不好强行来啊。说着，他带着无奈的表情摇头，十分有感染力。狗屎！姬承业心里暗骂。司徒嫣他也知道是司徒氏的一个千金，天赋在整个苍蓝星域也算得上优秀，又如何能看上夏南天？而且据他所知，司徒嫣此人眼光非常之高，曾经百大家族排名前10的一位公子哥追求，也被他当场拒绝了的。没想到嫣侄女还是一个痴情女。姬承业露出了意外的神色，语气也带着叹息。司徒南摇了摇头，这妮子从小就任性，我也是没有办法。姬承业翻了个白眼，缓缓道：司徒兄，不是我说，你也不能太迁就嫣侄女，司徒氏也是苍蓝星域大族，应该和别的大族联姻，这样才能更强大。他并不放弃，如果司徒氏一直不放下南天，他
他怕以后秦晨崛起后自己再没有机会了。秦晨的成长速度实在太可怕了，不说等秦晨成长到可以对付姬氏，哪怕就是秦晨突破不朽，万一要回到苍兰大陆任职，姬氏都会非常难受，下手的机会更加渺茫。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那妮子深陷爱情，难熬。司徒南叹气，爱你大爷的麻花情。姬承业饶是心境再好，也忍不住暗骂，他也懒得再和对方扯淡，正准备直接摊牌，而司徒南却提前开口道：不过姬兄也知道嫣儿的情况，他从小身子弱，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即便是真神也没办法。但是我却得知并非没救，只要能够让他的身体好起来，我这个做父亲的就算是逼也要逼他断了和夏南天的来往。来了。姬承业知道说了这么多废话，司徒南就是要提条件。其实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就看对方会提出什么条件来做交换。不知是什么样的奇物能让侄女身体好起来。姬承业开口道。司徒南做出为难的表情，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道：我知道姬兄的家族有一种叫天蓝的奇木，这种奇木定能让嫣儿好起来。天蓝木。姬承业脸色一变，姬氏确实有天蓝木，可这是他姬氏的宝物，而且只有2节。这种奇木非常罕见，属于是所有奇物中的精品，极其珍贵。可以这样说，若不是姬氏是百大家族之一，绝对保不住这样的奇物。现在司徒南既然打起了主意，让他内心极其愤怒，他能感受到一种趁人之危的耻辱。良久后，他才渐渐的冷静下来，缓缓道：司徒兄，这事我需要考虑考虑，1个月内我会给你答复。好，姬兄够爽快，若是我们达成协议，你我2家以前的恩恩怨怨又算得了什么？司徒南大手一挥，笑着道：告辞。姬承业并没有回应什么，拱了拱手，转身便出了包间。看着姬承业离开，司徒南满意的笑了笑。家主英明啊，我估计姬氏肯定会同意的。司徒南后面站着的一个男子开口道：司徒氏之所以会将夏南天带回去，避免姬氏抓走，可不是为了保护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姬氏谈条件，获得早就被他们盯上的天蓝木。司徒南面带微笑，姬氏的那2节天蓝木本就是给2个继承人使用的，现在姬星和姬明都死在了秦晨手中，他要想通过夏南天报复秦晨，自然会同意的交出来的。那到时候真要将夏南天交换出去，秦晨那边……男子小声道：司徒氏和星际航行公司来往密切，有族人甚至还在里面任职，而秦晨又是星际航行公司重点培养对象，交出夏南天，无形中就得罪了秦晨。怕什么？秦晨在总部又没有具体职位，只是一个培养的天才而已，还能管到这里来？就算他以后知道了，也是姬氏杀的夏南天，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司徒氏无所谓的道。秦晨现在的地位很虚幻，在星际航行公司就是一名天才而已，虽然是第一天才，但是没有实权。而司徒氏在苍蓝星域是百大家族，哪怕是星际航行公司分部的总负责人，也不能随意对他们如何，何况是秦晨。走吧，回去。司徒南站了起来，随口道：记住，接下来的时间对那夏南天要像对待贵宾一般，稳住他，不要让他离开家族范围。是，家主。秦晨听到司徒南2人离开后，脸色阴沉了下去。他没有想到，刚一知道夏南天的消息，就发现对方的处境会是这样。说白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不然对方也不会被姬氏盯上，不被姬氏盯上，司徒氏就不会将其带走。1个月时间，秦晨暗自思索，夏南天他是必须要救的，而这些百大家族中都有真神，而且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真神，真神也分强弱的，硬来肯定是不行，所以得讲究方法。而且说是1个月时间，但是姬氏那边随时都可能做出决定，所以他现在还需要尽快采取行动。想到这里，他直接给分部发了信息。星际航行公司苍蓝分部就在苍蓝城最中心的位置，这里有3栋看起来非常豪华的大厦，在最中间的大厦内，其中一个会议厅中正有3人坐在这里，2男1女，都穿着星际航行公司的工作服。总部那边下达的任命文件都看了吧？其中一名男子道：看了。土灵王，这次上面为什么突然会任命什么巡查使？这个巡查使到底又是何方神圣？一头金色长发的女子问道。星际航行公司可从来没有什么巡查使的职位，这次突然就出现了这种任命，让他们措手不及。而且任命文件上说得很清楚，巡查使的职责就是来监视、审查的，这就像是专门针对他们一般。怎么，冰山王你是慌了？女子旁边的那名大胡子男人打趣道。女子脸色一沉，金刀王，你觉得你的伤部很干净是吧？大胡子金刀王一笑，我觉得要比你才不干净不少。哼！冰山王冷笑一声，你伤部哪一年做事是干净的？那么多事情归你们管，加起来恐怕事情不小。你才不这么多年，吃得够多吧？金刀王反讽道。行了二位。土灵王眉头一皱，哪有什么干净？就算我们干净，下面的人能干净？我事务部很多事情我都管理不过来，难免会有违规。闻言，金刀王和冰山王都沉默，表情也认真起来。有些事情是没法避免的，身不由己也好，经不住诱惑也好，总之到了这个位置，想要保持干净很难的。就像土灵王说的，就算他们干净，下面的人不干净，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知道，但是他们却有责任。土灵王说的是，不过这次任命的到底是谁？我们至少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为人。冰山王道。是啊，到底是谁？金刀王也问道。巡查使看似没有实权，但是却可以对他们进行审查，这很可怕，一旦抓住你的问题，再向上面一汇报，他们就惨了。轻者受到一定惩罚，重者革职，甚至被抓起来都完全有可能。
而这一切都要看巡查使如何审查，如何汇报。土灵王摇了摇头，任命文件上没有说明。什么？两人脸色一变，怎么会没有说明？金刀王不可思议道：任命文件一般都是要说明上任之人的信息的，麻烦了。冰山王脸色不好看，这样一来他们根本没法提前准备。要不我们去见一见火老？冰山王突然道。好。土灵王和金刀王都没有任何意见。很快三人就朝着大厦顶楼而去。不多时，三人来到了顶楼的总负责人办公室外。进来吧。办公室中传出一个声音。三人推门进入，同时对着前方一个身穿红袍的老者喊道：火老，你们三个来这里是为了巡查使的事情吧？火老没有丝毫的废话，直接开门见山的道。三人内心一惊，冰山王率先开口：是的，火老，这次公司的任命文件上并没有说巡查使的信息，所以特意来问问您。三人都露出极其恭敬的表情。谁来不都是一样吗？火老反问道。三人沉默，对他们来说肯定不一样，这关乎到他们的未来。火老，你知道我们的想法的，还请你告诉我们，也让我们有个准备。金刀王开口道。你们啊？火老摇了摇头，平时我不太爱管理，但也时常让你们尽心一些，将三大部门都管理好，你们却不听，现在又紧张了。三人都很尴尬。冰山王道：火老，其实我们并没有做出什么让公司损失的事情，只是偶尔有些懒散，我承认也有过私心，但是绝对没有过分。是啊，火老，我们还不想被公司清理，又如何敢肆无忌惮？金刀王也连忙道。而土灵王一直没有开口，但是却露出了同样的表情。其实这是实话，他们偶尔会私下吃点公司的东西，但也确实是不过分。放到平时，公司即便知道也会睁一眼闭一眼的，就怕现在这位巡查使逮到不放，那肯定是巨大的麻烦。很多东西你不把它扯出来放大便没事，一旦放大就是大问题。我知道你们平时也还算不错，否则我就自己上报上去了。火老严肃道。三人笑了笑，不敢开口。火老犹豫了一下，还是道：这次被任命为巡查使的，你们应该也听说过，他叫秦晨。秦晨？什么？三人反应过来，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哪个秦晨？土灵王问道。你们听说过第二个秦晨？火老问道。这……三人浑身巨震。他突破不朽了？不久前不是才做超凡的任务回过蓝星，然后还杀了一个机器人吗？冰山王不可思议的道。秦晨他们虽然没有专门去了解，但是也听说了一些。此人是第一天才，也年轻得很。也正是因为太年轻，天赋太惊艳，人们纷纷对其猜测会在100年内突破不朽，到时候将会是有记录以来最年轻的不朽。但是现在才过去多久？1年？100倍啊，100倍！压下心里的震惊后，三人都忍不住惊叹，突破的预期时间竟然快了100倍。火老看到众人的震惊，淡淡一笑。他接到上面的通知后，也是震得他无法相信。他还记得第一次见秦晨，还是当初一群刚从虚拟战场出来的那群人，当时秦晨就在其中。这才过去了多久，就突破不朽了？他都庆幸自己没有和秦晨生在同一个时代，否则再优秀的人，光芒都会被彻底掩盖，再强的道心也会受到强大的冲击。爆！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个声音：进来。紧接着，一个公司的员工走了进来。火老，3位部长刚刚接到消息，巡查使已经到了苍兰城。员工汇报道。什么？3个蜂王部长大吃一惊。在哪里？金刀王连忙问道。员工道：巡查使亲自传来的信息，他没说具体在哪里，不过他说了，明天就会见各位。闻言，三人当即就转身道：火老，我们就先离开了。火老摆了摆手。出了火老的办公室后，三人脸色都很严肃。土灵王第一个开口：冰山王，你比较细心，你去了解一下巡查使的情况，为人秉性这些。随后他又看向金刀王：你去准备一下，明日为巡查使在星空楼接风洗尘，一定要把规格搞上去，必须要显出我们的诚意。另外将百大家族都请了。都请了？金刀王一惊。都请了，这是给予巡查使最大的尊重，至于来不来，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同时也随便可以看看哪些家族不给我星际航行公司的面子，以后也就少和他们交道。土灵王平静道。这次他们准备弄一场大型的封宴，一来是给新的巡查使足够的面子，二来就是看看百大家族哪些愿意靠近他们，哪些又不愿意和他们有来往，这样一来一举两得。明白了。金刀王点头。你呢？冰山王问道。土灵王一笑：我自然是去让公司的人多规矩点，巡查使来可不能出什么意外。闻言，金刀王和冰山王点头，对土灵王他们还是放心的，威望是绝对足够的。别看他平时温和得很，实际就是那种手段很硬的人，别说事务部，就算是他们的财部和商部之人见了，也是心里发颤。三人商议好之后，便开始各自去忙碌。而此时的秦晨正在苍兰城中四处逛，表面上看起来很闲，不过他时刻都在注意着四周的人谈论。同时，他还专门了解了一下基辅和司徒府的具体位置，并且他也尝试给夏南天发信息，不过始终没有回应。基辅家主，星际航行公司那边发来了邀请函。机室的一个下人手持红色邀请函，恭敬地对着姬承业道。姬承业将邀请函打开，眼中露出诧异。巡查使接风宴，之前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苍兰城中有什么大事，机师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而星际航行公司有巡查使下来，这不仅仅对星际航行公司本身是大事，对整个苍兰城都是大事。机师没有道理一点消息都没有。家主，
据说这次星际航行公司那边下达任命也是极其的突然，并且非常神秘，至今我们都打听不到这位巡查使到底是谁。另外，我听说这次接风宴邀请了所有百大家族，非常的隆重，看样子这位巡查使来头不小。下手缓缓开口，所有百大家族。姬承业眉头一挑，这还真是让他意外，难怪会请他姬氏。要知道姬氏和天网公司来往多，但和星际航行公司的来往就很少了。看来那三王也慌了，这个巡查使看来还真的来头不小。他喃喃道，星际航行公司的三王他是了解的，来头不大，这三人绝不会如此隆重的对待。家主，我们是否要参加？手下问道。当然要参加，不仅要参加，还要给个彩头。姬承业笑着道。随后他继续道，你下去通知一下司徒氏，就说我愿意交换，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明日就在星际航行公司的接风宴上进行。是，家主。手下当即道。司徒府，南天啊，在司徒府可还习惯？客厅中，司徒南看着夏南天，笑着问道。夏南天没有什么表情变化，只是淡淡点头。我知道，将你强行留下，有些委屈你了。只是现在姬氏在针对你，我这也是在保护你。你也知道，我司徒氏和星际航行公司有很深的业务来往，在苍蓝大陆，也许我司徒氏还行，但出了苍蓝星域，很多事情得靠星际航行公司这层关系。秦晨是星际航行公司重点培养对象，他是蓝星之主，而你又来自蓝星，和他的关系也很不错。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落入姬氏手中，不然我没法给秦晨交代啊。司徒南语气苦口婆心，语气十分的真诚。然而夏南天并没有多少反应，只是点了点头，多谢司徒家主好意，我明白。你明白便。家主。突然，一个司徒府下人跑来，司徒南眉头一皱，站了起来，然后带着下手来到了外面。家主，姬氏那边传来消息，说他们愿意交换，不过需要在星际航行公司巡查使的接风宴上进行。下手小声道。接风宴上？司徒南眉头微皱。是的，他们的意思是在接风宴上更安全。下人开口。接风宴上大家都在，这样也确实安全，免得一方黑吃黑。哼，安全？真要交换，方法多得很。姬承业这是摆我一道啊。司徒南冷哼一声，脸色难看。司徒氏和星际航行公司来往很深，这次他肯定会去接风宴的，而且不能空手去。他原本是准备带一些别的礼物去，可是现在姬承业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交换，大家就都知道了他获得2节天蓝木。这样一来，他原本的礼物就根本拿不出手，想要继续和星际航行公司合作，总得有诚意。到时候天蓝木就是最大的诚意。可以想象，明明有天蓝木的情况下，还送别的礼物，这不是打巡查使的脸吗？打巡查使的脸，那就是打了星际航行公司的脸。另外，最重要的是当众交换，大家都知道情况，以后这事就不是姬氏一家的事情，司徒氏也会牵扯进来。以后秦晨若是强大的要找麻烦，司徒氏必然不会干干净净全身而退。家主，我们要答应吗？手下也很快想通了其中的关键。换。司徒南一咬牙。秦晨那边，手下有些担心。司徒氏毕竟和星际航行关系很深，不得不考虑秦晨的影响。司徒氏摆了摆手，秦晨现在还只是超凡，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天才成长也需要大量时间的，秦晨现在还影响不到苍蓝大陆这边，有那个影响力需要在总部有极高的位置，要么就是派到苍蓝星域这边的分公司任职，而且至少得是部长级别，但无论哪种都太遥远了。这次的交换本身就是他提出来的，如果这个时候就畏畏缩缩，对司徒氏的影响太大。至于说交换来的天蓝木总共有2节，他拿出1节来当做礼物，至少还有1节。你下去通知姬氏，就说我同意交换。司徒南道。是。星空楼今日无比的热闹，整个楼都被星际航行公司给包了，而星空楼所在的这条街被完全的封锁，只有持有邀请函的人才能进入。此刻星空楼最大的厅中已经有不少人，星际航行的三王也在迎接客人。刘家主，请。黄家主，你太客气，快请。三王一个个接着客人，显得很是热情。而此时的一个小包间中，秦晨和火老正在聊着。这事我都没有听说，要是之前知道，我肯定会让司徒南将夏南天给交出来。火老摇了摇头，带着一些歉意。秦晨一笑，这个不能怪火老你，我这次来也是偶然听到的消息。夏南天在我弱小时对我有恩，所以我不得不救，这次也只能借助这次宴会的东风了。火老点头，这是应该的。你放心，司徒南要是知道这次的巡查使是你，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和姬氏交换，就怕出现意外。秦晨摇头，他虽然是巡查使，但是还管不到百大家族，要是人家就是不给面子，那就很难办了。你放心，你以为百大家族怎么来的？每一个百大家族想要持续发展下去，都是需要资源的，想要资源就得合作，单打独斗可不行。司徒氏和我星际航行有很深的合作，他要是真的敢不顾一切，恐怕司徒氏要不了多久就会跌出百大家族行列。火老带着自信地说道。百大家族之下还有很多家族还想要提升上来的，所以他们不是没有压力。如果星际航行公司不和司徒氏合作，那么司徒氏必然在业务上受到重创，长时间后资源自然受到影响。当然，司徒氏也可以去寻求和天网公司或者星空联盟这类势力分部合作，但是别人不一定答应。司徒氏还真不敢去赌，而且合作不是那么容易的，就算答应了，也需要时间磨合。怎么看，司徒氏都不敢的。就在秦晨和火老闲聊时，外面来的人也越来越多，都是苍蓝大陆的大人物，百大家族也一个个的前来。
虽然一些家族和星际航行公司并没有业务来往，甚至有的还是竞争对手，但是他们仍然纷纷前来。一来是给予星际航行公司的尊重，毕竟就算有竞争关系，人家已经邀请到了，不来说不过去。星际航行公司好歹也是人族联盟顶级势力，而且来了也不影响双方之间的竞争。二来，既然是竞争对手，他们还可以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巡查使，在以后的竞争中也更为了解对手。司徒家主，快请！就在这时，司徒南走了过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位男子。如果秦晨看到，就会发现他正是蓝星曾经的军神夏南天。冰山王、金刀王、土灵王，你们三个亲自来迎接客人。司徒南很是诧异，司徒家主哪里话，这是我们分内之事。金刀王认真道。司徒南表情平静，内心却是泛起了阵阵的浪潮。以这三人的身份做这种事情有点不正常，就算接待的人都是大人物，那也没有必要三人一起的必要。不知这位巡查使在哪里？我是否认识？司徒南总试探的口吻道。看来司徒家主有些迫不及待的要见巡查使了呀。金刀王打趣道。司徒南有些尴尬，他确实是好奇这位神秘的巡查使是谁。正好巡查使也说了，司徒家主若是想要提前知道，可以去甲字号包厢，他和火老在那里。冰山王在一边开口。司徒南内心一惊，刚刚他也只是随口说说，并没有想过会提前见到那位巡查使。巡查使认识我？司徒南忍不住问道。司徒家主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冰山王一笑。司徒南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那好。随后他看向夏南天，你先去大厅等我，不要担心，姬氏就算来了也不会动手的。夏南天没有回应，直接朝着大厅走去。见夏南天的态度，司徒南也没有说什么。他知道夏南天可能有所猜测，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无所谓了，怪就只能怪自己实力不行，被当作筹码也只能接受。他很快就朝着甲字号包厢的方向走去。看到司徒南离开，三王神色有些古怪，这司徒南还真敢拿下南天来做交换，胆子可真大。金刀王轻声道：哼，不能怪他，毕竟他并不知道巡查使是秦晨，我很好奇，等会他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冰山王笑了笑，恐怕比我们的反应大多了。金刀王也笑着道，他们之前知道有巡查使来，虽然有些慌，但是对巡查使的敬畏没有多少的。可是知道是秦晨后，他们完全改变了心态，倒不是说怕会查出他们的问题，而是秦晨的潜力以及星际航行公司对他的看重。如此年轻就突破不朽，还专门安排为巡查使，可以想象星际航行公司多么看重秦晨。他们也是星际航行公司的人，自然对这样的人更加的敬畏。好了，金刀王，你去看着夏南天，别让他出事了。土灵王开口道。今天秦晨一见到他们，就已经和他们说明了情况，并且交代了，如果夏南天出现，一定不能让他出事。三人不敢丝毫怠慢，如果夏南天出事，可以想象接下来秦晨一定会查出他们的问题，他们也一定会出事。明白。金刀王郑重道。司徒南来到了甲字号包厢后，敲了敲门。进来。里面传来了火老的声音。司徒南推门，一眼就看到了火老以及坐在旁边的一位青年。火老。司徒南对着火老行了一礼。他虽然是司徒氏的家主，但是修为并不是真神，所以对真神修为火老带着恭敬。见火老点头，他疑惑地看向秦晨，道：火老，这位是？火老一笑，这位就是今天的主角，秦晨，秦巡查使。秦晨。司徒南内心猛地一跳，他虽然知道秦晨，可是从来没有去了解过其长相，所以第一时间并没有想到对方会是秦晨。他连忙反应过来，然后拱了拱手，秦巡查使。秦晨用火眼金睛看了一眼司徒南，同样是武系，两系是封王巅峰，不如外面的三位部长，也就和当初的烈火王差不多，强也强不到哪里去。这样看来，司徒氏的真神强者应该是另有其人。其实也正常，这些只有一位真神强者的百大家族，家主一般都不会是真神，而是上一代或者是上几代家主。真神强者是高端战力，一般不会将时间浪费在管理家族之上。早就听说司徒家主的名讳，今日一见，果然不凡。秦晨笑着道：客气话还是要说的。秦巡查使哪里的话？司徒南尴尬的摇头。司徒家主坐。秦晨指了一下对面的位置。等司徒南坐下后，他继续道：司徒家主这次是一个人来的。司徒南瞳孔一缩，开口道：并非我一个人。哦，怎么没有一起过来？秦晨随意的问道。司徒南脸色一变，他思维不停的运转，从一开始冰山王他们让他来这里见巡查使，然后秦晨问话，他猜测到秦晨肯定已经知道了夏南天的事。想到这里，他连忙道：秦巡查使，其实之前我就知道你要来这里当巡查使，我也知道你是蓝星的人，所以这次来带了一个你的熟人，本来想要给巡查使你一个惊喜的。他表情也十分的真诚。熟人？秦晨一愣，表现出一副完全不知的样子。是的。司徒南点头，既然巡查使问到了，我也不卖关子了。此人叫夏南天，他自己说和巡查使你是熟人。另外我还得知有人要对付他，所以之前一直让他在司徒府，这次你来了就将他带过来了，有你在，想必他也没有什么危险了。秦晨内心一笑，他也没有揭穿对方，而是假装惊讶道：原来是夏军神，我确实认识，在我弱小时还曾对我过帮助。司徒南内心狂震，连忙道：原来如此，巡查使，我这就去将他带过来。也好，那就麻烦司徒家主了。秦晨点头，不麻烦。司徒南说着就站了起来，然后走出了包厢。这司徒南的态度倒是变得快。司徒南离开后，秦晨笑着道：火老道，
这些百大家族除了几个本身底蕴深厚的，其他的本来就是靠着和几大势力的来往积累起来的，他们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别看司徒南是家主，司徒氏真正的定海神针是叫司徒震，也是司徒氏的老祖。司徒南要是敢因为这件事和我星际航行公司产生隔阂，司徒震刮了他也不为过。秦晨笑了笑，这些事情很好理解，一个家族再强大，也得和外界接触，尤其是需要和更强的扯上关系，一味封闭只会限制自己的发展。强大是要资源的，而不是只靠闭关锁足。不多时，司徒南就带着夏南天来到了包厢。在看到夏南天的第一时间，秦晨站了起来。他看到此时的夏南天眼神中仍然带着坚定，但是却没有以往的忙。很显然，出蓝星的这些时间，对方的经历太多，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知道了在这个宇宙中闯荡的困难，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于洋那样幸运。秦晨，夏南天看到秦晨的那一刻也诧异不已。司徒南说带他看个熟人，他以为会是之前那些追捕他的姬氏人，其实他被司徒氏带走后就知道对方并没有安什么好心。他虽然修为一般，但是这种尔虞我诈的事情在蓝星成长时经历的多了，哪怕当上军神后也从来没有忘过，所以他早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之所以愿意留在司徒氏，不过是仍然带着一丝希望而已。以他的心境，让他不到最后不会放弃。看到秦晨的这一刻，再看到司徒南的表情，他知道自己成功了，还真的让自己等到了转机。秦晨，你们叙旧，我就先出去了，也去招呼招呼客人。火老这个时候也站了起来，开口道。秦晨点了点头。等火老和司徒南走后，秦晨才来到夏南天身前。夏军神，好久不见。夏南天露出笑容，是啊，好久不见，差一点就见不到了。夏军神，给我讲讲你发生的事情。秦晨道。夏南天出蓝星，经历的肯定也不少，如何被司徒氏带走，这些秦晨都很好奇。夏南天也没有犹豫，缓缓道，离开蓝星后，我第一站去了扎多星，之后遇到了一个佣兵小队，他们需要一个打下手的，我便跟着他们一起。闻言，秦晨没有意外，佣兵小队就是在星域到处跑的，有人雇佣就有资源拿。一般做佣兵的人都是一些亡命徒，胆子很大，但是也锻炼人。夏南天本身就是那种舍得拼命的人。之前于洋出蓝星后，一开始也是跟着佣兵小队，最后遇到危险才误入神秘秘境的。跟着佣兵小队，我辗转了很多个星球，最后去了一个叫青云星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很强的星球。我在那边获得了不少的能金，这些能金可以让我修行速度提升，我就脱离了佣兵小队。夏南天接下来将在青云星上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他发现青云星上耐金有很多，就想法设法的去获得，但最后因为得罪了人，不得不离开青云星。而这个时候恰好是秦晨回蓝星并且击杀姬星的时候。他离开青云星后，本是想着通过苍蓝大陆离开苍蓝星，因为他联系了蓝星，知道姬氏肯定要报复，无论是出于自身安全，还是不给蓝星以及秦晨拖后腿，他都必须离开。然而回苍蓝大陆的路途太远，他又没有飞船，所以花了很多时间。等他回来，就发生了秦晨在原始城击杀姬明，然后姬氏开始大肆搜捕蓝星人。我很小心，但是还是被姬氏发现了踪迹。他摇了摇头，说1000到1万，还是他实力太弱，再小心也是徒劳。我知道我走不掉，所以查了一下，发现司徒氏和姬氏之间并不对付，也发现他们在寻找我，所以故意先一步让他们找到我。夏南天缓缓道，这是个好方法。秦晨点头，被司徒氏带走肯定是好过姬氏的。其实我还是天真了，我以为司徒氏带走我就是为了恶心姬氏，所以我认为我很安全，并且我可以在司徒氏一直正常待下去，大不了成为司徒氏的人，等以后有足够修为后再离开。说到这里，他苦笑一声。然而我低估了这些家族的想法。被带到司徒氏后，我的通信器就被收走，禁止和外界有任何联系。他们谈论事情也一直逼着我，所以我猜到了他们会利用我来做利益交换。不得不说，这些家族格局还是有的，不会因为互相有恩怨就真的打起来，也不会一直恶心人，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他笑了笑，虽然自己被利用，但是他也看出了这些家族并非浪得虚名。现在安全了。秦晨道。夏南天抬头看了一眼秦晨，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谢谢。其实他和秦晨谈不上有多深的关系，以前在蓝星他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而秦晨崛起又太快，离开蓝星很突然，所以交往并不多。但他也了解秦晨，以秦晨的性格，这种接风宴一般是不会参与的，即便会也不会同意搞这么大。可是现在秦晨来了，他知道这里面很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就在两人说话时，外面越来越热闹，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姬家主，欢迎。就在这时，星空楼外，姬承业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冰山王客气了。姬承业笑着道，随后他四处看了看，哪位是巡查使？冰山王一笑，巡查使在包厢中和人谈话，姬家主不要着急，很快就会见到，你先到大厅入座如何？姬承业道，好，冰山王你先忙。说着他就朝大厅走去。此时的大厅中摆了几十桌，各种山珍海味，但是没人在意这些，他们之所以会来，一来是给星际航行公司尊重，二来也是为了互相之间拉拉关系。姬承业一眼就看到了司徒南所在的那一桌，没有犹豫，他直接就走了过去。司徒南看到姬承业朝着这边走来，脸色微变，甚至有想要换一桌的冲动。姬承业并没有察觉到司徒南的变化，他来到这一桌后直接就坐了下来，
甚至还对着司徒南递了递眼色。随着时间的过去，大厅中已经坐满了人，该来的都来了。冰山王、土灵王、金刀王此刻也来到了大厅中，他们来到了大厅最前方一个搭好的台上。虽然不是主角，但是这次接风宴就是他们安排的，所以也算是半个主人。而火老此刻也朝着台上缓缓走去。司徒兄，你带的人呢？姬承业见火老要上去了，证明接风宴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时候是最佳交换的时候，等接风宴正式开始，恐怕插不上机会，所以他连忙传音问道。司徒南接到传音，没有开口，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一眼姬承业。司徒兄，你不会反悔了吧？姬承业看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夏南天的身影，眉头一皱。此时的司徒南内心已经把姬承业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他不敢有回应，现在就是要扯清楚和姬承业的一切关系。他已经猜测到了，秦晨肯定知道了他之前的计划，之所以没有揭穿他，也是给了他一些面子。如果这个时候他再回应姬承业，就太不识趣了。见司徒南始终没有回应，姬承业脸色渐渐的阴沉了下去。哼，想要反悔，哪有那么容易？他内心冷哼一声，他都愿意拿出天蓝木了，对方反悔就是在耍他，并且这次早就做好了带走夏南天的准备，所以他不会轻易让司徒南反悔。想到这里，他也不再喊司徒南，而是看向了台上。此时的火老已经来到了台上，他看向所有人，开口道：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到我星际航行公司举行的接风宴。大家也都知道，此次的宴会主要就是为公司这次派下来的巡查师举办的。火老，主角呢？怎么还没有出来？是啊，我们都来了，还不出来？这铺也太大了吧！有人开始大声道。这些人大多都是和天网公司或者别的势力来往密切的，和星际航行公司来往不深，甚至很多时候有一些竞争关系。这次来是给予星际航行公司尊重，但是不代表他们就会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主角始终没有出现，也让他们有些不满。闭嘴！既然是主角，自然要最后出场，宴会还未真正开始，你慌个屁啊！暂到嘴，给你撕烂！一些和星际航行公司密切的人恶狠狠的道。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表现的时候，一时间下面都开始吵了起来。不过大家都还算克制，没人动手。火老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个场景一般，他表情十分的平淡。各位，突然他轻喝一声，随着他的声音响起，一道神力伴随着声浪响彻在所有人耳中，让在场之人脑中嗡嗡作响。整个大厅瞬间便安静下来。巡查使现在正在和熟人叙旧，相信很快就会出来，现在请大家耐心一些。火老淡淡道。有人内心虽然不满，但是刚刚火老的声音伴随着真神之力，彻底把他们镇住了，也不敢轻易开口。而此时姬承业见机会来了，突然站了起来。火老，既然巡查使暂时没有出来，我想要当众宣布一件事情。他神色平静地说道。姬家主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就是了。火老点头道。姬承业笑着道，多谢火老。随后他看向众人，今天来，一来是星际航行公司的邀请，二来也是希望大家做个见证，我和司徒家主有一场交易。司徒家主，他转头看向司徒南，大声喊道。司徒南听到姬承业喊他，内心砰砰直跳，脸色也一下就变了。司徒家主，之前你我的约定，可不能说反悔就反悔。姬承业道。司徒南只好站了起来，然后看向姬承业，姬家主，我可不记得和你有什么约定。司徒家主可真是健忘，谁不知道你之前带了一个人回去，而这个人正是我姬氏要找的人。之前你我约定，今日趁着大家都在，所以进行交易。各位，姬承业见司徒南不承认，只好大声道，这次我和司徒家主交易的对象就是夏南天。果然，很多人也早就猜测到了，毕竟他们对姬氏和秦晨的事情有所耳闻。你放屁！司徒南终于忍不住了，他直接骂出声，严肃道，了解情况的，谁不知道我是在保护夏南天小友？我司徒氏和你姬氏是什么关系？交易？简直笑话！哼，了解你司徒氏的人，谁不知道你们会去轻易去保护人？算了，既然你反悔了，就这样吧。不过，你既然说了是保护，大家也都听到了，可别让人失望。姬承业没明白司徒南为何突然反悔，不过他不信对方还真的会一直保护下去。好了，二位，既然达不成一致，此事就不要在宴会上说了。火老摆了摆手，姬承业对着火老行了一礼。火老说的是，今日倒是我的错，此次来没有带什么礼物，这截天蓝木就当我给巡查使的见面礼。说着，他手中出现了一截树枝模样、晶莹剔透的东西。众人看到姬承业拿出一截天蓝木，也是惊讶无比。这姬承业倒是舍得啊！有人忍不住开口：天蓝木上等奇物，对于肉身的修炼效果极佳，即便是他们也眼馋得很。姬承业估计就是想用天蓝木和司徒南交易，可是不知为何司徒南突然反悔，而姬承业干脆就将天蓝木送了出去。对，这样一来，姬承业显得非常大气了，格局有了，还能打击一下司徒南。众人都纷纷猜到了姬承业的用意。既然司徒南不交易了，那就送出去，一来显得自己大气，也让众人知道他和司徒南却有交易意识，是司徒南个人反悔；二来给星际航行公司以及那位还未露面的巡查是极大的尊重，送天蓝木可不是别的家族能送的；三来更是打击了司徒南，毕竟司徒氏和星际航行公司走得更近，但姬氏却送了天蓝木，你司徒氏又该送什么？姬家主倒是有心了，那我便替巡查是感谢你的礼物。火老笑着道，他当然不会拒绝，天蓝木对秦晨肯定有极大好处，
而且姬承业送出东西，秦晨又怎么会拒绝？姬承业一笑，手中的天蓝木一抛，顿时飞向了火老。火老一把将其抓住后，缓缓道：“各位，我想大家都非常好奇，这次我星际航行公司派下来的巡查使是谁？下面我们欢迎巡查使登场。”说着，火老退了几步，将台上的主位留了出来。众人都表情认真地盯着大厅的一侧。不多时，一个身影走了出来，然后朝着台上一步步地走去。好年轻！有人惊讶地开口：“应该不是变化的样貌，这么年轻，怎么可能？这种场合又是主角，根本没有必要变化样貌。”所以当众人看到秦晨的面容后，都瞪大了眼睛，同时在疑惑：巡查使这种职位怎么能交给如此年轻的人？星际航行公司到底在干什么？这难道是紫衣真神的亲儿子？有人偷偷传音：这么年轻，修为绝对不会高。然而委以重任，不是关系户，他们都不相信。亲你个头，这是秦晨！有人认出了秦晨，没好气的道：什么？他是那个星际航行公司的第一天才，和姬氏有仇的秦晨？有人不确定的问道：废话，还能有谁在这么年轻就有资格做巡查使？紫衣真神是单身。那人冷声道。这一下，台下一个个大人物脸色都变了。秦晨被再派到这里了，这说明对方突破了不朽。我尼玛！一个家族的家主实在被惊到了，忍不住爆了句粗口。难怪司徒南之前是那个态度，我之前确实看到他带了一个人来，想来就是和姬氏交换，结果他提前知道了秦晨是这次的巡查使，所以反悔了。有人突然想到了的刚刚姬承业和司徒南的事情，肯定是这样，司徒氏和星际航行公司来往太深，脱离了星际航行公司，不出10年必定调出百大家族，司徒南突然反悔是正确的选择。有人点头道：姬承业被打脸了。有人看向了姬承业，刚刚姬承业送出天蓝木是为了打击司徒南，同时也是尊重巡查使，结果这个巡查使是自己的仇人，这脸简直打得啪啪作响。此刻的姬承业脸色阴沉的能够挤出水来，他身体不停的颤抖，不是怕，而是愤怒，自己的天蓝木竟然送给了仇人，之前还一口一个巡查使，表现的之谦卑，一切都在告诉他自己丢人丢大了。台上，秦晨站在中央，看着下方众人，面带微笑，很高兴诸位能来参加秦某的接风宴，这次主要就是为了和各位熟悉一下。我知道这里有不少家族，不少人是和星际航行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但良性的竞争是好事，有竞争才有进步，竞争不是坏事，更不是仇人，所以今日诸位不要有任何的心理障碍，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即便你们互相拉关系拉业务，秦某也不会有任何意见。他的话想在所有人耳中，让原本一些人紧张的心也放松下来。大格局，有人忍不住道。秦晨能够说出随便拉关系的话，就正了格局。要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各族家主，平时忙得很，而且有不少本身没有竞争关系，但也没有合作关系，这次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合作，这是借了接风宴的东风。而且如果是两个和星际航行公司有竞争的家族突然合作，对星际航行公司不是好事，但是秦晨却没有任何意见，这是很少人能够做到的。年轻有潜力，心性一流，这是对同龄人的降维打击呀！有人终于明白现在的姬氏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年轻人，甚至都有人在为姬氏默哀了。原本一些准备和姬氏合作的家族瞬间打消了念头。另外，我还感谢各位今天不仅仅来为我捧场，还带了这么多礼物。秦晨看向台上的一边，那里正堆放着大量的礼物，都是这次来参加接风宴之人送的。秦巡查使说笑了，既然来了，我们总不能空手而来吧？是啊，一些小礼物，秦巡查使不嫌弃就好了。有人纷纷露出笑意的说道，没有拍马屁，但是却能拉近关系，恰到好处。能送给秦巡查礼物，乃是我梁氏的荣幸。突然，梁氏家主大声道，突然的马屁拍得非常直接，让不少人都是一愣。那些原本和星际航行公司有合作的家族顿时急了，争先恐后开始拍着马屁。他们不是因为秦晨巡查使这个身份，毕竟巡查使不能带给他们什么，而是因为秦晨这个人潜力太大了，以后绝对是星际航行公司的大人物，先把马屁拍在这里，反正不吃亏。秦晨听着众人的话笑了笑，随后道，在这里我还要着重感谢一下姬氏家主。大家都知道我和姬氏有些小恩怨，但是姬家主不计前嫌，送来大礼，秦某真是想不到，也感激不尽。说着他看向了一脸铁青的姬承业。姬承业内心气炸了，浑身都在发抖，想要爆发出来，但是最终还是压了下去。他冷哼一声，甩了甩手，转身便走。看到姬承业离开，秦晨一笑，看来姬家主还没有适应这样热闹的环境。没事，我刚刚说了，大家该吃吃，该喝喝，该拉业务的拉业务，尽兴就好。说完他也走下了台，然后端起酒杯开始一个个的碰杯。于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了，原本这里有不少家族之间都并不对付，甚至常常背地里玩阴的，可是现在整个大厅却显得其乐融融，非常的和谐。要是外人来看到，都会误以为苍蓝大陆是最团结的大陆了，而这种情况还从未发生过，破天荒的第一次，恐怕在以后也不会有此情景。这一切全是因为秦晨。接风宴结束后，秦晨来到了星际航行公司的大厦内，巡查室有专门的办公室，这是三王早就给他准备好的，同样在最顶层，和火老的办公室相隔不远。此刻办公室内，三王、秦晨以及夏南天都在这里。秦巡查使，我们平时办事难免也有疏忽，这次还请高抬贵手了。三王看着秦晨也没有绕弯子，
直接说明了情况。人人都有问题，就看秦晨怎么查，所以没有必要弯弯绕绕的。秦晨一笑，三位多虑了，有些事情秦晨还是懂得。虽说这次是总部那边派我来查，但是怎么查，查出些什么，我心里有杆秤。在蓝星时，他就在军部当过巡查使的，对于这个职位他并不陌生。区别是当时蓝星的军部容不得别人乱来，贪是很严重的事情。毕竟那个时候蓝星面对生死存亡，军部出问题，整个龙国就会出问题。而这次星际航行公司财大气粗，其实处处都是乱象，就看抖不抖出来的问题。他这次来本就做好了准备，只要问题不严重，他也懒得去咄咄逼人。闻言，三王内心松了口气，当即对着秦晨道：“多谢巡查使了。”秦晨摆了摆手：“先别谢我，这次公司派我来，任务内容有个整顿，各位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吧？”他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让三王脸色微变。对于他们的表情，秦晨很是满意，他要的就是一边安慰一边敲打。秦巡查使的意思是？三人疑惑。整顿听起来总部那边很不满意，这让他们不得不再次紧张起来。秦晨一笑：“整顿二字可大可小，可以从上到下的彻底整顿，也可以做个样子，也算整顿。不过三位还是要将各部的资料拿到我这里来，我才能具体分析。工作我也得做吗？”秦巡查使说的是。三人连忙点头。秦晨来就是查的，如果天天无所事事也说不过去，哪怕表面上也得查一查。秦晨一笑，他之所以要一边安慰一边敲打，就是要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至少让这几人不那么明目张胆的给自己添麻烦。对了，这位大家应该都认识了。秦晨指向一旁的夏南天。三人点头。姬氏和司徒氏这段时间为了夏南天可是做了很多。夏君神是我的前辈，因为姬氏的事情还未彻底解决，所以我想看能不能让他在公司做做事情。秦晨缓缓道：“能，太能了，我商部正缺人手，夏老弟这样的人太适合了，就来我商部吧。”秦晨的话刚落下，金刀王就连忙开口。这个时候冰山王也反应过来，他脸色一正，郑重道：“去什么商部？那里杂事太多，乱七八糟的，夏老弟刚来，你让他如何去做？而且别忘了，现在夏老弟最重要的还是安全问题，姬氏肯定不会死心，在商部会经常出去办事，太危险了。”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开口道：“还是来我财部吧，这里无需出去，就在公司内部办公。而且我看夏老弟为人耿直，做财部的事情再合适不过了。”金刀王撇了撇嘴，一脸的无语，为人耿直是怎么看出来的？他正要开口，一向不太爱说的土灵王这个时候也开口了：“要不就来我事务部吧，这里需要常常和人接触，也锻炼人。还是来我商部好，来我财部最适合。”冰山王和金刀王抢得最凶，他们都知道，只要夏南天来自己的底下做事，秦晨再怎么说也会在调查上有所留情的。夏前辈，你想去哪里？秦晨看向夏南天，这事还是需要尊重本人的意见，而且只是暂时的，等姬氏的问题解决了，以夏南天的性格，肯定会出去闯荡的，不会被困在这里。夏南天想了想，没有多做犹豫，平静道：“去事务部吧。”他的想法很简单，财部确实有些无聊了，而商部也确实需要经常出去和别人谈事，姬氏那边肯定会找机会，他不想再给秦晨添麻烦。事务部相对合适，可以不用出去，又可以和别人打交道，到时候熟悉之后，还可以向别人请教修行上的事情。夏老弟，再考虑考虑。是啊，再想想啊。金刀王和冰山王不愿意放弃，继续道。秦晨摆了摆手，好了，夏前辈有他的考虑。他看向土灵王，那就麻烦土灵王安排一个职位出来了。土灵王道：“巡查使哪里的话，一句话的事情。”很快，三王离开了办公室。夏南天犹豫了一下，留了下来。夏前辈，你还有事？秦晨疑惑道。夏南天手掌一翻，手中顿时出现了一颗不小的紫色石块。不朽晶。秦晨见后露出了诧异，原来这叫不朽晶。夏南天此时才知道这东西的名字。夏前辈，你这个不朽晶怎么来的？秦晨问道。夏南天解释道：“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去了青云星吗？这个不朽晶就是在那里获得的。我之前也感受到了其上面传来的能量气息，却始终无法使用。不朽晶看来只有不朽才能使用了。青云星吗？”秦晨喃喃。夏南天的这枚不朽晶看起来品质很一般，但是别忘了，夏南天的实力并不强，能够获得这样的不朽晶，证明青云星很可能就是他一直要找的，可能存在不朽晶矿的地方。秦晨，这东西对你很有用。夏南天问道。秦晨点了点头，这东西能提升不朽的修行速度，而我的体质比较特殊，提升的速度比一般人快，损耗也相对要小很多。闻言，夏南天点了点头。秦晨一开始在蓝星就表现出了无比特殊的体质，这一点他并没有怀疑。这个给你。夏南天将不朽晶给了秦晨，秦晨也没有拒绝，将其拿了过来。我给你讲讲我对青云星的了解。夏南天道。他猜到秦晨可能要准备去青云星，很快他将自己在青云上遇到过的事情以及自己的了解详细的说了出来。小爱，结合天网上的信息整理一遍传给我。秦晨道。好的主人。小爱很快开始查询在天网上青云星的公开信息，不多时，小爱将夏南天说的和天网上的一起整理出来，传给了秦晨。青云星位于苍蓝星域青云星系的一颗古老星球，而青云星系在整个苍蓝星域也是一个大系，是银河星系完全不能比的。而青云星在青云星系是有绝对的地位的。青云星的星主莫青云就是一位强大的蜂王，比这些百大家族的蜂王家主还要强。他不仅仅是青云星的星主，也是青云星系的掌权人。另外，
秦晨发现了一个信息，莫青云此人和天网公司来往比较密切，而对星际航行公司却不怎么感冒。原因就是曾经在青云星系发现了一个虫洞，原本他是青云星系的掌管人，所以觉得这个虫洞属于他自己的。然而星际航行公司得知后，却生生的将一半的掌管权拿了过来，导致对方非常的不满。从此之后，对星际航行公司的人也带着怨气。看了这些信息后，秦晨内心也有了一些准备。主人，我们是要去青云星？小爱开口问道。他很喜欢和秦晨一起到处跑，而不是一直待在一个地方。秦晨点头，对，不过要等冰山王他们将资料送来后再走。丁，神级任务开启中。任务1，前往青云星系，5年内将精神力提升到2级，获得蜂王武学一门普通模式。任务2，前往青云星系，3年内将精神力提升到2级，获得蜂王武学2门困难模式。任务3，前往青云星系，2年内将精神力提升到2级，随机获得真神武学2门不朽经奇物若干地狱模式。任务4，前往青云星系，3年内将精神力提升到2级，武系以上修为突破不朽，随机奖励元素敏感丹一枚上等奇物若干神级模式。就在秦晨决定去青云星时，系统的声音响起，神级任务再次开启，而他直接看向了最后那个。3年时间，精神力和修为都要提升。修为提升他并不在意，他这次去本身就是去找不朽经的，只要找到肯定能够提升修为，找不到那就任务失败，单靠自己修行3年内连续突破不朽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任务主要的还是看精神力。精神力分等级，1级精神力被称为精神意识，这1级的精神力可用来做意识攻击。2级精神力就是精神领域，达到这一层次会形成自己的精神领域，幻象攻击对自己很难再有效果，到心无比的坚定。3级精神力为精神世界，这一层次在于精神力攻击对自己无用，他以世界为精神基础，除非有感动这片世界的精神攻击。至于更高的，至今他还没有听说谁达到过，具体的境界也没有听过，或许本来就没有。每1级精神力的提升都是无比的困难，就拿苍蓝星域来说，恐怕100大家族中还没人能够精神力达到2级，这个任务很难。秦晨并没有因为这个任务出现元素敏感丹而高兴，因为精神力的提升，他的吞噬天赋技能没用，而且至今他都没有找到关于快速提升精神力的方法。系统突然给出这样的任务，让他一时间有些措手不及。秦巡查室。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声音从外面传来：“进来。”秦巡查室，这是3位部长让我给你带来的资料。来人进来后，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秦晨接过来后，神识一扫，戒指中有3堆资料，分别是商部、事务部、财部在近上百年的资料。小爱，这些就交给你了，若是发现有什么问题的地方，到时候再汇报给我。秦晨道。这些资料虽然多，不过对于他来说，只要用精神力去检查，用不了多少时间。不过他仍然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而小爱最适合不过了。放心吧，主人。小爱轻松的道。事情确定下来后，第2日，秦晨便离开了苍兰城，前往青云星系。姬府。秦晨离开了苍兰城。姬承业看着面前的黑衣人，眉头一皱。对，去了哪里？带了谁？姬承业问道。他没有想到，秦晨才刚来苍兰城不久就离开了，完全没有担心他姬家会对其出手。他一个人，至于地方，我猜测是青云星系，具体是不是需要你们自己注意。黑衣人说完，身形便消失在了原地。姬承业脸色不停的变化，很快他便开始联系姬氏族人，注意秦晨的动向。同时，不仅仅是姬氏得到了秦晨离开的消息，各大异族同样获得。神族。真神大人刚刚收到消息，暗杀榜上的1号已经离开苍兰大陆，前往地点不详，但推测是前往人族青云星系。一个神族人恭敬地对着身前的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开口：“苍兰大陆？他什么时候去的苍兰大陆？为什么才获得消息？”高大男子的声音很冷，让那名手下内心颤抖。回大人，根据消息，1号前往苍兰大陆并不久，而且人族那边保密得很好，直到他自己现身，已经在苍兰城了，并且距离现在也才2天而已，他就突然离开，我们的人才刚刚找到机会传信。手下解释道：“真是废物。”高大男子开口：“消息之后就算了，现在还不清楚1号去什么地方，这让他非常的愤怒。密切注意1号的动向，若是他去了一个有我族潜伏之人在的地方，立刻将其唤醒，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杀。”高大男子冷声道：“是。”手下恭敬道：“另外，也将这个消息告知其他几个联盟。”高大男子继续道：“明白。”手下点头。秦晨去的地方还没有完全确定，若是去的地方没有神族人潜伏，告诉别的联盟，如果别的联盟有潜伏者，也一定会出手的。秦晨并不知道自己刚一出苍兰城，开苍兰大陆就被人盯上了，还不仅仅是姬氏，更是扩散到了异族。他更想不到的是，异族还将他给安排在了暗杀榜上，并且是1号。1号代表的便是第1暗杀目标，也代表了秦晨成长起来后对他们的威胁程度。雷霆号飞船上，小爱正在分析资料，试图从中发现问题，而秦晨则是拿出了那截天蓝木。自从上次他的星辰细胞达到100万颗，开启身体秘术5级之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奇物来提升身体强大。一来是因为没有奇物，二来在没有突破不朽前，100万颗星辰细胞也确实是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如今他突破了不朽，身体这个容器容量提升了很多，天蓝木正好可以让他的身体强度再上升一个台阶。天蓝木一吞噬，秦晨体内的普通细胞有一大片开始了运转。
随着他们的运转，天蓝木上的特殊能量也被他们吸收，同时他们也开始向着星辰细胞转化。随着一颗颗的细胞转化为星辰细胞，秦晨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以夸张的速度提升，同时他的外表也发生了些许变化，虽然变化不大，但是确实看起来变得更为年轻，更加的英气逼人。同时他身上那股无形的霸气也隐隐地透露出来，自身的一切变化都是相互相成的。秦晨有所感悟，他走的武道为无敌之道，而这无敌之道无论是随着他的修为提升，还是身体提升，又或者是精神力的提升，都会变得更加明显。不知过了多久，当天蓝木彻底被消化完之后，他的星辰细胞变为了180万颗，不愧是上等奇物，只是一节而已，就差不多当我之前的总和了。秦晨很是惊讶，一节天蓝木让他直接将80万颗普通细胞转化为星辰细胞，这个效果很是恐怖。以我现在的身体强度，超过90%的不朽，我就是站着不动，也对我造不成任何伤害。秦晨一笑，随后他手一翻，夏南天之前给他的不朽晶出现，想了想，他又将其收了起来，没有吞噬。这个不朽晶品质一般，提升效果也一般，所以他决定留着，也许到了青云星还可以将其用来当做线索使用。青云星系距离苍蓝大陆说远不远，说近也算不上近。接下来的时候，秦晨大部分都是处于修炼状态，而他修行的精力完全是放在精神力上的，可惜进步并不快。飞船中途经过了一次虫洞，1个月后，他终于来到了青云星系的青云星。他第一时间前往了分公司在青云星的办事处。秦巡查使，我叫江源，是办事处负责人。秦晨刚一到办事处门外，一个看起来非常精明的男子就迎了过来，热情地打着招呼：“江主任，打扰了。”秦晨道。江源连忙道：“秦巡查使哪里的话，你日理万机，马不停蹄的就来到了青云办事处，我作为这里的主任，当然要配合。”江源的话说得很是自然，但是秦晨能够从他身上看出一丝紧张。他这次被派下来巡查的是整个苍蓝星的分公司，青云星办事处也是在范围之内，而且他这次来是突然来的，就在刚刚到了青云星才给这边传的信息，完全是让江源有些措手不及。江主任无需如此，这次我来倒不是为了巡查。秦晨开口道。哦，江源一愣，他露出了不信的表情。不是巡查，怎么会来个突然袭击？而且没有得到苍蓝大陆那边的任何通知。江主任，找个地方说话。秦晨一笑，好。江源很快就带着秦晨进了办事处，然后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区内。两人都坐下后，秦晨道：“江主任，我这次来是有一些私事，我就开门见山了。”说着，他将那枚不朽晶拿了出来，道：“主任看看这枚不朽晶有什么特殊，是否见过同类品质的？”江源将不朽晶拿在手中，仔细地观测起来。良久之后，他才缓缓道：“秦巡查使，这枚不朽晶的品质一般，它只是一个半成品。”半成品？秦晨疑惑。巡查使应该知道，不朽晶都是由不朽矿出来的，挖出之后需要经过加工，然后才流出去。江源开口。秦晨点了点头。而这枚不朽晶属于半加工的，所以算不上什么品质，修炼起来效果也是非常不好。江源解释道：“你可看得出来这枚不朽晶出自哪里？”秦晨问道。江源一笑：“秦巡查使有所不知，不朽晶在外面虽然不常见，但是在青云星上有不少。”不等秦晨询问，他继续道：“青云星上有一个不朽晶矿，100年前发现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却还未开采完。如果巡查使这枚不朽晶是在青云星上发现的，那么我想应该就是出自那不朽晶矿。巡查使这次来，难道就是为了不朽晶而来？”江源猜测到了秦晨的目的。秦晨点头：“对，这不朽晶矿在哪里？”巡查使，这不朽晶矿背后的拥有者是青云星主莫青云，没有他的允许，不会让人进入那里。江源开口道。说到莫青云时，他的语气有些变化，似乎对此人有些不满。秦晨也能理解，之前资料就显示莫青云和天网公司走得近，对星际航行公司还有怨恨，这确实有些麻烦。秦晨眉头一皱，他也是星际航行公司的，莫青云肯定也不会同意他进入不朽晶矿，而且这种事情总不能强闯进去，那样一来性质就不一样了。毕竟莫青云是这里的星主，就像有人强闯去蓝星抢劫东西一般，他肯定是不同意的。江源一直没有说话，这种事情他帮不上忙。秦晨站了起来，打扰江主任了。不打扰。江源连忙摆手。巡查使这是要？他疑惑道。当然去找莫青云，行不行？试了才知道。对了，江主任知道他在哪里吧？秦晨问道。莫青云不仅仅青云星主，还管理着青云星系，不一定就在青云星上。江源道。巡查使可以去青云府看看，虽然莫青云管理着整个青云星系，但是青云星是青云星系主星，他常常都在青云星上。若是他不在，你可以让青云府的人联系，府上的那些人应该不会拒绝。秦晨好歹也是有身份的，而且实力在那里，莫青云的手下得知其来到这里之后，无论如何都会通知的。秦晨出了办事处后，就直接朝着青云府方向而去。不久后，他来到了青云府外，而莫青云正好在府中。不多时，他就被府上的下手带进了府内，在一个湖中的亭子中见到了莫青云。此人一身青衣，正悠闲地在那里钓着鱼，直到秦晨进入亭中后，他才缓缓地转过身来。手下给我汇报说秦兄要来，我还在惊讶，秦兄弟这样的人杰，又如何会来到青云星这种小地方？没想到还真是，秦兄弟快请坐。一身青衣的莫青云虽说年龄不小，
但是看起来非常年轻，并且十分的儒雅，说话时也带着微笑，语气自然，仿佛早就和秦晨是熟人一般。秦晨见对方对自己的称呼，他也道：“青云兄，此次来确实有些突然，希望没有打扰。”莫青云一笑：“打扰什么？秦兄弟这样的人能来，使我青云府蓬荜生辉，别人还求之不得呢。”秦晨一笑，莫青云的反应，他还真是没有想到，原本以为对方会非常的不客气，甚至于讽刺他一番后就赶他走的。此刻他对莫青云的认识又多了一分。当然，他不会自己的面子大，所以对方才这样，反而觉得莫青云这人表面和内心不一，属于阴狠之人，往往这种人更不好对付。青云兄，这次来是有一事想让你帮忙，当然，青云兄若是有什么需要的，我又拿得出来的，就当成是一种交换。秦晨道，他当然不会认为莫青云会平白无故的答应他，所以这次来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只要不过分的，他都可以和对方进行交易，毕竟不朽金对他来说太重要了。秦兄弟先说说是什么事情？莫青云问道。秦晨也不再废话，缓缓道，这次来是为了不朽金矿。不朽金矿？莫青云露出了意外之色，他是真的意外。老实说，不朽金矿虽然不错，但却还未到人人都想要的地步，就连他自己都没有太过在意那不朽金矿，毕竟不朽的修行不是靠不朽金就能一直提升的，而不朽金又没有其他的价值，之所以他会开采，也只是顺手而已，反正他又不亲自动手，开采出来还能换点东西。秦兄弟需要不朽金？以你的天赋，根本没有必要吧？他还是忍不住问道。秦晨摇了摇头，我最近在突破不朽上遇到了瓶颈，想要试一试不朽金，看是否能够助我突破。秦兄弟不是突破了吗？莫青云露出诧异之色。秦晨突破不朽才会被外派出来。秦晨摇了摇头，只有一系突破而已，而且也是侥幸，还有机系，现在感觉没有丝毫进度，所以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他的表情带着无奈，看起来似乎突破真的很难，是吗？莫青云看向秦晨，目光一闪，不知道在想什么。青云兄，不知你是否愿意？秦晨再次问道。莫青云沉默了一下，秦兄弟，靠不朽金来突破不朽，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修行是没有捷径的，至今也没有人能够靠着不朽金来取巧突破不朽，你这样做只会浪费你的时间。他说的十分郑重，也确实是实话。试一试吧。秦晨坚持道。莫青云露出了无奈的神色，既然秦兄弟坚持要这样做，我也不说什么，至于进入不朽金矿，这都好说，别说什么交易不交易的，你直接去就行了。说着，他拿出了一个凭证，这是通行证，有了它，你可以随意进去。秦晨露出了诧异之色。莫青云一笑，秦兄弟应该也知道，我心里对星际航行公司有怨气，但是星际航行公司是星际航行公司，你是你，我是分开来看的。秦晨闻言后点头，青云兄大气。莫青云谦虚的摆了摆手，两人又东扯西扯的聊了一会儿，都是一些互吹的话。当秦晨拿着通行证离开青云府后，便直接朝着不朽金矿的方向而去。就在他刚离开不久，青云府上再次来了一人。姬兄，青云兄，秦晨来过了。姬承业问道。姬氏在青云心上也是有耳目的，秦晨来青云府，他之前就得到了消息。来了？他来的目的？姬承业疑惑道。这次秦晨突然来这里，他内心就一直疑惑，甚至想过对方是不是在钓鱼，好让他姬氏上钩。莫青云没有丝毫隐瞒，将秦晨来的目的讲了出来。闻言后，姬承业冷笑，真是天真，不朽金要是能辅助人突破不朽，这矿还留得到现在？莫青云一笑，对方说的是实话，不朽金真要有那个效果，恐怕就不是他能够掌管的。天网公司、星际航行公司这些势力，恐怕早就下场了。青云兄，你可了解到了他的修为？姬承业问道。莫青云道，姬家主，你太小心了，他和姬氏都和天网公司来往密切，所以早就熟悉。姬承业在来之前就给他打过招呼，若是秦晨找到，就尽量套一套秦晨的话，这也是之前他和秦晨扯那么话题的原因。姬承业无奈摇头，不是我太小心，我仔细的查过此子的成长轨迹，发现他太诡异了，成长的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仿佛就像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推着他前进，根本停不下来。所以在出手前，我不得不尽量弄清楚他的修为，这样才更有把握一些。我明白。莫青云点头，他说他只有一系突破了不朽，而这次来找不朽金，就是因为遇到了瓶颈，我看不像是假的。他之前和秦晨聊天，虽然东拉西扯，但是却还是有目的性的，而且他一直注意着秦晨的表情变化，发现秦晨说的很随意，不像是撒谎。另外，秦晨本就不知道他会让姬承业来，所以也没有必要撒谎。最关键的是，虽说不朽金对突破不朽没什么帮助，但是如果秦晨不是为了突破不朽而找不朽金，就更没有理由来了。综合起来，所以他认定秦晨没有撒谎。另外，他刚刚突破不朽就被派到苍蓝星域，这才过去多久，没有理由又突破了。莫青云认真道。姬承业点了点头，他就是想要多一个了解，多一层谨慎。得到莫青云的答案后，他内心也放松了下来。姬家主，不是我多嘴，秦晨现在的实力，如果你要去对付他，还是有些困难。我打听到他在来苍蓝星域前战胜了烈火王。莫青云突然道。姬承业的修为实力他不太清楚，但是和烈火王比起来，就算强也强不了多少。青云兄放心，此次前来我已做好了准备。姬承业自信开口。哦？莫青云很好奇，姬承业准备如何对付秦晨。姬承业一笑，没有卖关子，他
他手一翻，一杆银色长枪出现，长枪之上流转着淡淡的光华，一阵阵的神力气息弥漫而出。神器！莫青云看到长枪后顿时一惊，随后感觉到什么，脸色微变道：“你这个神器不是普通神器。”青云兄的眼光果然毒辣，此枪名为是天枪，是我姬氏祖传之器。据老祖所说，他当初是由一位虚空真神亲手打造。姬承业神色带着傲然，姬氏为百大家族，自然有其底蕴在的。莫青云神色一凝，真神也是分等级的，普通真神、虚空真神、宇宙真神。这杆长枪是由虚空真神所打造，那么它的等级大概率是达到了虚空神器的地步。毕竟虚空真神不会浪费时间去打造一把比自己等级还低的神器。姬家主还真是有魄力，莫青云感叹道。姬氏虽为百大家族，但是其背后的老祖也只是普通真神，要是有更强者对着虚空神器起了心思，姬氏就会遇到麻烦。然而为了杀秦尘，竟然将其拿了出来，不得不说是需要魄力的。姬承业一笑，魄力吗？算不上，因为这次拿出这个神器，也是他在姬家老祖那里劝说了很久才同意的。既然姬家主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我也不再相劝，这是进入不朽金矿的通行证。他再次拿出一个凭证，和之前给秦尘的一模一样。随后他继续道：“姬家主，此次去，祝成功。”哈哈，青云兄放心，此次之后，也许我姬家会遇到一些困难，不过早晚会过去，到时候你便是我姬氏最尊贵的客人。姬承业认真道：“杀秦尘虽然是私人恩怨，但是不排除有人会为了秦尘暗中对他们使手段，甚至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不过灭顶之灾不至于，毕竟他又不是大庭广众之下杀的，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姬氏终究会再次崛起。”姬承业出了青云府后，同样直奔不朽金矿的方向而去。在姬承业的身影消失后不久，莫青云也从青云府中缓缓地走了出来。姬承业，你可要一定不要让我失望，1号要死在你手中，我给你送锦旗。他轻声喃喃，想了想，最终还是向着不朽金矿的方向去。不过他的速度并不快。秦尘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终于来到了不朽金矿的开采之地。这里有不少的矿工，这些人都是武者修为，浑身脏兮兮的。秦尘在这些人的眼中看到了麻木。显然，这些武者都是被强行带到这里来挖矿的，哪怕有报酬，也绝对是低的可怕，让他想到了在蓝星时的那些资本家。另外，他还看到了几名超凡以及一名不朽，这几人戴的帽子颜色不同，都是管理者。他凭借着莫青云给的通行证，很容易的就进入了矿洞之中。进来之后，他才发现矿洞非常的大，它的前方更是出现了10几个入口。经过100年的开采，看来不朽金已经不多了。可惜，要是早100年，这么多不朽金，哪怕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也可以让我提升很多。他摇了摇头，带着惋惜。当然，他也知道100年前他还不在，10几个入口，恐怕还有不朽金的寥寥无几。想到这里，他的精神力瞬间就冲了出去，然后涌入了前方的10几个入口。入口的深度非常之深，直到片刻后，他才有所发现。看准了其中一个有不朽金的入口后，黑暗羽翼微微一震，身影瞬间就冲入了入口之中。当他再次停下之后，面前出现了不朽金。这些不朽金看起来非常的粗糙，不过他仍然没有任何的犹豫，猛地手掌开始变大，然后一把抓了过去。砰的一声，他将一个巨大的不朽金给直接从山体中抓了起来。随后他便盘坐下来，正要准备将那不朽金给吞噬，但突然又停了下来。莫青云的态度有些问题，他想到了自己见到莫青云时的情况，两人非常客气，但就是因为莫青云太客气了，甚至达到了不应有的热情，所以就有问题。莫青云说，星际航行公司是星际航行公司，秦尘是秦尘，分开看，所以并不会因为对星际航行公司有怨气，就对秦尘有怨气。乍一听没有任何毛病，但是以前莫青云对星际航行公司的其他人可没有这种态度。秦尘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面子大到对方如此客气，甚至直接给他来不朽金矿的通行证。莫青云，秦尘眉头一皱，他也拿不准，但无论如何谨慎一些是好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一试便知。想到心里，他双手在自己的四周不停地挥动，光明元素也在这一刻充斥了他的周身。如果这个时候从远处看，就会发现很难看到他的身影，仿佛他凭空消失了一般。如果是真的，那最好自己在这里突破不会有任何意外。如果是假的，那么肯定会有人来，然后乘机将他击杀在矿洞中。那么他现在就等着对方来。当然，为了拖一些时间，尽量让自己多突破一些，他设置了一个用光明元素形成的特殊防护罩。做好了准备之后，他才开始一点点的吞噬刚刚抓起的不朽金。刚一吞下去，吞噬技能开始运转。由于这些不朽金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所以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能量被它转化，而且吞噬技能在不断的排出其中的杂质，然后通过皮肤的毛孔将这些杂质给排出体外。当所有的杂质都排除干净之后，不朽金能量才正式开始被它吸收。金屑，秦尘感觉到体内的金元素星辰在吸收这些能量，变化和之前火元素星辰一样开始膨胀，同时一些星辰细胞也在被其吸引，开始靠近，然后围绕着其运转，仿佛一个新的恒星系统开始形成。砰！就在这时，秦尘感觉自己的身体的某种桎梏被打破。叮，你的精细境界突破。随着系统声音的响起，秦尘的精细境界突破成为不朽，同时他体内的金元素星辰随着能量的转化开始了演化。叮，你的金元素星辰演化进度达到 3%。当所有能量都完全消化完之后，
元素星辰停止演化。不朽晶看着巨大，可惜杂质太多。他摇了摇头，刚刚的不朽晶大小比之前他吞噬的烈火王的那个要大了很多，然而效果却根本没有那么好，只比在机星那里获得的要好上一丝。不过他也并没有失望，虽然效果不好，但架不住这里数量多。很快，他再次抓起了一块，然后继续开始吞噬。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过去。与此同时，姬承业已经来到了矿场，他并没有着急，而是先熟悉了矿场周围，而且范围相当的广。同时，他身后还出现了4人，这4人全是姬氏的下手，其中一个是在姬氏地位也非常之高的白衣护卫。你们3个分别到东西北3个方向，记住，一旦秦晨从你们中任何一个方向逃走，一定要拖住他，哪怕只是1瞬。如果你们死了，你们的家人、你的后代将一直在姬氏，并且待遇优厚。姬承业开口道：“是。”3人恭敬应道：“你去南面，那里是秦晨最有可能逃的方向。”姬承业最后看向白衣护卫，他这段时间之所以了解四周，就是在对4个方向进行综合分析，最终发现南面是最容易摆脱追踪的方向。放心吧，家主。白衣护卫点头。姬承业没有多说，白衣护卫姬氏也只有2个，现在这个是唯一的了。他们地位本身就高，从小就是受姬氏的培养，家属也已经成为了姬氏族人，所以即便白衣护卫为姬氏而死，也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安排好了之后，姬承业这才走向了矿洞。当他进入洞口后，看到前方10几个入口，眉头一皱。他刚准备用精神力探查，但是马上又放弃了。用精神力探查速度是很快，但是也会让秦晨第一时间发现。他不敢保证矿洞尽头秦晨就不能离开，就这个矿洞，哪怕尽头是被毒死的，也可以完全将其破坏。想到这里，他分别走到10几个洞口前，然后一一在洞口处用已经的原力设置了一个封印。这个封印无法困住秦晨，但是一旦秦晨将其破坏，他就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到。做完这一切后，他才随意选择了一个入口走了进去。进入洞口后，他的速度变得极慢，没有办法，超凡就可以任意变化形态，而且秦晨的手段不少，他必须要保证探查得非常清楚，不能遗漏丝毫。就这样，他第一个矿洞就用了10天时间才从里面走了出来。随后他又走进了另一个矿洞，这一次他又用了10来天出来。连续2个矿洞没有发现秦晨，他也不着急，神色平静地走进了第3个。每一次进去然后再出来，他都几乎花了10天左右。而当他探查的矿洞越来越多，他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我就不信要到最后一个矿洞才能找到你。饶是心境好，姬承业也有些郁闷，连续10个矿洞都没有找到秦晨，这个概率已经很低了。随后他再次进入了第11个矿洞，然后12个、13个。当他从第14个矿洞中走出时，他脸色铁青，因为眼前就只剩下最后一个还没有探查。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是最后一个你跑不掉。他一步跨进了第15矿洞。时间悄然过去了15天，他再次从矿洞走了出来，此刻他的眼中带着茫然。操！姬承业忍不住大吼一声，他脑袋有些发懵。所有的矿洞都探查了，结果没有发现人。要知道，他每一个矿洞都探查得很小心，花了如此多时间没有找到，让他心态很崩。很快他来到了矿场上，然后找到一个管理道，之前是否有一个人进去了？是的，一个年轻人。管理点头。出来了吗？姬承业继续问道。管理摇了摇头，没看到出来。闻言，姬承业转身就走，再次回到了矿洞中。他盯着10几个矿洞，面色变得凝重起来。好手段，我倒是看看你到底能躲到哪里去。他再次走入了一个矿洞中。此时的秦晨仍然在不停地吞噬着不朽晶。他其实之前就看到了姬承业来到他这个洞内，对方使用的是精神力一点点的探查，非常的仔细。可惜论起精神力，姬承业又如何比得上他？所以在光明元素的作用下，对方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存在。而且他已经提前将这个洞内所有的不朽晶都给挖了过来，并且将挖后的痕迹给抹除了。不过也只能骗他一时。他暗自摇头，不朽的突破很慢，再加上这些不朽晶杂质又多，需要时间排除。哪怕是他有吞噬技能，差不多要1年时间了，仍然没有把所有的不朽晶给完全吞噬。接着他没有着急继续吞噬，而是看向了系统数据。姓名：秦晨，火系境界普通不朽，元素星辰演化进度 15%， 风系境界普通不朽，元素星辰演化进度 7%， 冰系境界普通不朽，元素星辰演化进度 3%， 土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 100%， 木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 100%， 金系境界普通不朽，元素星辰演化进度 1%， 雷系境界归一，星纹融合进度 100%， 重力系境界普通不朽，元素星辰演化进度 6%， 黑暗系境界普通不朽，元素星辰演化进度 2%， 光明系境界普通不朽，元素星辰演化进度 5%。 星辰细胞其中有7系突破了不朽，虽然演化进度都不多，但能到这个地步也算中规中矩了。正当他要继续吞噬的时候，突然耳中一动，不多时他便看到一个身影正缓缓地走来，对方每走一步都仔细地探查着。当他来到距离秦晨不远时，突然停了下来。姬承业仔细地盯着自己的前方，脸色渐渐地出现了变化。此刻在他的眼中，一个个元素光点浮现出来，这些元素光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罩。
他稍微用精神力靠近，精神力立刻就像石沉大海一般消失不见。很显然，这层防御罩之上还有一层比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附着在上面，让他第一次进来这里后使用的精神力完全没有起到效果。光明元素加精神力，好手段。姬承业将精神力收回，仔细地盯着，渐渐的他看到了前方一个身影盘坐在那里，周围还堆放了不少的不朽晶，还真是利用不朽晶来突破，异想天开。咚！他一拳轰出，那光明元素形成的防御罩应声而破。找到你了，还是一个隐藏的高手，花了我1年时间。姬承业的声音带着怨气，同时也有兴奋。1年时间大大的超出了他的预期，但找到秦晨，总算没有让他白跑一趟。你是来送死的吗？秦晨手一挥，将不朽晶完全给收了起来，看向姬承业，缓缓开口：送死。姬承业一笑，我知道你很强，战胜过不少封王，但你不会认为现在的你就已经是不朽无敌了吧？我就不朽无敌又如何？秦晨平静道。如今的他在天蓝木将身体提升的同时，又连破了6系。虽然星辰演化进度不高，但是从超凡突破不朽本就是一次大的跨越，不朽中能够找到的对手，他不清楚是否真的有，即便有，也是那种真神无望的老古董，并且拥有5系以上，将全系提升到封王巅峰的人，而且数量极少，至少姬承业还不是这样的封王。况且现在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老古董存在，并且不只是他没有发现，是大家都没有发现，那么他说自己不朽无敌就没有错。况且就算有，要战胜他，甚至杀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哈哈！听到秦晨的话，姬承业大笑，带着讽刺道：年轻人，你是真不知道这个宇宙的广阔。在这个宇宙，神秘的强者何其多，你见过的不朽有多少？不朽无敌，你也说得出口？他看向秦晨，眼神出现了变化。我们虽然是仇人，但我之前还佩服你，觉得你不仅天赋惊人，心性也坚韧。然而现在却让我发现，原来再天才的人也无法避免内心的膨胀。他的语气带着失望，突然感觉杀秦晨变得没有之前那么兴奋了。因为之前杀秦晨，他觉得将是自己有生以来的一大壮举，不仅仅能够震惊无数人，同样也能使他的内心达到极大的满足，甚至自傲。毕竟秦晨太优秀了，杀一个如此优秀的人，难免会兴奋，就像一个屌丝拿下了公认的第一女神一般。然而最后时刻，屌丝发现，原来这个女神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完美，虽然还是能够让外人震惊羡慕，但终究自己少了那么一丝兴奋。膨胀吗？秦晨缓缓站了起来，出手吧，不要让我失望。他也懒得和对方废话，正好看看自己如今的实力到了哪等地步。那你就去死吧！姬承业见秦晨如此狂妄，瞬间身上的气息轰然爆发，他没有丝毫的拖大，手中的真神枪出现，一出手便要一击必杀。砰！长枪刺出的瞬间，空间炸裂。当恢复过来后，枪头已经来到了秦晨的胸前。真神器吗？好强的神力气息！秦晨眼睛一眯，这杆长枪超过了他当初见过的真神器。可惜你的不是至宝，又能发挥出它多少威能？秦晨神色平静的轻声道：多少威能也足够杀你了。姬承业看到秦晨没有反应，冷笑道：你连躲避都办不到了吗？既然如此，那便死吧！轰！长枪瞬间击在了秦晨的胸口之上，顿时秦晨周身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波，整个矿洞在这一刻剧烈的震动，无数的石块开始掉落，到了最后轰然坍塌。外界，莫青云站在虚空之中，他死死地盯着战斗的地方，强大的冲击波让他也神色凝重。不愧是虚空神器，即便姬承业无法将其完威能全发挥出来，这一击也已经达到了封王级别的巅峰，直逼真神级力量。秦晨死在这一击之下，突然他脸色一变，身体更是忍不住往后退，甚至有一种直接跑路的冲动。此时的矿洞已经完全坍塌，战场中心，姬承业盯着前方，缓缓道：星儿、明儿，我已为你们报。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瞳孔猛然一缩。不可能！他脸色大变。为什么不可能？秦晨的身影缓缓走来，声音平淡的道：怎么可能？我的这一击，即便是真神也要避其锋芒，不朽怎么可能扛得住？姬承业难以置信的大喊。这一击他已经拿出了自己的全力，也有信心击杀一切不朽。然而秦晨看起来却毫发无损，这让他无法接受。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宇宙太大，你永远无法知道同一修为的人到底有多强，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你的这一击没有不朽能够扛得住？秦晨的声音带着戏谑，他的星辰细胞已经达到了180万颗，身体强度已经提升到了外人在这个境界无法理解的地步，再加上他有空软甲，并且姬承业又发挥不出虚空神器的全部威能，这样他还扛不住就说不过去了。姬承业的脸色阴沉了下去，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慌张，而是平静道：我低估你可是你觉得我会是一个人来吗？说着他看向了秦晨的身后，出来吧，一起出手。秦晨眉头一皱，然而下一刻他就愣住了。姬承业在说完之后瞬间就转身逃跑，没有丝毫的犹豫。人才！秦晨一笑，背后的黑暗羽翼轻轻的一震，身影瞬间消失。当他再次出现后，已经来到了姬承业的身后。姬承业脸色大变，去你妈的！姬承业的虚晃一枪把隐藏在虚空中的莫青云吓了一跳，他以为对方发现了他，让他一起出手，结果差点就自己暴露了出来。不过这一好，他
太让人意外了。他看向秦晨，眼中露出了震撼。秦晨的实力可以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此刻的秦晨已经来到了姬承业身后，冰冷的声音响起：“你的速度太慢了。”姬承业此刻内心已经惊恐了，怎么会这么快？身体强度、速度都这么可怕，怎么会这样？他拼命地使出风元力，让自己的速度一直处于极限状态。然而秦晨却始终在他的身后，而且相隔的距离没有丝毫变化，这很明显说明了秦晨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速度，这也让他无比的绝望。姬家主，你这次是如何知道我在这里的？秦晨平静地问道。这次他来青云星肯定是被姬氏给察觉到了的，这一点他不奇怪，毕竟他也没有刻意去隐藏自己。可是他来到青云星，然后再来到不朽金矿这里并不久，就发现到了姬承业来了，这一点就值得怀疑。想要套话，你休想！姬承业冷声道。秦晨摇了摇头，那你就死吧，顺便让你看看是我的枪厉害还是你的。话落，千机伞出现，然后瞬间变成了一把长枪。长枪看起来很普通，也没有姬承业那虚空神器的神力气息。可是当秦晨刺出长枪之时，面前的空间咔嚓一声便被刺破。姬承业眼中露出了恐惧，他身体拼命地涌出各种元力，将自身给死死地包裹住。然而这一刻，面对秦晨刺来的长枪，都是徒劳。破碎的空间瞬间就恢复，而秦晨的长枪也噗的一声将姬承业周身的各种元力层给轻易刺破，然后直接洞穿了其身体。他手臂微微一抖，无数的元力涌入长枪，然后钻入了姬承业的身体中，开始疯狂的破坏。不！姬承业感受到自己体内的不朽能量正在疯狂被磨灭，惊恐的大叫。秦晨举起长枪，轻轻地将其挑了起来。姬家主，可否想过有今天？他不是一个喜欢杀戮的人，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切都是因为姬星引起的。这其中有因为姬星，但更多的还是姬氏想要通过杀他来让姬氏更有名。可惜姬氏打错了算盘，贪心终究会被反噬。秦晨，你就算杀了我，姬氏还在，姬氏还有老祖，早晚你会死的。姬承业并没有任何的后悔，到了这一地步，虽然不想死，但是真正无法改变结局时，也不会为了之前做的事而后悔，是吗？我听说你姬氏的老祖数百年未曾出现，我倒是很想见一见。秦晨的声音平淡，没有丝毫的波动。姬氏老祖是真神没错，但乃又如何？对方想要杀他，哪又那么容易？秦晨，你好了，死吧！秦晨长枪猛然一震，砰！姬承业的身体当即爆开。击杀姬承业后，秦晨缓缓地收起了千机伞，他并没有离开，而是抬头道：“看了这么久，也该现身了吧？”此刻正隐藏在虚空中的莫青云脸色一变，他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就逃了。秦晨的实力，他刚刚见识到了，完全出乎了意料。他很清楚，哪怕自己比姬承业强，也不是对手。你是怎么发现我的？他带着疑惑的声音传来。秦晨发现对方没有任何犹豫的逃走，微微一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黄雀似乎太怂了，还得感谢姬承业。他一步踏出，瞬间追了过去。一开始，他其实并没有发现有人在暗处，还是姬承业那虚晃一枪，让他瞬间用精神力搜索了一下四周。而恰好那个时候，隐藏在虚空中的那人也出现了波动，所以那一刻他就知道有人，但是并没有打草惊蛇，因为他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在对付姬承业的同时，还能留下一个如此会隐藏的人。姬承业，莫青云顿时反应过来，知道姬承业那虚晃一枪让他使得空间出现了波动，被秦晨察觉到了。该死的姬承业！莫青云暗骂一声，随后伸手在虚空中一抓，顿时他的身体仿佛钻进了另一层空间之中，速度刹那间飙升。秦晨眼睛一眯，果然掌握了空间元素。他清晰地看到前方的空间不停地出现波动，越来越远，速度非常快。下一秒，他背后的羽翼展开，然后追了过去。不愧是掌握空间元素，够快。秦晨看到前方时不时的就出现一个身影，穿梭在空间之中，速度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在对方前进的过程中，空间仿佛被折叠了一般，每一步跨出，距离都极其的远，哪怕是他利用黑暗羽翼，一时间竟也追赶不上。而此时的莫青云感受到了背后秦晨的追赶，脸色越来越凝重，甚至出现了惊骇。怎么可能？我掌握空间元素，并且使用了空间速度类武学，却无法将距离拉大，甚至越来越小。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青云兄，何必走得如此着急？不如停下来，你我好好谈论一番。秦晨一边追赶一边开口。莫青云没有说话，他不傻，自己一旦承认是莫青云，很可能会引来人族的调查。毕竟他没有杀秦晨的动机。他虽然对星际航行公司有怨气，但没有到要杀人的地步。而一旦调查，他就彻底暴露了，到时候人族会发出通缉令，再想要离开人族疆域几乎不可能。而如果自己不承认，秦晨也没有实质性证据，那么人族就不会启动调查程序，他就还有机会活下去。青云兄，你倒是说句话啊！秦晨再次开口。说你大爷！莫青云暗骂，然后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莫青云又是谁？秦晨一笑，青云兄不会是以为改变了声音和样貌，就觉得秦某就不知道吧？姬承业能够那么快知道我的所在，青云兄功劳不小。青云兄让我有机会这么快杀了姬承业，秦某得感谢你，你又何必躲着我？话落，秦晨黑暗羽翼再次一震，速度提升了不少。这样下去，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追上。莫青云感受到秦晨的速度，内心焦急如焚。青云兄，你好像有些着急了。秦晨在后面时不时的就说一句话，让此刻的莫青云内心烦躁不已。青云兄和我没有大仇，
但是却先是让姬承业来找我，好借刀杀人，甚至还亲自来做黄雀。你应该是人族的叛徒，或者是异族潜伏者吧？秦晨的声音平淡，却让莫青云浑身一震。不过秦晨的话让他灵光一闪，我现在有一个唯一可能逃脱的机会。想到这里，他顿时拿出了一个特殊的通信器，随后避开了天网，传出了一道信息出去。与此同时，神族于大人，刚刚我族潜伏者4号传来消息，他正在被秦晨追杀。一个大厅中，神族的一位红脸不朽对着一名光着上身的神族高层汇报：4号被追杀。与姓神族高层眉头一皱：是的，大人，根据传来的消息，秦晨的实力很强，他猜测在不朽中恐怕已经无敌。无敌？他才多大？是他莫青云太废了而已。与姓高层冷冷道：修行路一山还比一山高，在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境界无敌一说，之所以败，只是自己太弱而已。他既然任务失败，那就等他死吧。与姓神族高层摆了摆手：秦晨没有杀成，现在还被追杀，死了就死了，现在不死，早晚也会死，总不能去人族疆域救人。大人，我有个主意。红脸不朽开口道：说说看。是这样的，现在秦晨不是在追杀莫青云吗？那就让莫青云将秦晨带到一个有更强潜伏者的地方。他缓缓开口，他们的目的是杀秦晨，莫青云死不死的无所谓，只要将秦晨带到一个有更强潜伏者的地方就行。与信高层一笑，不错，你问问他现在具体情况。好，红脸不朽点头。很快他便给莫青云回信。不久后，他看到莫青云再次传来的信息，道：大人，这个是青云星系大致地图。说着，他手一挥，无数的火元素组成了一个地图，正是青云星系的大概。随后他指着青云星所在的地方，缓缓道：现在莫青云是从这里被追杀，他逃走的方向在这边。另外，根据他所说，如果按照现在的这种速度不变，将会在10日后被追上。10日，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如果遇到别的问题，还会有所变化。10日，我记得莫青云是掌握了空间元素，怎么会如此快被追上？于信高层有些不可思议。据他所说，秦晨拥有一双奇怪的黑色羽翼，速度奇快无比，但看起来却平平无奇，没有任何神力气息。这名神族红脸不朽也很奇怪，没有神力气息，证明多半不是神器。他甚至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神奇的羽翼。于信高层一笑，人族还真是看重，竟然给了他一个至宝羽翼。他的见识何等的广，一听就猜测到具体。至宝？红脸不朽大吃一惊，至宝这种级别的宝物，他连见都没有见过。于信高层没有再关注秦晨的羽翼，而是道：按照他们的速度，10日时间可否能够达到某处我族有潜伏者的地方，或者哪里有潜伏者，能够在10日内找到他们？红脸不朽摇了摇头，没有。不过大人，我还有一个想法。说。红脸不朽连忙道：我们可以将这个消息传给别的联盟，他们也许有人。而且无论他们的人是否是秦晨的对手，能杀了秦晨最好，就算杀不了，反被秦晨杀，我们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各大联盟之间本来就是你死我活，别人的潜伏者被杀，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事。有道理。与信高层点了点头，也没有耽搁，当即就亲自给另外几大联盟传消息。2个时辰之后，他收到了第一个回复。看到消息回复，他露出了诧异，不过很快就笑了。大人，如何？红脸不朽好奇道。于信高层面带微笑，妖族那边回消息了，你自己看吧。不朽看了一眼妖族给的消息，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妖族1号潜伏者在那边，而且还是不朽修为。1号潜伏者代表的是联盟最重要的潜伏者，一般这种潜伏者都达到了真神修为。然而妖族的这位潜伏者还是不朽，一名不朽被定位1号，那么这么潜伏者的天赋绝对是妖族也很重视的。一般这样的人物是不会派去潜伏别的联盟的，因为一旦被发现，损失很大。但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人族的叛徒一时间没有离开，又或者自己主动来到人族这边，这妖族还真是舍得。红脸不朽摇头道：没有什么不舍得，潜伏者为的就是杀天才，能杀秦晨，任何潜伏者都可以暴露，何况只要代价足够大，不朽也可复活。与信高层缓缓道。红脸不朽没有开口，话虽是这样说的，但是有资格让大能复活的修行者又有多少？而且复活很复杂，天赋越高，掌握的元素越多，复活的代价也不一样。最关键的是，哪怕有大能愿意复活你，但是复活之后的自己还是自己吗？所以即便是那些有大能愿意复活的天才，其实也并不想死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个性，往往会觉得就算复活了，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自己。对了，这位妖族1号潜伏者是妖族人还是人族那边判过去的？红脸不朽好奇道。如果是妖族派过去的，那妖族是真舍得；如果是人族的叛者，那人族倒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于信高层摇了摇头，没有说，他只是和妖族那边互相传了一些基本信息，并没有问具体。好了，你给莫青云传信吧。于信高层开口道。是。红脸不朽当即开始传信。冥王星。正在逃跑的莫青云收到信息后，眉头一皱。信息很简单，就是让他去冥王星上，在那边有人会对秦晨出手。作为青云星系的掌管者，他以前并不知道那边还会有人是秦晨的对手，不过他也没有别的办法，10日内秦晨就会追上他，他也只有相信。想到这里，他看准了方向，不停地使用自己的空间手段前进。青云兄，等等我啊！秦晨背后的黑暗羽翼展开，速度奇快，所过之处虚空甚至都留下了长长的痕迹。冥王星从表上看
大小也就和蓝星差不多。然而他的星球等级却很高，这是因为在这颗星球上出现过一些强者，而这些强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精神力方面很强大。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这颗星球上有一座特殊的9层塔，它通体呈现血色，进入这座塔后会面对精神力的攻击，同时也是精神力修炼的极佳之地。在无数年前，血塔出现让人趋之若鹜，也成就了不少精神力强者。不过后来人们也发现了，精神力的修行无比困难。虽说这里是极佳的修行之地，不过血塔的效果是越往上越好，但越往上也越难。真正能够将精神力修行强大的人物，相比于来这里的人比例实在太小，所以渐渐的提起这里的人越来越少，而知道这里并且专程来这里的人更少。除非是那些真正在精神力方面有特殊天赋，并且元素修行再难有进度的人，才会选择来这里专门提升精神力。此刻在这9层血塔中，就有这么一个青年模样的人，穿着一身兽皮，浑身都是爆炸性的肌肉。原本他正在第7层修行，可是此刻却突然睁开了眼睛。1号暗杀目标出现，偏偏这个时候让我不惜暴露杀他。青年脸色都变了，他感觉自己再有10来年就能靠着血塔环境精神力突破2级，而一旦突破，他就能安心去突破真神。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妖族那边传来了信息，让他杀秦尘。杀秦尘不难，但是杀了他就没法在这里继续潜伏下去修行了。他的野心很大，要知道他其实早就可以去冲击真神境界了，但是这个血塔只有不朽才能进来，到了真神会被排斥，所以他一直打算先突破精神力，再突破真神。然而秦尘的突然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我没法拒绝。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要是拒绝，妖族那边就会认为他出现了异心，直接放弃他，甚至给人族这边传信，那个时候他必死无疑。而如果杀秦尘，虽然也逃不出人族疆域，但是妖族那边承诺会复活他，虽然他觉得复活不完美，但这是最好的选择。不，也许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在血塔中击杀秦尘。他目光一闪，血塔中本就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如果他在血塔中杀了秦尘，可以说成秦尘实力不行，被血塔内的精神冲击所杀，而他也许就能继续活下去，哪怕机会很小，但也总是一个机会。想到这里，他站了起来，没有任何犹豫地往下层走去。不久后，他来到了第2层，然后停了下来。神族那个废物潜伏者应该能将其引到第2层吧？他喃喃道。他之所以下到这里，就是怕神族的莫青云无法上得太高就被秦尘追上，所以他来到这里等莫青云只要将秦尘引到第2层，他就可以出手了。段玄，你怎么突然下来了？此时第2层有2人在修行，不过看他们的穿着并不是天网公司的，而是星际航行公司的工作服以及星空联盟的工作服。很显然，2人一个是星际航行公司在冥狼星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另外一个就是星空联盟在这边办事处的人。段玄听到2人的话，并没有理会，而是朝着他们一步步的靠近。段玄，你这是？2人感觉有些不对，脸色微变。然而还没有等他们有所反应，段玄大手一挥，顿时2股强大的土元力朝着2人分别涌去。下一秒，2股土元力就形成了2个罩子，分别将2人给罩在了里面。段玄，你要干什么？2个这个时候脸色彻底变了，大声问道。段玄平静道：死在这里，别人只会觉得你们是被血塔的精神力所杀，不过现在你们还可以活一段时间。他并没有马上击杀这2人，而是要等杀了秦后才击杀他们，因为血塔外还有人，而且能够看到血塔哪一层有人，如果这个时候杀了2人，就会引起外界的反应。外界，此时血塔下正有不少人在这里看着血塔的情况，这些人大多都是3大势力在这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而他们在这里除了看热闹，最主要的还是相互比较，希望自己所在势力的人比别人强。段主任怎么下来了？天网公司的人看到第7层那个红点下到了第2层停下，疑惑地问道：你们就这么肯定一定是你天网公司的段玄？也许是我星空联盟的人呢？一个星空联盟的人开口道。听到这话，天网公司的众多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段主任上一次就上了第6层，而你星空联盟的人什么时候上过第3层？就是你们星空联盟和星际航行公司的人连第3层都没有上过，还第6层，可笑。另一个天网公司的人哈哈大笑。刚刚说话的那名星空联盟之人顿时不开口了，他也知道情况，刚刚也只是随口一说，想要打击一下天网公司的人，结果显然适得其反。毕竟人人都知道天网公司的那名段玄很强，段玄作为天网公司的顶级天才，来到这种小地方，能压着我们星际航行公司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换成我公司的秦尘，走到哪里不是压你们一头？一个星际航行公司的人不服道。秦尘？谁是秦尘？有天网公司的人疑惑道。他们一直待在这个地方，还真没有听说过秦尘。可是提到秦尘，这些星际航行公司的人一个个都神色傲然，不像是吹出来的。秦尘，我倒是听说过，好像传言说是人族有史以来第一天才。一个天网公司的不确定的道。闻言，天网公司的众人都露出了诧异。人族第一天才，还有史以来？夸张了吧？一人眉头一皱。我只是听说，没有具体了解过，而且我听说他只是超凡而已。那人摇了摇头。切，超凡？那说个屁啊！天网公司的人纷纷甩手，一脸无语。超凡？你们真是消息闭塞，秦尘已经突破不朽，而且已经被我公司任命巡查使。一个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冷笑道。突破不朽？
乃又如何？一个刚突破不朽的人，还能和段主任比？还走到哪里都压我们一头，可笑至极。况且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吹的？天网公司的人并不买账，随便说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人出来，谁都会。星际航行的人脸色铁青，有人正要开口，一个天网公司的人直接打断他：“别吹了。”说着，他冷笑一声，看向人群中的一名男子：“烈火王，之前听说你回过一趟原始城，你可听说过什么清晨呢？刚突破不朽就如此厉害？”他的语气带着嘲笑，就等着烈火王揭穿这群吹牛的人了。人群中的烈火王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根本不想牵扯进这种无聊的比较之中，这次来这里也是想要进入血塔修行一番精神力，再加上他对秦晨是有心理阴影的。此刻听到有人问他，顿时就气得不行，关我屁事！烈火王没好气的道。哈哈，烈火王还是这个脾气。那人尴尬的一笑，然后看向星际航行公司，烈火王上次回过原始城，也就是没有碰到秦晨，不然你们也不至于如此吹他。他还不忘给烈火王拍了一下马屁。哼，秦晨刚突破不朽不久，烈火王当时回去，他应该还是超凡，自然碰不到，但是秦晨绝对不弱。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反驳道。人群中的烈火王此刻都气炸了，这群人还讨论上瘾了。可是他没法说，当初自己专门回原始城挑战星际航行公司的天才，结果被秦晨打败了，太丢人了。哈哈，在烈火王的面前吹，小心烈火王直接再次回原始城，专门找那秦晨。天网公司的人哈哈大笑，他们都了解烈火王的脾气，完全可以干出这种事情出来。都给我闭嘴！烈火王实在忍不住了，开口道：“我……轰！”就在这时，突然一个破空声从远处传来，众人纷纷的诧异的转头望去，很快就看到了两个身影，一前一后的朝着这边跑来。当有人看到前面那个身影的面容后，露出了震惊的神色。是青云星主，什么情况？看他好像是在逃啊！有人惊呼道。在青云星系追杀青云星主，谁这么大胆子？那是秦巡查使。星际航行公司有人看清了后面的那个身影后，不确定的道：“是的，就是秦巡查使，我专门在天网上了解过其信息，见过他的照片。”一人突然大声道。这话让一旁天网公司的人听到，脸色纷纷变化。就是那秦晨？怎么可能？他们刚刚还在贬低秦晨，此刻秦晨就追着青云星主来了。看样子青云星主此刻已经都快吓破了胆。此时烈火王看到秦晨后，想到之前在原始城的情景，心里的阴影唰的就升腾而起。至于青云星主，他根本没有关心，因为被秦晨追太正常了。他虽然不如莫青云，但是当初秦晨打他的时候可是秒杀，莫青云要是对手那才怪了。快给我让开！莫青云大喊。此刻的他脸色苍白，感受到秦晨越来越近，内心已经出现了恐惧。血塔，血塔！他看到前方的血塔，身影不敢丝毫的停顿，拼命的冲去。在之前他就接到了信息，让他进入血塔，这样才能保命。快滚开！他靠近血塔后大喝道，身影砰的一声就钻进了血塔中。看着莫青云消失的背影，所有人都一阵发懵，他们刚刚看到了莫青云的恐惧。随后他们纷纷转头看向了走来的秦晨，没有一人说话，但眼中都带着震撼。此刻的秦晨已经放慢了速度，他一步步的靠近血塔，有些惊讶，竟然是9层血塔。他连忙将神识放入系统空间中，果然当初在另一处血塔中获得的那枚血色令牌此刻正在颤抖，明显是因为眼前这9层血塔而起的反应，只是他之前一心在追莫青云，没有感觉到。第一次遇到的9层血塔就是让我学习了精神力，而这次系统给了精神力的任务，难道突破口就在这里？他顿时想到了这次的系统任务。老实说，这次的系统任务他都有些绝望了的，现在距离任务完成时间还有2年了，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没想到转机却存在于这里，当然是与不是，进去了才知道。想到这里，他朝着血塔入口走去。秦巡查使。就在他走向众人时，有人喊道。秦晨看向那群星际航行公司的人，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血塔可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进去的，虽然不用血色令牌，但是却有年龄限制。听到秦晨问话，有人连忙道，巡查使，我们主任在里面，所以过来看看。秦晨点头，看热闹，很多人的天性使然。随后他突然看到人群中一名男子，那名男子似乎在有意躲着他，这让他一笑。烈火王，你也在这里？正准备躲在人群后面的烈火王浑身一震，不得不点头。是，你经常来？秦晨问道。不是，之前我是在青云星，这次来是为了修炼一下我的精神力。烈火王也没有隐藏。闻言，秦晨点了点头，这就说得通了，之前对方的不朽经就是在青云星上获得的。另外，他也确定这个血塔就是专门针对精神力的，和第一座血塔一样。按照情况，那么如果是遇到第4座血塔，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元素的融合？毕竟第2座血塔就是关于元素融合的。要进去吗？秦晨问道。烈火王身体一僵，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头，要。这个时候进去也正好看看秦晨是如何修炼的。此刻在场的所有人见到烈火王的态度，内心一突。烈火王一向都是暴脾气，可是面对秦晨确实像一个温柔的大姑娘一样。烈火王不会之前就遇到过秦晨吧？有人想到之前说烈火王回过原始城，再想到烈火王发怒，他们当即反应过来。闻言，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尤其是之前那拍马屁的人，意识到自己的马屁拍在大腿上了。
秦晨见烈火王要进去，也是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看向了其他人。各位，我宣布一个消息，青云星主莫青云乃是人族叛徒，异族潜伏者，此次追他到这里，便是要击杀他。什么？听到秦晨的话，现场顿时炸开了锅，很多人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你有什么证据？一个天网公司的人看向秦晨问道。这段时间以来，天网公司已经有了不好的口碑。当初的垂钓老人就是天网公司的人，最终被确认为人族叛徒，他天网公司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而莫青云虽然不是天网公司的人，但却和天网公司在苍蓝分公司的牵扯很深。如果一旦对方是人族叛徒，分公司绝对会被全面调查，他们这些办事处的人也会被一一问询。虽然他们并不是叛徒，内心没有鬼，但是仍然非常麻烦。我的话便是证据。秦晨盯了那人一眼，之后他才缓缓道：此次将他击杀后，若是谁有疑问，可以申请人族调查组前来调查。说完，他不再理会众人，转身走进了血塔，而烈火王也跟着走了进去。看到秦晨的走入血塔，天网公司的人一个个脸色都出现了变化。申请调查组，他们当然不敢，调查组可不是说申请就申请的。他们这些人说句难听的，就是屁民一个，哪有那个权限？怎么办？有人问道。什么怎么办？关你们屁事，非要插一脚。一个星际航行公司的人撇嘴说道。这群人还真是操心，简直是作死。天网公司的人闻言，脸色不善地看向说话之人，不过他们也没有开口，本就不关他们的事。莫青云毕竟不是天网公司的人。等吧，段主任在第2层了，一定会遇到，到时候他应该有所决断。有人道。此刻秦晨进入第1层后，瞬间就感觉到了整个空间都充斥着一股精神力，这些精神力不停地冲击他的意识，想要攻破他的识海。但是秦晨又发现了一个奇特的事情，这座血塔中的精神力不仅仅是只有攻击，仿佛还有锤炼的效果。他进来时间不长，但却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有那么一丝的增长，这在以前第1座血塔时绝对没有的效果。不过增长了一丝之后，锤炼效果便消失了，剩下的就是纯粹的攻击。这么看来，这座血塔的特殊就是精神力的锤炼，不过并非那么容易，毕竟要抗过攻击才能继续下一层。秦晨顿时有了猜测，血塔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一个神秘大能筛选宇宙天才而设置的，所以不可能让人轻轻松松的就获得好处，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考验不过，要么就被弹出血塔，要么直接死在里面。之前去青云星任务就听说了这里的血塔神奇，果然我感觉我的精神强了一分。站在秦晨身后的烈火王忍不住惊叹道。他抬头看向血塔的上一层，喃喃道：我要是上到最高层，岂不是会让我的精神力达到恐怖的地步？此刻的他有些兴奋，仿佛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秦晨一笑，也没有揭开残酷的事实，而是开口道：那就去上一层。好。烈火王有些迫不及待了。很快秦晨就向着上一层而去，烈火王紧跟其后。秦晨之前在外面看到第2层有不少的红点，莫青云进来后好像也停在第2层。烈火王突然想起来，秦晨进来是击杀莫青云的。对，估计上去后会很有意思，你可要当心。秦晨说道，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调侃。我当心什么？莫青云确实比我强，但是要杀我也不容易，况且还有你啊，你可是来杀他的。烈火王一脸的无所谓。秦晨一笑，没有再说，不过他的神色却很严肃。之前追莫青云时，他就看到了对方的传信，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对方跑到这里来，直接进入血塔，证明对方认为这里可以保命。而恰好到了第2层就停下，他不得不怀疑，这第2层中另外的几个人，也许有人同样有问题。第2层，莫青云逃到这里后，还想要继续往上，突然一个声音将他叫住：青云星主，你要去哪里？莫青云转头，段主任，你也在这里？我现在准备往上一层去。说完他便要继续往上。青云星主是正被人追杀吧？段玄突然道。莫青云顿时停了下来，缓缓转头看向段玄，露出了惊疑不定神色。我猜追杀星主你的是秦晨吧？段玄继续道。你是妖族的潜伏者？莫青云此刻终于确定下来，忍不住惊讶道。神族那边给他传信，让他来这里，就说了这里有妖族潜伏者，必要时配合对方击杀秦晨。段主任可真是隐藏的够深啊。莫青云见段玄没有否认，忍不住道。他作为青云星系的领头人，又和天网公司来往密切，自然也和这边的办事处打过交道，尤其是和段玄这位主任交往不止1次2次了。可是以前他完全没有怀疑过对方，甚至一直觉得段玄是天网公司看中的人，这是人族的一个顶级天才，对以后的其他联盟同样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莫星主也隐藏得不错。段玄笑着道。他之前也不知道莫青云会是神族那边的人。你们是异族的人？此刻被之前段玄控制住的2人都震惊地看向他们。段主任，这2人？莫青云转头看过去，这2人他也认识，一个是星际航行公司明狼星办事处主任古凡，一个星空联盟办事处主任法尔。他们正好在第2层，也就随手解决了，不过不急，等下一起解决。段玄随意道。莫青云点头，这2人既然遇到了，肯定要死的，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来了。就在这时，从1层上2层的通道，一个身影出现，还有人，烈火王。紧接着莫青云又看到烈火王的身影。莫青云，你真的是叛徒？烈火王见到莫青云就大声问道。
他虽然相信秦晨的话，但是内心还是存在着一些想法的，想着秦晨可能搞错了。可是现在他已经确定对方真的是叛徒。烈火王，这事你不该插进来的。莫青云摇了摇头，哼，异族潜伏者不配我和对话。烈火王的脾气瞬间就上来了。他虽然不是故意牵扯进来，但是对于叛徒没有什么话说。你就是秦晨？早有耳闻你的大名，今日见到，比我想象的更加年轻，也更有锋芒。此时的段玄看着秦晨，开口说道。他眨眼一看，发现秦晨很内敛，但是仔细看就发现秦晨的锋芒根本掩盖不住。天网公司分部明狼星办事处主任段玄，我很想知道，你是神族联盟、妖族联盟还是魔族联盟的？秦晨平静的道。人族。段玄道，表情无比随意。你是人族？一旁的烈火王瞪大眼睛，同时露出了极度愤怒的表情。如果对方是异族，他还好受一些，可人族却成为叛徒，这让他怒不可遏。就连莫青云也很诧异，他以为段玄是妖族那边派过来潜伏的，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土生土长的人族。我是人族，很奇怪吗？段玄一脸无所谓。你是人族，为何背叛？烈火王喝道。他是一个暴脾气，同样也是嫉恶如仇的人。之前他会专门回到原始城找星际航行公司的人挑战，就是对天网公司太忠诚，见不得天网公司受损。这是往小了说，往大了说，他对人族同样有如此，见不到人族受损，何况是人族叛徒。段玄一笑，他也不介意在出手之前讲一讲自己的事情，这些事也是一直压在他心里的一颗大石。他缓缓道，我出生在一颗名叫白猿星的一颗小星球，从小我便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天生六系，天赋全满。我也受到了白猿星上所有修行者帮助，更有前辈成为了我的授业恩师，他们待我非常好。那个时候我爱白猿星，也爱所有人，我觉得人类是最好的种族。他说着，表情渐渐地带着回忆之色，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当初那美好的场景中。但是下一秒他就变得严肃起来。然而这一切终究是改变了。那一天，财源星上来了一对星道，他们抢劫财物，肆意杀人。我白猿星所在的星系明明有强者，他们却退缩了。我的亲人、朋友、恩师都死在了星道手中，这些星道便是人族。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人族原来并不是那么的让人向往。就因为这样，你背叛了人族？烈火王脸色难看地问道。无论是哪个种族，都有一群人人喊杀的过街老鼠，而人族疆域内的就是星道。星道确实可恨，但是你可以成功之后去寻找这群星道来报仇，因此而背叛人族，说不过去。段玄没有回答烈火王的话，而是继续道，那一次我离开了白猿星，不久后进入了一个不错的宗门。宗门长辈对我不错，我以为我找到了另一个家，可惜我又错了，一切都是假的。宗门的人不过是见我天赋好，想要通过一门邪恶秘术将我的天赋占为己有。他们对我使用了各种手段，可惜他们失败了。闻言，秦晨和烈火王都眉头一皱，将别人的天赋占为己有，这种邪恶秘术恐怕是没有的，失败了很正常。不过他们能够想象，当初段玄肯定是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一般人还真是受不下来。宗门的那些老古董为了这门邪恶秘术付出了无数代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结果发现失败了，他们恼羞成怒，准备杀我。最后妖族一位真神救了我。段玄轻声道。谁？烈火王当即问道。在人类疆域的妖族大概率是潜伏者在这边的。雷木真神。段玄没有丝毫的隐瞒。秦晨一愣，这个名字他还真没有听过，原来是他。烈火王听后反而没有诧异，他对秦晨道，雷木真神在100年前就被发现了真实身份，被我人族强者给击杀了。秦晨这才明白过来，点了点头。被雷木真神救后，我跟随他100年，分开后我被天网公司发现，并且直到现在。段玄道，这就是他的大概经历。秦晨听说，觉得对方连续遇到2个不幸的事情，确实心理上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最后跟随雷龙真神100年，这100年他受到的影响很大，恐怕也是他决定叛出人族的关键。你既然被天网公司发现，受到天网公司培养，才有如今成就，为何还要叛？烈火王愤怒道。雷木真神那边就不说了，都死了，段玄完全可以回心转意，谁也不会知道他之前有过叛出人族的想法。哈哈，段玄大笑，培养，在我心里没有雷木前辈，哪有我今日？他在死前也没有说出我和他是一伙的，可见其对我的关心。天网公司的培养能比得上他？你们可看到了我这一身兽皮，这都是雷木前辈当初亲手为我准备的。烈火王一脸的铁青，一件普通兽皮而已，显然对方已经完全陷进去了，根本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此时的秦晨神色平静，他倒是没有觉得诧异。段玄是一个从小遭受苦难的人，而雷木的出现正好给了其关怀。至于天网公司的培养，算不上关怀，毕竟天网公司那么多人都得到了培养，并不是只有他一个。雷木不同，对方是只关怀段玄一人，虽说对方的目的就是将段玄培养成潜伏者，但是关怀也是真的。这种情况下，段玄自然更亲近雷木，而雷木死，他也继承了对方的潜伏者身份，从他一直穿着雷木送的兽皮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好了，给你们说了这么多，你们也该满足了，接下来我会送你们入轮回，我真想看看人族的高层知道你秦晨死后会有什么反应。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兴奋起来。杀秦晨就凭你，先过我这一关。秦晨还没有开口，烈火王便冷笑一声，
在他眼里，段璇不过是天网公司的办事处的一个主任，老实说，还没有他的地位高，实力又能强大到哪里去？秦兄，你去沙漠青云，这段璇便交给我。烈火王对秦晨道。秦晨一愣，伸手就要阻止，因为他用火眼金睛看过，段璇不仅仅是6系那么简单，对方其中有4系都达到了封王巅峰，比莫青云还要强。然而他伸手阻止时，烈火王已经踏出一步，瞬间就逼近了段璇。同时，烈火王冷冷道：“你的经历我很同情，但是你背叛人族，不可原谅。今日我烈火王便替天网公司、替人族清理你这个叛徒。”他浑身升起了滔天的火焰，一双拳头仿佛经历了烈火的锤炼，通红无比。轰！一拳砸向前方的段璇。这一刻，血塔第2层的精神力仿佛都被他轰得混乱起来。看着那可怕的拳头，段璇傲然而立，轻声道：“烈火王，你我算是相熟之人，但是你为人太过粗心，做事也不经过大脑，莽夫一个。我刚刚没有说过我是一个天才，天赋全满吗？你觉得我不如莫青云？”话落，他手掌瞬间变为了金色。这一刻，他的手掌犹如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哗！他猛地向着前方一划，噗！强大的精元力将空间划出了刺耳的声音，一股可怕的元力冲击让烈火王脸色大变。砰！烈火王的身体犹如断线风筝一般倒飞出去。怎么可能？烈火王眼中露出了惊骇的神色，自己竟然挡不住对方的一击。他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影，面色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一开始他还觉得自己出手，然后擒沉沙漠青云，这样2人为人族除叛徒，可是现在心瞬间就凉了下去。他想要传信，结果发现血塔第2层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屏蔽了一般，信息根本传不出去。段璇摇了摇头，我说你思维简单，四肢发达，你还不承认，我会让你将信息传出去吗？秦晨，我们走！烈火王大喝一声，伸手就要去拉秦晨。这个时候必须要果断，只有他们出去了，才会将2人是叛徒这件事给传出去，否则他们要是死在这里，到时候段璇怎么说都可以。你看你又来，真是不思考，我会让你们轻易的离开吗？段璇微微摇头，金色手掌猛地抓了过去。血塔内的空间本就稳固无比，然而在他这一抓之下，竟然变得扭曲起来。强大的气势让烈火王脸色大变，仿佛自己伸出的手都变得奇慢无比。烈火王不得不放弃拉秦晨，身体不停的后退。可是很快他就发现，无论自己如何退，那手掌都在不停的靠近自己。走是走不掉了，留下吧。这一刻的段璇眼中只有冷漠，仿佛只有杀人族的天才才能发泄自己内心压抑很久的怨恨。眼看手掌就要抓住烈火王，一旁的秦晨终于动了。你当我不存在？他伸手一指，同样为金色，指尖可怕的金元力弥漫。砰！一指点在段璇的手掌之上，手掌上那层金色元力应声而破。你！段璇收回手掌，看向秦晨，露出了不可思议。烈火王，你去拖住莫青云。秦晨开口道。此刻的烈火王也是震惊无比，我还是低估他了。刚刚段璇这一掌，他不死也会重伤，然而秦晨轻描淡写的就给破了。好，我会拖住他。烈火王开口道。他虽然不如莫青云，但拖住对方，不让对方逃走，还是可以做到。话落，他直接就冲向了莫青云。该死！莫青云内心很慌，他原本以为神族那边让他来这里已经是万无一失，可是看样子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秦晨的实力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而此时的秦晨不再理会莫青云这边，其实到了现在，他并不太过在意莫青云跑不跑，跑了，到时候确认对方是异族或者叛徒，同样跑不掉。让烈火王将其拖住，一来是怕对方跑出去后明知会死便疯狂屠杀人，二来也是想要亲手解决对方。段主任好像很惊讶。秦晨看向段璇，缓缓道。段璇眉头一皱，他一开始觉得要解决秦晨会很简单，确实没有想到秦晨的实力会让他感觉到棘手。段主任不用惊讶，以你6系，其中4系封王巅峰，还有2系，1系封侯中期，1系封侯巅峰的修为，若是没有别的底牌，确实不是我的对手。秦晨笑了笑，说得很是随意。然而这话一出，让段璇内心一跳，忍不住惊声道：你怎么知道？他的修为从来没有真正的在外人面前展示过，除了他自己，哪怕是妖族那边也不知晓。不对，你是谁？他死死盯着秦晨，仿佛要将其灵魂看穿。蓝星之主秦晨。秦晨平静开口，随后道：妖族段璇，你可准备好了赴死？轰！他一步踏出，体内的星辰细胞开始疯狂运转，下一秒他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大了一圈。5级状态开启，狂暴力量瞬间在血塔第2层爆发，那些原本不停冲击而来的精神力在这股力量之下倒卷而回。我以最强姿态杀你，磨灭你的一切，不知妖族大能复活你，是否会多承受一些代价？或许因此承受不起而放弃复活你。秦晨平静道，但很快他就摇头，不过即便复活你也无所谓了，复活了遇我一次，杀你一次便是。迷失！哗！刹那间，整个第2层爆发出了一道耀眼的白光，让所有人瞬间失明，仿佛自身突然处在了一个空旷只有光明的世界。段璇整个人浑身一震，眼中露出了茫然。不好！仅茫然了一瞬，他便脸色大变。然而当他反应过来时，一个金色的拳头朝着他的胸前打了过来。破！段璇大喝一声，
身体在这一刻变得干瘪起来。秦晨用火眼金睛看到，原本他封侯巅峰的那一系，竟然瞬间突破到了封王初期，并且还在往上冲，直接冲到了封王中期，这才缓缓地停了下来。这一刻，他的修为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而他的身体在干瘪之后，瞬间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这突然暴涨的力量无比的磅礴，仿佛要撑破他的身体。然而最终他还是承受下来。在段玄身体稳住下来的瞬间，他大喝一声，身前出现了一面厚重的土系防御墙。利用特殊秘术，以自身潜力为代价，强行提升自己的修为，想要以此来翻盘。可惜提升的还不够。秦晨盯着实力暴涨一截的段玄，没有任何的表情波动。他的全金色拳头没有任何的停顿，就让你看看你和我的差距有多大。轰！金色拳头轰击在那土系之墙上，发出了震天的巨响。一层又一层的巨大能量扩散，让被困在远处角落里的古凡和法尔两人脸色大变。那恐怖的力量冲击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肉身都要被摧毁一般，脸色不停地苍白下去。正在战斗的莫青云和烈火王也被这股能量波给掀飞了出去。咔嚓！砰！那土系防御墙在秦晨的拳头之下瞬间裂开，然后轰然破碎。然而他的拳头没有丝毫的停顿，继续轰向了段玄的身体。以我最强姿态，说一拳灭你，便只出一拳。秦晨声音响起，轰！拳头攻击打在了段玄的身上，发出巨响，同时炸开了漫天的金光。怎么可能？不！段玄惊声大吼，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秦晨的拳头将他的身体完全击穿，自己的不朽机能在疯狂被磨灭。不仅仅如此，他的身体也在无数金元力的绞杀之下，一点点的开始消失。血塔第二层此刻弥漫着无数的金光，犹如一个可怕的杀戮场。古凡、法尔原本被段玄禁锢的力量，在这些金元力的作用之下被搅得粉碎。两人恢复行动后，脸色大变的拼命躲避。而烈火王和莫青云此刻也心惊肉跳，他们同样在不停地抵挡着这些金元力，哪怕只是战斗溢出来的力量，也逼得他们不停后退。怎么会这么强大？莫青云脸色煞白，秦晨的强大已然超出了他对不朽的认知，这种力量他认为根本不是一个不朽可以打出来的。然而事实，秦晨就是不朽，而且还是一个普通不朽。那么他成为封侯不朽，甚至封王不朽后，又该多强？烈火王则是一边抵挡，一边瞪大眼睛看着那金光爆炸的中心，再次想到了1年前自己回原始城碰到秦晨的时候。幸好当初只是挑战而已。他忍不住浑身发寒。所有人都大惊失色地盯着那金光爆发的中心。当金光完全消失后，众人纷纷一惊。人呢？他们只看到在那里只有秦晨的身影，而段玄完全消失了。一拳磨灭了一切，段玄整个人被这一拳完全磨灭了。烈火王想到秦晨出拳时的话，磨灭一切，看妖族大能是否愿意将其复活。莫青云整个人吓得浑身一抖，转身就跑。秦晨神色一凝，手臂伸出，顿时就抓了过去。砰！他一把将其抓住，猛地一握，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啊！莫青云感到身体被强大的力量挤压，痛苦的大叫。他拼命的反抗，然而没有任何的作用，挣扎之力也越来越弱。秦晨，眼前莫青云要被秦晨击杀，烈火王道：“能否将他交给我处理？”你确定？秦晨问道。我确定，他已经受伤，我有信心，而且我需要一场压力大的战斗来让自己突破。烈火王严肃道。之前他不是莫青云的对手，但莫青云受伤后正好适合。秦晨点头，直接一把将莫青云扔了出去。随后他便直接来到了出口处盘坐下来，一是防止对方逃掉，二是也正好修炼一下精神力。是你自己找死！莫青云被秦晨松开后，直接冲向了烈火王。他知道今日自己逃不掉了，那就杀一个也算赚。烈火王神色郑重，但却没有丝毫的胆怯，浑身火焰再次升起，冲了出去。两人瞬间就站在了一起。古凡和法尔两人一直躲在一个角落，他们的实力本身就一般，看到烈火王和莫青云的战斗也是心惊胆战，随时会波及到他们。秦巡查使，我们就先离开了。古凡是星际航行公司在明狼星办事处的主任，他直接向秦晨请求道。见秦晨点头，两人才连忙从秦晨身边走过，往血塔下一层走。外界，血塔外看热闹的人群此刻炸开了锅。莫星主真的被杀了吗？他们都看到，原本血塔在秦晨和烈火王进入后，第二层有6个红点，代表了6人，可是现在却还有5个红点了，这表明有人死了，所以红点消失。死得太快了，秦晨真的那么强？天网公司有人震惊道。虽说莫青云是被秦晨追过来的，可是秦晨进去才不久，一个封王巅峰的人，怎么可能被人如此快的给击？杀！我星际航行公司巡查使就是那么强。一个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傲然道。他们早就说过秦晨很强，而这些天网公司的人却不信。再强，能强过我们段主任？天网公司的人见星际航行公司的人气势起来，连忙反击。当然比你们段主任强。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开口道。哼，快看，有人下来了。就在这时，突然有人看到有2个红点下到了第1层，很快2个身影就从血塔入口走了出来，是谷主任还有法主任。星际航行公司和星空联盟的人看到后都纷纷上前。星际航行公司的一人忍不住问道：谷主任，
里面什么情况？是不是秦巡查使把那叛徒莫青云给正法了？古凡摇了摇头，还没有。没有吗？星际航行公司的人闻言，一个个顿时有些失望。不会是秦晨被反杀了吧？天网公司那边的人听到古凡的话，其中一人突然道：有可能，这血塔中有精神力干扰，莫青云进去，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在精神力的干扰之下，秦晨还真有可能被反杀。这下好耍了！天网公司的人一个个大声讨论，还时不时的看向星际航行公司这边的人，语气也有些阴阳怪气。是段玄被秦巡查使给一拳击杀了。古凡像是没有听到天网公司的人谈话，缓缓开口：什么？不可能，他怎么敢杀段主任？又怎么可能一拳击杀？天网公司的人闻言，瞬间不淡定了，一个个大声质疑。而这个时候，一直没有开口的法尔道：各位，莫青云是神族潜伏者，而段玄是人族叛徒，他已经不是我人族，而是妖族。不可能，绝不可能！天网公司的人大叫：莫青云是潜伏者，他们还可以接受，可是段玄还是叛徒，他们根本不信。他们可是跟随段玄很久了，在办事处也经常接触，对方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工作虽说谈不上敬业，但也绝对没有出过错，怎么可能是叛徒？而且天网公司连续出现叛徒，这让他们有些无法接受。有什么不可能？法尔冷声道。然而天网公司的人一个个带着质疑，仍然无法相信。段主任一直在这里修行，是秦晨直接追着莫青云过来的，段主任怎么有可能是叛徒？难道他未卜先知，知道秦晨要来，所以在这里等着？还是说莫青云明知道段主任是叛徒，还专门将秦晨引来这里，然后让秦晨一起杀了？天网公司的人冷笑。有没有可能是莫青云故意将秦晨引到这里来，想和段玄联手杀秦巡查使，结果被秦巡查给反杀了？一个人突然开口，众人一愣，这个可能不是没有。哼，不管如何，此事我们会上报上去，到时候段主任是不是叛徒，自然会弄清楚，休想抹黑我天网公司。一个天网公司的人冷声道，说莫青云是叛徒，他们可以不管，但是说段玄是，他们没法当作没看见，毕竟对方是办事处主任，而且是天网公司的顶级天才，非常受重视的。血塔外，天网公司的人和星际航行公司的人吵得不可开交，而血塔内第二层，此时烈火王和莫青云也打得不可开交。虽然莫青云受了伤，但此刻他仍然占据上风，压着烈火王再打，不过想要彻底击败，恐怕还要不少时间。烈火王，你最大的缺陷便是太过自信，段玄之前说的没错，你做事不经过大脑，你以为我受了伤就能杀了？现在我杀不了秦晨，杀了你也算是功劳一件，我族大能一定会因此复活我的。莫青云不停地打出自己的攻击，每一击都在使用全力，他想要赶在秦晨出手前击杀烈火王，之后即便死他也无所谓了。是吗？谁说我就不能是你的对手？烈火王大声开口，话音刚一落下，他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变，身上散发出的不朽气息更加的狂暴。轰！烈火王一拳打出，破开了莫青云的攻击。原本还自信满满的莫青云脸色一变，你突破了！他惊声道，本来我就要突破，这次来血塔也是看看是否能够利用精神力刺激让我修为突破，不过我发现精神力是精神力，修为是修为，根本无法通过精神力来让我修为突破。幸好你出现了，并且还被秦晨所伤，这才让我有了压力，但又不至于让我毫无还手之力，这样才让我在强大的压力下戳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刚刚还被压着打的烈火王突然变得凶猛无比，每一次的出拳都能轻松破了莫青云的攻击，并且还能继续反击，形势在一瞬间就反转过来。莫青云被烈火王刚猛的攻击打得节节败退。你怕了？烈火王一拳又一拳的打出，攻击无比的简单，但是让莫青云完全无法还手。你的心慌了，到今夜不晚了。烈火王一边攻击一边冷笑。这一刻他突然有些瞧不起莫青云了，刚一出现败事，心境便出现了变化，这样的人道心不够坚定。既然你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又何必怕死？砰！烈火王一拳攻击在莫青云的胸前，将其击飞出去。紧接着他再次逼近了对方，可怕的火焰拳头一拳又一拳的砸出。你神族原本就是我人族分出去的，整个神族都是叛徒，哪怕你们改变基因，也休想掩盖你们是人族叛徒的事实。烈火王在击出最后一拳后，将莫青云砸在地上，狠狠地说道。此刻的莫青云眼神开始涣散，自身的不朽机能也已经彻底的被清空。我神族终将取代人族。在死亡的最后一刻，莫青云开口，哼，取代我人族，你们也配？总有一天，你们整个神族都会被钉在人族的耻辱柱之上。烈火王狠狠道。说完，他打出一道火元力在莫青云的尸体上，砰的一声，莫青云的尸体被焚烧干净。做完这一切后，他才看向盘坐在不远处的秦晨。秦晨，多谢了。他的表情带着真诚。老实说，他和秦晨是不打不相识的那种，当初败后也让他产生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他一直觉得秦晨是那种极其霸道的人物，但是相处下来之后，他明白秦晨的霸道是对对手而言，不是对手。感觉秦晨还不错，并不是那种不好打交道的人物。秦晨站了起来，开口道，你能突破，也没有让我白将莫青云给你，还要继续修行精神力吗？烈火王点头，来都来了，而且我也突破了，短时间修为没法增长，不如就修行一下精神力。行，你继续，我去第3层。说着，秦晨便朝着第3层走去。你第2层适应了？烈火王一惊，他和莫青云战斗时，第2层的精神力就一直在冲击着他，
不过还好，他们战斗的时间不长，他扛住了这些精神力，并且战胜了莫青云。但是他并没有适应这些精神力，所以第二层对他的效果还是有的。而秦晨这么快就适应，让他很惊讶。这说明原本秦晨的精神力就很强大，在我击杀段玄时就已经适应了。秦晨点头，然后一步踏入了第3层。烈火王内心一震，不可思议地看着秦晨消失的地方，他到底还是不是正常人啊？秦晨给他的感觉就是任何方面都是变态无比的，修为实力、速度、身体，现在又是精神力，完全没有短板，全方位碾压同时代天才。秦晨刚一上到第3层，这里的精神力便开始冲击他，不过这一层仍然对他没有造成任何麻烦，仅仅是片刻后，他就踏上了第4层的通道。来到这一层后，他发现了这里的区别，这里和前3层不同，这里的精神力不再是疯狂的肆虐，反而是缓缓地形成了一个精神力虚影。当这个精神力虚影完全形成之后，突然抬头看向了秦晨，然后直接就冲了过来。在冲来的过程中，同时发出了精神力攻击，试图攻破秦晨的识海。砰！精神力虚影来到秦晨的身前时，一掌便拍了过来，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掌，却带着强大的力量，让空间瞬间炸裂。秦晨带着火元力的一拳瞬间轰了过去，强大的力量让精神力虚影不停地倒退，而秦晨没有停，他身影直接来到了虚影面前，然后抬手化掌为刀，猛地劈了下去。噗呲！虚影在秦晨的手刀之下被一分为二，渐渐地开始消散。随着他的消散，一股精纯的没有任何攻击力的精神力竟然开始融入了秦晨的身体中，然后化为了他自身的精神力。这是秦晨一惊，他顿时就想到了当初在蓝星上第一次去武圣走廊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要击杀了走廊内的虚影，同样会有东西吸收，不过那个时候吸收的是修行经验，能够快速的提升战斗意识，而这次吸收的是精神力，能够快速提升自己的精神力。能将如此精纯的精神力用来奖励通关之人，好大的手笔！秦晨很是惊讶。虽说武圣走廊和血塔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精神力这个手笔可比当初蓝星的武圣走廊经验强大太多了。经验是虚的，将修行经验留在一个地方等别人接收简单，没什么损失，相当于传授。但是精神力不是凭空出现的，要留精神力在这里，要么是强行将别人的精神力留下，要么就是自身的精神力留下，无论哪种都是大手笔。精纯的精神力涌入秦晨的身体后，开始向着他的识海而去，随后一点点的被他吸收，化成了自身的精神力。秦晨也清晰地感受到，随着这些精神力的涌入，他的识海中的精神力在不断的提升。很快，他直接盘坐下来，开始了全力消化。不知过了多久，当所有涌入的精神力完全被他吸收后，他明显感觉自己的精神力提升了一截。虽然还是看不到距离2级精神力到底有多远，但是绝对又近了一步。他缓缓地站了起来，然后走向第5层。可就在这时，突然第4层仿佛凭空出现了无数的精神力，这些精神力和前3层一样的狂暴，而且更强。他脸色微变，连忙用精神力防御。随着这些精神力不停的冲击，他也渐渐的开始适应。当变得和前3层一样，完全适应后，他才放松下来。原来第4层是多了一个精神力虚影。秦晨现在明白过来，血塔是越往上越难，尤其是每3层之后，难度更是陡增，这和修行一个道理。到了第4层，就会多出一个精神力虚影，打败精神力虚影，获得精纯的精神力。但是想要再上一层，还需要经受狂暴的精神力考验。没有多耽搁，他继续走向了第5层。来到第5层后，他发现面前的精神力虚影仍然只有一个，不过这个虚影哪怕是还没有动手，他便知道实力更强。虚影在见到秦晨后，第一时间就冲来，和上一层一样，先是使用了精神力攻击。虽然这次的精神力攻击比第4层的要强，但是秦晨仍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很轻松的就抵挡了下来。在虚影来到他身前出手时，他同样一拳轰出，轰！虚影炸裂，无数的精纯精神力开始涌入秦晨的身体，然后融入他的识海。当一切恢复，第5层再次出现狂暴的精神力，而秦晨也盘坐下来，开始抵抗，同时也在尝试用精神力反击。就这样，不久后，秦晨进入了第6层。好强！此刻的烈火王已经通过了第3层，上到了第4层。可是他刚一上来，面对那精神力虚影的攻击，便无比的难受。尤其是一开始的精神力攻击，让他头痛欲裂。当好一点后，虚影已经来到他身前出手了。秦晨恐怕已经在第5层了，没想到他的精神力会这么强，我和他的差距真是太大了。烈火王还想说，在血塔中以精神力和秦晨比一比，现在一看第4层都没有秦晨的影子，他顿时就泄气了。砰！终于他将虚影给击杀，可是很快他脸色就大变，狂暴的精神力让他整个人一阵恍惚。他强行镇定下来，然后身形不停地退，最后直接退到了入口处，一步便踏了下去。好险！精神力冲击消失，这才让他重重的松了口气。段玄能到第7层，不过他一直在第7层上不去。秦晨能否到最后一层？对血塔他了解过，虽然不多，但也知道只要有人到达最高层，并且通过后就会消失。这座血塔已经存在了无数岁月，他了解到是当初一个天才引出来的，结果那名天才也失败，才一直留在这里，至今没人能够登顶。想了想，他摇了摇头，很难，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成功。现在他对秦晨的满心的佩服，同为人族，他也希望秦晨能够登顶，
因此而变得更强。不久后，他缓缓地走出了血塔。烈火王，里面发生了什么？刚一出来，有天网公司的人就问道。他们到现在还是不相信段玄是叛徒，也不相信他被秦尘所杀。现在血塔内还有一人，到底又是谁？烈火王看了众人一眼，严肃道：莫青云是神族潜伏者，段玄为人族叛徒，已被秦尘诛杀。此事我会通报人族调查组。什么？听到烈火王的话，天网公司的人难以接受，但是烈火王也是天网公司的，这让他们内心很纠结。烈火王说完便不再理会他们，这事已经很明确了，差的就是人族调查组的确认而已。他抬头看向血塔，看到那红点所在的层次，瞳孔猛地一缩。好快！此刻红点已经在7层了，而且他看到那红点正在移动，下一刻就到了第8层。血塔内，秦尘来到了第8层，这一层仍然和前面一样，首先出现的就是精神力虚影，也率先向他发起了攻击。砰！不久后，秦尘就击杀了虚影，大量的精纯精神力涌入他的脑海。这个血塔人人都睡难，没人登顶，可是我怎么感觉有些过于简单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总之，从第1层开始到现在，秦尘都觉得自己并没有遇到太过困难的时候。如今这第8层的精纯精神力融入他的识海之后，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只差分毫就能突破2级，这一切的顺利的超出了他原来的想象。接下来他又是并不困难的拦住了狂暴精神力的冲击，然后走向了第9层。轰！刚一上到第9层，前方的虚影释放出一股大至极，甚至比前8层加起来还可怕的精神力瞬间冲击而来，让他身体猛然一震。而就在这时，他的识海突然发生了变化，识海内原本的精神力在这一冲击之下猛然颤抖，然后开始了压缩，最终被压成了一团。秦尘整个脑袋仿佛要爆炸一般，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被压缩的精神力在瞬间释放，遍布了他的整个识海。这些精神力明显比之前的更为精纯，秦尘整个人也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他看向已经来到自己身前的虚影，一指点出，金光一闪，噗的一声，那虚影直接化成了虚无。紧接着无数狂暴的精神力出现，然而他的识海精神力涌出，顿时整个周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精神力屏障，所有冲击而来的精神力全部石沉大海。2级精神力，精神领域，一切精神力攻击进入领域完全被秦尘化解，甚至操控。精神领域之内，他精神力无敌。散！他大手一挥，同时精神领域开始扩张，最后整个第9层完全笼罩在他的精神力之下，那些狂暴的精神力也随之消失，一切恢复了平静。